汉，求求你们放过我，我家里还有孩子等着我回去。嘿嘿嘿嘿，美人儿，莫急，只要你把我们哥几个伺候好了，自然会放了你的。别过来，你们别过来！你快就范吧！而拉扯中，女人一头撞在树干上，软绵绵地倒了下去。老大死了，死得更刺激，老子先来。大胡子眉眼一横，开始解裤带，而此时躺在地上的女人却蓦地睁开了眼睛。浮云皱紧眉头，她这是死了又活了。脑海中还有另外一段奇奇怪怪的记忆，一段是关于自己的。她原是父母的掌中娇，4岁时被人贩子拐走，卖给某个杀手组织，起名浮云。她生性厌倦杀戮，一心想学回自己的家人，所以一直隐藏着实力。24岁这年，她以能力不足为由申请退出组织，却不知被谁捅了刀子。隐藏实力的事情被发现，还被组织以背叛之由追杀。双拳难敌四手，他最终还是被抓回组织，被挑断经脉，受尽折磨，流血而亡。而另一段记忆是关于另外一个女人的。美人儿，我来了。浮云是面色倏然一沉，猛地一抬腿，对大胡子双腿间就狠狠的一踹。什么狗逼玩意，仗着人形不干人事！大胡子一翻白眼儿，原地昏厥。其余3人似才反应过来，扛起大刀对浮云就砍了过来。他一脚挑起地上的刀，过手一扔，直直插进一人的胸膛，当场毙命。余下2人颤着双腿，默默地对视一眼，扔下刀，撒丫子就跑了。别杀我，我的孩子还在家里等着我呢。忽然前方传来空灵且悲泣的声音。隐约中，浮云看见一抹模糊的影子往李家村的方向飘过去，风一吹，那影子便散了。你放心去吧，我会替你去看你的孩子。昨日凌相公才走，这妖精就迫不及待去镇上找他那个相好的，看这样子是一夜未归啊！嗨，你们说这都成亲好几年了，怎么还如此不安分？安分？哼，你看他每日打扮的花枝招展，一看就不是会安分的。若是会安分，当年就不会跟人私奔。唉，只是可怜了2个孩子，凌相公不在，2个孩子又要受苦了。哼，他去跟人厮混一夜，凌相公回来定会剥了他的皮。浮云是一阵的无语啊。停在一护砌了石头围墙的院子外，浮云不由得蹙起眉头。以原主这性子，这艰难的处境，要不还是直接跑吧。可他这会儿人生地不熟的，身上也无盘缠，能跑哪儿去啊？左右没地方可去，连个身份证都没有，在这个地方蹭住也不错。滚出去，我们不要你！院子里，一个小男孩凶神恶煞地盯着浮云。这是原主和凌寒洲的6岁儿子凌景，而躲他身后瑟瑟发抖的是4岁的女儿凌雪。李翠花，你还敢打孩子，就不怕你男人把你休了？浮云手上一顿，对这个名儿感到十分的失望。哎呀，不过土到极致就是潮，翠花就翠花吧。饿了吧？我给你们做饭吃。白日见鬼了，李翠花会关心孩子饿不饿？哎，我猜呀，定是这次去找姓萧的得了准话，想回来毒死孩子，再跟姓萧的远走高飞呢。这种不要脸的事儿，倒是他能做得出来的。哎，你们说，他想毒死孩子，咱该不该管呀？嘘嘘。只见林家房屋大门边站着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他面色冰冷。哎呀妈，也是太吓人了！他不是带着几个男人进山打猎了吗？
我听我家隔壁的说，昨日傍晚山中起浓雾，看不到路又回来了。啥？昨晚回来的？那他不是知道李翠花彻夜未归的事儿？如果是这样，李翠花不是完蛋了？阿景，他又欺负你们了。爹爹，坏女人打哥哥。浮云正在烧火准备做饭，扭头一看，一个高大的身影将整个厨房门给堵住了。这就是原主的那个猎人相公凌寒舟，很帅啊。不过他面容冷峻，整个人看起来冷傲孤清，有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难怪原主不喜欢他，就是换了我，只怕对这种浑身透着冷漠的男人也喜欢不起来。原来在家呀，不是说昨日就进山打猎了吗？哼，让你失望了，这女人又安了什么坏心？哼，失望倒是谈不上，只是你还走吗？我告诉过你，你若想跟别人走，只管去就是，但我绝不允许你再做伤害孩子的事。哥哥，你干嘛对人家凶巴巴的？他们好歹也是我的孩子，我不会对他们怎么样的，你就放心吧。你最好别耍花招，若我回来听到什么不好的，你死定了。不会不会，相公，你快去快回。哎，目前也没个好去处，他也暂时只能厚脸皮赖在这里。本还担心这个男人在家他会有些不好意思呢，听他说要出门去，恨不得买2节炮仗相送。恶心！我操你大爷！阿景，爹不在的这几日，你提防着点儿。爹爹，你几时回来？爹爹，小雪不要你走。小雪，爹爹这次会很快回来，你在家要乖乖听哥哥的话，啊。阿景，爹教你识别毒物，你可还记得？记得。记得就好，吃饭时一定要多加小心。他别的不怕，就怕那个疯女人给孩子们下毒，所以在林景很小的时候，他就教他识毒辨毒，一直防备着那个疯女人。又叮嘱几句，林寒舟不得不狠下心来，拿上打猎工具，大跨步出门了。这就完了？没听见打架呀？李翠花也奇怪，今日怎么安安静静的？哎，谁知道呢？哎，走走走，没啥好看的，回家做饭去。哥，我怕娘。小雪不怕，哥哥保护你。哥哥，我要爹爹，爹爹很快就会回来。我想爹爹。小雪不哭，哥哥带你去抓你最喜欢吃的鱼，好不好？小林景就像是成熟的大哥哥一般，不停地安慰着妹妹。浮云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的，并未注意到2个孩子跑出去了。林大哥，林大哥你在家吗？来人是原主李翠花的堂妹李如烟。她不在，有何事？翠花，林景跟人打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如烟，你是孩子的姨，孩子打架你为何不来，反而跑回来叫人？哎，翠花，那俩孩子跟牛似的，我也得拉得住才是啊。再说了，他为何要拉呀？孩子打架受了伤，都是他李翠花的过错不是？不管林大哥在不在家，这错都得算在李翠花的头上。敢抢你爷爷的鱼，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贱种，爷爷掐死你！臭小子，你再说一句，谁是贱种？哼，莫说一句，就是叫小爷说100句都行。林景是有娘生没娘养的贱种。再说一遍，谁是贱种？有娘生没娘养的是林景。再说一遍，有娘生没娘。再说，又是一掌。疯子，你个疯子，放开你爷爷！娘，救命啊！李翠花杀人了！翠花，你怎么能打孩子呢？你们给我听着，林景有娘养，若以后叫我看到谁再欺负他，这就是下场。浮云说完，一脚踩在脚边的鱼上，脚一旋，几个来回之下，那鱼被碾得稀巴烂。那几个孩子吓得脸都白了。浮云扔下李小虎，转身去扶还在地上呆愣的林景，却不料李小虎突然朝一旁凌雪冲了过去，奋力的一撞，只听凌雪一声尖叫，扑通一声落入水中。小雪，不许下水！阿景，接着妹妹！
这里的河岸有点高，浮云不好带着孩子往上爬，只能奋力将孩子托在手上。那声阿景让林景再次愣神，这女人一直喊他杂种的，今日不仅帮他，还叫他名字。李如烟赶到，把孩子接过去。见凌雪睁开眼睛，浮云松了口气，冲林景笑了笑，身体往后一仰，没入水中。娘！水中，浮云扬起唇角来。这孩子自从会说话以来，从未叫过李翠花一声娘，他一来就喊她娘呢。我没事，别担心。浮云抱着一条大鱼上了岸。阿景啊，小姨抱妹妹吧，你朝前走。等一下，小雪身上湿哒哒的，不能劳烦你们小姨，省得把她漂亮的衣服弄脏了。两个孩子受了惊吓，我就不与你多说了，改日再答谢你。李如烟正愣着看着一大两小离开的背影，这李翠花竟会不要命的下水去救凌雪？不对呀，她不是最巴不得没这俩孩子吗？她打的可是村里3大不可惹之一的刘寡妇的宝贝儿子，这刘寡妇是村里最凶恶的女人了，李翠花定不会有好下场的，她就请等着看好戏了。小雪，她刚才可有欺负你？没有，哥，他说不打我们了。别信他，昨日爹才出门，他就去找野男人，我们才不要这样的娘。阿景，小雪，吃饭了。两个孩子就跟没听见一般，也不回应一声。你们不吃的话，我就自己吃了。好香啊！这白米饭就是香，尤其是拌了猪油的猪油拌饭，好吃的停不下来。哎呀，还有这土豆泥入口即化，哎，可惜了，最后只剩下这几个土豆，哎，真是吃不过瘾。哥，我饿了。小雪，咱不吃，他肯定想毒死我们。可是，哎，对了，阿景，你不填饱肚子，一会儿那小胖子来报仇，你可打不过他。乖儿子，快来，吃饱了才有力气打架。你若是打不过小胖子，就得要我帮忙。我若是帮了你，只怕今后大家都瞧不起你了。我打得过，不要你帮。放心，我都吃了，若是有毒，也是我先死。听他这话，林景有些恍惚，他淡淡看他一眼，又闷头吃饭了。不一会儿，连这甜甜的米汤都一扫而空了。他得出门去找点驱寒的草药，给孩子熬些药喝。阿景，我出去一下，若是有人来，你们就躲在屋子里，别开门，等我回来啊。李翠花，给老娘滚出来！你丫的偷不到男人，就拿我儿子出气是吧？是何道理啊？李翠花，你个如狼似虎的烂货，昨日出门一夜不归，找的野男人满足不了你哈，你就拿我儿子出气！你那个没教养的杂碎狗儿子，抢我儿子的鱼！看看啊，看看，我儿子不过是抢回自己的东西，你他娘的却以大欺小，将我儿子的脸打成这样！哎呀，可怜！哎呀，真是太可怜了！哎呀，太可恶了，竟然打孩子！众人嘴上一片唏嘘，是同情不已的，而心里却十分的激动。哼，打轻了！李小虎这兔崽子呀，仗着自家娘凶恶，整天整日干坏事啊！今儿去拔这家的菜，明儿去那家偷鸡蛋，甚至还偷看小媳妇儿洗澡呢。偏偏大伙弄不过这个刘寡妇，不敢找其说理去。今日这李翠花算是为民除害了。凌寒州就是个窝囊蛋，宁愿顶着一头绿草当王八，也不愿意休了李翠花这贱人。想是贱人在外练的一身好技巧，回来将窝囊蛋伺候舒坦了，舍不得休了吧？我爹不是窝囊蛋！呸！你爹不是窝囊蛋，你是被人骑着的，还要女人帮着出头的小窝囊蛋！林景气的是火冒三丈，闭着眼睛挥起镰刀就朝李寡妇冲了过去。可刘寡妇动作更快，抬脚将林景踢回了院子。凌雪吓得小脸苍白，跑过去抱住刘寡妇的脚就开始咬。刘寡妇吃痛，大手薅起凌雪衣领，抬手往一边丢了过去。只听咚的一声，凌雪脑袋撞在房子的石墙上。小虎娘，你这过分了啊！打你的娃的是李翠花，你拿孩子撒什么气呀？我拿他撒气？
哎，你心盲还是眼瞎呀？没见这小兔崽子拿刀砍我呀？怎的成了我拿他撒气？再怎么说也是个孩子，他爹又不在家。就是他爹在，老娘也照打不误。浮云采了药回来，却望见乌泱泱的众人挤在家门口，吵吵闹闹的。浮云是怒火蹭蹭直往上冒，大跨步上前，一把揪住刘寡妇的辫子就往后面扯。哪个王八蛋敢动你娘？我是你爹！他直接扯着刘寡妇的辫子，将其拉出了自家院子。好你个李翠花，老娘还以为你要躲着当缩头乌龟。哼，我还没找你算账，你就自己送上门了。李翠花，你放开我！你想造反？哼，你爹我每日都在造反，疯起来连我自己都打，你应该习惯了才是。哼，你儿子险些掐死林景，又将林雪推入河中险些淹死，2条人命，你说怎么算？你放屁！分明是你儿子抢我儿子的鱼，2个才打起来。小孩子打架，你却以大欺小，将我儿子的脸扇肿，就是你不对在先。哼，我以大欺小，那你又为何趁我不在，跑来我家以大欺小？我是来找你算账，是你儿子拿刀砍我，我才会动手。哼，你不来我家，他又如何会砍你？若不是你打了我儿子，我会来你家。行，我打了你儿子，现在你也打了我儿子，咱就算是扯平了。你说是这个理？你打我儿子，我打你儿子，算扯平了。哼，大人的事是扯平了，但你儿子谋财害命的事还未扯平。李翠花，你满嘴喷粪！我家虎子不过9岁的孩子，他能谋什么财害什么命？乱讲话是要下大牢的。抢我儿子东西，又推我女儿下河，不是谋财害命是什么？今日不管教，明日杀人放火，就追悔莫及。你还想做什么？阿景，我跟小虎娘已经说好了，你们小孩子间的矛盾自己解决，大人不会插手。方才李小虎是怎么欺负的你和妹妹，你就怎么欺负回来。李翠花，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哼，我的孩子我想怎么教育就怎么教育，关你何事？敢惹我，信不信我去你家厨房拉屎？阿景，把刀放下，咱今儿让他看看林家人不是好欺负的。你只管报仇，是赢是输不要紧，咱只为争口气。左右有事我跟你担着，我担不了的就等你们爹回来。林景疑惑地看了浮云一眼，不知为何听到他那句话，他顿时就没了顾忌。他挥起拳头，重重打在李小虎的脸上。2个孩子打的是不可开交。林景好歹学几天功夫，又怀着一腔憋屈的怒火，爆发力贼强，只一会儿功夫就将李小虎骑在身下。住手！小虎娘，咱可说好，孩子的事情孩子自己解决，你若敢动手，我也要动手了。干什么干什么？吃饱了闲着没事干，就知道闹啊！咱们李家村良好的风气都叫你们2个女人给败坏了。村长，哎呀，是李翠花以大欺小打我儿子，他自己打还不够，还叫他儿子来打我儿子。你瞅瞅，将我儿子的脸打成什么样啊！我家那口子一走，剩下我们孤儿寡母，就是叫你们李家人欺负的。我不活了，我不活了！林景，你为何打人？村长爷爷，上午我跟妹妹去河边捞鱼，李小虎带着李狗蛋几人就来抢我的鱼，他掐我脖子，还骂我是贱种。后来他把我妹妹推进河里，差点淹死，我娘才会动手打他。然后李小虎的娘趁着我娘不在家就来打我，他踢我，还推妹妹去撞墙。村长爷爷，您看我的手。村长，他李翠花不仅打我儿子，还打我，如此可恶行径，定不能放过。你也不是好人。村长，是他先动的手，今日不罚他，日后他发起疯来，只怕连你也要打。他敢！李翠花打人有错，你管教不好孩子，你也有错，谁都不姑息。你们把他俩押到祠堂去，反省2个时辰。我倒想看看，从祠堂出来，明日还打不打架？2颗老鼠屎还想比个高低了。这是治风寒的药，你用2碗水煮1炷香的时间，
吹冷后给小雪喝，不然会生病的。小雪，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阿景，你把门反锁好，除了我，不许给任何人开。我很快回来，若小雪哪里不对劲，立马去祠堂叫我。别哭，这事我也有错，错了就该罚。不过，只要能给你出气，就值得。要说真心换真心嘛，他就不信了。这两个小崽子能抵挡住他这般进攻吗？哥，他是不是变好了？可现在他自己也不知道了。小雪，不能信他，说不定他在打别的坏主意。阿景，开门。是小姨。不能开。哥，小姨来了。小姨，我给你开门。小雪，你们没事吧？大虎娘没欺负你们吧？小姨，坏女人打我和哥哥。他又打你们了？打哪儿了？他推我撞墙，还踩哥哥的手。真是太可恶了。放心吧，小雪，回头小姨一定好好骂他。你们还没吃饭吧？小姨为你和哥哥带了馒头过来哦。谢谢小姨。小雪啊，你喜欢小姨吗？我最喜欢小姨了。那你娘呢？打坏人去祠堂了。说是去祠堂，谁知道她会不会不安分呢？你们爹爹不在，你们娘说不定啊哪天又会抛弃你们，去找那个野男人去了。小姨听说了，那男人可有钱了。你娘嫌弃你爹爹穷，一直想嫁个有钱的过好日子。哎呀，只是可怜你们两个了，跟着这样的娘只能吃苦。小姨，那你嫌弃爹爹吗？只要爹爹对你们好，小姨就不嫌弃。那你可以做我娘吗？我不想要娘，也不想要后爹。小雪，以后不能说这样的话哦。谁做你们的娘啊，得你爹爹说了算，旁人说了不算的。那等爹爹回来，我跟爹爹说，让你做我们娘好不好？傻孩子，可不能问这样的话。就是不做你们娘亲，小姨呀也会对你们好的。就算你们的娘真跟野男人跑了，不要你们了，还有小姨在呢。林景端着药碗过来，恰好听到这句话，心里是一阵的感动。林雪只抿了一口药，五官就皱了起来。好苦。阿景，这是什么？治风寒的药。风寒的药？哪来的？坏女人采的。她采的？你怎么敢给妹妹喝呢？快丢了，快丢了！别叫人毒害你都不知道。李如烟抢过林景的碗，将汤药朝外泼出去。小姨，那就是治风寒的药。哎呀，阿景，你不要被骗了，他连猪草都不认得的，怎么会识得风寒的药呢？我来时听人说了，他昨夜未归，一回来突然对你们很好，说不定啊是想毒死你们，好找个野男人去。爹爹不在，你是哥哥，千万不能大意了，知道吗？李如烟脸上闪过笑意，又叮嘱几句，随后才离开。林景皱紧了眉头，他认得那就是治疗风寒的药。小姨却不由分说把药给倒了，他突然对这个小姨生出一丝厌恶来。他去厨房将剩的半碗药全部盛出来。林雪听了李如烟的话，不肯喝药，她是连哄带骗的才让妹妹将药喝下。这半碗本是为那个女人留的。李翠花，你个烂骗子，你自己犯的错，凭什么要老娘给你承担？不跪你就走。走？你倒是说的轻巧。你个天煞的扫把星疯婆子，叫你打我儿子，活该受罚。你说说，凌寒州那个没用的，摊上你这么个疯子，为何不休了你？莫不会真是你去外头学了技巧回来，将他伺候舒坦了，所以人家宁愿当王八也不休了你？哼，咋羡慕我有男人？也是，就算你想伺候，也没有能伺候的。老娘是没了男人，却也不像你一般换着样伺候，人尽可夫。哼，要说人尽可夫，还得看你。俗话说，好亲不过姑娘的嘴，好摸不过寡妇的腿。呸！放你娘的狗屁！呀，哼，恼羞成怒。我怒什么？老娘身正不怕影子斜。哼，你身正，那又为何天黑后有男人钻去你家？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呢。胡说八道！贱人，老娘不撕烂你的嘴，看你还敢胡说！
两指一碰就想毁我名声，难怪姓萧的不要你，就你这歹毒的心思，狗都嫌。对，你说的对，狗爱吃屎，所以不嫌你。你给我死！于是乎，好端端的祠堂面壁思过，转眼间拉开一场大战。撕扯中，浮云推翻了香案上的油灯，这一打翻呐，殿桌上的布很快燃烧起来，顺着风势往祖宗灵牌那边就烧了过去。等刘寡妇回过神来的时候啊，供桌早已经烧起来了。她脸色一变，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浮云嘴角一勾，扭头冲向供台前，刷刷几下迅速收起祖宗牌位，还有供在高处的族谱。村长，你看，李翠花又发疯了。她方才一跪下就不服气，一边骂你，一边放火烧祖宗牌，这是想诅咒咱李家村的人都不得好死呀！快救火！村长此刻顾不得追究了，急忙的叫人是扑火的扑火，救牌位的救牌位。你们两个不给个交代，今晚就滚出李家村！村长，我方才打了个盹儿，一回过神来，就看到李翠花拿着灯盏点火，嘴里还骂你是老不死的。放肆！李翠花，你到底想干什么？李铁头，看看你教的好孙女。李铁头是李翠花的爷爷，一生极爱面子，容不得受到半点污点。村长，自从李翠花嫁给凌家，我家就与她断绝了关系，她自己犯的混事儿与我家没有半点关系啊。李翠花，你平日在家里闹也就算了，今日却目无先祖闹到祠堂来，你觉得是叫你跪2个时辰委屈了你？你若不满意，臭老头子我来呀！先祖招你惹你了啊？你知道祠堂里的东西有多重要吗？知道。你知道你还放火？谁说是我放的火？小虎娘的话你们也信？村长，我李翠花从前是干了许多混账事，可人糊涂一时，不能糊涂一世。现在我只想好好的把2个孩子抚养长大。大家也看到了，若不是我抢救及时，只怕祖宗都要被某些人烧成灰烬。若祠堂是我烧的，我还不要命的去抢救祖宗牌干什么？我是傻子，闲着没事，还是嫌我命长？李翠花，你的意思是说我放的火？哼，我可没说你，别上赶着承认。村长，我今日为救凌雪泡了水，染了风寒，脑袋昏昏沉沉的，跪那么久，一直处于半睡半醒状态。等我发现祠堂烧起来后，小虎娘却不见了。我本打算逃命，可我想到我是李家人，怎能同小虎娘一般对先祖不管不顾？先祖比我的命重要多了，所以我没跑，这才让人觉得我有嫌疑。但无所谓了，只要能把祖宗牌给抢出来，就是有人要故意陷害我，我也认。你这意思火不是你放的？不是，在先祖面前我不敢撒谎，我发誓，若有半句假话，叫李翠花不得好死。浮云又是赌咒又是发誓的，很快将大伙唬住了。只是在我眼皮子底下发生这样的事，终究是对不起先祖。村长，不管是谁放的火，都怪我看管不力，请村长责罚。刘氏，你为何要放火烧祖宗牌啊？村长，别听李翠花胡言乱语，就是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烧祖宗牌呀！是他，是李翠花，我刚才怎么了？是你打翻油灯引起的火。我为何打翻油灯？因为村长，这火与我无关，但我也没有看见小虎娘放，或许是野猫打翻了油灯引发的意外。只是可惜我头昏脑胀，反应迟钝，发现的晚。若是发现的早，早将火扑灭，也不至于烧成这样。可不就是你的错，都烧到祖宗牌上了，你说你没看见？刘氏，你既然早发现起火，为何不扑灭？李翠花都知道抢救祖宗牌，你却只知道跑，怎么我李家村的祖宗牌入不了你法眼？村长，我知道小虎娘肯定是想诅咒我们李家人不得好死。村长，不是我。刘寡妇准备的说辞全都是辩解关于是谁烧了祠堂一事，怎么突然变成了他不灭火，不抢救祖宗牌位呢？李翠花发现着火时，小虎娘就不在，也就是说她早就发现着火了，但她没去扑火，而是跑了，就这么任她烧着，是这么理解的吧？
对，就是这样。你没见人家一来就说是李翠花放的呀？她若不跑，还怎么恶人先告状？要我说，这次还得多亏了翠花，咱们的祖宗牌才幸免于难。这下好了，修缮祠堂还不知道得花多少钱呢。哎呀，都怨小虎娘，一早发现时就直接破灭了，哪有这么多事儿？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晦气。就是，我看呐，刘氏得出一半的钱。凭什么我出？分明是李翠花放的火。做人要厚道，李翠花都说了是野猫打翻的。村长，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孩子被小虎娘打成那样，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去吧，看在你将功赎罪的份上，暂且饶过你。以后啊，你老实点儿。刘氏，你是不是瞧不起李家村的人呢？村长，我不是，我没有。你不是，你没有，那你为何还要跑啊？我去叫人来的。阿景，回家。那个，真不是你点的火？不是，是野猫打翻了油灯。不过那些祖宗牌的确是我搬出来的。你，怎么了？你现在真的不糊涂了？不糊涂了，高不高兴？哼，小家伙，你刚刚是在关心我吗？你跑去祠堂可是因为担心我？谁担心你了？那是小雪生病了？没有。药你给她吃了？给了。对了，我的鱼还在不在？在的。奇怪，为何他一问话我就下意识回答他？哼，才不要跟坏女人讲话。咱们走快点，小雪一个人在家肯定会害怕。喂，你是不是生病了？昨日他下水救小雪，回来没有喝药啊？哥，他生病了。哼，你怕我死了？对不起，是我自己进来的。你要打就打我，跟妹妹无关。你是关心我，我打你做什么？对不起啊，我好像睡过头了。你们饿了吧？我去给你们做饭。你生病了。我知道，昨日为了救小雪，泡了那么久的凉水，又在祠堂吹了2个时辰的冷风，后来还忘了吃药，生病是难免的。不过死不了的，不用担心。啊，对了，小雪今日感觉怎么样？没发烧生病吧？浮云现在头重脚轻，还得强打起精神给孩子们做饭。哎呀，感动吧小崽子们，老娘牺牲了自己替你们亲娘赎罪来了。哎呀，这天都黑了，你们娘怎么还不回来啊？哎呀，该不会又出去找野男人去了吧？他不会。哎呀，怎么不会呀？他前日去镇上找野男人，一晚都没回来，说不定要不了多久啊，家里又会添弟弟妹妹了。你们真是可怜。为什么？哎呀，这总之呢，小姨不会骗你们的嘛，对不对？听到这话，浮云直接从床上跳起来，哼，诋毁他就算了，还当着孩子面说这样的话。阿景，现在什么时辰了？翠花，你在家？哟，如烟妹妹来了，这是换新衣服了？我才做的，怎么样？还行，就是颜色太黄了点儿。刚才蹲着的时候，我一不留神，还以为是村长家的大黄狗讨食来了。你，对不住啊，我老眼昏花看错了。阿景，小姨来了，怎么不请进屋呢？知道你关心我，不想让闲杂人等打扰我休息。我才没有。林景啊，小姨怎么会是闲杂人呢？你瞧我，你是孩子的小姨，当然是最亲的人了。我是烧糊涂了，说话不过脑子了。如烟，你不会与我计较吧？怎么会呀？翠花呀，你跟我来。你怎么想的？怎么了？那个林寒舟啊，在家守了你1个月呢。依我看，他分明就是怀疑你，故意针对你的。我以为他懒病犯了，不想进山，那现在怎么办啊？哦，对了，你前日不是去找萧公子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他还是不肯见我。如烟，我觉得还是算了吧。怎么能算了呢？
你追求这么多年幸福，再说了，你生得花容月貌的，那个林寒舟当真是配不上你。若是能和心爱之人双宿双栖，那这辈子才叫死而无憾呢。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林寒舟是配不上我，可他说爱我，离不开我，打死都不肯休我。你别急，爱他离不开他是吧？都作成这副德行了，也不肯休他。那既然如此，只能想旁的办法了。李如烟瞳孔一缩，计从心来。既然他不肯休你，那你就休他。哎呀，我一个女人如何能休男人呢？我打个比方，林寒舟若是跟别的女人睡在一起，又被你抓个正着，而这时候呢，你再以背叛之名休了他，想必也能堵上悠悠众口。这不可能！林寒舟长得五大三粗的，又糙又懒，怎么可能会有女人愿意跟他睡在一起啊？我只不过打个比方。哦，这样啊。哎，有了，如烟，要不然你帮我啊？我怎么帮你啊？等林寒舟回来，你假装跟他睡，然后我来捉奸，这样我就能休了他，去找萧然了。这怎么能行呢？好妹妹，你不是说为了我的幸福，你干什么都可以吗？哎呀，谁叫你是我好姐姐呢？只要你能过得好，我牺牲一下也行的。成，那就这么说好了。哎，对了，如烟，我之前给你的手镯能不能还给我呀？什么？哎，家里没米下锅了，我得弄点钱给孩子买粮食。没米下锅这样的话，他怎么好意思往外说呢？就不怕传出去被人耻笑吗？哎，我已经想好了，等孩他爹回来，我跟他说，多亏了小姨在，孩子才能吃得上饭。到时候林寒舟肯定会感激你，你再趁机拉近关系，陪他，一切顺理成章。到时候你姐我就解脱了。我还是借你钱吧。哎，就镯子吧，毕竟这也是我的东西，不用还。浮云抓过李如烟的手，愣是将镯子给取下来。虽送出东西又给要回来了，有些不道德，但只要有钱，这道德要不要都可。翠花，你得抓紧些，不然时间一长，萧然变心的话，那就追悔莫及了。哎，那是自然。哎，没什么事的话，我就不留你吃饭了。哎，你知道的，我家没粮食了。你可真是不客气啊。哎呀，咱俩这交情还瞎客气啥呀？等我挣了钱再请你吃啊。给你喝的。我的？你该不会是想报复我，给我熬毒，趁我病要我命？爱喝不喝。你怎么会认得草药？不认的，就是随便扯的。总之，多谢啦，给我采药还给我熬药。嘿，有人关心的感觉真好，我都快要爱上你了，小可爱。谁关心你了？我是怕你死在家里，我埋不动。说完他转身就要跑，却被浮云突然上前，一把揽住肩膀。你若敢打我，爹爹不会放过你的。哎，你太可爱了，我不打你。阿景，从前是我不对，现在我改了，以后我再也不会打你们了。我发誓，若我不分青红皂白对你和妹妹动手，叫我不得好死。你说什么？我知道你不肯信我，但我还是要跟你们说清楚，我不会再打你们的，也不会再骂你们，更不会去找什么野男人。你们小姨说的话不能信。前天我的确是去镇上了，但我是去买粮食，咱家里没有吃的了，我一夜未归也是事出有因。我买了粮食就急忙赶回来，但才出了镇子就被一伙贼人盯上，他们趁我不备将我打晕，丢在了路边的树林里，还把我的钱和粮食都抢了。我在树林里昏睡了一夜，早晨才醒来，担心你们在家没饭吃，就急匆匆地赶回来。好在运气不错，没被野兽叼去，不然你们兄妹就再也见不到我了。你说真的？真的。不信你看，脑袋上还有伤呢，是那伙贼人打的。这伤是昨天早上李翠花撞树撞的。你们小姨的话也不能全听，知道吗？阿景，你可知道哪家有鸡蛋卖？
林景怯怯点点头。我这有些钱，想请你明早去买点鸡蛋，可以吗？买来给咱们吃的，这些钱全换成鸡蛋。哥，他说买鸡蛋给我们吃。他又一次告诉自己，他或许真的变好了。哟，这不是大名鼎鼎的疯婆子李翠花吗？我家萧然前脚才进这铺子，你后脚就跟来了，狗鼻子挺灵啊。那女人是萧然的妾室贾莹莹。让开，李翠花啊，我好心好意跟你打招呼，你推我做什么？姑娘啊，你是不是误会了？我方才瞧得真切，人家碰都没有碰你一下。一把年纪老眼昏花，你看得清吗？就是他推的我。李翠花，就算你今日打死我，萧然也不会娶你。你就是再装疯卖傻，也博不得萧然同情。我劝你死了心，赶紧走，别再缠着他。我他娘的！浮云蹬掉脚上绣花鞋，手一扯，将袜子扯下，揉成团之后转身捏住了贾莹莹的嘴。贾莹莹还没反应过来，嘴里被臭袜子给塞满了。麻烦帮忙看看，这个能换多少钱？你在干什么？表哥，他欺负我。李翠花，前几日我就与你说得很清楚，我已娶妻，你已嫁人，别再来纠缠我了。萧公子说的哪里的话？我不过是来典当东西，你就巴巴的上赶着与我说话，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对我余情未了呢。不过你忘不了我也是情有可原，谁叫我长了这么一张人神共愤的脸呢？就是我相公每日也会同你这般痴痴的看着我呢。萧公子，我本想好心提醒你一句，近亲成亲生出的孩子可能是脑瘫，不过现在看来似乎很没有必要。妾室就是上不得台面。从当铺出来，浮云是一身轻松，那玉镯就当了2两银子，而萧然送给李翠花的簪子在镇上算是上乘好货，当了8两银子。在当铺吵闹了一番，耽搁不少时间，眼看就要到正午了，想起2个崽子在家饿肚子呢。浮云没心思细逛，只粗略扫视一圈，大致将整个镇子了解一下，匆匆买好东西就走了。阿景，我回来了。你回来了？嘿，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别乱说话。小姨说你去镇上就不会再回来，不要我们了，所以我们就以为你不回来了。小丫头，大可不必这么诚实吧，说这话会让人心痛的。你们小姨来过了？她来过。哦，对不起。你没有对不起谁，你想跟谁好就跟谁好，想听谁的就听谁的。我也不是你们的谁，没资格管你们。你们若不喜欢我，大可直说，我走就是。对不起，我只是害怕你真的不回来。我以后再也不听信别人的话了，你不要生气好不好？别哭了，我以前对你们那么差，你们不相信我也正常，我不怪你。我们没有不喜欢你，你不要走好不好？好啦，别哭了，我煮白菜瘦肉粥给你们吃。饿了吧？我给你们买了糕点，先吃点垫垫肚子，熬粥还有好一会儿呢。李翠花，你会挑水吗？可仔细点儿，别把你那纤细的腰杆扭断了。浮云只顾打水，并未理他。这种体力活儿，怎不等你男人回来做呀？差点忘了，你男人没了。哎呦，翠花，瞧你这细胳膊细腿的，挑得动水吗？要不哥哥帮你挑？你刚才说什么？我男人没了？你还不知道吗？喂，光头李，你说清楚一点，什么叫做我男人没了？翠花，你别伤心，凌寒州没了，这不还有哥哥吗？哥哥对你的心意你是知道的。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凶巴巴，再这样我可不要你了。少废话，快说。
我听说，昨日下午，野鸡山上，你男人带领的猎队捅了熊瞎子窝，那熊叫声与人的吼声混成一片，恐怖极了。保守估计有4只熊瞎子。你怎知是凌寒州他们？隔壁村的二赖子见着了呀，他昨日上山，亲眼看见你男人一行3人进了母鸡山，下午就听到山里的惨叫声，4只大熊瞎子，你男人指定是没了。光头李，这没依据的事，你可别瞎说。是不是真的，过几日就知道了。反正10有8九是活不了。哥哥，爹爹说很快回来，怎么这么久还不回？这才几日，不要着急，爹爹会回来的。可是我想爹爹了。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让你不要与李翠花来往，你还3天2头往人家那儿跑。我不过说他李翠花2句，你就跟着给我翻白眼儿，有你这么做女儿的？我爱跟谁来往就跟谁来往，你管不着。跟谁都行，李翠花除外。你若是想找个说话的，村头那个秀才不好吗？人生的面若白玉，又有学识，主要是人家对你……哎娘，秀才有什么好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若嫁给那样的人，能有好日子过吗？人家是秀才，随便写几个字就能挣钱，比那些泥腿子好的不知一星半点儿。再说了，人还继续读书，没准日后能高中当大官呢。哎娘，你不是没看见，那酸秀才瘦成那个样子，一看就是家里吃不饱饭的。我若真嫁过去的话，饿肚子你舍得啊？再说了，他若还读书的话，岂不需要我挣钱养他？这能不能考得上，谁说得准啊？我才不想受那份罪呢。我要找的呀，就得找个能赚钱、会顾家的。你就是目光短浅。我乐意，可人家秀才都上门提2次亲了。哼，再提几次也不嫁。小姨，小姨，小雪，有没有想小姨呀？想啦。小雪乖，你们娘呢？睡午觉。哎呀，可怜的孩子，你们娘啊，还是不愿管你们。管的。哎呀，管什么啊？小雪啊，你还小，有些事你不懂。小姨，我们该回家了，一会儿娘醒了找不到我们会着急。哎，等一下，阿锦啊，你叫她什么？娘呀。小姨，你怎么了？你先前不是一直说我们娘……阿锦啊，你怎么肯叫娘了？她现在对我们很好，也不打我们了。阿锦啊，她的话你也信？林锦咬着唇，点点头。你呀，你忘了以前她怎么对你们的吗？非打即骂，你忘了吗？你就摸她一下新衣服，被打得屁股开花的事情吗？哎呀，阿锦啊，你们还小，不能分辨是非，不知道人心复杂。你别怪小姨多管闲事，小姨怕你们被骗，万一李翠花是故意获取你们信任，再把你们哄骗去卖了，到那时只怕追悔莫及啊！不，她不会的。阿锦啊，昨日李翠花去镇上与男人私会，你可知道吗？你瞎说，我娘昨日是去买粮食。她怎么可能告诉你真相呢？这件事情我本不想跟你说的，可村里人嘴闲，想来你早晚会知道的。李翠花做了什么，自然不会告诉你们，毕竟她也知要脸呐。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就昨天，她光着一只脚回来的，想必你们也没看见吧？光着脚？哥哥，昨日娘只穿了1只袜子。阿景，你还小，不懂。可村里好多人都在说李翠花外出私会男人，被捉了奸，来不及穿袜子。总之啊，有那个姓萧的野男人在，李翠花不可能要你们的。阿景、小雪，你们一定要好好防备他，最好不要吃他做的饭，不要顺他的意思，就跟以往一样就行了。不然小姨只怕他会对你们动手，趁你们不备，把你们给卖了，知道吗？娘为什么要卖我们？傻丫头啊，卖你们好换钱呢，好跟野男人远走高飞去。你家里都没米下锅了，他却突然一反常态，好像变个好人似的，你们不奇怪吗？有米，昨日我娘去买了好多好多米。阿景啊，阿景，本性难移，李翠花哪有钱买米呀？
我猜呀，他或许会跟你们说那是卖首饰买回来的。可女人素来爱美呀，怎舍得卖首饰呢？只怕见着喜欢的首饰，他砸锅卖铁都会去买的。阿景啊，别怪小姨没提醒你啊，你爹爹回来之前切不可大意，安心等你爹爹回来。只要他在，李翠花就是再恶毒也翻不起风浪来，明白吗？你瞎说，我娘她不会。哥哥，哎，小雪，你哥哥心情不好，需要一个人静一静，咱们别打扰他啊。小雪啊，你娘跟野男人私会之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知道吗？为什么？哎呀，这事儿不光彩。总之，除你爹爹之外，谁都不能说，娘也不能说，知道吗？算算日子啊，你爹差不多该回来了。咱之前说好的话，你还记得吗？之前说的什么呀？你娘跟野男人远走高飞了，以后你就没娘了。可是现在有娘，过几天就没了。哦，那怎么办？李穗花走了，不要你了，你没娘了，需要再找一个娘，明白吗？小雪啊，那你喜不喜欢小姨？喜欢。哼，别指望我伺候你们父子几个，你爹连萧然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你就是个杂种。你以为我想在这个家呀？我呸！一栋破房子而已，老娘根本瞧不上。等我有了钱，就跟萧然远走高飞。骗子，全都是骗子。爹爹，你怎么还不回来？你是不是也不要阿姐和小雪了？爹爹，你不讲信用，你说过会很快回来的。哎，穗花，你怎么搞的？天都黑了也不找孩子，多亏让我遇见了，给你送回来了。小雪，怎么跟小姨在一起就不知道回家了？想害你小姨吗？哎，翠花，你什么意思啊？怎么扯我身上了？你帮我带孩子，若是让多嘴多舌的人看到，没准儿得冤枉你对孩子有想法，或是想拐带孩子辱了你的名声。我想拐带孩子，我好心帮你把孩子送回来，反倒成我不是人了是吧？好妹妹，你误会我了，我不是那个意思，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你看你这就急眼了，哎呀，不至于这么小气吧？小雪，过来，你小姨还未成亲呢，名声贵着呢，可不能被你影响了。小雪，过来。哎呀，小雪乖，快去吧，小姨改日再过来看你啊。小雪，哥哥怎么没跟你在一块儿呢？哥哥跑了。跑了？告诉我，他为何会跑？小姨说你不要我们，哥哥就跑了。傻丫头，我是你们的娘，怎么会不要你们呢？娘，你是不是要卖了我和哥哥？是小姨跟你们这样说的。娘，我以后都听你的话，你不要卖了我和哥哥好不好？傻丫头，我不会卖你们的。小雪，哥哥平时都会去什么地方？后山有秘密基地。找到林景的时候，他侧躺在石头下睡着了。阿景，我们回家了。娘，你不会丢下我们对不对？不会，你别听别人瞎说，我不会丢下你们，也不会卖了你们，这辈子我还得靠你们为我养老送终呢。真的吗？真的。好儿子，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好不好？真的。真的呀，我还要挣钱供你们兄妹读书呢，以后你有出息了，可别忘了还有我这么个娘啊。娘，你不会骗我吧？我不会骗你，前提是你也不准对我撒谎。我不撒谎。阿景，你们小姨跟你说了什么？浮云向他保证不会把今日之事说出去，他才会将下午李如烟和他们讲的话给说出来。阿景，不是李如烟说的那样，我之所以少了只袜子，是因为去当铺卖首饰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烦人的女人，她开口就侮辱我，我气急之下脱下袜子堵住了她的嘴，这才会少只袜子。总之我没有私会男人，也没有想过会丢下你们。我希望今后你们不要再信这样的话，若有人再拿我说事，你只管来找我求证，我会告诉你们真相，
可别再像今日这样胡思乱想，自己一个人跑到后山去，很危险的，知不知道？我知道了，娘，对不起。哼，你是挺对不起我的，因为别人毫无根据的谣言私自乱跑，害我担心半天。娘，哥哥说对不起，你快说没关系。啥？你说没关系。哼，小丫头，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都指挥起我来了。你轻信别人的话，让我伤心本就是不对。哥哥私自跑到危险的后山，让我担心也是不对。你们做错事在先，就得受罚。阿景，你说怎么罚好？打手心。哼，我说过不打你们，你这不是叫我言而无信吗？就罚，你们洗碗吧。韩州，这下咱们可发财了。此地不宜久留，洗干净赶紧出山。啊，你还是担心2个孩子吗？你放心吧，出门前呢，我叫你嫂子帮忙照看着呢。哎，得亏韩州在，咱们才能猎住这3只熊瞎子，只是可惜了，背不出去。知足吧你，那些熊掌一卖，怎么着也够咱吃半年。钱哪嫌赚多的，咱们也不能只满足于抠抠搜搜的那吃喝，不是吧？多挣点才能让媳妇孩子过上好日子。你们在这等我一下。韩州啊，你去哪儿啊？去就来。凌寒舟说着，转身钻进林中。李大勇2人以为他去方便了，可这一等就是2个时辰。你回去剥熊皮去了？想想有些可惜了，血腥味太重了，容易引来别的东西，咱们得抓紧出山。娘，我们去镇上能买糕点吗？小雪，咱们说好是买鸭子，不能买糕点。能买，只要你们喜欢的，在我承受范围内的都可以买。可是糕点很贵的。不怕，我有钱。好一副母慈子孝的画面。呸！李翠花会带孩子出门，太阳从西边出来，太阳可不就是从西边出来的吗？李翠花会对孩子好，老娘去茅坑吃屎！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此事千真万确，我不光亲眼见着，还亲耳听着。不可能！李翠花虽恶毒会打孩子，可她根本不敢卖孩子。若她敢，早就卖了，哪里会等到现在呀？她就不怕凌相公动了真怒，撕碎了她？你知道什么？凌寒舟在时，李翠花是不敢卖孩子，可那凌寒舟这次进山越了险，我听人说早被熊瞎子吃了。这不，那疯女人一收到消息，急忙就把孩子打扮得跟福娃一般，领着去了镇上。这么多年，她李翠花几时领过孩子？今日领去镇上不说，还说要给孩子买鸭子、糕点。凌家的钱早被那疯女人败光了，她买得起什么糕点？就是有钱，她也只会顾她那张脸。毕竟人家一心想飞上枝头变凤凰，怎么可能给孩子买糕点？这几日你们都瞧见了，李翠花突然就不打骂孩子了，这是为何？你们可有想过？刘婶儿，你别乱说。乱说？我怎可能乱说？你可莫因为疯女人是你堂姐，你便替她说话。哎呦，凌寒舟一死，孩子也没了。李翠花拿着卖孩子的钱，一跃飞上枝头，给大户人家的老爷当个18房小妾，可是给你家争光了。你胡说！凌寒舟他怎么可能遇害呢？李翠花的男人死了，你这么激动做什么？你诅咒林大哥，便是诅咒大勇哥和柱子叔。我说句公道话不行吗？那可是熊瞎子，一巴掌能拍死个人，身手再好，能跟熊瞎子比？反正凌寒舟前脚遇险，李翠花后脚就带孩子去镇上卖。寒舟啊，咋都说你死了？别闹！柱子，你没死？你个瓜婆娘！你刚才说什么？凌寒舟，你不是……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我没说什么。站住！我问你刚才说了什么？林大哥，是这样的，翠花姐带阿景和小雪去了镇上，或许是想带孩子买东西吧。可刘婶非说要卖孩子，翠花姐我了解她肯定不敢做出卖孩子这样的事情。带孩子去镇上？这几日我瞧翠花姐对孩子们很好的，又给他们洗头又洗澡的，
今儿去镇上嘛，还给孩子们好一番梳妆打扮呢。那个，虽说翠花姐变得太突然了，可毕竟是孩子娘亲嘛，能有什么坏心思呢？指不定真是给孩子买东西呢。林大哥，你别听刘婶瞎说。我瞎说？我可亲耳听到的。那女人一收到消息说列队遇险，便迫不及待给孩子收拾打扮，带去了镇上。你说她没有坏心思？可笑。去了多久？约2个时辰。林寒舟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寒舟啊，我跟你一起去追。不用。林寒舟转身大步出了村子。李翠花，你死定了！陶娘，你出来！回来了，可有受伤？这次收获咋样？我不是叫你照看好寒舟2个孩子吗？怎么让那疯女人领去卖了？什么？你说什么？李大勇将在村口那番话跟他一说，许桃娘便悔恨地直拍脑门。我就说那女人怎会突然变好，给孩子洗头洗澡，买鸡蛋给孩子吃，还带林景上山去摘野菜。什么？你怎么能让她带孩子上山啊？我还不是瞧着她是真心对孩子好，所以才……你糊涂啊你！你知道什么？那李翠花到底也是当娘的，她还能吃了自己的孩子不成？我这不也是想有个人看着她，别再丢林家脸吗？你个没良心，一回来就对我大呼小叫，那是别人的孩子，你叫我如何插手管？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李家村的人说闲话说得厉害。娘子，若是别人家，那你想管我都不让你管。那是韩舟的孩子，你是知道的。咱家有今天多亏了韩舟。上个月若不是他出手相救，只怕你相公我早死在山上了。就连这次，那我们也险些回不来，都多亏了韩舟在，所以我才会一再叮嘱你帮他照看好孩子。是我大意了，我觉得李翠花兴许是真的变好了，这才会。是我性子急了，韩舟已经去追了，希望能找回来吧。对了，你说这次险些回不来，怎么回事？遇到3只熊瞎子，差点被拍死，最后还是韩舟带着我们埋伏2天才猎到的，割了熊掌拿去卖了才回来。回来路上就没瞧见李翠花？嗨，李翠花是去镇上，我们是从州府回来的，那根本就不是一条道。州府离咱们这10万8千里，跑一趟得多花多少路费？路费倒是花了不少，可咱挣的也不少啊。他从怀里掏出4个银元宝，1个10两，4个便是40两。卖了这么多，能抵咱去年1年？能卖这么多也多亏了韩舟。原本那州府酒楼人家只给10两银子一对儿，我差点点头了，韩舟没同意，不知道他用什么法子找到一大户人家去啊，直接卖到人家后厨，卖了10两银子一只，分下来1人40两。要知道那些个熊掌若在镇上，怕一个人只能挣10两银子。你看你这2年，咱家得了韩舟多少好处？一起进山，总是他出力最大，则好的平分。哎呀，娘子你所不知，我也提出让韩舟占大头吧，可他说了啊，大家都是同伴，不能厚此薄彼。又说他得了3张熊皮子啊，然后卖了6两，那更不会占大头。那熊皮是他一个人转去剥的。韩舟对咱家的恩情，咱们如何才能还得清？唉，你说那么好的人，怎就娶了李翠花那样的货色？哎呦，这一说我心里就突突直跳。阿景兄妹俩不会有事吧？要是他真卖了孩子，不用韩舟开口，我就先弄死他。浮云带2个孩子走进一家种类较多的小食店，福月小食，点了几个小食，什么糯米圆子、莲藕羹，都是甜食。2个小孩吃得不亦乐乎的。浮云给自己点了份麻辣鸡块，1份香辣牛肉面，二者皆是一入口，除了麻就是辣，没有一点香味，真令人嫌弃的紧呐。哎，等一下，又麻又辣，麻辣。浮云突然灵光一闪，招呼店小二过来。客官，还需要什么？你们这面到底是怎么做的？啊什么呀？我问你，这面是怎么做的？听不懂？听不懂就把你们老板给我叫来。公子，就是他。找茬的就是你啊。找茬？我只是问他这面是怎么做的，他答不上来，便只能叫老板了。你就是这儿的老板？啊，我叫宋云东，是这儿的老板。你不妨直说，这面哪有问题？若说不上来，便是找茬的。回我招牌，小爷绝不轻饶啊！谁说这面有问题了？我是问这面是如何做的，口感还不错。啥？嘿，想要面条筋道啊，柔感拉煮都要注意，每一道的手法和火候都必须掌控好。
还有和面的时候水面比例也得……公子，哎，总之可复杂了啊，说你也不懂。哼，这么说你很懂了。废话，别说做面了，我这店里的吃食没有一个我不会的，后厨的厨子厨娘全是我徒弟。面是筋道了，可就是这面汤与调料很不对味。怎么不对味啊？你莫不是吃不了辣的，故意这么说的？瞧你，这就急眼了。小哥，说实话，这麻辣鸡块确实又麻又辣，可它并不香。要香的你不是点了个香辣面了吗？宋云东直翻白眼儿啊，他这人有个毛病，就是听不得别人说他的小吃不好吃。这香辣面虽然占了个香字，可依旧不香不鲜，只有辣味，完全是浪费了这筋道的好面。不可能，这麻鸡块里边放了盐、酱油、花椒粉与香油一起研磨的辣椒粉，还有这鸡也是用生姜、白酒、花椒等腌制去腥的，那都是上好的食材，它怎么可能不香？它，公子，您不是说配方必须保密，无论如何都不能说的吗？这鸡和这面对你来说或许不错，可对我来说它就是不够味。这还是你店里的招牌，招牌都这副德行，想必别的辣的口味也好不到哪去。这副德行，还说不是来找茬的？客人找茬也是因为你们做的不够好。你好大的口气啊你！那你说怎么样才对味？有本事你做个更好的来。等着，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清楚。小爷倒是要好好瞧一瞧，一碗面你还要做出花来。若我做出来了，该当如何？你若真做出花来，我把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先别说大话，赏坏了舌头，留着，一会儿还要用。宋公子留步，我的配方是秘制的，你休想偷学。谁想偷学了？小爷我怕你偷我调料。这是何物啊？咱说的是面，你这不是面啊，这做不得出的。哼，放心，就是你拧下脑袋来，我也不敢踢啊。阿景，尝尝看。辣，我降了辣度，你应该能接受。不过小雪吃不了。好香，筋道十足，香辣可口。没想到啊，有生之年还能吃上如此美食。这叫啥？辣条。辣条怎么做的？哼，私人配方。我买，你教我做。阿景，小雪，咱们该回家了。哎，不许走！宋公子，你可真会抢人所难啊！你若不愿意卖配方，你就嫁给我。不行，为何不行？我娘不能嫁给你。娘？我就比你大几岁，你这么叫会折煞我的。你这女人好不要脸啊！反正我不卖配方，不教你，不嫁人，也不收儿子。小爷对成过亲的女人也没兴趣，不过是为了辣条秘方委屈自己。小屁孩，让开！不许走！弟弟，姐知道自己长得美，可万万没想到，竟美到让你难以放手的地步。你脸皮真厚，你该死的！我竟然会这么舍不得一个女人，因为这女人一走，就代表她那美味的辣条配方也走，看来只能豁出这张脸求求她了。哎，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就教我做辣条吧，我真太喜欢了。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说出来，只要能是我做到的，那我通通满足你。虚伪的话就别说了，咱们直接谈条件吧。正准备提条件时，一道矫揉造作的女声不合时宜地响起来：“哟，这不是李翠花吗？怎么萧然不要你，你又勾搭上了宋家公子？”哼，原来是萧夫人。上次那事过后，我还以为你会有一阵子没脸出门呢。托你的福，害我病了一场。回家后，萧然贴心的请大夫替我诊治，哪知就把出了喜脉。对了，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新得的丫鬟秋月，我起的名字，好听吧？比你的翠花不知高级多少。哼，不用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姐姐，你这理解能力不要脸，谁要谢你？不是谢我，那你找我是为何？还看看你喽，怎么萧然不要你，这么快就勾搭上别人了？你说话就说话，你扯我身上干什么呀？哼，这不是见我长得好看，便以为你也对我穷追不舍，还不是怨你自己。刚才都说了，让你不要拦着我，你不听，现在好了，让人误会了，你自己解释吧。
浮云耸耸肩，牵着2个孩子坐回先前那个位置上。那边，贾莹莹气呼呼地朝浮云冲过来，猝不及防撞到宋云东了。我说你这女人，一股脑破怀里几个意思啊？小爷我还未成亲，你是想毁我名声？小爷虽生得风流倜傥，可也不是一什么人都能瞧上的。你赶紧走，别耽误小爷的终身大事。宋公子莫要拿我当幌子，你都能跟李翠花幽会了，还不敢承认？那你还对小爷我投怀送抱？我是不是得娶你啊？你一对奸夫淫妇，有何好得意的？光天化日在此幽会，也够不要脸的。整个平镇，谁人不知你李翠花3天2头去骚扰我家萧然？成了亲，一边勾搭男人，一边又总跑去我家门口，要死要活。我告诉你啊，就你这种不要脸的女人，萧然就是瞎了眼，也不会要你。首先，你在别人的店里像个泼妇骂街，一看就知道你才是那个不要脸的。其次，我上次就警告过你，管好你家萧然，别让他来骚扰我。最后，有一点我想替萧然澄清，他的确是瞎了眼，才找了你这么个行为粗鄙、上不来台面的妾。你说我粗鄙？你是不是忘了自己3天2头去学我家萧然跟你私奔的事？要我说，那男人始乱终弃，人姑娘不得去门口讨个说法。宋云东，你跟他不明不白，自然只会为他说话。我不认识你，你怎么知道小爷名字？莫非你真瞧上小爷了？背地里调查过小爷？宋云东，你如此维护这不要脸的女人，莫非真与她有一腿？关你何事啊？哪是管好你家男人，别让他来找我家的翠花。哼，你家翠花，你明知她有相公，也愿当冤大头。有相公又如何呀？就是叫小爷跪在地上，求他留下，小爷也愿意。他有孩子。林寒洲紧赶慢赶的，在午时赶到镇上，路过福月小食，一眼望过去，便看到放在福月小食门口的背篓，那是他家的。背篓旁边有一个小篮筐，里头装了好几只小鸭子，而背篓中有肉有菜，还有糕点。林寒洲蹙起眉头，第一反应是那个女人定是把孩子给卖了，花了钱买这么多东西回来。有相公有孩子又如何呀？只要他愿意让小爷给他养孩子都行。除了养孩子，小爷还能把这店里赚的钱分他。总之就是瞧不上你啊，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听到宋云东这话，林寒洲是身体一顿呐。李翠花这疯女人好生的厉害呀，他到现在都不明白，当初爹为何以死相逼，非要他娶她，死前更是让他立下誓言，为了孩子不得休妻。想起过往，林寒洲是脸色铁青。疯了，一个2个都是疯子。二娘，咱们还要去买胭脂呢。贾爷应得了台阶，找了个借口，灰溜溜跑了。怎么样，表现不错吧？现在你会为我留下来不？哼，你丫的，差点害死我。反正你名声也不好，你别在意那些细节了。咱跟你说孩子的事儿呗。他常把喜爱的美食当作孩子。这个过程呢，就像女人生孩子急不得，一定要等这火候才行。出锅之后，这就是咱在厨房生的孩子。宋云东认为，只有将美食当作自己孩子，才能做出令人惊艳的东西来。孩子？是你的孩子吗？宋云东看了看林寒洲，又看了看浮云，这男人分明是冲这个女人来的呀。看那副要吃人的眼神儿，这俩人定是有过节。姐姐，你自求多福吧。爹爹，你怎么突然回来了？爹爹，小雪好想你。走，跟爹爹回家。好，娘，咱们回家吧。阿景，你叫他什么？娘啊。李翠花，你又在玩什么把戏？你们跟爹爹回去吧。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吗？他应该很不希望他回去吧。这男人很讨厌他，肯定不愿意收留他的。你们先去，我还有点事，随后就来啊。娘，那你早点回来啊。娘，那你早点回来。父子3人消失在门口，浮云心头蓦地一空。鸭鸡，爹爹，我的鸭鸡。不要，爹爹改日给你买。不要，我要鸭鸡，我要鸭鸡。阿景，怎么不走了？爹爹，我们买的东西还没拿。阿景，我平日怎么跟你说的？不可相信那女人。
更不能要他的东西。你将我的话当作耳旁风。没有，可是娘她不配做你们的娘。林寒舟扯着孩子就往镇子外走过去。姐姐，你这是？没事，继续谈我们的事。翠花姐姐，你真是刚才女人口中说的那李翠花啊？我不喜欢李翠花这个名字，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叫我李浮云。李浮云？哎，这名好听。可是你跟李翠花是同一个人。要么你闭嘴，要么我闭嘴。当然是我闭嘴。您说。这水有些凉啊。凉了？这帮崽子这事儿干不好。奉茶，若把我的配方弄跑了，你就别干了你。你想要我的辣条配方，就得遵循我的条件。你说。我要你店里的1成利润。1成？姐姐，你是简直狮子大开口啊！1成利润，你知道得分多少吗？分成1成就成股东了。哼，不当股东也行，或者你把这店送给我，我来当老板。当老板得抛头露面，女人不合适。还是股东吧，不过就半成利啊。你的意思是没得谈了？等等，浮云姐姐，不过就是1辣条秘方，你至于吗？这倒不至于，这不是你求我的吗？不然我早走了。僵持拉扯了好几个回合，浮云有些不耐烦了。差不多得了，你再讲下去损失就大了。认我做股东的好处，除了辣条配方，我还能提供别的小食，大概有5、6、7、8、10种。10种？不，我说的是5、6、7、8、10，不是10。5、6、7、8、10，成交，现在就签字画押。宋银东一口答应，立马找来纸和笔写协议，生怕慢一步对方反悔了。爹爹，我们为何不等娘？小雪，阿景，从今日起，那女人不再是你们的娘。为什么？她不配。那女人敢卖她的孩子，绝不可能饶恕。爹爹，娘变好了，我们也不能认吗？哼，变好能去卖孩子？爹爹，娘真的变好了，她给我和哥哥洗头洗澡澡，还给我和哥哥吃鸡蛋。还有呢？她还打了小虎娘和那个大耳朵。动手打人？还有呢？娘还带我们去河边洗衣服，还有，娘被村长罚跪祠堂，好可怜。还有，娘带哥哥去后山做鸭鸡，嘎嘎嘎嘎嘎。去后山做什么？去转转。娘弄了好多鱼虾和春芽，说等你回来吃。我们还捡了鸭蛋和2只大野鸭。还去了哪儿？就去了后山。阿景，爹爹才走了几日，你就不肯跟爹爹说实话了？哎，快看，孩子找回来了。李翠花怎么一起回来？哎呀，可能被打了，也可能跑了，还可能是没脸回来呢。哼，他会没脸回来？他以往怎么做，林相公都不搭理他，可这次动了孩子，肯定被打死了。谁不知那俩孩子是林相公的心头肉啊？切，心头肉！要我说，这凌寒舟就是个孬的。若真疼孩子，又怎会让孩子被打成那样？哎呀，人不是进山了吗？自然有疏漏的时候嘛。那他不会不进山？天底下营生那么多，就非得靠打猎？哎，我说，你说话怎酸溜溜的？莫不是眼红人家打猎不带你啊？切，谁稀罕？没准儿哪天真死在山里，尸骨无存。我这么说，不过是看孩子可怜。阿景，小雪，是爹爹对不住你们。爹爹怎么突然说对不起？这趟爹爹赚够了钱，今年都可以不用出门，会在家好好陪你们。爹爹，你是不是不让娘回来？你们很相信他？嘿嘿，相信娘会给我们买糕点吃。我都说了，那女人就是故意装模作样，哄骗你们，故意获取你们的信任，好跟她去镇上。你们知不知道，若我再晚一步，你们就要被卖了。爹爹兄。小雪，对不起，是爹爹错了。爹爹，娘真的变好了。这里头是娘腌的酸菜，不过现在还不能吃。
爹爹，对了，爹爹，我们去掐野菜来做酸菜时，大耳朵说我们家的坏话，他还把我丢田里。可有伤到哪里？没，娘当场就给我报仇了。她骑在大耳朵身上，狠狠揍了他一顿，最后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爹爹，你看那个。娘说连针一起折，能保持新鲜。等你回来，咱们就能吃鱼钱饭。爹爹，咱们做鱼钱饭，等娘回来吃，行吗？唉，林寒舟重重的一叹，这孩子啊，从小就羡慕别人的娘亲，所以那女人稍微假装对他好一点就被收买了。林寒舟正想跟林景说李翠花想卖他们的事情，便听到院子里传来敲门的声音。是娘回来了，娘！门一打开，李如烟走进来。哎呀，太好了，林景，你们总算回来了，简直吓死小姨了。阿景，见到小姨不高兴吗？高兴。阿景，你可真敷衍啊，没良心的小家伙。怎么，你们爹爹一回来就不理小姨了？没有。李如烟掏出2颗糖果来。阿景啊，你看小姨给你们带什么了？拿去分给妹妹吃吧。谢谢小姨。林景跑进屋去找林雪。林大哥，翠花姐跟你们一起回来了吗？没有。不回来也罢，对孩子也好。就你走那天嘛，她将2个孩子赶出去，害得小雪掉进河里差点淹死了。后来不知用了什么手段，2个孩子基本以她为命是从的。我想着为她真心悔改也好，谁知前几日啊，她又去镇上了，回来时候衣衫不整的，全村人都知道了。那孙大耳不过说他有家室，期末乱来，他就骑着人家打，差点没给人打死了。如今又发生这样的事情，好在孩子无事，平安回来了，这已是万幸了。林大哥，你这次回来应该会待好长一段时间吧？李翠花虽是我堂姐，但这次我没脸替她说话了，我怕孩子跟着她，不知会教成什么样子呢。阿景，开门，我回来了。来了。小雪，不许去。为什么呀？你听错了，没有人敲门。没有啊，我又听到了。哥哥，你听到没有？我没听见。方才小姨走了之后，爹爹单独叫他去厨房聊了一会儿，他觉得爹爹说的很有道理，一个人不会无端的变好。他们的娘突然性情大变，最好的解释就是居心不良，有所企图。浮云敲了好一会儿门，没有开，他放下背篓，一个跳起，扒拉着围墙翻进来。昏黄的灯光跳跃着，餐桌旁的一家3口看着很是和谐。吃着呢，我还以为没人在家。娘，你回来了。小雪，有没有乖乖吃饭啊？乖了。真棒，乖乖吃饭才能长高高哦。浮云的目光落在餐桌上，2碟菜3个碗，这男人没做他的份儿。娘，快来吃饭饭，爹爹做的鱼钱饭可好吃了。你们吃吧，我先放东西。娘，你快来，要被爹爹吃完了。没事，你们爹爹这几日饿坏了，让他吃吧，我少吃一顿饿不死的。哼，男人，瞧老娘多贴心，把吃的都让给你。你还敢回来？今日是晚了些，下次我会早点回来，别担心啊。你还有脸回来？本来是有些不好意思，但你一片苦心的请我回来，我也就不好推辞啊。谢谢啊。林寒舟懵了，这女人脑子没问题吧？话说你故意留下了背篓，不就是想让我带回来吗？怎的我一回来你就冷眼相待？想的可真美。李翠花，我警告过你，最好别碰我的底线，否则我对你不客气。好的，我知道了。不过你总说底线，可好歹得告诉我你的底线是什么呀，这样我才知道有没有碰嘛。你相公，我知道你心里有我，只是不善言辞，说不出好听的话。我都懂，我不会怪你的。恶心，粗鄙的词简直张口就来，会教坏孩子的。切，口是心非的家伙，一点也不可爱。林寒舟在厨房里洗碗，这一洗便是1刻钟的时间。他在琢磨李翠花回来的意图，想了好几种，最后得出结论来，这女人定收了人家定金了。
今儿没卖成孩子，但钱已花，还不了了，就只能回来继续装模作样，就是想继续哄骗孩子。阿景，你为何欺骗我？你分明说过以后会给我养老送终，可你们爹爹一回来你就不搭理我，如果哪里做得不好，大可以大方的提出来，可你偏要学那渣男的行径，一声不吭让我独自伤心。我与福月小食的老板已谈成合作，若能行，大抵是能挣到些钱的，我觉得能供得起你上学。回来的路上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原以为能第一时间告诉你，可从我进门到现在，你一句话都不跟我说。早知你如此善变，我就不该回来，让你们的爹爹给你们找个后娘。阿景，我从未骗过你，也不会骗你，但我看得出来，你嘴上说信我，可实际上心里还是不信我。你们不需要我，我便不会留在这儿。我来是想跟你们兄妹道别，今后你们要好好听爹爹的话。与其说他舍不得孩子，倒不如说他依恋这种有家人的感觉。娘，你不要小雪了吗？小雪乖，我有时间会来看你们的。不要！李翠花，滚出去！谁让你进来的？小雪，他又打你了是不是？小雪乖，爹爹错了。我不要爹爹，我要娘，林寒舟一怔，他竟然说出要娘不要爹爹这样的话来。他不在这些日子里，那女人到底对他们做了些什么呀？爹爹坏！小雪乖，不哭了，你吓到哥哥了。浮云本想睡一觉，明日再走的，可孩子哭成这副样子，他如何睡呀？于是便起身收拾行李。啪嗒，林景噌地跳下床，光着脚便跑出去。林寒舟哄林雪哄得头疼，现在林景又跑了，他一个头两个大，只好抱着林雪去追。阿景，起来，男子汉大丈夫，你哭什么？娘，告诉我，这是怎么了？我不要你走，你不要我回来，为何又不要我走？娘是个大骗子，我不曾骗过你。你说过你不会走，你说过要把我和妹妹养大成人，你是骗子，骗子！对不起，可是你没有爹了。爹是爹，娘是娘，不一样，娘，我不要你走嘛。爹爹，你说话呀，我不要娘走。爹爹，小姨说的不对，娘没有要卖我们，娘真的是带我们去卖鸭子，赚钱来买好吃的。娘，你没有要卖我们，对不对？原来是听信了妖精的话，不对，应该是他们的爹信了妖精的话。阿景，我真的很生气，我跟你说过2次，你们小姨的话不能信，你为何不听？是爹爹说的。你爹没脑子，你也没脑子。我若想卖你们，你觉得你们今日能回得来？林寒舟一时无语了。走，回家。出来鞋也不穿，你当你的脚是铁打的？今后若再这么不联系自己，我定不会再管你们。望着擦肩而过的女人，林寒舟再次陷入迷茫。他似乎真的变了，他且要看看他突然对孩子这么好，到底是何目的。阿景，小雪，屋前屋后找了一圈，都没找到2个孩子的身影。厨房里没剩菜剩饭，那女人与孩子同时不见了。
问过村里的人，都说没见到。林寒舟拔腿就往平镇方向走过去。我挖到了，不错呀，阿景，目前你挖的最少，看来今晚的洗碗工非你莫属了。我是让着妹妹。嘿，哥哥，娘说了，要湿湿的土里才有地龙。小雪，这是咱们胜利的秘诀，可不能轻易透露给敌人。对，哥哥是敌人。小雪，把你的地龙分我2条行不行啊？好呀。小雪不可以，娘也是敌人，别上她的当。才不是，娘是自己人。我不是敌人，娘才是。你骗人！娘说你是敌人，你就是。娘，你使诈！这叫兵不厌诈。3个人玩土玩的是不亦乐乎的，全然不知道林寒舟镇上找人找得快疯了，甚至想出100种弄死浮云的办法。嘿，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林寒舟在镇上找遍了，都没见着疑似林景兄妹俩的孩子，最后去往福月小食。小福子，你说今儿跟昨儿个哪个更好吃啊？公子，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叫你尝点东西，怎么就为难你了？公子，昨日的辣条，小的都没尝过，如何分辨得出来啊？重做。哟，大哥来了！可是浮云姐姐叫你来带话的，我就说嘛，她赶紧留了一手防着我呢，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差别？林寒舟本想问他孩子的事情，可听到宋云东的话，顿时就云里雾里的。不是带话的，那秘方呢？你不知道？浮云姐姐昨天做了一道美味卖给我，可我怎么做都觉得不对劲儿。你又是她男人，我还以为她叫你来的呢。卖美味不是卖孩子吗？怎么看都不像李翠花的风格呀。大哥，哎，你回去见着浮云姐姐，麻烦让她来一趟啊。哥哥，爹爹是不是又进山了？应该没有，爹爹昨日说不出门了。快吃，你们爹那么大个人，能照顾好自己的。可是小鸭鸡要死了。放心，鸭子死了，你爹也死不了。小雪，爹爹回来了。爹爹回来了。爹爹，你去哪里了？爹爹。林寒舟顿了顿，看向饭桌旁的浮云，灯光把女人的侧颜衬得有些清冷，她整个人的气质看起来跟那个恶毒女人完全的不一样。人或许会变，可脸变不了。妈，爹爹出去转了转。爹爹快吃饭，娘做的排骨可香了，比辣条还香。辣条？昨日我们在镇上吃的，可香可香了，是娘的独门。小雪，快来吃饭。嘿，好。爹爹，快来吃饭。哎，孩子叫你就来吃呗，别伤了孩子的心。相公为何不拿碗啊？难不成怕我下毒？你的东西无福消受。的确。爹爹，发生了什么？我的小鸭鸡要死了。爹爹，你帮我看看好不好？就在那里。小雪，今日你们去哪儿了？娘带我们去后山挖地龙，我们挖了好多地龙，可是那只小鸭鸡不吃地龙。好，爹爹这就看。爹爹，你在干什么？鸭子再小也是命，咱们对生命要重视，不能因为它生病了就弃之如履，知道吗？知道了，爹爹。去叫妹妹过来睡。爹爹，嘿，我们要跟娘睡。爹爹说话不管用了。爹爹，林景撇着嘴，他只想看着娘亲，不让她走。浮云冲林景使了个眼色，他急忙跑进浮云的房间去，把门关上。李翠花，你又想干什么？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会以为你对我有意思，孩子跟我亲才愿意跟我睡。那什么，你别操心，我不会对他们怎么样的。哼，心如蛇蝎的女人。喏，脑子好了，你也别像防贼一样防我了。左右也是搭伙过日子，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整日板着张臭脸就太丧了，孩子们见着也不开心，多笑笑才好呢。林大哥，昨日找到孩子了吗？卖孩子这样的事情，
只有0次和无数次，我实在是担心的很。哼，多谢如烟妹妹记挂，一大早的，可是又带来了礼物来看孩子了。阿景、小雪，你们小姨带了好东西来看你们了，快点起床了。小姨，你带了什么好东西？啊，小雪啊，今日出门早，小姨走得急给忘了。忘了？那你来做什么？啊，我来。嘿，我看你这个香囊就很不错，不如就送给小雪吧。翠花姐，小孩用什么香囊啊？不合适的。那什么，见你们没事我就放心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香囊不适合孩子的话，给我也行啊。你们以后离你们小姨远一点，不能拿她的东西，知道吗？知道了，爹爹。娘也说不让我们接近小姨。是吗？爹爹好厉害，小鸭鸡活蹦乱跳了。该不会是回光返照吧？什么是回光返照？就是快死了。爹爹，我不要他死。小雪放心，爹爹把他救活了，不会死的。可是娘说他要死了。浮云不禁一怔，林寒洲搂着凌雪，和他讲着健康鸭子和有病鸭子的区别。这鸭子真被救活了，倒还挺有爱心的。小朋友们，快来吃饭啦！那谁，今日我煮多了些，一起吃吧。娘，今天我们要干什么？洗衣服，去扯点野草喂鸭子，然后，好像就没什么事了。李翠花，疯婆娘，一天要换个新郎，今天陪你，明天陪我，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滚开！你们滚开！灵景，你娘就是个千人骑的烂女人，跑去镇上找野男人，还勾搭光头李，真不要脸！你胡说，快滚！谁胡说了？有人亲眼看见光头李给你家挑水，进你家屋里好半天才出来嘞。你娘给你找了这么多爹，你是不是很高兴啊？林景气得面红耳赤，捡起更大一块石头，便朝几个孩子跑过去。林景毫无章法地冲过去，他先动的手，那些孩子便没了顾忌，朝他围过来。暗处的柳树下，林寒洲咬紧着牙关就要冲过去，可突然的一片的哎呦声响起来。但凡接近林景的孩子，无不捂着手或者捂着脚，痛苦哀嚎着。林寒洲下意识皱起眉来，他教林景功夫不过月余，不可能这般厉害的。仔细一看，发现林景身后那个女人目光一直紧盯着那群孩子。林寒洲看到，只要有人接近林景，他的脚都会动一下，紧接着一颗颗石子便朝那个人飞过去。林寒洲目光炯炯，远远探索那个女人，根据那帮孩子反应来判断，那石子力度和准头都非同一般，只怕是他也很难做到如此精准。阿景真厉害，看来这些年跟你弟弟学的功夫并没有白学呀。别信他，林景根本没有学过功夫。哦，是吗？哼，那上次是谁被我家的阿景打得哭爹喊娘的？哼，那是小爷让着他。哼，是吗？我不信，有种你们再打一次，单挑，你别让着他，如何？单挑就单挑，小爷还会怕你？小虎哥不能答应，他会功夫。不行，今日我非得把他揍扁不可。不如这样，怎样，敢不敢？哼，灵景，不是小爷怕你，小爷肚子饿了使不上劲儿，咱们约在3天后再打，你敢不敢？林景皱着眉头看向浮云。娘，爹爹不让打架。谁说的？若不让你打架，他为何要教你功夫啊？教他功夫为了防谁？这女人心里真的没有一点数吗？林景一想，娘这话有些道理呀。再想起刚才李小虎他们唱那首恶心的歌，就恨不得弄死他。他咬牙点头道：3日后来这里决斗，谁不来谁是小狗，谁不来谁是孙子。好，谁不来谁是孙子。就这样，2个孩子的决斗就定好了。那些孩子这才想起身上疼痛，哎呦呦叫唤着离开了。娘，我是不是又做错事了？
没有，你做得很好，就像个小男子汉一样站出来维护我，我很开心。别躲了，出来吧。哼，你这是在担心我，所以特地在暗中保护我吗？你到底是谁？接近孩子有什么目的？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没错，我不是李翠花。我本是天上的仙女，名叫浮云，因在瑶池打破了王母娘娘的琼浆，被贬下凡受罚。而前几日突然撞到了脑袋，恢复了前世记忆。哎，你别走啊，我还没说完呢，你不想听了？林寒舟带2个孩子头也不回地走了。洗了衣服回家，浮云还以为林寒舟会带孩子们出门呢，亦或是在家陪孩子，可都没有。他把孩子留在家里了。爹爹去砍柴了。去就去呗，没什么好稀奇的。娘，李小虎那么大块头，我打不过他怎么办？怕什么？咱们不是还有3天的时间训练吗？可是我……放心啦，你有爹爹和娘亲做你的后盾。爹爹若知道我打架，会揍我的。他敢？爹爹敢的。若他真教训你们，就哭给他看。实在不行，就说是我教的，让他来找我就好了。晒了衣服，看了看日头，又该做午饭了。到厨房一看，水缸还是空空的，得挑水去。这么想着，院门突然被推开了。林寒舟扛着一捆柴火进来。哦，这么快？这么能干，你再去挑点水呗。我给你们做软糯香甜的红烧肉，或者是小炒肉。想吃什么？林寒舟倒是被他这番话惊到了。这女人向来自私啊，今儿竟会讲出给他们做肉吃的话。莫非她真不是李翠花，而是天上仙女？哇，有水了！阿景，陪我做饭。小雪也来，不干活的人是没有饭吃的哦。阿景，小雪，这次的红烧肉可有你们爹爹做的好吃？我不会做红烧肉。没关系，你不会的我会，我不会的你会，正好互补。你说是不是呀，相公？从山上回的这2日啊，林寒舟内心备受煎熬，因为对他而言，他永远都不可能把李翠花当作妻子和孩子的母亲，可又不能休妻，除非李翠花死了。可现在这女人告诉他，她脑子好了，而且还频繁向他示好，而让他不能接受的是，他竟不反感。娘，你拿爹爹的剑做什么？干大事啊！什么大事？过2天你就知道了。今天先跟着我走。2个人翻过2座山，到了之前捉鸭子的湖边。娘，咱们还捉鸭子？有什么捉什么。啊！不一会儿，便捉回一只半大的灰兔子。娘，你怎么会打猎？这不是看你爹打猎看多了吗？自然而然就会了。不过我这不过是碰巧打中的而已，比不得你们爹爹。好厉害！低调低调。阿景，回去可别说是我打的，行吗？为什么？你想啊，打猎这种事一般都是男人做的，我一个娇滴滴的大美人干这种事，岂不是会被人议论？总之就是不合适。咱就说是你打的啊！可是我才6岁，6岁已经不小了。哪吒3岁就能闹海，你6岁才打猎，已经晚了。3岁闹海？对啊。不远处的密林中，一双眼睛正盯着一大一小，眸光时而诧异，时而疑惑，时而又十分的不屑，想呕吐。阿景，咱们回家吧。啊！咱们已经收获了一只小兔子，差不多可以回去了。好吧。前方灌木丛里闪过一抹白色，林景猛地跳起来。娘，那还有兔子，好像是雪兔。跑密林去了。不要了。要嘛，爹爹说雪兔很珍贵呢。可是你，行吧，我去看看。你在这等我，哪都不许去，知道吗？若是遇到危险，就大声喊我。好。浮云搭好了箭，看看林景，转身钻进林中去了。这么可爱的小兔子，捉回去给小雪养，小丫头定会喜欢。林景抱着奄奄一息的灰兔子，乖乖坐树下等着浮云，完全没注意到身后一条黑色的身影正缓缓逼近他。那兔子太能跑了，
浮云追许久才捉到，等他钻出林子，却发现林景不见了。阿景，阿景，你在哪儿啊？周围的草木并没有破坏的痕迹，应该不是林景乱跑，也不是巨型野兽。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了，林景是被人带走的。浮云找遍了整座后山，又翻遍李家村角角落落，就是不见任何可疑的人。你在找什么？看到满脸泪水的浮云，林汉洲心头一震，闪过诧异和不解，不过很快被厌恶取代了。哼，李翠花，你哭什么？他找了一天的儿子，几乎快崩溃了。林汉洲，儿子不见了，儿子不见了，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没有看好他。是以为儿子丢了吗？不对，一定是装出来的。他把儿子弄丢了，不装得可怜一点儿，怎么博取同情呢？你继续哭，继续闹，闹完了他就回来了。不是你儿子，你自然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不找，我自己找。浮云转身又往后山去了，看着他的背影，林寒洲一阵的恍惚。这女人，他突然就看不透了。她真心疼爱孩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或许可以对他既往不咎。天色将黑，不见月亮。大家回去吧，凌晨在家，没丢。那李翠花找什么？谁知道啊？可能又疯了吧？哎，散了散了。浮云冷笑着，可不是疯了吗？找儿子找得快疯了。待众人散去，浮云才出现在那熟悉的院门外。回来了。回来了，你很失望吧？哼，多悲哀啊，林寒洲。这里终究是别人的家，纵使我做得再好，也无法融入进来，对吧？我说过，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问你，孩子是你带走的吗？全村的人都知道他在找孩子呢，无一人帮忙就算了，就连孩子的爹都不肯帮忙，这正常吗？浮云轻笑出声，他捏紧拳头朝男人就冲了过去。王八蛋，你这行为跟人贩子有何区别？你若见不惯我带孩子出去，大可以直说，何必在背后搞小动作？你是不是男人了？你疯了？对，我疯了，我一直是个疯子，不是吗？你以为老娘非得待在你这儿不可？你不过是个没种的窝囊男人，若不是可怜孩子，老娘早就走了。谁爱当这憋屈的冤大头，谁来当去？浮云一个空中旋踢，让林寒洲防不胜防，一个不留神被踢中胸口，逼退好几步。你到底是谁？你管我是谁？我早已经跟你表过态，不会伤到孩子，你却依旧防贼一样防着我。现在又问我是谁，你就当我是偷孩子的贼好了。林景哭着上前来，娘，你走开，我不是你娘，爹爹不是故意的，你不要生气了。我不生气，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我犯不着生气。你们两个今后就跟着你们这个没用的爹，这个家我1分钟都待不下去了。浮云转身进屋去，开始收拾行李。娘，你不要走我不可，阿姐今后都听你的话。今后这话你都说过多少次了？先前1、2次是被李如烟忽悠，那这次呢？被你爹忽悠？不是的，娘，你误会爹爹了。对，我的确误会他了。我以为只要我肯低头，他多少会给点面子。可我误会了他的气度。还有你，别动不动给我装可怜，我心肠硬着呢。你们都知道我是疯子，发起疯来连我自己都打，别误伤了你。回头你爹认为我要杀了你，把我扭送剑关怎么办？让开，别拦路。我不让。林寒洲，你管不管你儿子？看他真的收拾行李，林寒洲突然的一愣。不管是先前的李翠花，还是变好之后的李翠花，都有一共同点，他嫌弃这个家。阿景，让他走。我不要，爹爹，你跟娘解释，你不是故意的，你快跟娘解释呀！没什么好解释的。爹爹，娘，不是这样的，爹爹不是故意要带我走的。是不是故意的不重
重要。我累了，烦了，你让开。林景死活不让，浮云抬手推开他，只轻轻的一下，他整个人就摇摇晃晃的。浮云并未注意，才刚走出2步，就听身后传出一道噗的声音。林景重重倒地，口吐白沫，四肢不停地抽搐着。阿景，你气不过孩子死活，就不要再假惺惺地关心他。林寒舟留下这么一句冰冷的话，抱着孩子便回房间去了。娘，哥哥要死了！别瞎说，哥哥只是晕倒了。哥哥要死了！爹爹说他晚一步，哥哥就要死了。什么？哥哥要死了！小雪乖，娘带你去睡觉，不吵哥哥啊。他怎么了？你要走就走，别再假惺惺了。我假惺惺？你倒是得有本事把孩子哄好，叫他别缠着我呀。娘，我在呢。娘，你答应过阿景不会丢下我们的。娘，你说话不算话，阿景不要你了。好，我不走，你乖乖睡吧。你发誓，你发誓。我发誓，我不走，以后也不准走。好，以后也不走，我一定好好的把你们养大成人，等你给我养老送终。别哭了，好吗？爹爹，你再惹娘生气，我就跟娘一起走。爹爹，你说话呀！好，爹爹答应你。林寒舟急忙答应，他可以尽量不招惹这个女人，可他若招惹自己，就别怪他无情了。得到答复，林景笑了。等听到孩子传过来均匀的呼吸声，浮云才压低声音开口：林寒舟，我们谈谈。阿景怎么了？为何小雪说她要死了？你还有脸问？你可知深山里处处是危险，你却带她去山里，把她一人丢在林中。李翠花，你到底是何居心？你跟踪我们，你不放心我，跟踪我，我能理解。可你为何一声不吭带走阿景？爱他会担心他的不止你一个，你可知我真的找疯了。你爱他？李翠花，说这话的时候，你不觉得好笑吗？如果可以，我希望你叫我李浮云。说出来你或许不信，我想跟以往的我道别。或许以往的我不爱孩子，可人一旦开窍以后，性子会变，心也会变。如果可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和平相处，就算是看在孩子的面上，扮演好做父亲母亲的角色应该不难。你放心，我不会再打骂孩子，也不会再让他们受人欺负，我说到做到。你到底是谁？就当我是天上下来的仙女呗。从今以后，我叫浮云，李浮云。我带孩子进山，自然是有我的目的。首先要跟你说明，我并没有弃孩子生死于不顾。总之，跟踪并偷偷带走孩子是你的不对。我的不对？你有何资格埋怨我？你说爱孩子，可从小到大，你可有管过孩子的死活？咱们是心平气和谈话，我希望你能小声一点，别吓着孩子。阿景被毒蛇咬了，5不赦，你叫我如何心平气和的与你说话？什么？浮云如遭晴天霹雳，霎时间怔愣住了。林寒舟冷眼嘲讽着，若不是他跟着，若不是他把孩子带回来及时就医，只怕现在看到的便是林景冰冷的尸体了。他没回答浮云的问题，而是转身径自回到房间。这一晚，浮云在院子里独坐到半夜才回房。林寒舟，阿景怎么样了？还很虚弱。锅里有热水，去洗漱吃饭，一会儿带阿景去医馆看看。不用去医馆，毒已解，安静休养就好。那就好。娘，哥哥会死吗？不会的，你放心吧。林景看起来很是虚弱，没法出门，他的计划就没法进行下去了。明日便是林景和李小虎的决斗了，他这个状态要如何参加呢？突然看到门口盆里放着一只灰兔子，
浮云眼睛一亮，是他抓的那只啊！浮云心生一计，吃过了饭，拎着血淋淋的兔子就出了门。哎，这李翠花在做什么？哎呦，还能做什么呀？肯定又发疯了呗！哎呦，这才安分几日啊，又闹啦！安分？他何时安分过？这几日都打了2架了，你们忘了呀？对，翠花，你来就来，你还带什么礼物呀？嘿嘿嘿，花，你可算是想明白了，整个李家村还是我对你最好。哼，如果可以，我希望你称我为李浮云，或者浮云老大。啊？从今儿起，我改名了，叫李浮云，大家以后都叫我浮云，记住了啊！浮云好，浮云好。哼，看见这兔子了吗？这个呀，是我家阿景昨日去后山后面打到的，瞧瞧多大多肥啊！要说是凌寒州打的，我们还能信你一信。哼，这有什么不能信的？俗话说虎父无犬子，他老子打猎那么厉害，儿子能差到哪去啊？围观大伙表示绝不可能，一个6岁孩子怎么能打到兔子呢？昨日我带我家阿景去山上，他拿着他爹的弓弩，一瞧见这只灰兔子，他咻的一下冲出去，快如猛虎，手中的剑也咻的飞出，这兔子立马就躺下不动了，一击致命。哎，当时我都吓坏了。哼，我家阿景跟着他爹学了几个月的拳脚，可不是白学的，这不过是个小兔子而已，就是大一点的猎物他也不在话下。前几日李寡妇家那个虎背熊腰的李小虎比我们家阿景大那么多，不也被骑在身下打吗？难得翠花说了句人话，虎父无犬子。我觉着呀，林景能猎到兔子也没多稀奇。哎呀，一个6岁的孩子，我觉得还是不大可能。哎呦，怎么不可能啊？他爹他那么大的时候啊，还猎到过山鸡呢，山鸡飞得比兔子快多了。对，这兔子10有8九真是林景打的，不然李翠花绝对不可能提着兔子满村子跑。我儿子小年纪就学会了一身功夫，还能猎兔子，可真是给我长脸呐，让我出尽风头。哎，你们呐就可劲儿的羡慕吧。哎，对了，明日下午我儿子要跟刘寡妇家的李小虎决斗，就在河边，到时候大家都给我儿子呐喊助威啊，弄死那个小王八蛋。花儿，你刚说什么？咱家阿景要和李小虎决斗？说是决斗，到时候肯定是阿景单方面碾压他吧。哎，瞧着吧，我家阿景这段时间的功夫可不是白练的。光头李，明日来捧场啊。这兔子你想怎么吃？吃什么？我看不如挂在大门上，再放节鞭炮，让全村人都来看看。好主意，你怎么不早说？还得白跑2圈，满村炫耀儿子去。浮云找根绳子，拎着兔子往外走。娘，你干什么去？你爹叫我把兔子挂门上，再去买炮仗。啊？为什么要把兔子挂起来？问你爹去。你丢得起这个人，阿景丢不起。一大早拎兔子满村去炫耀，他真是看不懂这女人到底想干嘛，好像人是不疯了，又好像更疯了，现在连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了。刘氏，听说你儿子要跟林家那小子决斗，可是真的？哎呀，都是孩子玩闹的事儿，不能放在心上。哎，你不放心上，人家李翠花放心上了，她满村子叫人去给她儿子呐喊助威呢。就林景那竹竿似的小身板，胳膊上没有2两肉，不得多叫几个人虚张声势呀？虚张声势，前几日你儿子被林景打得哭爹喊娘的，你忘了？那次我家虎子没吃饭没劲儿，才会一时失手。就是你家虎子那体格对付林景，一只手足够。孩子间的打闹闹不用管，也不能当真。我听说前日在河边，阿景一人2、3下撂倒了李小虎在内的7、8个人呢。什么？这是李大牛说的。阿景一人把他们7、8人打倒了，李小虎不服气，才跟阿景约3日后重新决斗，谁不去谁是孙子。这怎么可能？他林景有再大能耐，也不可能一下子打倒这么多人。小丫头片子，小年纪就学会吹牛，可不像好人。娘，我没有吹牛。娘信你，你儿子就是好人，明明打不过人家，
还敢约人决斗，简直是笑死人！哼，你说屁话！就灵景那瘦麻杆的身材，嘿，我可都瞧见了，李翠花嘚瑟的那个劲儿，分明是对灵景有绝对的信心。反正我压灵景赢。虎父无犬子，我也相信灵景。光头李，我压10稳，赌灵景赢。算了算了，不赌了。虽说我来坐庄，可你们全都压灵景，到时我可赔不起。李小虎跟灵景决斗的消息，仅1个上午便传遍了整个李家村。村长，你还管不管了？光天化日的，你叫魂呢？村长，李翠花聚众斗殴，你管不管？斗什么殴啊？跟谁斗殴？成天不好好过日子，闹得鸡飞狗跳的，是嫌李家村名声不够差呀？村长，你跟我凶什么？鸡飞狗跳也都是李翠花那疯婆子惹的，关我什么事啊？跑树上拉屎，你很有脸了？我没有，那都是李翠花造的谣。村长，你一大把年纪了，怎的也跟着人云亦云？你倒是说说李翠花又怎么你了？若说不出个子丑寅卯的，你给我跪祠堂去！李翠花聚众斗殴，忽悠他儿子跟我儿子决斗。就这，小孩子打个架也来找我？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小孩子打架了，弄不好是要出人命的。李翠花明知道那灵景跟他爹学了拳脚，能以地敌8，还当众挑唆灵景跟我儿决斗。说真打起来，我儿还能有命活吗？村长，你给评评理，李翠花这做法像人能干的事儿吗？村长，不仅如此，他还叫全村人去给他儿子呐喊助威。村规说了，禁止任何人在村里拉帮结派。那疯女人无视村规，就是无视村长你的威严，连村长都不放在眼里，日后他不还得翻了天呀？喊人去呐喊助威就是拉帮结派了，你也可以摇人去喊呢。不是，村长，他李翠花和灵景欺负人，你就不管管？他怎么欺负人了？他明知道灵景会功夫，还叫他跟我儿决斗，这不明摆着想弄死我儿吗？哎呀，除此之外，他还叫光头李忽悠大家赌钱聚众赌博，带坏李家村的风气，该罚他跪祠堂。聚众赌博，带坏李家村风气啊，那是该罚。你先回去，回头我就说着他。光说说可不行，明日的决斗你得出面管管。你怕李小虎打不过，不会叫他明日别去河边啊？那不成啊，他们说不去的是孙子，不想当孙子就去送死。可是，行了吧，你走吧，一会儿我去找李翠花，好好说说他。李汉州，兔子你想怎么吃啊？娘，我想吃红烧兔肉，行吗？行，阿景，你可好些了？好多了。那你跟爹爹好好休息，饭好了我再来叫你们。好，爹爹，我喜欢现在的娘，你不要惹她生气，好不好？好。开门，开门。是谁啊？小雪啊，我是村长爷爷。娘，村长爷爷来了，能开门吗？李翠花，你可是连我这村长都不放在眼里了。小雪，一会儿你去开门就说我不在。村长爷爷，我娘说她不在家。你娘可是真长本事了。嘿，是啊，可大的本事了。村长，什么风把您老人家给吹来了？妖风。不知您老人家这次因何事登门呢？李翠花，我问你，灵景跟李小虎决斗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大概是孩子之间的男子汉对决吧。怎么了？怎么了？李小虎9岁，灵景才6岁，个头差那么多，你这不是叫孩子去挨打吗？有你这么做娘的？村长，您是明事理的，我也不瞒你。李小虎那熊孩子，以往就总是欺负我们家阿景，前天更是带着7、8个孩子围殴阿景，若不是阿景学过功夫，只怕早就被他们打死了。我不过是站在大人的角度，建议他们公平决斗，这没有错吧？阿景真学过功夫啊？学过啊。当真以一己之力撂倒了7、8个孩子？当真。村长，决斗是一定要决斗的，你与其在这念叨我，不如去劝小虎娘，明日别让他儿子出门了，不然若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家可不负责啊。你这简直不可理喻！你确定灵景能行？自然。打架是不对的。我知道。浮云低眉顺眼的应承道，他以为啊，
李大德会继续长篇大论说教，给自己许多心理暗示，却见村长摇头晃脑的走了。不是，来这一趟就为说这个吗？爹，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李翠花没骂你吧？他老实的很，他怎敢骂我呀？这李家村也就您能治得住他。哎呀，别提了，说起来就来气。爹，全村人聚众赌博，定会败坏咱们李家村的风气，就这么任由着李翠花胡闹？啊，对，差点忘了，你叫明成去光头里那边跑一趟。光头里会听明成的吗？我去打探了一下，明日的决斗光头里做庄赌输赢，你叫明成也去压个1-20文的，压领景。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在做红烧兔肉啊。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你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做兔肉，有什么不对吗？阿景身体未恢复，需要静养，你却四处宣传，叫他去跟李小虎打架。你可知那李小虎有多蛮横？别说阿景还病着，就是以往好的时候也打不过他。你怂恿阿景与李小虎决斗，是想害死他吗？哼，真是难得你肯跟我说这么多话。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要的是让李小虎那群人今后不再敢欺负阿景，不会因为他爹不在家就肆无忌惮地抢他东西，打他，辱骂他。我想让阿景过正常小孩该过的童年，让他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快乐地成长，而不是一出门就被人指着鼻子骂是有娘生没娘养的贱种。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大概是，所以我在弥补。你想怎么弥补？让阿景带病迎战，你在背后作弊？哼，我相信他能赢。总之，我不会让阿景出门的。此事涉及孩子的尊严，明日阿景必须去。我不会让他出去的。为什么？会死。林景体内毒虽是解了，可条件有限，余毒未清，不能剧烈运动。你若是闲着没事干，就帮我烧火。林寒洲瞪他一眼，转身出厨房了。这转什么转啊？若不是看你长得好看，老娘一句话都不愿意跟你说。半个时辰以后，热腾腾的红烧兔肉出锅了。阿景，多吃点肉，吃饱了才有力气打架。有你这么教孩子的？先别指责我，我且问你，若受欺负的人是你，你会如何？今日不许带阿景出门。你这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啊？昨晚我并没有答应。啊，对，没有答应，只是默认了。你要发疯就自己发，别带上孩子。哼，我偏要带着孩子一起疯，你管不着。浮云推开林寒洲，自顾往房间里走过去。站住！林寒洲一把拉住浮云的手臂，用力扯回来。他动作太突然了，浮云没有防备，身形一个不稳，直接撞进男人结实的胸膛里，撞到鼻子，他疼的是眼泪朦胧啊。你若是想帮我就直接说，别在背后搞这种小动作。浮云的话音刚落，鼻子一热，一股暖流蔓延至唇上。大清早火气这么旺，这是欲求不满？哼，火气的确大，要不相公你今晚来我房间？恶心。李如烟不恶心，要不让她给孩子当娘？你要滚就滚。娘，爹，你干什么？阿景，你怎么起来了？不是答应了爹爹要好好卧床休息吗？你答应过我不会欺负娘的。阿景，你爹爹说话不作数，他打我，咱不理他了。阿景，你看，你爹爹把我打成了这样，我好痛啊！娘，不哭不哭，我们不理爹爹了，也不做他的饭，让他一个人饿肚子，好不好？听阿景的，阿景说什么就是什么。李翠花，你……阿景，你看他还凶我，爹爹大坏蛋！李翠花，你有脸！阿景，你真好，若不是你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阿景，今日与李小虎的决斗，你怎么想？我要去。可你身体未恢复，你爹不让你出门。不让我也要去。不知不觉，阿景已经长成小男子汉了。若实在撑不住，咱就别去了。不，娘，我要去。李小虎辱骂你，我就要打他。而厨房里，林寒洲烧火的手一顿，眉头紧皱起来。
他提上烧火棍就出去，冰冷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浮云。阿景，他又来了。爹爹，你想干什么？我煮粥呢，听到奇怪的声音出来看看，没什么事吧？没事没事。那就好。阿景，你先回房休息，一会儿换药了再出来，好吗？好。浮云也想溜进屋去，突然听到后头男人唤他：“娘子，我不会煮粥，还请劳烦你来帮一下忙。”那个，我要去叫小雪起床。小雪自己会穿衣服。阿景，你说对吧？煮粥而已，放水放米，烧火搅锅就行了。娘子可是不愿跟我待在一块儿。爹爹，你要打娘，娘自然不愿意跟你在一块儿。乖儿子。我没打他，你娘刚才还叫我去她房里培养感情呢。与其等到晚上，不如现在就开始。娘子，你说是吧？最后一句，林寒舟含情脉脉地看向浮云。干，真不要脸！只见林景捂嘴偷笑，迅速消失在原地。阿景为何会与李小虎约决斗？昨晚我不是都跟你说了，这是男子汉之间的决斗。阿景跟李小虎打架，都是因为你吧？阿景会维护娘亲，可真是个大孝子。林寒舟，你把他教得很好。李小虎辱骂你，你就叫阿景与他打架，就是中了毒也不放过。你到底是何居心啊？别人骂我，儿子十分有担当的挺身出来帮我，这是好事。你干嘛总拉这一张脸？总不能拉半张。这话令浮云瞬间破防，哈哈大笑起来。没想到你还挺可爱的。我突然发现我有点喜欢你了。恶心。吃过早饭，林雪拉过林寒舟说要去捉虫子喂鸭子，林寒舟得盯着浮云和林景，不愿意去。爹爹不陪小雪，爹爹不要小雪了。小雪乖，哥哥身体不好，爹爹要在家看着哥哥，叫你娘陪你去捉吧。娘，我怕虫，叫你爹爹陪你去吧。怕虫子的话，割草喂也行。唉，瞧我这如葱根般滑嫩的手，就不适合干这种粗活，还是你去吧。小雪，爹爹还要给哥哥熬药，你叫你娘陪你去。你总进山都没有好好陪过孩子，就带他去捉捉虫能怎么的？陪儿子不陪女儿，你这叫重男轻女。爹爹不要小雪了。在孩子面前不要乱说话。你凶我。林寒舟再次怔愣住了，听又是装模作样的，他打死不信这女人会这么敏感脆弱。爹爹，你陪我一起去吧。好。林寒舟拿起镰刀，提上篮子，带着林雪便出门了。他前脚刚一走，浮云后脚便跟了出去，在村里转了一圈，就往刘寡妇家走过去。小兔崽子，胆儿肥了，老娘的话都敢不听，给我进屋！我不进，我要跟林景决斗。决个屁！与其让人打死，不如老娘现在就打死你！疯女人，撒手！浮云扬了下嘴角，悄无声息地从刘寡妇家门口消失了。阿景，我回来了。娘，你去哪里了？阿景，你信我吗？你爹不让咱们出门，一会儿你跟我一起配合，说服你爹爹。无论如何，今日的决斗咱们必须到场。我要揍扁李小虎。乖儿子，你只需要到场就行了，别的就交给我。爹爹，还有虫，捉虫。娘说了，要荤素搭配着吃，不能挑食。好。小雪，你是不是被你娘收买了？没有收买啊。那你为何总拖着我？我没有拖你啊，我一直在抓虫喂鸭鸡啊。爹爹可是不愿意陪我玩。怎么会呢？爹爹只是担心哥哥，哥哥身体还未好，你娘就想着带他去跟人打架。小雪，你娘这么做就是不管哥哥死活，咱们以后不理他了哈。娘管的呀，李小虎打不过哥哥就耍赖，是娘说让他们单挑的。对了，爹爹，我们去给哥哥助威好不好？果然都是那女人惹的祸。李小虎耍赖，他就叫灵景和他决斗。若李小虎想杀人放火，
他是不是也会把灵井推出去？哼，一天天的就知道助长歪风邪气，实在可恨。我们走吧。回来了。才一会儿不见，你就急匆匆的跑回来，这是想我啦？谁准你进我房间的？阿锦准的。谁准你动我东西的？你说这个，放着也是放着，拿来用用，又少不了你一块肉，别这么小气嘛。暴殄天物。男人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话来，抱着凌雪转身出了门去。你爹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大概是嫌弃你写字太难看。不是我写的难看，是这笔有他自己的想法，太软了，不受我的控制。对，其实爹爹写的字更丑。哦，你爹会写字？会写一些。不错。哎，那他就没有教你写字吗？没有。好吧。你想不想去书院？想，我想学读书习字，可爹爹不让。为何？不知道。我听说读书花费很高，可能是因为他没钱。不过没事，等我挣了钱就能供你读书了。我刚才教你的春晓学会了吗？会了。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不错，这脑袋瓜跟你娘我一样聪明呢。午时还是浮云下厨，煮了一锅面疙瘩，浓郁的汤汁入口，满嘴鲜味儿。林寒舟闷头干了3大碗，意犹未尽的。从前呢，他从未吃过这女人做的饭，竟没想到会如此美味。他突然想起前日在镇上，宋云东跟他讲那番话来。前2日我去镇上，福月小氏的人找到我，叫我转告你，让你去一趟。怎会找到你这边？你们之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他们怎会叫你转告？不知。好吧，谢谢你告诉我。前几日我带孩子去镇上卖野鸭，中午那会儿随便找了个地方吃饭，那福月小食的东西太难吃了，我就与他们的老板宋云东谈了谈。那家伙看着不靠谱，可对美食却很有研究，不做到极致不罢休的那种。当日我就交给他一款我自己私人秘制的小食辣条，可能是他哪里做的不对才会来找我。那家伙会把每一款精心制作的食物都比作自己的孩子，也是有趣。哎，对了，那日你听到我们提到的孩子，说的就是我教他做的辣条。找不到我估计那家伙这2日肯定急得不行。你跟他很熟？相公，我怎么觉着你不高兴呢？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哎呀，我与福月小食只是单纯的合作，我给他提供美食配方，他分我店里的红利，互惠互利，没有不正当的关系。犯不着为这个吃醋啊！滚！吃醋？为一个3天2头想上房揭瓦，嘴里不停说着要离开的女人，这种不过脑子的话，亏他说得出口。好嘞，我一会儿就滚，不在这惹你眼啊！恶心！娘，你不要小雪了吗？没有不要你，是你爹爹看我不顺眼，想要赶我走。爹爹坏，不许走。李浮云，在孩子跟前别乱说话。好，我闭嘴。小雪，一会儿你乖乖跟爹爹在家，我去上次咱们吃东西的那个叔叔那里一趟。你还会回来吗？回的，天黑前就回。阿锦也乖乖在家休养，李小虎那里咱还是听你爹的，别搭理他。浮云冲林景眨眨眼睛，计划有变，见机行事。可当时说好的，谁不去谁是孙子。没事儿，不过就是被人瞧不起，少不了咱一块肉。听你爹的，我走了。好吧，那我不去了。娘，你路上小心，快去快回。行，我得走了。林寒舟，就麻烦你收一下碗了。浮云衣服也不换，转身就出门去了。林寒舟又皱起眉来，一个时辰前还正色厉声地说一定要带阿锦赴约的人，这会儿却转头去镇上了，他怎么都感觉不太对劲儿。他又觉得肠子比脑子还直的李翠花应该没那么多心眼的。阿景，爹爹不让你出门，你会埋怨爹爹吗？不会，爹爹也是为我着想。咱们不必因一时负气就跟人拼个你死我活，实在忍不了也得掂量一下敌我差异，
不能打没有把握的仗。你跟李小虎不论年龄还是体格，差得太多，容易吃亏。爹爹，我知道了。爹爹和娘亲说的意思都差不多，都是叫他不能冲动行事。而不同的是，爹爹让他自己掂量掂量，而娘亲却说他是他的后盾，让他只管去做，有事他顶着，他顶不了的还有爹爹在呢。两者一对比，林景觉得他还是喜欢娘亲说的话。小雪，你去房间陪着哥哥，看着他，别让他出门，行吗？好，哥哥，爹爹叫我来看着你，不让你乱跑。这傻丫头，一点不及阿景小时候，一定是随了那女人。浮云出门了，林景有林雪看着，林寒舟以为万无一失，才放心钻进厨房干活去了。等他洗好了碗，这才发现林景不见了。哥哥呢？哥哥上茅房去了。可茅房里空空如也，而院门也虚掩着。成功！你爹没发现吧？好险！爹爹叫小雪盯着我，我借口上茅房才溜出来的。机智，我还担心你来不了了。走吧。娘，我有点害怕，李小虎那么大的块头，我打不过他怎么办？哎，放心吧，你只管把气势摆出来，别的不用管。河边聚了不少看热闹的人，热火朝天说着话。花来了！浮云扫视一圈，果然不见刘寡妇母子俩的身影。哎，看样子我们来早了。不早不早，快坐。谢谢。我的爷呀，你一会儿可得好好发挥，可别丢咱翠花的脸。光头叔叔，你不怕赔钱吗？赔啥钱呀？叔有的是钱。晌午过后，还不见李小虎的身影。哎，鸡都要歇了还不来，李小虎这小子不会是认怂了吧？他唬得跟傻子似的，哪里知道什么怂不怂？我看怂的是他娘才对。哟，你这话意思是刘寡妇不让他出来呀？可不，任灵景能以1敌8，若让他出来，不得被打死啊！刘寡妇宠儿子宠得跟什么似的，怎么可能让他来挨打呀？毕竟上次林景就骑在他身上，打得哭爹叫娘的。这李寡妇悍得跟母老虎似的，咋可能会怕一个孩子啊？喏，看呐，没准啊是怕了那位了。我跟你说啊，那位可是从做到现在呀1个时辰了，除了眨眼一动都没动一下。自从上次揍了刘寡妇，浮云就一战成名，直接霸榜李家村的悍妇排名。娘，我累了。看样子李小虎是不会来了。今天的决斗到此为止。众人面面相觑的等了半天，就看这，他们还押钱了呢。花，要不再等等？时间已过，胜负已定，我们要回家吃饭了。说着，浮云牵着林景便走了。哎，花，别走呀你！别跑，赔钱！赔什么钱啊？林景赢了，你这个坐庄的不得赔我们钱呀？不对，这不对，李小虎都没来，这架也没打成，怎么能算林景赢啊？这玩意儿放在外头叫平局，平局你们懂吗？就是不输不赢。你少胡扯！我没胡扯，本来就该是这样算的，平局。我现在就把你们的钱还回去。哎，走吧，回家。刚一转身，就见林寒舟立在不远处，林雪疲惫地倚靠在林寒舟身上。走吧，回家。爹爹是不是生气了？你很怕他？爹爹很严厉，有时候是怕的。若他生气问你什么，你就说是我教的，叫他来找我。原来有娘的感觉是这么的幸福，好像什么都不怕了。李小虎没来，你是不是有些庆幸？哼，我猜你一定在想，我昨日拎着兔子四处炫耀，捧高阿景，就是为了吓唬李小虎，让他不敢赴约。难道不是吗？不全是。实际上，从替阿景答应李小虎决斗时，我就没有打算让李小虎赴约。那个大块头就跟个傻子似的，下手不知轻重，我可不会让我们儿子受他的欺负。我原本是想用那3天的时间带阿景进山打猎，让村里人自己来看，自己去猜。可阿景受伤，打破了计划，我才不得已选用那种丢脸的方式去宣传阿景会打猎，学过功夫，能够以一挑8。这些或许吓不到李小虎，却一定能吓到刘寡妇。以刘寡妇的性子，自然不会让她的宝贝儿子去挨打。哼，
果然全在我的计划之内。怎么样，我聪明吧？然后呢？这么做有什么意义？意义自然是让阿景能挺直腰杆，让他知道今后只要有娘亲在的地方，什么都不用怕。给孩子撑腰是我这个做娘的唯一能为孩子做的事。你这个从小没娘的榆木疙瘩自然是不会懂的。我累了，睡觉去了。浮云睡饱起床，天已经黑了。饭桌上摆着热腾腾的菜，一道鱼汤，一道清炒水芹菜。没想到你还挺会做饭的嘛。这么多年呢，李翠花不管这父子几个人要吃饭，不就得自己动手做吗？阿景，小雪，开饭了。哇，有鱼！爹爹，是你捉的鱼吗？啊。等一下，鱼有刺，我帮你挑了刺再吃。嘿，爹爹做的鱼没有刺。如果我没看错，这鱼是草鱼吧？草鱼怎会没刺呢？那什么，这鱼能片成这样，可见你的刀工一流。鱼什么的以后可以常做，小雪爱吃，娘也爱吃。那你多吃点儿，分明是你自己喜欢吃，为何要拿我当幌子？你也喜欢吃的，上次你给我们做鱼时还说，娘当时说，好香，好美味，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得出这么好吃的鱼？对，好美味。喜欢的话，以后叫你爹爹常做就是了。可是爹爹做的鱼没有娘做的香。这样啊，小雪喜欢吃你娘做的，以后还是叫她多做吧。以后只要相公喜欢，我以后都给你做。林寒卓脸上笑意瞬间收了，哼，这女人朝三暮四的，除非父亲临终前再三嘱咐逼他发誓不能休妻，他早就休她了，哪会有什么以后呢？林寒周几大口扒光了碗中的饭，碗一扔，起身回房去了。相公，这是何意啊？是不想跟我有以后吗？滚！你们爹爹好凶啊，又要赶我走。爹爹，你不能这么说娘。娘，我们不理爹爹了。娘的好宝贝，真没白疼你们。林寒周真的是无语望天呐，他白疼那么多年呐，他才疼了几天而已呀。老父亲心里有气儿没处撒呀，只能趁着娃洗漱去找娃的娘理论理论。你怎么来了？印象中啊，这男人打死不会进李翠花房间里的，更别提他人还在屋里呢。早晨不是你叫我晚上来你房间吗？随口一说，你不会当真了吧？你说呢？男人一步步朝他逼近，浮云往床里缩了缩。林寒舟以为他是怕了，刚想继续上前来威胁几句，让他不要忽悠孩子，让孩子跟他不亲了，可还未靠近，就见浮云拍了拍床上空出的床铺。来吗？哎呀，别害羞啊，咱们是正经的合法夫妻，睡一起也是应该的。哎，你别走啊，不想培养感情了。那女人对男人向来如此吗？她去外面是不是也这么勾搭别人的呀？这跟青楼那帮迎来送往的女人有何区别呀？好歹是孩子娘，说爱孩子吧，一点不为孩子考虑，孩子身上的污点都是她不端的品行带出来的。那女人不配做孩子娘，也不配做他妻子。阿景、小雪，你们乖乖跟爹爹在家，我要去一趟镇上，回来给你们买糕点吃。浮云叮嘱两句就出门了。爹爹今日有事要出趟门，你们若无聊可以去大勇伯伯家找颜值哥哥和幻之姐姐玩，若是饿了就自己回来热粥吃。好，爹爹你几时回来？天黑之前就回，若你娘先回来问起我就说不知道。从前他不会交代这样的话，今日不知为何会觉得那个女人会问起他。爹爹早些回来。哎呦，我还以为是哪儿来的天仙大美人呢，这仔细一瞅，这不是我们人见人爱的浮云姐姐吗？哎呦姐，你再不来我可要报官去了。为何报官？欺骗我的感情那就得报官呢。你不是吹牛说对美食很有研究吗？怎么一个小小的辣条都搞不定？我还没说你怎么反倒先说起我来了？那我夸你两句。小爷我心知肚明，不用你夸啊。有那精力还是来厨房瞧瞧吧，我做的跟你做的到底有啥区别？为何味道就是不对呀？小爷好几天前就叫你男人给你带话，
今日你却才来，你急死个人了。明日25赶集，你知道赶集这天要卖多少钱吗？最主要的是人多，这新品一推出，哎，就能及时得到反馈。若是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小爷我真要去报官了。浮云不禁无语啊，他能说他男人昨日才告诉他吗？怎么样，哪儿出问题了？你做的的确有一点不足，原因在于原材料上。刚才那2份辣条啊，与他做的相差并不大，常人一般尝不出来。只要是浮云这挑剔的味蕾，也只能吃出一点点不同来。就这么一点点不易察觉的差别，他都尝出来了。不仅尝出来，还为了做到极致钻研好几天呢。这个少年令浮云心生佩服，这美食合作他算找对人了。什么原材料啊？米饭，你用的是新鲜的米饭，我用的是凉透的剩米饭。就这一点点细微的差别，严格来说，用冷饭更好。剩饭？你也没说你要用剩饭呢。是吗？我没说过。你哪儿说的呀，姐姐？你知不知道，为了剩米饭这么一点点差别，我做了多少次失败品了？你得赔我精神损失费啊你！我肯定说过的，一定是你没注意听。我忍。既然是米饭的区别，你为何要叫我再做一份低辣度的呢？因为一份不够吃啊。失败品我就笑纳了，你换生米饭试试，一定能成的。过2日我再带新品来。顺走2包辣条，浮云去买盒糕点，2斤肉，又拿2根大骨棒，全装进篮子里。浮云才喜滋滋的出了镇子。老实点，不然给你卖到窑子里去。你放开我，不然让你不得好死！小屁孩，就是你有滔天的本事，也拿老子没有办法。大哥，别跟他废话。瞧这丫头白白嫩嫩的，这大眼睛也水灵得很，不管是进窑子还给别人做童养媳，都能卖不少钱。这脾气臭的，给人做童养媳只怕不好卖。我看还是让窑子里的妈妈好好管教管教才会服帖。你放开我！给老子老实点。大哥，左右是小孩，人也不会检查那么仔细的，倒不如让咱们先看。11，快来救我！救命啊！11！闭嘴2位大哥，这是在做什么呀？别多管闲事儿。大哥，你看。看啥看呢？快！美人儿，你这是上哪儿去啊？我来寻亲，可找不到路。见到2位大哥在此，便想问一问路。问路啊？哎，姑娘，不知姑娘想去哪儿啊？我们可以带你一程。你看，那是我们的马车。不知大哥可认识去黄泉的路？黄泉？姑娘稍等一下，我大哥应该知道。哎，说着他还真就跑去问了。大胡子一脸疑惑，这10里8乡的就没听过有叫黄泉的村子呀？大哥，这俩咱们若能一起卖啊！对，还是你机灵了。2位大哥，既不知黄泉怎么走，不如还是我带你们一程吧。话音刚落，一个右边腿带着劲风，如重锤一般砸向猥琐男的头，脑花震荡，头昏眼花，整个人往地上就栽了过去。哼，小孩子都不放过，还是人吗？今日姑奶奶心情好，不杀你们，下次让我撞到，定送你们上黄泉。浮云的声音冷如寒冰。那2人爬起身，捡起大刀就想反击。浮云眼一眯，手一动，才侧了个身，杀气毕现。那2个人齐齐一颤，撒丫子朝2个方向跑了。大哥，这边咱们的马车。对，马车。大胡子急忙跑了回来，见浮云盯他看，远远开始绕路了，绕了大半圈才跑到马车旁边去。见浮云真打算放过他们，那小孩子喊道：杀了他们！浮云厌恶地蹙起眉来，他很不喜欢这种被人命令的感觉，尤其对方还是个孩子。马车卷起尘土，扬长而去。小孩，你现在安全了，赶紧回家吧。你为何不直接杀了他们？我的目标是救你，不是杀人。可他们会害更多的人，与我无关。你真冷血。浮云停下脚步，看向那个孩子。我没猜错的话，你是男孩，为何穿着女孩的裙子？我喜欢那么穿，你管不着。你活该被人抓。那孩子一直跟在浮云的身后。小孩，你跟着我做什么？哼，这路又不是你家的，
你能走我也能走。得，你爱怎么走怎么走。哼，他真是多管闲事儿，救了个不懂知恩图报的小白眼狼。那孩子一路跟着浮云到李家村外。小孩，你别再跟着我了，你该回自己的家。我没家。你父母呢？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去世了，我父亲还有别的女人和孩子。你叫什么名字？云泽。家在哪儿？我家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我是偷跑出来的，没有娘，爹又不疼，小小年纪偷跑出来，实在可怜呐。你为何一直跟着我？我没地方可去。你能收留我吗？你刚才不是挺能耐的吗？我害怕。我爹虽是有很多女人和孩子，可我是嫡系的孩子，家里叔伯哥哥怕我继承父亲的家业，知道我离家出走以后，就派人过来追杀我。这身世实在是凄惨呐。再看那泪蒙蒙可怜的小眼神，浮云心头就软绵绵的。我是跟我一个大哥哥一起出门的，我只是跟他走散了，只要他找到我就离开，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你放心好了，我不会白吃白住的。齐云泽说着，从怀里掏出一锭金元宝来，递给浮云。喏，你收留我一段时间，这个当做我的伙食费，如何？浮云瞥了眼闪闪发光的金元宝，顿时惊掉下巴。那么一大坨金子呀，他去城里买房都够了吧？约莫有20两，能值100多两白银呐。圣母心什么的，说能值个100两银子，这买卖也不会少他1两肉嘛。求求你了，我真的是没地方可去。你跟我说这么多，就不怕我把你卖了，卖给你的那些叔伯和哥哥？你不会？那什么，你一个小孩子家的，独自在外是挺危险的，尤其是你还穿了女孩子的衣服，容易遇到流氓或者被人贩子拐卖。就是不遇到流氓，在这山里没准儿也会被豺狼叼了去。看在你这么真诚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的收留你一段时间，跟钱财无关，我就是好心收留你。但是咱们必须要先约法3章。第一，我家不养闲人，想吃饭就必须干活。第二，你哥哥找到你就立马离开。第三，绝对不能给我添麻烦，这也是你自己说的。我知道，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此时浮云还不知道自己接过那20两银子就是块烫手山芋，而这孩子给他带来天大的麻烦。那我怎么称呼你啊？我叫李浮云，是李家村的村花。村花你懂的，就是村里头最美的女人。那我叫你美人姐姐。哟，这小子还真挺上道的。我儿子跟你差不多大，这样有些乱辈分了，你就叫我云姨吧。好。云姨，你儿子几岁了？6岁半。那我得喊他弟弟，我7岁了。行。云姨，你功夫很厉害吗？还行吧。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啊？1双儿女，还有一个便宜相公。便宜相公。你家里很穷吗？云泽不禁皱眉，穷到嫁不出去，就只能买个便宜相公上门，真好奇花多少钱买的。浮云顿了一下，说穷，他们家还吃得起肉，可说不穷吧，他看了看身边这个随手掏出20两黄金的小朋友来，哎呀，他们家是真穷啊。对啊，很穷。你若是想在我家蹭吃蹭住，最好是老实听话，不然我会把你卖了换钱。你放心吧，我最老实了，老底儿都告诉你了。希望你说的是实话。我发誓，若是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一个能随便跟人回家的小屁孩，能有什么坏心思呢？你饿不饿？我给你煮面吃。我饿了，我想吃牛肉面，多放牛肉。浮云淡淡瞥他一眼，啥家庭还多放牛肉啊？有面吃就不错了。云姨，我能帮你做点什么？烧火会不会？会啊。会吧？他看过别人烧过，想来应该不难。可当他满脸锅灰满头银发的时候，他才发觉了，似乎把烧火想得太过简单了。不管他如何用烧火棍戳，那柴就是燃不起来，引火草都烧4、5把了。一气之下，他攥紧烧火棍就往里用力捅，捅了一屋子灰。只听见哐当的一声，灶堂里多了一条白光。
锅裂开了。那什么，你家这柴火脾气有些大，是烧火棍惹的祸，与我无关。不信你看呢。没事儿，你出去玩吧。真不用我帮忙了吗？不用。哼，他怕那坨金子不够买锅的。哦，那我真出去了。去吧。于姨，你不会让我饿着的，对吧？哼，看在100两银子的份上，他忍。你最好闭嘴，然后在我发火之前滚出厨房。云泽一溜烟的跑了，看向那通了个洞的锅，浮云抓耳挠腮的。一会儿娃他爹回来看到以后会不会骂他呀？算了吧，先毁尸灭迹。你为什么？闭嘴！若有人问起锅，你就说不知道。好在厨房里还有一口小炖锅，煮2碗面绰绰有余的。晌午过后，林景和林雪从李大勇家里出来。哼，你们还不知道吧？晌午前，你娘从镇上回来，带了个女娃娃回来。有人问她，她说那是她在外头跟野男人生的娃。哼，你们兄妹呀，不管怎么讨好人家，始终都是野种，小野杂种。你胡说，我们就是娘的孩子。哎呦，你瞧你，人家才对你好几日，就替人家说话了。这几年李翠花对你们如何，你是知道的。大家一直当她是心肠恶毒的后娘，没想到竟是因为外头有孩子，才经常打骂你们。人家呀，喜欢的是外头的孩子，不喜欢你们。现在私生女都带来了，就更不会喜欢你们了。毕竟那娃生的跟画里的福娃一般，比起你们2个小叫花子，好看不知多少倍呀。你胡说，娘喜欢我们的。小雪，别听他们胡说。娘说了，有什么事亲自找她求证，她会告诉我们真相的。真相？他想继续待在林家，像蚂蟥一样吸干你爹的血，花你爹的钱去养外头的野男人和野种，便不可能会告诉你们真相。不听，王八念经！林景牵着凌雪往家里跑过去，一推开院门，就看到自家娘亲正跟孙大儿说那个野孩子一起坐在院子里大眼瞪小眼的。回来啦，饿不饿？阿景弟弟，小雪妹妹，你们好，我叫阿泽，今后是你们的哥哥啦，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相处。阿景、小雪，你们过来，我有话跟你们说。林雪一下子哭出来。妹妹，可是哥哥吓到你了，对不起，哥哥是无心的。娘，宝贝，这是怎么了？可是被人欺负了，告诉娘，娘去帮你收拾他。我不要哥哥，我有哥哥。你先别哭了好吗？我不要哥哥。小雪乖，你只有一个哥哥，阿泽是娘在外面。娘，所以我才是野种，对吗？阿景，可是有谁又在你们跟前嚼舌根了？骗子！娘一直是骗子。你突然的对我们好，可是为了接他回来时，好让我们也接受他。阿景，我不曾骗过你。那他呢？他才是娘的孩子，我不是。小雪，我们去找爹爹。看到林景转身就往外跑，浮云急忙冲过去，一把抓住他。阿景，你冷静点，先听我的解释。林景突然张口，狠狠咬上浮云的手臂。这么些年以来，所有的恨意都集中在牙齿上，直到嘴里尝到血腥味。放开哥哥！凌雪突然冲上来，抱着浮云另外一只手，张嘴便咬。不过愣了一瞬，就被林景挣脱了。林景一跑，小丫头便松了口，跟着哥哥跑了。只不过小腿跑太急了，奔门槛绊了个狗吃屎，2只手掌都被石子磨破了。浮云本想去追林景的，眼下不得不先哄好这个小丫头。凌雪这么一哭嚎，听到风声的人们纷纷赶过来去林家看热闹了。怎么不哭了？该不会是叫这毒妇给打死了吧？哎呀，出人命那还了得啊！哎呀，娃他爹是不是又进山去了？哎，里头咋样了？可见着人了？没见着人，一点声都没有。哎呀，完了，定是让他打死了。哎，快去找村长。小雪，
你先让我帮你把伤口处理一下，不然血流干了，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爹爹了。提起爹爹，小丫头这才逐渐的安静下来。小雪，告诉我，可是有人跟你们说了什么？凌雪撇着嘴，抽噎着不说话。你不说，我也能猜到个七七八八。是不是有人说我带了个私生子回来，就不要你们了？凌雪瞥起云泽一眼，张嘴又要哭。不准哭！你都这么大了，不能动不动就哭鼻子，很丑的。哎，小雪，你别听别人瞎说，你和哥哥都是娘的孩子，我不会不要你们的。你看，我还给你们买了糕点呢。告诉我，你都听到了什么？大耳朵说，你带了私生女回来，就不要我们了。大耳朵还说了什么？他说，我和哥哥才是野种，你不喜欢我们，你要吸光爹爹的血，害死爹爹。小雪，大耳朵说的不对，你和哥哥一直都是娘的好孩子，娘很喜欢你们，绝对不会不要你们的。可是小雪有哥哥，我不要哥哥。阿泽哥哥是我在回来的路上从2个强盗手中救下的孩子，他没有娘亲，他爹爹对他又不好，就离家出走了。前几日他与他的大哥哥走散了，没有去处，我见着可怜才将他带回来。他不是娘的孩子？不是，娘只有你们2个孩子，在外面也没有野男人，你别听旁人胡说。我不是说了吗？有什么疑问就回来问我，我会告诉你们实话的。阿泽哥哥暂时没有去的地方，若是不收留他，他会被坏人抓走，或者是被野兽吃掉。好可怕！对啊，非常可怕，所以我才会带他回来，让他在咱们家先住一段时间，等他大哥哥找到他，他就会回自己的家。小雪小仙女，为了不让阿泽哥哥被野兽吃掉，咱们就收留他一段时间，好吗？好。阿泽哥哥在我们家住，就不用怕野兽了，爹爹会打野兽。对，有爹爹在，咱们家会很安全的。多谢小雪妹妹。村长，怎么了这是？李翠花，你还是人吗你？村长，莫不是有人嚼舌根嚼到你那里去了吧？你是觉得不该告到我这儿？这是我自己的事，确实不该。村长，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赶走李翠花，咱李家村就没有一天安宁日子过。闭嘴，这没你说话的份儿。李翠花，这几日我还真当你变好了，会真心带孩子，没想到狗改不了吃屎，你就不配做李家人。你，我怎么了？你简直不是人呢！你，虎毒尚且不食子你呢，林景凌雪也是你孩子，你却，这气死我了！我却怎么了？你还有脸问？你丧尽天良打死凌雪，就不怕凌寒州报复你，打死你吗？打死凌雪？哼！浮云不禁笑了。你还笑得出来？对，我不该笑。你别再想威胁我，凌寒州回来定会打死你。村长，我想问，若有人故意闹事，或者是出口不逊诅咒别人，按村规该如何处置？什么意思？我知道，以往的我给大家的印象十分的不好，总闹得村里不得安生，大家对我怨气很重，都巴不得我早死早超生。我在这里郑重地向大家道歉。李穗花见低下高傲的头颅向他们道歉吗？真是活久见了。你们针对我可以，可是我想知道，为何对一个4岁的孩子也充满恶意？某些人平日就总诋毁我，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懒得管。可今日却咒到我的女儿头上，诅咒她死，这事儿我绝对不会饶恕。是谁诅咒我女儿死的？自己站出来！霎时，众人齐齐退到院子，只留下刘寡妇和李大德。村长，他……小雪，村长爷爷来看你了，跟爷爷打个招呼。村长爷爷好。小雪，你娘没打你？娘没有打我，娘可好了，还给我买糕点。那你为何哭得那么……我摔跤了，搓破了手。你看，娘给我上过药，不疼了。
哎呀，不疼就好，不疼就好。村长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无端诅咒别人死的人，按族规该如何处置？无端诅咒别人，浪费大家时间啊！这个罚跪祠堂3天，来几个人将刘氏押进祠堂，反省思过。凭什么？又不是我一人说的，大家都这么说，为何要罚我？为何？就凭我亲耳听到你说了李翠花打死凌雪的话。我为了挽回自己颜面，李大德没听刘寡妇狡辩，叫人把他强行拖出去。误会一场，大家都散了吧。等一下，村长，做人不能厚此薄彼呀。村长，方才我可听刘寡妇说，大家都诅咒我的女儿呢，你就罚她一人，就不怕她不服气，回头骂到你家里去？我来得晚啊，只听到刘氏一人说，你们还有谁方才跟着刘氏一起瞎说？赶紧站出来给凌雪道歉。道歉就不必了，只是希望以后别再人云亦云、造谣传谣了，用点脑子，理性吃瓜，好吧？是，翠花说的是。那什么，我家锅上还炖着火，就先走了。这一人开头，其余人也开始找理由开溜了，就剩李大德一人，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村长，劳烦您操心了，咱李家村有您这样负责的村长，简直是祖上积福才修来的福分呐。你也别拍马屁了啊！既然决心好好过日子，往后定要好好善待娃和娃他爹儿。他爹儿呢，年轻有为，生得又俊朗，哪里就比不上萧然那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小白脸了。村长教训的是，当年我无父母管教，以至于年轻不懂事，才会被猪油蒙了心，识错了人，闹了天大的笑话。以后我会好好的过日子，好好待他们，不会再让您为我操心了。谁为你操心？你颗老鼠屎，还挺会高看自己。哎，没办法，我不高看自己，也没人愿意高看我呀。哼，这戏可真好看。多谢嫂子帮我把阿景送回来，我正打算去找他呢。小雪，疼不疼啊？你个疯女人，前几日与我说的好好的，会好好带孩子，可你看看你是怎么做的，竟把孩子的手伤成这样。李翠花，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不会啊。你简直不可理喻！你口口声声说要好好过日子，可你这像是好好过日子的样子。韩州这些年待你如何，你当真就没有一点感激？浮云也知道他这身子原主不是个人，可他已经替他改了，并说得很清楚。你以为韩州拿你没办法，你就能为所欲为了？我怎么了？怎么了？这些年你的风流事给李家村蒙了多少羞，搞得所有人出门都抬不起头，这还不够？韩州宅心仁厚，一再容忍你，本以为你是真想通，要与他好好过日子，谁知转头就把外面的野种领回来。你是嫌林家的脸还丢的不够，领回野种就算了，还让孩子认哥哥。孩子不愿你就动手，你的良心不会觉得痛吗？呸！老娘越看你越生气，恶心！阿金、小雪，跟大娘回去，等你们爹爹回来再说。云泽揪起楚楚可怜的小眉毛，看向浮云，他不过才来一会儿而已呀，就有这么多人上门骂他吗？可他觉得这女人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她有着旁人没有的耐心和温柔。对不起，我给你添麻烦了，要不还是我走吧。刹那间，浮云所有的委屈都被这个陌生孩子给治愈了。他上辈子积了什么福啊？随手一捡便捡到这么一个温暖的孩子，冲他这句话，他留定他了。我以为你会笑话我。我是可怜你。哎呀，真情错付了。看到许桃娘扯2个孩子到大门处，浮云不急不缓地出声了：阿景、小雪，今日你们出了这个门，就别再认我这个娘了。你就不配做孩子的娘。你说的对，我不配做孩子的娘，你配。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一口一个韩州叫的亲切，跑来我家离间我们母子的感情，又当着我的面忽悠孩子去你家，让孩子爹晚上去找你。哈哈，嫂子，你对林家的事那么上心，莫非你跟我相公之间可是有我不知道的情分？我相公长得帅，被人惦记也是情有可原，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谁都可以惦记他，你不行。你相公与我相公是兄弟，你这么做，大家面上都过不去。李翠花，你也别满嘴喷粪，辱了老娘名声，老娘跟你没完！什么？你想跟我玩？可别说你故意接近我相公，目的不是他，而是我。很抱歉，我喜欢男人，不喜欢女人。许桃娘被愤怒憋红了脸，脖子上青筋毕现，瞠目切齿看向浮云。疯婆子，老娘撕了你这张破嘴，叫你胡说！哎呀，你瞧你，这就恼羞成怒了。我挠你妈！喜欢是人的一种本能，是心里最真实的情感，别觉得可耻。咱都是女人，我虽然不会接受你，却也不会嘲笑你。有什么话可以大方的说出来，总憋在心里闷闷不乐，容易郁郁而终的。浮云神情如燕，许桃娘用尽招式没能近身，再听他这一番话，胸口一堵，当场喷出一口老血来，随后眼前一黑，直挺挺的朝地上倒了过去。林汉州，你管不管你媳妇儿？他又怎么了？他，村长，您慢点说。孩子，这些年来委屈你了。以往李翠花作闹，我没少骂她，可终究她闹的是你，气的也是你。老头我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懒得多管闲事儿。许多人找到我家，叫我将她驱出李家村，可她一个女人，又是在我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哎，老头我也不忍心看着她孤苦伶仃流落在外的，我够包容她的吧？可她怎么做的啊？张口闭口老不死的，我这心情啊！若哪天我突然嗝屁了，那就是你屋里这疯婆娘给我气死的。哎呀，你可千万别让她出现在我葬礼上，我怕我忍不住从棺材里爬出来揍她。村长，您别瞎说。长本事了，她长本事了。今儿她从外头带个私生女回来啊，就说不要俩孩子了，气得阿景跑出去，让大勇媳妇遇上了。大勇媳妇一听这事儿，气上心头，替你感觉到不值，就跑来说他两句。哎呀，我可谁知啊，他油盐不进呐，就活生生的把大勇媳妇气得当场吐了2斤血，人现在躺在家里边昏迷不醒呢。我一听说这事儿，马不停蹄就跑来了。可李翠花她不仅不承认错误，还满嘴跑牛车。我多说两句，他就翻着白眼就进屋把门给锁上了。他这是要上天呐！咱李家村可容不下这尊大佛。韩州啊，你，哎呀，若我将他赶出李家村，你可千万别记恨我啊！老头子，我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林汉州懵逼了，李大德这一番话信息量太大了，他一时不知从哪开始信。若是放在以往，林汉州信，可现在他持了一分怀疑。村长，你说的他是李翠花？除了李翠花，还有谁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啊？李浮云，开门！屋里头，凌雪眼眸一亮，便火急火燎地跑去开门了。还没到门边，那门就哐当的一下被林寒舟一脚踹开，断成2截的木箫猛地飞向凌雪额头，顿时脑袋就滋滋冒血。爹！李翠花，你又打孩子你！爹坏，爹打我！娘，我们不要爹了。好，不要爹了，我们去上药啊。浮云给林雪上了药，伤口止住血，哄乖了她，让林锦看着，才起身出了门。林寒舟，你他娘的吃了火药了！闹够了吗？你也是来指责我的，对吗？阿景，跟我来。村长，你回去吧。若我有罪，我自会3步1跪去李大勇家认错。可若不是我的错，你就算是杀了我也不会低头的。浮云直接掠过李大德惊掉的下巴，门一关，隔绝外头所有的烦心事。人呐，不管什么处境，总是有太多烦心事儿了。娘，你不要不开心好不好？没有不开心。云姨，对不起，都是因为我。哎，小屁孩知道什么？我都7岁了，才不是小屁孩呢。我都知道，都是因为我，那些人才会借题发挥来找你麻烦。哟，哼，你还知道借题发挥？一个孩子都明白的道理，那为何大人却看不懂呢？云姨，要不我还是走吧，
我穿着女孩子的衣服，那些人一时半会儿也发现不了。我不用，我既答应收留你，你就安心跟在我的身边。多谢于姨，若能够平安长大，我一定好好报答你。再说吧。浮云去林寒舟的房间，找到林景不常穿的衣服丢给云泽。衣服换了，穿女孩的衣服看着别扭。阿景，告诉爹爹，今日发生了何事？你娘为何将桃娘大娘气到吐血？此事说来话长，他不知该从何说起。咱们男人之间，没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你把你听到的、看到的告诉我就行。今日我们从大勇叔家回来，遇到大耳朵。大耳朵说娘领了私生女回来，今后不要我们了。我们跑回家去，看到果然有个女孩在家，娘跟她有说有笑的，我就跑出去了。后来好像有很多人去了我们家里，说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在河边想了很久，决定回去问问娘，就遇到桃娘大娘，她拉着我就往我们家去。然后呢？桃娘大娘一进门就骂娘，说她丢脸恶心，不配做我们的娘。那你娘当时如何骂她了？一开始娘也没说什么，就说感谢桃娘大娘送我回去，还有她的良心不会痛。良心不会痛？桃娘大娘说，你不好好过日子，还生了孩子，良心不会痛吗？娘说不会呀。后来呢？后来桃娘大娘说娘不配当我们的娘，她就生气了，胡言乱语骂了桃娘大娘几句。桃娘大娘就追着娘打，追不到又骂不过，然后就吐血了。你娘就没动手？没有，娘碰都没碰桃娘大娘一下。可是村长爷爷还有大家都说是娘把她打到吐血的，大勇伯伯也很生气。好，爹爹知道了。许桃娘的性子呀，并不算急躁。那女人到底说了什么，竟能把人气成这副样子呢？然而问林景，林景却说不上来，乱七八糟说了一通。林寒舟才听到一句重点：娘说不准桃娘大娘惦记爹爹。惦记他？这啥意思呀？这是正常人能说出的话吗？娘又问桃娘大娘是不是看上他了，他喜欢爹爹这样的男人，不喜欢女人。娘还说喜欢一个人并不可耻，别藏着掖着，容易气出病来。林寒舟再次无语，他们俩真的不是同一个人吗？林寒舟迷糊了。爹爹，娘会不会生我气？你很怕他生气？是我误会他了，他没有不要我们，他从镇上回来还给我们带了桂花糕还有辣条哦。我本想尝一块，可娘说要等你回来一起吃。对了，还有大耳朵说的那个私生女，不是女孩，是男孩。娘说是他在路边上捡到的，无家可归的孩子。爹爹，娘在外面真的有私生子吗？私生子吗？林寒舟的思绪飘回到了几年前。那个时候林寒舟18岁，早已过了议亲的年纪。林父找人给他说了好几个姑娘，他看都不看一眼，就说瞧不上。被林父揍一顿以后，媒婆领回的姑娘他倒是会睁眼看了，只是不管对方条件如何，都会挑肥拣瘦的，把姑娘贬得一文不值，每次都能把姑娘气得边哭边跑出去。林父自然知道他不愿成亲的理由，就是想独善其身。林父还活着，尚能约束他，可他总有一天会离开的，就怕儿子不愿独活去送死。恰逢李翠花16岁，跟人私奔了，被萧家派人遣送回李家村，丢尽李家人的颜面。李铁头当场放话，谁家愿娶，他家就愿意嫁，不要1分钱彩礼。这样的好事被林父碰到，便以性命要挟林寒舟，让他必须娶李翠花为妻。林父把刀架在脖子上，林寒舟不得不妥协。他也想过，一旦成了亲，便老老实实安安心心地过完这混账的一生。可那女人太作了，他实在无法将就。那时林父进山打猎，林寒舟在家一时不备，被那女人下了浓烈的药。若但是那种药便算了，他能解，可那女人阴险到怕他反抗，便加了些软筋散在一起。他是又软又硬的，受尽了人间最大的屈辱。谁成想就那么一次，便有了林景。后来就知道那日恰好是萧然成亲的日子，好长一段时间他一看到李翠花就想吐。他多次想拿掉这个孩子，
可林父看得太急，他无法下手。林父为忽悠李穗花生下林寒舟的孩子，更是许诺林家今后挣的钱都有他的一半。那女人便看在钱的份上，才留在林家。那时林寒舟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受尽了屈辱，每天还得面对那个恶心的女人，差点没将自己气死。直到林景出生，他才深刻体会到父亲为何对他这般严厉，又为何对他那般的束缚。李穗花生了孩子以后，对孩子并不好，不是打便是骂，饶是如此，林父都不准他休妻。后来林父出了意外，只剩最后一口气儿的时候，都不忘让他发下誓言，老老实实过普通人的日子，绝不能休妻。他似乎在一夜之间长大了，也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林父死那天，他喝得烂醉如泥，又被那个女人羞辱一次，有了灵血。若不是有2个孩子的牵绊，他或许早已经随林父而去了，又或许此时已经独自浪迹天涯。爹爹，娘在外面真的有私生子吗？以后她会不会真的不要我们了？没有。有林景的那一次，他的意识是清醒的，那是他的第一次。而往后同住一个屋檐下，李穗花不可能怀孕产子的。真的吗？真的。这一点林寒舟敢肯定，若是女人怀孕，他能看得出来。若李穗花在外有怀孕的机会，为了林景，他也绝不让她有机会生下来。娘虽然嘴上没说，但我觉得她应该是生我的气了。陶娘大娘又不是你叫去的，她为何生你的气啊？因为我咬她了，咬出血了。后面我让她给我看看伤口，她却说没事，死活不让我看。她一定是生我的气了。阿景，你先回去。爹爹，这么晚了，你还要去哪儿？我去看看你大勇伯伯，顺便给那女人擦屁股。哎呀，他才刚离开1天，就闹出这么大事儿来。不管是李穗花还是李浮云呐，都不令人省心。爹爹，我跟你一起去吧。唐娘大娘都是为了我才……不用，这是大人之间的事，无需你插手。韩舟，那女人简直无法无天了。你在家尚且如此，你不在家的时候还不知人家是如何翻的天。听哥一句劝，重新找一个吧。此事我自会定夺。嫂子情况如何？哎呀，恰好遇着个游方郎中来村里，把了脉，开了2副药，药是喝了，人一直未醒啊。我这心里干着急呀。韩舟啊，不瞒你说，我太生气了。若那女人不是你孩子的娘，我今儿非得揍扁她不可。对不住，是我没管教好她，我代她向你和嫂子道歉。啥？韩舟啊，可是那女人知道自个儿错了，抹不开脸面道歉才来逼你的，她又闹你了啊？这次是拉屎还是上吊啊？哎呀，韩舟啊，咱不能妥协，她就是个疯女人，你别怕她。若你担心她会还对孩子不利，今后出门就把孩子送过来，让你嫂子照顾，我就不信她还能打上门来。那疯女人该修就修，该治就治，绝对不能妥协。一次妥协，她只会变本加厉，作得更他妈厉害。我知道。哎呀，你知道的，每次都说了这么多，结果家里还是乌烟瘴气的。这几日那疯女人一改常态，我也当她真变好了，想好好过日子。你嫂子还夸她呢，可谁知死性不改啊，贼心难辨呢。这次更是带了私生女回来，这是把你们林家尊严脸面在地上践踏呀！这，哎，韩舟啊，哥没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和孩子能好好的。你才25啊，就被搓磨的跟30、40岁一样的，这无两样的。哎呀，我看了我心疼啊！你也别怪我多话啊。李翠花那女人就是不好相遇的，你早早给休了。回头我叫你嫂子去娘家那边帮你相个好的。林寒舟不禁纳闷了，他看着有那么老吗？再说吧。哎呀，娶妻当娶贤，他娶了个品行不端的母老虎，却一直不舍得休。你说，李大勇不由自主想到旁人所说那个最靠谱的理由，莫非那女人那方面技术真的很好，以至于不管如何作闹，林寒舟都舍不得休她？劝你收起你不正经的想法，我只是有自己的苦衷。哎，是，你又有苦衷了啊！只是如何再苦也不能苦了自个儿啊！我想去看看嫂子。行，你跟我来。回来了。哼，这次想要多少钱？这次，相公这话是何意？打算出多少钱买我？多少都不值。的确，相公生得如此俊俏，该我给你钱才是。若是你愿意。看到男人嫌恶又隐忍的样子，浮云忍不住乐了。相公倒是说说，给你多少钱你能接受啊？恶心。哎，
等等，我逗你玩呢，我有正经事跟你说。云姨，你男人怎么说啊？哎，明日再说吧。那我怎么办呢？就在这儿将就一晚吧。云姨，我7岁了，自古以来，男女7岁不同席的。不过一个小屁孩儿，瞎讲究什么？男女有别，这是规矩。在我这儿，我就是规矩。上床睡觉。等等，头发没干还不能睡，你就在这儿坐着吧。湿头发睡觉容易患风寒，头疼。那我等干了再睡。啊，寄人篱下难呐！十一，快来救我！坐在床上，等头发干的时候，眼皮便撑不住了，脑袋一下一下的。想起头发没干不能靠枕头，云泽便爬下床，靠在床边。爹爹，阿泽呢？阿泽？娘说叫阿泽跟咱们一块儿睡，他没跟你说吗？没有。啊？他刚才还说阿泽是男孩子，不能跟女孩一块睡，但又怕你不愿意，就没敢叫他过来。爹爹，要不你去叫阿泽过来吧。你愿意同陌生人一块睡？他习惯跟爹爹妹妹一块睡觉，突然多个人的感觉他不习惯，也不喜欢，但他更不喜欢陌生人和他娘睡在一块。你不喜欢那个叫阿泽的，对吗？可他自小没有娘，好可怜。就算如此，你也不喜欢，对吗？说实话。不喜欢，他吃的可凶了。不喜欢，那就赶他走吧。可是他，爹爹想赶他走吗？爹爹无所谓，这里是你的家，你喜欢就留，不喜欢就赶。爹爹，今日几号了？24。那明日赶集。你想去赶集？咱家的锅被人偷了，不能做饭，你明日去买一个呗。你娘跟你说的？娘说她一回来锅就被贼偷了。哼，只怕是他这个贼偷的吧。林寒洲突然重重叹息一声，哎呀，这孩子最近总把娘说的几个字挂嘴边上，他心里酸溜溜的。爹爹，你为何总叹气？今日外出不顺畅吗？没什么，赶紧睡吧。林景很快睡着了，而林寒洲却毫无睡意。那女人房里还有个小男孩，而小雪也在房中。这男女有别呀，如此实在是有伤风化，越想越感觉心里闷得慌。过了好一会儿，他掀开被子爬起身来，点了油灯便往外走去。浮云的房门外却见门是虚掩的，偷偷从门缝往里瞥了一眼，而黑暗中依稀看到床边有个小身影，就坐在地上靠床睡着了。到了床边，正要弯腰去抱云泽呢，突听床上传过来不安急促的声音：“不要！”又是梦。他松一口气，想躺下继续睡，突然就看到床边佝偻着一个身影，进贼了。他一脚横扫出去，朝男人脑袋踢了过去。林寒洲急忙侧腰险险避开，眼见浮云朝胸口又来一脚，他急忙抓住他。林寒洲力气极大，浮云才刚被噩梦惊醒，脑子和身子并未完全清醒过来，全身有些软，一时竟无法摆脱。林寒洲一个用力，浮云被扯向床沿儿，以难言的羞耻姿势暴露在男人跟前儿，双脚被擒搭在对方的腰间，这姿势恼人。放开！林寒洲也意识到两人这会儿姿势有些暧昧，他下意识撒手，可手上才一松，浮云立马横扫一脚，他不得不再次抓住他。林寒洲，臭流氓，你放开我！你先保证不动手。我不动手。这男人说什么狗屁话呢？他不动手等着被吃吗？大半夜进他房间，出那么点事还能干什么？你别动手，我就放。我弄死你！尝试过几次，他没能起来，索性直接摆烂了，老老实实躺下喘气。算了，俗话说，既然反抗不了，干脆就安心享受。哼，你长得还算过得去，我也不算吃亏。哼，说着不再挣扎，双腿主动勾上男人的腰。林寒洲浑身一僵，女人如水，这话果然不假呀。活了25年，他从来都不知道女人的身子竟会这么的软。相公，就在这儿合适吗？身下女人媚而不妖，艳而不俗的笑容，林寒洲突然气息一沉。他一直恨不得李翠华死在外头的，
更厌恶他的触碰。可现在为何对他如此心慌意乱呢？为何不仅不似之前那般反感，反而竟有一丝小期待呢？林寒舟手肘一弯，俯下身来，那薄而性感的唇近在咫尺。他突然侧过脸去，林寒舟，不要！尽管光线昏暗，林寒舟还是能看到他那红的似要滴血的耳朵，鬼使神差一般张嘴便咬，湿热的气息喷洒在耳畔。浮云紧张的浑身肌肉都紧绷了，被咬的那一下子，他几乎控制不住地发出了嘤咛声。林寒舟脑子轰的一下，理智被那娇弱的声音给击退到九霄云外去了。今晚他莫名的想要这个女人，一雪前耻。李浮云，你怕了？怕了，我玩不过你，我认错。认错？你在外面也是这副贱样吗？是个男人都要勾引？放你娘的狗屁！放开我！是你勾引我的，现在又要我放开？李翠花，不，李浮云，这次无需你主动，我成全你。我是李浮云，我不是李翠花。抓起林寒舟的手，张嘴一口咬了下去。林寒舟怔住了，在疼痛下，理智回归了不少。近在咫尺的两人各种怀疑的默默地看着对方，气氛又再次逐渐暧昧起来。娘，爹爹，软糯的声音突然从后头传了过来。浮云立马松开手脚，林寒舟也是眨眼间窜出3步开外。爹爹，娘，爹爹要跟我们一起睡吗？浮云一个翻身钻进被子里去。哎，你看错了，哪有你爹啊？就是爹爹啊！胡说，你看错了，那是野男人，不是你爹。睡觉吧。野男人？娘，你不是说从未找过野男人吗？未找过，是他自己偷偷摸摸进来的。可是，睡觉。林寒舟不禁一怔，从未找过野男人吗？这女人嘴里从未有过实话。浮云突然意识到家里今天多了个人，伸手去床上摸，却只摸到凌雪一个人，云泽不见了。他猛地坐起身来，就看到林寒舟把地上云泽抱起来，大步离去。住手！果然是你偷的锅。我没偷。还狡辩！你都砸了几口锅了，就那么缺钱啊？我抬起锅，厌恶地撞开愣在一旁的浮云，不悦地离开了。误会大了。小雪妹妹，你爹爹看起来好凶啊，他会不会打我？爹爹从来不打人，他向来都是这样，这样板着个脸，习惯就好了。不就是口锅吗？弄坏了我赔你就是，何必板着张脸把孩子吓成这样？这不是锅的问题。你的意思就是我态度的问题呗？我是撒了谎，锅没丢，是我不小心弄坏的，我向你道歉行了吧？哼，这么没诚意的道歉，听着更堵心了。是这样的，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昨日我盘问了一番，得知阿泽是我娘的妹妹的夫家那边的一个表妹的孩子，也就是我的远房亲戚，管我叫姨。林寒舟嘴角微微抖了抖，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这复杂关系啊，他才不信一小孩能说得出来。我娘的表哥的娘子的姐姐的编不出就别编了。吃完早餐，娘，你去镇上干什么？买锅。咱家锅在厨房，爹爹找回来了。那个坏了，用不成了，我去买新的。不买锅，买冰糖葫芦好不好？哥哥爱吃冰糖葫芦。甜掉牙的东西，我才不爱吃。阿泽哥哥爱吃。阿泽哥哥，你说对不对？对啊，是我想吃的。想吃多少？一人1根够不够？阿泽哥哥说够够够。是啦，我们去买锅，顺便给你们买糖。谢谢娘亲。小坏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坏主意。小雪才没有打坏主意，是哥哥自己不爱吃糖葫芦。这丫头为何傻乎乎的，和阿景相差那么多呢？
昨晚这女人亲口说的，他是野男人，不是小雪爹。娘，买糖葫芦不买锅。不买锅，咱们晚上怎么吃饭啊？嘿嘿，爹爹会修锅，修好就能做啦。啥玩意？爹爹会补锅的。好吧。相公，那就麻烦你补一下喽。等我回来给你带好吃的。都说了不用买锅了，那为何还去镇上呢？还给他带好吃的，当他像孩子一样好忽悠吗？哦，只怕又去勾搭那个叫萧然的野男人去了吧？嘿，他去勾搭谁与他何干呢？最好是别回来。浮云走后没多久，林寒舟从厨房里出来，对正在看鸭子的3个孩子道：你们乖乖在家，我出去一趟。爹爹，你要去镇上吗？为何不跟娘一块儿去呢？还能为什么？不想呗。爹爹只是突然想起昨晚答应大勇伯伯今日去镇上给陶娘大娘买药。那你也给娘买点药呗。娘睡得不踏实，每晚都会被噩梦惊醒，好可怜。好，我知道了。那爹爹快去快回，我们给娘一个惊喜好不好？林寒舟看林雪一眼，转身便走了。这小丫头啊，当真看不出来她和那个女人势同水火吗？脑子愚笨如此啊，真是她的种。来，大家都尝尝我家新出的精品辣条，有3个辣度，大家依能力选择啊！来，都来尝尝。嘿嘿，后面的别挤啊！哎，还有的呀，实在等不及的可以直接进去买啊！今日才推出的精品，15文一份，一份有5片啊！哎呀，什么叫就5片呀？今日买5送1，就是6片。你先尝尝再说贵不贵？这可是我们老板找一位影视高人求到的秘方，但凡吃过的都会打包1份回去呢。宋小哥，今日如何？这么多人捧场，你家公子可是笑得合不拢嘴了吧？哎呀，别提了，再揽不到客人，公子会将我的嘴打得合不拢。仙女姐姐，求你帮我说说好话吧。揽不到客人？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别抢呀！浮云怀着疑惑踏进店里，他惊呆住了。外头被围得水泄不通，而里面却只坐了3、3两两的人。怎么回事？如你所见，底层的人出不去，外圈的人进不来。就那帮人呐，大多数冲免费吃来的，并不想真的花钱。有了，你这样，然后这样，这能行吗？咱本就是为了推广。哎呀，你不说我还以为你是不周呢。这场面跟乞丐抢食有何区别？你的顾客群体是乞丐吗？说的也是啊，突然就顿悟了。丧福，别再送了，再送店都被你送没了。公子，是你说送的。送什么送？今日咱全店啊，吃满10文送1片，满20文送2片，来就他妈亏得肝儿疼。你再这么送下去，迟早让本公子血本无归。我跟你说，公子，1片辣条就是3文钱，咱们这么送会血本无归啊。本公子乐意，赶紧收摊回来。真是一点小事做不好，拿你吃完饭的来。满20送2片的话，那满50送多少？自然是5片啊。那岂不是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呀？那人眼睛一亮，立马点几款小食，带自己朋友找个位置坐下等。其余人见状也争先恐后点起餐来。看到这火爆的局面，浮云非常满意。浮云姐姐，你这招叫什么？怎么这么好使啊？哼，富儿过来。宋云东好奇凑了上去，而此时福月小食门口正路过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一双眼睛阴着的盯着里头正在交头接耳亲密无间的2个人。哎呦，高啊，好一个出其不意啊！临时调整策略，我咋就没想到啊？哼，多读书对脑子好。你怎知我不爱读书啊？你的脑子告诉我的。宋云东感觉被侮辱了，但却找不到证据。我看今日也忙不过来，我过2日再来给你出新品。哎，别，就是再忙新品也能出。你先把催单的这些搞定吧。林寒舟冷冷转过脸，很快没入人群当中。唉，可真是不好相处。浮云转2条街才寻到打铁铺，斥巨资买了个能用在小灶上的小铁锅，决定今儿晚上要把心心念念的火锅给安排上。林大哥，林大哥，昨儿不见你在家。林大哥，那个野孩子还在你家吗？
这2天呢，我无论到哪儿都能听到许多对你不好的话，他们都说你，说翠花姐出去找野男人罢了，还明目张胆的把私生子带回来，这是把邻家脸面放在地上摩擦。还有的人说他们说你是，说他是窝囊废，又被女人伺候的舒坦了什么的。这种话呀，李如烟很想说，当他面却说不出口了。说我什么？林大哥，那话说的难听，我都说不出口。说不出就别说。林大哥，我说，你别生我气。那个，这么多年以来，翠花姐如此对孩子，你为何不休了她呢？林大哥，他们都在说因为你的纵容，让翠花姐越发过分了，还说你不休她，是因为被伺候的舒坦了，所以才。李如烟，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我愿意纵容她是我的事。他竟然会说她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愿意纵容她，凭什么呀？当真那方面技术好了，伺候舒坦了，舍不得休她吗？论起来，她的容貌不比李翠花差多少的，她的腰身比起李翠花那个瘦麻杆不知软了多少倍呢。李如烟瞳孔一缩，眸中闪过许多算计来，扬唇一笑，挑着空桶便往家里走去。去一早就挑个空桶回来，摔跤了，水洒了。洒了你不会再回去挑？腿瘸了，挑不动了。贱蹄子，干活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吃饭倒是跑得快得很。李如烟斜瞪他一眼，丢下扁担回屋去了。石平，瞧瞧你养的赔钱货！李石平是李如烟的爹，李铁头家二公子，而李翠花那个杳无音信的爹是李铁头大儿子。我去挑。惯，你们就惯着他。17岁了还嫁不出去，最好是养成老姑娘。伤着哪儿了？让您看看。没事。凭什么呀？他自己跟孙大儿打架，被抓破了皮丢了脸，回来拿咱们撒气吗？死丫头，就你能耐！这一大家子10几口人都得看你奶奶的脸色吃饭，你想饿肚子？那又怎么样？不行就分家嘛。凭什么爹那么辛苦做工的钱都要给他手上，拿去养3叔4叔那一窝小子吗？还有小郭，不也没嫁人吗？凭什么整日拿我说事啊？我的祖宗，你就少说2句吧！惹怒了他，你弟弟妹妹都没好日子过。娘，我没好日子过，谁都别想过好日子。同样是姑娘，凭什么我得挑水做饭打猪草啊？你看看小郭，整日就知道吃，比猪圈猪还肥呢。还有人家李翠花，她什么都不干，整日就是抹那个脸。你就会跟我说少说2句，少说2句。你看看我都黑成什么样子了。李如烟弯了弯嘴角，一说她就委屈。李翠花被赶出李家之后，李铁头家属她最大，底下弟弟妹妹一窝全都吃干饭的。14、15岁的小子整日瞎跑不着边，家里事儿全落他头上来，一点不公平。你若不想干，就给我嫁人去。嫁人，我嫁谁去啊？村头的那个秀才呀，生的也不错，你怎是瞧不上他？秀才有什么好的？你以为嫁给他我就不用干这些活吗？一说这个，李如烟就烦。哎呀，当年若非她还小，嫁给林大哥的便是她了，哪有那个贱女人什么事儿啊？总之，嫁对人比啥都重要，她是不会嫁给那个穷酸秀才的。哎呀，这话题不能再继续了。李如烟拿起背篓就要出门去，今日的猪草不打，又要被老妖婆指着鼻子骂。妈的，在家的日子可真憋屈啊！哼，灵景，你个孬种，为了讨这疯女人欢心，这么快就跟私生子好上了。阿景，算了，嘴长在别人的身上，咱若是都要计较，得费多少心神呢？云姨，他骂阿景又骂你，你这么放过他？不然呢？狗要发疯，你就是喊破嗓子也止不住他乱吠。再者，哪有长辈跟晚辈计较的道理？阿景作为李小虎的爷爷，自然要大气一点。阿景，你说对吧？对，哪有爷爷跟孙子计较的道理？娘，这里狗叫声太吵，咱们去另一边掐吧。呐，灵景，上次的决斗不算，有种再来一次。灵景，你这个孬种，跟你爹一样孬的没用，爷爷跟你说话就要好好回答。你爹才是孬种。哥哥，他没有爹。小丫头的关注点为啥总是那么可爱呢？
哼，敢不敢跟爷爷再比一次？上次决斗你连面都不敢露，居然还敢叫我跟你比，不怕被笑掉大牙？灵景，你害怕了？你若是给我磕个头，我就放过你。啊，我去！浮云简直无语到家了，这熊孩子到底有没有点自知之明啊？我不跟孙子玩。李小虎不仅没找回场子，反而更觉丢人了，当即带那帮熊孩子便朝浮云几人冲过来，迅速直奔着林景而去。随后跳起身便给了林景一脚，林景猝不及防往前扑过去，扑在一地野菜上，可是沾了一身的泥呢。云泽懵了一瞬，就见林景一身脏污朝这边跑了过来，小脸一冷，跳起身便朝李小虎扑了过去，骑在李小虎身上。你这个死胖子，我忍你很久了。李小虎蒙圈了，回过神时已被云泽扇了好几个大嘴巴子。二狗，愣着干什么？快给我揍啊！站住！你们谁敢动，我立马去你们家闹，信不信？他这一呵斥，这帮孩子面面相觑的，谁也不敢再动了。好你个死胖子，敢欺负我兄弟，你当林家没人了是吧？云泽下起手来那叫一个不客气啊！李小虎被揍得像小狗一般嗷嗷直叫唤。阿景，你不用怕，哥哥帮你揍他了。死胖子，爷爷不跟你计较，你真当爷爷没有兄弟了是不是？好了，回家。狗日的灵景，我不会放过你的！李翠花，你个贱女人，竟敢叫你的私生子野种打我！你等着，我要回去告我娘！叫你娘2个时辰内来找我，过了这个时间，我不一定在家。你们打架了？姨父，不关阿景的事情，人是我打的，你要怪就怪我吧，要打也打我。于姨，对不起，我不想惹事的，是那个死胖子太可恶了，骂姨父就算了，他骂你和弟弟，我实在太生气了。什么叫骂他就算了？这小子都带他睡2晚上了，真是睡不熟。我没有怪你们，你们今日做的是对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礼让3分；人再犯我，斩草除根。于姨，我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无妨，只要你们能出气就好，别的不用担心，都交给我，好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礼让3分；人再犯我，斩草除根。哥哥跟谁打架了？是李小虎。因何打架？我们在掐野菜，李小虎来骂哥哥，我们不理他就走了。可是他冲过来就把哥哥推倒在田间，然后阿泽哥哥就骑在他的身上，用鞋子打他，啪啪啪啪，打得可狠了，李小虎都哭了。你娘就没管？娘管的，李小虎骂娘是贱女人，还要去告他娘，娘就说在家里等着，让他赶紧把他娘喊来。爹爹，阿泽哥哥不是故意打架的，你别骂他好不好？不是他的错，爹爹不会怪他。李小虎太可恶了，他骂哥哥是孬种，跟爹爹一样。这几年的他活在父亲给的阴影之下，的确过得很孬，连个9岁孩子都知道，还真是不像个男人呐。林寒舟，我想问问你，咱屋后的那块地是不是咱家的？你想做什么？我想圈个后院，种菜。围墙以外都不是，如果想开荒地，得去找村长，交了钱，拿到许可，过了明面，方能开垦。不过，咱家不能种地。李家村耕地不多，荒地倒是能卖，只不过林家户口都是猎户，按照当朝律法，猎户名下不能有地，得把资源留给农户。户下不能有地的话，那从别人手里租，不让别人知道呢？你觉得谁会把地租给你？想想李翠花的名声吧，得，还是打消租地的念头吧。瞧这样子，只能求村长想办法喽。你为何突然想圈地种菜？相公这是在关心我吗？村长，你当真铁了心不为我们孤儿寡母做主，就不怕传出去被人说到吗？李翠花到底学了你何好处？你要处处维护她，不知情的还以为你跟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呢。好，村长，你不帮我讨回公道，我就自己去讨。说着，他跑进村长家厨房去，抄起菜刀，气势汹汹往外走去。小虎娘，你别胡来啊！爹，你快管管！
右眼挑在，右眼挑在。刘氏，你给我站着！刘寡妇得意的一笑，老家伙还拿捏不住你吗？村长，你总算给出面了。李翠花她欺人太甚，还请村长老爷帮小夫人主持公道。你眼里还有我这村长吗？你拿刀想干什么？李翠花欺人太甚，将我儿子打得下不来床，我也要把他儿子打得下不了床。胡闹！你他妈胡闹！你先说，你这儿子是和景灵的孩子打的，怎么又改口是李翠花打的？这不是瞎胡闹吗？若不是怕刘寡妇发疯扛刀砍他，他真想一鞋底扇过去。我冤有头债有主，既是那小杂种打的，那我就单砍他。李大德是白眼一翻，整个人向后倒去，幸好赵氏及时扶住他，才不至于摔出个脑血栓。赵氏掐掐李大德的人中，给他昏沉的脑袋掐得清醒不少。这几天频繁的掐人中，都掐破皮儿了。孩子打架，你大人去插手，颜面何在啊你？我不管，我不要脸面，我只要我儿的公道。村长，你到底管不管？爹，你说句话呀！闹归闹，搞出人命可是天大的事啊！管，村里的事儿，村长岂有不管的道理？柴刀太小，柄又短，不趁手，你还是拿锄头啊！就算李翠花扛了菜刀，也拼不过你。走，现在找他算账去。爹，你这……去吧地里，把这个明成叫回来，让他多带些人，这么多人盯着呢，我就不信那李翠花能闹翻天喽！愣着干啥？走啊！去晚了，没准人都睡了。刘寡妇望着还悬挂在天边的太阳，讷讷的扛着锄头跟在李大德的身后。花儿，翠花儿，阿景，快给爹，给叔叔开门，我有要紧的事找你娘。我娘不在家，可要我爹爹来同你说。你这孩子怎的这般不诚实啊！花儿，快开门，我有大事要与你汇报。就这样说吧，我听得见。这不是听得见听不见的问题啊。哦，那我再把你拽进来。花儿，你快躲起来！刘寡妇扛着锄头，带着村长往你家来了。总算来了，我等的花都要谢了。哼，他刚想圈地种菜，村长便带刘寡妇给他挖地来了。你再不躲，我也要谢了。这么年轻就容易谢？哼，这病得治啊！你说个锤子！我健康的很，不信咱改天找个地方试试。花儿，你今儿是不是打了李小虎？刘寡妇告到村长那儿，村长当即怒发冲冠，叫他儿子去喊了一大帮人来，这是要拿你的。我这不是担心啊。你刚才说改天找个地方干什么？没干什么。花儿，我就是担心你，怕刘寡妇把你打死了，到时候咱的孩子没了娘，会受人欺负啊！滚，否则我先打死你！光头李一看到林汉洲的身影出现在了堂屋大门边上，噌的跳下围墙就跑了。别担心，我心里有数。爹爹，刘寡妇要打死娘怎么办？活人还会让尿憋死？李翠花，有种叫你儿子给我滚出来！哼，刘嫂子拿着锄头是要来给我刨地吗？我想开块荒地，正愁没有帮手呢。我呸！你可真大脸！等我先说两句啊。福云就等村长发话呢，却见他往他们家厨房去了。不一会儿，就叫李大德寻到一把柴刀，拿到福云的跟前儿。李翠花啊，今日你这俩儿子是不是和刘氏家的李小虎打架了？打了。很好，你这样，你儿子打得他儿子下不来床，他告到我那儿要我来主持公道。你儿子打人不对就该受罚，所以这刘氏扛起锄头来，是想把你儿子也打到起不来床。刘氏怎么这般德行？孩子打个架能伤到哪里？他竟扛着锄头来，想把林景也打到起不来床。哎呦，我以为李翠花是咱们村最恶毒的，没想到啊，这刘氏更甚。作为大人怎么说得出这样的话的？哎，别怪我没有奉劝过你们呢，可别让你们家孩子跟李小虎玩了，不然回头闹起矛盾来，人家也这般扛着锄头去打你家小孩呢。对，今日若不是有大人在，只怕林景要凶多吉少。哎，你们说李翠花会护着他们吗？林汉洲人虽在房间里，可却全神贯注地竖着耳朵听着外头动静，听到刘寡妇是冲林景来的，瞬间不淡定了。他在家，孩子尚且被人欺负至此，而他不在家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李翠花，有人想把你儿子打到下不来床，你怎么处理啊？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来吧，刘氏，开始吧。刘寡妇不禁一怔，这村长是个啥意思呀？就见浮云手握柴刀，一脸的风轻云淡。村长，刀是你给我的，若出了人命，
您不会算在我的头上吧？你别瞎说啊！这刀分明在你手里头，而且是你家的，出了事跟我何干？老头，我只知你儿子打伤了李小虎，小虎娘来打你儿子，我们是来劝架的。哦，是劝人打架来的。浮云倒是很淡定，可刘寡妇却急了。不是，村长，你这是几个意思？村长说好替我讨公道，你却无端倒戈，心都偏到胳肢窝了。有你这么做村长的？我怎么就怎么就没替你讨公道了？这锄头都给你了，难不成你想叫我这把老骨头替你上战场啊？那你还给李翠花拿刀？这叫谁也不偏袒。来，打啊！老头，我就坐这儿看你们打一次性打过瘾喽啊！最好是俩人都下不来床，大家伙好好安上几天日子。村长，您还说没偏心？您给他拿那么长的锄头，却给我这么短的刀，分明就是站在他那边呢，可真是一点都不公平。数不清道不完的恨意从四面八方疯狂地涌入刘寡妇胸膛，又直冲大脑皮层，气得失了理智了。我杀了你！随着一声大喊，刘寡妇举起锄头，怒不可遏地朝浮云冲了过来。完蛋！这婆娘竟敢来真的了！娘！林寒舟从门后几乎是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冲出来，但浮云只是微微扬唇，往侧边大跨步避开，一击不中。刘寡妇紧接着挖第二锄，也被浮云迅速避开。躲开！见浮云躲开那致命的一击，李大德一口气儿还未松下，就见刘寡妇再次挥着锄头就朝他过来，惊恐间身子往后一仰，连人带小板凳一块儿跌在地上。哎呀，他还真是没想到，这右眼跳的栽竟是他自己。眼见自家锄头就要挖自己身上去了，李大德绝望地闭上眼睛，可想象中疼痛并未发生。他缓缓睁开眼睛，只见身前站着一高一矮2个身影。林寒舟的手紧紧抓着刘寡妇挥的锄头，而浮云慢了一步，抓到的便是林寒舟的手臂。村长，您没事吧？小虎娘，你有什么不快冲着我来就是。村长都明目张胆的偏袒你，为你撑腰了，你为何还不满意？竟然想弄死他！村长，我没有。你没有？你那一锄头毫不留情地朝着村长挖下来，大家可都瞧见了。若不是我相公来得及时，只怕村长这把老骨头今日只能横着出去了。小虎娘，这些年来村长对你十分宽厚，但凡你去告的状，他老人家就没有不管的时候。可是你却恩将仇报，你可是还因先前火烧祠堂被罚钱的事情埋怨村长，所以想借此机会弄死他老人家。浮云哒哒哒好一顿的输出，完全没给刘寡妇插嘴的机会。刘氏，罚钱也是你自己做的孽，你不服就冲大家来，打我爹算什么？爹，没伤着吧？村长爷爷，您坐。村长，不是我，是他，是李翠花，他是故意的。村长，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方才若我不躲，就这么傻傻的站着让他打，也不至于会伤着您。若非林寒舟来得及时，只怕你已经……你就是故意的，若不是你，我也不会朝村长去。对，村长，都怪我，明知他是对您不满，故意冲着您来，我却躲开了，是我的错。那种时候，我应当站在您的跟前保护您，可我一个弱女子，胆小怕事，下意识的就躲了。若您真的出了什么意外，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林寒舟不禁懵了，他一定是耳聋眼花了。竟听到这女人说自己胆小怕事。你没错，躲开是对的。村长，我没有对你不满，我刚才是要打李翠花。够了，多大点事儿你奔着人的命去啊？是你自己说的。我说你打你真打呀？好话歹话听不出来，你他妈脑子让狗吃了？人家李翠花怎么就没同你打呀？我看你就故意借题发挥，目的是想弄死我，是不是？村长爷爷，您别生气，此事不关我娘的事儿，是我的错。早晨我们去田里挖野菜，李小虎无端跑来骂我，我不理他，他又带着李二狗一群人来打我。你看，李小虎把我推到田里，被枯枝刮伤了手，我才会气不过跟他打架。就你金贵，你儿打了人是应该的，人家打了你儿罪该万死，是不是？你看看你儿给蒋英打成什么样了啊？你见李翠花告状了吗你？村长，你就偏心李翠花，就是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我不活了，我不活了。对，就我就是偏心李翠花。你说我为何偏心李翠花？
啊！祠堂起火，你只顾着告状，人家李翠花不顾危险的抢着主动牌，你他妈拿锄头挖老子，人家李翠花两口子义无反顾站在老子面前的，你说我为何能不偏心他啊？你哪儿他妈比得上人家李翠花喽？刘寡妇一愣，今儿个一哭二闹三上吊，为何就不管用了？你上次污蔑人家李翠花打死凌雪，按族规就该跪着3天祠堂。你哭闹说，哎呀，孩子一人在家，天那个无饭吃着不安全，又不放心，我便网开一面放了你。结果他妈到头来，你说我偏心，还想计划要我的命。明察小虎娘刘氏以下犯上，企图谋杀一族之长，其心可诛。念在孩子年幼无人照顾的份上，罚他去祠堂面壁半拉月去。你派人守着，谁也不许探访。只是记账上，出来之后去他家中讨要。他若不服气，再毁了祠堂，直接遣送回娘家，以后再也不得踏入李家村半步。村长，不关我的事，分明是李翠花的错，是她指使那2个小杂种打我儿，我没错，你们不能关我。分明是李翠花故意走到村长那边，你们为何不追究她呀？村长，你偏心，你不公平，你不配做一村之长。要么面壁半月，要么直接滚出李家村。刘寡妇被拖走，耳朵总算清静不少。多谢村长不计前嫌，替我家阿景讨回公道。谢谢村长爷爷替我做主，爷爷别生气了，气坏身子不值当。你小子，手没事吧？没事，有爷爷关心已经不疼了。村长爷爷，小虎娘说的不对，我娘没有教我们欺负人，也未插手打架的事，你能不能别生我娘的气？他拿我当枪使，你说我生不生气？被老家伙看穿了，浮云面上有些尴尬。村长爷爷不对，我娘不会使枪，我娘现在变好了。好个屁！妈的，真以为我他妈心盲眼瞎的，看不出他那点小把戏了？爷爷，我娘真的变好了，你不生她的气，小雪就把这个送给你玩哦，好不好？嘿嘿，这是我爹爹做的哦。啊，是吗？你爹爹可真厉害。还真是没想到，这男人竟会有如此好的手艺吗？你自个儿玩吧，爷爷年纪大了，玩不来这些。李翠花啊，今日孩子替你求情，看在孩子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若下次你再敢把老头我当枪使，你看我收不收拾你？多谢村长，村长宅心仁厚，定能长命百岁。长命百岁不敢奢望，你少气我，没准我真能多活几年了。村长等一下，你又想做嘛呀？天色已晚，不妨留下来吃个饭再走，尝尝我的手艺。老头子，我还想多活几年，你的手艺我不敢销售。阿景，我看看你的手，怎么会伤成这样？林景撸起袖子，抬手一抹，手上那个鲜红的血渍便没了。假的？怎么回事？嘿嘿，是阿泽哥哥出的馊主意。这不叫馊主意，爷爷，是我拿你的口汁画上去的。我知道打人不对，可我们也伤了，就是互殴啊，大人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我去，小东西，你是不是特别爱吃藕？莲藕吗？不常吃啊。真的不常吃？那你哪来的这么多坏心眼儿啊？这叫谋略，才不叫坏心眼儿呢。谋略？林寒舟不动声色地看了看云泽，这小小年纪便有如此心机，长大还得了吗？把这样的孩子留在家里，也不知是福是祸了。别这么看我，我会误会你对我有意思。当着孩子面别乱说话。这女人呐，对孩子温柔又和善，对外人淡漠又霸气，而对她总是骚气不正经。到底哪一面才是真正的她呢？我们什么都没听见。一时间气氛有一点点的尴尬。今日虽然发挥失常，可事情终究是解决了。说起来得好好感谢村长，也得感谢光头李报信。浮云不禁皱眉，这个信儿报不报啊，对他来说没什么多大影响，反正他早已做好准备了。见他没个反应，林寒舟倏然起身，把大门关上了。林寒舟一步一步缓缓地靠近浮云。你想干嘛？黑灯瞎火的，孤男寡女，不免令人紧张。林寒舟，你别乱来。哼，我问你，小雪是谁的孩子？啥玩意？我可能是幻听了，你再问一遍。小雪是谁的孩子？
还好他继承李翠花的记忆，若不是有这份记忆，只怕他这么一问呢，他也会觉得小雪来历不明。这个世上人人都在骂李翠花是个疯子，可只有浮云知道他究竟活得有多么悲哀。浮云气得浑身发抖。是萧然还是光头李四？林寒舟，你这个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你。我想问你，你知道小雪有多爱她的爹爹吗？在你进山的第5天，我听说你的猎队在山里遇到了一窝熊的消息，光头李说你们肯定死了，活不成了。那日小雪突然哭着说想爹爹，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你的消息，我怕孩子受不了，我只能默默地祈祷，希望你活着回来。云泽来的那天，我与小雪说，若不收留她，她可能会被野兽吃掉。你猜小雪怎么说？她说她的爹爹会打野兽，在家里很安全，她很信任你，依赖你，崇拜你，你知不知道？林寒舟，我不知道你在怀疑什么。若你要亲手撕碎了你给孩子撑起的保护伞，那么我无话可说。叫了你4年爹的孩子，你若是不想养，就直截了当的跟我说，我们和离，我带孩子走。他说了那么多，终究还是没说这林雪到底是不是他的孩子。今天全都是光头李那一句怕咱们的孩子没了娘，他才会产生这样的怀疑。村里谁都知道，光头李自打归乡以后便一直在勾搭李翠花，算算日子也差不多是那个时间段回来的。娘，云姨，你们跑哪里去了？叫我好找。嘿嘿嘿，这是秘密，不能告诉你。以后天黑不能出去玩，很危险的，知不知道？知道了，娘。我们是去干正事哦。小屁孩能有什么正事啊？哼，这是秘密，不能告诉你的。每个人都有秘密，既然是不能告诉别人的，那你就好好保守好秘密吧。嘿，娘，你知道关二爷的故事吗？小雪知道吗？知道。可是娘不知道。你跟娘说说关二爷的故事可好？是爹爹跟我讲的。爹爹不仅会做威武的木塑，还会讲好多故事。爹爹可厉害了。嘿，我最喜欢关二爷了。现在好多人都喜欢请关二爷来当门神呢。小丫头东拼西凑地讲了讲赤胆忠心的关二爷典故。关二爷可真厉害。爹爹也厉害。磨磨蹭蹭在厨房洗碗的林寒舟听到小丫头的话，心中十分酸涩。她也不知今日怎么了。那娘亲厉不厉害？不如爹爹厉害。傻丫头，你这样说娘会很伤心的。你说说我哪里不如你爹爹了？爹爹会讲故事。我也会啊，我会讲很多很多你们没有听过的故事。爹爹会打猎。我也会。之前咱们卖的鸭子还有吃的兔子可都是我打的。爹爹还会做关二爷。这个我可以学，学了就会了。爹爹还会做鱼前饭。切，吃里扒外的小东西。我会的吃食能让你1年365天天天不重样。那爹爹会做牙刷、盆、碗、筷子。可会那么多并无用啊。我会赚钱，有了钱你想要什么都能给你买。这天底下又不是只有你爹会做。林雪抬眼想了想，似乎想不出来爹爹还会些什么，噔噔跑进厨房。爹爹，你还会做什么呀？你忘了，爹爹会给小鸭子治病。对，娘，爹爹还会给小鸭鸡治病。在外面随便请个大夫也能治，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呀。哥哥，那爹爹还会什么呀？爹爹会写字。我也会。可是娘写的字不好看。我可以学。那爹爹还会什么？爹爹还会捉蛇。小雪，你只需记住，娘不比爹爹差。你们爹爹会的我也能会，但是我会的你们爹爹却不一定会。爹爹也不比你娘差，你娘会的爹爹都会。也会生孩子吗？除了生孩子，我什么都会。
小丫头，娘亲输给你爹爹了，怎么办？啊，娘没有输，娘厉害，爹爹也厉害。不，娘输了，输得心服口服。毕竟你爹敢吃2斤屎，娘不敢啊。看到林寒舟黑下的脸，浮云别提多爽了。小样跟他斗啊！他当年可是拜过组织里优秀好苗子的人物啊。我就说爹爹才是最厉害的。李浮云，在孩子跟前别乱说话。哼，我的孩子，我想怎样教就怎样教，旁人管不着。要想管，有本事就自己生一个。哼，什么垃圾！身上多挂个器官，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好好的孩子，他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天底下哪有那么美的事情？娘，你是不是生爹爹的气了？没有啊，我为何要生气？因为昨晚爹爹没让着你，害你输了。哼，无所谓。那你为何不开心？我没有不开心啊。娘，你骗人！你昨日不是这样的。浮云愣了一瞬，眼前忽然的一黑，头晕目眩的，突然的手臂一紧，一双温热有力的大手紧紧扶住他。没事吧？突然感觉小腹有些不适，这熟悉又陌生的痛感，只怕是要来了吧？娘，你没事吧？没事，别担心。阿景，去叫你娘来吃饭。不一会儿，林景从房间里出来，愁容满面的。娘说她不想吃。姨父，女人生气了是要哄的。人小鬼大的家伙，到底是从哪里知道女人生气了？又是从哪里知道女人需要哄？我父亲哄他的女人们都是送些金银珠宝，一送他们就开心了。他们不过是普通人家，哪那么多金银珠宝啊？姨父，云姨是你的女人，你就应该哄她。阿景，你去问问她，可是哪里不舒服？不一会儿，林景又从屋里出来。爹爹，娘说没有哪里不舒服。林寒舟蹙起眉头，没有哪里不舒服又不想吃饭，难不成是单纯的不想见他吗？他拿碗装2块烧饼，叫林景送过去。这次过了好一会儿，林景方才出来。他吃了吗？没吃，他说他想睡了，别打扰他。咱们自己吃吧。吃完了饭，他吩咐孩子们出去捉虫喂鸭子。孩子们拿着竹筒兴冲冲往外跑去。屋外安静了，浮云才迷迷糊糊睡着了。当时敲门声响起来，给他吓一激灵，他猛地睁开眼睛。林寒舟等了一会儿，见无人回应，他直接推门进来。浮云蜷缩在床上，脸色苍白。林寒舟微微蹙眉，搁下药碗，不由分说拽住浮云的手，两指搭上脉门。谁叫你进来的？出去！你想吵，等身体恢复了再吵。哼，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我不看得起自己，还有谁会看得起我？这几年因为李翠花，这村里没几人看得起她。这是清热败火的药，喝了对你身体有好处。你这是在关心我吗？因为愧疚？你走吧，别逼我发火。我好心给你煎药，不要不识好歹。随便你怎么想。冥顽不灵，喝药，喝了我就走。不喝。这是小雪托我给你买的，别辜负孩子的心意。我自己的孩子不成你的情。还真是冥顽不灵啊。对不起，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我认为我也没错。他本来都要释怀了，这一下成功被气到了。你都要抛弃自己的女儿了，你还说没错？林寒舟，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你的意思，小雪是我的亲生女儿？不是你亲生的，还能是我亲生的？你是瞎了吗？那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鼻子，假装看不出来是吧？你配做孩子的爹吗？渣男！他忽然就笑了。切，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哦，你倒是说说我在想什么。哼，昨日本来还好好的，你却突然变了脸，定是光头李那话招惹到了你，让你怀疑小雪不是你的，所以你明知道，我向来看不上光头李，却问了光头李，可见你是有多嫉妒他。嫉妒？渣男，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人家还说你要死在山上，你为何不死啊？实力不允许。他大爷的，被他装了一波。过得去就过，过不去就散伙，别净整些阴阳怪气的，装
装什么清高？你现在可以滚了吗？把药喝了。这是什么药？清热败火的。滚！我肚子疼，你给我敷败火药，你想毒死我呀？你没往里面下毒吧？林寒舟无奈地摇了摇头，抬起碗自己喝了一口。可以放心了吧？你喝过的，嫌弃。转到厨房，重新倒了一碗热腾腾的药回来。这次行了吧？你刚才去加毒了？毒不死你。胡搅蛮缠，爱喝不喝。林寒舟把碗搁在床边梳妆台上，转身便走了。哎，那是毒的死还是毒不死啊？万一我死了，你的孩子就没娘了。喝了苦涩难言的药，浮云又啃几口烧饼，躺下又沉沉地睡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感觉仿佛有人进房间了。别装了，起来喝药。不喝，才喝完那个，肚子更疼了。刚才那是败火的，现在这个是益母草，行气活血，调经止痛的。啥？难喝死了，我才不要。你这是撒娇吗？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哼，直男还真会聊天，开口就死。又沉默了一会儿，浮云听到碗底碰撞桌面的声音，紧接着男人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等周围没了声音，他爬坐起身来，看了看药碗，调经止痛吗？倒是可以试一试。阿景，你确定今日货郎会来吗？以往5、6日总会来一回，昨日没来，今日应当会来。可都快中午了，还没来呢。没准下午就来了，咱们先回去吃饭吧。爹娘若是找不到我们，会担心的。云姨经常找你们吗？吃饭时看不到我们便会出来找。阿景，我真羡慕你，有个这么好的娘。可云姨人这么好，为何总有人欺负她呢？对于这个问题，林景并未回答。若他知道他娘以前的样子呀，只怕就不会这么问了。不过娘如今变好了，他相信慢慢的就没有人欺负她了吧。走吧，咱们先回家吃饭。几人才走出没多远，便听到远处传过来货郎的吆喝声。货郎大叔，货郎大叔。小孩啊，你想买什么？这里有些什么？油盐酱醋、胭脂针线，还有些小玩意儿。大叔，有糖果吗？有，今儿是焦芽糖。这个怎么卖的？1文钱俩，要几个？要这么多个。小姑娘真可爱。2个巴掌的糖要5文钱哦。你们有钱吗？带了，就要10个。我一共就5文钱，都花了，下次就没有了。云姨有，咱们可以找她要啊。小孩啊，拿好了，别弄丢喽。回到家门口，云则支开小丫头先回去。她跟林景鬼鬼祟祟在家门口徘徊着，把糖藏在草丛里，确定安全了才跑回家。听到孩子的喊声，浮云才悠悠转醒，喝了那药，肚子可就没那么疼了。娘，你是不是生病了？没有啊，好着呢。你们去哪儿玩了？就村口走走。有没有调皮捣蛋呢？没有，我们可乖了。真棒。不能去河边玩，知道吗？嘿，娘，我会浮水，不怕的。那也不行，现在天气冷，不能玩水，也不能去捉鱼。等天气热些，你们想去玩水的话就告诉我，我陪你们去，好吗？那爹爹可以去吗？当然可以啊。你爹爹会不会浮水啊？会的。那就可以让他带你们去玩。娘，你不是说你带我们去吗？你们是男孩，不能跟女孩一块在水里玩的。哦，云姨，可是我不会浮水，我不敢去河里玩。不会就学，叫姨夫教你。娘，可是你说去河里玩会被淹死。浮云不禁一怔，这话没毛病，但又不绝对呀。虽说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可谁能抵挡炎热夏季去河里泡澡呢？浮云懒得和三小只扯歪理，直接进厨房了。灶台上放的是煮好的一大碗酸菜，而小灶上炖的是鱼汤。好香啊！你去拿碗筷。浮云才叮嘱完不能去河边玩耍，三小只吃完了饭，转眼便跑去河边了。老大，那2个杂种来了！李小虎庞大的身躯拦在2个人跟前儿，打了他，还将他娘弄去祠堂了。他今日非要弄死这2个王八蛋。哼，胖子，
你不是说你下不来床了吗？你大爷爷瞧着也没什么毛病嘛。只这一句话成功激怒李小虎，他捡起大石头便朝云泽两人冲过来。慢着！李小虎愣住了，就见云泽从怀里掏出一团东西，揭开叶子，从里头掏出一块焦芽糖。嘿，等我吃块糖先。老大，这糖我吃过，可好吃了。你们想干什么？你说我们想干什么？李小虎扔掉石头，大喊一声：“给我抢！”住手！这糖是我买的。私生子只配吃狗屎，不配吃糖。李小虎捏着手指就围了上来，林景要护着林雪，云泽一人自是不敌的，轻易被李小虎将糖抢了过去。你们欺负人！李小虎一行人得了手，拍着屁股跑开了，寻了个隐蔽地方分糖去。可糖只有5颗，他们有6个人，没分到糖的孩子眼巴巴地站在一旁盯着几人看。阿景，那个是谁啊？那个是李大牛，李铁头家孙子，是李翠花三叔家的孩子，也算林景的小舅舅，今年7岁了。哼，阿景，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的伙伴了，打不过就加入呗，从内部瓦解李小虎的势力，方能自立为王。他会听我们的吗？你放心，会的。阿景，走。我没有抢你们的东西，放开我！大牛别怕，我们是好孩子，不会打人的。没错，我们就是想问你，想不想吃糖啊？林景，我真的没有抢你们的糖。我知道不关你事，都是那个自私的李小虎抢了糖也不分你，我还有许多糖，走，请你吃。林景勾着李大牛的肩膀，摇摇摆摆地往藏糖的密草丛去了。可从围墙脚下翻出剩下那包糖，却发现了上面竟爬满了小蚂蚁。哎呀，糖被偷了，吃不成了。这样吧，下次那个货郎再来，我们再请你吃糖吧。李大牛捡起来吹一吹，还可以吃的，那都给你吧。啊，真的？3月3这天，天气总算是晴朗了，浮云身子也爽利多了，趁着大好的阳光，准备把先前的规划都提上日程来。等他晨跑回来，家里只有云泽一人，而那父子3人不知所踪了。云姨，阿景和姨父上哪儿去了？我也想问你呢。话说父子3人都不在家，早餐要不要做他们的份儿呢？爹爹，我们为何每年都要来这里？来看爷爷。林寒舟蹲下身子，便开始拔坟头草了。爷爷在哪里？嘘，爷爷在这里面睡觉，不能打扰他。在里面睡觉？为什么不出来跟小雪玩？走，我们去采花送给爷爷。爷爷喜欢花吗？喜欢的吧。那我们多采一点。拔完了坟头草，2个小家伙捧来一大捧的鲜花，整整齐齐摆放在碑前。嘿嘿，爷爷，给你漂亮的花花，你一个人在这里就不孤单了。爹，我带孩子们来看你了。娘，送给你。娘，你不喜欢花花吗？喜欢，很喜欢。谢谢小雪，是爹爹摘的哟。谢了。自从那日将话说开以后，浮云就发现了林寒舟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虽还沉默寡言，却没像之前那般阴质，又开始看得顺眼了。发什么呆呢？该不会是想我吧？其实你是喜欢我的，对吧？做梦没醒。我就知道你不好意思承认，虽说你长得还行，文化差了些，不大符合我的要求，但是哎呀，也不是不可以接受，毕竟啊，他是有些本事在身上的。那你去找你的书生哥哥。林寒舟，你吃醋了。花都送了，就别藏着掖着了呗。吃完了饭，浮云对几个孩子说道：我明日要去一趟镇上，你们有什么想要的吗？娘，可以买糖果吗？我们想吃糖果啊。可以。还有别的想吃的吗？云姨，我想吃牛肉，可以吗？牛肉？没有卖牛肉的，换一个。能吃牛肉的非一般的大户人家呀。那算了吧。
翌日一早，浮云才出门，林寒舟便交代林景，他也要出门一趟去，让他们自己在家玩。好，爹爹快去！他一走，三小只便开心叫出声来。阿景，走，去看看李小虎那几个如今怎么样了。走走走。李小虎家才到门口，便见他风一般从家里跑出来，咻的一下钻进茅房，紧接着便传过来砰砰砰的爆炸声。咦，这批放的！阿景，为何过了好几天他还在拉肚子？我药不小心放过量了。前几日买那包糖啊，最先分出去那半被林景下泻药了。那天之后，李小虎那帮人便拉得不成样子。阿景，不会出人命吧？不会，拉几天就会自己好了。那就好，走，找大牛玩去。阿景，你们怎么来啦？是找小姨的吗？哎，小姨，我们来找大牛玩。大牛？两家从不来往，周氏也不让自家孙子和林景玩，他们怎玩到一起去了？那就好好玩。对了，你们娘在家吗？小姨许久没跟她说话了。娘去镇上了，可能晌午以后才回来。啊，那就你爹爹在家了吗？爹爹也不在家，他们一起去镇上了。一起？这几天呢，他一直寻找合适的机会，可李翠花那个女人呐，一直待在家里面。不一会儿，李大牛就跑了出来，几个孩子相约着跑开了。仙女姐姐，我家公子才念叨你，你就来了，可真是心有灵犀啊！哎呦，浮云姐姐，我可想死你了！滚！那个，你上次说过几日来出新品，我这一等就是一寻呢，真是9连环从中折断，10里长亭望眼欲穿呢。哼，得了，少贫嘴。我今日就是出新品来的，不过在那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这10日来辣条的反馈如何，可有需要改进的？哎，好，好的不能再好了，已经成了必点的东西，那很多人打包回去吃呢。上月整月本店共卖了80两，除掉各方面的成本，还剩30两利润。浮云的分红啊，是从合作那天算起的，到现在有半个月时间了，也就是说能分到1成的一半，1两半钱。哎呀，浮云从头发丝到脚尖啊，都透着失望。好，我唬你，那账目在这儿，你自个儿看吧。既同你合作，我自是信得过你的。我就是很好奇，想问问你，你这利润点向来如此？这卖了80两，才盈利30两，这利润率低的不能再低了。一直如此，1个月挣30两很不错了。是的，公子1个月挣的钱，我2年都挣不到。浮云懒得和他们说，收起属于自己那一份1两半钱银子，便往厨房走过去了。宋云东，这些都是做厨和帮厨的？安娜，这么多人，有时还忙不过来。那外头接待的有几人？仙女姐姐，就我一个招待，有时公子犯了懒病，我又收钱又接待。干不了就滚蛋。那上菜收碗的呢？专门上菜有俩。宋大公子，我还有一个疑惑，你开这小食店的目的是挣钱还是玩乐？当然是为了挣钱。他叫个宋云东换个地方说话。本公子做的账绝对不会有错的。你的账没错，就是管理经营上有些不妥。管理经营？说直白一点，你货有问题，工人分配有问题，所以利润低下。想要赚到更多的钱，你不妨先听听我的意见。可镇上就这么多人，我想多卖也不能够啊。我知道，1个月能卖80两还算不错，但据我多次观察，需要改进很多东西。只要把控得好，利润再翻一番不成问题。翻一番？你开什么玩笑？粮食、菜、肉、工钱，哪样不是开销啊？我这么说，自然是有我的依据。根据点菜单来看，这66款小食最受欢迎的不过2成，一般的算3成，有一半是1日卖几份，或者几日卖1份的。卖不掉的材料只能是丢掉或者自己吃掉。的确同你说的这般，这天热的时候每日要倒掉许多剩菜，可那些都是要用的，根本没法省。你就把这些不好卖的、成本高的、价格高的、不受欢迎的、做起来麻烦的，全部都给撤了。不行，这些都是小爷千辛万苦从外边学来的，那款款都是精细挑选出来的，有许多人没吃过呢，怎么能说撤就撤？哼，你觉得为何会许多人没吃过？这是
是他们没眼光。再好吃，只要带不来收益的都是垃圾。做饮食，如果客人要什么有什么，那就离关门不远了。人的喜好并不相通，咱们只需要抓住大部分人就好。除了进货的食材外，还有一个占了大头的成本，人工。你一个小食店请了16个工人，一人1月600文工钱，1个月就差不多10两银子的成本，脑壳有包啊！人少了根本忙不过来。缩减了不必要的产品，就能缩减一半的人。到时候，一人1个月多给200文，1个月也就出6两多的工钱。工人高兴，老板还能省下3两多的银子，而这省出来的银子，一半进了你自己的腰包，另一半可以用于激励。工人挣钱有盼头，办事效益就能提高。客人享受，工人受益，老板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了，重要的是他也受益呀。可是我舍不得，那些都是我辛苦造的孩子呀。为了自己的小康生活，浮云对宋云东是操碎了心呐。好一番威逼利诱之下，他才点头，尝试放弃浮云所说的那些劣质产品。村长，我来看你来了。成啊，跟他说我不在。爹，我觉着那李翠花应当是真的收心，想好好的过日子。你要不见见，看看他怎么说。别管他想不想好好过日子，来找我指定没好事。我爹不在，你找他合适啊？不在。不在，有事你可以与我说，回头我转告他。不在就算了。我就是单纯的来看村长。先前他被小虎娘吓得不轻，不知可有好些。好多了，多谢。东西你拿回去吧。收下吧，这肉是我特地买来给村长补身体的。还有这个小玩意是给你家小硕的，男孩子应该会喜欢的。不用了，心意收到了，我会转告给我爹的。这些呀，你拿回去给孩子吧。浮云顿觉心累呀，这李翠华名声臭的呀，臭到送礼人家都不肯要。哎呀，这礼不收，他如何与村长拉近关系呢？浮云索性直接闯进屋去。明成大哥，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这些年村长为了我操了太多的心，我都记在心里。这么一点小小的心意都不收的话，便是不给人改错的机会了。东西放这儿，我就先走了，改日再来看村长。李大德噌地爬起身来，从屋里冲出来。明成啊，我没听错吧？他刚才说改错。爹，你瞧，他还特地送东西来。我看呢，是您想多了，人家就是单纯的来看您。哎呦，单纯？那李翠花心眼的比什么都多，她能单纯？你看这个，先前小硕说凌雪有个木头人，说是他爹做的，回头就缠着我给他也做一个，可我哪会做这玩意儿啊？还真是没想到，李翠花真给送来了。就是他变了，以他那脑子也干不出来这种漂亮事儿，指不定是凌寒州使唤他来的。凌寒州能治住他，也算是好事，不是？娘，大牛，你不认识我了？大姐姐。李大牛结巴地喊了一句。他出生时啊，翠花已经嫁了，同他没什么感情。阿景，我还买了糕点，你去拿来分大牛一块吃。娘，去吧，有好东西要学会跟好朋友分享。我就说云姨不会生气的，你还不信我？大牛，我娘买了小鸡仔回来，咱们去捉地龙来喂鸡啊。好。娘，我也要去捉地龙。你是女孩子，少跟哥哥瞎跑，玩疯了都。云姨，你是要上山去吗？你们自己在家玩。云姨，我也想去。你想去？我是去干正事儿，可不是去玩的。深山老林里，蛇虫鼠蚁那么多，你不怕？云姨，你会保护我的，对吧？大爷，虽说收了你的钱，可老娘不是保镖啊。云姨，你就带我去嘛。浮云只好点头答应了呗。娘，那咱们走吧。你也去？阿泽要去，我自然也要去。还有我。娘，也得跟我们去的。好吧。慢点，小心着些。说话间，几人到山顶小竹林，浮云放下背篓和锄头，忽然就听到身后有细微的动静。什么人？鬼鬼祟祟的，出来！娘，是大黑熊吗？可能是大猩猩。此人跟他们一路，
起初浮云还以为是上山砍柴的村里人，并没在意。是我。林寒舟，你丫的有病吧？一声不吭的。嘿，爹爹，您怎么来了？爹爹来砍柴，没想到你们也在这边。浮云翻了个白眼儿，你就装吧你。不过他真是没想到他竟会跟过来。转念一想，这男人跟过来，莫非是变相想保护他？一旦进入这样的设定啊，浮云的心思便再也回不去了。对眼前这个男人呐，是越看越顺眼。娘带我们来挖竹笋哦。挖到了吗？还没有呢，我们也才到。让你们挖吧，爹爹再去砍些柴。感受到落在身上那热切的视线，林寒舟一个眼神都没转过去，再次钻进丛林砍柴了。娘，你怎么流口水了？还好那个男人走远了，不然让他听见的话，丢死人了。娘，送你花花。竹参，小雪，这是哪里弄的？还有没有？在。走，咱们再去看看。云姨，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竹参吗？传说？夫子有说，竹参乃草八珍之一，极为稀少珍贵。这个我也知道，草八珍有猴头菇、银耳、竹参、驴窝菇、羊肚菇、花菇、黄花菜、芸香杏，而竹参是草八珍之首，脾胃虚寒者要少食。我去，你们两个竟然懂得这么多！这就叫三人行必有我师。真不错，像是个小秀才。我才不要当秀才呢，我就要当状元。是，小状元。阿锦长大了想要做什么呀？我想当神医。神医？我还以为你想当大官造福百姓呢。当神医也能造福百姓。真是不错的志向。那小雪长大了想做什么呀？娘，我想像你一样。像我？会做好多好多好吃的。没出息的小丫头。娘，你也没出息吗？想揍孩子，这算不算出息？云姨，平镇是不是有位姓高的隐士神医呀？听说很出名。这个我不知道。20多年前，江湖上有个特别出名的神医，名唤高神医，能活死人，肉白骨。但凡他出手，就无败兴而归的时候。可是20几年前，那位高神医一家30多口人，一夜之间就销声匿迹了，江湖上再无人能寻到。云姨，你知道这个吗？这个也不知，可能死了吧。可我听人说了，说几年前平镇有似高神医的人出没了。你在此住这么多年呢，都没听说过吗？好像被个小孩鄙视了。没听说过。娘，我找到竹参了。浮云抬头看过去，发财了！你们几个快帮我一起摘，注意别弄坏了啊！一大片的竹参很快被浮云收入囊中，用衣服兜起来，结成了包袱挎在身前。今日大家都表现得特别棒，回去我做好吃的犒劳你们。几个小家伙兴奋的手舞足蹈的。而另一边，林寒舟捆好一捆柴，听到了黄莺般的欢声笑语，不由自主扬起唇角来。娘，这些笋也用衣服包吧？不能脱，刚刚跑热，脱衣裳容易着凉生病的。那怎么办？背篓放不下了。我来想办法。差点忘了，爹爹在附近啊，叫爹爹过来帮忙不就好了？可真是娘亲的好儿子，快叫你们爹爹来干苦力吧。爹爹，你还在吗？爹爹，娘亲需要你，你快出来！小丫头别乱说话，分明是你们需要的好不啦？听到了，你们等一下。不一会儿，林寒舟扛着柴，踩着藤蔓从林中出来，刻意掠过某个女人，看向林景。怎么了？爹爹，你扛好柴了吗？好了，你们也好了。好了，我们不小心挖多了拿不下，爹爹，你帮我们编个篮子来装好不好？好。一道回锅肉，一道竹笋炒肉，还有一碗清淡的酸菜，道道色泽诱人呐。
林寒洲没出息的咽了咽口水。这女人呐，虽有时候说话做事不着边际的，可做饭却很有一套，有2把刷子。他试过，同样的食材，他做的就是不如他的，明明放的都是同样调料嘛。相公，今日辛苦了，来多吃点肉。娘，好好吃，我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这么说，你们爹爹做的饭菜很一般喽？也很好吃，就是没有我做的好吃呗。吃完了饭，林景主动洗碗，而云则拍拍肚皮就要躺着。这小公子哥可真不是一般的懒呐。浮云把云泽从房间里揪出来，对林景道：阿景，你跟我去个地方，让阿泽来洗碗。啊，云姨，我不要洗碗。不想吃晚饭了？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一时落魄并非耻辱，能屈能伸方为丈夫。这小家伙犯起懒来，说话一套一套的。哼，君子远庖厨。这话是你夫子教的？是啊。哼，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这话说的是善意，道的是人心，而不是教你找偷懒的借口啊！就你这一堆歪理，就算是将来考了状元，也是百无一用的书生。浮云揪着云泽耳朵扯进厨房去。别拿你那些破规矩糊弄我，在我这里我就是规矩，想吃饭必须靠自己的双手用劳动来换，勤劳方能致富，人心才能利民，这是我教给你的人生第一课。可云姨，夫子说了，说男子汉大丈夫应做大事，不该居于小小厨房这方寸之地。嘿，这家伙犟起来就跟钻牛角尖似的，亏得方才夸他聪明呢。唉，大丈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跟阿景好好学学。小爷总算明白了，为何女子无才便是德。这读过书的女人呐，那嘴巴巴的全是大道理，吵架都吵不过她。以后小爷讨媳妇儿，定得讨个不识文字、不懂辩理的。娘，我跟她不一样，我想娶娘这样无所不能的女子。哦，为何？这样我就可以什么都不干了。哎，你可真秀啊！头次把吃软饭说的这般理所当然的。啊，对，要娶就要娶我这种知天文晓地理，懂音律识人心，贤惠端庄优雅大方，美貌如花，人见人夸，世间绝种了的好女人。差不多就得了。娘亲好厉害！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女人。小爷也未见过。村长，我又来看你了。你们怎么来了？村长爷爷，是这样的，今日我们去挖了春笋，清脆可口，便想着拿点来给你尝尝。是你娘出的主意？是我爹爹说的。你爹？村长，这竹笋直接炒有点苦涩，做之前可以用盐水煮1刻钟，捞出然后用凉水浸泡，1日换2次水，不会坏的。还有这竹参大补得很，就这么炖汤，亦或是晒干，吃的时候用水泡开再炖也行。直说吧，有何事想求我？这昨儿送肉，今儿送菜的，还笑眯眯的。要说没事儿，他去吃屎。村长，我先跟您说清楚，这事儿与我没有多大的关系，都是娃他爹提的主意。放你说。村长，是这样的，林寒洲这几日不是一直在家不进山吗？便寻思着想要找点别的事来做，然后他就看中了屋子后面那块地，想要搞过来种点葱蒜什么的，便差我来问上一问。你是想说种菜？那求村长成全。成全？你怕是不知道，你们家是猎户之家，在官府里有记录的，不能分地呀。这不是来求求您想想办法吗？浮云绕去村长背后，十分狗腿的为村长捏肩膀。林寒洲打了10几年猎了，怎么会突然想到种菜啊？估计是心疼孩子吃不好。村长，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天天白馒头就草吃，都吃不上像样的菜，你看给孩子受的。天天吃白馒头，你跟我这叫苦。我们家还吃着黑面加他妈野菜。村长，这力度可以吗？还行。李翠花啊，我问你，
你可是真心想跟林寒州好好过日子的？哎呀，自然是想的。那真心实意想好好过就行。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啊，林寒州生的俊俏，打得一手好猎，又会挣钱，哪儿就比不上那萧然了。那萧然瘦不拉几的，一看就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就算是读过书考过举人，那又怎么样？不也当不起官，同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意过日子？钱儿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算人家有钱，家产也不会交到你手上。你就好好跟韩州过日子，处久了你就会了解，他其实性子极好，不会亏待你的。要说那地呀，林家是批不了的。不过，哎，我说你老头，有话一次性说完行吗？你倒是可以去问问哪家不种地，给点钱拎过来也行。你的意思是我后面那块地就是不给我弄？别忘了，我之前可是从小虎娘手里把你给救了。办法也不是没有啊。村长，我就说您肯定对我有所保留。按照我朝律法呢，猎户不能耕地，不能分地，不能买地，除非去官府改换户籍，但律法没说不能买地基呀。你不早说。可这买地与买地基价不一样啊？为何不一样？难不成我买地你还给我送房粮啊？当然是哪个便宜给我按哪个算呗。哎，你瞧，我家阿景没有菜吃，面黄肌瘦的，多可怜呐！我家都快断粮了，实在是没有多余的钱了。村长爷爷，求求你了，给我家批一个吧。倒是可以给你家申请，但是只能申请地基。日后若真有人种菜，有人问起，可不能说是我的主意啊。村长何时出过主意了？我家本就是要造房子，只是钱跟不上而已。那改日去丈量，量了我去镇上找亭长申请。哎，不用量了，纵向从树林到屋后的沟有8米，横向左右同前院一样，连着房子共20米，大概也就1/6亩吧，不大。地方倒是不大，不过地基的话恐怕得花3-4两银子。啊，不是说好按地的价格算吗？那就3两。啥玩意？荒地还要3两？你怎么不去抢啊？不是说好按耕地的？哼，你别以为我不知道，5年前荒地都是随便开不收钱的。你也说了是5年前，哎呀，算了，老头我欠你的一样。我给你想办法吧，就给1两银子吧。那就劳烦村长您了。我看您脸色还有一些不太好，想必身体还未恢复好。晚上我叫阿景给你送几条鱼补补。不行这些，莫要助长歪风邪气。晚辈孝敬长辈都叫歪风邪气的话，今后谁还敢谈孝道啊？对这种老领导啊，浮云分分钟拿捏。浮云走了以后，李大德坐椅子上愣了许久。这个又说又笑，态度好得不得了的，会拿东西孝敬他的李翠花呀，当真是那个他看着长大的李翠花吗？哎呀，但愿今年的各镇各村的民风评比不要再垫底就好啊。阿景，你今日表现太棒了。娘，我都没说几句话。已经够了。你看，这不是干得挺好的吗？哼，小爷只是不想干，不然何时能难倒小爷啊？既然如此，去帮我剥笋吧。娘，这么多笋都剥了，会放坏的。就是容易坏，才需要赶紧处理了。做成酸笋，或者是晒成干笋，都是很不错的。浮云把剥好的笋涮了水，放在簸箕里晾着，又把之前腌酸菜那个坛子洗净，用滚水烫了2遍，倒扣在院子里暴晒。阿景，昨日挖的地笼还有没有？还有。娘，你要地笼做什么？走，带你们抓鱼去。不过得等我弄个捉鱼的装备。却见浮云提着个竹篮，领着孩子们走了。难不成那女人异想天开，准备用竹篮捞鱼？她该不会以为河里的鱼都是不会跑，任由她想抓就抓吧？这些鱼太小了，你们再等一会儿，我去看看能不能捉到大鱼。好。哎，你们别过来，这里水太深了。啊，我腿抽筋了，救命啊！娘，我来救你。别，水神，别过来！林寒洲听到浮云喊话的声音，他想都不想的一头扎进水里去。男人眼疾手快的，一把搂住浮云的腰就要往上游，眼看就要出水面，忽然一股反力扯住浮云的脚，生生把浮云往回扯了一点。我去，
水鬼。可扭头看过去，却是一窝纵横交错的水草缠脚。林寒舟也发觉那堆水草了，他脑袋冒出水面，换了气，一头扎下来，便往浮云脚边就游了过去。而此时浮云憋气差不多已到极限，肺都要炸了，扭身朝男人就游了过去。林寒舟愣了一下，便被柔软的唇封住了嘴。浮云紧紧环住男人的脖子，舌头顶开男人的嘴，眼中露出渴望的乞求来。林寒舟瞬间明白他的意思，张嘴吐一口气，随即又浮出水面，换了气，折回水中。看向那张憋得发红的脸，他主动吻了上去，如此反复2、3次。虽在水里渡了气，可那氧的含量低，坚持不了多久。只见浮云松开林寒舟，往水底就游了过去，一把朝水草根部薅过去，连根拔起。敢缠老娘，给你一家老小都薅了！爹娘，你们快上来！浮云大口大口吸着新鲜空气，不由得感慨呀，活着真好。林寒舟，救我！又怎么了？腿抽筋，游不动。林寒舟不耐烦地转过身来，刚一靠近，浮云就一把抱住林寒舟的腰，有腹肌，好结实，好强壮，他好喜欢呐。柔软的手却让自个儿的腰，他整个人都僵住了。他忽然就想啊，方才听到呼救的声音，他为何想都不想冲过来呢？这不合理呀！尤其方才在水中，他沉着冷静拔水草去，那样子哪像抽筋啊？看着像故意的，逗他玩儿。一回到家，浮云便钻进房间换衣服去。就算换了身干净衣服，还是冷，这身子也太弱了。加上下水前剧烈运动一番，出了一身汗，这下子玩大了。浮云坐床上昏昏欲睡的，忽然听到脚步声，睁眼一看，林寒舟拎2桶热水进来，径直往房间里走过去，把水倒进浴桶，人便走了。去泡泡热水。果然呢，有过肌肤之亲之后就是不一样了，会关心他了。浮云把脸埋在热水里，肌肤的每一寸都被温热包裹着，这温度啊，比那男人的胸膛暖多了。浮云又想起水下嘴对嘴的时候，哎呀，若非当时要断气儿了，他高低多来个几分钟，好好的感受感受，多吃豆腐，而不是还没感觉呢就分开了。哎呀，遗憾呢，许是太累了，这一泡竟不知不觉睡着了。林寒舟蒸好饭了，却还不见浮云出来，可门儿从里面被反锁了，窗户也从里面被锁上的。李浮云，你洗好了没有？李浮云。林寒舟当真以为他溺死在桶里了，直接暴力撞门而入。门被撞开那一瞬间，浮云被吓得猛地一震，还没完全回过神来，就对上一双急切的眼睛。他猛然间意识到自己正在泡澡呢，顿时惊坐而起，睡意全无。爹爹，娘怎么了？姨父，云姨怎么了？没事，出去，不许进来。娘，你没事吧？没事啊。这是个什么情况啊？爹爹砸的。我的意思是，好端端的为何砸门呢？不知道啊。爹爹，你为何要砸门？林寒舟并未回话，凌雪皱皱眉回道：爹爹好像是嫌你洗澡太慢了，刚才敲门时在喊李浮云，你好了没有？我知道了，你们去玩吧。那个，他顿住了，该说自己不是故意砸门的呢，还是该说没嫌他洗得慢？才刚犹豫2秒，就被浮云暴力扯着衣领往下一拉，对上那性感的唇浅啄一口。不用狡辩，都是成年人，我懂。男人全身变得僵硬再僵硬，就跟个万年僵尸一般，眼珠都不会动一下。你心里有我，会担心我，倒是能理解的。但是，你丫的在我洗澡的时候破门而入，是几个意思？你别喊，李浮云，你别自作多情，搭伙过日子而已。若不是答应了孩子跟你好好相处，爷压根连话都不想跟你说。哼，既然这么讨厌我，那你还救我干嘛？你叫我救的。你还闯我房间，怕你溺死在桶里，让我背人命官司。那你还把我看光了。平平无奇，并没什么好看的。平平无奇？平平无奇？这前凸后翘了还平平无奇呢？这男人莫非喜欢奶牛那种款式？
哼，那也比你好。你说你长得帅有何用？那玩意小巧玲珑，细可穿针，狗都嫌弃。你可要试试。爹爹，饭做好了吗？我好饿。快了，再等等。你去帮忙看一下火。哦，娘，快来吃了。你们先吃，我去一趟村长家。白日说好晚上给他送几条鱼去的，不用等我。吃了再去送吧。等吃完就太晚了。娘，我跟你去吧。不用，我一个人走得快点，你去吃饭，不用等我。村长，我又来看你了。村长，今日我去抓了些鱼，给您拿了点儿。李大德家7、8口人呐，从大到小直勾勾盯着浮云，全场是寂静无声的。你还真拿来了？哎呀，下客气个啥？还没吃呢吧？要不坐下来吃点？哎呀，不了，村长，这是买地的钱，地的事儿就劳烦您老人家操心了。村长，若无事，我就先走了。好。没想到有生之年竟然还能得李翠花孝敬。娘，这鱼真香，你改日也做给我们吃呗。哎呀，我不会做这个呀。灵景娘都会，你居然不会？做，给你做。是啊，大不了就厚着脸皮请教李翠花去呗。爹，你快进来！怎么了？没事，小丫头大惊小怪的。林寒舟眯了眯眼睛，这女人呐，此刻脸色绯红，气息微弱，还说没事呢。小雪，去洗漱吃饭。爹，娘生病了，你快给她弄点药。死不了。真的是生病了，娘身上好烫，不信你摸摸。我不想吃。说完转身回屋里继续躺着。爹，娘脸色好像不对。先吃饭，吃了饭你去找点退热的草药来给她。知道退热的有哪些吗？知道。没过多久，林景端来一碗绿色苦汤。娘亲，良药苦口，你乖乖吃了就不难受了。在小家伙期待的注视之下，浮云撑起身子，一口饮尽。真是娘的好儿子。喝了药，浮云又渐渐睡过去。爹，我们要出去玩，你在家照顾好娘哦。你们去请的人为何还没来？可是在忽悠我。女侠息怒，掌柜的亲自去找了，想必很快就找到了。再等1刻钟，若还不来，你们的脑袋就给我搬家。姑娘，暴怒伤肝，肝火过旺可不是好事儿，可要来2副败火药。在下行医几十载，可从未见过刀能治病。掌柜的，这就是你请来的大夫？是。想要你朋友活命，你就滚出去。说他救不了我兄长，你们就拿命来赔。能救。翠花姐，翠花姐，我还以为家里没人呢。既觉得没人在家，你为何还私自开门？这不是来确定一下吗？翠花姐，这门怎么坏了？林寒舟弄坏的。他又打你了？浮云垂眼并未说话，看他这病恹恹的样子，就足以让李如烟脑补了。翠花姐，前2日刘寡妇闹事来，没伤着你吧？差一点儿。你是不知道当时有多凶险，若不是怕惹上人命官司，我当时就想把他嘎了。浮云学着李翠花那又怂又勇的语气，简单的说了下当日的事情经过。天哪，刘寡妇竟然如此凶残，村长都敢伤。你怎么突然来了？这几日啊，家里那个老婆子看得起，我出不了门，不然早过来看你了。这好端端的，林寒舟为何把这门给拆了？还能是为什么呀？他又动怒了，可能是哪里又看你不顺眼了吧？我就说嘛，这男人粗鄙不堪，又目不识丁的，除了进山打猎，一点本事都没有，完全比不上萧然，好吧？再者说了，进山打猎极为凶险，搞不好可能会丧命呢。那时你成了寡妇，还得为他守孝3年。我这个当妹妹的，光是想想都替你难过呢。翠花姐，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这种暴力男人一定要远离他，不然哪天又对你动手了，像上次那样。翠花，这粗鲁不堪的猎人下手没个轻重的，今日能拆了门，明日便能拆你。对，如烟，你说的太对了，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太害怕了，昨晚上一晚上没敢睡，我就怕他闯进来把我怎么了。你说我长得这么美，若是被他惦记上，该如何是好呀？如烟，你是知道我的，我想去找萧然很久了，可是我没有钱呢。要不你借点钱给我，等我拿到休书就走。哎呀，先别说借钱的事情了，翠花，你还记不记得不久前咱们俩说过的话？咱说过那么多话，我哪知道你说的是哪句啊？还说是我姐妹，可每一说到借钱，你就拿别的借口搪塞我。哎，算了算了，你还是走吧。哎呀，我的好姐姐，我又不是不借给你。那你倒是拿来呀。哎呀，你就说嘛，你还想跟萧然私奔不？不想。你怎么能不想呢？没钱啊。可萧然有钱呐。再者说了，你若是跟林寒舟和离的话，他的钱得分你一半出来，那时你不就有钱了吗？我说翠花姐，你可真是猪脑袋。可林寒舟他不同意和离呀。翠花，和离的事你之前不是叫我帮你吗？对，我想起来了，你假装跟他那什么，然后我来捉奸，定他个不忠之罪，这样我就能休他了。对呀，你当时就这么求我来着。哎，可你一个姑娘家，叫你干这样的事儿，我有点良心不安呐。为了姐姐过得幸福，我这个当妹妹的吃点亏也是无妨的。你这么说，我心里也没压力了。哎，还是如烟妹妹对我最好。翠花，你自小没娘，你爹又不管你，爷爷奶奶对你也不好，我这个做妹妹的，我实在是心疼你。翠花，你觉得这样可行吗？你想跟萧然私奔的话，就得先休了林寒舟，拿到钱。在休林寒舟之前呢，咱们得先想个法子，如何捉奸。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想让男人犯错，首先得给男人犯错的机会，这样的话才能抓住把柄嘛。也就是说呢，趁着这几日林寒舟没有进山的打算，咱们可以开始计划了。首先这几日呢，你带孩子们出去玩，我才能更好的接近他。等时机一成熟，我就通知你，到那时呢，便可以拿下把柄。翠花，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休夫了。到时候李翠花一闹，全村人都会知道她和林寒舟的事情，那么多眼睛看着，这生米煮成熟饭，不管是老周氏还是小周氏，都得老实把她嫁给他。而林寒舟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娶她。而李翠花呢，一旦离开了林家之后，萧然要不要她，他有没有去处，是死是活，都跟他林家和他李如烟没有任何的关系。哎呀，那你怎么办呢？要不咱们一块跑，都给萧然做妾去。翠花，我爹娘在这儿呢，我能去哪儿啊？那你只能嫁给林寒舟这个目不识丁又粗鲁又暴力的村夫了，我岂不是害了你？姐妹俩又说了一会儿，眼看就要到正午了，李如烟还得扯猪草呢，起身就要走。你先去忙吧，我再睡会儿。对了，翠花，这些日子你怎么突然对林景兄妹俩那么好啦？利用他们为我办事喽。啊，我就说嘛，以你的性子怎么可能对他们好啊？虽说孩子们挺无辜的，可想想这样也好，哄好了孩子，相当于哄孩子们的爹嘛。到那时若发生什么事情，理由就更充分了。翠花，还是你聪明。高啊，实在是高。等林寒舟对不起你时呢，你就可以说了，我对你跟孩子那么好，你却背叛我。到那时光明正大的和他和离，便可以跟萧然在一起了。这个好妹妹呀，替他考虑的这般周全，既然她想嫁人，那就不妨好好帮一帮她吧。浮云忽然听到窗外似有重重的喘息声，浮云心下一咯噔，跳下床便往外跑，却什么都没看到。翠花，怎么了？没事，你先回去吧。好，那咱们说好的是，容后再说。阿景，你怎么啦？可是没要到钱吗？我没要。为何啊？你是怕云姨不给你钱吗？你放心吧，她有很多钱，一点糖果还是买得起的。不知道。哎，你胆子可真小，你不敢要我去要。不许去。阿景，你怎么啦？云姨骂你了吗？小孩，你们还买不买糖果了？要是不买，我可要去下一个村了。买。不买。
那我再等你们一会儿，一会儿不管买不买的，我都要走了啊。不买不买，你快走吧。阿景，你到底怎么了？不要你管。林景，你到底想干什么？今天我也凶吗？骂你的是云姨，不是我。有种你跟他说理去啊！怂货。行，你不敢去，我帮你说去。不准去。小爷今日偏要去了，不就是几文钱吗？大不了以后加倍还他就是了。我叫你不要去。你放手！我叫你不准去。云泽被打懵了，脸上传过来剧痛，让他怒火瞬间就升起来，对着林景脸便打下去。俩人在树下撕扯打起来。阿景、阿泽，你们别打架，都是自己人，打什么架嘛？就是，咱们不是说好一致对外，去搞李二狗那几个人吗？俩人打得正上头，完全没注意到在河的对面有两双眼睛正远远地盯着他们。十一，你看那个像不像？那么多孩子，你说的是哪个？穿灰色衣服那个。那么多穿灰色的，你自己也穿灰色，叫我看哪个？你还19，我看改名叫虾九得了。十一，你不会是犯眼疾了吧？谁跟你说我有眼疾啊？哎呀，只不过离太远了，看不清楚罢了。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你在此等候，我去确认一下。你说什么杀？就是打个比方。十一偷偷潜进村去，躲在树上，远远盯着那群孩子。好几个小孩围在一块儿，他逐一辨别，都没看到自己想找的人。倒是地上打架那两个吧，身形有些相像，只不过两人扭在一起，看不到脸。过了好一会儿，李延之几人才将林景和云泽分开。俩人脸上都挂彩了，粘了一身的土，完全看不出本来的样子。这俩孩子脏不拉几的，是又黑又野蛮又爱哭的。19说那个灰衣娃娃若到被人骑在身下挨揍，绝不可能是小主子。可是小主子不是，走吧，去别处找。可我瞧着有点像啊。不像，小主子不会哭，也没那么脏，更没那么弱。这是怎么回事啊？云姨，站那儿别动，我先打水来给你洗干净再说。告诉云姨，跟谁打架了？疼不疼？疼。可是李小虎又欺负你们了。云姨，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娘亲就好了。在家的时候，不管是他打人还是他被打了，他爹的女人都会责怪他，逮到机会就会教训他，就只有云姨会那般温柔地问他疼不疼。哎，好了，不哭了。若真喜欢我，等你回了家，或者以后有能力了，再多给我一份赏金，意思意思就好。没打架，就是不小心摔跤了。摔跤摔成这样？就是摔得严重一些，我碍事的。你自己玩会儿，我去做饭。等一下，云姨，我想问你，能给我10文钱吗？怎么突然想起要钱？因为我没钱。你要钱，可是跟你们的千秋大业有关。什么千秋大业啊？我不知你在说什么。那这钱是拿去干坏事？不是，我答应阿景和大牛要买糖给他们吃的。君子不能言而无信，我没钱，便只能找你借一些。云姨，你就说给不给吧，大不了以后我10倍，不100倍还给你就是了。这不是给不给的问题，首先我得确定你不是拿去干坏事才能给你，知道吧？几个铜板能干什么坏事啊？给了习武之人，他能杀人；买了火石，他就是火；买了砒霜，他就是毒。你说能干什么坏事？我就是找王婆子买糖。哼，买糖能交朋友。浮云揉了下小家伙脑袋，回房数了10个铜板给他。云泽要到钱便往外跑。去叫弟弟妹妹回来吃饭，可别再跑远了。知道啦。林景坐在柳树下发呆，别的孩子都已经回家了，就只有凌雪一人蹲在一旁陪他。喏，给你，你别难过了，这是我找云姨借的，可不能丢了。林景怔怔地看向手中的钱，那女人的钱他不想要了，他方才兴冲冲跑回家，想找他要钱买糖果的，却听他说对他们好只是为利用他们罢了，骗子都是骗子。一想起方才听到那番话，林景心就疼啊，他眼眶一酸，就落下泪来。
阿景不哭，有哥哥罩着你呢。你把钱收起来，等下王婆子来了，咱们再买些糖。等存够了糖，哥哥带你收拾王小虎那个王八蛋，报仇雪恨。听到这番话，看到云泽脸上的伤，林景心中顿生愧疚。哥哥不哭，等咱们存了糖，就去收拾李小虎。林景紧紧抿着唇，一抹眼泪，重重点点头。走吧，我们回家吃饭。你们两个打架了？没有，是摔跤的。好吧，下次小心点就是。而吃饭的时候，他坐在饭桌最边角，离浮云最远的方位。你怎么坐那儿了？过来一点啊！林景仿佛跟没听见似的。哎，不过是跟人打架而已，我又不骂你不打你，这么害怕做什么？云姨，怎么不见姨夫啊？不知道，我们先吃吧，我给他留了的。阿景，天都黑了，姨夫怎么还没回来啊？不知道。会不会遇到坏人了？不知道。你就不担心他吗？爹爹很厉害的，他没什么好担心的。会不会打猎去了？可这大晚上去打猎，也看不见猎物啊。我不知道，你话可真多。嘘，不知道就不知道嘛，凶什么凶啊？爹爹，你怎么还不回来？阿景想你了。哼，哪有戴着面具行阵的？好生奇怪。掌柜的，你请来的这大夫到底能不能行？是这样的，里头那位大夫年轻的时候被一场大火烧毁了脸，戴面具只是不想吓着病人。别看他有些奇怪，他医术很好。姑娘啊，你不妨先去隔壁房间歇一下。1个时辰以后，门终于被打开了。你朋友已无大碍，明早便可带走，诊金20两。20两？你抢劫呢？不然我给你20两，买他一条命。掌柜的，给这位姑娘开10副补血的药，顺便叫个大夫来看看，今晚可能会发烧。哎，是。掌柜的拿了钱，便往前厅抓药去了。他真的没事了？你若希望他有事，我可以帮你。有病，当真是个怪人。公子啊，你说他们会是什么？不像好人，以后这样的伤者别收。可人家拿刀架在脖子上，不敢不收啊。唉。林汉洲无奈叹了口气，进了柜台，自己抓2副药出来。公子，这药是治风寒的吧？林汉洲懒得搭理他。公子，你家最近用药挺多呀，一会儿跌打损伤，一会儿情绪降火，一会儿失眠多梦，一会儿又是风寒，这给谁吃的？抓你的药哪那么多废话？林汉洲抓2副药就要走。公子啊，你上哪儿去？回家。哎，天都这么晚了，别走了吧。不放心。早晨那女人发热成那个样子，也不知如今好了没有，他得回去看看。可你走了，那个活不掉的，那杀神会把我们都杀了。能活，放心。李浮云，醒醒，喝了药再睡。阿景给我找了草药，已经喝过了。这个效果更好。好吧。林寒洲把药碗送过浮云嘴边，他喝完身子一倒，软绵绵地靠在男人的臂弯里。好难受，我感觉我要死了。放心，有我在，你死不了。扶他躺好了，又替他掖好被角，男人才转身出去。林寒洲回到房间，就见林景爬了起来，他一眼就看到林景脸上的伤。阿景，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摔的。爹爹，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今日有点忙，就晚了些。你没跟你娘说我去哪儿吧？没有，她都没问过你。爹爹，你为何关心娘？什么？我刚才出去闻到药味了，你给她带了药回来，是不是？啊。爹爹，你为何对娘那么好啊？他有对她好吗？林寒洲自己也不知道。一开始不是你叫我跟她和平相处的吗？可是你给她熬了那么多的药，她却一点不关心你。爹爹有阿景和小雪就够了，不需要她关心。爹爹，那你会背叛娘吗？背叛？这词儿你听谁说的？别人说的。爹爹，你会不会做对不起娘的事？不会。真的？真的。哼，那就好。只要爹爹不做对不起娘的事情，娘就没理由和离了呀。你为何突然问起这个？没什么。你有事瞒我？没有。阿景，你忘了咱们的约定了，父子之间是没有秘密的。真的没有瞒你。你不愿跟爹爹交心了，还是说
你怨爹爹很少陪你，所以只喜欢娘不喜欢爹爹了。爹爹，我跟你说，你要保证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保证。我今日听到小姨和娘说，要是爹爹做了对不起娘的事，娘就要跟你和离。什么？和离？这又闹的哪一出啊？他忙活了一天，还连夜赶回来为他熬药，他却计划着和自己和离吗？又哪里惹他了呀？浮云一觉睡至天亮，烧可算是退了。娘，你起来啦？娘，你好些了吗？昨晚你爹爹给我煎了药，发发汗就好了。爹爹的药很神奇的。对，很神奇的。娘，吃饭了，我们都吃过，只剩你了。吃了早餐再喝药哦，喝了药不能喝凉水，不然会影响药效的。知道了，谢谢阿景。哎，对了，你爹爹又上哪儿去了？去山上了。进山打猎？不是，他说去砍几根竹子。浮云吃了饭，喝过药，将这几日换的衣服塞进桶里，犹豫了一下，把林寒舟搭在床尾的衣服也给收了。他便两手拎起桶往河边走过去。哎呦，翠花呀，你也来洗衣服呀？好些日子没见你来了。是好几日没来了。翠花姐，你好白啊，你这脸是用鸡蛋擦出来的吧？女人的皮肤是要养的，最直接的呢就是少晒太阳，尤其是中午下午，日头最烈的时候别晒。像现在天气干燥，脸就容易干，想要水润一点的话呢，也可以用鸡蛋清敷脸的。你真的是用鸡蛋来擦的呀？难怪看起来跟鸡蛋一样又白又滑。最关键的是还是要少晒太阳。翠花，除了不晒太阳，有没有实惠点的办法？这鸡蛋金贵着呢。你们也想护肤？谁不想变美啊？我认得一种可以用来擦脸的草，你们若是想要的话，改日我去山上挖点来分你们。真的吗，翠花姐？自然。之前带林景去后山那次呀，浮云在半路看到过几棵芦荟，倒是可以去挖回来一点。这几日啊，他算总结出来了，这女人间的纷争啊是永远平息不了的。既然打不过，那便加入呗，顺便借此机会贿赂他们一下，拉帮结个派什么的，让刘寡妇孤立无援。他的宗旨就是啊，能群殴就不单挑，能使诈绝不光明磊落。也就是你男人有能力，挣的钱随便你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像你说的，用胰子洗脸能洗得干净，可那胰子最便宜的就要20文一块，我们哪里舍得买呀？买不起可以自己做呀。就是不知道如何做了。平日洗东西能用得上造假就不错了。浮云忽然的神秘一笑，这果然出来混呐，最关键一点在于出来，往女人堆里一扎，聊聊家长里短的，财路不就来了吗？林大哥，林大哥，早啊！你是准备上山砍柴吗？林寒舟淡淡的了一声，拔腿便往山路上走过去。真是太巧了，我正要去砍柴呢，正好一起有个伴。我不需要伴。林大哥，你等等我，山里有蛇，我有些害怕。怕就回去。李如烟借砍柴的由头，一路跟在林寒舟后面。林大哥，你昨天上哪儿去了？林大哥，我昨儿去你家了，本想找你说事的，只有翠花姐一人在家，便和她聊了一下。你猜她跟我说什么了？与我无关。李如烟似已习惯他的态度，并未过多在意。李如烟自顾自地说着，我见他近来对孩子好嘛，以为他会好好过日子，便多劝了几句，哪知道他就同我说些心里话。他同你说什么？他跟我说他故意对孩子好的，只想利用孩子们跟你缓和关系，好提和离，一哄好孩子便能和你要赔偿分家产，还说一和离呀就要找萧然去，他们俩私奔。我心想也拦不住他，他便走就走吧。可他假装对孩子好，想必是想看孩子们撕心裂肺的哭，然后求他留他，好寻求报复你的快意吧。林大哥，我也真是没想到翠花姐竟然会如此狠心。男人的手心攥了攥，冷嗤一声，转身大跨步往山上走了。林大哥，我在这儿砍柴，就不和你一道了。那女人当真想和他和离，利用孩子报复他吗？以往
就是他逼他离开，他都赖着不走，还理所当然的拿父亲压他，3天2头找自个儿要钱。现在终于做好离开打算了，他还没死呢，却想分他家产了，当真是可笑。林家早被他败光了，哪来什么家产呢？而现在呢，也只有上次卖熊掌的40多两银子，还是用命换回来的。越这么想着，他心里越感觉憋屈啊。伤害他可以，但想伤害孩子绝不允许。李翠花，你要的东西给你弄好了。韩州啊，你媳妇呢？她不在家。村长，您的脚怎么了？下牛车不小心扭伤了。李大德给自己找了个板凳，坐在屋檐下，从怀里掏出纸张，缓缓展开。你媳妇托我给她弄的地基，今日得空便去办了。这趟啊，便是送地契来的，纵向8米，横向20米，户主林韩州啊，都没问题。那给你。韩州啊，你总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哎呀，我瞧你这媳妇儿现在满心满眼都是孩子和你。林寒洲嘴角不自然地抽了一抽。什么叫守得云开见月明啊？老头不会讲话，不要乱讲好吧？还有那女人满心满眼都是孩子和他吗？他满心满眼的是他拿命挣的钱才是啊。我跟你说，你这媳妇儿自从脑子好了之后，那老头啊越瞧得越顺眼。你坐下，我跟你慢慢说。你媳妇儿前几日呢去找了我2回，一开始我以为她要搞事儿啊，我不敢见她。可她去了就是看看我，放了东西就走了。哎，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她还送了这小树啊，一只木老虎。那木老虎一看就是你做的。第2回找我吧，就说了你想弄菜啊、种地这事儿。哎呦，你瞧我说什么了？这事儿是你托他去办的，你自然知道。他跟您说是我托他办的？是啊，就是他不说，我也能猜到与你有关。那李翠花怎么可能会想到种菜呢？对不对？他这说点你不知道的吧？当时我问他，还是想好了要好好跟你过日子啊？他说自然想啊。我也寻思这些日子他对孩子这般好，那的确是真心实意要好好过的。我看他这脑子是完全好了，所以才说你守得云开见月明了。老头我呢也算是把那烂泥扶上了墙，今后啊也不用为你家的事操心了。林寒洲一直默默地听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实际上啊，他也不知道该发表什么意见。村长，我看看您的脚，扭伤可严重？说重也不重，就是重疼。踝关节错位，我帮您揉揉。痛吗？不痛。哎呦，你会正骨啊？以前跟我爹学过2手。再说常年在山里，跌打损伤是常有的事，时间长了便会了。哎，对，差点忘了，你爹当年可是咱李家村唯一大夫，村里多少人找他拿过药，不知给大伙省下多少钱呢。他不过是认得几株草药，算哪门子的大夫呀？哎，话也不能这么说。当年老头我不小心吃了有毒的毛窝窝，那本以为要命丧黄泉了，那多亏你爹啊，才让我捡回一条命来。自从你爹走之后，山上那毛窝窝再无人敢吃，大家都怕中了毒无人知。你说你爹这么好的人，又打得一手好猎，怎么就……韩州啊，我瞧你这手法看起来挺有门道的。外行看热闹，内行才看门道。若是您懂正骨，就知道我这手法有多糙了。可以了，村长您起来走走看。哎，好了。哎呦，不疼了。嘿，韩州啊，多亏了你啊，不然老头子我还得多遭几天罪。这都是晚辈应该做的。说起来，我还得感谢您为我家的事辛苦跑一趟。不辛苦。看着你们年年轻轻的把这个日子过好，我这做长辈的心里头也欢喜。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村长等等，我还没给您买地的钱。你媳妇儿已经给了。给了？他哪来钱给呢？对了，这半个月以来他买了不少东西回来，可却从未跟自己要过钱。他哪来那么多钱呢？哎呀，给过了。自从他脑子好了之后啊，不仅办事儿好看，说话也好听。老头我瞧着他跟你越来越相配了。村长，我送你。哎，你去忙去吧，我就走了啊。林寒洲一边在院中破竹，一边神游9天。村长今儿抽什么风啊？就会听那个女人说那么多好话。林寒洲，你回来了。林寒洲心头猛地一跳，手一抖，那刀无情地划到虎口，一瞬间血流不止。哎，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这么大个人，用刀还能伤到手？哎呀，我说，最近咱家有些时运不济啊，不是这个受伤，就是那个受伤的。李浮云，你这是在关心我？哼，你是我相公，我不关心你，关心谁啊？去关心你的书生哥哥呀。你吃醋了？哼，吃醋，想的可够美的。其实
我后来才发现，家里的猎人哥哥更好。浮云拎着桶到一旁晾衣服去了。李汉州，你会做木匠活对吧？你想做什么？衣架，就是有弧度的三角形，左右两边微微凸起来一点，上面有个弯钩，这样就能把衣服竖起来晾，收挂方便又省地方。浮云眼眸一转，一条财路又上心头了。衣架子是20世纪30年代才发明出的东西，这朝代铁定没有。他若是弄出来，能换钱东西不又多了一样吗？浮云激动地搓着手掌，今日收获还真是不错呢。他仿佛看到大把大把的银子长了翅膀一般朝自己飞过来。浮云把衣服晾完了，林寒舟又惊呆住了，这里头还有他的一套，这女人竟会给他洗衣服吗？喂，林寒舟，你发什么呆啊？你刚才说什么？就是这个样子的衣架，你会不会做？你这眼神是什么意思啊？会不会倒是说句话呀？要多少？20。好，谢谢。地契，村长送来了。这2日啊，浮云在家倒腾菜地，而林寒舟用之前劈好的竹子在茅房旁边沿着围墙搭了个鸡舍。小鸭鸡有房子住了。你娘在干什么？娘在挖地种菜。你在看什么？我想在这儿弄个洗澡间，以后就固定在这儿洗澡，连着过来再弄个小小的杂物间，然后就可以把爹以前住的房间腾出来用。你觉得如何？林寒舟愕然了，他没听错吧？他方才说的是爹，这么多年了就没听他这么叫过。可以。洗澡间的地面我想用青石板铺，然后砖加上瓦。哎呀，好像有点小贵啊。你还有钱吗？还有一些，不过起房子的事儿也不急，你若需要我就把钱先给你。什么？林寒舟再次愣住了，他的意思是他很久没朝自己要钱了，可他好像理解错了。别用这种奇怪的眼神看我。你放心，跟着姐，有姐一碗肉吃，就用你一口粥喝啊。你若是没钱了就跟我讲啊，别不好意思，咱们都是一家人嘛。小样，只要你乖乖做姐姐的男人，姐宠你啊。他又在胡思乱想什么了？他回屋翻出2锭银子来，返回塞到浮云的手中。浮云的表情立马就亮了。其实妹妹我也不是多么要强的人，我做你女人，你宠我也是一样的。李浮云，把你的口水擦一下。见笑了。浮云下意识擦擦嘴角，哪有口水啊？再看男人的似笑非笑的模样，浮云恼了，这混蛋竟敢耍他。他正想揶揄回去，男人转身便走了，看向这白捡的20两银子，浮云心思雀跃得很，这么多钱呢，要怎么花才能花得完呢？按照购买力来算的话，1两银子差不多能抵他那个时代1000块钱，20两便是2万块了，出手便是2万零花钱，这男人很大方嘛。这家里事情忙好了，浮云第2日便去往镇上。哎呦，浮云姐姐，我可想死你了。滚！每回都是一样的开场白，有没有一点新意呀？上次的土豆，不是地蛋，反馈如何？不错，特别棒。不过我这2日非常焦虑。焦虑什么？说来听听。说起来就来气，自从这地蛋片子推出之后，很多人冲他来。小爷辛苦学来那些，就嫌有人吃了，都点地蛋片子。还有很多人直接拿篮子来，大篮的装。这是好事啊！你莫不是焦虑钱多了，不知道怎么花？好个屁！小爷先前走过很多地方，学来的特色直接卖不出去了。现在地蛋消耗越来越大，卖完之后新的没有，旧的不要，小爷还能卖什么？你说的对，这么重要的事，我差点给忽略了。他妈，小爷脑瓜好用着呢，还不是你说的要多读书？宋云东，你这2日就安排人去各个村收地蛋，范围可以扩大到整个正阳县，这东西放得住就多收一点。啊，现在哪还有这么多地蛋呢可收啊？没有就扩大到府城。你确定？这地蛋，从今天开始都该改名成土豆了。土豆，感觉怪怪的。过2天就不怪了。现在咱们这个麻辣土豆片爆火，要不了几天肯定会有别的商家来偷学技术，或者直接买回去自己研究，
这土豆还有很多好吃的神仙做法，一旦让别人研究出来，抢占了先机，咱们就得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听过没有？没听过。所以才叫你多读书嘛。趁别人还未反应过来，咱们先把土豆都收了，到时候别人就算是把咱们的配方研究出来，同样也爆火。但是他们没有提前存货，打死都起不来量。想要起量，就只能等下次秋收。而到秋收的这个半年间，咱们的特色土豆名气早就打出去了，别人拿什么来争啊？半年的土豆垄断足够大捞一笔，也足够创建我们跟顾客之间的粘性。我保证，到那个时候，只要一提到土豆，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福月小食，毋庸置疑。自信满满、侃侃而谈的浮云呐，此刻在宋云东看来，就像是个浑身在散发着光芒的仙女，还有不断迸射出的一些新鲜词汇，让他深陷其中，呆呆听着，一个字儿都没打断。你之前菜单上的那些菜品，每一道都是特色，可混杂在一起反而没了特色。现在要改的就是树立、包装我们的最新特色。首要主打的产品就是土豆，这东西产量大、成本低、利润高、可塑性强。像什么狼牙土豆、麻辣土豆、七彩土豆、旋风土豆，老奶洋芋、洋芋粑粑、火烧洋芋，这些都是别人想不到的。咱们得利用现有的条件优势，先吃一波红利，然后慢慢的将店内的产品重心转移到土豆上。之前的那些不受欢迎的产品就逐渐淡出顾客的视野，到时候便可直接撤了。把土豆做成福月小食的特色，秋收后别人就算是模仿，不管模仿的好不好吃，也撼动不了咱们在土豆界的地位。这世上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好看，声音这么好听，脑子这么好使的女人？光是听到浮云半年的规划，他就仿佛看到大把大把白花花的银子。娘，您儿子出息了。说了这么多，你听懂了吗？懂了。那是觉得很困难做不到？不难。那你哭什么？感动，太感动了。哎呀，仙女姐姐，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真的？真真的。那我问你，土豆你去不去收？去，马上就收。那菜单今日改不改？改。土豆的神仙做法学不学？学。我想多加一成利润，行不行？行。浮云噌的起身，去柜台处取来笔墨，从怀里掏出合约。来吧，弟弟。宋云东还未反应过来，手印就按了下去。对了，你手上那份也拿来改一下，不然我怕你记不住。宋云东不禁怔住，咋回事啊？他好像遇到贼了，强买强卖的贼。你这是什么表情？是你自己答应给我多加一成利，你还画押了，莫不是想反悔？李翠花，你李浮云，谢谢。坏女人！怎么？我看你好像有点不情愿呢。你说呢？在你心上掏一洞，你乐意啊？要不我走？别走！求你！夫人，你太有眼光了，这几套衣服都是我家绣娘耗了许多精力做出来的。别说布料，就是这做工这针脚，那都是顶顶的好，只是放在那儿很少有人问。很少有人问？是啊，说来也不怕你笑话，我这儿本也是卖布匹为主，成衣问的人倒是有，可买的人却很少。价高，许多人买不起，便只是买布自己去做。像你这样一次买5套的，一年也遇不着几回。他不会做，也没耐心做针线活，所以只能买了。老板娘，我倒是有个法子，或许能让更多的人问你家的衣服，可愿听听我的建议？什么好法子？就是做个展示的东西，把衣服挂起来，大家就方便看了。怎么没有？你瞧瞧，那2个衣架花了200文做的，我都放门口了，没多大用。我说的不是这样的，那东西一套下来，可能要花个300-400文钱。我敢保证，东西一拿来，绝对会有很多人注意到你家成衣，而且客人挑选过后，还不用麻烦你再去重新叠，只要随便卖出去2套，成本就回来了。之后便是让他为你服务，一劳永逸，你说多划算呢？不用重新叠衣服，有这么神奇？
自然。你若是信得过，我回头给你弄一套来试试，反正就300-400文，对你来说也不多。这可以吗？浮云缓缓扬起脚下的笑容来，哼，只要给钱，没什么是不可以的。娘，你回来了，嘿，我给你们买了好多的东西，快进屋看看。饿不饿？先休息一下，很快就能吃饭了。李寒舟，后院是你弄的吗？你觉得会是谁？什么玩意？好不容易找一个聊天的话题，可人家爱答不理的，气死了。不过撩这样的男人才有挑战性，那种一撩就撩到的，多少有点不矜持。李寒舟，没想到你还是挺能干的嘛。既然你这么能，明日再把地翻一下呗。看这女人笑的模样，他早该知道准没好事儿。林寒舟，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在跟你说话呢。听到了。哼，我还以为你又聋又哑呢，不就是叫你翻个地吗？不愿意就直说，别整这些阴阳怪气的。李浮云，你能不能别这么暴躁？相公喜欢看我温柔的样子，就早说嘛，以后人家再也不对你暴躁了，好不好？李浮云，怎么了？相公可是觉得人家还不够温柔？浮云的声音又加了一个度，林寒舟暗自咬牙呀，是让他温柔，不是让他发浪。相公为何不敢看我呀？只要你转头看我，我就不信你会两眼空空。你正常一点。明天我要上山，你把后院的地翻了，翻不完不准吃饭。叫你翻地是看得起你，别不识好歹。林寒舟顿时松了口气，哎呀，这才是正常的李浮云嘛。刚才那副矫揉造作的样子，他差点以为他鬼上身了。才出去没多一会儿，浮云又折回来了。那这是给你买的衣服，试试看合不合身，若是不合身我好拿去换。可是不喜欢这个颜色，颜色不喜欢也能换的，我跟卖衣服的说好了。他完全没有想到他会给自己买衣服。我要上山一趟，你们自己洗漱，乖乖的在家玩，不许打架闹事，知道吗？娘，你要去哪儿？去后山，很快回来的。你打算上山做什么？我的意思是，我也要上山，可要一起。你上山做什么？砍竹，做竹筒和衣架。那不顺路，我不走竹林那边，再见。别进深山。知道了。林寒舟去竹林砍几棵竹子回来，便在院里劈竹，做浮云要的东西。林寒舟正琢磨打磨竹筒呢，院门被人从外面推开。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林大哥。你来做什么？林大哥，翠花姐呢？她不在，你改日再来吧。李如烟自然知道李翠花不在，早晨那会儿啊，她在地里瞧见了，她上山去了，孩子们都在外面玩呢，这难得的独处机会啊。林大哥，你弄这么多竹筒做什么呀？林寒舟并未说话，只淡淡瞟他一眼，还有他腰间挂着那个荷包，这个荷包便是上回李浮云问他要的，若有似无的会散发出一股奇香，这味道旁人或许无法分辨，只感觉好闻，可林寒舟却闻出来这里面另有乾坤，跟上次闻到的味道一样，这里头放的是一种能激发人欲望的药物，不知这姑娘从哪儿弄的。这荷包不适合你，最好别带。我是看着好看才买的。对了，林大哥，上回在后山有件事我忘了跟你说了，很重要。翠花姐让我别告诉你，可是我犹豫好久了，我总觉得吧，若是瞒着你，心里不踏实。再说了，这件事情本是她做的不厚道，再瞒着你的话，就更那个了。说这么多，却没有一个字是重点，犹犹豫豫，磨磨蹭蹭，一点也不如那个女人来的爽快。林大哥，是关于小雪的，那日翠华姐亲口告诉我的，说小雪是别人的孩子。你说完了吗？我说完了就滚。这女人上回跟他说李夫人虐待孩子，要跟他和离，可实际上呢，他买了菜地，又规划着以后的日子，村长都说了，是想跟他好好过日子的。这次又来跟他说小雪不是他的孩子，他到底想干什么？
林大哥，你不相信我吗？他亲口告诉我的，我不骗你的。他说小雪是光头李的孩子。李如烟，你到底要干什么？林大哥，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这么多年了，你一直被蒙在鼓里，我替你感觉不值。所以呢？所以，你希望我怎么办？他想知道这李如烟到底是何居心。笨蛋，还能怎么办呀？当然是希望你休了李翠花，好娶她喽。光头李，你再敢胡说八道，小心我撕烂你嘴！林大哥，你别听他瞎说，他就是个二流子。是，我是二流子，我胡说八道。林寒舟，你到底何时休李翠花呀？要我说，李如烟这么喜欢你，你就娶了她吧。你滚你少满嘴喷粪了。哼，李如烟啊，这里又不是你家，人家林寒舟都没发话，你凭什么叫我滚呢？还没嫁过来就想取代我家花花，就这么想给孩子当后娘啊？别以为我瞧不出你喜欢林寒舟，嘿嘿，你四哥我呀，在外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你这样的姑娘啊，可见得多了，你也就能骗林寒舟这种没见过女人的傻瓜蛋。光头李，别乱说话。林寒舟呀，你还真是个笨蛋。李翠花不喜欢你，你偏要揪着不放，人家李如烟喜欢你，你又装作看不出来，难不成你是欲擒故纵，想一起收了这对姐妹花，好过逍遥日子？滚！哎呦，我的屁股！林寒舟，你个渣男！等李翠花回来，我就告诉她，你背着她跟别的女人乱搞。我奉劝你啊，还是早早的把她休了。你不爱她，我来爱；你不疼她，我来疼她。对了，还有小雪，我听说小雪是我的女儿，到时候一定要叫翠花带上小雪去我家啊，白捡个闺女什么的，我最喜欢了。林大哥，那光头李就是瞎说的，我只是觉得翠花姐行为实在过分，看不下去而已，我没有别的意思。滚！林大哥，别逼我翻脸不认人。林大哥，他就是瞎起哄，我真没那个意思，我不是。可这话未说完，就被林寒舟扯着丢出院子。光头李今儿本想去看浮云的，哪知啊，竟让他瞧见这么大秘密。他背着个手，无比欢乐，在村里面东家走西家窜的。走着走着，便到了祠堂这边。刘嫂子，你咋瘦了？死光头，你他娘的是来看老娘的笑话？说话咋这么难听呢？我分明是怕你寂寞，特来看看你。过来让我摸摸，是不是真的瘦了呀？摸你爹！刘寡妇捡起石头朝光头李砸过去。嘿嘿，没打着。刘嫂子呀，你生气的样子可真好看，那肉一甩一甩的。王八蛋，老娘撕了你的嘴！这光头李整天无所事事的，不是调戏这家姑娘，就是调戏那家媳妇儿的，可偏偏有贼心没贼胆的，只敢过嘴瘾罢了。不过呀，已经足够可恨了，足够让刘寡妇把他大卸8块。王八犊子，老娘你也敢调戏？也不打听打听老娘是谁？刘寡妇在祠堂里待了不知多少时日，心中的郁闷激愤越多，逮住个出气筒便直接往死里揍。光头李虽是个男人，可瘦不拉几的，哪里是肥胖的刘寡妇对手呢？当即被打得嗷嗷直叫。李明成媳妇儿赵氏提着个送饭篮子进来，便看到刘寡妇骑着一个男人，而那男人呢，躺在地上嗷嗷叫得十分的销魂。你们！他转身就跑。明成媳妇，站住，别跑！哦吼，你完蛋了！滚！明成媳妇，你别跑！爹，明成，快救我！我说，明成媳妇，你跑什么？你想杀人灭口，我能不跑吗？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爹，他跟光头李在祠堂里是那种事，当着祖先的面被我撞见，还想杀我灭口，吓死个人嘞！刘寡妇脸立马就白了。林寒舟做好了饭，孩子们也回来了，却不见那个女人回来。爹爹，娘呢？还没回来？该不会是光头李找他告状，他信了，然后直接跑了？他要是跑了，那这几个孩子怎么办呢？你们在家待着，锁好门，我出去看看。爹爹，娘会不会去祠堂看热闹了？祠堂？对呀，刚才我们回来时看到好多人都往祠堂去了。我知道了，你们乖乖在家待着，哪儿都不要去。
你们两个当着大家的面把话说清楚了，为何要在先祖跟前不要脸的行苟且之事？村长，不关我的事儿，是他先动的手，我是无辜的呀。林寒洲一赶到，就听到这样的话，难不成真是那个女人和光头李？他心头一咯噔，急忙探头往里面看过去，而跪在中间的确实是光头李，可他身旁跪的不是李浮云。林寒洲重重呼了口气，抬眼在周围扫视一圈，那女人并不在祠堂，不在祠堂也不在家，莫非还在山上？不行，得去找她。才出祠堂，就被一旁窜出的人影给拽住了。山上好物太多，浮云跟寻宝似的找到好多东西，可等他回过神来呀，天色已经晚了。好在天黑前成功赶下山，从山脚摸黑走了一段，才到家门口。是谁呀？是我。哎，就你们几个在家呀？林寒洲呢？爹爹去找你了。去找我？去哪儿找我呀？好像是往祠堂那边去了。今晚祠堂那边好多人呢。祠堂人多的时候啊，一般都是有热闹看的。死光头，你说句话！老娘方才是在打你，不是那个。村长，我是受害者，你要为我做主呀。光头李，你就从了吧，反正你也是咱村的老光棍儿，刘氏长得也不赖，还有儿子，便宜你了。去，别胡说，我心里头只有我家翠花一人。哎呦，只有你家翠花，可你却跟刘氏在这幽会，合适吗？放你娘的狗屁！老子不过是从这儿路过，寡妇她就把老子揪进来，想非礼老子。呸！你他娘的从墙头上路过，还非礼你？就你这货色歪瓜裂枣的，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什么德行？村长，我好好的在祠堂反省，光头李他就趴在墙头想来侮辱我，我一气之下才会将他拽进来打，恰巧被赵氏看见，才生了这样的误会。你那是打吗？你分明是骑在我身上侮辱，若不是赵嫂子瞧见，只怕我现在也就没命了。你不想活，我还不想活了呢。村长，你看我的脸，他逼我就范，我不从，他就打我，把我打成这样。光头李，你他娘的再胡说八道，毁我名节，我要你死！都住嘴！浮云在人群后面看到这一幕啊，忽然忍不住笑出声来。他总算明白了，为何以往总会有人去林家趴墙头围观去，看别人吵架实在太有趣了。扫视一圈，没看到林寒洲的身影啊，他便悄然离开了。那男人不会真找上山去了吧？浮云踏上小路，往后山山脚方向走过去，却忽然听到路边不远处有叽叽咕咕的人声，距离有些远，只依稀看到两个人影。林寒洲本想找人的，却被李如烟拉到此处，说是有重要的事情。他下意识以为是浮云的消息，便跟过来了。谁知这姑娘张口就说她没故意污蔑浮云呐，那孩子真是光头李的，方才在林家，光头李都承认了。云云，你若再说这样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林大哥，我脚扭了。林大哥，我脚扭了，好疼啊！一见他靠过来，林寒洲就跟见鬼似的，急忙把人推开。李如烟猝不及防往后跌过去。哎，相公，你怎么会在这儿呢？还是跟如烟妹妹一块儿？翠花姐，你误会了，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我跟林大哥是……姐妹，气氛到了，快点误会啊！只要跟这个男人和离，就能找你的萧然哥哥了。哈，误会。相公，你为何要推倒如烟妹妹？我没。翠花姐，林大哥是推了我，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林寒洲，你手劲那么大，人家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可经不起这么粗鲁的推搡，下回温柔点。哼，真没见过你这么欺负人的。如烟，我拉你起来。傻子吗？捉奸不是这样捉的呀！你应该先大叫一声，把人引过来，接着误会质问他，然后不听解释发脾气，最后提和离才是啊！哎呀，算了，都到这份上，以后有机会教他吧。浮云拉住李如烟的手，用力一扯，李如烟就跌跌撞撞起身了。不等他站稳，浮云就踩到石头上，扭了脚，身形不稳，一个不小心就把李如烟往身后斜坡上推过去。哎！伴随一声高叫声，李如烟摔下斜坡，滚了好几圈，而浮云呢，被身后男人眼疾手快的扶住了。啊，
如烟妹妹，对不起啊，我不小心踩到了石头，扭到了脚，我不是故意的，你不会生我的气吧？何止生气呀，他简直快气炸了，这女人定是故意的。如烟妹妹，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没事吧？可是摔着哪儿了？我没事。没事就好，吓死我了。既然你没事，那我们就先走了。等一下，这就走了？哎呦，哎呦我的腰，哎呦，我的屁股，哎呀！林寒舟，你当真是榆木疙瘩呀？我跟他什么都没有，不是你看到的那样。你丫的，没听见我脚扭了吗？啊，脚伸出来，我帮你看看。你背我回去。什么？我说我脚扭了，走不动，你背我回去。林寒舟，你若不背我回去，我就跟孩子们说，他们最敬爱的爹爹勾搭别的女人，当着他们娘的面。李浮云，回去后别跟孩子瞎说。看你表现。我跟李如烟什么都没有，你别误会。谁跟你说我误会了？方才看到林寒舟推开李如烟的时候啊，那副厌恶的样子，浮云就知道他看上的男人呐，那个李如烟撩不动。林寒舟，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喜欢李如烟那种娇滴滴的姑娘，一天到晚跟着你，哥哥长哥哥短的？男人被小姑娘哥哥哥哥的叫着，是不是会感觉很爽啊？会不会觉得很酥？林寒舟，你怎么不说话呀？要不你叫我2声姐姐试试，让我也感受感受你们男人的快乐。下来自己走。阿景，我好委屈啊。娘，你的脚怎么了？不小心扭伤了，你们爹爹不管我，还把我丢在路上。阿景，你说夜黑风高的，你爹把我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丢在半路，万一遇到坏人可怎么办才好啊？爹爹，你为何不管娘？阿景，还是你最好。娘，不哭不哭，咱们不理爹爹了好不？姨父，你这样是不对的，女人娇贵是要哄的。爹爹，要是娘被坏人抓走了，小雪就没有娘了，爹爹也没有媳妇了。说过头了吧，这小小的丫头是谁教她这些的？装啊，你继续装。吃饭吧，我都快饿死了。阿景，准备差不多了，走，哥哥带你找李小虎去。阿泽，要不别去了吧？为什么？爹爹不让跟人打架，若他知道了会骂我们的。咱们又不打架，走吧。小兔崽子，听说你们要找爷爷，把糖交出来，爷爷就饶你们一命。你还敢吃我们糖啊？不怕拉肚子啦？兔崽子，上回那糖是你们故意下药的吧？竟敢整你爷爷！本是拿去要耗子的，谁知你们要抢啊？不要脸的疯女人生的私生子，竟敢算计到爷爷头上！兄弟们，揍扁他们！只见云泽从兜里抓出一把糖来，厉声大喊道：你们几个，谁帮我揍李小虎，这糖就给谁，1人2颗，才买的新鲜着呢。真甜，太好吃了！看我干什么？给我弄死这2个王八蛋！喂，是2颗哦，你们可看清楚了。林景，他又欺负你们了？林景并未回答，而从怀里掏出糖来，分给李大牛和李延之。上次说的，你们帮我抓地龙，我请你们吃糖。李二狗等人呐，见对面几人吃起糖来，小嘴吃得鼓鼓的，嫉妒得很。哎呀，到底要不要啊？糖都不想吃的话，那就只能动手了呗。一会儿被打得满地找牙的时候啊，千万别哭哦。阿泽，你来得晚，只怕还不知道吧？阿景一个就能撂倒他们8个，何须你动手？有我这个大哥在呢，又何须阿景动手啊？喂，小爷我最后说一次，想吃糖的就帮我揍李小虎。在云泽威逼利诱之下，不知谁喊了一句：抓住李小虎！紧接着场面一阵混乱，看似2伙人打架，可实际上啊，挨揍的只有李小虎一人。就连李小虎跟屁虫李二狗啊，也浑水摸鱼揍他好几下。喂，死胖子，我云泽你大爷，今儿把话撂这儿，你今后再敢欺负阿景和小雪，再敢骂我云姨一句，
下回就不是挨打这么简单了。阿景，发赏金。林景闻言，从怀里掏出大把糖来，一人分2颗，一共7、8个孩子帮忙揍李小虎。分下来还有结余，林景又每人多分了1颗，一下子多出1颗糖来。许多孩子们兴奋不已，扬言今后得跟着云泽老大混。你们当真想跟我混吗？众人连连点头，当然谁有糖跟谁混呗。可你们以前总跟李小虎欺负我兄弟啊，小爷不想收你们当小弟。阿景，我上回见你们在后山挖地笼，听说你家养了鸡，我那里还有很多地笼，回头都拿给你。他这么一说呀，其他伙伴们纷纷的献上自己宝贝，什么野果、布老虎、千千陀螺、竹蜻蜓什么的，好多都是云泽没见过的。他心急的不行，一一收下来。李二狗见自己地笼在这么多宝贝中间呢，不占什么优势，就跑回家去，爬上自家的樱桃树上，摘了一大兜的樱桃。李二狗，你办事机灵，老大我今天呢便封你做军师。当然了，跟小爷我混呢，也不让你们吃亏，只要你们表现好，见面礼是少不了的，就给你们那种木雕玩意，怎么样？真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只不过嘛，这东西数量极少，我只给表现最好的。当即好几个孩子围着林景和云泽，是捏肩捶背，不停地说好话。阿泽哥哥好厉害！妹妹你放心吧，有哥哥我在，以后不会有人欺负你了。果然呐，这世上没什么事儿是钱摆平不了的。李小虎从地上爬起来，一身狼狈，他目光涣散，这是个什么情况啊？他的兄弟们为几颗糖就背叛他了？兔崽子，你又去跟人打架了是不？瞧你这点出息，每回都哭着回来，把老娘的脸都丢尽了。我没惹事儿，是林景和云泽那2个小杂种叫人打我。又是那2个小杂种。刘婶儿，小虎是又被林景欺负了吗？关你何事？哎呀，刘婶儿，要我说啊，你弄不过李翠花的，你还是认了吧，不要招惹他的为好。他若是疯起来，连自个儿都打呢。对了，刘婶儿，你还不知道吧？这林雪啊是光头李的孩子。刘婶儿，你想弄李翠花，又何必自己动手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们这是抢劫去了？哎呀，爷爷，这是村里那帮小混子拿过来孝敬我们的。孝敬？娘，这是我们拿糖果跟他们换的，这里还有樱桃，这是雷二狗自己给我的，我们没有抢也没有偷。当真没惹事？没有。小雪，今日哥哥们有没有跟别人打架？没有啊。是啊，哥哥们只是在边上看别人打架而已啊。林景担心小虎娘上门找茬，终是没来，一整天没有一人来林家告状。嘿，怎么样啊？我就说嘛，李小虎不敢告状，你还不信？我觉得李小虎不是会忍气吞声的人。怕什么？咱们又没动手。浮云把挖出的芦荟呀，一人分了2株，送到上回河边一块洗衣服的几个妇人家里去，让他们种在院子里，养肥之后可以用来护肤，并还教了用法。见他愿意跟村里人好好相处，林寒洲脸上笑意越来越深了。没有鸡飞狗跳的日子是越发舒心了。2日的时间，后院地翻好了，浮云要的那个20个衣架也做好了。浮云又喊他做了30个，另外呢，让他用竹子编织一个人形模特出来。吃过早饭，林寒洲便说有事出门了。浮云把衣架装在背篓中，抱着竹模特，跟几个孩子打了招呼就出门了。走路去镇上很不方便，他便往杨柳儿家走过去，想蹭个车。可才到门口，便听到重物落地的声音，而紧接着是杨柳儿尖锐慌张的喊声：“柳儿，怎么了？”我娘她突然昏倒了。娘，你醒醒啊，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李宏远呢？宏远送红人去镇上书院，我爹带着小的那几个去砍柴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傅云姐，能不能请你帮忙看着我娘？我去隔壁村请大夫。浮云放下东西，大步上前来，帮忙叫了好几声，又是按压胸口，又是掐人中的，都没弄醒人，可人的气息还在。浮云猜测可能是摔到头了，这万一颅内出血什么的，那就完蛋了。来不及请大夫了，搭把手扶到我背上，送去镇上医馆看看。可是我家没钱，
前几日钱都给红人交了束修。我有，快搭把手，救人要紧。杨柳儿帮忙将红远娘扶到浮云背上，就要去拿浮云东西。先别管东西了，你去我家找林景他们，让他们去我房中找银子拿给你。你来追我，我先背你娘出去。浮云姐，这……别啰嗦，快去。你怎么来了？我给你送钱来的。你先拿着，一会儿到街上跟着我，不准乱跑。叫他拿钱，谁知竟把镇宅之宝拿出来了。此时浮云还不知道，随着这锭金子的现世，他的麻烦也接踵而至了。情况紧急，快给我找个大夫来！快给我喊个大夫来！老人家，您先坐一下，1刻钟后我再来帮您起针。这高大的身材和家中那个男人很像啊，不过声音听着挺苍老的，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忙完了就过来帮忙看看，可能是颅内出血。颅内出血？林寒舟怔了一下，这是什么奇怪的词汇啊？不过这女人没认出他来，倒是令他松了口气。这位夫人来前可是摔倒过？对，摔倒了喊不醒，所以我猜可能是摔到了头。于姨，情况怎么样了？这小家伙怎么跟过来了？他不会认出自己来吧？不知道，大夫正看呢。于姨，这大夫好奇怪啊。好帅啊，的确很帅，而且那自带沧桑感的声音听着好酥啊，他好想知道面具下方的脸长什么样子。林寒舟不禁无语了，这女人到底在关注什么呀？她在外见着个男人都会如此这般的盯着看吗？烦死了。摔到头，后脑有淤血，需要行针，你们出去等。柳儿、阿泽，你们先出去吧。你也出去。我留下来帮你啊。浮云扬起嘴角，盯着眼前这个男人，尽管没露脸，可还是感觉好帅呀。戴着面具的朦胧美，让他忍不住遐想面具之下的脸，想一探究竟。真的是烦死了，为何看到他对别人露出这样的表情，他心里会如此在意呢？尽管这个别人也是他自己。我走，你来。你来，你是大爷，你来。什么玩意，脾气这么大，不知道顾客就是上帝的道理。不过这种地方，大夫才是赋予新生命的上帝。浮云十分傲气，滚出诊室。夫人有何需要？里头那个李宏远家属，我先把诊费付了。看到那黄灿灿的金子，陈胡瞪大眼睛。夫人，这么大的钱我这找不开呀。找不开你想办法找啊。夫人，要不这诊费就算了吧。小老头，你莫不是瞧本姑娘好看，便想以免单的方法吸引我的注意力？云泽偷偷抬脸看了眼身旁这个女人，很想问她一句，那脸还要不要了？夫人，要不你绕2条街去钱庄换些零钱再过来付？哎呀，行吧。老伯，你听说过高神医吗？谁呀？20多年前名扬东旭的高神医，你可有听说过？没听说过。哦，云泽一脸失望，转身跑出医馆去追浮云了。陈胡茫然地望着一大一小，良久回过神来，猛地抖个机灵，急忙往后院诊室跑过去。公子啊，你今日发财了？没看见我在做事？你跟我来。陈胡喊过一个大夫过来接替林寒舟手上的事情，就扯他去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公子，跟夫人一起的那个孩子是什么人呢？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这亲戚只怕大有来头吧？怎么了？方才夫人拿了1锭黄金来付诊费。什么？大概有20两，我看见是从那孩子身上拿出来的。陈胡一脸严肃。公子，除此之外，刚才那孩子还问我，可听说20年前名扬东旭的高神医？林寒舟脸上肌肉一下子僵住了，纹丝不动。当初浮云把云泽领回家，他就感觉奇怪，一个毫无关系的孩子，他为何会那么好心领回去呢？一开始林寒舟还以为他是故意带回去气他的，后来见这孩子还算本分，便没放在心上。现在想来极可能是收人家好处了，才收留他的。公子，还有一事，这几日镇上来了一些奇怪的人，像是来寻人的，寻的好像是个孩子。若夫人带的那孩子是清白之家的也就罢了，可就怕他不是，毕竟清白之家的孩子又怎会知道20年前的高神医？我就是觉得那孩子一来就问高神医，心思绝对不会单纯，说不定镇上多出的那些人跟他有关系。
你还是多防备着点，不是嫡系的孩子，最好是哪儿来的送回哪儿去。林寒舟轻轻嗯了一声，回想到这些日子云泽的某些表现，越想越可疑呀。公子啊，虽说夫人有点那什么，难以启齿啊，可现在日子倒还算是过得去，为了俩孩子，千万别惹火烧身呐。我知道了，陈伯，你先去忙吧。哎。而此刻林寒舟很矛盾，心里有一股莫名的火闷在胸口，像是要炸开，埋藏在心底多年的仇恨也随之疯长，愈发不可收拾。这金子是哪里来的？刚才一个客人换的。你瞎了，这是官银，私藏官银可是杀头的大罪。这姑娘，我给你钱，你当做什么都没。刚才拿金子的是什么人？是个年轻女人，带着6、7岁的小男孩。那男孩长什么样？脸有点黑，不过长得特别好看。他们往哪个方向去的？右边。金子给我，眼神不好就别干这行。浮云回陈氏医馆的时候啊，红远娘还未醒过来，她直接丢下3两银子在柜台给陈胡。哎，多了，多余的你直接退给里面那个小姑娘。阿泽，走了。哦，来啦，大叔，你听说过高神医吗？什么高神医？没听说过。云泽脸上透出失望来，落在陈胡的眼中，更加确信自己心中的想法了。小家伙，你为何总问高神医？哦，我就是好奇，听说高神医很厉害，所以想认识一下。哦，是吗？对啊，我就是好奇。好奇害死猫，以后还是少打听跟自己无关的事。管这么多，问问都不行啊？不行就是不行。云姨，咱们要去哪儿啊？跟着我走就是了。从医馆出来，他就发觉有人在暗处盯着他们，一是钱财败露，对方是冲钱来的；二是冲身边这个小子来的，不管是为了什么，都得将其甩开。又绕2条街，浮云带着云泽钻进了徐二娘的成衣店。李姑娘，你上回说的东西可带来了？今日出了点意外，我明日再给你拿来。你放心，定金都付了，我不会食言的。二娘，你去忙你的，我看2套衣服。行，那你自己看着啊。云姨，你怎么又要买衣服啊？嘘，咱们被跟踪了，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还是小心为妙。啊！衣服一换，云姨，我都要认不出你了。走。而路对面的脂粉摊子后面，那个黑衣女子一直探着眼盯向那家成衣店。等那姑娘反应过来冲进店里找人时，浮云2人已经出了城了。姑娘在街上找了好几圈，也没寻到2个人，便去往陈氏医馆。半个时辰前来此处的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是什么人？啊，半个时辰前。姑娘啊，我们这里每日来来往往很多人，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女人和孩子。半个时辰前才进了一会儿就出去了的那个。这当真不知。黑衣姑娘没问到想要的答案，垂头丧气回了客栈。博月，你去哪儿了？落雨，你看这种地方怎么会有官银啊？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拿去钱庄换的，恰好被我看见。我怀疑那孩子可能是他们在找的人，可惜被我跟丢了。啊，还有你能跟丢的人？云爷，咱们甩掉了吗？甩掉了。吓死我了。你在心虚？没有。那你……浮云还想问2句，余光忽见一人朝这边匆匆跑过来，而他的身后跟了好几个壮汉。大爷，别追了，我错了。而身后那帮人十分的凶猛，很快就拉近了距离。而光头李呢，被路上的坑绊倒了，眨眼间就被身后赶上的几个男人骑着打。等，别打了，别打了，我还你们钱就是了。早点说话也不至于挨打了，知不知道？你们先等一下。翠花，你救救我呀！你若不帮我，他们就会把我打死。翠花，你知道的，我不能死，我死了就没人帮你干活了。再者，我家中还有个90岁的老娘呢。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穷鬼揣1两银子就敢去睡我们家花魁娘子，钱没给够就跑。我们是来找他要钱的。你先前不是讹了2两银子吗？怎会只带1两？赌输了。翠花，求你看在我对你一片痴心的份上，救救我吧，就5两银子也不多。哎呀，他也无辜啊，
去找花魁，不就是为验证自己那个还好不好使吗？他一直担心呢，就怕被刘寡妇给踢坏了。不多你就自己掏。什么德行吧，穷批还敢找花魁，真是癞蛤蟆洗青蛙，长得丑还玩得花。不过这种只知吃喝嫖赌不务正业的男人，不就是他找许久的好妹夫吗？浮云眉眼一弯，眸中竟是阴谋诡计。5两银子我倒是可以帮你出，不过这么多钱你肯定是还不上的。要不你给我签个卖身契，以后替我跑腿儿。一听卖身契，光头李犹豫了。见他犹豫，浮云也不多言，绕过他就走。卖，我卖。李翠花，你别走。浮云得逞的一笑，掏出5两碎银子打发那几个男人。走吧，签卖身契去。翠花，叫老大，放心，跟我混不会让你吃亏的。老大对我的恩情犹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我李斯今生无以为报。闭嘴。翠花，老大，你可真好看啊！就是穿着这种土里土气的衣服也好看。少贫嘴，签字画押。等光头李签了名，按了手印儿，浮云就满意的收起卖身契，冲光头李促狭的一笑。哼，光头李，你想要媳妇不？老大，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任你糟蹋，现在糟蹋也行。猴急什么？今夜子时来我房间，偷偷的，别说话，也别叫人发现。一定。而此时林家不远处，刘寡妇拿锄头在地里刨着土，精锐的眼睛却时不时瞥向林家，就看到光头李从林家出来，当时信了前2日李如烟所说的话。他方才看到几个孩子在外面呢。光头李进林家这么久了，证明那个林寒舟不在家。好啊，他得盯紧这对奸夫淫妇，新仇旧恨一起报了。真是个勤快的好姑娘。你来做什么？如烟，你上回说要帮我找合理的借口，都这么多天了，为何还不开始啊？李如烟暗自咬牙，什么叫还不开始啊？这个蠢女人，上回那么好机会摆在眼前，她不把握，如今有脸问她为何不开始，真是蠢呐！李如烟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啊，那时候就开始了？我还以为要睡在一起才算是捉奸。蠢的你呀！谁叫你不早点说？我怎会知道那些？李如烟再次攥攥手心，压下心中的暴脾气，苦口婆心的和浮云说教起捉奸技巧来。唉，好烦呐！这几日林寒舟总是半夜偷偷溜进我的房间，每次都被我打出去，我都要被他逼疯了。还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饱汉不知饿汉饥呀！他当真夜夜钻进你房间吗？哎，可不是，你都不知道有多吓人啊！那既然如此，那便只能顺水推舟了。这次你可要机灵一点，若再误了事儿，我也帮不了你。放心，绝不误事，定能让你如愿以偿。择日不如撞日，浮云当即便和李如烟约定了今晚的时间。她这个堂妹啊，不给她找个婆家，总盯自家男人看，这种猎物被觊觎的感觉真的很不好。你上山一天就砍了这么点柴？我去山上下了几个陷阱，看能不能抓点野味给孩子们补补身子。吃完了饭，他吩咐林景洗碗，对云泽道：阿泽，你跟我一块去挑水。啊，姨父，我挑不动水啊。男孩子该好好锻炼。这小家伙呀，一直古灵精怪的，才比阿景大1岁，可林寒舟总觉得他的心智好像比阿景长很多。爹爹，我跟你们一块去吧。你跟你娘在家，阿泽哥哥陪爹爹就可以了。这个点儿啊，水井处还有不少人打水呢。林寒舟便领云泽转身往河边走过去。姨父，咱不在井边那边打水吗？河边也是一样的。林寒舟头也不回的大步朝前走。夜幕降临，星河涌上，河风带着潮湿的气息而来，有些凉意。望着昏暗的河面，云泽竟有些紧张。他裹紧了外衣，停下脚步望向眼前这个男人。这男人平日从未跟他独处过，今日却忽然叫他出来，说是挑水，却不去水井那边。姨父啊，我们为何来这么远地方挑水啊？你过来，我有话问你。姨父，打架那件事情跟我们没关系，我跟阿景只是在旁边看着，我们都没动手。
李小虎也不是我们打的。你们又打架了？没打架。我们跟村里孩子都是朋友啊，不会打架的。你过来，我不打你，就是跟你说说话。姨父，你说吧，我听着呢。在林家住这么多日子，都不见他跟自己说过几句话。云泽怕他不喜欢自己，想找个没人地方弄死他，所以便不敢上前。林寒舟默默叹了一口气，心中不禁疑惑了：他有那么吓人吗？听说你在找高神医。你认得高神医吗？认得。真的吗？姨父，你能带我去找他吗？你先告诉我，你是什么人？我是云姨的远房亲戚。你撒谎。姨父，我你家是哪里的？京城。家里都有些什么人？云泽眼珠子转了转，提了几个有关系的人，同浮云说的差不多，包括被人抓了，被卖去青楼的路上被云姨救下来。你找高神医做什么？我想找他治病。姨父，你知道高神医，那你能带我去找他吗？你得先告诉我你的底细。我全都告诉你了。那你可知镇上有人在找你？云泽沉默了。他们今日就被跟踪了，但不知对方是什么人，他不敢大意。姨父，你可是不喜欢我吗？没有，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只是希望你别有所隐瞒。不管会发生什么，至少要让我有心理准备，不然我只能让你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所以跟我说实话，好吗？姨父，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如何得知高神医的消息？我是听人说的。姨父，我家是做生意的，爹爹这几年身子每况愈下，我听江湖上说有个高神医特别厉害，便偷偷溜出家寻找高神医的下落。我叔伯哥哥想抢我家家产，就派人追杀我。我跟我一大哥哥走散以后，我就只能混进乞丐堆里，阴差阳错才流落至此的。姨父，我说的都是实话，若有半句虚言，天打雷劈。林寒舟信了。姨父，你别赶我走好不好？姨父，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我一定乖乖听话，等我大哥哥来找我，我就走，我绝不给你们添麻烦，求求你了。你说的这些，你云姨知道吗？云姨知道。今晚的谈话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不许告诉任何人，知道吗？你说的高神医已经死了。啊？怎么会这样？他们不是……回家。姨父，他什么时候死的？20年前。姨父，可我听人说高神医在东旭国西南出现过。高神医名气那么大，有人借用他的名号坑蒙拐骗也是常有的事儿啊。夜深下来，林家也安静下来。不多时，李如烟纤弱的身影缓缓朝这边走过来。浮云食指竖唇边嘘了一声，李如烟急忙捂住嘴，轻轻推开门，摸进了他的房间。墙头上女人扬起嘴角，眸中尽是冷淡。子时未到，林家外头又出现一道身影了。浮云闻到一股酒味，厌恶地皱起眉来。哼，有色心没色胆的怂货，还酒壮怂胆呢。光头李神叨叨地摸进林家，轻车熟路右拐，来到浮云那个房间门口。翠花，我来了。他关门的瞬间，床上人紧张地抓着被单。李翠花果然没骗他，那男人喜欢半夜爬床。他的心跳忽然就加快了。过了今晚，他便不再是李铁头家任打任骂的孙女儿了。过了今夜，他即将有自己新的生活。听着越发逼近的脚步，床上人的呼吸逐渐加重了。男人忐忑地扑过去，见其没反抗，不由大胆起来。林寒舟睡不着的时候啊，总会关注对面房间的情况，听听那女人夜里可有被噩梦惊醒了。而到现在他还是毫无睡意，自然就听到隔壁房间奇怪的嘤咛声。林寒舟脑子里开始浮现出一些不可描述的画面，在他的家里，在他眼皮子底下，那女人真想跟他和离，那便成全他。他们两厢情愿，自然不算辜负父亲的嘱托。
林寒舟还是一脚踢开了门。床上的人意犹未尽，两个人有着共同的想法：你的女人男人背叛你，还等什么呢？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林寒舟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何离太便宜那个女人了，还是不如亡妻来的痛快。可忽然的一阵姨子的芳香萦绕鼻尖，他只觉肩头一重，耳畔响起了低低的声音：怎么，你又想半夜偷溜至我的房间？他在这儿，里面是谁呀？不愧是老子桥上的女人，镇上的花魁娘子都不如你骚。身下姑娘身子一顿，顿时脑子轰的一下一片空白。死一般的沉寂过后，一道尖锐的女高音划破了李家村的夜空啊！光头李被踢下床的一瞬间，灯亮了。穿上衣服，滚出来！李如烟那声尖叫声过后，村里的狗争先恐后叫嚷起来，吵醒不少人。我刚起来撒尿，听到后山脚下有女人的动静，叫得可惨了，一点也不正常。女人？可别是前段时间镇上那个淫贼来欺负咱村的姑娘了。那边是林家，有可能是李翠花。李翠花怎么了？不也是你们李家人？她被外人欺负，不也得管？我的意思是，会不会俩人小两口在办那事儿呢？你家办事办这么大伤，还能惹得狗叫？走，我们也去。万一真是镇上的淫贼，你……翠花，我错了，我不知道里面的人不是你。给你个机会，想清楚了再说。老大，你的意思是李如烟约我来的？这小子够上道啊！你若说的让我不满意，我就把你卖进窑子里，供男人玩乐。光头李眼珠子滴溜转了一转，主意便上心头了。你凑这种人那么近干什么？相公，你吃醋了？而屋里，李如烟忍着不适的感觉，穿好衣服。刚才光头李对他那样，真是恶心死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李翠花。光头李和林寒舟区别那么大，他竟没有及时发现，真是鬼迷心窍了。深呼吸一下，压下恶心的感觉，他强迫自己冷静思考一番。光头李，你在这干什么呢？大晚上扒光了衣服，这是来耍猴把戏给人林寒舟两口子助兴来了？哼，你可真会想，我看呢，分明是来偷情的。你莫要胡说，我看光头李分明像入室盗窃被打出来的。对，别胡说毁人名声。光头李一个人怎么偷情？怎么就一个人了？李翠花什么德行谁不知道啊？咱翠花又瞧不上光头李这样的，分明是他一厢情愿来骚扰人家。哼，他光头李3天2头就来爬墙，是什么好人呢？李石喜，你怕不是跟光头李穿一条裤子的吧？怎就知道帮他说话？你们才是瞎了眼！李翠花是什么人，大家伙都清楚。如今在他家发生这样的丑事，你们居然还替他开脱，他给了你们什么好处啊？我说李石喜，你这是当叔叔该说的话吗？谁是他叔叔？呸！这女人啊，跟我家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家没关系，那你跑这儿巴巴的说什么呀？行，我不说了，还不行吗？而屋里，李如烟此刻原本正在思考着此时该如何能蒙混过去，却忽然听到外头嘈杂的声音，他慌了，摸黑寻到自己鞋子，钻出房间，蹑手蹑脚的往林家后门走过去。小姨，你怎么会在我家？李如烟，你跑人家家去干什么？赶紧出来！好好的正门不走，非得走人家后门进去？喊话之人是李如烟的娘小周氏，她是被村里人说话声音吵醒的。出门一看，许多人往后山那边过来，好奇之下便跟过来了。见李如烟人在屋里，而林寒舟两口子若无其事一般的站在一旁，他便生出一个可怕的想法来。他之前便在怀疑女儿出去幽会野男人的事情，看来是真的，而那个男人很有可能就是偏向一旁吹风打哨抖腿的光头李。小周是绝望的闭上眼睛，不敢继续往下想了。娘啊，我听到这边有动静，从后面抄记录来的。不对，小姨你撒谎，我看见你是从我娘的房间里出来的。李如烟更慌了，看向林雪的眼充满戾气。浮云将李如烟眼神看在眼中，心中不由得冷笑，把几个孩子带进屋里去，嘱咐孩子们上床睡觉去，不许再出来，便转身把房间门关上了。老娘跟你说过几百遍，不许跟李翠花来往，你就是要当耳旁风，看老娘回去怎么收拾你！一边骂一边脚底抹油，战术性撤退了。哼，
这个二婶很聪明嘛。李浮云，你是搞什么把戏啊？我是好人，你可别冤枉我啊。他是好人，林寒舟保留态度。二婶儿，等一下，你们就这么走了，我怎么办啊？我哪知道你要怎么办？婶子就这么走，只怕多有不和。李如烟，今晚之事你自己说清楚，别给我加添麻烦。李翠花，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不是我叫来的，我发誓此事真的与我无关，我没有告密。哦，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李如烟跟光头李那个啥，然后俩人约在林家那个啥，叫李翠花打掩护保密。事发之后，如烟娘又掩护李如烟逃走，但是被凌寒舟叫住了。李如烟自知事情败露，就恼羞成怒，责怪是李翠花跟我们大伙告的密。我这么分析对吧？浮云浅浅点了点头，果然呐，群众眼睛是雪亮雪亮的。你别瞎说，我没有。光头李是找李翠花来的，他亲口跟我说的，说夜有男人爬他床，大伙都看到了，那人是光头李啊。如烟妹妹，这种话岂是你能说的？哼，李翠花，你慌了，我说对了是吧？你跟光头李早就有一腿，所以他半夜总来爬你的床，每晚进你房间的野男人就是光头李。李翠花，你竟敢打我！我的意思是，男人爬床这种词，不是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该说的。野男人天天半夜爬你床了，我怎么不能说啊？如烟，对不起，都怪我这个做姐姐的没有管教好你，让你小小年纪就误入歧途，是我的错。可你要知道，我是有家室的人，我相公，你的姐夫，他爬我的床都是合法的，应该的。他不天天爬我的床，我们如何才能有孩子？各中细节，我自是不好意思跟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说得太清楚，以至于让你误会了。可你还未成亲，不该如此乱来，这是在打李铁头家的脸呢。李翠花，你胡说，我没有，是你在撒谎。林大哥看不上你，怎么可能半夜会找你去的？你口中爬床那个男人一定是光头李，你们俩早就有一腿了，你还为他生了孩子。林大哥，他在撒谎，他在撒谎。小雪是光头李的孩子，他亲口跟我说的。他背叛了你，他给你戴绿帽子，你快休了他，你快休了他，我没有骗你，我真的没骗你。够了，林大哥，你信我，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今天下午他们俩还在一块儿呢，在屋里待了半个多时辰，他们俩分明。你够了，李如烟，你说今晚想来我家，叫我别跟任何人讲，我答应你了，谁知你却是进我房间跟光头李厮混。若早知道我这个做大姐的，又怎么会允许你胡来呢？不过管教你两句，你就不服气，还想诋毁我。我清清白白，也不怕跟你明说，林景和林雪都是凌寒舟的孩子，我也只有过他一个男人。我倒是想问你，是从哪里听来的小雪是光头李的孩子？是你自己说的。李翠花，你既然不敢承认，好，就说最近的。前几日你跟我说你想跟林寒舟和离，在此之前分了林家家产，好有钱找萧然远走高飞，这都是你自己说的。李翠花，你敢不敢当众承认？这话是你说的还是我说的？哎，我的傻妹妹，我要不要和离，我要去找谁，我家日子怎么过，都跟你没有关系。咱们现在说的是，你借着我对你的信任，在我家跟光头李胡来，而大家误会的却是我。这事儿你得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才行。我没有。李翠花，你颠倒黑白，分明是你叫我来的，是你让我勾引林寒舟，让你抓到把柄，你要跟他和离呀。执迷不悟。二婶，我知道你一直看我不顺眼，可你也不能教你女儿来勾引我的男人，破坏我的家庭。李翠花，这个贱人，是你陷害我的，我一定要杀了你。李如烟，你疯够了吗？疯够了就滚。林大哥，林大哥，李翠花对孩子不是真心的，她是故意对孩子好，就想利用孩子找借口跟你和离。我真的没骗你，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你要相信我。李如烟，现在说的是你半夜幽会男人的事，你却顾左右而言他，扯我身上干什么？光头李，你来表个态。那我娶她？光头李，你说林雪是不是你孩子？不是，我跟翠花是清白的，一直都很清白。什么叫清白的？那日在围墙外面你都承认了，你说林雪是你的孩子，还有今晚你过来，你找她的是吧？
而且不止今晚，前几日你也过来了。哦对，还有今天下午，你们孤男寡女在屋里待了好大一会儿，实际上你们早就有一腿了。李如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从大家一来，你就打算好了让我一个人承担是吧？你叫我来，用完了我就想一脚踢开，还想诬陷人家李翠花。今日大家都在啊，我也不怕明说，我的确睡了李如烟。光头李，你畜生！哎，对，我畜生不如。哎，行了吧？你女儿又能好到哪里去啊？若不是她一再邀约，我又如何会来啊？哎，你们都听到了吧？她说是来勾引姐夫的，真是好笑啊！刚才在我身下时，她可不是这么说的啊！你胡说八道你！我从来没有约过你，也不是我叫你来的，是李翠花，是她那个贱女人约你的。李如烟，这种事儿讲的是个你情我愿，方才你不是配合的好得很吗？怎的这会儿就翻脸就不认人了？我李四好歹也是见过世面，会讲道理的。既然大家都知道了，我就把我的态度摆在这儿。婶子，只要你家拿出5两银子，我就娶她，不然你们只管去告我，我也不怕毁名声。老李，就你这种人能讨到媳妇就知足吧。虽是你情我愿的事儿，可你也不该当众说那种荤话，不给人家大姑娘面子呀。哎呀，就是光头李，你也别过分，成亲还得是男方先出聘礼才对。这钱你家不给，我自然也就不娶。我倒要看看你女儿如何能嫁得出去。他王八蛋敢欺负我侄女，老子把你3条腿都打折了，还有脸开口要银子？你做梦！如烟就是死，也不会嫁给你这个游手好闲的鳖孙儿。左右清白已经没了，他也活不成了。嫉妒和不甘早已经充斥着李如烟的整个身躯。李如烟左顾右盼，在角落处寻到一把柴刀，扛起刀便朝浮云就冲了过去。贱人，贱人！你敢设计我，分明是你想跟林寒舟和李好找萧然去的，你自己找不到理由，就喊我过来勾引林寒舟，好让你有合理的借口。定是你跟光头李串通好的，我这么好心帮你，一心一意替你着想，为你追求幸福，你却在背后陷害我，是你毁了我！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你就是个心如蛇蝎的女人！他迈步向前，侧身躲开李如烟致命的一击，抬手捏她手腕，用力一掰，柴刀就哐当的落地。我的好妹妹，事已至此，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嫁给光头李吧。李翠花，凭什么你能嫁给林寒舟，我却不能？凭什么我嫁给光头李那样的人？李翠花，都是因为你，是你毁了我！别执迷不悟了，毁了你的是你自己，是你勾结光头李把我哄骗来的，是你亲手毁了我！李翠花，我一定要杀了你！心正则百邪不侵，若非你欲念太重，谁能哄骗得了你呢？他完全没注意到，说这句话的时候，林寒舟看他眼神就变了一下。心正则百邪不侵，这句话他很喜欢。李翠花，你承认了，你承认是你故意设计陷害我的。我可什么都没说，你别冤枉我。二婶还不带李如烟回去，想在这儿继续丢脸？啊，是啊是啊，快带回去看好了。这姑娘魔怔了，诬陷自家姐姐不说，还持刀砍人呢。李翠花，你个毒妇，把我女儿打成这样，你不得好死！你不管教好自己的孩子，就该做好别人替你管教的准备。他惹不起这个疯女人，便只能拉扯自家女儿骂骂咧咧离开林家。夜越发的深了，待闹剧收场，众人散去，林家又安静了下来。浮云抬眼看向空中的圆月，神思有些恍惚。李穗花为爱发疯害死自己，李如烟也为爱癫狂害了自己。他不理解，得不到东西就是最好的吗？林寒舟，你想问什么就问吧，你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我承认是我心术不正，故意陷害李如烟。你要是想为你的如烟妹妹打抱不平，只管揭发我好了。我为何要为别人打抱不平？那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只是在想，娘子当真希望我夜夜爬床？没有，我可都听到了。你听错了，若没有别的问题，我要去睡了。当然有问题。李浮云，你可知你这样做对一个姑娘家来说有多严重？哼，你这还不叫给她打抱不平？当然不是。我这么做也是她罪有应得。你可知在此之前我费了多大的心思才让孩子们信任我，可是她却一次次的从中挑拨，
你也被他挑拨了很多次，所以总是莫名针对我，不是吗？对不起，以后不会了。那你会怨我吗？今晚的事，我做的绝。你都说了，他罪有应得，不值得同情，早点休息。等一下，你就不问李如烟说的合理的事？我问了，你会说实话吗？你当真只有过我一个男人？啊？若不想回答就算了。男人长腿一迈，往屋里走回去，但身后传来的声音却让他心头为之一颤。是真的。浮云睡了个懒觉，正做着香甜的梦，而外头突然传过来响亮的唢呐声，险些把浮云送走了。娘，外面有好多人来咱家唱戏。三叔，你这是干什么？李老三，大清早你敲锣打鼓是要干什么呢？啊，翠花啊，不，有人说了你改名啊，现在叫浮云。浮云呐，昨日是我错怪你了，今日特带人上门来向你赔个不是，这是一点点小心意，你收下。三叔，好端端的，你这是折杀我呀！我是特地上门感谢你的。想必大家也好奇了一路，这事儿是这样的。昨个我上山砍柴，完了呢，家里只有我那口子和小柳儿在。我家那口子身体一直不好，昨日忽然在家中晕倒，幸得李翠花相助，才让我家那口子捡回条命。昨日我从山上回来还不知道情况，哎呦，劈头盖脸给这孩子骂了一顿。但年轻人大气，当时并未同我计较。后来听宏远和小柳儿说起，我才知道是李翠花这孩子把我家那口子背去医馆的。当时无人在家，小柳儿没钱，他二话不说给我家掂了医药费。我今日来有4件事，一是道歉，二是致谢，3是还钱，4想为翠花证明。前几日啊，我家宏远和柳儿同我说了，说李翠花啊变好了，我当时还不信呢，不过现在信了，就因为他的善心救了我媳妇儿一命。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孩子不容易啊！我今日便想借此机会同大家说上一句，以后啊，切莫再要说翠花是狼心狗肺的毒妇的话了。人非圣贤，他孰能无过呀？是不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咱们李家村的人都是讲理的，既然人家痛改前非了，便没有揪着过去不放的道理。大家伙说是不是？这别人感不感动不知道，李老三把自个儿说的热泪盈眶的。三叔，你快别说了，这让人多难为情啊！昨日恰好是我碰上，若换了别的人，也同样会帮忙送婶婶去医馆的。你这样让我情何以堪呢？做了好事就该受到表扬，这些都是你是应得的。对，我看翠花的确是很不一样了，比起年前更漂亮了。大家说是不是啊？人家改名了，现在叫做李浮云。哎呦，浮云多好听啊！以后别老翠花翠花的叫了。对，浮云是比翠花好听。我早就说了，他洗心革面了，你们还不信？那日在河边，他还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护脸秘方呢。后来还送了我2株叫芦荟的好东西，说用了那个脸能水水嫩嫩的。哎呀，我也得啦，当天我就试了一回，确实很不错呢。就是山上的一种野草，大家若是想要，回头我再去挖一些给你们。真的？真的。虽说李老三过于浮夸，可这种做好事被认可的感觉呀，真的挺不错的。三婶，你今日可感觉好受些？好多了。昨日那个大夫医术真是不错，给我头上扎了几针，醒来头就不疼了。啊，这么厉害！我娘先前就有头疼的毛病，每次睡醒都会喊疼，今早醒来却说不疼了。多亏了昨日戴面具的那个大夫，他说开药回来，只要按时吃，头疼的毛病就会好，以后也轻易不会犯。啊，真的啊？那大夫说这话的时候胸有成竹的，想来应该不是假话。哎呀，那就真是太好了，这算不算是因祸得福了？多亏了你，这回若不是你，只怕我这会儿都躺进棺材里了。哎呀，三婶别这么说，你还年轻，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好好将病养好才是要紧的。这小嘴可真甜，你现在可是想好了，要好好与林寒舟过日子的。这话问的，浮云有些不好意思，点点头。目前是这样想的，不错，养崽崽，撩美男，多幸福的小日子。挺好的，寒舟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他那个人呐，早些年气性是真有些大，可这几年越发的成熟稳重，再加上又打得一手好猎，有这门吃饭的手艺，也饿不着你们娘几个。只是打猎面对的都是凶狠的野兽，凶险异常。不过只要咱们女人在家带好孩子，
操劳好家事，男人在外头不记挂家里，便能一心一意做事，也能少些危险。你说是不是这样的理？韩州他爹是村里有名望的大好人，养出的儿子定不会差，你就安安心心跟他过日子，他自然是不会亏待你的。这种话呀，李大德也说过，浮云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大伙儿都帮那个男人说话，就足以证明了他身上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你回来了。相公辛苦啦。相公，你猜猜前日做的那个竹人和衣架卖了多少钱？你卖出去了。你猜猜卖了多少？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顶多也就20文吧。不对，你再猜。30。再猜。我猜多了。这个数50文，翻10倍，500文。你拿刀架在人家脖子上卖的？切，鼠目寸光，懒得跟你说。哼，他还是做饭去吧。看在这个男人翻地如此辛苦的份上，就请他尝尝他秘制的麻辣脆土豆片，保证他此生难忘。在这个时代啊，油还是十分珍贵的产物，油炸东西更是少见了。这也是为何福月小食能够很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啊。浮云走了以后，林寒舟浅浅扬起唇角来，这女人不伸手朝自己要钱了，怎么反倒感觉有些不习惯呢？总觉得吧，她不被需要了。哎呀，人真的很矛盾呐。以前是害怕被需要，如今发觉人家不需要她了，又开始害怕被抛弃。大概是有病吧。吃过早餐，林寒舟便问起后院打算如何做，浮云便把自己想法说出来。地面需要稍稍倾斜一点，左高右低，我想弄个淋浴的装置，到时候排水方便。淋浴？冲澡。我还想在那树下搭个草亭。除了这些，种菜的这边我想分成几块，中间铺上石子，方便过路，做出来大概会有3层高低错落的样子。你觉得这么设计怎么样？可以。可是要去哪儿买砖瓦呢？还得请人挖地基、起房子。这些交给我吧，你带孩子们玩。啊，我去玩，你来干活。有什么问题？没有，这安排好得很。做这些需要多少钱？我拿给你。不用，我还有钱。行吧，你的钱花完了再跟我说啊。浮云也不客气，反正都一家人嘛，花谁的钱不是花呢？说是带孩子们玩，可孩子们都大了，会自己玩，那他就可以干自己的事儿去了。首先呢，把山上没挖完的芦荟给挖回来，给村里的七大姑八大姨们送过去，巩固下邻里关系。带上匕首，背上背篓，拎上提篮，浮云和林寒舟打过招呼就要上山去了。带水了吗？带了。别进深山。是。早点回来，可要我跟你一起去。相公这般紧张，可是忽然发现爱上我了，不然就是怕我跑了不要你了。你赶紧走吧。走，娘，你要去哪里？你爹赶我走。不许走，爹爹凶，我们不要爹爹来，不许你走。不走，你养我呀？爹爹养你。爹爹凶，我们只要爹爹的钱，不要爹爹好不好嘛？哎，他这个老父亲呐，这么多年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孩子们，都是个什么玩意啊？竟会讲出只要他钱不要他人这样的话来，定是被李浮云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教坏的。李浮云，在孩子面前别乱说话。好，相公说什么是什么。娘，你别怕他，他要是欺负你，我帮你打他。人小鬼大，你爹一根手指就能把你干趴下。那等我长大赚了钱，不买好吃的给他吃。你脖子怎么了？别提了，简直气死了。遇到了只野猴子，被他打惨了。早知道是个不懂报恩的，就该捉来了烤了吃。报恩？你进深山了？多深才算深山？有猴子的地方算深山。那我去了。在山里遇到猴子别招惹，容易引来猴群攻击。我没招惹，是他拿石头打我。你知道有多可恶吗？你笑什么？我在想，你这么讨厌的女人会被猴子欺负，也算正常。滚！林寒舟，你该不会是看上我了吧？我说你今日怎会如此奇怪，还会贴心的给我上药，是想故意借着上药的借口勾引我？见勾引不了，
就故意说难听的话吸引我的注意力？林寒洲满眼无奈，懒得和他说下去，便转移话题了。上午你奶奶来过，干什么来了？来找你麻烦。你奶奶还会来，你打算怎么办？打回去呗。不过她昨日怎么没来？昨日也来过，你不在就走了。那就对了。李浮云，你真打算对你奶奶动手？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儿？人家都到家门口了，你难不成要我绑着手脚任他欺负？我不是。他悠悠叹了口气，他只是担心呐，这女人下手没个轻重的，他先前吃过2回亏了。说他真动手打人的话，不得把周氏给打死啊！哎，算了吧，这几日啊，他得好好盯着些，可别出什么岔子。林寒洲如是想着，可这岔子呀，不是他想盯就能盯到的。浮云数了20来株芦荟便出门了。上回说要那几个人呐，他都记下了，一个人送到家去，又收到一致好评。翠花，你怎么有空来了？快，进屋坐啊！这个便是我说的芦荟，可以在院子里种着，少浇水，多晒太阳，偶尔施肥，等养肥了些便能用了。哎呦，瞧你这张水灵灵的脸，也是用的这个？差不多。那我用了这个也能同你一般了。不敢保证，但会比现在好很多。昨日你不在，定没瞧见光头里那神气的样子，穿着双破烂鞋就在村里面逛荡来逛荡去，也不说话，就拿那小眼睛四处瞟，等着人问他话呢。后来呀，孙大儿忍不住问了一句，他跟李如烟是何时好上的？他就说早就好上了。就他光头里那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模样，村里哪个大姑娘不爱呀？就他那吊儿郎当的样子，人家李如烟能瞧得上他？你说这里头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呀？我觉得呀，那王八蛋定是对人家李如烟用强的了，不然李如烟昨日也不会在家要死要活的。光头里这个不要脸的，还咬定非要人家给5两银子倒贴，不然他就不娶。哎呀，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脸。你说说，这还算是男人吗？要我说呀，他就活该一直打光棍，毛都没有还想吃白食，他怎么不上天呢？哎，多勤快的姑娘就这么被他毁了，哎，真是可惜了。前不久啊，村头那个秀才，人家还去老铁头家提亲，结果没答应。哎，为何没答应？哎呀，嫌人家穷呗。现在是穷了点儿，可秀才家多好，能免赋税、免徭役，将来若是继续考啊，没准他还能当上官夫人呢。就是不继续考，人家那笔杆子在纸上，哎，随便划了几下就能挣钱，比地里刨食不知轻松多少呀。也不知道李如烟是咋想的，放着好好的秀才不要，偏偏挑个光头里那样的玩意。哎呀，真不知是什么眼光。才从王莲花家里出来，忽见一个身影颤抖着朝浮云扑过来，还恶声恶气地喊道：贱蹄子，你还有脸出来！却见浮云一个快速闪身，他扑了空，失去重心，一头往地上栽去，秉承着在哪里跌倒就在哪儿趴着的原则，他趴着一动不动。大娘，你没事吧？翠花已经走了。什么？贱蹄子真的走了？看他走远，周氏顾不得思考前因后果，爬起身朝浮云追了过去。周氏追上来，原本抬脚朝浮云屁股踢过去的，可被他这么一闪，来不及收腿呀，在田埂上直接劈了个8字儿。没想到奶奶一把年纪，还有年轻人的风采，竟跑到田里玩劈叉。李翠花，你个天杀的！你贱娘跟男人跑了不要你，你爹也不着家死在了外面。白眼狼，老娘含辛茹苦的把你拉扯大，你不懂感恩就算了，还恩将仇报，把我推到田里，你是想害死我呀？哎，奶奶，你别哭啊！贱蹄子，你别假惺惺的，你推倒我这把老骨头，还叫不让我哭，是怕被人知道你有这歹毒的心肠吗？哎，奶奶，我的意思是，你要喊就好好喊，边哭边喊，旁人听不清。你要不再大点声？啊！大家快来看呐，没天理了！李翠花想弄死我老婆子了！这样就对了，说事儿的时候吐字要清晰，别人才能听得清啊。你，哎，打住，别说话，酝酿好情绪，不然一会儿哭不出来，别人就不信你了。
他奇怪打量着眼前这个女人，越看越觉陌生啊，就好像忽然不认识一般。看我干什么？你把大家都喊来了，开始说事儿啊？哦，李翠花，你个小贱人，好端端的为何推我呀？我没有啊。你有，你推了。啊，我真的没有推。哎呀，我的腿啊！我的腿断了，李翠花推我，把我的腿摔断了，不得了了，母王法了！石平娘，说话要讲究凭证，你光抱着腿，我们也不知你说的是真是假。要不你站起来走2步看看？我的腿断了，下半辈子只怕是干不了活，只能在床上过了。唉，奶奶，说重点，大家还等着回家吃饭呢。哎呀，对呀，你想干什么就直说吧，若不好看，不是耽搁大家的时间吗？还能干什么？想叫你赔钱呗？对，赔钱。唉，早说嘛！奶奶打算让我赔多少钱啊？这小贱蹄子，今日怎这般好说话？莫不是在憋什么坏？不说的话，我就先走了。赔我5两银子，不赔别想走。他本是为李如烟的事情来的，现在既然能讹，那便先讹上。至于李如烟的事情嘛，之后再找他。5两！周围的人倒吸一口凉气。这个老周氏啊，可真敢开口要啊！这农闲时啊，村里男人大部分会进城做工的，绝大多数1年下来挣不回5两银子。他可真不怕被银子硌坏牙了。翠花，别管他，我看他就是装的。哎呀，就是我看这面色红润的样子呀，哪像断腿的呀？自己走路摔倒，还好意思要钱，能耐的。你们知道个球，就是李翠花推的老娘，老娘的腿也的确伤了。你一会儿说是伤，一会儿说是断了，前言不搭后语的，在这哄鬼呢？关你屁事儿啊！要不我也推一下你，看你会不会伤。行啊，那你推我一下，给我5两银子，就算把我给摔死了，我也只要你5两银子。来呀，推呀！你们一个个的都是李翠花的走狗吗？就知道帮她说话。奶奶，你瞧你，不就是5两银子吗？多大点事儿啊，犯不着骂人啊。哼，你若是不推，我自然犯不着。可你推了我，还让我摔残了。5两银子，我给。哎，翠花不能给，他分明是想讹你。没事儿。他眼睛在田里扫视一圈，锁定一块大石头以后，便拔腿走了过去。浮云转回来时啊，手里抱着一块大石头，约莫得有20斤重。石头往周氏面前一扔，周氏这会儿腿也不疼了，急忙往后爬。奶奶放心，我向来说到做到。5两银子买你一条腿，我亏就亏点吧，左右钱没了还能挣回来，只是你的腿可能就回不来了。咱们还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吧，不然我怕你耍赖。周氏和众人集体懵了。你自己砸还是我帮你？你疯了！周氏一边搀着腿，一边不停向后爬。奶奶可冤枉我了，大家伙都听着呢。你自己说的，断一条腿我给你5两银子，怎的一转眼就要反悔呢？可是嫌钱少了，要不这样，我给你10两银子，买你2条腿如何？镇定镇定，不能被他吓到了。李翠花，你个毒妇！你推倒我，害我摔断了腿不说，还想拿石头砸我！杀千刀的贱蹄子，有本事你往这儿砸来啊！哼，小贱蹄子怕了吧？奶奶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比横谁怕谁啊！然而下一秒，他差点尿了。只见浮云当真举起大石头来，眼睛瞄向周氏脑袋。50两银子买你1条命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出100两。浮云的手臂挥了一下，手指还未松开，就见周氏一咕噜爬起来，撒腿就跑了。奶奶，你别跑啊，钱不要了。不得了了，疯婆子发疯要杀人了！哼，就这胆量，一开始真高估他了。哼，他的腿被我治好了，现在没事了，大家散了吧。哎呀，吓死我了，还以为你当真想抱他的头呢。我吓唬他的。哎，这个老周氏，
当真是混得很，以往谁碰见都不敢惹。他今日没得到好吃的，想必还会来找茬。翠花，你提防着点啊，尤其是李如烟那事。昨日我无意间听到老周氏和如烟娘说，那事儿都怪你。你们也觉得跟我有关？哎呀，虽说那俩人是在你家乱来，可你又不知情，关你何事啊？我就是担心，怕老周氏赖上你。他那个人你知道的。可说到底，人在我家，只怕我说我真的不知情，也没人信呢。哎，谁说的？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大家都清楚，你不可能会做的。再说了，李如烟那么大的人，谁看得住他呀？只是把光头李约在你家，又没跟你打招呼，的确做得太过分了。真搞不懂那姑娘是怎么想的。这个赖皮周氏教出来的孙女都随她，能好到哪儿去？福音并不在意这样的话，人没说错呀。周氏调教出的李翠花啊，的确不怎么样。饭熟了？哼，问你儿媳妇去。天都要黑了，你这是想要去干什么阿杂事啊？阿杂事？李铁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合着我出去走走就是干阿杂事了？你说你腿咋了？摔了，还能怎么？你个死男人，莫不是怀疑老娘给你戴绿帽子不成？你自己老不中用，便怀疑老娘不忠是吧？他一把抓住周氏的手，愤愤地甩开。你他娘的说的什么屁话呀！周氏倒在地上，人就起不来了，就这么趴着哭。老娘不过摔了一跤，你就想骂淫娃荡妇的辱我，你自己可不行，还恼羞成怒的对我动手。放你娘的狗屁！老子何时辱骂你了？不过就是问了一句你腿咋了，这就是辱骂了。周氏，你莫非真是做了对不起老子的事儿，方才会如此心虚？老子还想问你是跟哪个男人鬼混来？不过几个时辰，这腿就张不开了是吧？跌下这么重的手，你就不管管？二哥二嫂都没吭声，咱做小的出什么风头？二房屋里，不许去！哎呀，不去娘该被打死了！跌下手有分寸。你撒手，哪有儿子看爹娘的热闹的这个道理啊？你忘了昨日你娘把咱俩贬低成什么样了？说咱教出来的女儿是咱自己的女儿，好不好也是咱自己的事，她却胡乱瞎掺和，恨不得把这件事给捅到天上去。你忘了如烟昨日被他骂得哭成啥样了？你还同情他？打死我！李铁头，你有种你就打死我，死了就污不了你的名声了。你李铁头一家子都是贱种投胎，还有何名声？你那个大儿媳妇，你的大孙女二孙女，哪个不是倒贴男人的贱蹄子？你连他们都管不了，反倒说教起老娘来了。李翠花就算了，好歹捡回来5两银子，小的这个还得倒贴5两银子，总不能全家节衣缩食为他接济光头李那个混球。都怪你那个小浪货大孙女，若不是他怂恿，如烟怎么会误入歧途啊？若不是因为去找他算账，我又怎么会摔伤了腿？你却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我，骂我，打我，这日子咋过呀？咋过呀？来你家几十年了，日子是一年不如一年，都怪你老李家祖坟没埋对，一家子的贱种投胎，活该你家穷。你打死我吧，我活不下去了。啊，当初李铁头不是说谁愿意娶李翠花不要1分钱的聘礼吗？怎的手上5两银子了？我觉着吧，定是老周氏不甘心，又找人要钱去了。林寒州的爹爹向来待人客气有礼的，他这么一闹啊，人家不得一要求给钱嘛，一定是这样的。哎呀，原来林家是花了5两银子娶的，难怪被闹了这么多年，林寒州都舍不得休。若是休了，这钱不就亏了？谁说不是啊？老两口扭打在一起，眼见着越闹越凶了。李世平不顾媳妇儿阻拦，冲过来拉架。滚！老娘都要被打死了，你才出来！狼心狗肺的东西，回屋守着你那不要脸的女儿吧！你们2口子教出来的东西，跟光头里那个赖子厮混，日后生出来的种定也是个小赖子！我呸！最好是把你们老李家的脸面丢尽了，丢尽了，你爹就开心了。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呐。他三叔说了，他就是死也不能嫁给光头李。奶奶又说，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该投河。他娘骂他是个贱坯子，活该被人糟蹋。是李翠花那个女儿害了他，他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他。
李铁头两口子打架下手太狠，无人敢做出头鸟，便找村长去了。你们哥俩在家为什么不拉着点啊？平时没拉还被打了。李世平为人还算老实，见他这副样子，村长便没再说什么，转头去劝老两口。说得正起劲儿呢，忽听到屋里传过来小周氏尖叫的声音。此时天色已晚，大伙只借着外间的油灯，依稀看到个人影挂在房梁上。哭个球啊你哭，还不快解下来！不许动他！你们都想毁我家名声是不是？别救他，想死就让他死。当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就算出了天大的事情，那也是自家孩子呀，有这样的爷爷奶奶，难怪好好一姑娘会误入歧途啊！好在有村长镇着，他毫不犹豫叫人把李如烟给抱下来，最后还是一个专门给人接生的稳婆冲了过来，用力在姑娘胸口按压，对她的脸是又拍又打的，才把人喊了回来。眼睛是睁开了，呼吸也有了，可双目无神不聚焦，像傻了一般。姑娘啊，姑娘，你认得我不？姑娘，如烟，你还认得爹不？依旧没反应。魂儿丢了，这绝对是魂儿丢了。石平啊，你快点找隔壁村那张仙姑过来狠狠魂，没准还能救回来。不许去！你瞎喊什么？好不容易把人给弄回来的，石平你快去请去。张仙姑是半个时辰后到的，光头李野闻讯赶过来，只是被李世喜拦下来，不让他进院子。三叔，我来看我媳妇儿，你为何不让我进去啊？滚！哪有你媳妇儿？你媳妇儿在怡红院里卖肉。我三叔，你这意思是想把我媳妇儿卖到怡红院去，好给你换酒钱？滚！谁是你叔？老子是你爷爷。嘿嘿嘿，三叔呀，平日也没见你对李如烟多好，怎的她要嫁人了，你反倒紧张起来了？老实说，你是不是想把她卖给有钱人家的老头做小妾，好给你儿子换钱娶媳妇儿？死光头，你混说什么？李如烟是我亲侄女，老子不紧张难不成还紧张你呀？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一日夫妻百日，你若想把她卖给人做小妾，你四爷爷第一个不同意。张仙姑有模有样的瞧完以后，便让李世平在院子里摆上桌，他要起坛做法。做完了法事，李如烟还是双目无神，躺在床上，谁说话都不理会。哼，骗子，起什么坛做什么法，哄人的鬼东西！张仙姑也是见惯大场面的，一点都没显惊慌，拿着符纸走进李如烟的房间。本仙姑知道了，你暂且先出去，本仙姑在房中替你女儿再做一回法，能找回魂吗？能。哎，姑娘啊，我知道你受了委屈，可你也不该如此糟蹋自己。男人的东西都长一个样，嫁谁不是嫁呀？重要的是放宽了心，才能过得好。咱们女人就是命苦，可你若是死了，一了百了。而强迫你的男人只会逍遥法外，何必呢？李如烟的眼睛忽然眨了一下，她说的对，她若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而陷害她那个贱人却依旧好好的，不划算呢。是那个贱人害的我要杀了他。对，死容易，两眼一闭，什么都完了。你若是觉得发生这样的事没有力气活下去，就想想你的仇人，还有侵犯你的男人，他们才是该死的，对不对？凭什么要我的姑娘替他们受那份罪啊？可大家都希望我死，他们都要我死。瞎说，活着多好呀，能晒太阳、吹风、吃好吃的，玩好玩的。张仙姑把姑娘搂在怀里，就这么一点一点开导她，终于让李如烟彻底回过神来，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娘，我要吃饭。找我何事？有话直说。也没什么要紧的，就是想问你给我送媳妇儿的事。浮云老大，你那个二婶不肯把李如烟嫁给我，怎么办呢？你自己没有一点数？有，但不多。她不就是想让我出钱吗？可老子孑然一身，想干什么干什么。娶个媳妇儿回来还得养着她，哪有钱来养她呀？不肯出钱？你为何又愁人家不把女儿嫁给你？哎，本来娶媳妇就该你给人家钱，你还开口给人家要钱，能嫁给你才怪呢。给钱老子不是亏了吗？李如烟勤快啊，人家会绣手帕，还会攒钱，到时候就是她养你。那不成，虽说我李四吊儿郎当，
可男人该养女人的道理还是懂的。浮云不由得赞赏看他一眼，光头李这人吧，说到底良心不算太坏。你可真是矛盾，真打算娶她？是你说送我媳妇儿的，反正就赖上你了，你得给我想办法。哼，你这是威胁我？我不管，反正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你得为我负责。我想娶媳妇儿，但不想花钱，你得给我想办法，不然我就赖在你家不走。我还要告诉你男人，你欺骗我的感情，还不对我负责。别忘了，你的卖身契在我那里，你这么做，我也只能把你卖进窑子里去。浮云老大，我打了那么多年光棍，你不能不管我呀。是你自己想娶媳妇，跟我说干什么？你去跟李铁头说，我现在又不是他家人了。李铁头？哎呦，浮云老大，还是你聪明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此事是你做的，若敢扯上我半句，你就完蛋了。闻言，光头李立马做出一个缝嘴的动作。哼，不愧是有见识的人，这脑子转得挺快的。想要媳妇儿，还想要钱，当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呀！浮云蹲下身继续洗衣服，却然不知道，他与光头李的互动都被刘寡妇看了过去。怎么，你也是来看我笑话的？你猜我刚才碰见谁了？碰见你那死鬼男人了？去你的！我瞧见李翠花了，别跟我提那个贱蹄子。那日我听如烟喊说是李翠花陷害他的，你就没什么想法？你想说什么？依我看，如烟没撒谎，他说的定是真的。事出那日，我亲眼瞧见光头李去了林家，跟那贱人单独处了好一会儿。当时我觉得那两人约莫是偷情，可晚上就发生了那样的事。你说这会是巧合？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密谋好的呗，不然你说光头李为何敢半夜偷偷去林家？我说寡妇，你莫不是想借我的手帮你收拾李翠花和光头李？瞧你说的什么话呀！我这不都是为了如烟着想？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你跟李翠花有过节，你弄不过她，就想忽悠我。谁说我弄不过她了？你儿子被林家那两个小杂种汉人打成了猪头，怎不见你去找他麻烦？我那是忙着别的事儿，懒得与他计较。不然李翠花那种瘦不拉几的女人，老娘一只手就给撂倒。哼，我跟你讲真的，你不听就罢了。方才我可是看见李翠花跟光头李在河边嘀嘀咕咕，还不是在密谋什么？反正又不是我家出事，你自个儿看着办吧。阿景、阿泽，回家吃饭了。娘，娘，二狗他们现在对哥哥可好了。为什么突然这么好？因为哥哥拿糖分给他们吃了。不错呀，这收买人心有一套啊。哥哥拿糖给他们吃，叫他们打小虎，他们可听话了。小雪，然后呢？阿泽哥哥封李二狗做军师，每天给我们进贡樱桃，还有一帮小弟帮我们抓地龙喂鸡呢。阿泽哥哥可厉害了。浮云若有深意瞥了云泽一眼。那阿景厉不厉害？哥哥不厉害。李小花和小菊他们整日都跟着哥哥，他都不带我玩了。不过哥哥最近都没有打架哟。浮云轻轻地了一声，眼睛瞥向另外两个小家伙。好啊，竟敢背着他搞事情是吧？一个拿糖诱惑，喊人打李小虎，还得别人给他进贡；另一个居然那个什么叫菊花的，一听就是个女孩子呀，整天跟姑娘混在一处，那还得了啊！这俩崽子留不得了，得赶紧送书院关起来，不然还得惹事儿。他早想送书院去了，只不过云泽情况特殊，去镇上怕很不安全。若只送林景去的话，他心里感觉偏袒不好啊，便被耽搁下来。浮云现在这副严肃样子呀，在林景、云泽看来就是要收拾他们。两个人亏心一笑，一前一后撒丫子跑走了。这是怎么了？爹爹！吃饭的时候，林寒洲就感觉这俩人有事儿，没想到还真被他说中了。他没搭理林景的装模作样，只留了一句好好跪，就去后院了。说说吧，你们是怎么想的？是他出的主意。阿景，你也太不够意思了。爹，我又没撒谎。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死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这叫不讲义气。
我这叫弃车保帅，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你这叫出卖同伙，不对，同伴。那你就是推卸责任，本来就是你出的主意。浮云不禁无语了，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得站哪边主持公道呢？哎，行了行了，一人少说两句。云姨，那你说是不是他的错？都是小雪的错。没错，是小雪的错，她不讲信用。哥俩竟突然默契的一致对外了。安静。你们谁都没有错，却也谁都不对。你们愿意拿糖分给小伙伴，跟大家和解，这是好事，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你们的目的却是叫大家帮你们做事。我问你们俩可有能跟别人对等交换的东西？比方说，李二狗拿樱桃分给你们，又帮你们捉地龙，你们可有拿别的跟他交换？之前给过糖，但是我们的糖都分完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其实更像是一种交换。好朋友之间相互交换礼物，是值得夸赞的行为。但是你们只知道索取，对方早晚会察觉到不公平、不服气，从而跟你们翻脸，知道吗？他不过是个小小军师，如何揭竿起义呀？哟，你还知道揭竿而起啊？人小鬼大，就同你们俩利用手段，让大家与李小虎反目是一样的道理。想当好孩子，不能光靠暴力压榨，也不能光顾给糖，更多的还是要恩威并施，让他们怕你的同时又敬你，方能达到众望所归。相互给予，相互帮助，才能维持更长久的人际关系，才能一直当好孩子头。李小虎为何会被背叛？除了你们撬墙角，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因为他失了人心。手底下的人心不，大家都是好朋友，在一起玩，你们可以起带头作用，但是不能分什么3、6、9等，不能一味的索取。往小了说，阶级分化就是你们小孩子之间的过家家；往大了说，你奴役别人的行为，在别人家中长辈来看，会觉得你们是在欺负人。若人家不高兴不满意，就会来找我的麻烦。你们希望别人来找我麻烦吗？教育完，浮云适时装一波可怜，成功激起孩子们的同情心和保护欲，纷纷摇头表示不希望。要恩威并施，才能众望所归。我明白了，云姨。你是懂总结的。那阿景呢？娘，对不起，是我不对，我不想让人来找你麻烦。你们说的都不错，不过除了使唤人打架，还有一点，你们今日做得很不对。我们不该瞒着你。不是这个。我们不该让人给我们捶背。也不是这个。娘，我们还有哪里做的不对？是啊，云姨，你就直说吧，若是我们做的不对，我们会改的。收买人心哄人打架的事儿，虽说是阿泽出的主意，但是阿景你也参与了，你是共犯，追责起来你也逃不了干系。出了事你却很没有义气的供出同伴，还说什么弃车保帅，这也是不对的。若是放在战场上就是叛变，会害死自己的同伴的。阿泽来我们家便是我们家的一份子，兄弟之间需要相互扶持，而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亦不是推卸责任。当然你说的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只不过要分情况，这个情况范围不好定义，等你们长大了就知道了。以后遇到危险绝不能在背后插同伴的刀子，你们能做到吗？浮云不知两个小家伙能否听懂自己意思，但教育得趁早。云姨，我知道错了，此事是我一个人的主意。是我让阿景和小雪不许跟你说的，要罚你就罚我吧。娘，都是我的错，因为李小虎欺负人，阿泽也是为了我报仇才会这么做，你要罚就罚我吧。我说了，你们是共犯，谁也逃不了干系，两个人都要罚。现在去把碗洗了，然后这2天不许出去玩，就在后院帮忙地砖砌墙。啊，云姨，你这是奴役小孩。这叫就地取材，物尽其用。不道德。凌厉的眼神扫视过来，云泽的声音渐渐弱下。他如今还小，还不知道今日这番的挨训对他日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林寒舟在后院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堂屋里的对话，对于浮云口中讲的那番道理，他心中是非常惊讶的。一个自小长在乡下没读过书的女子，这教育起孩子来
竟会讲出这么多道理来。小雪，你也有不对的地方，我得好好说道你。娘，对不起，我错了。错哪儿了？不知道。大爷爷，你等等我呀！光头李，你想干什么？嘿嘿，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老人家谈谈李如烟的婚事。我呸！大爷爷，我听说有一种羊还是马的东西，也会朝你这般对着人吐口水。你个目无尊长的鳖孙，你爹当年咋就没把你射在墙上，要让你出来祸祸人间啊？辱了我家孙女儿，老子还没去找你算账，竟还敢骂到老子头上来！李铁头越骂越生气，瞟了眼手里柴刀，怒吼着就要把刀朝光头李扔过去。慢着，大爷爷，你先听我一言，再砍我也不迟啊！你说，你今儿个要是嘴里吐不出莲花，老子就算坐牢也要砍死你！我就是来找您说说李如烟的事儿。那日李如烟约我去林家，谁知我才到，她就像没见过男人一样朝我扑来。你瞧我这细胳膊细腿的，哪里能扭得过她呀？这不就这么被她给侮辱了？然后大家伙都知道，老子现在就给你一刀！光头李吓得也蹦了3尺高，抓着一旁的树干就爬上了树。哎，大爷爷别生气呀，方才是我嘴瓢说错话，我的意思是，都这样了，你就把李如烟嫁给我，也好保全了你家的颜面，不是？大爷爷，虽说我是被侮辱的那个，委屈是委屈了点，可只要陪嫁5两银子，倒也不是不行。到时候咱就说是两情相悦，谁还敢在背后说你家闲话呀？你说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大爷爷，你想想，李如烟如今已然不洁，也找不到好婆家了，不如就把她嫁给我，都是一个村里的，你们若是不放心，随时都能来看她，不是？有这一大家子看着，我也不能欺负她，不是啊？再说了，我家也没兄弟姐妹，嫁过去，我家的东西不都是她的呀？当然了，因为近，他也能随时去娘家蹭饭嘛。光头李盯着李铁头那有些恍惚的表情，又一次重复引诱：大爷爷，你做主，把李如烟嫁给我。这样一来啊，既能堵住村里人的嘴，也保全了你家面子，还能成就一段姻缘佳话，何乐而不为呢？你想娶她也不是不可以，出5两银子做聘礼，老子就做主把她嫁给你，否则你做梦还陪嫁5两银子，成就姻缘佳话。你那么能耐，咋不绑个窜天猴飞天上去挂着呀？呸！小王八羔子，给老子滚远一点！大爷爷，你若是不同意，我就要闹了啊！回头10里8乡都知道了李如烟是我媳妇儿，只怕你们就是倒贴10两银子，也没人愿意娶。老二家的，如烟这事儿你打算如何？还能如何？只能赶紧给她找个婆家呀！是该嫁，可光头李实在过分，开口就想要5两银子，哪有嫁姑娘还要给钱的呀？等世平回来，你跟他说说吧，就把如烟嫁给光头李吧，都在眼皮子底下。若嫁过去，受了委屈，你们当爹娘的也能看得见，放心。再者，他跟光头李已经，只怕也没哪家会要。思来想去，只有光头李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嫁给他，也能堵了悠悠众口，保全咱家名声。你也不想日后大牛因这个姐姐而讨不到媳妇儿吧？爹，此事我自有主张。你还主张什么呀？准备把如烟嫁给别人？见小周氏闷不吭声，李铁头便知道他没说动他。此事容不得你主张，必须嫁给光头李，不然你就这一大家子拿什么去见人呢？说完就愤愤地离开。嫁，光说嫁，人家要5两银子，你倒是拿出来呀！你还想要钱？老娘没找你要这10几年养姑娘的钱就算好了。闺女，犯不着，你奶就那样，嘴里什么难听的话都能说出来，要是得罪她，你也打不过她。闺女，你跟娘说，你打算怎么办？娘都听你的。随便你们。闺女，娘说几句你别多心啊。村头那个秀才相貌不错，品性也好，要不娘去说说看。随你的便。他这无所谓的态度让小周氏心疼，但女儿能开窍，她也感觉高兴啊。晚上，小周氏和自家男人说起这事儿，李世平疑惑地问他：如烟答应了？她答应了，我便想着问问你的意见。今儿爹可说了，为了你李家的颜面，要女儿嫁给光头李，而且爹娘还不愿意出钱。你说的不错，若嫁给光头李，在眼皮子底下不怕闺女受委屈，
但那赖子开口就要5两银子，实在是过分至极。谁说不是？有那钱，我宁愿给别人，也不想给那种人。所以，明日我就去秀才家说一说，红叶那孩子一直喜欢如烟，咱不要彩礼就是了。可人家是读书人，能同意吗？若是能跟秀才，自然比光头李好上100倍呀。当初李翠花那可是从镇上闹到咱们李家村，方圆20里就没哪个村不知道她伤风败俗。可最后一句不要彩礼，不也嫁出去了？我明日还要去镇上1天，这事儿你看着张老先试探一下，若人家不同意就算了，省得没了脸面，爹娘又该骂咱了。我说你也是，家里都闹翻了天，你还有心思去做活？1天挣40万，还得分出去30，不做活这一家子饿死啊！李世平不是多事儿的人，他勤勤恳恳，在外很能吃苦，是个人人称赞的大好人。爹娘就算了，可你瞧瞧三弟，2口子好吃懒做，跟猪一样。你辛苦挣来的钱，只怕有大半落他腰包了。大半都不至于，爹虽然脾气不好，可也是一碗水端平的人。哎，别那么说了，睡吧啊！你爹是能端得平，但钱在你娘那里，他那手抖得可厉害了。那我还能咋办？分家。闭嘴闭嘴，不许再提这事儿。如烟娘啊，这是去哪儿啊？嫂子，我来找你唠唠，红艳可在家？啊，红艳去村长家说事儿去了，不在家中。你先坐会儿啊，我去给你倒碗水。哎呀，不用不用，这大早上的，红艳找村长做什么？不知道啊，许是去借钱吧。借钱？红艳要继续读书？嗨，不是读书的事儿。昨日他爹去隔壁村帮人挖渠引水到田里，伤了腿，这会儿啊躺在床上动都动不来，无钱请大夫。红艳便说他去想办法。怎会伤了腿？没有大碍吧？哎，还不知道能不能恢复正常呢。哎呀，一听这话，小周是心里打起退堂鼓来。李红艳是个读书人，长得好看，品性也不错，可就这家吧，实在穷了点儿。可李红艳喜欢如烟呢，目前也只能找他了。大不了成亲之后，同这家子人把家给分了，各过各的不就得了？打定主意，小周是心里敞亮了不少，又扬起笑脸来，七扭八歪说了很多闲话，这才讲起正事来。红艳娘，念在俩孩子也是两厢有意的份上，就这么着吧。我男人说了不要彩礼，倒是能给你家省下不少钱，你说是不？这，不是我不答应，实不相瞒，前些日子有媒人来我家，是隔壁村一财主，给他最疼爱的小女儿说亲来了。啊？何时的事？我怎么没听说？哎呀，就不久前。我家不仅不要彩礼，还赔价5两银子，都是知根知底的人家，你看要不？哎呀，这也不是我能做主的呀，人家那边也说不要彩礼，还赔价了20两银子，多少钱倒是不打紧。我还是喜欢如烟这孩子的，只是先前都答应别人了，也不好再推掉不是？只怕是会毁了信誉，影响红艳的将来呀。小周是脸彻底垮了下来，也明白对方话里的意思，哪有什么财主啊，分明就是不想娶，怕他女儿的名声影响他宝贝儿子的未来呀。小周是胡乱应付几句便走了。什么玩意儿？老娘找你结亲是你家的福分，穷得叮当响，还谈骨气。说是好好的姑娘，谁愿意嫁来你家？只怕新婚夜像2口床上都会钻出2个小萝卜丁，还想要20两银子。老娘若有那20两，姑娘就自己养，还说送你家5两银子，穷鬼就无福消受。且不说你男人还瘫痪在床，光是那一窝小的就足够养了。哼，20两，再想屁吃！老娘还不如给光头李5两银子。光头李家那瞎眼老娘，没准哪天就摔死在阴沟里，我姑娘便谁也不用养。比起李红艳家，好像确实那个光头李会好一点。虽说人不着调吧，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见人家饿死呀。甭管是坑蒙拐骗还是什么的，至少是有些本事在身上的。只等他那个瞎眼老娘一摔死，李如烟便能够只顾自己了，好像也不算什么坏事儿。小周是忽然就想通了，加快步伐往家里走去。李家村又飞流言了，说李铁头家异想天开，原先人家提亲吧，他瞧不上人家，这现如今出了事儿了，就上门找人家去了，这不欺负老实人吗？
李铁头砍柴回来，一听到这些话，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便找小周氏质问去了。结果自然是小周氏挨了骂。李如烟都跟光头李那啥了，还找人家李红艳干什么去呀？还嫌不够丢人吗？要把脸扔到人家去？经过这回，李铁头本还有些动摇不定的心呐，变得是坚定不移的，直接下死命令，只能嫁给光头李，不许上任何人家说亲去。他们家丢不起那个人。光头李家要5两银子，这钱和人可是好白给的。老子去同他说。石喜，你跟我一块去，跟那王八蛋好好讲讲道理。讲理这种事情啊，李石喜就擅长了。父子俩约着，去把光头李又揍了一顿，逼他讲出最后一句话来：我娶，不要钱。不过李石喜还是有些不甘心，他家好好2个大姑娘嫁人，都是1分钱没捞着，而且2回都落下骂名，实在亏死了。他回家把不甘心和自家媳妇儿吐槽吐槽。他媳妇儿低声说道：昨日我跟二嫂去种豆子，但我肚子疼，便先回来了。然后我在茅房听到刘寡妇与娘说了一些话。什么话？刘寡妇怀疑如烟那事儿是李翠花跟光头李合伙的。这个我觉得不大可能。我也觉得不大可能，可这都不搭紧。李翠花是如烟的姐姐，事情又发生在林家，她这个做姐姐的不得多少有点责任吗？这是这么个理儿。可那晚你是没瞧见那疯婆子因如烟欺瞒这事儿把她打成什么样了？这也不大紧，重要的刘寡妇还说李翠花这几日在家造房子里。我听人说上个月林寒州他们3人进山打猎，的确遇到了熊瞎子，3只但都被杀了，一人得了2对熊掌，卖了这个数4两，这么多。瞧你那没见识的样，那可是熊掌，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东西。那是40两。媳妇儿，你这消息靠谱吗？狗大娘说的，能不靠谱吗？娘都知道了。你这不是问的废话吗？刘寡妇跟他讲的，还能不知道？那娘没啥反应？这几日都没脸出门了，还能有何反应？不行，咱得去再加把火，等有钱了，没准还能送二牛去书院呢。娘，我爹回来了。哎，没回来，怎么了？我听人说爹伤了腿，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哄人的。您给我定亲了？也是假的。红艳娘神神叨叨的把李红艳拉进屋里去，和儿子说起小周氏想为李如烟说亲的事情。李红艳微微蹙起眉来，小周氏这一趟来呀，无异于告诉全村的人，李铁头家瞧不起他呀。先前去提亲，人家便连聚2次，这会儿姑娘出事没人要了，倒想起他来了，当真想气死谁吗？娘，您做的对，让其知难而退，不至于伤了大家的颜面。你没意见就好，咱家是穷，可也穷的得有自知之明啊，有气节。对了，你找村长那事儿谈得如何了？村长同意了，借祠堂旁边那间空屋子给我做学堂。可那屋子四面透风，如何教学呀？能否让族里凑钱修缮？李红艳摇了摇头，大家都自顾不暇了，让大家凑钱修葺学堂，定比登天还难呢。娘，这事儿您就别操心了，能不能收到学生还不知道，等我挨家去问，若能收到学生，再想办法修学堂吧。再等等吧，风头过去些，我再挨家走访。也好，娘去做饭，你休息休息。不知不觉春季即将过去，浮云惦记了许久的竹笋还没去挖，今儿有时间便背上背篓，带上弩、匕首、锄头，便上山去了。浮云用锄头扒拉着枯叶，见着裂缝的地面呐，一挖一个准儿，不一会儿便挖了满满一筐，正愉快地踩着呢，忽听到一大群吱吱唧唧的吵闹声朝这边过来。靠，猴群！他眼睛死死盯向那帮猴子，好像是在追逐打架的，可怎么全冲他这个方向来了？正要跑，忽然间晃眼看到前头被追那只猴子大腿处绑着一块脏得看不清颜色的布。哎，是前2天那只。这猴缘得多差呀，竟被这么多猴追赶着。还未叹息完，就见猴子朝他这边扑了过来，跳到浮云肩膀上，一手抱着浮云脑袋，一手指向赶来的猴子，在浮云耳旁吱吱叫个不停，仿佛在说打他们。嘿，来他这儿寻求庇护还挺会打算的。其余的猴子10几米外停下来，抓耳挠腮看了过来。浮云不敢对头上那只猴子动手，生怕那帮猴子以为他有攻击性来群殴他，那不就废了吗？猴哥，
己人，别动手呀！就这么僵持了一会儿，那些猴子一直没凑近呀。想是深山的猴子没怎么见过人类，所以不敢轻举妄动。浮云松了口气，一点点的缓缓退出竹林。他不敢去拿背篓，生怕猴子以为筐里是什么好吃的，全围过来抢。直到离开竹林好长一段距离，那帮猴子没跟上来，浮云才尝试把那只猴子给拽下来。可他手一伸过去，那死猴爪子就跟要命似的，扯到头发，像剥头皮那种。他一扯猴，猴扯头发；他一扯猴，猴扯头发。哎呀，来回尝试好几次，猴没扯下来，头发反倒被薅了不少。他不想当秃子，便只能放弃挣扎，就这么顶着猴回家去了。死猴子，你大爷的！等你下来，看我怎么收拾你！撒手啊，猴哥！哎呀，我错了！哎，别扯！撒手呀！李汉州，救救我！就看到女人顶着鸡窝头，而鸡窝上正坐着一只猴，所有人无不感到震惊啊！于姨，你这什么造型啊？娘，你去哪儿弄来的猴？可会伤到你！小猴记好可爱。咱就是说，能不能别感叹了，赶紧把这东西弄下来啊！哎呀，见此情景，林寒洲不知该不该笑。常欺负别人的人，竟被一只野猴子给欺负成这德行，不知该怎么说他。你把它扯下来不就好了？能扯下来还用你说呀？那杀了吧。你怕是许久没有打猎手痒了。的确有些忌痒，我还不知猴肉吃起来怎么样。林寒洲盯向那只小猴子，两只眼睛发出幽幽的凶光来，那叫一锋芒外露，锐利无比，似利剑一般能钉穿某物。这男人此刻就像是盯上猎物的狼一般，正死死盯着头上那只猴子。约过了1分钟，浮云感受到头上小猴子身体颤抖的厉害，小爪子松了松。男人迈步上前，才刚走2步，小猴子吱吱叫唤着，好像看到什么洪水猛兽一般。他猛地蹬向浮云的肩膀，往房顶窜过去。没良心的东西，老娘救了你，你居然将仇报！有种你滚下来，看我不扒光你的毛！那猴子张牙舞爪的准备跳下来，可林寒洲一看过来，他顿时扭身又爬回去了。林寒洲，你是不是会什么邪术？邪术？就是你刚才盯小猴子的时候，是不是给他下邪术了？为何他会吓得跑掉？无知。你说我无知？就是因为无知才来向你请教啊！你是不是真的会邪术啊？要不你用刚才那种眼神看看我，让我学习学习。你这是被猴给吓傻了？背篓呢？在山上竹林那边遇到了猴群，我不敢拿。后山？后山怎会有猴群出没？唉，10几只大猴子，全是追着那只讨厌鬼来的，而他却直接往我这跑来。若不是我够冷静，只怕这会儿还在跟猴子打架呢。跟猴子打架，想想那种诡异的画面，林寒洲就莫名想笑，不过却惹来浮云的白眼儿。你笑什么？没什么，那只猴子很有灵性，若再来，你可以对它好一点。疯了吧？他欺负我，还要我对他好？林寒洲，你是不是有受虐倾向啊？哼，提到这个，浮云便感觉不是没可能啊，不然为何被李翠花虐了7年还不休妻呢？真看不出来啊，好好的一个男人吧，心里还挺变态的。他是喜欢你才会这样，你看着，他一定会回来的，对他好一点，或许能给你带来惊喜。啊？真的？你真给他下邪术了？没有。那你为何如此笃定他会回来？跟你说话可真累啊。你拐弯抹角的，能不累吗？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太笨，听不懂？笨你大爷！我不会邪术，之所以这么说，是用眼睛看。那猴眼目精明，灵性比普通猴高，很聪明。你看到的或许不是被追赶，而是被驱逐。驱逐？好像也不是没这种可能。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是有很强的排异心理。一个人若能力过于突出，便会让人产生妒忌的心，俗称红眼病。这个我当然知道，还用你说？我怕你笨。滚！林寒洲当真拿柴刀就走了，浮云忍不住叫他：哎，你去哪里？砍竹。顺便把背篓带回来呗，背篓附近还有我丢掉的竹参，你看看还在不在，一块带回来。清晨，浮云一脸轻松到厨房烧水，眼前晃过一只灰影，从小墙的小孔上钻了过去。
并未看清，他便以为是只野猫，没放在心上。打水进锅的时候啊，忽然怔住，锅里不知何时多了个桃。你们看这个，娘，你哪里来的桃？捡来的。捡？上哪儿捡的？我也想去捡。你猜？可是猴子送来的。你们几个分了吧？我们5个人分5份，对不对？分4份，你们4个吃，我就不吃了。娘，你可是舍不得吃才留给我们的。终究还是被你发现了。你们吃吧，娘不馋。可是你说了，有好吃的要大家一起分享。都说了，你们这东西我没见过，我们这里的人也吃不来这种黑乎乎的东西。老板，这个我们这个是很好吃的，很鲜的，您多少拿点试试看嘛。不要，脏死了，还水里捞出来的，我看呢，从死人堆里刨出来的才是，臭烘烘的。赶紧走，别把我门口弄脏了。人家这么说，那对中年夫妻灰着个脸，拉着驴车便离开了。一阵风吹过，带着一股淡淡的香气。浮云猛吸好几下，眼睛顿时亮了。大哥，等一下。姑娘，你是叫我们？我想看看你们车上的东西，可以吗？你想？我想买一些，可是要的少，你们不卖？卖的。半车多是海带，有少部分紫菜和虾皮都是晒干的。好香啊！大哥，这个你们是从哪里进来的货呀？这是我自己捞的，完了我娘子晒的，洗得特别干净，姑娘可以放心买。煲汤很好喝的啊。我知道。你们是外地的？是的。家住海边？是，这种海草啊，在我们那儿多的是，卖不出去，我们就想着拿上路上看看。完了，这边人好像不爱吃海草，卖了大半个月才卖掉半车。大哥，别往心里去，那是他们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这东西的好。大哥，你们从家出来，想必吃了不少苦头吧？从家出来到现在，风餐露宿1个月了，你瞧，驴都饿瘦了。真够不容易的。大哥，车上剩下的这些，你打算卖多少钱？我全要了。全要啊？全要，也省得你们再四处去问，卖完了好早点回家不是？恰好这海带、紫菜饼、虾皮儿，它都有大用处。姑娘啊，是这样的，咱这些海草看着不多，可泡发之后就多了，那都是冒着生命危险采的，又经过1个月的长途跋涉，挣钱就不指望了。只是我们需要回去的路费，所以回去要多少路费啊？1两银子。浮云眉头微蹙，这时代人工还真是很不值钱，1个月的长途跋涉，好不容易把东西卖出去了，开口却只是1两银子。男人以为浮云感觉贵，又急忙改口道：姑娘，你要是诚心要这800文也行。就1两银子吧，不过东西太多，我需要你们帮我送一下，不远，驴车的话2、3刻钟就到了。2、3刻钟倒是不远，男人毫不犹豫便答应了。大哥，怎么称呼你啊？我姓风，3横1竖的风，单名一个祥，我娘子也姓风。这个姓倒是十分的少见。在路上少见，在我们海边绝大多数的这姓。嫂子看着脾气十分温柔呢。对，她脾气好，只是跟着我吃苦了。她自小便口不能言，耳不能听的，放在家里怕被别人欺负。路上虽苦，带在身边放心。风大哥，你们以后还来卖吗？不来了，卖不掉。鱼倒是能卖，可运不到路上，离了海会死的。生活本就是诸多不易，心态放好些，能舒心很多。娘，你怎么才回来？有事，耽搁了一会儿。浮云揉了下凌雪小脑袋，进屋扯块床单铺在堂屋的空处，便叫上风翔帮忙一起把东西搬进来了。云姨，这是海带吗？你还知道海带？我吃过啊，味道很是独特，很好吃的。好吧，有钱人的见识果然比普通人多。拿了银子给风翔，夫妻俩对浮云好一阵鞠躬，说几句话就告辞要走了。浮云却叫住他：风大哥，天色已晚，只怕你们还未回到镇上就要黑了，若不嫌弃，不如就在我家里住上1晚，明日再走。多谢姑娘不，多谢夫人好意。你能帮忙把东西买了，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怎么能再给你添麻烦呢？你可是嫌弃我家太小？不是的，主要是我们真不方便，怕吓着你。浮云并未探究他口中的吓是什么意思，直接说不会处理海带，需他们教。
他这么一说，风翔就只好勉为其难应下。只是我家太小，没有多余的床位，只能委屈你们打地铺了。不委屈，不委屈，比野外露宿好多了啊！姐姐不用担心，我们家很安全的。吃过了饭，林寒舟寻些稻草回来，浮云从房间里翻出草席、床单，现缝了被子，在堂屋的后门处腾个地方打地铺，怕两口子不自在，便早早带孩子们洗漱回屋睡觉去了。昏昏沉沉中，忽然被一阵急促紧张的声音吓醒了。娘子，娘子！浮云钻出暖和的被子，摸黑儿朝门边走了过去，才拉开条门缝，就看到林寒舟拿着油灯急匆匆跑了出来，而风是他躺在地上口吐白沫，四肢剧烈抽搐着，看起来很可怕。放平，给他的脸侧过来。林公子，你是大夫？你娘子可是先前就有的癫症？是，时不时会发一回。这病有8年了吧？对，8年前我们的仨孩子被海冲走了，他受了强大刺激，后来就……癫症会影响到神经，时间长了智力也会受影响。你娘子各方面都很正常，看来你把她照顾得很好。林寒舟一边说着，便拿出长长的银针，依次捻入风氏的百会穴、上星穴等，接连刺几个穴位，就见风氏身子抽搐的没那么明显了。林公子，对不住，我给你们家添麻烦了。无妨。浮云仔细盯着林寒舟那修长好看的手指，一会儿悬针，一会儿又在针上弹了几下。看不懂，不过他这个应该叫医术的吧？他忽然就想到，先前林寒舟逼他喝了很多的药，好像自那儿以后，他便很少做噩梦了，也没再流鼻血。没想到这小王八蛋藏得挺深呢，居然还有这么牛逼的技能，真是小看他了。好了，今晚不会有事了。佟大哥，这个方子你收好，10副药下来，嫂子基本能痊愈。痊愈啊？这真能痊愈啊？林寒舟淡淡的嗯了一声。林公子，救命之恩，我们夫妻2人无以为报。我举手之劳罢了，大可不必如此。林寒舟急忙将风翔拉起来，嘱咐一句早些休息，人便走了。风翔捧着方子在油灯下看了又看，小心翼翼折好了，揣在怀里，就跟揣了无价之宝一般。躺在床上，浮云久久没有睡意。林寒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本以为自己早就看透了他，却没有想到他竟会有如此人善的一面。救了人，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不骄不躁，淡定如斯。李家村的人都不知林寒舟会医术的吧？不然这求药的人呐，估计早把家门挤破了。那个男人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呢？你的意思是能听到了？娘子，你真能听着了？风翔顾不得举止妥不妥当了，抱着自家娘子喜极而泣。浮云看到林寒舟斜倚在堂屋的门边，正风轻云淡地看向他们，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早餐浮云煮的是清水面，每碗里除了盐、猪油、酱油、葱花，还放了一点点早晨研磨的粉末。你们感觉味道跟之前的比怎么样？好像比之前的多了一种特别的鲜味儿。你放了什么？我的秘制调料怎么样？你喜不喜欢？还行。就只是还行？云姨，很好吃的，比牛肉面还香呢。姨父没吃过好东西，他说的不能作数的。林寒舟冷眼看过去，云泽下意识缩缩脖子，嘟囔着：本来就是嘛。哎，算了，你们都靠不住，还是我自己来吧。拌匀了面，他先喝一口汤，确实比之前要鲜很多，可对比起味精的鲜度还是差了些。不过呀，在这种没科技狠活的年代，能做成这样就算很不错了。他昨日留下这对夫妻住下，便想先试试看，用紫菜和虾皮儿做提鲜的味精能不能做成了。若能做成，可以跟他们好好谈谈。风大哥，紫菜和虾皮在你们那边产量如何？海里涨了不少，以前有商客去收，但从去年开始吧，这价格越加越低了，我才想来路上碰碰运气。那你今后不打算再来了？不来了，昨儿你也看着了，根本没人买。浮云趁此机会把自己想订一批紫菜和虾仁的想法同风翔说了。夫人呢？你当真要啊？暂时只要紫菜和虾皮。
海带的话，我得先探探市场，若能卖出去，下回你们送紫菜来，我继续跟你们订。福月小时想从各种鱼龙混杂的吃食里脱颖而出，除了做好口碑以外，特色也很重要。而海产品呢，在平镇市场上还很空白，若能做成的话，收入绝不会差。我家里还有很多紫菜和虾皮子，都是今年的，新鲜的很。你说要我回去给你送过来？肯定要的，到时候你们就直接送来我家。哦，对了，你们那边可有海蛎子？哎呦，夫人还知道海蛎子啊！以前我爹出门做生意，给我带过几个海蛎子，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个味道。可海蛎子那东西是活物，我怕胃运到这里就臭了。嘿，我有办法。浮云神秘的一笑，正想跟风翔讨论海蛎子用途时啊，就听到外头响起骂骂咧咧的声音来。哼，老娘把李翠花养这么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可你们都说说，她是怎么做人的？那日竟然想拿石头砸了我的腿，这个不孝孙女啊！砸你腿都是好几天之前的事儿，你为何今日才来说？忙着别的事，没空来不行啊。可是忙着办喜事呢，我听说如烟跟光头里的婚事定下了，哪日办喜酒，为何还不通知啊？李翠花，你躲在里面干什么？赶紧开门，老娘有话跟你说。浮云喝完最后一口汤，优雅擦了个嘴，这才起身。啊，原来是奶奶来了。哼，李翠花，你少装模作样了，老娘都喊你半天了，为何才来开门？抱歉啊，又哭又嚎的，我没听清，还以为是哪家的狗在门口叫唤来着，实在对不起啊。大清早的找我干什么呀？李翠花，你简直就是不懂知恩图报的白眼狼！老娘养你这么大，你现在过上好日子了，就完全不把我这个奶奶放在眼里了。听到这话，浮云都气笑了。李翠花早跟李铁头家断绝关系了，这几年呐，但凡做什么丢人的事儿，有人提到李翠花，李铁头一家都上下统一口径，说李翠花不是我家的人。怎么如今她过上好日子了，就有奶奶了？周氏这话不光恶心浮云了，连从不关注此事的凌寒舟啊都被恶心到了。他冷眼扫向周氏，凌厉的目光令周氏不由自主地缩缩脖子。相公，别这样，吓着奶奶了。李翠花，算你还有点良心。那是，奶奶，您养大我多不容易啊！对了，您吃饭了吗？没吃。啊，奶奶大清早饿着肚子就来了。哎呀，我这个做孙女的实在是心疼，要不你先回去吃个饭再来。瞧瞧瞧瞧，我就说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孙女，从来都没给过我一口饭吃，你们还不信？奶奶说的是什么话？虽说你没得过我的吃的，但是你得到了我的关心啊。谁得了你的关心了？我呸！你的关心值几文钱呢？奶奶记性可真差，我刚才还怕你饿着，叫你先回家吃饭呢。哼，你若是真关心我，怕我饿着，这会儿就该把饭端到我的面前来，而不是光只会嘴说。奶奶，不是我舍不得，而是我家早就没粮了，我拿不出来呀。要不奶奶，你借我10斤面，等我做了饭就给你送过去。哼，你家没粮？你让开，让大家伙看看，你家院子里的这是什么？有钱买驴，却没钱吃饭，哼，你哄鬼都不信。哼，还想借粮呢？做梦吧！奶奶多年不登我家门，今日突然来了，莫不是冲着我这驴来的？这驴可不是我家的。不是你家的，为何会在你家里？李翠花，你莫不是找借口不想养你奶奶，才故意说不是你家的？若不是你家的，那定是你偷别人的。那个驴是我家的。你家的？你谁呀？我昨日去镇上接来的远房亲戚啊，这驴和驴车都是我这个哥哥的，奶奶不知道。亲戚？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样的亲戚？姨妈那边的亲戚，你自然不知。小虎娘，你不是说这驴是李翠花买的吗？又是你这个搅屎棍，你3天2头蹦跶到我面前，莫不是对我感兴趣，故意吸引我的注意力？哼，你守寡都出了孝期了，却一直不找男人，原来是看上了我呀！
那我只能跟你说对不住了，我只爱我家相公，对女人不感兴趣。林寒舟错愕地看向门边绰约的身姿，这个疯女人呐，到底知不知自己说什么呢？李翠花，你别张口就胡说八道！哈，李翠花，你休想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你就是不想赡养你奶奶，故意拿吃不上饭来当借口。若真吃不上饭，你为何还在后院造房子？用的怕就是凌寒舟打猎卖熊掌的40两银子吧？李翠花，你有这么多钱都不拿给你奶奶用，这不是不孝是什么？小虎娘，我听你这意思，钱就该拿出来给别人花？可不，倒是挺有道理的。我看你身材如此丰盈荡漾，骚气十足，不如给大家摸一下。你个不要脸的骚蹄子，这种话也说得出来？害什么羞啊！我有钱就该拿给别人用，你长得好，为何不给摸呀？林寒舟再次无语，怎么办呢？好想把这个嘴里没把门的女人给拉回来。林寒舟，你还管不管你媳妇了？她是疯子，我管不了。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管不了女人这种话也好意思说出来，当真是窝囊废一个。刘寡妇扯着嗓子，红着脸骂道，可这话音刚落，整个人就后退着飞了出去，重重摔在地上。发生了什么？刘氏，你咋飞了？你莫不是骂不过就想躺在这儿讹人？哎呀，快起来，骂不过就回家去，别在这丢人了。众人都未看清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凌寒舟却看见了，刚才刘寡妇胸口挨了一脚。他蹙蹙眉，这女人之前打他的时候都没这么快的，看来那个时候是手下留情了呀。李翠花，你竟敢！我男人我都没有骂够，你算老几？快滚，否则我不介意给你加深在河边的记忆。刘寡妇揉着疼痛的胸口，灰溜溜跑了。浮云那句没骂够的话，猝不及防地落在凌寒舟的心口上。他抿着唇，看向屹立门边的俏丽身影，突然多了许多不明的感觉，是温暖，是慌乱，震撼，感动，还是别的？他自己说不清楚。奶奶可是也觉得我有钱就该分点出来给你补贴家用？不是补贴不补贴的事儿，你好歹是李家人，就是嫁出来了，也不该不跟娘家往来，不是？然后呢？你想要我如何补贴娘家？哎呀，翠花呀，先前都是奶奶的错，当初奶奶就该拼命阻止你爷爷。你也知道，你爷爷就是那个脾气，谁劝都不管用。然后呢？奶奶给你认错了，你就别生我们的气了，回我们的家吧。奶奶，你说真的？真，比黄金还真。奶奶，我信你，只是我二婶和三叔、三婶还有爷爷，他们都特别的不喜欢我。我若是真回去了，没准会惹得他们不快。哎，还是算了吧。我去跟他们说，他们一定会欢迎你回去的。那行啊，奶奶，那你快去将大家喊来，咱们一家人坐下一块说啊。对了，还有村长，入家谱这种事不能少了村长他老人家。嘿，奶奶这就去。这钱没忽悠到手呢，周氏就笑得合不拢嘴了。他走了以后，围观的人朝浮云就围了过来。翠花，你当真要回李铁头家？哎呀，我说你这孩子，你是不是傻呀？他老周氏方才骂你的话，骂你是什么白眼狼，为何突然转变态度呢？还不是因为你相公打猎得40两银子，他想坑你家钱。凌相公，你快把你家钱收起来吧，你媳妇儿是傻的，别叫他呀又给你败光了。我知道了，多谢婶婶们关心。自从你爹走后，你也不容易，大家都看在眼里。虽说这回是挣了钱，可我听柱子媳妇说了，这都是拿命换来的，可别叫眼红的人哄了去啊。是。翠花啊，你既然收了心要好好过日子，就记住了，女人成了亲，跟夫家才是一家的，别傻乎乎的补贴那个周氏。他若真心对你好也就罢了，可当初他是如何对你的？对，是，该听老人言。不许去干丢人的事儿。从把他赶出去那日开始，他李翠花就不再是我李铁头家的。哎呀，老头子，你先别气，你可知凌寒州打一回猎能挣多少钱？能挣多少那也是人家的，别整得咱们像乞丐一样。
爹，翠花是我大哥唯一的孩子，若我大哥突然哪天回来，如何跟他交代啊？跟他交代？老子还想要他跟老子交代呢。这么多年不回家，谁知道是不是死在哪个旮旯了？总之，不许任何人去找李翠花，老子再丢不起脸。哼，每日啃黑面馒头你就有脸了？有本事你让我们顿顿吃肉啊！你，如烟就要出嫁了，虽说光头礼不要钱了，可办酒席是不是得花钱呢？到时候收了大家的礼，你就拿出黑面馒头、野菜团子给人吃啊，这就有脸了。懒得跟你这个疯婆子说。你现在是懒得说，等李翠花带了钱回来，买了白米，我看你吃不吃。乞丐投胎！老头恨恨瞪老周氏一眼，拿起柴刀出门去了。娘，你说这事儿靠谱吗？李翠花她凭啥会回来啊？问你媳妇。娘，这么伤脑筋的事儿我怎么知道嘛？你补贴了你娘家多少，你会不知道？我没有。哎，得了，我自个儿心里清楚就行。我只是说，嫁出去的姑娘都需要娘家撑腰，就凭这个，李翠花会回来。还是娘高明。老二，你们两口子怎么不说话呀？娘，我跟爹一样的态度，咱是穷，可也有志气。一个个的就知道跟你爹学，活该会穷。李时平没搭理他，拉着自家媳妇儿就回自己屋去了。娘，别气啊，我二哥一直就是老实巴交的刻板的人，您跟他志气犯不着。怎么犯不着？李翠花说要咱家所有人表态，他才肯回来呢。可他回来住哪儿？你是蠢的，老娘说的回来是让他回家谱上，不是真的叫他回来住。只要回家谱上，今后便多了往来的借口，到时候总能想办法从他的手中抠出钱来。娘，事不宜迟，咱赶紧走，去晚了李翠花反悔就不好了。李翠花啊，你可真是每隔几日不闹出点动静，我还有点不太习惯啊。哎，瞧您说的什么话？这不是有大事才敢叨扰您吗？嘿嘿，你这嘴呀，说吧，请我来有何事啊？奶奶，要不你来说？还是你来说吧。村长是这样的，今日我奶奶突然找上门，说想让我回家谱。我寻思，我到底还是李家人，若能有娘家叔父、婶娘和爷爷奶奶相帮，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对，翠花说的对，有娘家帮衬肯定越来越好。哎，可我没有什么能回的，怕你们后悔了，又将我赶出来。哎，我没有爹娘，便只能请村长来为我做见证。你真想好了要回去？嘿，翠花，瞧你说的是什么话？咱们才是一家人，一家人说什么回报不回报的，见外了啊！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你当真想回去？哪有姑娘家不想同娘家来往的，不想得娘家帮衬的？只是我怕叔叔婶婶们不同意，就不敢贸然答应奶奶，这才请村长您过来主持。李时喜和杨兰香呢，一听浮云这么一说，当即表态，都是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呀？二叔二婶当真没有意见？没有。那我爷爷同意吗？哎，别担心，你爷爷的意见不重要。有奶奶这话，又有村长和大家作证，我也就放心了。奶奶，你先回去把我名字还有孩子的名字加到家谱上，我一会儿就带着孩子和相公搬过去。搬过去？对啊，你不是叫我回去吗？我家人多，得准备大点的房间。哎，我看奶奶你那间房子就不错，就给我们腾那间吧。浮云眉眼一弯，看着纯洁无害的样子。娘子，可是今晚就搬？他啥时候出来的？盛情难却，奶奶和三叔三婶亲自来请，咱们还是要给面子的。娘子，奶奶知道咱家吃不上饭，特来请咱们回去住，这份恩情咱俩定要铭记于心。那是自然，奶奶养我长大，我自是一直铭记着，只是被赶出了家，没有借口上门而已。不是，我的意思是让你回家谱。对，翠花，你奶奶的意思呢，就是让你回家住。只是你一个人的话，倒是有地方住，可是带着一家去，只怕是太挤了，你住着不舒服。那再给我腾个屋子出来，不就不挤了？老周氏和李时喜被气得说不上话。这关键时刻，杨兰香笑吟吟上前来。瞧你急的，都是一家人，还能少了你的不成？咱今儿先请村长将你的名字加到咱们家谱上，今后啊，你就是想带着一家人回娘家多住上几日，我们都特别欢迎。不想在娘家住的话，
上午空手去，下午两手满满当当的回，也好不是？浮云的记忆中啊，李翠花对这个三婶印象不深，只觉得她在家不怎么说话，却没有想到这嘴倒挺厉害的。可我就是想回家里住，毕竟我是在那儿长大的，也住习惯了。那自然也是可以的。三婶只怕是杭州有意见，回去住不成上门的了吗？多谢三婶替我考虑，我没意见。没意见就好。杨兰香笑容快绷不住了，这两口子咋听不懂人话呢？不过为自家日后改善伙食，她还是硬头皮说下去了。那倒是可以的，只是房子小，怕你们住不习惯。真要回去，三叔三婶就重新给你们起2间房子，等起好了，你们再搬过去，行不？哎呀，可我有点急。哎呦，这可咋办呀？三叔三婶现在手头有点紧，钱不够，起房子一时半会儿也急不出来。要不翠花，你先垫着点儿，只要钱够加工加点儿，起2间大房子也不过几天的事。等起好了，你们就过去，大家一块住着也热闹。见浮云不说话，杨兰香便以为这钱的事儿说早了，没准会惹她防备，便解释道：你若不方便就算了，左右现在还有这么好的房子住着，现在就先把你的名字加在家谱上，等我们起了房子就接你回去，成吗？哎，三婶，我若是有钱，又怎么会去跟你们挤1间房子啊？你这不有房子住吗？说你真喜欢回家去住，我跟你换就是，还起什么房子？花那多余的钱做什么呀？总算谈到正点了。哎，这房子现在已经不是林家的了。什么？奶奶有所不知，几日前我头疼去镇上医馆找最有名的大夫瞧了，他说我脑袋里面长了个瘤子，唯恐时日无多。我心想，我死了不要紧，可底下还有3个孩子怎么办啊？我不能死，所以我只能把家里的所有钱都拿出来治我这瘤子。可长在脑袋里的东西，怎可能会那么好治啊？一副药就要10两银子，这才过了5天，我就吃了5服药，花了整整50两银子呢。我相公打猎的40两早已花完，我跟相公合计，把这房子抵押给医馆，再开5服药来试试，没准能有用呢。村长，您不知道，我这几日因这病急得焦头烂额，吃不好睡不好。看到这驴没？是我姨妈家那边的亲戚的，他做梦梦见我不好，特地大老远的跑来看我。浮云说着挤出2滴眼泪来，楚楚可怜的带着哭腔。今早我实在烦闷，便出去散心，碰着小虎娘，她跟我打招呼，我心里难受，就跟她说了这事。小虎娘就安慰我说，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家里人说？我说我哪能拖累叔叔和婶婶们呢，弟弟妹妹都还那么小。后来小虎娘就说我不好说，她去帮我说。村长，我太感动了，我奶奶一来我家就说辛苦把我拉扯这么大，还没得我一口饭吃，我就要走了。后来她叫我回李家去，我不肯去，就叫我叔叔婶婶亲自来接我。村长，你也听到了，本来我不想连累爷爷奶奶，可奶奶说都是一家人，就别说回报不回报的话。我真是太感动了。奶奶，你们若是能将我的病治好，我跟我的相公还有孩子们以后都会报答你们的。林汉洲懵了，李大德也懵了，众人开始讨论起来。没想到周氏刀子嘴豆腐心，关键时刻还是不忍心让孙女受苦。哎呀，是我们误会了，周氏，对不住啊。哎呀，世喜呀，你们可要说到做到呀，大伙可都听着呢。周氏几人再次语塞。三叔，房子就不用起了，我们一家人住1间就行，省出的钱没准能多买我1服药呢。等等，这事儿太突然了，你容我想想啊。三叔可是在想如何反悔拒绝。不要紧的，我知道自己的情况，你们会拒绝也是正常的，我不会怪你们的。相公，我这病特殊，娘家不能帮扶，你不会怨他们吧？不怨。多谢相公体谅。村长，我想请您帮忙，把我和2个孩子的名字加到我爷爷家的家谱上。你想得美。周氏本来冲着驴和后院起房子一事来的，可现在呢，这林家欠债，房子抵押给别人了，他无论如何都捞不到好处的，白跑了一趟。哎呀，越想越觉晦气。翠花，
你说的可是真的？我怎会拿这种事骗你们？大夫说能治，只是可能要花上几百上千两银子。你找的是镇上最好的大夫？自然。我不信啊！不，我的意思是，好端端怎么可能长个瘤子？有没有可能是那大夫看的不对啊？不可能。我听说咱平镇最好的大夫在陈氏医馆里，是个戴面具的那个怪人。那个据说他什么疑难杂症都能治，前不久还刚治好了李宏远他娘。只是那大夫只有缘才能碰到，要不咱找他去看看？浮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儿，这个李实习呀，怎么这么难忽悠呢？他咬了咬牙，耐着性子道：“就是那个戴面具的大夫给我看的。”当真？你见过那个大夫啊？见过，戴个银色面具，个子很高，医术特别好。翠花，连医术最好的大夫都这么说了，要不你就别治了，治了不一定能治好，还不如把治病的钱拿来帮他养孩子呢。你说的什么鬼话？有病就该治，花多少钱也得治。韩周啊，你别听他的啊，他不能放弃，大不了多上几趟山，打几回猎，不能让孩子小年纪没了娘，那多可怜呐！哎呀，到底还是自己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孩子，纵使以往做了很多错事，可在我老头子眼里，终归还是孩子。光是想想我就难过，太不容易了。从小便没了娘，这回好不容易收了心，还没过上好日子，就遭此变故。哎呀，可怜呐！这老家伙，传说中的刀子嘴豆腐心呢。村长，难得周婶子仁慈，想接翠花回去住，你就顺了她的心，赶紧把翠花的名字加到家谱上去吧。是啊，真是可怜，这好端端的，咋就得了会吃银子的富贵病呢？浮云不禁感叹，世间还是好人多呀。你说你没钱了，为何又在后院买地起房子？这房子是我得病前起的，债主要求给他弄好，不然要少抵钱，我们也是没办法呀。那你自己想办法吧，我拉扯你这么大，都还未得到你的好处，你倒是先赖上我了。奶奶，你刚才还说一家人应该相互帮扶，怎的？听到我有困难就改口说我赖上你了？莫非你只想叫我帮扶你，并没有打算帮扶我？你这还不叫赖上我？怎的？有钱时你不想着我，这会儿得病了，倒是想起有娘家了，需要娘家帮扶了。不知奶奶说的有钱时不想着你是什么意思？你有钱时都没分我一文钱，凭什么想叫我给你出钱买药啊？就凭我们是一家人啊，这话不是奶奶说的吗？我呸！谁跟你是一家人了？你个黑心肝的，死前还想带着拖油瓶来拖累我们家，哼，美的你！我知道了，奶奶的意思，林寒州打猎赚了钱，咱们就是一家人。我生病需要花钱，就不是一家人了。奶奶，为什么林寒州挣了钱就要分你呀？是不是他死了，也要请你去阎罗殿参观一下呢？你有钱的时候不想着我们，生病了才想起我们，这又是何道理啊？现在把我和孩子的名字加到家谱里，等我病治好了，我就挣钱还你们。你那病要花成百上千两的银子，哪能治好啊？翠花，不是我们不帮你，而是我们真的有心无力。你爷爷奶奶已年迈，没准他们生了病还得你凑钱来医治。你现在又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自然不忍心给你加重负担。不然今天就这样吧，咱们以后再说。杨兰香的一番话，既是为浮云着想，又为己方开脱，顿时又赢得不少好感来。哎呀，看样子若他那个二婶有这样的好脑子，能做这样的表面功夫，没准李如烟的结局就不会是这样了。浮云感叹着，唉，三婶都这样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知道自己不能连累你们，可是你们要劝我回去的。现在话说到这份上了，你们还是走吧，以后还是别来往了。哎，巴不得周氏一家三口生怕浮云反悔，赖上他们家一般，一阵风似的，一会儿就跑没影了。哎，你听说那件事了吗？简直是大快人心呐！哎，你奶奶去你家那日，不是没讨到好处吗？后来他们不是都回家了吗？你爷爷上山回来，听到有人说周氏那个人见钱眼开，听说你家有钱，就想让你回去。听到你说生病了，就又那什么。你爷爷估计啊，觉得没面子，老两个又吵又骂，差点打起来。上回打架，老两个打得可惨了。哎，不知你知道这件事不？那个知道。
哎呀，这回呀，周氏被骂，越想越不甘心，骂骂咧咧的就去了刘寡妇家，跟刘寡妇打了起来。啊，真打起来了？他们为何会打架呀？哎呀，那日你不是同刘寡妇说了你的情况吗？刘寡妇怕你奶奶不肯来，就没有如实转告，而是跟她说你家买了驴，后来又说林寒州打猎赚了40两银子，你奶就是见钱眼开，所以才会说让你回娘家去，好有借口剥你的皮。说难听一点啊，咱们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娘家不防着咱打秋风就算好的了，怎可能会真心的想叫你回去啊？你说重点。重点就是你奶奶没扒到你的皮，还惹得村里大家指指点点，都说什么看错人了。哎呀，她的名声更臭了。她就把这件事啊怪在刘寡妇身上，若不是刘寡妇多嘴多舌，她是断不可能会去你家的。所以两个人打得惨不惨？哎呦，肯定惨呐！周氏被打掉了颗牙，连着前几日被你爷爷打掉的那颗牙都掉了2颗牙了。刘寡妇被打歪了鼻子，那叫一个血流如注啊！4、5个人才把他们分开。牙口不好就别啃硬的，这下崩了牙，可算是有他好受的。哎呀，谁说不是呢？刘寡妇天天跑去村长家喊冤，可是她咎由自取，村长哪能理她呀？那之后呢？之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刘寡妇没说什么吗？她倒是跑去你爷爷家骂了，可你爷爷家人多，她骂不过，也只能灰溜溜的跑了。要我说，她也是可怜，好心帮你，却被殃及无辜。哎呀，那俩人打架呀，倒也真是大快人心。家里的事都做好了，我明日想上山一趟。你是跟我说？不是跟你说还能跟孩子们说吗？上山做什么？打猎。别打猎了，我养你吧。我去打猎赚钱给你治病，不然回头村长又该念叨我了，再不吃你的面就要坨了。你说能用什么东西提鲜呢？光是紫菜和虾皮还感觉差点，也不知蘑菇能不能行。提鲜？就是放在汤里，能让汤的香味更浓郁的东西。或许可以试试香薰。香薰？香薰味道鲜美，香气独特，还有药用价值。我看你这个什么提鲜粉的作用同它差不多，或许可以试试看。香薰，那就试试看。只是这香薰是什么东西？去哪里找啊？山上就有，一般长在倒木上。盗墓上长的，浮云隐约觉得他说的应该是香菇吧。林寒州，你何时上山？我跟你一起去。你若要，我帮你找些回来就是，特地跑去找不一定能找到啊。你等我一会儿，我收拾一下。李浮云，你好了没有？等你到山上，鸟都要歇了。哎，好了好了，催什么催啊？走吧。等等，又怎么了？我们不拿背篓提篮什么的？不方便。那一会儿列了很多东西，怎么搬回来啊？拿着就回来，再耽搁下去，咱们只能掏鸟窝了。掏鸟窝也不错，我想养只会说话的鸟。鹩哥。乌鸦更好。可惜乌鸦不会说话。为何？这样跟人吵架就能用他的乌鸦嘴诅咒，不知道能省我多少事呢。李浮云，你就这么点志向？对啊，自小便胸无大志，只想找到父母。娘，我出去玩了。你又想去哪玩？下午跟你二伯去山上砍柴去。娘，二牛还小，哪会砍柴啊？回头别挥刀把自己的腿砍了，还得花钱去治。他都7岁了还小，你看看人家李红艳家4岁的都开始干活了。这几天呢，老周是哪都不顺心，看啥都不顺眼，脾气特暴躁。李二牛绞着手指头，怯怯地看着奶奶。杨兰香急忙朝他使眼色，他退缩着一溜烟跑了。你就惯着他吧，早晚得惯成光头李那样。光头李怎么了？光头李不也得吃得上饭，娶得上媳妇？你什么意思啊？我吃饱了，你们慢吃。淑烟，三婶嘴抽筋，没有说你的意思。三婶，我没在意，你说的本就是实话。李二牛回了屋去，拿出自制的玩具弓箭，就往外跑。二牛啊，你是要找林景他们玩吗？阿景约我们去打鸟。打鸟？你们一帮小屁孩吗？还能打到鸟？能打的，阿景会下套子，前几日我们还捉了一只。当真？真的。那我跟你们去看看。
二娘，你这弓不行，箭射不出去的，还是继续下套子吧。阿景，那你去拿你爹的弓箭来用不就得了？我爹的被他拿走了。颜之，你爹的弓在家。李颜之想都不想就拒绝了。爹爹常嘱咐，弓箭不是他们能玩的，而且很重，拿都很难拿起来，别说拉开了。几人商量一会儿，最终决定下套子。一群人跟着林景往后山跑。林雪本想跟哥哥们一起去的，却被李焕之拉住了。小雪，跟姐姐在家，一会儿我娘煮鸡蛋给我们吃。二姐姐，你不是想看下套子吗？还去不去了？不想去了，没什么好玩的，你们去吧。小雪，你哥哥去玩了，你怎么不跟着一块去啊？我跟幻之姐姐玩。小雪真乖。小雪，小姨给你带糖了，你看，你分给幻之姐姐，你们一块吃吧。多谢小姨，我不吃糖。怎么不吃了？你以前不最喜欢吃糖的吗？我娘说吃糖多了对牙齿不好。小雪，没多少的，就2颗，你们俩一人1颗，快拿着吧。谢谢小姨，我不要。怎么了？小雪，可同小姨生分了？不是的，小姨，是我娘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一听到那个女人，李如烟就恨得牙痒痒。李如烟冷哼了一声，收起糖，头也不回地走了。李小虎独自一人拿着个木棍在河边插鱼，李如烟远远看到他便走了过去。李小虎，插到鱼了吗？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光头的媳妇。他不喜欢这个女人，因为李如烟是林景的小姨，对林景好的人他一个都不喜欢。你吃糖吗？不吃。小虎啊，我听二牛说过你抢林景的糖，没想到反而被打了，是真的吗？你瞎说，林景那兔崽子还不够爷爷一拳呢。知道你厉害，来吃糖吧。李如烟笑着扔了1颗糖过去，她掏出来剥开纸就往嘴里塞，甜的舒适的眯了眯眼睛。怎么样，好吃吧？我这还有呢，想不想要？我说你这么讨好爷爷，该不会是看上爷爷了吧？李小虎，你今年才9岁吧？快10岁了，不过你若是想嫁我，还得等几年。想娶我，等你毛长齐再说吧。我问你，有人说你长这么大了还跟娘睡一块呢，是不是真的？我还吃奶呢，不过我娘的吃不出来了，要不你的给我试试？李如烟心头猛地一汗，那光头李都讲不出这般下流的话来，他一个9岁小娃娃，说着竟不脸红一下，聊不下去了，他索性直接进入正题。这样吧，你帮我个忙，我拿糖给你10颗，怎么样？当真？自然啊，我这还有1颗，先给你。除了这个，再给10颗，成交。要我帮你什么忙？李如烟看着泛光的湖面，浅浅一笑。才冲进家门，大雨就哗哗的下来了。总算赶上了。一整天就这么点收获，还跑得这么狼狈。你先去换衣服。韩州，不好了！大勇，怎么了？韩州，阿景他们不见了。你说什么？方才我瞧着要下雨了，几个孩子都没回家，便去找，可是在后山的槐树底下找到昏倒的幻之。昏倒的？阿泽、阿景、小雪呢？没找着，胭脂也没找着。听到孩子不见了，浮云的脸一下子白了，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前世所看到的新闻报道。被拐卖、被偷的孩子，不是被打成残疾乞讨去，就是丢了器官，亦或是像他这种被有心人买回去。想到自己曾经的遭遇，浮云就只觉得脑袋昏沉发重，冷汗涔涔。李浮云，你先回去休息，我跟大勇去找。我跟你们一起去找。你先别急，没准是在哪儿玩，因下雨来不及回来。阿景和阿泽那么机灵，不会有事的。我现在就去找。我要去找。听话，在家等我消息，我一定会把孩子们都找回来，相信我。我不信，我谁也不相信。浮云拿着伞，直接冲进雨幕中。浮云首先想到的是后山孩子们的秘密基地，之前阿景想不开的时候也都去那边的。他没绕路，直接从斜坡踩着稀泥爬上小路，往孩子秘密基地奔了过去。阿景，小雪，
婶婶，言之，就你一个人吗？婶婶对。雨势渐渐散去，可天色将黑，林中只能看到模糊阴森的树影。好在李大勇叫许多村民点着火把加入了，才能看得见方向继续找。呼喊声此起彼伏的，却没得到任何的回应。10几个人翻遍整个后山，再往里走便是深山了。阿景不会去深山的。万一他们是被人拐走的呢？拐走更不会去深山。要是被豺狼虎豹叼去的呢？后山不会有凶兽。村里可还丢了别的孩子？没听说，这么瞎找也不是办法，得捋捋，查找线索。明成，麻烦你把大家召集到村口，我有话想问。行。李明成也意识到了这么找不是办法，立马在林中喊起来，让大伙都回去。林汉州，我觉得他们被绑架了，那么多孩子一起玩，为何独独不见的是阿泽和阿景？我先前没有跟你说过阿泽的真实情况，他其实不是我的亲戚，他是被人追杀的可怜孩子。我知道。前些日子我们在镇上被人跟踪，我觉得有可能是找阿泽的那些人来了，带走了他们。不是没这个可能。我们去镇上找吧，那些人肯定来不及离开。先在村里问问。林寒洲也着急，但他的声音沉稳冷静，让浮云的心也跟着平缓了不少。大勇、韩洲，你们在吗？嫂子，孩子可是回去了？没有，是幻之醒了，有情况。李焕之说，下午他和凌雪在家门口玩，后来李小虎跑过来跟他们说了，说林景和云泽抓到很大的鸟，喊他们去看。两个女孩不疑有他，立马拔腿往后山去了。可才转到后山的小路上时，李焕之被人从后面狠狠地敲了一棍子，再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你们说会不会是刘寡妇指使李小五这么干的？可当时只有幻之和小雪，那凌景和云泽怎么也不见了呀？兄妹三人一块不见，这还不够说明是有人故意为之吗？要说整个村子里和浮云仇最大、最不服气的人，应该是刘寡妇呀。李小虎，刘寡妇，我去找他。若真敢动那几个孩子，他绝不放过他们。只见浮云拿着火把踢开了房门。李翠花，你要死啊！大晚上发什么疯？李小虎、刘氏，你们出来，我有话问你们。你有话问我，我还有话问你呢。大晚上带这么多人来我家，是什么意思？叫李小虎出来。我们只是想问李小虎几句话。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是怀疑我家小虎把你3个孩子都绑架了？林寒洲，做人要讲良心啊！前阵子你家那个野种指使一大群人来打我家小五，我都没去你家找麻烦，你反倒来踢我家门。别转移话题，我让你叫李小虎出来，你给我扯东扯西的，莫不是做贼心虚？你什么意思？我做贼心虚？我看你们半夜来我家闹事才叫做贼。他的手越杵越近，林寒洲不耐烦地抓过他的手腕，一把将人甩在地上。刘寡妇哭喊道：你们李家人就知道合起来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一个个都冷眼看着我被打，没天理呀！村长，救命啊！一群土匪半夜将我家门破了，还动手打人！村长啊，我过不下去了。李大德来了。韩洲啊，有什么话好好说，万一是误会呢？村长，我们好好说了，是他先动的手。李小虎，你为何要叫幻之和凌雪去后山？我没有。看着我的眼睛。我不看。你心虚了。李小虎，你为何要害凌雪？没有，我没有害凌雪。你没有害凌雪，为何不敢看着我的眼睛说话？我没有害凌雪，我只是叫他们去后山看鸟，我什么都没做，我不知道凌雪在哪里，跟我没有关系。杜旭光，是谁指使你叫他们去后山的？你最好说实话，否则我宰了你。不对，李小虎，今日下午我看见你去了后山了。我没去，你血口喷人。哼，你没去后山，又如何知道林景他们抓了鸟？你去了，我看见你跟云泽和林景说话，然后他们就跑了。你这孩子怎么早不说呀？我当时以为他们是躲猫猫去找藏身的地方了。往哪边跑的？河边，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河边？浮云的心一沉，他
他们都到处找遍了，唯独没找河边去。是不是你叫他们去河边的？是不是你把他们按在水里了？李翠花，你怎会如此恶毒？我家小虎还只是个孩子，如何会干那种事？我信他是孩子，干不出这样的事。可你呢，刘寡妇？你是不是对我特别不满？有事冲着我来，针对孩子算什么本事？你是怀疑我？对，我的确怀疑你。在这村里，只有你有动机。你自个得罪过多少人，你心里没数啊？凭什么就怀疑在我身上？李小虎，你自己说，你可是跟林景他们一起玩过？我没有。李小虎，你去找过林景和云泽了，对吧？我说，磨磨唧唧的，信不信我找过。你找他们做什么？又跟他们说了什么话？给我如实招来，否则我说。对于鼠目寸光、认不清局势的人，你好言好语能有个屁用？李小虎开口说，他跟林雪说，林景他们逮到一只特别大的鸟，喊他过去看。然后他又去跟林景和云泽说，林雪跑不见了，林景两人就跑了，他也不知几人到底去哪儿了。我说的是实话，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是谁让你这么做的？我没谁。哼，那就是你企图杀人，害了林景他们，3条人命，我只能送你去见官。起来。是李如烟叫我这么说的，我说的是实话，你快放了我，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知道。你最好给我祈祷，他们几个别出事，否则……大晚上你们来我家干什么？把李如烟叫出来。如烟，你可是做了什么？娘，你怎么没有声音啊？你吓死我了！你又做亏心事了？我能做什么亏心事啊？不然人家为何上门找你？我哪知道？李如烟，你给我滚出来！翠花，你先别急啊，没准有何隐情，我去把他揪出来当面对质。李世平上前去，一脚将自家门给踢开，而屋内传过来李如烟的声音：“别拽我，我自己会走。”李小虎说：“是你指使他去跟凌雪和林景分开报信，可有这回事？”李翠花，你什么意思啊？你莫不是怀疑是我害了你孩子？你最好说实话。这好端端的，我为何害他们呀？大家都知道，我平日最疼那2个孩子了，而且今天我拿糖给小雪吃呢。李焕之看到了，他也知道啊。我来不是听你说废话的，你为何叫李小虎去给林雪传消息？我是见小雪单独在一边孤单嘛，喊她去跟哥哥一块玩而已啊，有什么问题？哼，你叫李小虎去干这事，你觉得有何问题？我觉得没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啊？你说，林景和凌雪在哪儿？可我不知道，不知道。你叫李小虎跟林雪说去后山看鸟，又叫他跟林景说林雪不见了，现在又跟我装模作样的说不知道。李如烟，你这么好的苗子，不去做戏子可惜了。李如烟难以呼吸，憋红了脸，却扬起狞笑来，也不挣扎，就这么倔强地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就仿佛在说：“李翠花，你弄死我呀，弄死我，就别想找回自己孩子。”浮云怕他真的死了，问不出线索来，愤然放了手。我问你，他们在哪儿？我不知道。李如烟依旧嘴硬，浮云直接一拳挥了过去，许是心虚害怕，或是方才被掐脖子，脑袋缺氧，就这么一拳，李如烟便晕了过去。李翠花，那个毒妇下这么重的手，重吗？小周是拼命掐着女儿的人中，见李如烟没反应，林寒舟上前去，不知怎么操作的，李如烟大叫了一声，就醒了过来。李如烟，你把他们弄到哪儿去了？陪长人家身上，我哪知道他们跑哪里去啊？林寒舟紧紧攥着拳头，别说浮云那个暴脾气了，就连他也想动手打人了。李翠花呀，李翠花，你还真是狐狸精转世，不管什么事情，大家都只信你。林景和云泽与我无关，你与其在此跟我浪费时间，还不如赶紧去找。凌雪在哪儿？林大哥，
你现在知道心疼女儿了。先前你的女儿被那个贱女人打得哭爹喊娘的时候，你人在哪儿呢？是我，每回都是我帮着你护下她的。若不是有我在，你女儿早被这个毒妇给打死了。可你怎么做的？你怎么报答我的？啊，你说呀。过去的事不要再提，现在我只想知道你把小雪弄到哪里去了。林寒舟，你干什么？你这么近想毁掉我女儿的名声，再怎么说孩子叫了她几年小姨，她还能害了孩子不成？娘，你怕是疯了吧？舒烟，你说什么呢？真是好笑啊！你该信我的时候不信我，不该信我的时候又对我深信不疑的，这不是疯了是什么？你们一个个都是疯子，都是疯子。李翠花，我是不会告诉你的，你找得到就找，找不到就等死吧。去吧，去找吧，去完了可就找不到了呢。找不到了。老子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东西？他娘，把他带回屋，好生看管着。他们没时间和这个疯女人纠缠下去，眼下最为要紧的是找到孩子。李世平赶忙招呼大伙一块帮忙去找。林寒舟，你觉得他们可能会在哪儿呢？我不知道。寒舟啊，村子附近都找遍了，你说会不会被丢在河里，被狼叼去，或是别的不好的？他不敢再说下去。可有看见李浮云？没见。大勇，给我火把，我去找他。林寒舟觉得，若再找不到孩子，那女人定会在他之前疯掉吧。滚开！别来烦我！信不信我杀了你？李浮云，你怎么了？若孩子出了事，他也出事的话，他这辈子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李浮云，你站在那儿别动，我来找你。林寒舟很快看到黑夜中浮云那娇小的身影，他冲了过去，一把就抱住他。李浮云，你别吓我，若你也疯了，我怎么办呢？你大爷的，滚！你才疯了！你没事就好，吓死我了。老娘没你想的那么弱。你怎么没拿火把？熄了！大爷，给我滚开！浮云忽然就转身，一脚踢向一团黑影，那黑影快速朝一旁闪躲着，吱吱地叫唤。别吵了！别急，他好像有话要说。有什么话我也没心思听，听也听不懂。等等。小猴子见两个人安静下来，激动地在树上跳来跳去，嘴里一直叫个不停。你可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小猴子声音平缓了一些，在树上蹦跶两下，就往一个方向去了。走，跟着。寒舟，没事吧？没事。大勇，你叫大家先回去吧，我们再找找。我跟你们一块儿去。而此时，李家村往平镇的方向约莫5公里处，两个人影在林中穿梭，一黑一白，白衣人手上拿着夜明珠照路。师爷，咱找了半夜也没找到什么猎物，要不回镇上去吧？你还有钱吗？没了。那你说回镇上住哪儿？睡大街？这种丢人的事我可干不出来啊。实在不行，咱把你手上这东西给卖了。我看呢，还是把你卖了比较靠谱。我长得丑没人要，你俊俏，哎，要不你去服务几天贵妇换些银钱？你快转过去，别吓我，我就是跟你商量着，没坏心思的。你别幽怨的跟鬼似的，我胆小心脏还不好，你给我吓死了，你没伴了你。别吵，要不分头去找。我先前打过猎，经验比你丰富，就是兔子不出窝，那野鸡窝也筑不成，总会有野鸡的。半夜野味都在家睡觉，咱们若能找到窝，趁其不注意直接抓走就是，赶明卖了钱就不用饿肚子了。好吧。等等，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的确有声音，没准儿咱找到窝了。走。浮云几人一路跟着小猴子。林寒舟，一只野猴子能靠得住吗？我怎么觉得他是在耍我们呢？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跟着去看看。嫂子，寒舟说的不错，猴呢一般就很有灵性，没准真能知道点什么。阿静，你说会不会有野兽啊？不知道。我们这儿在哪儿啊？山上。我知道是山上，
我是问具体位置。一个大坑里。你说云姨会不会找不到我们啊？不会的，爹娘一定会来找我们的，我相信他们。但愿吧。云泽瞪大着眼睛盯向四周，四周黑漆漆的，他完全看不到他们如今所处环境长个什么样子。阿景，要是有野兽怎么办呢？你别说了。他们掉进一个大坑里，方才下暴雨的时候不小心踩滑了，再到后来山坡上的雨水一直哗哗地往这里淌，他们挣扎了许久都没爬上去。这一开始啊，站着水能没到胸口，两人以为快淹死的时候，雨渐渐停了，而水在一点点地往下渗。现在坐下去，水才没到胸口处。阿景，我头疼，我想睡觉。不行，不能睡。阿泽，你不能睡，快起来陪我说话，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天亮，娘一定会找到我们的。我好饿，我想我爹，我想云姨，我还想十一，我想回家。我还没找到小雪，要是小雪被野兽叼去了，我如何跟爹娘交代呀？两个可怜的小孩早已经筋疲力尽了，连哭声小的也跟猫叫一般。阿泽，我们再试试，你踩着我肩膀，看看能不能爬上去。可万一上去碰到狼怎么办呢？再这样泡下去，我们会死的。来吧。林景狠狠吸一口气，扎着马步，尝试再次爬上去。努力好几次，他终于把云泽撑起来了。阿景，你再高点，再高点，快够到上面了，再高点，够不够？还差点，还差一点，快摸到了。阿景你别抖。我没抖。你抖了你。哎！云泽最后一个字没说完，身子摇摇晃晃的，一头往地上栽了过去。扑通的水声在黑夜中十分的响亮。林景急忙摸黑把云泽从水里捞出来。云泽不会游泳，灌2回水后就哭着说再也不干了，就这么等死吧。好在林景会水，在水中胆子大些，不然两个小家伙早就淹死了。听到了吗？扑通扑通的水声。哎，这山里怎么会有水声啊？没准有湖泊，这么大的声音，肯定有大鱼。走。很近，却没再听到声音。十一，我怎么觉得跟着你一点也不靠谱呢？怎会不靠谱呀？我长得帅，武功高强，还有脑子。可你把小主子弄丢了。我还会捕鱼打猎，挣钱让你能住得起客栈，吃得起热饭。你把小主子弄丢了。十一拿着夜明珠上下左右晃悠着，眯着眼睛望向那漆黑一片又模糊的山林，寻找想象中的大鱼。可突然的，走在前方的19大叫了一声，然后就遁地消失不见了。十一急忙冲了过去，不防这夜黑眼瞎，两脚一踏空，也跌进坑里去。好巧不巧的，骑在正在爬起身的19身上，一时间哀忧声叫成一片。依偎在一起昏昏欲睡的云泽和林景啊，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吓得一激灵，张嘴想叫的，却发觉已经恐惧的失了声了。他们睁开眼睛，就看到一个白衣人影，身下骑着个4足动物，那人手上还拿着个泛着绿光的玩意，那绿光照在脸上是阴森恐怖啊！别吃我们又脏又臭，一点也不好吃。十一这才发现，竟是2个小娃娃。喂，小孩儿，大晚上的，你们不怕被狼叼去吗？是被父母遗弃，还是贪玩在此？十一，是你吗？这萌而稚嫩的声音，咋听着这么耳熟呢？十一顿时愣了，这比翻越千山万水去见梦中情人还令他激动啊！小主子，我们可算是找着你了！哎呀，阿泽，你才刚开口，林景只觉后颈一酸，昏了过去。十一，你把他打死了？只是敲晕了。行吧，捉他有事，我跟你没完。主子，你们大晚上怎会在此？找妹妹。妹妹。云泽简单说了一下自己到李家村的经过。主子，你怎么都屈尊降贵，在这种穷人家住呢？你的意思，小爷被人卖进青楼，那样才好是吧？19委屈啊，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们对我很好，不许你再说这样的话。主子，现在东厂和太子的人都在平镇寻你，趁他们还未发现，咱们赶紧回京城吧。哼，回京城，他们就不杀我了吗？逮着机会，只怕还是会杀的。高神医的线索，我找到了。真的？他在哪儿？我们这就去绑走他。死了，你们下地下去绑吧。啊，真死了？那太师为何说他逃到西南方来了？废物，这话我该问你。看着两个废物手下，云泽特别心累，送我们回李家村去，找你们赶紧离开。主子，高神医都死了，咱不回京城啊？这世上不止他一个大夫，他死了，我还可以找别人。可那些人一直盯着，您就住农户家，那太危险了，没准还会连累到人家。小爷养你们两个废物是干什么用的？笨蛋，当然是暗中保护好主子。你难道还想飞不成？只是主子若找不到大夫，咱们还是得尽快回去，不然的话……知道了，快送我们回去。主子，还是先送你们去医馆吧。不去医馆，回李家村。小猴子带浮云一行人来到了往平镇方向路边的山坡上去，最后停在一处不易察觉的小山洞外，只向里面吱吱叫2声，便钻了进去。这山洞不大，雨水没进下来，里头是干的。小丫头蜷缩着躺在一堆草上，给林雪把了脉。没事。浮云悬得老高的心随他一声沙哑的没事儿重重落下，紧接着他只觉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林寒舟眼疾手快地扶住了他，手探向浮云的额头，立马吓得缩了回来。这脑门烫得能煎鸡蛋了，却没想到他竟以这样的状态一直坚持到现在。林寒舟第一次打心底对一个女人生出这样的敬佩和怜惜。大勇，帮我抱孩子啊！寒舟啊，咱现在去哪儿找阿景和云泽家？先回去吧，火把也快烧没了，天亮再找。附近都已经找遍了，若再找便只能往远处去了。今晚这个情况怕是找不成了。寒舟，你看你家那边有光，会不会是阿景他们回来了？光是从厨房里传出来的。林寒舟顾不得放下浮云，直接奔向厨房。厨房里点了油灯，燃起一堆火，而林景和云泽两个小家伙就这么湿哒哒的蜷缩在地上睡着了。看到两个人都有呼吸，林寒舟这个老父亲才感觉自己也活了过来。寒舟，对不住，都怪我没看好孩子。你说孩子们若是出什么事儿，我不关你的事，别这样。你们今晚帮了我很大的忙，我谢你都来不及。我去烧点水，给孩子洗一洗。行，烧起来就行了。这么晚了，你们赶紧回去吧。说的什么话呀？女人和孩子都烧成这样了，我们怎么能走啊？大勇，你烧水啊，我去镇上医馆请大夫过来瞧一瞧。不用了，主子，现在还早，医馆未开门，等天亮了再说。在林寒舟的坚持之下，李柱子终是没请大夫去，但他和李大勇都没走，留下来给两个孩子泡了热水澡。而林寒舟呢，自然去照顾另外一间屋子的浮云了。自从上回打猎回来以后，这女人就变了，可她有很多次都怀疑她是装的，是故意对孩子好的。可今晚呢，她大受震撼，这女人好像把孩子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为浮云检查好伤口，确定肉里没刺儿以后，林寒舟为她擦洗、换衣服、盖上被子。阿景，阿泽，别怕，别怕。阿景和阿泽都好好的回来了，别担心，安心睡一觉，明日起来一切就都会好的。不知是因为男人的声音太过魔力了，还是浮云实在是太累了，很快他又沉沉的睡过去。李浮云，你太不负责任了，这种时候倒下，一拖四我要怎么带啊？夫人，您醒了。那个夫人莫要惊慌，是林公子差人请我来替夫人瞧病的。瞧病？哎，夫人好生歇着，您这风寒严重的很，搞不好要死人呢。你说什么鬼话？我这不是劝他躺着别动吗？大夫对病人说这样的话合适吗？陈大夫若闲得慌，可以出去办事了。阿景和阿泽呢？可有找到？找到了，他们没事，别担心。听到孩子没事儿，浮云悬着的心可算放了下来。唉，也不知老了后有没有人这样服侍我。浮云看到男人的眼中布满红血丝，见他醒来，一扫疲惫。你是担心没人给你养老？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年轻时候作恶多端，老了无人管，早2年报应也是应该的。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这几日李铁头家在做什么呢？准备婚事。婚事？我本打算去报官，可咒过你们脱不开身，还没去。哼！我问过小雪了，的确是李如烟哄骗她进山。你放心，我不会放过她的。别报官。为何？这点小事犯不着，更何况对方是我堂妹亲二叔的女儿。林寒舟不解地看向眼前这个女人，她看着一点不像个人善之人呢，为何会讲这样的话呢？浮云自有自己一番打算。烧已经完全退了，再休养几日便可下地。这几日辛苦你了。林寒舟没有说话，转身就出去了。小猴姐，你来啦！你看你床都被你弄脏了，快下去。你下去，被子脏了我们很难洗的。你怎么对小猴子这么凶啊？你可知是他救的你？知道呀，那日在山上就是他带我去的山洞，那山洞里可暖和了。啊？他带你去的？对啊，娘，他好可爱，我们养他好不好？好，你喜欢就养。小雪，跟娘说说，那日你为何会去山上？林雪杂七杂八说了好些不着边际的话，浮云又问了许多的问题，才东拼西凑的把事情经过捋清楚了。起因是李小虎跑去跟他说，林景逮到非常大的鸟，叫他们去看。林雪和李焕之都还小，戒备心不强，就跟着去了。而之后李焕之被人打晕，而林雪被捂着眼睛抱走了。后来他咬了那个人的手，才看到对方是李如烟。李如烟带着林雪往树林里一直走着，说要去找哥哥。就这样走到那个山洞的附近，再到后来李如烟把林雪丢在那儿，独自一人回来。娘，我喜欢娘，不喜欢小姨。今后李如烟不再是你们的小姨了。娘，小姨也说她不是我们小姨。她跟你说的？我们没找到哥哥，然后她跟我说让我叫她娘。后来呢？我说我有娘，她就说你不是我们的娘，说爹爹不喜欢你。娘，爹爹为什么不喜欢你啊？那是因为他眼瞎。后来呢？李如烟又说了什么？他说我是坏孩子，之前答应他跟爹爹说让他做我们的娘，但是我没说。你还答应过他这种事？我不记得了，我才不要他做娘呢，我只要你。你是大仙女娘，我是小仙女宝贝。傻丫头，真担心你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娘，我以后就帮你一个人数钱。都怪你那个骚包的爹，若不是他拈花惹草，又怎会有这么多事啊？对，都怪骚包爹爹。此时林寒舟老父亲的心在滴血。爹，我没找到妹妹。爹娘一起找到妹妹了。到了晚上，浮云就觉身上轻松不少，因的身子恢复了不少。这晚林寒舟便回自己房间住了。几日没睡过好觉的他几乎沾枕头就着了。而浮云呢，在家里彻底安静下来以后，他穿上鞋子，换上外衣，偷偷溜出门去。大门发出2声吱呀的声音，把林寒舟惊醒了。若是上茅房，大可不必关门呢，所以他有疑惑，于是便偷偷起身出去了。夜色下，他看到一个黑影从院子里出去，还转身拉上门。这女人是有夜游症。林寒舟偷偷跟了上去。浮云的中风寒并未痊愈，感官迟钝，再加上在普通的乡下没刻意防备什么，便没发现被人跟踪了。林寒舟看到他那瘦小的身影在李铁头家门口顿了一顿，跳过篱笆门，在2房门边鼓捣一下，打开房门潜了进去。不一会儿就有人出来了，肩上还扛着个人。这女人想干什么呢？尽管她有心理准备，知道改变后的李浮云跟寻常女子有所不同，可没有想到竟会如此彪悍，悄无声息钻进人家偷人，好路还这般轻快。等他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才猛地发觉跟踪的身影早已经消失不见了，迈着飞快的步伐匆匆赶往家中。屋里安静极了，林寒舟静静地侧耳听，没有声响。他怀着满腔的困惑
伸手去推大门，忽然的，那门从里头打开。你干嘛啊？大晚上的不睡觉，想吓死人啊！我睡不着。啊，年纪轻轻就失眠，你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啊？浮云慵懒地转过脸，踏着脚下的绣花鞋，打着哈欠，往茅房那边去了。林寒舟的脖子随他的脚步转动着，视线定格在他脚下绣花鞋上。鞋子是拖沓着的，鞋周围很干净，没有泥土，还有他惺忪的脸，看着分明是刚睡醒的样子。看了眼茅房的方向，林寒舟快速闪身进入浮云的房间。他知道浮云一共有3双鞋子，除他脚下那双鞋，另外还有2双放在床底下。快速扫了一眼，这2双鞋都十分干净。茅房传过来开门的声音，他急忙闪回自己屋子去。看到自己鞋上沾染着新鲜带些潮湿的泥土，他陷入沉思了。那女人真的出去过吗？还有他刚才看的那个身影真的是他吗？还是产生了幻觉？林寒舟陷入自我怀疑当中，在床上不知辗转反侧多少回才睡着了。这大晚上的，他为何在外面呢？他去干什么了？他什么时候出去的？想到这些，浮云也辗转反侧了。至于第2日，孩子们都起了，2个大人还在床上呼呼大睡呢。小雪，你去叫娘起床。娘生病还没好呢。可是爹爹做的饭没有娘做的好吃。还是叫姨父做饭吧，生病真的挺难受的。他们都昏迷那么多天了，也就今早勉强起了床，可状态却是不好的。几个人商量一番，最终决定听云泽的，叫林寒舟起来做饭。爹爹，我们饿了，你快起来做饭好不好？好，这就起。你们娘呢？娘生病了，还在睡觉。你们今日感觉怎么样？难受，头晕，我鼻子还不透气。姨父，我嗓子疼，头晕。再喝2天药就好了。爹爹，我都好了，哥哥们好柔弱呀。小雪最厉害，不过还是得继续喝药。嘿，我要跟娘一起喝。林寒舟叫林姐和云泽好好休息，便钻进厨房开始做早饭去了。考虑到大家都是病人，应该以清淡为主，所以林寒舟又熬了一大锅的米粥。怎么不吃？你们不是早就饿了？现在没胃口了。不许挑食，没胃口也得吃，不然病好得慢。几人听完只能认命，吃着碗中的寡淡。林寒舟几大口喝完，盛了一碗热的，加些糖，端进了浮云的房间。床上女人还未苏醒过来，这不像她风格呀。奇怪，怎又发烧了？别过来！李浮云，醒醒！我求求你，你别过来！气血亏虚，受惊发热。李浮云，醒醒！苏开，你身上有蛇！他回到自己屋去，拿出银针，为浮云施了几针之后，浮云这才安稳睡了过去。好在先前抓的龟皮汤还有一副呢。林寒舟钻进厨房，又熬起药来。他完全不知道，就在熬药的时候，村里又出了一件大事。李如烟死了。早晨，隔壁的隔壁，一个男人进小树林方便时发现的，像一条咸鱼一般挂在树上，随风摇摆着。我是第2个发现的，听到叫声我就跑出去，是我2哥和我爹，我们一块把人放下来的。上吊用的是他自己的腰带。又问起李世平和小周时，李如烟是何时出门去的？昨晚睡觉的时候还在家，何时出去的不知道。若是知道，如烟就不会。你是怎么当爹的？女儿出事你不管，现在好了，命都没了呀！我苦命的女儿。女儿没了，你以为我好过？早晨起来，我看到门未插销，还以为她起床上茅房去了，谁知道？哎呀，谁知道？村里有经验的老人说，这丫头是想不开，上吊自杀了。你们瞧，她脸上手上都没有伤痕，说明未与人起过争执。其次，她衣着头发完好，定不是遇贼人做歹。我女儿最怕痛，不会上吊，定是有人害她，定是有人杀了她，然后又故意伪装成上吊，一定是这样。不可能，先死后吊的不可能是这个死法。她脸充血肿胀，舌头外露，分明就是吊死的。20年前，我家后面一个死了男人儿子的，上吊自杀，吊了1夜就是这个样子。
先死后掉的，舌头不会伸出来，眼珠也不会凸。村长叫老人别说了，其实话到这儿了，大伙都心知肚明。若是被谋害，为何李如烟的衣着会如此整齐呢？人家还能抢她的腰带来勒死她不成？这得多大的仇啊！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分析着。说到仇家时，小周氏脑海里忽然闪现过一个人影儿，李翠花，一定是李翠花。整个李家村就只有她跟如烟有仇啊！大伙的注意力全放在李如烟的身上，没有人注意到小周氏钻进厨房，提上菜刀就跑了。李浮云，醒来喝药了。男人温润性感的声音传过来，浮云张开沉重的眼皮，可算是把你叫醒了。现在什么时辰了？大概4时。4时，也就是早上9点到11点钟，也不算太晚。喝完了药，林寒舟去往厨房热了粥回来，抬眼看了一旁神色淡然的男人，才心里涌上一丝丝感动。生病的这些日子，这个男人对她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吃完了粥，林寒舟为他把了脉，嘱咐他好好休息就出去了。只不过没睡几分钟，就被一阵喧闹声吵醒了。仔细一听，是小周氏的声音，他叫嚷着让林寒舟把那个恶毒的贱蹄子交出去。他身子不好，不能受刺激，你若有事，改日再来。身子不好，杀人作恶的时候怎么不见他身子不好，还不能受刺激？我看分明是做贼心虚。小周氏的声音清楚传到浮云的耳朵里，他微微皱起眉来，忽然就想到昨晚林寒舟从外面回来那一幕，他会不会发现什么呢？二婶慎言，休要说胡话，败坏我娘子的名声。他李翠花还有何名声可言？今日他敢杀别人，明日就敢杀你全家。李翠花，你给老娘滚出来！他叹了口气，拖了一副沉重的身体出了房间。林寒舟，别伤了二婶。贱人，我杀了你！小周氏被林寒舟绑了，连着菜刀一块送去李铁头家，浮云也跟着去了。李铁头，管好你家人。林寒舟，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你该问他，大早上拿刀去我家砍人是什么意思？他是杀人犯，我为何不能砍他？是平家的，我们都知道发生这样的事你看不开，可别什么都怪在人家李翠花头上去。你女儿先前差点害死人家女儿，可谁见着他们两口子来你家讨要说法了？做人要良心，人家都没跟你家计较，你还先砍起人家来了，哪有这样的道理？小周氏啊，你也别冤枉好人呐。我们大家都分析过了，你家如烟就是自己想不开的。你才想不开，你全家都想不开。好端端的人说没就没，定是李翠花干的。他先前还喊打喊杀，定是他。疯了！你自己想想，这可能吗？这且不说他李翠花这几日差点病死在家里边，咱就说他好的时候，一个挖地都举不起锄头的懒人，能把你女儿吊到树上去？村长，听我说谢谢你。李大德是越说越起劲儿。再者了，你自个儿都说了，昨晚睡觉的时候李如烟还在家里，难不成人家能进门，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把人偷走？李翠花干不了，林寒舟总能干吧？如烟娘啊，你说话也得讲究个平正。你要说这事儿是光头李干的，我还能信。可林寒舟的，你家如烟差点害了人家几个孩子，人家都默不作声的，没与你家计较。也就是林寒舟家啊，这两口子善良，换了别人早跟你家拼命来了。李老三说好的人，那就是真的好了。众人跟着附和着。不过李翠花的为人就不做评判了，光是说林寒舟的品性，放眼整个李家村，那都是受人夸赞的。浮云怎么都没有想到，大伙竟会为自己说话，这令他很感动。二婶怀疑我的理由是什么？能否说来听听？他这么一问，小周氏便真的说出来了。他骂了一大堆难听的话，总结起来重点就是浮云是个特别记仇的人。李如烟差点害死他孩子，他却一点动作都没有，这才是最为不正常的。二婶说的在理，我的确记仇，我也想过1000遍10000遍要让李如烟付出代价，可惜我这几日病重，没起得来床，难得今日稍微好了点，便想来找二婶讨要说法，没想到就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我心情十分的悲痛。还好你起不来床，不然李如烟自己想不开上吊，人家更是全赖在你头上。我也没想到
如烟妹妹竟会因为这件事而感到愧疚难当，选择寻死。若早知道，我那晚就不会去问李小虎孩子在哪。若我不问，如烟的行径就不会败露，她就不会因为没有脸活在世上而选择上吊。都怪我，找不到孩子太心急了，没能为如烟妹妹考虑周全。好歹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我就不该来质问她，是我的错。二婶，你要怪就怪我吧。石平家的，你瞧瞧人家，孩子出事没报官抓李如烟就不错了，现在还为了你女儿考虑，换了是我，高低要来拼命，哪管你家死活？对呀，你家女儿又不是人家逼死的，你有何颜面赖人家身上去呢？他连自己堂姐的孩子都下得去手害，以后不得害咱们的孩子呀？死了也好。哎，老铁头，你说的是人话吗？李铁头烦了，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家又成全村人的焦点了。他这个当家的身心俱疲，他心思沉重的没跟周氏对骂，而是返回自己房间，闷在被子里。或许他该反思一下，为何被看热闹的人总是他们家呢？渐渐的，李铁头这一家子在村里人嘀嘀咕咕的讨论声之下，心境也逐渐平缓下来。没有人再发表意见，也没人去追究李如烟为何上吊，这件事情就此草草过了。当日下午，几个与李世平关系交好的人帮忙把人弄到山上去，挖了个坑就地埋了。李如烟的死，除了李铁头一家，还有2个人耿耿于怀的。一个是刘寡妇，她看完热闹回到家，就着李小虎就暴打一顿，还勒令他再不许招惹林景兄妹几人去。他不信李如烟那样的人会因为自责愧疚选择自杀，可他不敢细想，他只要一想就感觉背脊发凉。而另一个人便是光头李，因要娶媳妇的缘故，这些日子他出门挣钱去了。李铁头家不肯给钱，又不陪送嫁妆，他没办法，成亲是个大事啊，就算是穷也得招待村里人吃顿好的。若让大伙知道他实际上早穷得吃不饱饭了，那不得笑话他呀。也不知光头李是不是去府城干什么坑蒙拐骗的事了。他消失了一阵子，再次回来时身上穿了身新衣服，还大方给村里孩子们发糖，拎上东西说是要看媳妇儿去。看什么媳妇儿？你媳妇儿没了？光头李当场就愣了。得知事情来龙去脉以后，他心里一直就郁闷，他又成老光棍一条了。浮云又养了2日，身子总算彻底恢复了。浮云拿上提篮装了些晒干的竹参，准备找村长说事儿。李翠花，你不是专程来晒太阳了吧？村长，我有事想不明白，便想找您说会儿话，取取经。何事想不明白？你说。村长，割完了麦子，这地大家都打算种什么？你这孩子，自己不种地，就真一点不关心别人地里长了什么。割了麦子，等下雨啊，就种点花生啊、豆子。有的人家会种点番薯。种番薯好啊，番薯能当饭吃，可以多种点。哎，这你就不懂了。咱们这儿的地呀，种番薯收成不好，藤蔓倒是很多，可地底下番薯不长个儿，捡不起收成，那没人愿意多种啊。自己家种一小片来吃倒是也行。村长，花生和豆子既吃不饱，又换不了几个钱，为何大家都不种土豆啊？土豆啊，就是地蛋。就你这样的，叫你种地只怕得饿死。好在环州啊会打猎挣钱，倒是没苦了你了。地蛋基本家家都种，不过都种菜地里自己家吃。那咱们这儿种出来的地蛋大不大？还行吧，大的差不多有你拳头那么大。哎，大归大，可种多了吃不完呢，会放坏的。而且天天吃这个谁受得了啊？种的多的可以拿去卖啊。哎，卖不掉，卖便宜了捡不回劳力，卖贵了无人买。你想啊，买2、3斤地蛋的钱能换1斤粮食，你愿意买啊？这2、3斤土豆一家人吃不饱啊，但1斤面粉煮成了面，一家人都能吃饱。可东西不一样，也不能这么换算呢，只能说是各有各的存在价值。村长，其实我来找您是有件重要的事想跟您商量。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当听了浮云说起想让村里人都种土豆，李大德是满脸惊讶。村长，我跟您说，
把地都种土豆，自然不是心血来潮。你这还不叫心血来潮？那你倒是说说，你家没地，为何突然关心起种地的事了？但很快他就被浮云的话给征服了。浮云先是拍胸脯保证，说这土豆收成以后啊，他负责找销路去，帮大伙卖出去。你卖呀？对，我能卖。等秋收，把土豆都换成钱，大家也好过冬，不是？你如何卖？我自有我的办法，挣钱的法子自是不便与你多说。按着土豆的产量，最肥的地亩产3、4千斤，瘦的地产个1000斤应该没有问题吧？这个没仔细算过，应该差不多。我之前在镇上买过土豆，好的那种1斤就要卖到4文钱，不过那是零售，咱们种得多，自然不能都背去镇上零卖，到时候全部一次性卖了，省时省心。只是这种可能只能卖2文钱1斤，虽说价钱不高，可我给你算算，咱也不贪心，就按亩产2000斤来算，也就是1亩地的土豆2文钱1斤，能卖4两银子，这个价应该能抵得了劳动力了吧？4两能有这么多？想法是美的，可若像你说的这么种，就不止1、2亩地，种那么多去你卖给谁啊？翠花啊，这东西会坏，不像米面卖不出去可以留着明年卖。就算真有人买，可人家买这么多去干什么呀？你别看这会儿大家都跟你交好说好话，可若到时候你卖不掉，让大家亏了钱，转头骂你不厚道。我知道，村长，销路的事儿您别担心，把心放在肚子里。回头您呼吁大家多种土豆，等到秋收卖不出去就来找我，我按2文钱1斤赔给大家，您看行不？当真能卖？能卖。村长，带领大家挣钱的事儿，你就说你干不干吧。不干的话，我找别的村种。今年年底的村干部会议，你自个儿丢脸。李大德犹犹豫豫的，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可种那么多也没种子。种子我有啊，不过要4文钱1斤。回头您统计一下，看看需要多少，告诉我，我立马安排人送来。你这哪是要带大家挣钱呢？你是想老头子我给你卖种子吧？浮云吐吐舌头，这老家伙倒是挺精明的呀。不过能带大伙一起赚钱，倒是没吹牛的。当天晚上，李大德召集村里每家每户的户主，在祠堂开个会，说是商量大事，才说了今年不种花生和豆子，改种地蛋。回来了。村长开会说什么？叫村里人种土豆呢。土豆？就是地蛋。好端端的，为何突然想起种地蛋？你想知道？只是觉得奇怪。其实没什么好奇怪的，是我叫他这么做的。你怎会突然关别家事啊？你不懂，反正就一个字，划算。林寒洲不禁一顿，浮云就跟林寒洲说起福月小时的合作，说到这发芽土豆，就顺便提到宋云东那个憨货，便忍不住想笑。看到浮云乐不可支的样子，林寒洲闷闷地瞅他一眼。你跟那小子走得很近。还行，毕竟是合作伙伴嘛。你很喜欢雕刻？这手艺跟谁学的？自己研究。这么厉害？还行吧。我也很喜欢这种小玩意，你能不能刻几个送我呀？也不要多的，就给我刻30、40个，大小都行。林寒洲的惊讶转为了无语，狮子大开口：不刻。小猴姐，要不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吧？它是灰色的，就叫小灰灰。小灰灰不够霸气，他可是小雪的救命恩猴，就叫灰爷，如何？作为他的宠物，名字必须得霸气。可以，灰爷够霸气，我喜欢。那个翠花姐，不对，应该叫你浮云姐了吧？对，我改名了，叫李浮云。清晓春风拂，高兴望素云，采光浮玉辇，紫气引元君。好名字。浮云不禁一怔，他没感觉名字多好听啊，不过这丝拽文拽的挺不错的。对了，浮云姐，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那个，我想在村里办个学堂，教孩子读书习字，想问问你。办学堂，这是好事啊！收不收女孩？女孩？我正愁家里几个孩子没处读书呢，就先跟你预定3个名额。李红艳没有想到他竟会这么爽快，震惊到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了。见他呆呆愣愣的，浮云蹙蹙眉：“你可是不愿意教女孩？”“那倒不是，只不过寻常人家谁愿意花钱供女孩读书呢？”“
正是因为女孩要嫁人，在娘家时才该对她好，让她读书，给她培养底气，今后去到婆家才不会被人欺负。哎，浮云姐说的是。到现在招了几个孩子？说起这个，李红艳就一脸落寞，她有些尴尬道：目前加上你们家的3个，有4个，另外那个是村长家的孙子李硕。李硕人家本来是打算送上镇上去读的。就4个人呢，你可是还未跟大家说？说了，都不愿意让孩子读书，说买不起纸笔，浪费钱。大家的顾虑是什么？买不起笔墨纸砚，还是交不起束修？束修按月交，算起来也不多，大多数还是顾虑买不起笔墨纸砚。弟弟，若招不到学生，这学堂你还开吗？我也不瞒你，在村里开设学堂，本来就是为了挣点零钱补贴家用的，在村里也好方便照顾家里人。若人实在少，我也能在村里开学堂的话，几个孩子上学就方便多了。若送去镇上，来回麻烦不说，云泽还容易暴露。再者说，镇上大书院可能不收女学生，小雪这个铁憨憨呐，送出门去她也不放心的。所以浮云还是很希望李红艳这个学堂能够开起来的。我有办法招生，咱们或许可以试试。你原先的计划是招多少学生，赚多少钱？这原计划他打算招个15人左右，一人收个30文，一个月可以多挣450文，外加上抄书劳作，一个月收入养家足够了。可一圈走访下来呢，激情受挫，便觉得有7、8个学生也不错，7、8个学生一个月能多挣个200多文钱。一个月200文，得耗多少时间在上面？你平日只怕多抄几本书就能挣回来吧？虽说抄书能挣些钱财，可是抄书的穷学子也不少，并且不是天天能拿到书抄的。办学堂除了挣几文钱，最主要的还是能让孩子读书习字，以后能多些本事。再者，咱们学堂若能在周边的村子有些名气，别的村儿会把孩子送来读书。若可以，我就在村里边当个教书先生，那也不错。弟弟，就冲你这志向，学生的事儿姐帮你搞定。对于读过书又甘愿留在村里面振兴乡村的教师啊，他向来比较尊重的。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一个月总的收600文束修，够不够？600。他想的有个450就很不错了。浮云看他这副震惊的样子，心中便有数了。行，我知道了，你安心等姐的好消息。你就是这里的妇科圣手张大夫？不是。那你叫什么名字啊？我给你抓2副药，回去煎服，1晚便能减轻疼痛。这声音听着沧桑好听，很有故事感，浮云很喜欢。他刻意放柔了声音，矫揉造作道：大夫，你还未问我瞧什么病，就直接给我抓药，吃坏了怎么办啊？那妩媚的声音啊，让林寒洲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同时心中涌起一团火。吃不死你。你这个人怎么跟别人说话呢？林寒洲没搭理他，直接走进柜台，在药柜处抓起药来。喂，你还未回答我，你叫什么名字呢？林寒洲微微的一颤，打开黄连的盒子，狠狠抓了一把。叫你不正经，叫你勾搭男人。20文。你还未跟我讲这药要如何吃？小火慢炖，3碗水煎成1碗。等等，又怎么了？帅哥，约吗？这死女人！林寒洲胸膛里的怒火一发不可收拾，手上肌肉紧绷着，恨不得现在立刻就掐死他。可他最终还是忍了下去。差点忘了，给你少抓了1味药。林寒洲缓慢打开药包，又往里面添了点黄连。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陈胡茫然了，这么多年他从未见过公子愤怒成这个样子，这走路啊都带着一股灼灼的热气。大叔啊，你们这个大夫是不是有点高冷啊？高是顶高，至于他冷不冷我就不得而知了。夫人呢，你这样会不会不大合适？怎么不合适啊？哎呦呦，你家里还有相公还这样，这有些不大合适啊。别跟我提那个臭流氓，一提老娘就生气。陈胡瞬间石化了，臭流氓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公子对夫人图谋不轨了？陈胡便窜去后院，在林寒洲的更衣室找到他。公子啊，你可是对夫人图谋不轨了？他骂你是臭流氓，这怎么回事啊？快展开说说。你看谁更像流氓？这还用说吗？夫人勾搭男人都勾到医馆来了，
这不活脱脱一个女流氓吗？你别转移话题啊！我这几回瞧见，都觉得夫人跟以往不太一样，应该不会再做凌辱你的事儿，所以他骂你是流氓，是你非礼他了。莫不是要生3胎了？陈伯，你想象力不错，下回别想了。哎，那你倒是仔细说说，他为何骂你是臭流氓啊？哎呀，心累。不信谣，不传谣，少打听。翠花啊，你这上哪儿去了？啊，去了一趟镇上。村长，可是地蛋的事情搞定了？李大德一脸愁容，叹了又叹，最后什么都没说，只是摇了摇头。赚钱的事，大家也不愿意干。也不是不愿干，1亩地挣个2、3两银子，还是有人愿意的。那你为何愁眉苦脸的？快进屋坐。村长，你都以人格担保不会让大家亏钱，为何大家还不敢种啊？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问题还是出在你的种子上。种子都是好种子，不可能有问题的。不是种子好坏的问题，是种子价格太贵，大家出不起钱呢。可这地蛋去镇上买也是4文钱1斤，价格合理啊。李大德说了，4文钱1斤是合理的，可这1亩地算下来，少说也需要200斤种子，相当于1亩地呀，得花去800文钱。啊，1亩地需要那么多种子？只怕还不够嘞。他在心里算了笔账，算清楚之后又道：村长，咱们之前说的收入2到4两银子是按瘦的地算，算的低值。若是肥一点的地，好好养护，收个3000多斤，赚6两银子也没有问题。这点种子都不愿意买。哎，我知道你的意思，就算是按瘦的地来算，有1、2两的这个进项也比种花生强。问题就在于有少部分人家呢空出了2、3亩地，若都种地蛋呢，一要就是2两多银子的种子。咱村你是知道的，没几人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儿。再者，虽说你保证种出来不管怎么样你全收，可咱农民靠天吃饭呢，万一天干或者下暴雨啊，这河水上涨了淹了地，收成减半还好，若种不出来几两银子烂在地里边，大家怎么办呢？村长，咱们李家村临河，倒不怕干旱，可以引水灌溉。还有洪水呢，7、8年就发过一次大洪。这个李翠花啊，我知道你也是为了大伙儿着想，可这对咱老农民来说风险太大，无人敢收啊。再者，动辄2、3两银子，大家是真拿不出来。听老头我一句劝，这地蛋的种不得，若真亏了钱呢，咱这两头不是人了。你还是得听老人言，我种了一辈子地，什么情况都见过，这事儿真做不得。大家伙都穷惯了，随便找点吃，这日子也能凑合下去，就别折腾了啊。李大德说完，摇头晃脑地走了。浮云的心里一片愁云，他不明白为何赚钱的事情谁都不肯做呢？哪怕只承担一点点的风险，他们都不愿意吗？云姨，你怎么啦？你知道为何老百姓都对朝廷的赋税怨声载道吗？是因为赋税太重吗？据我所知，现在的赋税比前朝还轻，可为何还有许多人交不起税，吃不饱饭呢？因为他们太穷了，云姨。你看嘛，就像你家都穷成这个样子，相公都是花钱买的，哪还能交得起？你打我干什么？这小屁孩记性咋那么好呢？还记得便宜相公的梗。他家的情况啊，在李家村已算富庶了，可在这小子眼里啊，还是一文不值。那你觉得大家为何会穷？我说了你不准打我。因为他们太懒了。云姨，我出去玩经常看到大伙都在桥上东拉西扯不干活，就说闲话。粮食自己在地里生长，没活干也正常。不正常。在京城大家都不种地呀，可还是天不亮就起来干活了，从清晨忙到深夜，所以京城有钱人很多啊。浮云不禁语塞，这是两码事啊。云姨，你看啊，你家这么穷，还不是因为你因为姨父太懒了，整日闷在家里什么都不做。才扛了一捆柴踏进院门的凌寒洲听到这话，好像有人说自己坏话呢。云姨，你说村里人这么闲，为何都舍不得拿钱做生意去呢？做生意可赚钱了。你可有听过一句话叫何不食肉糜？云则摇了摇头。从前有一个国家闹了灾荒，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没有东西吃，只能吃草根和观音土。后来有许多人被活活给饿死了，
然后有大臣就把这种情况上报给了皇帝，皇帝就随口说了一句：“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你说百姓为何饿死都不吃肉粥呢？哎呀，百姓要是有肉粥吃，那就不会饿死了。那皇帝为何讲出这样的话呢？那你又为何会问出村里人为何不拿钱出来做生意的话？这跟何不食肉糜有何区别？云泽想着，垂下小脑袋。云姨，我错了。你也没有错，只是你说的方法不适合吃不饱饭的穷人罢了。阿泽，你要记住，咱们对事物没有全面的认知，或者没有亲身经历过，就别妄下评论，好吗？我知道了，云姨。真乖。云姨，我听你跟村长爷爷说种地蛋能挣钱，那为何大伙都不愿意种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自己慢慢想，想明白了来教我，好吗？李汉州，你这2日上哪儿去了？砍柴。2天就砍了这么点柴？浮云怀疑地凑近他，在他身上用力地嗅了嗅。林寒舟下意识后退，同时心里有些发慌了。这女人莫非是发现了什么？你心虚什么？我没有心虚，之所以只砍了1捆柴，是因为柴不好砍。浮云不禁无语啊，哼，这理由说出来狗都不信。我记得你上回出去1整天，也只是砍了1捆柴，还说去山上下了些套子，怎后来没有见你捡来猎物？没猎到。他静静看着林寒舟那副淡然的脸，眼神从最初的疑惑转成失望，而后变成淡漠，随后转身就离开了。林寒舟正在原地，这是怪他没讲实话生气了？浮云无比郁闷地钻进被子里去，他刚才闻到林寒舟身上那股淡淡的香气，像是脂粉的味道，不是衣服上的，而是头发上的。他昨晚出去逍遥快活去了吧，所以才会这般心虚，不敢讲实话，真是郁闷死了。快活就快活去呗，关他屁事啊！爹爹，娘说她不吃。你们先吃，我去看看。我不吃，别叫我。不嫌热的话，你就一直闷着。我不要你管，滚出去！李浮云，我有话问你。他索性拉开被子，坐起身来。你想说什么？你今日去哪儿了？你问我去哪儿了，我还想问你去哪儿了呢。我跟你说了，我去砍柴，你呢？老娘赚钱去了，有什么问题吗？你身上为何有别的男人的味道？林寒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就是想知道你到底干嘛去了。你丫的自己出去寻花问柳，回来就怀疑我是吧？我去哪里寻花问柳了？我哪知道你去哪里寻呢？李浮云，你这是吃醋吗？我醋你大爷啊！不是吃醋，你为何这么在意？他在意吗？真是笑死！他一点不在意的好吧？他只想多挣钱，把几个孩子抚养长大而已。见浮云不说话，林寒舟又问他：“那你刚才在我身上嗅什么呢？”老娘就是好奇，你身上为何那么臭？臭吗？难怪你总骂我是臭男人。浮云心里10000头草泥马奔驰而过。天爷呀，这是重点吗？走，吃饭去，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不想吃，没胃口。可是肚子还疼。浮云奇怪地看向他，他怎么知道自己肚子疼的？我看你放在厨房的药了，已经帮你炖着了。起来把饭吃了，喝了药再睡。吃了饭，我有要紧事要跟你说。你是想问我今日干嘛去了，还是想问我身上为何有男人的味道？若你能一起回答最好。我今日去勾搭帅哥了。林寒舟一时语塞，尽管他已经知道，可他亲耳听到这话还是被气到了，只留下一句不吃饿死你，就默然转身走了。你想说什么？村里人不愿意种地蛋。我刚才听到阿泽问的，能挣钱，大家为何不种？我哪知道为何不种？村长说穷惯了。你跟我说说具体情况。跟你说了有何用？你又不会种地。你不想处理堆积的种子了？浮云想了想，还是把村长那番话跟他说了。林寒舟沉思了一会儿，缓声道：种子成本和不可控的天时的确是最大的问题，你真的有把握种出来后一定能收？肯定能收。那不妨换个办法试试。什么办法？赊种子。实际大家真正顾虑的不是秋后能卖多少钱，而是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去买种子，也不敢去赌。
可以先把种子分给大家，种出来以后返还双倍，这样种子能解决，村民也无顾虑，日后你们还能多得1倍地蛋，大家都能赚。只是这么做是担风险的，万一真种不出来，种子钱就亏了。我不知你那个合作伙伴敢不敢。林寒舟的话没说完呢，就被人忽然捧住脸颊。浮云是无比激动的在男人的脸上吧唧亲了一口。林寒舟，你太聪明了，我知道怎么做了。哎呀，我去村长家一趟，给我留门啊！浮云将免费发放种子这个决定和村长一说，两个人是一拍即合。李大德当场表示，他明日去各家各户问去。我帮你吧。啊？你又想干什么？我帮你。不用，变态，你最好离我远一点。李浮云，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怕水太凉才帮你洗衣服，怎么又跟变态搭边了呀？哼，你自己清楚。我不清楚，我只知问你什么你都不肯说实话。你自己说的，有问题就该心平气和的沟通解决，不是吗？因为你先前的偷窃行径让我觉得你表里不一，所以我不喜欢你了，不想跟你多说。我真的没有偷窃，也没你想的那么不堪。那日就是给你整理衣柜，它掉出来，我想放进去，你突然来了，怕你误会才没敢说。就算是吧。什么叫就算？哎呀，还有别的没有？你还因何看我不顺眼啊？我建议你去寻花问柳。寻花问柳？我没有。2天砍1捆柴，这种话说出来你信吗？哼，渣男。好吧，我说实话，我是有事外出，但并非你想的那样。因何事外出？正经事儿。什么正经事？不能告诉你。哼，所以还是寻花问柳呗。林寒舟再次无语，所以心平气和谈也谈不过去了呗。他叹了口气，伸手扯过浮云洗衣服那个盆儿。哎，我来吧。女人这几日最好别碰凉水，不管你信不信，你说的那些我都没做过。真是不知该生气还是感动，总之心情挺复杂的，有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不过这男人会主动和自己沟通问题倒是挺不错的，或许真是自己误会他了。浮云用昨晚的剩米饭煮了一锅鸡肉粥，又拌了一碗海带。吃饭的时候啊，云泽有意无意地瞥向浮云，好好吃饭，别望来望去的。云姨，我一直有个事儿想不明白。浮云忽然生出不好的预感来，想直接将其扼杀。想不明白就别想。这女人脾气还真不是一般的大。有何想不明白，说来听听。姨父，我真的可以说吗？在我们家，言论自由，你想说什么都可以。啊，我就是想问问，你为何不跟我云姨睡在一起啊？我爹都是跟他女人睡在一起啊，很多人的爹娘都是一起睡的，所以我不明白，为何你们2个不一起睡啊？苍天哪，什么叫人小鬼大？他可算见识到了。他7岁那会儿哪知这么多东西啊？房间不够，感情不和。爹爹，房间不够的话，咱家不是腾出了个空房间吗？再说吧，快吃饭。哎呀，浮云真是不知该说什么。李大德通过2天的走访和统计呀，几乎每家都接受了这个返还2倍地蛋的模式，表示愿意种。最后统计下来，全村约有23亩空地种地蛋，1亩按200斤种来看，23亩就是4600斤种。翠花啊，你可是先前就预料好了，怎这结果随口就来呀？先前跟那书生学过算术，还认了几个字。哎呀，村长别说那些了，每户人家种多少地，你都记下了吗？记下了。村长，感谢您的信任，我不会让您失望的。李大德只是笑了笑，并未说话。他作为村长，很期待秋收的结果，很希望大伙能挣到钱。可这会儿啊，他是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也高估李家村的人了。他不过想带大伙挣点小钱吧，却差点因为这地蛋惹上了官司。爹，你真打算种3亩地这么多呀？就试试看，左右这种豆也挣不了几个钱，种地蛋的兴许真能挣点。爹，你信李翠花的话？暂且看看，说不定真行。李大德也说不准，可他就是觉得这么一季豆子花生的钱，他亏得起。李浮云，睡了吗？何事啊？把药喝了。不喝。听话，这个不苦了，你试试。看到男人那般诚恳的表情，浮云终是没忍心再拒绝。他接过药碗，先是舔了一下，确定没之前的苦了，才仰头一口气闷完。林寒舟，
你是不是故意的？怎么了？你前天晚上熬的那碗药为何那么苦？良药苦口。不，我怀疑就是你故意整我。哼，渣男，再见。会变脸的女人好生可怕。昨晚喝过了药，浮云身子没那么难受了，总算有精力干正事儿了。吃过早餐，神秘兮兮地把几个孩子喊进房间来，嘀嘀咕咕说了许久的话，就见几个孩子笑着闹着跑了出去。李浮云，你叫他们去做什么了？叫他们出去玩啊？怎么了？相公一脸不肯相信的样子，莫不是怀疑我别有用心？我的确别有用心，现在只有我们2个在家了呢。他这话什么意思呢？他故意支开孩子，是想跟他独处吗？呀！哎，于爷，我们又回来了，辛苦你们了。消息探得如何了？嘿嘿，有我出马，完全不在话下。哦，是吗？哎，快详细说说。小爷口渴了，翅膀硬了。于姨，你太暴躁了。不暴躁，老娘会镇得住你们几个。起来，让我坐。这一个个的，请他办点事儿吧，还给他装上了。他不横一点，还怎么当家长啊？于姨，我们已经打入敌人内部。目前呢是幻之、言之、二狗、二牛、大牛、狗蛋，还有几个我叫不上名字的，他们都想要读书。李二狗也说动了。那是，二狗乃小爷手下军师，身为军师不好好读书，如何能管理好手下呢？翠花，我听说你家几个孩子都要送去读书，可是真的？是真的。你听谁说的呀？还不是听孩子们说的。我说你也瞒得太好了，这么大的事儿，听都没听你提过半句。对了，凌雪也要送去？对呀，女娃娃让她多读点书也挺好的。咱们都是当娘的，都知道女人的日子不好过，不知道你们如何想，反正我是过够了瞎子不识的日子了。唉，女人不易，所以我不想我的女儿将来也同我这般不识文化，没有教养，让她读书开阔眼界，腹中有墨水，心中便有了底气，日后嫁了人也不怕她受欺负了。再者，女儿培养优秀了，将来寻个有钱的夫家不是难事。你们可有瞧见镇上县里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姐都是读过书的，张嘴便能作诗，提笔就能写字。你们说哪家少爷看了不迷糊啊？什么闺女读书浪费钱？哎呀，不对，这不能叫浪费，应该叫投资。什么叫投资啊？就是现在种下地蛋，好好费心养护，秋后就能卖钱。不光是姑娘能嫁得好，你们儿子就算日后不考功名，但他会写会算，也能做买卖呀，也能娶到好姑娘不是？哎呀，这些呀都是投资。听起来特别有道理，可是束修每月就要30文，太贵了，我们根本就负担不起呀。哎呦，要不了！我给我们家3个孩子预定名额时，李红艳说了，她只招30个学生，若是团购，还能1人减免5文钱呢。什么是团购？团购你们都不知道啊？哼，要不说还得多读书呢。这词啊，我是从李红艳口中得知的，意思就是你们约上5、6个人一块去预定读书的名额，就能每人减5文钱的束修，1个月5文钱，1年也能省60几文呢。什么？1个月25文钱，你们还嫌贵啊？哎，这只是听起来多，实际上算下来，1天才1文钱都不到。就是孩子1天只认1个字也值了。要知道，过年请人写个对子都要2文钱1个字，那才叫贵呢。哎呀，翠花，我听你说这25文好像是不多哈，只不过读书还得买文房四宝呢，那鬼东西贵得离谱哎。瞧瞧你们见识就短了吧。李夫子说了，读书不一定要买纸笔，他有办法让孩子们随时随地都能写字。用他的话来讲，就叫什么？只要心中有笔，到哪里都能写字。听不懂？哎，听不懂就对了。读书人的话，哪能什么都让你们听懂啊？红艳这话说得好，真不愧是读书人。翠花，你算是定了我的心了，我这就叫大勇去给我订2个名额。哎，行啊，叫幻之一块去呗，跟我闺女也好作伴。不过你们最好还是多约几个人再去，划算。哎，翠花呀，当真不用买纸笔，
也能读书吗？哎，相信秀才郎，人家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有的是门道。送孩子们读书是花大钱的事儿，女人们做不了决定，便草草散了场。浮云直接去往李红艳家，跟她说了，相信要不了几日，便会有人过来找她预定学生名额，让她统一口径，最多只招30个学生，招满便不招了。若5人以上一块儿来的，便能少收5文钱。读书人嘛，也不用浮云多做解释。李红艳一下子明白过来，还有些为难地说道：“这样撒谎真的好吗？”谁说是撒谎了？可是30个学生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儿。别说一个村了，就是加上2个村，李红艳都觉得不可能达到这个数的。就算没有30，姐也能给你招来20个。你只管照姐说的做。弟弟，有操心的时间，你不如去把学堂修一下。我可不想我儿子闺女坐在四面透风的地方读书。浮云回到家，又开始奴役起凌寒舟来。这回啊，是让他做浅木盒子，一共20个木盒子，长1.8尺，宽1尺。而浮云呢，亲自去往河边筛2桶极细的河沙。李浮云，你弄这些东西做什么呀？做沙盘啊。沙盘？对，可以用来写字的那种。不过这回是免费的，没有钱分给你。你弄这么多沙盘做什么用啊？帮李红艳招学生。他做这些，竟是为别的男人吗？还让他免费给别的男人干活？发什么呆呢？快做呀！明日我要用呢。哦。翌日一早，浮云便神神秘秘出门去了。哎，对了，我昨日去李红艳家问开课的时间，她偷偷告诉我一个秘密。哎，我跟你关系好才跟你说的，你可别告诉别人啊。前20个报名的免费赠送习字用的沙盘。我听说许桃娘家2个都去报名了，你若是想要沙盘就赶紧去，晚了可就没有了。他按照浮云说的送沙盘，但限名额，仅1个下午就招来20几个学生，都是冲沙盘来的。一时间被动局面变成了主动，这场招生轻松的完成了，学生比疫区估算的翻了1倍，甚至还超出2个名额呢。浮云还不知今日这番成就呢，他也没那个心情去问，因为刚和那个凌寒舟大吵了一架。做猎人有何不可？至少自由，且不怕遭人算计。你想让他哪天也稍有不慎跌下悬崖而死吗？你懂什么？对，我不懂，我只知读书能让人在生存的道路上多几个选择。我不想让儿子同你一般只会打猎。李浮云，你可是瞧不起我？瞧不起又如何？总之，我不同意阿景去学堂，我自己能教他。行，阿景是男孩子，你能让他子承父业打猎？可小雪呢？也要同你一般做猎人吗？小雪还小，过几年再说。说来说去，你就是不愿意让他们读书。林寒舟，你自己没文化，还要叫孩子跟你一样没文化吗？你图什么呀？再说，我自己供得起，不花你的钱，这也不行吗？不是钱的问题，我说了，我能教他们。好，我不管你的儿子女儿，我管阿泽，这个你该无权过问了吧？李浮云，你知道云泽是什么人吗？你知道？他来历不明，你就不怕他给咱们家带来麻烦？林寒舟，这就是你的真实想法。你若容不得他，怕他惹来麻烦，我可以带他离开。李浮云，我只是想跟你说，云泽他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我知道他不是一般人家的，可你要我怎么办？现在就赶他走，把他卖了，还是把他杀了呀？而浮云躺在床上，心里是又气愤又委屈。不管凌寒舟是何理由，孩子就在村里读书，在父母眼皮子底下，能出什么事儿呢？这男人为何这么倔呢？他妈的跟头倔驴一样。浮云越想越气，索性直接出门去了，搬了宋云东和雪二娘东西，去往李宏远家，叫李宏远赶牛车送他去趟镇上。这一去就没回来。娘不在屋里。你去茅房看看。爹爹，茅房也不在。算了，不管他了，吃饭吧。爹爹，娘说了，要等着大家都到齐了才能动筷子，这是礼节。我去找娘。不准去，回来，坐好，吃饭。凌寒舟许久没露出这种凶狠的表情了，几个孩子怕得不敢再说话，默默地坐好，安静吃起饭来。凌寒舟的心头却更加烦躁了，免不了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那女人不会真的跑了吧？姐姐，我手艺如何？非常不错，你在吃食上很有天赋啊。
那是，别看我才18岁啊，其实我在外游历3年多了，拜了不知道多少名师啊！15岁就出门游历了？14岁吧，这不还有个零头呢吗？也是受了不少白眼，说起来心酸的很呢。姐姐，你今晚不打算回去了？不回了，来你这借住。你该不是跟你男人吵架了吧？别提他，破坏美味。姐姐，若他对你不好，你就休了他啊！你这么好的女人，何愁找不到好男人呢？浮云趁机说了发芽土豆免费发放处理的事情，宋云东没什么意见。收购土豆的价钱我也谈了，会比你去外面收购的便宜。不过我不是白干活，我会从中抽1文钱的抽成，这个要先跟你说清楚。宋哥哥在吗？浮云一眼就认出他来，是萧然的妹妹萧盼。你怎么在这儿？我高兴在这儿。我宋哥哥呢？宋小福，有人找。谁找我呀？哼，谁找你了？我找你家公子。萧盼是福月小食老常客了，宋小福熟得很，可他一直希望这姑娘别来了，烦人的很。可人家好歹是客人，宋小福不好摆脸色，就说少爷不在。萧盼有些失望，便点几个小食，领贾莹莹找个位置坐下，便说起话来。你瞧瞧他那谄媚的样，定是勾搭上了宋云东。有一回我来此，就亲眼见着两人亲密的很。哼，那女人喜欢我二哥喜欢的要命，我才不信她能瞧得上别人呢。你不信？那你觉得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来做工挣钱，顺便寻求机会勾搭我二哥呗。这种事儿以前他又不是没有做过。表姐，你就别担心了，有我在，我不会让他有进门的机会的。单纯的小丫头，你就瞧着吧，他跟你那个宋哥哥关系绝对不一般。上回你宋哥哥亲口说道，他有孩子也不介意。哼，我才不信宋哥哥能瞧得上这种女人。不一会儿，宋小福把他们点的菜给送上来。宋小福，你快去把宋哥哥叫来，本小姐有事找他。宋小福深知啊，自家公子不喜欢这姑娘，可他也不喜欢公子动不动偷懒啊，叫浮云姐帮忙干活，他便上楼去了。宋云东一听萧盼又来了，立马跳起来。嘿，你跟他说我不在啊，回家了，出去了或者死了都行。萧小姐，我家公子昨日劳累过度，心肌梗塞，离了人世。死得这么突然？是有些突然。尸体在楼上吗？本小姐去瞧瞧。他不是第一次闯宋云东地盘了，轻车熟路找到他的房间去。哼，宋哥哥，你不是死了吗？你再多来几回我就真死了。我就那么可怕吗？大小姐，我都不认识你，你总缠着我干嘛呀？宋云东很是不耐烦，他家并非平镇的，在镇上人脉资源并不广，可突然就有一天，这位姑娘把店中小吃全部吃了个遍之后，突然就问他可有娶妻，然后就说嫁给他，可怕的很。宋哥哥，我跟你说的事你考虑好了没有？何事？娶我的事啊。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不可能！小爷对女人不感兴趣，这辈子都不会娶妻的，你赶紧走吧，别怪小爷翻脸不认人了。知道了。知道就赶紧走，你娘没教过你男子房间不能随便出入的吗？孙哥哥，那我走了，你不要太想我，娶我的事你再考虑考虑，我改日再来问你。又是他们，不要脸的东西。他们怎么了？那两人肯定是香满楼的。最近呢，香满楼那个老板总时不时派人过来打包他们的东西回去试验，而现在呢，香满楼也推出2款新菜来，一个是麻辣土豆片，一个是土豆饼，这不摆明了抢生意吗？正常的，土豆也不是咱们一家独有，管不着别人。可他们这么做一点都不厚道。哼，厚道可赚不到多少钱，不用在意。他们来给我们送钱，就大方接着。浮云姐姐，可他们拿我们的东西去实验做出来，抢我们的生意，这也无所谓吗？不用担心，我之前就说过，就算他能做出来一样的味道，没有原材料也起不来量，大头还是拿在咱们手里。虽说土豆的处理方式很简单，可我还有许多别人学不走的产品没有拿出来呢。李翠花，给本小姐上壶茶，要上好的龙井。萧小姐，我这就去给您泡。站住！本小姐叫的是李翠花，你搭什么话呀？盼儿，别这样大呼小叫的。我听说宋公子喜欢说话轻柔的，还有长得妖艳的女子。李翠花，
你来这做工便是任客人差遣的，怎的叫你泡壶茶你还拽上了？你还想不想见我二哥哥了？威胁我？你就说你去不去？不去的话，我叫宋哥哥把你撵走。宋小福见状，急忙上前当个和事佬，一位是1个月消费10几两银子大主顾啊，一位是他们的2把手，哪个都不能得罪。萧小姐，小的最会泡茶，小的帮您泡吧。宋小福，你忙你的去，这里交给我。宋小福一脸为难的走了，不过呀，是去楼上报信儿去了。萧小姐只怕不知，我泡的茶不是一般人喝得起的。你少吹，巴结本小姐的时候怎不说这样的话呀？今日不同往日，这的龙井茶不正宗，不好喝。要不要试试我们新上市的罗北茶？罗北茶？那是何物？说来你也不懂，不贵，也就5两银子一壶。不过我看你应该舍不得花这个钱吧。给本小姐沏一壶来，本小姐倒要看看你这个罗北茶有何奇特的，敢卖5两银子一壶。还请萧小姐先买单。浮云亲自为萧盼和贾莹莹斟上他亲手泡的上等好茶，还顺带吹嘘了一番，这茶多金贵，就是他想喝上一口吧都没得喝。哼，你当然吃不起这种珍贵的东西。看到萧盼矫揉造作喝了一口之后，浮云就问他：萧小姐，这味道如何？有点怪，这真是茶？自然啊，这可是你的宋哥哥亲手做的，我跟他讨要他都不给呢。萧盼倒是高兴得很，又喝上一口宋哥哥亲手泡的好茶，认真品尝一番。入口连绵回甘，还带着一股陈年的气息，沁人心脾。果然是好茶，喜欢就好，两位请慢用。李翠花，你等等，你也要来一壶茶？你上回来此找宋公子，就是为了谋份工作？不单为这个。你果然是惦记上宋公子，想勾搭他，对吧？怎么，你也想勾搭他？贾莹莹一直假装的涵养啊，被浮云一句话给整破防了。上回我听见人家宋公子说他不认识你，可你却知道他的名字，还对他投怀送抱。萧二夫人不会忘了这事吧？二位，我就不打扰了，你们慢用。浮云漫不经心地看他们一眼，转身便走了。表姐，他说的是真的吗？怎么可能？他说的话你也信？信。李翠花，站住！你给我说清楚，那话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意思了。难不成你想叫我给你打掩护？表姐，你怎么可以这样？贾莹莹心知萧盼是误会了，急忙就解释她不认识那个宋云东，更加没有投怀送抱，都是那女人瞎说的。哦，对对对，你不认识，都是我胡说的，是我空穴来风。本就是你胡说，跟宋云东关系不明不白的是你。啊，对对对，是我，所有的锅我来背。胖儿，他承认了，现在你信了吧？他一直跟你宋哥哥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哼，我可算是知道我二哥为何不喜欢你了。他这样的贱人，谁会喜欢？我说的是你。若非当年萧家受过贾家恩惠，他二哥怎么会被逼无奈娶她这样的蠢女人呢？你最好离宋哥哥远一点，否则本小姐弄死你。宋云东被萧盼这般说话态度气的是胸膛冒火呀，那位姑奶奶是他的贵客呀，可不能被他一个小丫头威胁呀。但是你的宋哥哥离不开我哎，萧小姐，不如现在就弄死我。而恰逢此时，林寒舟恰好从外头踏进来，闻言重重的一愣，深邃的眼睛扫视眼前这几个人。他一大早忙完家里事情就来了，这女人果然在这儿，只不过没想到她竟然……他说的对，小爷已经离不开他了。小盼，你若识相就别再纠缠小爷，赶紧走啊，别耽搁小爷做生意。宋哥哥，你当真瞧上这女人了？她就是一个疯子，先前总勾搭我二哥，现在见你有钱又来勾搭你。宋哥哥，你可千万不能被这女人给骗了。小爷乐意让她骗，倒是你，若是来消费我欢迎，若是再说些有的没的，今后休想踏进我店里半步啊。宋哥哥，要吃就好好吃，不吃赶紧滚蛋。宋哥哥，
我不打扰你了，但是你得答应我，不准喜欢这个女人。李翠花，我果然没说错，你跟宋云东早就勾搭在了一起。哼，还装什么？我告诉你，萧然是绝对不会要你的。萧然那个小白脸，你要爱就爱，请别搬出来恶心我了，行吗？李浮云真的不喜欢萧然了，有些庆幸，同时又有些揪心。他和宋云东这个臭小子关系到底如何呢？哼，你当初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的时候，怎不说你恶心？我就是被当初恶心到了。行，你厉害，抱上了宋公子就了不起。你俩裹在一起的事情，早晚会天下人尽知。我俩早裹在一起了，你嫉妒也没用。小爷说过，小爷看不上你这样的啊！你死心吧你！贾莹莹，你怎能这般表里不一？我这就回去告诉我二哥。胖儿，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丫的，下回别乱说话。什么叫早裹在一起了？被人听见不得往死里误会啊！我说的是事实啊！他们都合作2个月了，不早就勾到一起去了吗？浮云懒得理他，一个转身便看到站在门口处柜台边的林寒舟。娘子，忙完了吗？你怎么来了？来接你回家。男人浅浅一笑，实际心里早就骂翻天了。这个死女人，出个门几天几夜不回家，就只和几个小孩子胡闹。哎，大哥来了，快，请坐。愣着干嘛呀？快泡茶去。宋公子不必忙活，我们还有事，就不多留了。林寒舟走近，长臂忽然揽住浮云的腰，往自己身前一带，深沉的眼眸扫视宋云东，仿佛在宣告主权。宋云东懂了，有事儿也不急于一时啊，还是吃个午饭再走。我去给你们做2个拿手好菜去。这么说着，一溜烟跑进厨房去。宋云东开始计划要整什么经典的东西招待贵客呢？公子，他们走了。走了？哎呀，算福啊！你说浮云姐姐的男人做什么的？杀猪的吧？有可能。只有杀猪的才会有那种可怕凶狠的气势。突然想起前2日，他还怂恿浮云姐跟他和离来着，这万一被他知道的话，会不会把自己嘎了？林寒舟，你丫的发什么疯？老娘在工作。工作需要这么媚里调油？你什么意思？跟我回家。这气势汹汹的架势惹来很多人的围观。娘子，对不起，我错了，你不要离家出走好不好？林寒舟，你放开我！娘子，你就算生我的气，可也不能不管孩子。孩子们嫌我做饭难吃，一个个不肯吃饭，都饿瘦了。哼，你少道德绑架我！罗月，你确定是那女人？不会错的。咱可要跟上去。只要知道九皇子人在哪就行。咱们若跟上去，容易让他暴露。好吧。林寒舟，你今日是特地跑来找我的？男人瞥过脸去，别扭地看着路上的风景。若说是，这女人肯定会得意的；可若说不是，就显得十分不真诚。于是他并不作答。我说啊，你就是典型的闷骚型男人。什么意思啊？我在家时，你丫的看不惯我，一言不合就要跟我吵架。我走了不碍你的眼了，你丫的又大老远的走半个时辰的路去找我。说实话，你是不是非常舍不得我，怕我离开？林寒舟淡淡看他一眼，没有说话。哎，说话呀，你哑巴啦？你想多了，是孩子们想你了，叫我来找你。没错，就是这样，是孩子们舍不得他，而不是他。你不在，小雪晚上会哭，睡不着觉。这男人呐，说句实话会死吗？娘，你去哪里了？小雪好想你。娘，你去哪里了？你是不是不想要阿景了？谁跟你们说我不要你们的？哎呀，别瞎想了。饿了吧？我给你们做饭。云姨，我们都饿死了，这几天吃饭都不香了。吃完了饭，浮云掏出3串铜板来。衣价500文，竹签菜单等卖了300文，一共800文。咱们说好4、6分，这是你的320文。你拿刀架在人家脖子上卖的？我卖的不是竹，是发财之道。你这种没有上过学堂的是不会懂的。你上过学堂？我自然没有，但是我脑子好使。你收起来吧，不用给我。之前说好的，这份是你的。不用。爹爹，娘说了，付出就该收取报酬，你若不要，会教坏我们的。怎会教坏啊？
以后我们都学爹爹这般，做事不要报仇，我们家就会穷死的。可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不用分那么清楚。搭伙过日子，还是分清楚一点比较好。不给孩子们读书的事情，他还耿耿于怀呢。他不想跟这样的男人做家人。孩子们都睡了？睡了。说说吧，关于孩子上学读书的事，你到底怎么想的？男人并未说话，坚持这么多天，他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他不让阿景读书，让他走自己这般老路，到底是对还是错？诚然，你认得几个字可以教孩子，可单认字，他们是没法知道这天下有多大的。天下有多大？实际上，林寒洲所知也不多。他静静看着一旁这个女人，想听她往下说下去。人的这辈子，若只是追求吃饱穿暖，那就太浪费生命了。不说追求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但若是出去走一遭，游山玩水，见见世面，也是值得的。现在这样，其实也挺好的。是挺好的。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谁也不知明天和意外谁先来。这2年国家安定，可谁知过2年会不会战事又起？若生战事，往大了说，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是满目疮痍，国破家亡，都说不准，没有定数。所以，过好当下就是，考虑那么多未来做什么？你说对吗？你说的对，上学的事我可以让步，不过我对阿景有个要求，你不能干涉。什么要求？比较苛刻的要求，这个你无需过问。嘿，你大爷的，又转上了。被骗了，大家都被骗了。这地蛋呐，并非村长主张的，而是李翠花。前不久，刘寡妇亲眼瞧见李翠花去找了村长，2人在地里说了好大一会儿话。那晚啊，村长便召集大家说种地蛋的事，大家不愿意种，李翠花又3番2次的去找村长，2人也不知道密谋了什么。再后来就说免费送地蛋给大家种。人家去找村长有什么奇怪的？这村长都说了，这地蛋是镇上一个大老板的，跟翠花有啥关系？若没关系，我就不会说了。送地蛋来的那天，刘寡妇亲眼见着李翠花跟送地蛋的那个老板有说有笑的一块来。这地蛋呢，肯定就是李翠花跟村长合伙骗咱们种的。娘，你别听风就是雨的了。村长说能挣钱，那肯定能挣钱。咱跟着大伙儿一块种就是了，管那么多干什么？你懂什么？那么多种子，几10两银子的东西，人家凭啥免费送给咱们呢？又凭啥只叫李家村种，不叫别人种？李翠花肯定是在中间捞了不少的好处。你们想啊，这平日卖到4文钱1斤的地蛋，咱们种出来只卖2文钱，还差这2文钱哪里去了？依我看呢，肯定都进李翠花和村长的腰包了。我就说村长怎么会如此的积极，3番5次的叫大家种地蛋。娘，你说的可是真的？老娘还能骗你们不成？人家刘寡妇都说打死也不种，累死累活的帮别人挣钱，图啥呀？李翠花不是都要死了吗？咋还有那么大本事？竟然认得镇上大老板了？那我哪知道？总之这地蛋咱不种，打死也不种。哼，幸好我知道的早，不然呢得亏死。可是村长爷爷说，谁种地蛋谁家挣钱啊，为何是帮别人挣啊？哎，你懂什么？大人说话，小孩不许插嘴。娘，咱不种的话，这么多种子可咋整？还回去？还什么还？这么多地蛋能抵多少饭？当然是留着吃，笨死了。娘，我听你的。哎，你说种就种，不种咱就不种，反正种了也不一定长得出来，长得出来不一定卖得出去。像以前那般全砸自己手里。看着一家子人，李世平心里窝火得很。娘啊，你管人家有没有在中间挣钱呢？只要我们种下去，哎呀，1斤2文钱自然少不了我们的。种什么种？1斤才卖2文钱，还抵不得自家出的劳力。你若要卖4文钱，自己也能挑去镇上卖，又无人管你。他可算知道了，为何自己忙得像陀螺一般，而这个家却总吃不饱饭。自己碗里还没有呢，就知道惦记别人家锅里的，能富才怪呢。他扫视大伙一圈，视线停在李铁头身上。爹，我想分家。可知为何突然说分家？好像是你二叔嫌其他人太懒，过不好日子。哼，那可真是有趣。其实二叔人还是不错的，若分了家，定能过上好日子。
两个人并未深入讨论，只是说了几句便转移了话题。林寒洲说起他约李大勇和李柱子明日进山打猎去，可能会去个3、5天。家里现在不缺钱，为何还出去打猎？林寒洲没说话。这2个月以来，他是挣了不少钱，可那是他的，他自己也得挣钱呢，至少这个家得男人来养嘛。我也想去。你去了，孩子怎么办啊？他很想说让孩子们自生自灭。行吧，那你记得小心一点，别猎凶兽了，反正咱家也不差那些钱。我每月在福月小食的分红足够咱家的开销了。下午林寒洲在家做剑，又磨了刀具、匕首什么的。浮云蒸了很多馒头，还烙了些饼，打算给林寒洲做干粮。林寒洲，你明早记得拿这个在火上烤烤就能吃。装完了吃的，浮云拿过来林寒洲的水囊，灌了满满1大壶水。山上有水，不用装这么多。山上的生水可能有虫卵、寄生虫什么的，喝了没准会拉肚子，不如井水好。大概也就3斤，你拿得动的。寄生虫是什么？就是一种很恶心、很恐怖的虫子。你自己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我去哄小雪睡觉了。男人勾起唇角，望着浮云离开。这种被人关心的感觉真好啊。而回到房间的浮云眸中尽是狡黠，他不禁有些得意。男人，看这次还拿捏不住你吗？之前那么多次撩拨失败了，他也真正摸透林寒洲什么性子。对这种慢热型的男人攻势不能太直接了。云姨，姨夫去哪儿了？打猎呢，不用管他。为何要去打猎呢？挣钱啊。家里没钱了吗？有钱，但他想去。吃过了饭，云泽主动收碗洗碗去，还叫上林景和林雪先出去玩，他洗过碗之后去找他们。浮云拿起背篓说要上山去，叮嘱几个孩子别跑远了，叫上辉爷就出门去了。11、19、11，你们在吗？小主子，有何吩咐？云姨没钱了，你们去想办法弄些钱回来。什么呀？小爷不交伙食费，他把我赶出去怎么办？主子，咱是有身份的人，何必在这儿受我那气？19，你胆儿肥了，主子的话也敢忤逆？可咱们早没钱了，上哪儿搞钱去？他前晚就提议去黑风寨的，可11不同意，又带他打猎去了。实在不行，只能去那儿了。小主子，我们到处都问过了，这平镇压根就没什么神医，要不咱还是回去吧。不回去，我就是要找神医。可是要走你自己走。云泽哼了一声，转身便进屋了。你说小主子要怎样才肯回去？虽说小主子自小就很有主意，可毕竟是个孩子，等他玩够了，自然就肯走了。孩子不都这样吗？3分钟热度。11总觉得吧，或许要不了多久，云泽会哭着喊着回家去的。可他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2年。走吧。去哪儿啊？黑风寨。李小虎，小爷再说一遍，把小雪东西还给他。我就不还。李翠花那个疯婆子打我娘，爷爷我今儿个就是专程来报仇的。你欺负女孩子算什么本事？李小虎才不管对方女孩男孩呢，对他来说只要能报仇就行了。他对云泽略略好几下，又把那个关二爷扔在地上，用大胖脚狠狠踩了10几下。小雪，你别动，哥哥帮你报仇。来呀，小杂种！云泽看向他的背影，暴怒朝李小虎跑过去，飞起一脚踢倒李小虎，骑在李小虎的身上，捏起鞋子便朝李小虎脸上打了过去，啪啪啪的打得好不畅快。只不过打着打着，李小虎越发不对劲儿了。最初李小虎还在反抗，可云泽打了几下之后，他就不动了。小爷警告你，不许再欺负凌雪，不然我弄死你。李小虎躺在地上，身子微微颤抖着，可渐渐的幅度越来越大。阿泽哥哥，他吐口水了！云泽猛地回头，顿时吓得魂儿都飞了。只见李小虎浑身抽搐，翻着白眼儿，口吐白沫，这是要嘎的前奏啊！阿泽哥哥，他为何能吐这么多的口水？别说话。转身抓着李小虎的脚，就往边上草丛里拖过去。他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人藏起来。
于是乎拉上林雪往家里跑回去。11，你们在吗？19，你在吗？11。他喊了许久都没有回应，完蛋了！他答应过云姨不惹事儿的，这下完了，打死李小虎，云姨会赶走他的。怎么了？为何躲在这儿哭啊？云姨，我杀人了！云姨，我不是故意的，是他先欺负小雪，我才会打他。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先别哭，跟我说，你杀了谁？是李小虎，他打小雪，我就别急，带我去现场看看。云姨，就在那边，我不敢过去。果然，李小虎躺在草丛里，身体时不时抽动一下。哎，没死，别害怕。喂，醒醒！李小虎呻吟着，他缓缓睁开了眼睛，还未看清眼前人是谁呢，就感觉胃里翻江倒海的，趴在地上狂吐起来。云姨，他会不会死啊？浮云摇了摇头，拉云泽到一边去，低声问他：你方才是如何打他的？云泽把刚才发生过的事情事无巨细地说了。别怕，跟你关系不大。若只是打脸，不可能会引发抽搐和呕吐，若是打得厉害，吐的应该是血呀，而不是食物。李小虎大抵是因为吃错东西引发的病症，浮云不知有多严重，但能肯定的是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走吧，回家。浮云牵着云泽才走2步，便听到身后传过来刘寡妇的咆哮声。吕翠花，你站住！你把我儿怎么了？你儿子可能是食物中毒了，劝你赶紧送去医馆，否则追悔莫及。中毒？好端端的怎么会中毒？是不是你下的毒？是你害的他？我说了，是食物中毒，吃错东西。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好端端的怎会吃错东西？定是……我哪知道为何吃错东西？你莫不是觉得我会拿东西给他吃？刘寡妇是咬紧后槽牙呀，她的确是怀疑，可她不敢说呀，便只能自己吃下这个闷亏，转身背上李小虎回家去了。他就这么走了？哼，再不走，只怕就走不了了。翠花，李小虎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吧？我不是怀疑你，只是担心刘寡妇那人定会不分青红皂白全赖在你身上。不怕，李小虎的确是食物中毒，跟我们没关系。那就好。翠花，若你不介意，下回出门还是把孩子送我那儿去，我帮你照看着。好啊。那个，上回是我大意了，以后我会小心的。你们若要出门，就放心的把孩子送去我那儿。嫂子说的什么话？你帮忙，我自是十分放心。上回那事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不怪你们。可我这心里老是过意不去。嫂子，你若是过意不去，我可就不敢麻烦你帮忙看孩子了。你这张小嘴就是会说。2个女人把话说开了，无形间关系又近了一步。干什么？干什么？任何人不得靠近！看不懂字吗？官爷，这好端端的，为何被封啊？昨日晌午，县衙接到一桩命案，说福月小时毒死人了，情节严重，立刻引起县衙大人的高度重视，立刻前来查封。命案？怎么可能？可查清楚了。你跟福月小时有何关系啊？我是他们家的食客，就是单纯的好奇这其中可是有隐情。这店一时半会儿开不了，你过段时间再来吧。大哥，我再问一句，这里的东家现在怎么样了？在县衙问话呢。你放心，若有隐情，县太爷会给公道的。大人，民妇的相公昨日便是吃了福月小时的地蛋，上吐下泻，浑身抽搐，后来就没气了。我福月小时的东西不可能有毒。你说无毒，为何将我相公吃死了？我店里每日接待上百个顾客，怎的别人无事，偏偏就你相公有事儿？小爷还想问，是不是你毒害的你相公？对呀，上百人都无事，怎么偏偏你相公有事啊？我怎知别人有没有事？我只知我相公就是吃了你家的东西才没的。宋云东，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还要坦白什么呀？小爷我说800遍了，我店里不可能出现有毒的东西。大人，小人有话要说。说，大人，宋云东撒谎，福月小师后院的库房堆了许多有毒的地蛋，张石柱是想吃那有毒的地蛋才会丢命。王五，你胡说什么呀？宋小福的突然闯入让公堂大乱，宋小福不顾阻拦，跪地就喊冤枉。来人，把他拖下去打20大板。住手！大人这是要屈打成招啊！丧夫，你出去。公子，出去！宋小福恨恨地瞪了眼孙思年，不甘心地退下。孙大人，还审不审？话题回归正轨，王五说他以人格担保，福月小师确有一批数量庞大的有毒地蛋。你早就不在我店里干了，是如何知道的？大人，是福月小师后厨工人陈峰亲口跟小人说的。福月小师东家在明知地蛋有毒的情况下，还大力贩卖地蛋，知法犯法。陈峰，宋云东，你还有何狡辩的？大人，为何王五说的你就信，我说的你不信？我库房里的东西，想必大人已经搜过，全是正常的食材，有无毒物，想必大人也清楚，为何还来问我呀？在这个时候，仵作来了，说死者张石柱的确死于毒物，而死亡时间也确实在昨日午时。对，昨日午时，我相公去福月小师买了许多东西，打包回家吃，吃完后就开始上吐下泻，后来浑身抽搐，从吃完到人没，也没有1刻钟头。柳氏所说的确不假，人证物证都在，但本官相信宋公子不会故意杀人，只是食物做得不干净。为了避免日后再出人命，本官只能把福月小师封了，今后不得再经营。至于宋公子，就判你赔偿柳氏50两银子。孙思年没让被告辩解，直接拍板定案了。等浮云赶到县里时，衙门的热闹早已散了。宋小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两个人找个茶馆坐下，宋小福事无巨细地跟浮云说起前因后果来。后来呢？就这么定案了？宋云东认了？后来公子不服，咬死不认，案件就定不了，只能暂时搁置，明日再审。浮云姐姐，要不我去赔给柳氏50两银子，叫他撤诉吧。不行，1文钱都不能给，给了无异于承认咱们的东西有问题，那今后就真的没有翻身的余地了。封了福月小师对宋云东来说或许没大影响，可对浮云来说，福月小师的倒闭就意味着他将会失信于李家村的人。若这销路断了，大家该怎么办呢？我听你说来，那个陈峰好像有点问题。陈峰是王五的朋友，老家是碧痕镇的，跟王五关系要好，两人住在一处。那王五原先也是在咱们店里做工，后来走的工人中就有他。那个张石柱当真在咱们店里买过很多东西吗？的确买了，所以对方才会有那么多证据。张石柱之死，柳氏是第1个目击者，而王五是第2个目击者。张石柱是打包带回家吃的，还把东西都吃完了，从吃完到死亡不过1刻钟头。那么被发现时，他人应该是在家里。王五既然是第2目击者，那就说明他恰好去了张石柱家。王五可是跟张石柱或是柳氏私下里有何关系？这个我不清楚。陈峰与王五同住，那他应该知道。浮云姐，你的意思是咱们去问陈峰？张石柱之死定有蹊跷，目前看来县太爷想定案，自是不会再追查下去，咱们只能靠自己，就从陈峰和王五查起。这能行吗？任何事情都会有漏洞，参与的人越多，漏洞就越大。店铺倒闭不怕，怕的是因吃出人命而倒闭，所以必须查清楚真相。张石柱不可能是吃土豆中的毒，原材料上我一直盯着的，不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的定是张石柱。连你都知道有猫腻，县太爷为何会看不出？浮云姐，你的意思怀疑县太爷徇私？随口一说罢了，别往心里去。陈峰，可方便请我们进去坐坐？你们找我做什么？我们才从县衙回来，有个坏消息想告诉你。我可什么都没做过，那事儿与我无关。我知道与你无关，县太爷怀疑张石柱是王五所谋杀，可王五没有承认，县太爷也没办法，便说要找他身边亲近的人问。什么？是王五杀的人？对，你跟王五是朋友，县衙的人定会来找你问话。东家怕你在官爷面前说错话，便叫我们提前来跟你通个风。谋害张石柱这事，
你没有参与吧？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没有就好。东家这个人嘴毒脾气臭，可到底没有坏心。如今摊上这样的事，自己还未脱身，就惦记着大家，生怕大家也卷了进去。唉，真是苦了他了。虽说县太爷怀疑人是王五谋杀，可没有足够的证据。若是查过后还拿不出证据，谋害张石柱的罪责就得落到东家的头上。东家今日还跟我们说，他不怕赔钱，也不怕吃官司，就怕福月小食倒闭，大家丢了工作不好再找。就是能找到，也不会有这么好的待遇了。前段时间他提过，说你干得不错，等菜品和新模式稳定下来，就能提拔你做主管的。他非常看好你。陈峰愣住了，他完全没有想到东家会这么器重自己。若能得提拔，这苦日子啊也算熬到头了。东家还说，若平日有什么得罪的，让我代他跟大家道歉；若对他有什么不满的，大可以直接当面说出来，别在背地里搞小动作。哎，也不知道是谁传出去的，说后院库房放了许多的有毒的土豆，就因为这句话，让福月小食被人盯上了。其实那批土豆是我叫东家不要动的，发芽的土豆的确不能吃，可库房里不让动的那些，不是拿来卖的，而是拿来种的。咱们的生意还要继续做下去，平镇种土豆的人又少，去外地收购，价钱高，成本也高，实在不划算。所以我便叫他收了些种子，拿来自己种。没跟大家说，便是怕发芽的土豆不能吃的消息传出去，被有心人以此做了文章，害了大家。可千防万防，还是被人出卖了。你别多心啊，你是东家看中的人，我们自然不会怀疑你的。这话定是其他人传的，我们只是来跟你提个醒，若是有官差来问话，注意啊，别说错话害了自己啊。浮云最擅长的便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坑蒙诓哄，打心理战。果然呢，这么一大串说下来，轻易便拉拢了陈峰。想起大伙这么信任他，陈峰就觉得自己不该隐瞒的，很快便把自己所知的一切一股脑的说了出来。前阵子王五问我福月小食狼牙土豆的配方，我没跟他说，但他一直追问，又是朋友，我不好拒绝，就随口说了。他又问我最关键的辣椒妹配方，我没告诉他，他说我不够讲义气，几天没跟我说话。有一天我睡了，迷迷糊糊的，好像听到他跟谁说什么搞垮福月小食就能赚到一大笔钱财什么的话，原话我记不清了，反正是这个意思。哎呀，你既然听到了这样的话，为何不早点说呀？我当时以为是做梦呢，便没在意。可是才过2天，就见一群衙役闯进店里，带走了东家。你可真是，哎呀，亏得公子那么器重你。陈峰，这不怪你，谁都想不到王五竟然真会做出这种事。哎，对了，我问一下，你可知张石柱是什么样的人？王五跟他可是有仇，这可是有难言之隐。陈峰一咬牙，撕下了很大的决心，又道：张石柱住在我们隔壁那院，他是个老实忠厚的男人，话不多，好像是就是那方面不太行，两口子经常闹矛盾，一吵架吧，柳娘子就把这事儿挂嘴边，后来闹得整个院的人都知道了。后来不知道怎的，柳娘子就和王五搞到一块儿去了。浮云的嘴角忍不住直抽抽，还真是震碎3观呢。张石柱怕他娘子啊，那柳娘子霸道的很，家里但凡有点好东西全进他口袋了，还总将这张石柱贬得一无是处的。那王五不会是因为柳娘子才杀的人吧？说不准。他又问了些王五进来的状况，便带着宋小福离开了。姐姐，你说王五为何要杀张石柱呀？我随口一说你就信了啊？这个陈峰今后不能用了。啊？为何呀？他不老实。啊？我看着他挺老实的一个人啊。刚才我跟他说话时，他的眼神一直在闪躲。在撒谎？可他刚才说的那些，我听着不像假话呀。不是撒谎，是心虚。不知你可有注意到，在我说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的时候，他狠狠捏了一把汗。这我倒是没注意。傻子，你认为王五是如何知道咱们库房有一大堆不能吃的土豆的？你是怀疑？对了，他跟王五住在一处，最有机会说这些。姐姐，一大早我就照你的吩咐收买了香满楼的伙计，打探了一些消息。王五已经好几日不曾去过香满楼，香满楼这阵子
还在偷偷研究土豆的各种做法。他们还去铁匠铺搞了跟咱们一样的波浪纹花刀，要做狼牙土豆。姐姐，你是怀疑这事儿跟香满楼有关系？嗯。那该怎么办呀？找证据。上哪儿去找？尸体喽。可仵作验过，确定了是食物中毒呀。毒与毒之间是不一样的。这人都死了，如何分辨啊？其中有几个疑点。第一，柳氏是个自私的人，但凡有点好东西都会进他的口袋。那么张石柱买了土豆回去，你说柳氏会不会吃？我知道了。看来你还不算笨，出去转转，看看能不能找点别的线索。一定是张石柱跟柳氏又吵架了，买了东西回去，气不过没分柳氏吃，所以只毒死了他。柳氏没事。浮云姐，你说我分析的对吗？前日宋小虎也是食物中毒，当时他的症状便是浑身抽搐、呕吐。宋小福，昨日在县衙，柳氏说张石柱死前是何反应？你可还记得？上吐下泻，浑身抽搐，1刻钟人就没了。走，跟我来。夫人是来抓药还是瞧病啊？大叔，我问一下，前日有没有一个胖胖的10岁左右的小男孩来看过诊？夫人呢？病人的消息不能随便透露，你问这个做什么？那是我家亲戚，我来看看他。他们前晚就走了。走了？死了？怎么可能啊！昨天上午一个胖女人背着那孩子来说是吃错了东西，中了微毒，大夫给催了吐，喝了药才好转。完了他们就回家了。大叔，你可知那孩子是吃了什么导致的中毒？那孩子这2日就吃了地蛋，孩子他娘也有中毒的症状。是何症状？可严重？不算是多严重，孩子就是上吐下泻、抽搐，不致命。那大人就更没问题了，就是拉肚子、并未呕吐，喝了点药就好了，别担心。夫人呢？你为何跟那人一块儿？我可听说他们店里的地蛋的吃死了人，你当心点，别给自个儿找麻烦。姐姐，咱们接下来去哪儿？我回家，你自便。不过回家之前，他还是跟宋小福说了，让他不要担心，他想到办法了。是何办法？你别管是何办法，总之有证据证明咱们的土豆没有问题，至少不会致死。不过最关键的还得验尸。可仵作都验过，给结果了。结果说的是食物中毒，可没说是土豆中毒。验尸是一定要重新验的。只不过如何能混进衙门去验尸，这是个难题。总不能等结案之后再去刨坟吧？反正总会有办法。若此事真与香满楼有关，怎么也得叫他脱层皮。爹爹，你回来啦！你们娘呢？娘早上出门了。去哪儿了？不知道，娘只说要去办点事儿。这2天家里没来什么奇怪的人吧？没有。爹爹，你蹲下来。怎么了？爹爹，二牛快死了，你救救他吧。快死了？今日我们在大勇伯伯家玩，二牛突然呕吐，脸色苍白，回家来后就倒地不起。我觉得可能是吃错东西中毒。那你看了，情况严重吗？严重，我刚才去看了，他处于昏睡中，时不时会抽搐，呼吸微弱，有可能会造成麻痹而死亡。你可知中的什么毒？我听大人说是吃了地蛋才这样的。你可还记得食物中毒第一时间该如何做？催吐。催吐的办法可还记得？记得。林晶把爹爹教过的办法说出来。说得不错。爹爹，你救救二牛吧，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想让他死。好。出事的是三房李石喜一家和周氏，大人上吐下泻的，小孩子肚子疼的嗷嗷直叫唤，最严重的便是李二牛，一直昏迷不醒。老铁头，你家这几口子可是吃了什么吃不得的东西？我哪知道呀，我上山砍个柴回来，就这样了。他们这几日也没吃别的，就是吃了很多地蛋。地蛋？吃地蛋怎么能变成这样啊？哎呀，村长啊，你怕还不知道呢吧？这让一个小食店地蛋都吃死人了，这地蛋有毒，吃不得哎。说这吃坏了东西，要赶紧抠嗓子眼儿叫他吐出来。吐着呢，又吐又拉，我也实在没有办法。可我叫人去请大夫，去隔壁村请的张仙姑还没来，我去看看，看了有何用？你又不是大夫。韩州的爹是郎中，没准他懂点呢。对，铁头啊，你就叫韩州去瞧一瞧，此马当活马医吧。先前我看我爹治过，知道一些方法，
人命关天的事儿哪管得这么多呀？韩州，走，咱进去看看。村长，你可还认得捣蟹草？认得。弄几片叶子，煮水，喂2个孩子喝下，先把肚子里的东西排完，清了毒，再去医馆开几副药，应该就会没事了。二牛情况不妙，我家里备的有急救的解毒药，我先带他去吃药，醒来方能催吐。爹爹，要什么药？银针。好。林景很快把银针包拿出来，林寒舟一边施针一边和他讲解起来。怎的吃个解毒药还把门锁上了？闭嘴吧你们！若不是韩州帮忙，只怕你家里已经躺了3长3短了。3个大人3个孩子一起躺板板。听到大人们说的话，云泽紧皱着眉，越想越觉得那父子俩今日十分的奇怪。趁着无人注意，他猫着腰到林寒舟的窗外，这一瞅，他顿时呆住了。只见李二牛光着身子躺在床上，身上插了10几根银针。林寒舟一边捻针一边和林景说着捻针技巧。云泽虽听不懂，却能看得出来，那手法极其专业，和宫里最厉害太医手法差不多了。他没有想到姨父竟然会医术，这是个隐藏的高手啊！好像村里人都不知道姨父会医术啊，姨父为何隐瞒医术呢？云泽离京前，太师和他讲过，20年前高神医带着家眷偷偷离京，可后来行踪暴露，几10个家丁拼死才护得高神医和年仅5岁的孩子离开，2个人一路逃往西南边境。20年前，姨父今年是25岁呀，而且他不仅认识高神医，还知道高神医的下落，这也太巧合了吧！云泽小心脏突然扑通扑通狂跳个不停，紧张的手心直冒冷汗。这下糟了，他可能知晓姨父的秘密了，姨父会不会杀人灭口呢？不一会儿，李二牛已经醒了，解毒丸起了作用，回去后需要继续催吐导泻，最好再去医馆开几副药。李石喜接过孩子，愣在原地不知该说些什么。还不快去！看了眼林寒舟，他抱着孩子便跑了。村长别担心，只要排完毒就会没事。以前我爹就是这么弄的，你应该清楚。嘿嘿，我说你小子怎么就没继承你爹的衣钵呢？也当个郎中。没那个天赋。再说我爹也懂得不多，若是给人看出毛病就不好了。嘿，说的也是。冷静下来，李大德才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忙问道：怎的不见李翠花啊？林寒舟摇了摇头，他也不知道，因为从回来到现在也没看到他的人影。人家都说吃地蛋才这样，若地蛋有毒呢，还如何种呢？现在大家都种的差不多了，若有人问起，我如何交代呀？村长，你先别急，等李福云回来，咱们问问就知道了。村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作为村长，李大德不可能不着急的，但他也没有办法，只能背着手唉声叹气走了。你们去大勇伯伯家玩，我要出门一趟。浮云原本早该到家的，可他边走边想事情，想得很出神，脚步也慢下许多。一抬头，便看到林寒舟迈大长腿朝自己快速跑过来。来到近前，先将浮云上下左右仔细打量一番，眼中透着浓浓的担心。见浮云没有受伤，男人忽的长臂一用力，把他拥入怀中。哎，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要3、5天吗？想你就提前回来了。啊？你说什么？你没事吧？我没事啊，怎么了？走，回家。喂，林寒舟，你刚刚说什么？没说什么。你把刚才那话再说一遍。我刚才什么都没说。我好像听到了。你听错了。回到家，林寒舟把今日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人都没事？没事，孩子也没事。这么多人吃土豆中毒了，却没有一个致命。浮云更加肯定张石柱之死和福月小事没有半毛钱关系，可其症状又和土豆中毒一样，这点又令人很难辩驳。虽说人没事，可因这事儿，现在很多人都说地蛋有毒，不敢再种。不种就不种吧，反正我还有别的赚钱的法子。喂，真他娘的烦人，一个个的不想活就自己去死，干嘛要烧上别人？那是拿来做种子的，可不是免费送给他们吃的。人心不足蛇吞象，福月小事现在是何情况？啊，被告地蛋吃死人，现在被查封了。宋云东被关进了大牢。定案了？没有，不是我们的问题，绝对不认。可地蛋的确有毒。发芽发绿的地蛋的确是含有毒素，但若只是少量吃，并且烹饪熟了，是不会中毒的。
大量食用半生不熟的，的确容易中毒。浮云趁机把这2天的事儿，包括自己的怀疑揣测，都和林寒舟说了。林寒舟听完，也跟他有同样的疑惑。李小虎从发病到去医馆，少说也有半个时辰，而柳氏却说，张石柱从吃完地蛋到断气，仅用了1刻钟，未免死得太快了点儿。可不就是啊！除了李小虎一家，现在又多了李铁头一家6口，这么多人，足够证明地蛋的毒并不致死，至少不会死得那么快。那咱们同县太爷说明情况，再查一查，就能水落石出了。连宋小福都觉得不对劲，县太爷却想拍案定板。你说这里头会不会有猫腻呢？有可能。所以，我怀疑是他们在搞鬼。不行，我得再去县里一趟，确认一下。你打算如何确认啊？验尸啊。你还会验尸？不怎么会。验尸的话说的那么理所当然，不会的话也那么理所当然，哪来的自信呢？哎，你别管，反正有了土豆中毒不致命的依据，再从死者身上找到有力的证据，就能拆穿柳氏和王五的谎言，再利用王五炸出背后之人。说着，伙计火燎就要走。李浮云，你为何对这件事情如此上心啊？我的合作伙伴有难，我能眼睁睁的看着不管吗？再说，我还指望他给我收购地蛋呢。若是店真被人搞倒了，大家种下去的地蛋怎么办？我会失信于村长的，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而且可能还得赔钱呢。他好不容易挣那么些钱的，自然不甘心这么赔进去。哎，说了你也不懂。林寒舟不禁无语，这死女人就这么看不起他吗？心里有些不高兴，但还是好言好语的问道：如果张石柱真是吃地蛋中毒的，你打算怎么办？不可能，就算后厨真的拿了几个发芽的地蛋，跟那么多好的混在一起，做的时候都是随机抓，想靠几小片毒死人根本就不可能。我相信你的判断，但万一张石柱真的是因地蛋中毒，你打算如何辩解？你是说有可能张石柱在福月小食买了吃的，拿回去后被人用有毒的地蛋调包，然后导致地蛋中毒的？如果我要害福月小食，我会这么做。若是别的毒还好，可若真是地蛋致死，又当如何？所以这不是要去验尸吗？你会验尸？浮云不禁一怔，看着这个沉着冷静的男人，浮云心里忽然酸溜溜的。这男人看着像是个傻大个儿，可做事似乎真的很细心，很多事情考虑的特别周全。相比较而言，就显得他有些粗心大意了。有没有可能别人没有你这样的脑子？你没有，不代表别人没有。林寒舟，你竟然敢内涵我，我挠死你！别闹，我说认真的。若去验了尸，真的是地蛋中毒，你打算怎么办？不管是谁做的，总会找到漏洞。反正不可能是福月小食的地蛋，宋云东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我相信他。既然你回来了，就在家看着孩子，我也能放心的去查真相了。望向那抹有些仓促的背影，林寒舟心里又苦又涩的，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涌上心头来。大勇哥，怎么了？出事儿了。大勇，怎么了？可是孩子出事？不是，是村长，也不知谁去这个衙门告状，说村长忽悠他家种有毒的地蛋，心思不正，想害死全村人。就在刚才，有几个官差把村长带走了。你说什么？村里好多人站出来说有地蛋有毒，还有你那奶奶。官差一来，他就巴巴上赶着作证，说是你叫种的地蛋呢。现在官差都往你家这边来呢。韩州啊，你快想想办法。我就是吃饱了闲得慌，好端端的种什么地蛋？谁想穷死谁穷死。今后就是有赚钱的法子，我也不想说了。还真是弟妹叫种的？是我叫种的，也的确有把握能卖钱。他只是没有想到人会贪婪到拿了种子不种，就光顾着吃了。你说你吃就算吧，还他妈搞不熟，给自己吃中毒了。说话期间，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来了。别怕，中毒的事跟咱们无关。我不怕，我是气的。你可知我为何坚持要让孩子读书，就是怕他们以后也变得这般无知。我知道，你就是李翠花。有人告发说你与福月小食勾结，拿有毒的地蛋跟村长合伙忽悠大家种，是为了赚黑金钱，可有此事？谁告发的？无可奉告。哼，大家自愿种地蛋，不都是为了挣钱吗？怎么就成了我跟村长挣黑心钱呢？浮云这么一问，那些种地蛋的人，有些人就红了脸，一个个支支吾吾说不上话来。种地蛋本没问题，
只是为何拿有毒的地蛋给大家种？官爷，他李翠花呀，就是见不得别人好，才故意拿有毒的地蛋来坑害大家。4文钱的地蛋，他就出2文钱收，转手就能赚1半的钱，能不黑心吗？哼，那1半的钱是你给的？哼，大家也觉得我和村长是故意拿有毒的地蛋来坑害大家的吗？浮云这么一问，一个个只知道往后缩，没人敢站出来承认。倒是立场一直坚定的那些人毫不犹豫站出来帮浮云说话。李老三、李明成、许桃娘夫妇、李红艳爹娘，甚至还有光头李。浮云默默地把大伙记在心里。他随后道：明成哥，我想请你帮个忙。你说。我看大家都不愿意种地蛋，就麻烦你挨家挨户帮我把剩下的地蛋全收回来，尤其是我三叔家和刘寡妇家，务必做到一个不留。至于种下去的，大家想挖出来还是继续种，自己看着办。村长，相信我，地蛋没有问题。明成啊，照翠花说的做，谁不愿种地蛋就给他还回来。老子苦口婆心说那么多，看来都是对牛弹琴了。且不说地蛋的挣不挣钱，光说这种子确实是翠花弄来的，人家可有收你们1文钱呢。特别是你老周氏，好好的种子你家不种，偏偏拿来吃出问题怪别人，我呸！人家凌寒州啊，方才才救了你们家几个孩子，你转头跟疯狗一样反咬一口，还告状上赶着作证，你自个儿说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浮云老大，我也能帮你啊，抄家什么的我最在行了。好，那就麻烦你了。翠花，还有我，你是个好孩子，我不相信你会做坑害村人的事儿。还有我们，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支持自己，让浮云的心里逐渐升了温。官爷，走吧，正好我也要去衙门告一状。李翠花，那地蛋是怎么回事？我给你个机会辩解。哼，无需辩解，走吧。村长和浮云被带走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李家村。爹爹，娘犯了何事？为何官差要抓她？别担心，你娘没犯事。他本想跟着一起去的，但却想到有更重要事情要做，就留下了。大勇，那就麻烦你了，不想种的务必收完，不然保不齐又有人贪嘴吃出问题。我盯着，你放心。留下说话那几个人都是支持浮云和村长的，林寒洲便和大伙多说了一句：你们放心，地蛋没有问题，至于其中原因，等村长他们回来会跟大家说。管他是何原因，我就信翠花，他说能种肯定能种。光头李，你说你种不种？浮云老大的话我肯定信啊，谢谢。阿景、阿泽，我要出去一趟，晚上不回来，你们就在大勇伯伯家住下，带好妹妹。交代完家里的事情，林寒洲动身就走。林景和云泽也被许桃娘领走了。阿景，你爹的爹是什么人啊？你说我爷爷呀？我爷爷是猎人，跟爹爹一样，靠打猎挣钱啊。是吗？打猎的？那为何村里人说他是郎中啊？我也不知道，好像因为爷爷略懂些草药，但是他医术不好的。我听人说，以前他帮村长家治狗，结果给治进了锅里。啊？治进锅里？这怎么治啊？治死了，被煮了吃呗。云泽听懵了，狗都治不活，难不成他多虑了？真的只是巧合吗？可若是巧合，姨父为何会隐瞒会医术一事呢？阿景，姨父是不是会医术啊？不会啊，你为何突然问这个？你撒谎！林景没解释，只一副看透云泽的样子，鄙夷地问道：那我问你，十一是谁？这个在山里掉坑那晚，林景听到云泽喊十一了，而之后呢，他就陷入昏睡，什么都不知道了。他后来问过云泽，他喊的那个十一是不是说那个大哥哥呀？云泽当即扯谎说他看错了，什么都没有，也没发生什么，他们是自己走回来的。两个小家伙各怀鬼胎，默契的不再说话了。浮云一行人抵达县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县衙不审案子，而他们只是嫌疑人，不能关押，便被安排在驿馆暂住，当然了，有人看守。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活动下筋骨，翻窗户跑了。浮云尽可能往黑暗地方走过去，很快找到县衙。后院有个僻静小屋，衙门近来没接到其他的命案，里面只放了一具尸体，忽听到一串凌乱的脚步声，一道浅一道深的。
他急忙屏住呼吸，撤至黑暗处。只见一高一矮两道身影鬼鬼祟祟地朝停尸房走过来。昏黄的光下，浮云一眼就认出来人是林寒舟，而他身边那个小老头是陈氏医馆的掌柜。他完全没有想到林寒舟会来。公子啊，真给鬼看呢！你看清楚，明日别说错话。公子，我真不会呀。你听着就好。舌下有残留，这能证明什么？证明死者是还未吃完东西就失去意识，而并非吃完后1刻钟才死。不是说他中毒后上吐下泻吗？这可能是吐出来的。林寒舟拿出银针，从死者嘴里往咽喉处戳，片刻之后拿出来，凑近眼前看了看，又嗅了嗅。食道干净，应当无呕吐现象，而舌下残留的食物是没有来得及咽下去，死者死得很突然。林寒舟看了看死者四肢，随后道：既有呈放松状态，死前并无抽搐现象。放了2、3天的尸体早就硬邦邦了，你是如何看出来的？用眼睛看，死者家属说他死前上吐下泻，浑身抽搐不止，可根据死者状态来看，症状完全不沾边。这么明显的特征，为何仵作看不出来？公子，有可能他不是张石柱啊。张石柱是26日晌午死的，今日28，恰好过了2日，与这具尸体的死亡时间吻合，他就是张石柱。那你再看看他死因，是被勒死的、闷死的，还是被毒死的？只要死因明确，那就证明死者家属撒了谎。喜庆服夜小食的嫌疑也能证明地弹毒不死人。公子啊，你快点，我怎么有种被人盯着的感觉？瘆得慌。听到陈胡这么一说，浮云急忙收回了目光。他娘的林寒舟，随便看上2眼，就那么肯定地看出死者的死亡时间，连死前有无抽搐都能看得出来。这王八蛋到底还有多少他不知道的隐藏技能呢？不一会儿，那2个人悄然离开，浮云方从暗处出来，带着林寒舟方才所说的结论，看了下死者，每项都能对得上。若不是已有答案，他都未必能看得出来。浮云的心中愁云密布，林寒舟和那个陈胡老头好像很熟的样子。浮云不由自主地把陈氏医馆那位面具大夫和林寒舟联系到一块儿去。这2个人的身高外形很像，只不过气质有些不同。他每回见到那个面具大夫，总会有种说不上来的熟悉感。会是同一个人吗？孙大人，别来无恙。不知邢大人前来，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听说正阳县发生命案，知府大人怕孙大人经验不够，特派我来瞧一瞧，不知可有打扰？不打扰，不打扰。孙思年面上笑嘻嘻的，心中却冷哼啊，知府都搬出来了，他也不敢说打扰啊，什么怕他经验不够啊，分明是施压来了。看来那件命案得重新审理了。宋小福，浮云姐姐，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来告状。孙大人，你只管审你的。公堂上禁止喧闹，升堂。李翠花，有人告你用有毒的地弹毒害村人，可有此事？回大人，此话纯属一派虚言。本官料到你会如此狡辩，来人，带证人。不一会儿，所谓的证人来了，不是别人，正是消失2天的刘寡妇。民妇见过县太爷。刘氏，你昨日状告李翠花与平镇福月小食的东家勾结，拿有毒的地弹忽悠李家村的人众，但李翠花不认罪，你可有何说的？刘寡妇一下子懵了，这该说的话他昨日已经说了呀，怎的今日又问这样的话呢？但见县太爷坐在高处，眼观鼻鼻观心的，一副不问世事的样子，他便只好把话重新讲了一遍。从看到浮云和村长密谋，到村长忽悠大伙种地弹，最后还十分自豪地说道：李翠花心思歹毒，想毒害李家村的人，亏得民妇机灵，提前知道那地弹有毒，求大人治这贱人的罪。刘氏，你这意思我也心思歹毒，想害李家村啊？村长，你是被李翠花这个坏女人利用，情有可原。李翠花，你还有何话可说？大人，民妇辩解前还有一言。说。我要告刘氏、柳氏以及王武造谣、诬陷、诽谤，对我以及我的伙伴的名誉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孙思年眉头微皱，看向浮云。你继续说。按照东旭国律法，恶意诽谤他人，并且造成实质性损失的，处以割舌、游街、入狱等刑罚。还望大人一会儿别心软。同样的话，我不想解释第2遍。
还请大人将刘氏与王五两位嫌疑人先带来，我一并解释给他们听，省得他们再生歹心，陷害福月小石。当着邢勇的面，孙思年不敢和稀泥，当即派人去带证人。李翠花，你可以开始了。柳氏你好，我是你相公张石柱请来替他申冤的。你胡说八道什么？此人如何请你？因为我会通灵啊。大人明察，我相公就是吃了福月小石的毒地蛋死的。柳氏，你先安静，现在还不到你说话的时候。李翠花，你继续说。王五先前说的不错，福月小石的确有一批不能吃的地蛋，但是那批地蛋并不是用来卖的，而是留的种子，而那批种子在案发的前几日就全部送到了李家村。福月小石剩下的地蛋都是新鲜正常无毒的，不可能吃出人命。哦，无毒？那刘氏为何说福月小石的地蛋有毒？刘寡妇自然张口就说浮云是胡说八道的。那地蛋的确有毒，他跟他儿子便是受害者之一呀，险些丢了命，感觉姿势体大，生怕村里人也被毒害了，才会不辞辛苦的来县里申冤呢。大人，咱们暂且不说为何有人不怀好意拿种子去吃，咱就只说地蛋。据我所知，地蛋从番外引进没几年，虽还未全国普及，可咱们正阳县底下有不少百姓都在种，但似乎无人真正的了解它。发芽发绿的地蛋会产生一种叫做龙葵碱的毒素，过多食用后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腹痛、呼吸困难、休克等症状。大家别怕，这种毒素并不致命，而是可以通过削皮、挖孔、清洗、浸泡的方式去除的。刘氏，你说你是受害者，我且问你，你吃种子时可有削皮挖孔了？刘寡妇怔愣一下，她只是掰了芽直接煮了，甚至那些芽还被她弄来炒成菜了。想了想，刘寡妇道：不仅挖了芽，我还清洗浸泡了，可还是吃中毒了。大人，那批地蛋就是有毒的，李翠花就是想谋财害命。刘氏，这么说，你是知道发芽的地蛋有毒，而且也知道其正确的处理方式的，对吧？对，可我在用过这些方法后，还是中了毒。那定是你忽略了重要的一步。发芽的地蛋在挖去芽之后不能煮熟，煮太熟的话还是会存在毒素。刘氏，你中毒有无可能是因为你煮得太熟了？不是，我没煮熟，就煮了个半生不熟，所以不可能有毒。不可能，若不是你煮得太熟，怎么可能会吃中毒呢？大人，民妇敢以性命担保，民妇当时吃的地蛋并未煮熟。姐姐，发芽的地蛋挖了芽后不是必须煮熟才会无毒吗？哼，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发芽地蛋有毒，最好是别吃，若不得已非要吃，必须削皮挖芽，且必须烹饪熟才能吃。而刘氏你在明知有毒地蛋的正确处理方式的情况下，故意把种子煮得半生不熟，将自己吃中毒了，又跑来衙门诬告我和村长使坏，你是何居心？连珠炮一般的问话，直接把刘寡妇问懵了。大人，以上便是我的控告刘氏、王五和柳氏的辩证与证据。你方才所说都是针对刘氏，同王五和柳氏有何关系？我已经说明了，只有发芽变绿的地蛋才会有过量的龙葵碱，而福月小石的地蛋都是新鲜无芽的，那么张石柱吃地蛋而死的说法就不能成立。而门边林寒舟皱起眉，这女人好像有些单纯呐。这地蛋有没有毒，单凭她这么一说就想给人定罪，上头那位又怎么可能会信呢？果然如他所料一般，县太爷尚未开口，王五就先指责起来，说是福月小石的工人陈峰亲耳听到宋云东说起那地蛋有毒啊。柳氏也说了，张石柱死前除地蛋以外什么都没吃过。王五，你为何只听到陈峰说地蛋有毒，而忽略了他的另一句话，那批地蛋都是用来做种的，宋云东早已言明禁止任何人动。再者，我已说过，只有发芽发绿的地蛋才有毒，而且那毒并不致死。你胡说八道！若不是有毒，为何张石柱会吃死了？哼，为何会死，
你就要问柳氏了。柳氏，我昨夜见过你相公，他跟我说他死得很冤，很冤。浮云的声音越发诡异起来，在他的恐吓之下，柳氏的身子微微颤抖着，下意识看向一旁的王武，似在等对方拿主意。你胡说八道！那什么龙葵锏，我们听都没听说过，你莫要胡乱编个名字，就想蒙骗县太爷。他说的不错。林寒舟迈大长腿走进公堂。大人，发芽地蛋的确含有龙葵锏这种毒物，草民一介莽夫都知道，想必大人不会不知。对，我也知道，我们店里的工人都知道，这是常识。我们村不识字的孩童都知道，大人自然不会不知。本官自然也知。既然大人知道龙葵锏，想必也知道这玩意吃多了，顶多就是上吐下泻，并不会致死。这偶有耳闻。大人，不能听信这女人的片面之词，我相公就是吃了地蛋才没的。柳氏咬死自家相公是吃地蛋而死的。浮云趁机问他死前症状，他又给说了一遍。你撒谎！昨夜你相公跟我说，他并非是吃地蛋而死。柳氏，县太爷公正廉明，当着他的面，你竟敢胡说！你才胡说！死人如何会说话？哼，告诉过你了，我会通灵。大人，民妇没有撒谎。是不是撒谎？大人去找张石柱问一问便知。人都死了，要如何问？将死者请上来，我自有办法。大人，死者为重。就是死者为重，才需要还他真相，不能让他含冤而死。柳氏，你莫非不想知道真相？柳氏的额上渗出冷汗来，他当然知道真相啊，所以才不能让这个女人通灵啊。若张石柱真是因吃了福月小食的地蛋而死，那么该赔偿该关门，我相信宋云东不会有半句怨言的。你说你会通灵，谁知道你是不是故弄玄虚？仵作大人早已验过尸，张石柱就是吃地蛋而死。我说了，地蛋不致命。不致命的话，为何会闹死张石柱？若致命，刘氏和他儿子为何会平安无事呢？那是他们幸运。他们幸运是吧？就在昨日。大人，草民能证明地蛋无毒。草民是陈氏医馆的大夫，3日前刘氏和他儿子吃地蛋中毒，恰好去了草民的医馆。去医馆前呢，他们已经连续吃了2天地蛋，而去医馆后最严重的李小虎只是扎了几针，喝点药就无事了。而刘氏本人的症状更轻，若地蛋会吃死人，为何他们母子俩食用了2日发芽的地蛋不死，而张石柱在服用了1小份炸熟的地蛋后，仅1刻钟就死了？这根本就不合理。大夫这么一说完，大家关注点立刻被转移了。为何女人和孩子没吃死，而张石柱一个大男人却1刻钟就死了呢？吃瓜群众开始燥起来，纷纷嚷着要请张石柱出来问话。人死了还要被你们如此折磨，我不告了。孙大人，这命案既有疑点重重，不妨将死者带来，看看他如何说。孙思年也有这个打算，当即叫人去把死者抬上来。李翠花，人带来了，你可以问了。大人，死人不可能会说话的，这女人定是故弄玄虚、装神弄鬼，她说的话定不可信，还是叫仵作来验吧。若是大家信不过我，我可以不出手，不通灵，且仵作先前便验过一回，再验也无多大意义。不如这样，咱们这儿有个现成的大夫，请他来验，如何？草民验尸不是很专业，但草民愿意一试。就这样，验尸开始了。陈胡装模作样的在死者身上这瞅瞅那看看的，又学林寒舟的样子翻眼皮捏嘴巴，最后再把林寒舟昨晚的结论一字不差的说出来，然后又道：死者的确死于中毒，确切的说是因心跳麻痹导致窒息而亡，而令心跳麻痹的药物不多，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有箭毒木和滴水莲。二者的区别为，箭毒木中毒后死亡时间通常会超过1刻钟，而滴水莲的毒最快半盏茶的功夫就会没命。再加上死者生前并无呕吐抽搐的结论来看，他中的是滴水莲的毒，而并非是地蛋的毒。以上便是草民从死者身上看出来的，还请大人明察。我相公的中毒症状与地蛋的中毒症状是一样的，有无撒谎，随便叫个大夫来一看便知。哦，对了，大人，说到中毒症状，草民还有一言。前2日呢，
刘氏和他儿子李小虎误食地丹中毒，便是去的草民医馆瞧的病。恰好那日王五也去了，当时王五还特地问了一句因何中毒，听说是吃地丹之后导致的。王五便追着问其中毒症状，草民也不知可与此事有关联。有陈胡这么一作证，就是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嗅到其中的阴谋。孙四年自然也能听出来。柳氏、王五，死者分明是中了滴水莲的毒，你们为何说是地丹的毒？大人，民妇不知他还吃了滴水莲，民妇只见着他吃了地丹，便以为是地丹中毒。现下看来，兴许是误会一场。哼，误会！你与你相公感情不和，便与王五勾搭在一起，而恰巧你和王五都是死者的目击者，恰巧王五问过地丹中毒的症状，会有这么巧合的误会？在有力证据之下，王五跟柳氏彻底没了辩驳的话，像双打的茄子一样蔫了。柳氏、王五，可是你们谋害的张石柱？大人，你这话问的不对，应该问他们，是受何人指使来陷害福月小石的？说到受人指使，县太爷脸色瞬间变了变。王五心态就不行了，他连连否认，说没有陷害宋云东，也没陷害福月小石。哼，那你就是故意谋杀张石柱喽？是他杀的，滴水莲的毒也是他拌在地丹里的，跟我无关。柳氏被王五出卖，顿时变了脸色，也大声嚷着卖起王五来，说是王五指使他这么干的，只要能搞垮福月小石，能赚一笔大钱。王五当即和柳氏怼起来，狗咬狗的场面热闹极了。浮云悠然地站在一旁看戏，心里想着多说点儿，最好能把幕后之人一并抖出来。但孙思年似乎很不想让对方抖出幕后之人来，直接叫衙差把2个杀人犯押进大牢，日后发落。又着人把宋云东放出来。慢着，大人，这2人诬陷福月小石的事还未给交代，怎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押进大牢呢？依你看，想要如何交代？按东旭国的律法来呗，凡造谣生事者，割舌游街。既然他们背后无人指使，那就是本性使然。这么坏的人，当然得当场割舌了，不然以后继续造谣陷害别人怎么办呢？王五，你想清楚了，若是割了舌，你再想申冤，可就真是有口难言了。啊，还是说你以为他们会来救你？王五，你要想清楚，若是没了舌头，你觉得背后之人还会再用你吗？反正都是输，不如尽可能的拖几个垫背的，你自己心里也畅快。你说对吗？王五紧皱着眉头，转身朝外头围观的人看过去，扫视一圈，并未看到一个熟悉的人。金掌柜没来呀，也无人帮他讲话，这你不仁别怪我不义呀。如此一想，便没什么好顾虑了。王五做假证，扰乱公堂，来人，拖出去打50大板。孙大人是想屈打成招，王五，究竟是何人指使你陷害福月小石的？你如实招来，本通判可待知府大人做主，免去你的割舌之刑。听邢勇这么一说，王五如获大赦，一股脑将前因后果全部抖了出来。当初小人本不敢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但金掌柜说他在县衙有人，到时候他会打招呼，能保小人平安无事，叫小人放手去干。王五，你确定是香满楼掌柜叫你这么干的？当着通判大人的面，小人不敢撒谎。这会儿宋云东人被带上来了。大人，既然是香满楼的掌柜指使王五陷害福月小石，那么讨要说法，只怕还得找到香满楼了。既是香满楼在背后搞的鬼，自然得找香满楼，只是你想要何说法？这个得问我的东家宋公子。浮云看向宋云东，给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既然让他讨要说法，他自然不会客气的。大人，事情已经查明，现下也无民妇的事，民妇与村长可能先行离开。孙思年暗自攥紧手心，这女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他的计划，故意将火引到香满楼身上去，让他失信于表哥，实在是可恶。可他没理由拘着人呐，便摆了摆手，让几人赶紧滚。陈大夫，我有个疑惑，你是如何看出张石柱中的是滴水莲的毒？陈胡愣了一下，故作深沉，用林寒洲说过的话回答道：
用眼睛看。林寒舟会出现在公堂上并不稀奇，可你为何会来？你们俩的关系很好吗？林公子去我医馆买了几回药就认得了，这回是他出钱请我帮忙验尸，看在钱的份上，哪有不来的道理？哦，这样啊。浮云点点头，转过脸，面无表情地看向林寒舟。娘子吃饱了？你说，一个人到底能有多少副面孔呢？林寒舟依旧是风轻云淡的。我也想知道，怎么会有心肠那么坏的人？坏透了。有的人，光看表面，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哎呀，就是，咱们好心好意为大家着想，他娘的竟然能干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儿。对啊，说好的坦诚相待，你也不知道人家交代了多少。你们在说谁呀？说刘寡妇，还能是谁？我说的也是刘寡妇。阴阳怪气儿的，信他才怪呢。吃过了饭，几人也没闲逛，直接往城外去，打道回府了。哎，我们在这儿。爹，翠花，你们没事吧？你们咋来了？我们不放心，便来看看。三叔，你们这是从家来呢？可不，天一亮就出发，本该早到了，可这牛老了，他走不动。对了，你们这是都没事了，准备回家是不是？对，都解决了，可以回家了。那正好，赶上了，上车回家啊！走。三叔，大老远赶来，还是歇会儿吧。成，那歇会儿吧。村长，你带着三叔和明成去吃饭，歇一歇。哎，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刚吃过才来的，随便歇歇就能走。你不饿，牛也饿呀。放心，村长有的是钱，不用给他省。你们去吃点东西吧，我去放牛，让他也吃点。哎呦，翠花啊，你可得好好看着啊。放心，丢不了。浮云牵着牛钻进丛林里。你看着我做什么呀？看草啊，这里这么多草，够你吃的了。那牛偏偏头，也不吃草，依旧瞪牛眼看向他。可是这里的草不合胃口，我带你去那边看看。这里的草好，你就在这里吃吧。那牛依旧盯他看，浮云有些无语，他从来没放过牛的，但看那扁扁的肚子，他就知道这牛肯定是饿了，只是不知他为何不吃啊。于是浮云大胆上前去按下牛头。哎呀，这么多新鲜的草你倒是吃啊！见过强按牛头喝水的，没见过强按牛头吃草的。来，你叫他吃。天气太热，他又太累，等他休息一会儿自己就会吃了，别心急。我急什么？我不急。蛇，有蛇！别怕，蛇跑了，跟着我，我在的地方蛇不敢出来。林寒舟，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你为何要隐瞒你会医术的事儿？我不会啊。你还撒谎！陈老头在公堂上说的那番话，分明是你教的。你跟他很熟，对不对？他是大夫，自然会验尸辨毒。哼，我看他不是大夫，你才是大夫吧？语气这般肯定，是不是知道什么了？你是不是在想我是如何知道的？看样子是糊弄不过去了。反正以后是要生活在一起的，这事儿瞒不了一辈子。你如何知道？我看见了。你猜我在哪儿看见的？在哪儿？县衙后院。昨夜我偷溜进去想验尸，恰好看见你跟陈老头。老实交代，你跟陈老头是什么关系？我经常去他那里买药，就认得了。他是个见钱眼开的人，所以请他办事很容易。哼，你这意思跟他还算熟了？算吧。那你应该知道，陈氏医馆里有个戴面具的大夫吧？他是该说知道还是该说不知道呢？哎，林寒舟，你跟我说说嘛，你认识不认识那个面具大夫？你问这个干什么？我看上他了。某人的心底渐渐开出了花，可那花在顷刻间被人泼了五味子一般，又酸又苦，又涩又辣。他说的是别人，不是他。林寒舟，你说话呀，哑巴啦！我难得遇到一个喜欢的男人，你就跟我说说嘛。林寒舟，那个面具大夫是不是你？这女人呐，还真是不打破砂锅不罢休啊！林寒舟泄气了，望着眼前这个女人，微微点点头。好啊，林寒舟，你果然不老实。我哪里不老实了？我问你，
我之前去医馆瞧病时，你是不是故意给我抓那么苦的药，故意想弄死我？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有多少耐心，你最好给我老实交代。若让我不满意，我回去就带着孩子走，让你做孤寡。他该怎么解释呢？当时看他勾搭别的男人，心里就不舒服，所以故意放了很多黄连。若真这么说的话，他相信这女人定会生气的。他不想做孤寡呀。我只是对症下药。真的，黄连配上栀子、连翘等，有清热利湿、去火止痛之效，还可治疗心火亢盛、阴血不足、烦躁失眠等症，是上等的好药。浮云虽听不懂吧，但就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就暂且信他一回，总算是蒙混过去了。唉，一想到那晚的药啊，我到现在还觉得苦。苦？男人忽然抬手捏住浮云的下巴，迫使他抬起脸来，望向那白里透红的脸。林寒舟心神荡漾，顷刻间只觉覆水难收。林寒舟，你……男人忽然俯身吻上她的唇，风好像静止了，林中只剩下啾啾的鸟鸣声。甜的，不苦。是吗？哎，邢叔叔，好久不见，我可想死你了。居然是叔叔吗？他就说嘛，府衙怎会突然来人呢？行了行了，你也别得理不饶人，让人家赔偿损失就行了，至于别的就算了吧。那怎么行啊？现在整个正阳县都误会我福月小食啊卖毒鸡蛋呢。邢叔叔，你是不知道，我熬了1年这生意才好起来，眼看就要熬出头了，结果他给我来这么一出，那不道歉不说明，我还如何做得下去啊？我可是立志要在3年内让福月小食遍地开花，可不能这么毁了。反正我要他道歉，并且当众承认这是他干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就回去好好做你生意。至于道歉的事儿，王五，这事儿说到底还是你干的，由你出面澄清。念在你坦白的份上，从轻处理，就罚你去府衙里做3年苦力。至于柳氏，你毒害丈夫，陷害他人，就由县太爷依法处理。哎，邢叔叔，我才是受害者啊！香满楼差点害我名誉扫地，你为何还要帮他开脱啊？闭嘴！孙四年松了口气儿，只要不针对香满楼就行了。他急忙安排后面的事情。来人，刘氏告假状，诬陷他人，经此不正，给本官拖出去打30大板，丢出衙门。大人，冤枉啊！邢叔叔，你为何帮那种人说话？他想搞垮我的福月小食，为何我就不能搞垮他呀？你想的太简单了。哼，小爷算是知道什么叫官官相护了。教你读书的时候，你说想养猪，我看你现在把自己养成猪了。金满楼在县衙，是香满楼。香满楼在县衙里有人，我方才观察了一下，王五说的那人应该是孙四年。哎呀，这有什么？小爷在府衙里还有人呢。那就关了你平镇的店，跟我去府城。那不行，我只怕我爹会更瞧不起我，可能他会说：“哎，好你个龟儿子，老子跟你说的话你不听，现在混不下去了，知道来找我老子的庇佑了。”邢勇很是无语，摇了摇头。这孩子说他笨呢，有时候挺机灵的；说他机灵呢，有时候又感觉挺笨的。宋小福，你平日里盯着点他，别让他闯祸啊！既然选择了做生意的路，你就该明白一个道理：和气才能生财。反正你就听我的，暂时别去招惹金满楼。是金全满，金全满在县衙有人，若你真的把他的酒楼搞垮了，狗急跳墙，回头要找人咬你。小爷好歹也是知府大人最疼爱的小儿子，还怕他不成？嘿，我说你这小子怎么这般不听讲啊？等你吃亏了，你才会后悔不听老人言。一个人啊，尤其是有权有势的人，想整你有100种办法，只怕你死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就算你爹是天王老子，远水也救不了近火。总之自己一个人在外边混，你低调点儿，若是实在混不下去就回家。宋云东也知这道理，可他就是不甘心呐。好吧，主子，你要的银子。嘿嘿，你们哪儿搞的？赚的。黑风寨。黑风寨赚的。黑风寨什么地方啊？赚钱的地方。主子，你就别问了，我们走了。哎，你们去哪儿啊？我打算去镇上歇一阵子。主子，你没事还是别找我们了。怎么了，十一？没有，不说了。快说，奇奇怪怪的，到底怎么了？十一不肯说，云泽抬起一脚便踹在十一屁股上，看着十分的狼狈。云泽看着2个没用的手下，眼睛里蓄满了泪水。主子，你别哭啊，你整得好像十一欺负你似的。云泽也不知道为何突然这样悲伤。
主子乖啊，你别哭了，下回我们来给你买你最爱吃的莲花糕，好不好？你们怎么能当土匪呢？我以后怎么见人呢？主子，你误会了，我们不是去当土匪，我们是去抢土匪。你们跟黑风寨的土匪有何区别？黑风寨的都是坏人，我跟19是惩奸除恶，不是犯罪。灭了黑风寨，今后那片区域百姓便会平安很多。真的？真的是锄强扶弱，做好事来着。行吧，只要不是走上歪路就行了。你们爹呢？怎么这么晚了没做饭？爹爹在后院，我带你去。林寒舟，你别弄了，休息会儿。回来了，你休息一下，我去做饭。哎，不用，你忙了一天也挺累的，我去做吧。娘子这是心疼我？是啊，怕你累死了，孩子没爹。那咱们一起做吧，我也怕孩子没了娘。爹爹，我有娘的。李浮云，你说小雪是不是更像你？跟你一样傻乎乎的。滚！吃面？我不想吃面，吃腻了。那烙饼？吃饼不也得炒菜才能咽下去吗？哎，做焖饭吧。焖饭？那菜呢？拌个酸笋就行了。打定了主意，浮云就开始洗菜了。林寒舟负责烧火淘米，青菜、小瓜、肉等切丁，倒进米饭里去，加盐、酱油、香油，就开始上火焖。这样做能熟吗？哎呀，能熟，味道也不错，就是米的口感可能会比较软。等饭熟的过程，浮云取来小板凳，坐在火边。林寒舟，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为何野蛮会医术的事儿。说来话长，以后再告诉你。若是不好的记忆，就别说了。你可愿跟我去南山看看爹？明日去可行？明日？就明日。过几日吧，把凉亭做好再去。也行。李浮云，光是你问我了，你也没告诉我，你为何突然变化这么大？我跟你说过了呀。何时说过？我本是天上的仙女，因打翻了王母娘娘的琼浆，被贬下了凡，落在了李翠花的身上。那王母娘娘会不会又把你给召回去啊？召回去吗？这个浮云也不知道。她能到这个地方来，可能也会去别处吧。李浮云，你不会说真的吧？骗你的，这世上哪有神仙啊？我只是那回被撞了脑袋后，突然开窍了。这话林寒舟也不信，都是一个村里长大的，纵使不熟，他也知道李翠花从小到大的生活条件。李铁头那样的家庭，不可能养出她这样格局的女人，还有遇到事情那从容不迫的镇定。总之有太多不可能了。不管你是仙女下凡还是突然开窍，过去的都过去了，以后好好的就行了。爹爹，为什么要买床呀？哥哥叫买的，说天太热，他想单独睡。3个人一块睡，确实有些热。对呀，于姨，热死了。你热什么？我睡中间，我才是最热的那个。云泽不服气呀，说他睡里边也热。2个小家伙一言不合就吵起来。你俩别吵了，等床安好，你们单独睡就不热了。吃完了饭以后，林景云则又开始争论起来。床安好之后，他们俩谁搬过来呢？谁都想单独睡，一时间争论不休的。你俩一块搬过来。嘿嘿，姨夫，要不还是你搬来住吧。爹爹，这床是不是有点小了？不够你睡吧？林寒舟不禁无语啊，他怎么总觉得2个小家伙有些不对劲儿啊？这床对他来说小是小些，对孩子来说非常合适。对啊，姨夫，这床这么小呢，肯定不够你睡的。这是给你俩的，你们不是嚷着要换房间吗？我们又不想换了，都睡习惯那间了。哎呀，阿景，要不咱们还是换吧？这么小的床，姨夫怎么睡觉啊？那小雪睡这间，也得跟娘睡不就得了？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嘿，你真聪明。 2个小家伙脸上挂着天真无邪的笑容，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阴谋的味道。姨夫，你偷偷摸摸笑什么呢？翌日一早，孩子们去往学堂。娘子，
今日你可有别的事啊？有，你怎么不问我有何事啊？那你今日有何事啊？陪你。林寒舟压着嘴角，可笑意还是忍不住从眼角流出来，反正也藏不住，便扬唇爽朗的笑了。今日有空，我们去南山吧。好，你乖乖的等我换个衣服。不用换了，就这样，挺好看的。那带点香纸吧。有了。火折子带了吗？带了。男人转身锁上门，又自然牵起浮云的手，绕过村子往南山方向去了。林寒舟，你的秘密现在可以跟我说了吗？太祖父最辉煌的时候，便是在太医院做一把手，后来到了祖父，我爹也都在太医院，凌家也从医学世家变成了太医世家。太祖父去世后，祖父便想召集凌家旁支的人，重新组建族学，重振凌家医学。可老一辈的人都不在了，后人又失去了联系，根本找不到人。这么说，相当于凌家只剩你们这一脉了？准确的说，只剩我一个。这又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你们又为何会从京城来到这个地方？当年林寒舟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太医院任职，而那时经祖父诊治过的皇后小产了。当时宫里有一位很得宠的妃嫔叫林婉柔，与皇后交好，学了很多证据，矛头都指向祖父，包括太医院的某些太医也站出来作证，说是祖父药弄错了，才害得皇后小产的。总之，各种证据指向祖父，皇上是勃然大怒，下旨抄家处斩。而在抄家之前，林父终于找到皇后的药渣，证明了药没有问题。可那有什么用呢？那时候的林家因惹上这件事情孤立无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忙，也无人信他。到了最后，祖父为保住林家，以死明志。后来查出来了吗？后来皇上查出皇后小产是林婉柔做的。那林家嫌疑洗清了，为何你们还会离开？是洗清了，可后来真相即将大白时，林婉柔知道瞒不住了，便找人绑了林寒舟，以此要挟林父，要他出面澄清皇后的小产的确是林寒舟祖父失误造成的。如果不这么做，便杀了林寒舟。那后来呢？后来爹为了我，只能依着林婉柔的话，把一切都推到了祖父身上。事后林婉柔给了爹一笔钱，让我们离开京城。所以爹就带着你们来平镇了。那时家里还有什么人？还有娘、祖母，一个弟弟。弟弟跟你长得像不像？长得一模一样。双胞胎？啊。除了他们一家，还有叔父一家。只不过他们要离开的那个晚上，叔父家突然闯进贼人，全家人被杀了，连房子也被烧了。叔父家一出事，林父预感不好，便带上一家子人从后门逃走了。然而才刚逃出来，就被人追杀了。母亲、弟弟还有疼他的祖母全都死在路上，所有人拼了性命，也只护得他和林父离开。最后抵达平镇，受到林父多年前在外游历时所结识的老友相助，在李家村落户定居，做起猎人来。相比林寒舟，他算是幸运的吧。都过去了，现在你不是一个人，有孩子，还有我陪着你呢。林寒舟一把搂过浮云的腰身，一个用力把她抱到自己腿上。爹死的那天，我成了孤儿，什么都没了。那时我感觉四周灰蒙蒙的，失了色彩，但好在有阿景，让我坚持了下来。说起那天，浮云扑哧一声笑出来。也就是那天，他喝得烂醉如泥，让李翠花得逞，从此以后生命中又多了一个牵绊。那时候什么都没了，心里空落落的，所以我走到哪里都会带上阿景，只要看见他，才不会有孤零零的感觉。林寒舟，你藏着这么多事，若我不问，你是不是都不打算告诉我？李浮云，你信我？你说什么？你可以尝试着信任我，你现在不信任我也没关系，以后我会让你信的。不经意的一段告白，令浮云心乱如麻，潸然泪下。别哭，我心疼。都过去了。男人温柔凝视着浮云有些慌乱的眼，忽然就俯身吻上她秀美的唇，两颗孤寂的心也越发靠近。微风和树影下，
动情的两人吻得忘乎所以。那个时候不早了，该回去给孩子们做饭了。等等。对了，既然是医学世家，那你知道高神医吗？高神医在民间十分有名，几乎家喻户晓。不过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几十年前？自从凌家散了后，高神医的消息也渐渐消失，到现在，怕是只有老一辈的人才记得当年响彻江湖的这个称号。啊，你的意思是，这个高神医跟凌家还有渊源了？他是什么人？为何会消失？高神医并不是一个人。啊？不是人？也可以说是人，但不是一个人。凌家祖上的第一位大夫是拜在一位姓高的游方郎中门下。有一次啊，南方洪灾之后爆发瘟疫，死了很多的人，就连朝廷都放弃那些感染疫病的人。到了最后，是那师徒二人赶过来，把瘟疫压了下去。后来啊，那些被救的人称他们为神医。渐渐的，举国上下都知道有2位人心仁术的游方神医救了1城的百姓。只不过后来那位姓高的郎中死了，什么都没留下。凌家先祖为提醒凌家的后代饮水思源，不忘初心，就自己做了个牌子，叫做高神医，后面还刻着祖训。再到后来啊，但凡是凌家弟子出游，都说自己是高神医。那个时候啊，民间有个说法叫高神医无处不在，说的便是凌家人了。所以传说中的高神医并不是人，而是一块牌子啊，也可以这么说。那后来呢？你不是说老族长带着家族的人去了京城发展吗？那么高神医肯定也带着去了。哎呀，你快说，后来高神医肯定出现过，不然阿泽那么小的孩子为何会知道高神医？你知道他在找高神医？他问过我，但我哪知道那些啊。后来见他在医馆问大夫，就猜到他想找高神医。从老族长到太祖父、祖父、爹，都是高神医。所以现在你成了高神医的继承者，你就是阿泽想要找的高神医。林寒舟抿着唇，微微点头。林寒舟，我这是捡了什么样的全能型宝贝啊？大概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吧。林寒舟随后说起他不想让阿景上学堂的原因，因为灵父也这么对他的，怕他因为读书而失去对医术的兴趣，让林家医术失传，又怕他因为读书知道太多了，怕他考取功名，怕他去报仇，怕林家至死再无后人。难怪你会因为这个跟我吵架。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以后你心里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直接跟我说，别再藏着了。不管有何苦衷，总能有办法调解，不是？其实当时我都打定主意了，若你坚持不让2个孩子上学，我就带着阿泽走，再也不管你这个倔驴了。我是倔驴？说你是倔驴都是抬举你。李浮云，你会不会说话呀？对，说你是倔驴都是侮辱驴了。这段时间不光是你变了，连光头李都变了。我这个做村长的看到你们年轻人上进，就忍不住高兴。光头李怎么了？上午我去地里，看到他一个人在地里边拔草，我好奇就问了一嘴呗。他说啊，他要种地赚钱。哎呦，当时把我吓得。我问他为何用手拔不用镰刀，他说他家镰刀被他当了，又不好意思去借。我心想，难得的光头里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就把镰刀借他了。后来他跟我借了锄头，还问我如何种地蛋。你激动个啥？光头里那种人就3分钟热度，没准啊，明日就嚷着太累了不种了。对于光头里突然转性的事情，2个人并未放在心上。然而在3天后，光头里却冷不丁的把他们狠狠吓了一跳。小雪，你记不记得你今年几岁了？4岁半。记性不错，你都是4岁半的大孩子了，长大了，可不能再黏着娘了。为什么？因为你长大了。叶寒舟，大晚上的你还不休息？吹头发。浮云直接掠过他，往茅房去了。林寒舟立马闪身进入浮云房间去。小雪，你还记得爹爹白日跟你说的话吗？什么呀？你已经是大孩子了。对，小雪是大孩子了，应该自己一个人睡。对，你的房间在对面，爹爹带你去。那娘也去对面睡吗？他不去。不，我要跟娘一起睡。林寒舟欲哭无泪呀，
这个小骗子，白日刚说好的，让他和李浮云说他想一个人睡小房间去，结果转眼就耍赖了。你还想不想要关二爷了？要关二爷，也要娘。小雪，你听爹爹说，你已经长大了，娘不能陪你一辈子，所以你得学会独立自主，懂吗？娘为何不能陪我一辈子？因为娘会变老，不可能一直陪你。乖，听话。娘为何会变老？爹爹会不会变老？爹爹也会老，每个人都会老。老了是不是就会死？会。那你们什么时候老？等你长大了，我们就变老了。那我不长大，你们就不会变老啦？哎呀，会，快别问了。听到外头传过来细微的脚步声，林寒舟一把抱起凌雪，拎上闺女小鞋子，偷偷跑走了。跑到小房间去，关上门，把丫头弄上床，随后跟着躺下去了，一气呵成。爹爹，你干什么？你长不长大，我们都会变老。不对，爹爹，你说我长大了，你们就会变老，那我不吃饭就不会长大，不长大，你跟娘就不会变老，不变老就不会死啦。傻丫头。我才不是傻丫头，娘说我最聪明了。你娘说的不错，我们小雪最聪明了。嘿嘿，爹爹，你不要死好不好？爹爹尽量。听到这话，浮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父女俩在里面和谐聊着天呢，他就没插进去，转身回到房间。林寒舟给林雪讲故事，喉咙都快讲冒烟了，终于把林雪哄睡着了。他蹑手蹑脚起床，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他重重吐了几口气，手不禁地按住心头，还是平复不了那加速的心跳。攥紧的手心出了许多虚汗，他胡乱在衣服上擦了擦，迈开大腿，大步朝堂屋走过去，没有丝毫停顿，一鼓作气朝浮云的房间走了过去。听到关门的声音，又看到门缝外的灯光熄灭，浮云白皙的手指突然紧紧拽着被角，怀里像是揣着一只小兔子，砰砰跳个不停，满脸通红的。期待、慌乱、不安、局促，怎么回事啊？他分明听到脚步声停在门外了，又为何没动静呢？难不成那男人走了？哎西，那他不是白紧张了吗？空气又沉寂了好一会儿，确定外头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浮云好奇下了床，林寒舟抬起的手放在门上，刚才一鼓作的气呀，瞬间泄了。他是推还是不推呢？推进去之后说点啥呢？如果气氛尴尬的话，该如何缓解呢？哎呀，该怎么办呢？人生最紧张的时刻，大概或许就是现在吧。可忽然的，眼前的门被哗啦一下子打开。那个，我来是想告诉你，小雪她……她怎么了？她说她长大了，想单独睡，我就带她过去了。长大了？浮云忽然一声嗤笑，刚还说不想吃饭不想长大来着，怎么就长大了？挺懂事的她。是比你懂事。林寒舟不禁一怔，比他懂事，这话几个意思啊？他生气了？那如果他生气的话，那他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若是没事的话，他就先走了。浮云被这个钢铁直男气得直翻白眼啊，直接暴躁扯过男人的衣领，把人扯进屋去，长腿一勾，把门关上了。娘子，你干什么？弄疼我了。受不了了，这小狼狗我好爱呀！林寒舟，别装了。我没装，是真的疼。林寒舟，你总是这样，有意思吗？我哪样啊？你还是不是个男人？我看到你了，给老娘滚！然而才刚一转身，就被身后人抓住手腕，还未等浮云反应过来，身子一旋，被压在门上。娘子真的看透了？既然都被娘子看透了，那为夫就不装了。李浮云，我想要你。三魂还未归位的他，被一股霸道强势的气息给完全笼罩了。此刻压抑的欲望彻底被这个大尾巴狼勾起，他只需要顺从心意，直接弯腰抱起他，温柔把他扔到床上，继续攻城略地。
可就在天雷勾地火的时候，门被敲得咚咚直响。娘，我怕。还不快去哄！等我回来。哎，快去快去！林寒舟跳下床，一把薅起林雪，往小房间跑回去。我要娘，我要娘。乖女儿，你娘睡着了，咱别打扰她好吗？爹爹陪你也是一样的。不嘛不嘛，我就要娘。听话，改天爹爹给你买糖吃。我不要爹爹，我要娘。他哭着哭着从林寒舟身上爬下床，光着脚丫子噔噔跑了。睡吧。挨着娘闻到熟悉的味道，林雪很快睡着了。林寒舟做贼一般溜到福音房间去，想把林雪抱回属于他那个房间，可却听到床上有2道沉稳的呼吸声。娘子。他试探性地唤了一声，没得到任何的回应。蓄谋已久的计划落空了，他闷闷不乐地回到房间去。那床小的，他平躺着，脚能超出床尾去。阿景，去叫你爹起床，一会儿还得挑水呢。娘，爹爹在哪儿？不在你们房间。2个人默契摇了摇头，可能是起了吧。哎，不管了，咱们自己吃。一觉醒来，发现被自己家人抛弃是什么样的体验呢？林寒舟说不清楚，反正很不爽。爹爹，你昨晚睡小房间吗？林寒舟不看他，只微微点头。爹爹，娘说叫你起来就去挑水。没良心的女人，没吃到肉就算了吧，饭也不给他吃，还使唤他干活，他怎么就那么不爽呢？娘子，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哼，突然发现你好帅啊，相公，你不仅长得特别好看，还特别能干，好像什么事都难不到你似的。你想说什么？水都挑了，不如顺便挑点粪去后院施施肥呗。不要。要的，不然菜都要死光了。他从未种过地，也从未挑过粪呢。怎么，你不愿意？不愿意。哎，不愿意那就算了，反正最后不过是菜长得丑点，瓜果结的少点。哎，我还以为我能捡个全能型的好男人，没想到啊。行吧，他妥协了。罢了，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就掏个粪吗？晚上你得补偿我，不然以后别想指使我办事。林寒舟热火朝天的掏粪给菜地施肥的时候啊，光头李嘚瑟的扛锄头往林家来。老大，我又来了。那个3天时间到了，我已经把地蛋都种完了，你可以跟我说如何才能赚钱了吧？啊，当真种完了？真种完了，种了3天3夜呢，手都磨成这样了，还能有假？老大，说好的我拿出诚心，你就教我挣钱，做人不能言而无信啊。眼下倒是有一条财路。什么？摘野果子？若摘野果子能赚钱，早就有人摘了。大家差的不是果子，而是销路。浮云叫光头李想办法去收购，或者自己采摘，就找杨梅和柠檬卖去福月小食，定能挣钱。我拿去，他会要吗？现在正缺货，好谈价。若等不缺了，就卖不到钱了。杨梅的价格可能不会高，但柠檬难找，价格你懂的。老大，我感觉你是故意玩我。山上的东西哪有那么好找？众人拾柴火焰高，火焰再高，我也没钱收购，自己去找到鸡拉尿都发不了财。只要你肯照我说的做，要不了多久，就能当上李家村的第一个大老板，村首富。既然下了决心要发财，就别气馁，自信一点。你说的对，要自信。老子没钱。浮云老大，这够不够自信了？最终2个人达成协议，由浮云出钱，光头李出面收购2种果子，再由他去卖，卖的钱4、6分。我6你4。浮云本也这么想的，可他故作为难了一番才点头。光头李觉得自己占大便宜了，乐的是合不拢嘴呀。但是我得先跟你说，除开成本，利润至少得翻，不然就别卖。知道，别说翻，若是可以，我还想多翻他几番。但若是亏了怎么办呢？你现在本就一无所有，为何会害怕亏啊？老大，你说的太对了，那咱就这么说好了，你出钱我出力，亏了是你的，赚了我有份儿，到时候你可别耍赖，不然我肯定要跟你男人说咱俩的秘密。快滚！
浮云关上门，随后转身，便看到凌寒舟拿着粪瓢盯他看。我问你，光头李跟你有何秘密？没什么秘密。没秘密，他能说那种话？李浮云，给你个坦白的机会，否则……在粪瓢不是，在凌寒舟的威逼利诱之下，浮云最终选择坦白，把借钱给光头李，顺便喊他签个卖身契的事情全告诉凌寒舟了。他早知那事儿是个阴谋啊，却没想到会是合作。哼，哎呀，该怎么说呢？眼前这女人挺让他意料不到的。那个5两银子也不多，我会压榨他给我赚回来的，你别生气嘛。凌寒舟瞪了浮云一眼，转身继续干活去了。娘，你忙完了吗？你娘还有事要忙，不能打扰，我们自己玩自己的。可是我今晚要哄娘睡觉。你爹到底哪里不如你娘了？娘子，你先回房，我来哄他。那我过去等你。浮云红着脸点点头。我已经洗干净了，你快点儿。嘿，娘，今日换我给你讲故事，哄你睡觉好不好？好啊，娘最喜欢听宝贝讲故事了。娘，你的脸为何这么烫？你是不是生病了？对啊，生病了。那我去叫爹爹给你买药好不好？没事，不用买药。可是你的手也很烫。睡一觉就好了。真的？所以你要讲故事哄我睡觉啊？现在可以开始了吗？林雪重重点头，抱着娘亲的胳膊，给她讲起孟母三迁的故事。夫子说，这就是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娘，你说我讲的好不好？林雪抬头看向娘亲，却发现娘亲的双眼合了起来。能哄娘亲睡觉，她十分开心呐。她自己爬起身吹了灯，抱着娘很快就入睡了。而另一边，某个洗白白的男人第一次躺在浮云的床上，心思雀跃无比的。他是期待着等啊等的，等到油灯熄灭，帐篷坍塌，梦里不可描述。而屋外不知慧夜弄翻了什么，发出一声巨大声响来。迷糊睡着的凌寒舟猛地惊醒，噌地坐起身来。该死的，他怎么睡着了？睡多久了？这会儿什么时辰了？孩子哄睡了吗？看看身边空空如也的，浮云为何不来呢？才推开小房间的门，就看到床上突然坐起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影。凌寒舟吓了一跳，定睛细看，才狠狠松了口气。只不过床上的人双眼紧闭，气息沉沉的，额上冒了很多冷汗，十分的不对劲儿。李浮云，是我，别怕，又做噩梦了。你怎么过来了？你还有脸问？没良心的东西！他在这边呼呼大睡的，害得他在那边苦等着。凌寒舟直接把人打横抱起来，送回他该回的房间去。别走！凌寒舟吹了灯，躺下来。可是又梦见蛇了。浮云的身子猛地一僵，过了好一会儿，才浅浅点点头。怀中的人瑟瑟发抖。凌寒舟没心思想别的，就这么抱着他哄着，也不知是不是他在身边有了安全感吧。浮云安稳地睡到天明。娘，你起了吗？我们还要去学堂呢。起床给孩子做早餐呀。好不容易送走孩子，哪知家里来了客人。来人是宋小福，给浮云一张十分正式的请帖。姐姐，这是我家夫人叫我给你的。夫人？是我家公子的娘。昨日她来看公子，提起你，便说十分欣赏你，想请你去吃个饭，到时候带上一家人都去，时间地点都在上头了。我知道了，麻烦你跑一趟。没什么麻烦的，姐姐，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到时候一定要带上一家人来啊。姐姐，再见。一扭头就看到凌寒舟意味不明地盯他看，这人又怎么了？怎么变脸比变天还快呢？姐姐？怎么了？寒舟弟弟。李浮云，你们女人是不是都喜欢被人叫姐姐？这么称呼会不会感觉很爽？李浮云，你说话呀。别人叫不会，但若是你这么叫我就不一定了。要不你叫两声来，我感受感受先。凌寒舟一时语塞，他终是敌不过这个厚脸皮的人呐。阴晴一上午的天下午就放晴了。
天空是湛蓝无比的。小雪，今晚有关二爷，你就能自己睡了。所谓事不过三，他今晚定要吃到肉。可是我想跟娘睡。不行。为何？你娘她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娘，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啊？爹爹说我不能跟你睡，因为你晚上有重要的事。是什么呀？浮云在风中凌乱了。晚上除了睡，除了休息，还能有什么事儿啊？林寒舟，闲着没事做的话，来炒菜。他看着很闲吗？不在带娃吗？浮云把凌雪带进屋里，为她解决她的疑惑。小雪，从今晚开始，你自己一个人在小房间睡，好不好？为什么？娘晚上有何事？娘晚上没事，这么做主要还是因为你呀。因为我？对啊，每个小孩子都要学会独立。娘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已经自己睡了哟。小雪若是学会了独立，就能跟娘亲一样优秀了。啊，真的可以像娘一样吗？真的。可是娘一个人睡的话，会做噩梦，会害怕的。我陪着娘，娘就不害怕了。这乖巧的孩子啊，总是能出其不意，令人破防啊。浮云有些舍不得了。那小雪还是陪娘一块睡，咱们不要爹爹了。你娘说的对，一个人睡就能变得像她一样漂亮能干了。浮云的嘴角控制不住的抖了好几下，他总觉得吧，这2天欲求不满的凌寒舟啊，总动不动就令人浮想联翩的。是他不正经还是自己不正经呢？爹爹会替你保护娘的，你就放心独立。阿泽，娘真的不会再走了吗？嘿，小爷办事你放心啦。爹爹的意思是要跟我抢娘？他不抢娘，他抢媳妇儿啊！哎呀，这样的女儿揍上一顿，能不能变聪明点呢？最后的最后，他抓住重点，只要学会自己一个人睡，便能像娘亲那般厉害。就这样，成功把女儿给 PUA 了。男人躺下的一瞬间呢，浮云整颗心又剧烈跳动起来，虽做了许多心理准备，可紧要关头啊，心脏还是不受控制狂跳起来。相安无事躺了好一会儿，可林寒舟坐起身子来。啊，你干嘛呢？我出去看看。林寒舟把林景房间也查看一遍，睡得很熟。又看看猴在屋里也打呼呢，天时地利很是完美。最后钻回房间去，躺回床上。娘子，我有些认床睡不着。睡不着，就做点喜欢的事。你这衣服怎么穿的？为何如此难解啊？你听，是不是小雪哭了？别管，都那么大个人了。清晨，李家村笼罩在一层薄雾当中，袅袅炊烟升起。浮云晨练回来，林寒舟已经煮好了粥。乍一看呢，他眼下一片青黑，看着比前2日更丧了。林寒舟，你怎么变成了这副鬼样子？你说呢？当真认床？给你个白眼自己体会吧。想起昨天晚上那到嘴鸭子又飞了，他更是气得饭都吃不下了。昨晚正到了关键时刻，凌雪突然哭了起来。林寒舟本不想管他，可他是越哭越厉害，到最后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他只好垂头丧气去哄那个上辈子他亏欠了不知多少的小情人。你们差不多可以去学堂了。爹爹，今日不去学堂。休沐时间到了。没有啊。姨父，今日请假啊。好端端的，为何请假啊？云姨，你快过来，姨父好像中邪了。啊，好端端的怎么中邪了？姨父让我们上学堂去，还问我们为何请假了。林寒舟，感情我们刚才在这说半天，你一句也没听进去。嘿，刚才爹爹一直在走神，不认真听讲。他到底错过什么了？哎呀，姨父，云姨说了，镇上有一个帅气哥哥的娘亲请咱们家吃饭，让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云姨带我们去镇上好好逛一逛，你没听到吗？你也去。男人们洗了碗，换了身干净衣服，母女俩还没出来呢。女人可真是麻烦，每次出门都要倒腾半天，也不知弄什么呢。我可都听到了。云姨，你听错了，
我说的是美丽的女人值得等待。要不然你们继续打扮打扮。你的意思是嫌我们不够好看？好看，好看的不要的。油腔滑调，跟谁学的？嘿嘿，反正不是跟姨父学的。这臭小子盯他女人和女儿看了许久了，他都没跟他计较，他竟敢跟他这么说话。怎么了？真的要带阿泽一起？先前在镇上可是有人找他。坏人。不过过了这么久，没准都走了吧，咱们小心点就是。你为何一直问神医？我想请神医给我爹爹看病。你爹？你不是说你爹对你不好吗？那他也是我爹啊，就像你以前对小雪和阿景不好，你还是他们娘是一样的道理。行吧，你家不是挺有钱的吗？而且还住在京城，那么大的地方，怎么可能没有好大夫呢？还有你一个小屁孩跑来穷乡僻壤找，你爹患的绝症吗？我也不知道，只是有人叫我来，我就来了。你先前说你一路被追杀，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高神医？有没有可能高神医只是别人用来骗你离开家的噱头，为的就是找机会杀你，抢夺你家财产？他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带出来很多随从，都是娘亲留给他的亲信，可是为了保护他，全都死光了。如今只剩下11和19，是太后跟他说，他父皇身体不大好，只怕没几个年头了，除非能寻到高神医，否则的话。你不愿意说实话，我也不追问，但是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只要你大哥哥找来，咱们的合作就算终止，你不能给我家添麻烦。没过一会儿，宋云东瞒着一个年岁40左右，举止斯文优雅，气质端庄贤惠的妇人走进来。福云姐姐。宋母看到浮云之后的第一眼，便是感觉眼前一亮，她可算知道了为何邢勇回去之后满口都是夸赞了。姑娘，这是你的。回夫人，这是我侄儿表姐家的，阿泽，给夫人问好。夫人好。夫人，您是帅哥哥的亲娘吗？别乱说话。不打紧不打紧，我就喜欢小孩，让他说。我就是好奇，因为您看起来才30出头的样子，不像是有这么大孩子的人。我都40出头了，小孩，你看我跟帅哥哥长得像不像？不像，夫人比帅哥哥好看多了。你看仔细点啊，分明是我更好看。多大个人，竟连个孩子都不如！你这嘴若有他的1半甜，老娘就不用操心你的婚事了。宝宝委屈呀，能不能拿点男子气概来？整日就知道撒娇。撒娇？这小子从小就贪吃，不给他吃就撒娇就哭，后来把嘴吃刁了，嫌别人做的饭菜难吃，就自己做。哪知这一做，就在当厨子的路上一去不复返。夫人，说实在的，宋公子做的饭菜的确堪称一流。哎，他呀不学无术，除了会炒几个菜，别的什么都不会。这不都18了还相不中姑娘，我这个当娘的心里头急死了。娘，你不是请人吃饭吗？净说这些没啥用的，给谁添堵呢？姑娘，不是让你带上你一家人一块来吗？怎的就你们2个？他们出去逛了，一会儿就来。那我们先上楼去等。姐姐别在意啊，我娘就是话多，她一会儿嘴里要是蹦出来什么奇怪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不会啊，她是来给你添堵，又不是给我添堵。这姐姐不仗义呀。几人在楼上雅间坐等，宋母一直拉着浮云说话，从感谢浮云替他儿子解围，说到福月小时那些美食，还提到宋云东送回那些提鲜粉，煲汤加上一点点，可鲜可好吃了。你都不知道，我的好几个闺中密友去我家吃饭，知道那个提鲜粉后，一个个都想要，但我就那么一点儿，真舍不得给他们。当真有那么受欢迎？好，是真的好。他们托人去外头寻，可都寻不到，一个个都羡慕死我。夫人，那个提鲜粉的确是头一份，若您的好姐妹想要的话，回头我再做一些就是。别管，他们想要就让他们去想，让他们羡慕死我。
夫人，我倒不这么认为。若大家都是好姐妹，别人都没有，光咱们自己有的话，是惹人羡慕，但也有人嫉妒，没准人家还会在背后议论你。反而这样的姐妹处不长远。但这种特别难搞到的东西，就你有资源，你介绍给他们买的话，不仅有面子，还能拉拢朋友关系，让大家打心眼里敬佩你大方的格局，何乐而不为呢？宋母愣了一会儿，认真的想了好一会儿，随后道：对，你说的有道理，我怎就没想到这一层？你这还有多少提鲜粉？不多，这东西工艺极其复杂，材料很难找，配比也很讲究，并不是那么好做的，可能还得等上1-2个月。那感情好，回头我就跟大家说，喊他们都来给你买。浮云微笑摇了摇头，摇头是何意思？不要直接喊他们来买，你就说找到了研发提鲜粉的人，但是他不愿意做，你见他们实在是喜欢，游说了许久，他才答应做的。非得这么弯弯绕绕吗？夫人，这可不是弯弯绕绕，而是技巧。您就这么一说，不管您朋友最后买还是不买，都会觉得你把他们放在了心里，会很感激你的。你这姑娘小嘴可真会说，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儿媳妇，做梦都能笑醒。姑娘，说句实话，我觉得咱俩真是太投缘了，要不你做我儿媳妇吧？浮云可算明白宋云东刚才说那番话了，他娘还真是语出惊人呐。可是我吓着你了？没，我瞧你跟我家冬儿也是郎才女貌，挺相配的。一会儿你家人来了，我跟他说说。哎呦，我的亲娘嘞！你别再说了。为何这么好看的姑娘你不喜欢？她这个糊涂娘啊，情况没搞明白呢，也不先问问她，张口就胡说八道。她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了。哼，夫人，我云姨不仅生得好看，还会很多东西呢，特厉害。夫人，您误会了，我其实已经……一会儿再说。你爹娘怎么还不来？他特意邀请浮云的家人，就是想直接跟爹娘谈婚事。我没有爹娘。啊？那跟你一块来的家人……娘子，我们来了。娘，你在外面乱来，爹爹生气了。我没有乱来。娘，这……宋云东头也不敢抬，恨不能缩到桌子底下去。夫人，这是我相公，姓凌，那2个是我们的孩子。孩子都有了。没想到你都是2个孩子的娘了。夫人可要上菜了？对，上菜，我再去点几个孩子爱吃的。说着，宋母就灰溜溜跑了，宋云东也跑了。你出来干什么？回去陪客人。娘，你到底是不是来看我的？我不是来看你，还能是看儿媳妇？我看你就是。我说你为何都不先问问我？现在搞得如此失礼，那叫我以后有何脸面见人啊？你别笑，我问你到底干嘛来了？被儿子盯着问，宋母才弱弱交代。他听邢勇说起，有一姑娘在公堂上以一己之力推翻正阳县苟县令的判定，救下自己儿子。还有店里那么多好吃到令人停不下的美食，都出自那姑娘之手。这总说姑娘的，他就以为人家没成亲呢。你就以为只要是个姑娘都能做你儿媳妇对吧？娘，你真让我没脸见人。李汉忠，别闹，当着孩子的面成何体统？哦，娘子还记得自己有孩子有相公？记得，都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哪能忘啊？若他一早知道那老太太冲自家娘子来的，今儿打死也不会让浮云出门的。娘子，我现在醋得很，你最好好好想想回去如何补偿我，否则的话……否则什么？你懂的。我不懂。哎呀，这顿饭尴尬的，他脚只能抠通地板。不过对浮云来说亦是个机会，没准吃透这个宋云东的娘，他的提鲜粉呐，就不用到处找客户了。宋哥哥，真的是你？宋哥哥，他们都是什么人啊？管他们是什么人，跟你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我还不能问了呀。赶紧滚啊！别管，不给你面子。教养呢？娘，你知道个鬼？跟他谈教养，那就是对牛弹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原来是伯母来了，失敬。
伯母，你们先去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加2个菜。姑娘不必了。不加的话，我跟掌柜打招呼，给你们免单。打住！你以为这是你家？对呀，这就是我家酒楼，2个月前才转过来的。宋哥哥，你是知道这个才故意来看我的吗？宋云东被这姑娘脑葫芦气的，卖力一掐自己人中，生怕自己气晕过去。娘，我说就在店里吃，你非要在外边吃，我看你就是存心给我添堵。哎，宋哥哥，你怎么跟伯母说话呢？我说你也是的，伯母来了你都不说一声，人家一点准备都没有。我娘来你丫准备个毛啊！他很想骂人，可萧盼已经跑了。宋云东，好小子，老娘就说好端端的，你为何从府城跑到这种小地方来？感情是何时的事？娘，你就别瞎起哄了，什么都没有，那姑娘就是一疯子。你要没事做就回家去，别在这碍眼。哎，我真的有正事。二哥，我跟你说，我未来婆母来了，你就作为长辈帮忙陪同一下，跟我说说好话，没准要不了多久我就嫁了。盼儿，人家宋公子对你无意，你又何必如此？你对二嫂和表姐都无意，不也娶了？二哥，我能不能嫁出去，就看你能不能招待好我的贵客了。哎呀，二哥，我求求你了，不陪也行，你就跟我一起去见见吧，我一个人有些不好意思。你不好意思？萧然笑了，对这个妹妹他实在是看不上眼呐。若不是亲生的，他都想掐死她。这做派和那个李翠花简直一模一样。不过说起来，那女人好像很长一段时间没骚扰过他了。哎，二哥，我这不是怕说错话惹婆母不高兴吗？求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当着我未来婆母的面夸我2句也成啊。萧然被烦得不行，决定上楼看看去，顺便在宋家人跟前好好数落这个女疯子一番，看她如何能嫁得出去。二哥，一会儿你就说我帮他们买了单，让宋云东欠我人情。人家本就不喜欢你，欠人情不但没有感激，反而会更讨厌你，知不知道？啊，我不管，反正你得帮我在未来婆母面前树立温婉可人的好形象。可打开帘子之后，他整个人怔住了。二哥怎么了？提鲜粉在酒楼里应该会比较好卖吧？因为原材料不好找，所以量也不多。你朋友要的话，自然得先紧着你朋友来，若有剩余再说吧。那感情好。萧然怔怔地望向那张言笑晏晏的脸，心底的一根弦被什么东西轻轻拨动一般，思绪不由得回到8年前，那张脸没变，身材也没变，而现在的他与那时候相比成熟了不少。他身边那个男人便是他后来嫁的那个猎户吧？二哥，怎么了？萧然敛去眸中情绪，冲浮云和林寒舟点点头，算打了个招呼，又对宋云东拱手道：宋公子，抱歉打扰你们的雅兴了。你就是萧盼的二哥萧然。萧公子，麻烦看好你妹妹，别再叫她骚扰我，不然大家面上都不好看。是我这个做哥哥的不是了，这才来带她给诸位赔个不是。今后我一定好好约束她，打扰各位雅兴，今日的饭菜算我请各位的。二哥你闭嘴！萧盼不明所以，被萧然拉走了。屋内气氛再次沉默下来。他知道萧然，但从未见过。若对方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就罢了，可人家不仅彬彬有礼的，还待人礼貌谦逊，进退有度，还长得很俊逸，家里还有钱。而身边这个女人和这样男人有过一段感情经历，而后又为他变得痴狂疯癫。林寒舟心里跟堵了棉花似的，闷得喘不过气。夫人，今日与您聊得特别的开心，只是时候不早了，我们也吃饱了，该回去了。以后有机会再聊。那就下回再约。若你那个提鲜粉弄好了，方便的话可以直接送去吃。娘，好了，再这么说也就没完了。有什么话以后咱写信啊。姐姐，你们先去吧，提鲜粉什么的弄好了给我，我帮你送就是。好。哎，对了，姐姐，上个月分红还没给你，你下回再来拿吧。好，不急。二哥，你再不放手，我回去就告诉表姐，你跟李翠花眉来眼去。你别乱说，我跟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那你刚才为何看见她就走不动道？你别当我傻，我都看见了。我没有。二哥，我之前见到李翠花时，就感觉她好像变了一个人，恢复正常了。那回表姐找她的茬，被骂得差点气晕过去。后来想想，我觉得她还挺有意思的。
前2回遇见，他就发觉了他不一样，很不一样，只是不肯相信罢了。恢复正常挺好的。而且他现在跟福月小食合作，据说里面的东西全是出自他的手。虽然我不想承认，但福月小食的东西是真的很好吃。完全想不到李翠花那种人竟会有那么好的手艺，比那个只会吃不会做的贾莹莹好了不止1星半点。哎，二哥，你说当年你要是娶了她，她那手艺岂不是能成为你的助力啊？感觉有点可惜呢。没什么好可惜的，我一起去他一家人，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今后还是不要再说这样的话，尤其在家里。哼。福月小食那些美食是出自李翠花的手吗？萧盼带回家给他吃过，的确是不错。想起萧盼那句可惜，萧然有些恍惚了。可惜吗？可惜又有何用呢？错过就是错过了。当年是父母棒打鸳鸯，逼迫他娶妻，娶妻后没有子嗣，又逼他纳妾，这都是他不愿意的。再后来，李翠花逐渐的癫狂，3天2头跑去萧府骂他是个负心汉。他一直躲着不敢出来，并非是恨他，而是感觉愧疚，是自己先对不起他的，才会让好好一姑娘变成那副样子。现在这样也挺好的。鬼青，你为何不让我杀了他？他在这里，这名九皇子也在。莫非当真是那个小孩？那咱们现在怎么办？直接抓走还是……再等等。还等什么？被人捷足先登，主公怪罪下来，那咱俩可担不起。你可知有多少人盯着这个小孩，能躲这么久？定是有人在暗中保护。若咱们先动手，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妨先等等。你的意思是让别人先斗个你死我活，我们再坐收渔翁之利啊？鬼将，还是你聪明。等他们两败俱伤，咱们连着那女人一块抓过去，就能扬眉吐气一把了。19，你怎么受伤了？主子，属下没用，东厂的人盯上了你。方才属下本想了结他们，但那个鬼青实在是太阴险了。你别说话，你快坐下，让我看看伤势。主子，你们可真没用，打不过不会跑吗？那11呢？他屁股伤好了吗？好了，又伤了。怎么回事啊？当听到11屁股又栽了一刀，云泽气得抓耳挠腮的，不停地骂着：“啊，真是蠢死了！我娘怎么给我留下你们这样的坑货呀？”委屈呀！小主子，你娘留了好多人，只是全死在路上了。现在只剩下我们2个坑货还活着。云泽是骂归骂，还是跑回家拿了药，又偷出2块碎布来，偷偷摸摸回来给19上药。哎呀，你伤成这副样子，怎么不去医馆呢？还要找我干什么？属下怕那些人跟来会对灵界不利。主子别担心了，我们受伤都习惯了。倒是你这边神医的消息打探的如何了？等你们伤好了，去帮我盯一下城市医馆，里面有个戴面具的大夫，我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治牲口的。啥玩意儿？19觉得这句话每个字他都听懂了，但连在一块儿不知是什么意思。主子，你要治牲口？云泽并未解释太多，只让他去盯着。19，你要去镇上养伤吗？我得留下保护你们，不能去。我在后面找一个山洞，暂时在里面养伤。那你有吃的吗？没有，我自己会想办法，主子无需操心。哪里的山洞啊？你带我去吧，晚上我给你送吃的过来。林寒舟哄了林雪睡好觉，又拿艾草熏了蚊子，关好门窗，确保万无一失以后，才钻进浮云的房间去。他以为啊，今晚总能如愿以偿的时候，怀中女人却告诉他不可以。为什么？那个来了。那个？男人崩溃了。李浮云，你是不是故意的？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这种事又不是我能控制的。好端端的，怎么就来了？上回是8号，今天都11号了，晚了3天了。你给我弄的药是不是不行啊？你可以怀疑我，但不能怀疑我的药。还疼吗？倒是不疼了。我就说药管用，睡吧。小孩儿，好久不见你了，今儿是要买糖吗？我不买糖，我看看有什么能用的。他藏的钱不敢拿出来，但可以偷偷给家里添置东西呀。有油、酱油、红糖、针线，还有些小玩意儿。这些我都要了。你等我一下，我回家拿钱去。哎，行，我再往前走走啊，一会儿你到前面找我。云泽撒腿跑回家去，从后门偷偷溜回去，钻到床底下拿出那包钱。他也不清楚买那些需要多少钱，犹豫了一下，
拿了块较大的碎银子，大概有个3、4两的样子。他兴冲冲去找王跛子，豪横的点了油盐酱醋，还有一把面条。小孩啊，你油壶呢？油壶？打油得自己带油壶，你家大人没给你啊？我这只有1个壶啊。那连你手里这个壶，我一块买了吧？你快些，我还要上学堂去呢。因要的东西多，王跛子便拿了一个布袋，给他一个个装起来。看到云泽拿出碎银子，王跛子又愣了一下，不明所以的看向他。怎么啦？这些钱不够吗？不是不够，这么大的钱他根本找不开。走村串寨卖货这么多年，他可从未见过有人给银子呀。当即对云泽产生了怀疑，随后道：小孩啊，你还是回去叫大人来买吧。钱要是不够的话，你就给我少拿点儿，能买多少算多少。王跛子眯眯眼，将东西全部收回，还是坚持说让大人自己来买。哎，你这个瘸子怎么这么不懂变通呢？你说你到底怎样才卖给我？卖不了，你还是叫你家大人自己来买吧。你有钱不赚，活该你穷。跛子，那小兔崽子找你买东西啊？是啊，我瞧见你都捡给他了，怎么又放回来了？嫂嫂，你可认得那孩子家的大人？哼，认得，熟得很。那你回头跟他家大人说一声，那孩子不对劲呢。不对劲？如何不对劲？王跛子便和周氏说起拿银子买东西一事。周氏惊得瞪大眼睛，这李翠花的心再大，也不会拿银子给个孩子吧？多谢你提醒，回头我会跟他家大人说的。虽说浮云肚子没之前那般疼了，可还是感觉不舒服。于是这洗衣做饭的活啊，便被林寒舟承包了。他想混吃等死，但唐九实在无聊啊，便在屋里转悠起来，收拾家里，还将林寒舟的东西搬去他的主卧。林寒舟，娘子，怎么了？你怎么把钱放在床底下，被猴子翻出来？要是我没有看见，这么多钱不是就丢了？林寒舟，我看不出来，你竟还藏有这么多的私房钱。这不是我的钱啊？不是你的，会不会是爹给你留的？才问出这句话，林寒舟就笑了。你笑什么？没什么。若真是林父留的，又怎会逃过李翠花的手呢？不是你的钱。浮云默默摇了摇头，两个人对视一眼，心里都有同样的疑惑。这么多钱不是他们的，那会是谁的？眼下只能等孩子们放学回来，再一个个盘问了。林寒舟做好了饭，却不见三小只回来。这个时间早下课了才对呀，有些不对劲儿。我去看看。林寒舟也不放心，关上门跟着去了。大奶奶，相信我的学生不会做你口中那种事的。哼，他没偷那躲什么，分明就是心虚。李红艳，你给我让开，今儿老娘非得好好教训这个兔崽子。住手！李红艳，你包庇学生做坏事，配当什么夫子啊？云泽，你跟夫子说实话，你可有偷他钱了？夫子，我从未去过他家，如何能偷他的钱呢？你别慌，我相信你啊。大奶奶，你听到了吧？你若是真丢了钱，还是回家好好找找，别让耗子叼了过去，然后又来怪别人。哼，就是这个野种偷的，有人亲眼看见，足足偷了有3、4两银子，就揣他怀里。夫子，我没有偷钱，这不是他的钱。那银子就在云泽怀里，有3两多，差不多4两。若拿出来对得上数，证明就是我的。大奶奶，你别跟我扯这些。你说有人亲眼看到云泽偷你的银子，你把人喊过来对质。哼，看见就是看见，老娘的钱在他怀里揣着，还不够证明吗？李红艳，你若是真要包庇这个小杂种，我就只有请村长来评评理了。你去，顺便把你说的证人也一并请来。周氏本就心虚，说请村长过来评理，不过是吓唬小孩罢了。阿泽不可能偷你的东西。哼，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给老娘滚一边去！一个小孩身上带那么多钱，绝对不正常，不是偷的便是捡的，定会心虚。于是周氏恶狠狠盯向云泽，继续恐吓道：小野种，你若是不老实还钱，我就去报官，让县太爷将你一家都抓去坐牢。你去报啊！来，老婆，就算你报官去，小爷也没偷你钱。果真是没教养的野种，偷没偷，让老娘搜一下就知道了。你躲什么？心虚了？哼，我的好奶奶，你在跟谁谈教养？
哎呀，李翠花，你来的正好啊！你养的这个贱种，他偷……我没听清，你刚才说我养的什么？李翠花，你养的贱种！奶奶，我猜你应该没骂够，你可以继续骂。周氏才张张嘴，看到浮云手动了动，立马闭上嘴。为何惹事？云姨，我并没有惹事儿。别说云泽了，就连李红艳也被那2巴掌吓了一跳。待回过神来，和浮云解释一番事情来龙去脉。原本他好好在上课呢，只见周氏突然冲进来，指着云泽就质问他为何偷钱。我相信你不会做那种事，对不对？云姨，我没偷钱，我跟老妖婆解释了，可他就是冤枉我偷的钱，我没有。你没偷，那你心虚什么？你偷的钱就藏在衣服里，你敢不敢拿出来？云姨，我真的没偷钱。就是你偷的，3两多银子，你敢不敢拿出来验验？我说了几百遍了，我没偷你钱，我都没去过你家，怎么能偷你钱呢？云姨，我真的没偷的钱，他冤枉我。阿泽，你记住，今后若有人冤枉你偷吃，你不用跟他解释，应该把他的眼珠子抠下来，吃进肚子里，让他仔细看。奶奶，你说有人看见孩子偷钱，那么请问是谁看见的？李石喜瞧见的，还能有假？你笑什么？笑你被人利用了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李石喜既然看见我家阿泽去你家偷钱，他当时为何不现身来抓，反而事后才告诉你，让你来问？奶奶，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丢的钱就是李石喜偷的？对。周氏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呢，脑子转不过弯来，便盯着云泽怀中那粒银子来说话。想到床底那包银子，福音便觉得云泽身上有钱也说得过去啊。哼，奶奶，你怕是穷疯了吧？云泽的银子是我给他的，我叫他帮我买东西，有什么问题？你穷疯了，便觉得别人也同你一般拿不出银子，可真是搞笑。你若实在想唱戏，就去镇上的怡红院唱，这里是学堂，不是你撒野的地方。李翠花，你说那钱是你给他的，那我问你，你给了他多少？若是答不上来，那你就是撒谎。他朝云泽伸过手去，云泽怯怯地从怀里摸出那块碎银子。看好了，这个就是我给他的，跟你老周氏没有半点关系，你可以死心了吗？李翠花，你就包庇，小时候不管好，长大了就得杀人放火了。若真的是杀人放火，你家会是头一份，你信不信？老妖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我的东西就是拿去喂狗，你也休想得到半分，赶紧滚！若叫我知道你再找我家孩子的麻烦，你死定了。李翠花，你这是不孝，你会遭天谴的。奶奶放心，有我在，不会让你孙女背上不孝的骂名，因为她想做的许多事，我都可以代劳，不会让她受累的。奶奶，我们还有事，就不送你回去了，还望奶奶好自为之。跪下。云姨，跪下。娘，阿泽没有偷钱。他是没偷钱，但他一再撒谎。我是撒谎了，可我从没有害过人，我为什么要跪？要害到人才算错。李浮云，别这样，先让孩子把饭吃了。你们先吃。拽云泽便出门了。娘，阿泽他真的没有。不准跟来。说说吧，这东西哪来的？云姨，我真的没有偷钱。我知道你没偷，我是问你，这东西是哪里来的？这不是。我不喜欢会撒谎的小孩，你最好说实话。这是我捡到的。哪儿捡的？在后山捡的。你走吧。云姨，你要赶我走吗？我家太小，住不下你这尊大佛，你还是哪来回哪去吧。云姨，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这钱真的不是我偷的。也不是你捡的吧？
这袋子放在床底下有一段时间了，若是别人遗落的，只怕早就来寻了。万一人家不想寻呢？若真是捡到的，以你的性子定会告诉我，可你并没有，而是选择自己藏起来。由此可见，这钱来路不明。退一步说，若真是捡来的，你却选择藏起来，隐瞒这么久，证明你根本不信任我，那就没有再留你的必要了。每个人都有点秘密，你不愿意说可以不说，但你不该一再撒谎。云姨，我没有撒谎。你从一开始就没有跟我坦白，追杀你的人不只有一拨人，那些人随时可能会盯上你，盯上你就会盯上我，盯上林家，你可有想过后果？先前去镇上，他便感觉到了，找他的人有好几波。云姨，抱歉，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让阿景和小雪跟着陷入危险，所以你走吧。云姨，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我不是故意的。求我也没有用，我心肠硬着呢。带上你的钱，走吧。可我真的没地方可以去，求求你不要赶我走，不要赶我走。你的大哥哥找到你了吧？云泽身子一僵，他的这个反应让浮云肯定自己一番猜想。这钱是别人给你送来的吧？之前林景偷偷和他说过，云泽身体可能有问题，因为每次去拉屎都得拉个好半晌。浮云当时只觉不太正常，直到方才才突然想明白奇怪之处。云姨，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我只是怕家里没钱，才会让他们送钱过来。我藏钱也不是不信任你，我是怕你知道了会赶我走。云姨，你能不能不要赶我走？行了，别在我跟前卖惨，你还是去找你的大哥哥吧。咱们说好的，你大哥哥找来你就离开。你知道的，若追杀你的人找上门，或许会给林家带来麻烦。你很聪明，我相信你听得懂我的意思。我们只是普通人，只想过安稳的日子，并不想参与你们有钱人的纷争，所以你还是走吧。我知道。你知道就好。若坏人真的找来，小孩子是没有反抗之力的，所以只有你离开，阿景他们才会有绝对的安全。云姨，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瞒着你的。我知道我是个累赘，从我娘死那天开始，我就成了累赘，走到哪儿都会被人欺负，还常被人冤枉偷东西。我爹从来都不听我解释，只要被冤枉，他就只会怪我。我从京城来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找到高神医救我爹。虽然爹爹对我不好，可只有救了他，我才能被他看中，也只有被他看中，别人才不敢再欺负我。云姨，你不知道，因为我是家中嫡子，很多人都盯着我，想要我的命。若不是娘临终前给我留下几个亲信，只怕我早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为了陪我找神医，他们全都死在路上。现在我身边无人可用，我也不敢回家。姨父跟我说高神医已经死了，但这世上有那么多大夫，我相信我一定会找到能救我爹爹的人。在我还没有能力的时候，我只能依靠他的庇护长大。很多时候我羡慕阿景，他能有你们这么好的爹娘，不像我一出生就是累赘。云泽的话像榔头一般一锤锤敲在浮云的心上。一个7岁的孩子能有如此清晰的表达，从前过得十分艰难吧？可那与他有什么关系呢？浮云闭闭眼，等再睁开时，眸中尽是决然。你别再说了，合作到此结束，今后我们互不相欠。云泽也知道那些人找不到他，必不会善罢甘休，
也只有他离开，他们才会安全。云姨一家人这么好，他不能让他们因自己而死啊。云姨，谢谢你信我，我很开心。说完，云泽拎上那包罪魁祸首的银子，毫不犹豫转身钻进丛林中。浮云在原地愣了许久，等他意识到早就看不到小家伙的身影了，这才发现他早已经泪流满面。回到家，那父子三人坐在桌旁，大眼瞪小眼的，热好的菜都凉了，也没人动筷子。你们怎么不吃饭？娘，我们要等你一块吃。吃吧。娘，阿泽呢？走了。走了？去哪儿了？去他该去的地方，咱们管不着。浮云端起碗筷，闷头扒着冰冷的饭。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薄情的，他也觉得赶走云泽应该不会有多大触动，毕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甩掉一个包袱，他应该高兴才是啊。可不知为什么，他为何心里这般难受呢？娘，阿泽哥哥为什么要走？他不跟小雪玩了吗？娘，你不是说阿泽没有家，出去的话会被野兽吃掉吗？被野兽吃掉也与我无关。娘，你变了。阿泽真的没有偷钱，你为何不谢我们？你为何要赶他走？我对你很失望。爹爹，阿泽哥哥走了，以后没有人保护我了。爹爹会保护你的。可是我要阿泽哥哥陪我玩嘛。小雪乖，阿泽哥哥不在，你还有很多朋友可以陪你一起玩啊。咱们先吃饭，吃了饭还要去上学堂呢。哄好林雪，林寒舟到了浮云的房间里。娘子，发生什么了？跟我说说。他现在心乱如麻，完全不知该从哪儿说起。可是因为阿景的话生气。林寒舟，你跟我说实话，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还真不好说。你如实说。我说了，你不要打我。不打。小气爱记仇，嘴毒脾气臭，凶恶还粗俗，还有点想当然的自以为是。难道就没有优点吗？优点好像没有。林寒舟，你看又暴躁了，说好不动手的。阿泽是我赶走的，我是不是太心狠了？这么做定是有你的理由，跟那包银子有关。浮云简单把他与林泽做交易一事给说出来，又顺带提了一嘴，他大哥哥应该早就来找他了，因为那个孩子谎话连篇的不诚实，他当时特别生气，才讲出害怕连累自己的话，狠心把云泽赶走了。人各有命，他也早该走了，这个不能怪你。可我心里难过。别自责了，当初若不是你救了他，还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呢。也正如你所说，这是交易，交易结束就各奔东西，没什么好惦念的。林寒舟，我怎么觉得你比我更薄情？见惯了生死。想当初林家离京逃亡，不就和云泽的现状差不多吗？这边哄好媳妇儿，忙碌的林寒舟又去敲响林景房门。阿景，你在生爹爹的气吗？没有生爹爹的气。那就是生娘的气。爹爹，娘为何不相信我们？阿泽真的不会偷钱。阿景，你娘信你们的，不然就不会在学堂上说那样的话。那他为何要赶走阿泽？分明是他自己说阿泽无家可归才会来我们家，他出去会遇到坏人或者猛兽，会被吃掉的。不是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吗？爹爹，你去把阿泽找回来好不好？你娘没有赶走他，是他大哥哥找来了，他大哥哥会保护他的，你就别瞎操心了。真的？他大哥哥来接他了。那他为何不跟我告别？走得急。爹爹，你骗人！阿泽才不会不辞而别，一定是娘把他赶走的。阿景，娘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为了我们这个家。娘是大坏蛋，明明是他自己说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抛弃自己的同伴，可是他自己都没做到。他赶走阿泽，就是抛弃同伴了。阿景，不能这么说你娘。当初他说这话时，爹爹也听到了。他说的是不到生死存亡关头，不能那么做。你知道什么叫做生死存亡关头吗？林景摇了摇头，
就是阿泽的存在威胁到咱们一家人的安危了。现在镇上有很多坏人在找他，若是那些人找到咱们家来，不光咱们家会陷入危险，就连阿泽也会陷入危险。我们保护不了他，只能把他交给他大哥哥保护他，你明白吗？他留在咱们家的话，会被坏人找到吗？会的，你娘也很舍不得阿泽，但是为了咱们家不被坏人盯上，她才不得不把阿泽交给他的大哥哥，这样对他对我们都好。我希望你能理解你娘的苦心，不要惹她生气，不然哪天她不开心，又要收拾包袱走人，怎么办？阿景，你希望你娘离开我们吗？林景眸中挂着泪，缓缓摇了摇头。可是你刚才对她说的那句话已经伤害到她了，咱们去跟她道歉好吗？娘子，我明日准备去一趟镇上。哦，前2日我用朱飞在山上做了个陷阱，捕到2只柴，准备拿去卖了。柴？是豺狼虎豹的柴？这种东西有人买吗？有。啊，明日一起去吧。浮云长长舒了口气，他需要出去走走散散心。这2日啊，他一直不在状态，不管在干什么，总会想起云泽的话来，担心离开后的云泽会遇到危险，担心云泽找不到大哥哥，担心他找不到神医，回去之后孤立无援。睡前，浮云才把藏在心里几天的话和林寒舟说了出来，是关于云泽的。他是这么跟你说的？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找高神医回去救他爹，为了让他爹注意到他，能护他长大。真的好可怜。林寒舟，你说这事儿能不能帮他？不能。为什么？大概如他所想那般，这么做容易得罪人，没准会让人陷入到别人的纷争当中。然而林寒舟却有不一样的想法，关于云泽的身份，只是他不是很确定，也无证据，就没跟浮云说。十一，救我！纷乱的嘈杂声中，浮云注意到一道熟悉的颤抖的声音，陡然停下脚步，抬眼在人群中扫视着，还没找到那抹熟悉身影，但他断定那就是云泽的声音。可闭眼在听，除了纷扰的交谈，什么都没有听到。才走出2步，便听到身后传过来重物落地的声音，就见几步外一个孩子趴在路边，像从高处掉下来的。浮云的心头猛地一跳，真的是云泽。浮云疑惑抬头往上看，忽见一个蒙面的黑衣人手执长剑从2楼飞身下来，直指云泽。冲过去已经来不及了，他直接抬腿将脚上鞋子朝黑衣人甩了过去，鞋成功干扰了黑衣人。趁这一空当，他猛地冲过去，一把将云泽拽起来。躲了几个回合，一个白衣服的年轻人从楼上迅速飞下，很快与那黑衣人缠斗在一起。19从楼上追下来，与11合力，快速了结那个黑衣人。11，小主子呢？被一个女人带走了。追！于姨，你没事吧？没事，现在安全了，我们走吧。浮云带着云泽钻进2娘布庄，再次出来时又大变活人，从最初的姐弟装扮变成了祖孙。于姨，你带我去哪儿啊？带你去医馆看看，可有哪里摔出了问题。于姨，我没事儿，我就是手有些痛，不用去看了。去看看吧。于姨，不用了，我要去找我大哥哥，他们受伤了，我不能丢下他们。他们受伤重吗？重。那他们还能保护你吗？我不知道。于姨，谢谢你，但我不能连累你。没地方去的话，就跟我走吧。我不喜欢爱撒谎的小孩，也不喜欢爱哭的小孩，一定是刚才摔坏了，才这么爱掉眼泪。走，我带你去医馆看看。夫人，这孩子是……他身子不舒服，带他来看看大夫。小孩啊，你是哪儿不舒服？我没事，可能是吓到了。陈伯，麻烦帮忙安排个大夫给他瞧一瞧。哎，好，你们随便找个位置等一下啊。公子，大事件！一把年纪的人，能不能稳重一点？夫人领了个女娃娃过来瞧病，疑似私生女啊。什么？那公子淡定一点。你这跟村里那些说三道四的有何区别？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一眼在人群中看到浮云的身影，只不过再看他身旁那个小女孩，林寒舟突然就联想到了今日当街砍人的消息，会不会与他们有关呢？
不然为何这两人会突然的改头换面呢？是你们要瞧病？大夫，我家这孩子今日不小心摔了一跤，想请你看看可有摔出什么毛病。他的声音如装扮一般，像中老年妇女。林寒舟微微挑眉，这女人呐，还真是深藏不露。云泽一直盯着这个面具大夫，他把脉的样子啊，和宫里太医差不多，怎么看都不像是只会给牲口看病的人。可有哪里不适？手疼，没伤到骨头，可能是擦伤，回去擦点药就行。另外，从脉象来看，应该是半个时辰内受了惊吓，但问题不大，开2副镇定凝神的药就好。林寒舟转身去抓药了，浮云这才发现他都没过秤啊。大夫，这药不用称一下，能抓得准吗？我们铁柱大夫的手比那秤还准，他想要多少就能抓多少。原来是铁柱大夫，真是失敬失敬。这年头啊，出来混谁还没个假名呢？只不过这个名字不是他的，是严用爹的身份呢。闭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只是真的太好笑了。在城门外等我，翠花儿。拿了药，浮云扔下几个铜板，领着云泽离开了。云泽回头转身看向林寒舟，只觉十分眼熟，好不容易见到了吧，很想问他一些问题，却被云姨强行拽走了。去哪找你的大哥哥？不找了，说他们还活着，会过来找我的。不找的话就回家吧。云姨，咱们在这儿干什么？等林寒舟，他去菜市场卖柴去了。卖柴？姨父怎么会想到砍柴来卖啊？云姨，是家里没钱了吗？浮云默了默，和他解释是卖豺狼虎豹的柴。柴？姨父能抓到这么凶恶的东西吗？好厉害啊！厉害吧？厉害，云姨更厉害。为何这么说？小阿泽，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追杀你的到底有多少人啊？我不清楚，他只知道离开京城不久便开始了逃亡生涯，每回看到的都是不同批次的人。那你大哥哥知道吗？他们应该知道。先别想了，这事之后再慢慢说。此时11和19在街上找了2圈都没找到云泽。11，你说会不会是李家村那个女人啊？你一说起来，我就觉得身形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像啊。两个人这么一合计，还是决定先把伤口处理一下，先保住命，再去李家村看一看。娘子，我来晚了。东西卖完了吗？卖了300多文，柴肉不好吃，卖不起价。等这么久，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带了包子。姨父，饿不饿？我们已经吃过了。先回家再说。阿泽，你回来了，我好想你啊！阿泽哥哥，我也想你啦。林寒舟，我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可我一想到那么乖巧的孩子可能随时会惨死街头，我心里就过意不去，闷得慌。林寒舟，我会尽量看住他，不给你添麻烦，行吗？李浮云，你从始至终都把我当外人。我没那么想，你别误会，我只是……我都把我自己交代完了，你为何还不信我？我没有不信你。那你可是觉得我是心狠手辣之人？那你为何把我当外人？我没有，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既收了云泽的钱，就该对他负责。正是在乎你们，我才会怕连累你们。哼，李浮云，你还说没把我当外人？我跟你说了，我没有。虽说云泽跟我们没关系，可他到底是个可怜的孩子，我定然也做不到见死不救。可我们是一家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什么连累麻烦的话，我一点也不爱听，以后不准再说。不管什么事，只要你决定好了，我会永远站在你身边。林寒舟，我没有把你当外人，你是我认定的男人，在你跟前，孩子也得靠后站。这还差不多。娘子，别做无谓的担心，咱们该做的应该是防备，有备方能无患。其实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说来听听。阿泽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只能问他大哥哥。我想搞清楚追杀他的有哪些人，主动出击，想办法解决背后之人，便能少些威胁。
林寒舟担忧地看向他，别担心，这不是还有阿泽的2个大哥哥吗？能护得他从京城来平镇的，能是什么弱鸡啊？林寒舟想了想，觉得是这么个道理，也不再纠结这个，只是叫浮云有什么计划跟想法的话，都得跟他说。浮云自是答应他。虽说林家可能会被盯上，可云泽大哥哥若能在暗中保护他们，他便不用再顾忌什么。当然了，这需等他们找来再说了。杨子，可是晚上还有蚊子？有啊，你看我手上被咬了多少包。一会儿我做几根艾条，回头有空了再去买蚊帐吧。我不喜欢蚊帐。那我就多做点艾条。是做艾灸用的那种艾条吗？那东西好做吗？还行吧。艾草用木锤击打1000次做出艾绒，就可以做艾条。1000次？那一般人会买艾条来驱蚊吗？有条件的会用蚊帐，用不上蚊帐的也不会把钱花在这种东西上面。艾条虽不算多贵，可每天都点的话，1年用下来也不便宜，所以大多直接用艾草。再者，做艾条费时费力，没几个人愿意在这上面花心思。那咱家用艾条熏蚊子，岂不是太奢侈了？3个房间呢。自己用就不浪费。我有个好办法。什么办法？做蚊香。蚊香？这2天呢，浮云怕云泽露面惹人注意，没敢让他上学堂去，而是以生病需要吃药休养为借口，一直带在身边。主子，你真的在这儿？没受伤吧？我没事儿。你们呢？我们还好。你们这么长时间没来，我以为你们死了。主子，还是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了吧。你们跟我来吧，云姨有话想问你们。主子，你可是尊贵的九皇子，怎么能这么称呼一个村妇呢？而且那个女人还狠心把你赶走。不许你这么说她。19，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那好歹是主子的救命恩人。哎呀，11啊，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你这么狗腿呢？小主子，咱们现在过去，还是夜深人静再过去？我知道你们现在的处境不好，可以让阿泽暂住在我家，我可以保护他，但有个条件，我有个规矩，拿钱办事。浮云刚收了钱，林寒舟就来了。娘子，有客人，我去给你们倒杯水。不用，叫阿泽去就是，你一起来听。我想知道追杀他的人可是有好几波，都是些什么人，有何特征？阿泽的情况他都跟我说了，你们也不用藏着掖着，大可把你们知道的全部说出来。他全说了？都说了，既然躲不掉，不如提前防备，或者主动出击。既然你们都知道了，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主子从京城来，只是为了找高神医回去给皇上治病。他虽是皇子，可处境并不好，因为是嫡出，旁人忌惮他的身份，你们懂的。皇子，浮云是想过云泽家大业大，可唯独没有想过他会是皇室中人。懂，你接着说。皇上身体染疾，太医都没办法，于是太后跟主子说，找到高神医就能救他。主子为了能得到皇上庇佑，便主动请缨前来寻找高神医。可谁成想，才离开京城不久就被人追杀。我怀疑这就是一场阴谋，可太后不可能会害主子，没准是被别人利用。好不容易逃到正阳县，我们引开追兵，与主子走散。不好意思，扯远了。其实你可以多扯一点。追杀主子的人有好几波，东西2场，还有那日的黑衣人，是千里阁的杀手。别看千里阁名字不怎么样，可他们在江湖上有一句特别响亮的口号，叫千里杀一人。就算逃到千里之外，他们都会追，除非目标人物死。那能花钱请千里阁的人杀千里阁的人吗？见众人投来鄙夷的目光，浮云有些尴尬。开个玩笑。千里阁的人是奔着主子的命来的，至于东西2场，我们不是很清楚。可是还有个年轻的姑娘和一个白衣男子。先前那姑娘跟踪过他，但11却说不知道那2个人存在。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杀手组织，传闻当中心狠手辣的东厂西厂，还有身份不明的神秘男女。浮云发现了自己确实太过于自负了，竟大言不惭地说能保护皇子，自不量力，简直可笑啊！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11和19满头都是问号。云姨，我没关系的，我不怕死。
反正回去也活不了了。我就是开个玩笑，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夫人放心，我们2人也会在暗中保护，只求暂时能让他有一个落脚的地方。相公，你有何不同的意见？尽管先前有些猜测，可真听对方说出云泽是皇室中人，林寒舟多少有些无法接受，心里开始烦躁不安的。他恨皇轩，恨那些随意就想左右别人生死的人。皇家的人，除当年救过他的3皇子以外，其余人他一个都没有好感。姨父，相公，你怎么了？你决定就好，我没意见。谢谢你。十一说了，他跟19需要养伤，这2天可能没办法过来照看，希望他们提高警惕。他也会时刻注意那帮人的动静。林寒舟却有些疑惑，不禁问道：你为何认为我们能保护这个孩子？因为我知道你们不是一般人。哼，如何不一般？他们找高神医，而恰好把云泽安排到自己家来。他不确定有没有这样的巧合，不得不提高警惕。事实证明是他想多了。只见19满脸汗后老实，添油加醋的把浮云如何从千里阁杀手手中救下云泽，又如何把人引开，又迅速斩杀一事给说出来。调虎离山，在釜底抽薪，有如此胆识和能力，一看就不是一般人。2位大哥，这完全是过度解读啊！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跑，让他们在后面狗咬狗。只要对方不是冲着高神医把孩子留在这里，那便足够了。哼，怎么样？我的蚊香还不错吧？娘子，可我有个疑惑，这个蚊香只是驱赶蚊子，根本熏不死呀。哼，肯定不能熏死啊。为何？毒死蚊子的量的药对人也没多大的危害，为何不加药直接弄死？你想啊，若1盘就能将蚊子熏死，那只要屋里封闭好，没有新的蚊子进来，也就不需要蚊香了。那我做蚊香还能卖给谁啊？熏不死，只驱赶或者是熏晕，明晚还得继续点蚊香。所以，想要源源不断的卖货，就不能从根源解决问题。奸商！哈，你说我奸商？你可真是没有一点生活常识。现在哪家不是四面透风的？今晚熏死屋里的蚊子，明晚又有新的蚊子前仆后继，流水的蚊子铁打的血库啊！若做成有毒的，人得天天吸，能危害身体吗？上一秒还说怕熏死蚊子以后蚊香不好卖了，下一秒就改口说怕毒物对人体有害。反正你的东西好或是不好都随你说呗。林寒舟，你这是什么表情？娘子，你真的想知道？那什么，就是随口问问，别往心里去啊。娘子，我从你的眼中看出了疑惑，你很想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对不对？我不想。真不想知道？不想。你不想知道，但是我想告诉你。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听听。我在想，有你这么聪明的娘，小雪为何会那么蠢笨？这还用想？当然是随你了。你的意思是我笨？小雪可能要废了，咱们再生个像你这样又聪明又好看的女儿吧。什么？娘子，不要！这软绵绵的欲拒还迎不但没奏效，反而令男人更加大胆了。天天这么抱着，什么都不能做的感觉，只有他知道多苦了。好不容易等来时机，他得……李浮云，你的衣服怎么这么难解啊？那我自己来。等到风停雨顿，浮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很多记忆和感受，可从未有过今日这般不断往返天堂和地狱之间如痴如醉、羽化成仙的体验。爹爹，我去叫娘吃饭。她在午休，别打扰她。哦，娘好懒啊。对，懒死了，咱们自己吃。可是我们不能把饭吃完，不然娘饿了就没有吃的了。小雪真体贴。娘子，该起床了。你怎么不早点叫我？怕你太累。累？呵呵，老实巴交的男人呢，就不能换个别的理由吗？不对，他摇头甩去这个不靠谱的想法。这男人是个大尾巴狼啊，一点不老实。现在什么时辰了？晌午。我操，晌午了你都不叫我？这不是来叫了吗？你给我继续装。好了，该起床吃饭了。若累的话，吃完再接着睡。要不要我喂你啊？你出去。娘子，可要我帮你更衣？不要，你出去。好，我要去河边看，昨
昨晚放的鱼篓里面有没有鱼？你自己在家。哦。阿泽也去学堂了，十一的伤好的差不多了，他会帮忙看着孩子。咱们最近可以放心做自己的事了。自己的事儿吗？浮云又忍不住跑偏了。好在林寒舟出去了，没再继续往下说。浮云老大，可是又找着了什么好的发财之道啊？不错啊，有个大生意，还是一样的。我出点子，你来操作。若你能卖得出去，你7我3；若你卖不出去，我就自己卖。我卖的话，就你3我7，如何？你别瞧不起人，7成我拿定了。切，狂妄！光头李怕自己吹牛吹大了，所以先问起浮云是什么生意。蚊香。什么玩意儿？蚊香？蚊香是什么东东啊？好吃吗？嘿嘿，蚊香才不是吃的，是烧的。听了这话，光头李更加蒙圈了。浮云解释一番蚊香的作用，果然呢，光头李满脸为难，尴尬的笑着，一会儿抠抠眉毛，一会儿捏捏耳朵。老大，我觉得你这点子不靠谱，欠缺考虑。如何见得欠缺考虑？祖祖辈辈都是用艾草来熏蚊子，这玩意儿又不用花钱。不说别村，你就光看咱们李家村，这漫山遍野都是不要钱的艾草，做个蚊香，谁给你买啊？正因为漫山遍野的艾草不要钱啊。好像挺有道理啊。怎么把不要钱的艾草都给收了，做成要钱的蚊香？他们没有艾草熏蚊子，就只能来找我买蚊香了。嘿嘿嘿嘿。虽是这么个道理，但他从未想过断了别人艾草这条路。老大，这活我接了，我现在手下有的是人，回头摘完果子就叫他们去割艾草。最好尽快，不然夏天过了就没有市场了。除了艾草，还需要烧木炭，先少做点试卖，若能行得通，再投入成本，加大生产。加大生产？这得投多少成本啊？万一加大生产之后卖不出去怎么办啊？有市场再加大生产，加大生产就证明能卖得出去，最多就是不好卖，赚不到多少钱，或者亏点人工费，这些你都不用担心，你放开了做，别的事交给我，先晒好艾草，备好炭，我再去教你怎么做。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别忘了，采果子结束后我的分红。浮云老大，这怎么？没什么。李寒舟，怎么了？慧爷流了好多的血，疼不疼啊？这是刀伤，看伤口弧度，应该是被镰刀砍的。什么？我先去拿药给他包扎。哎，阿泽，你怎么起来了？于姨，我想方便一下，辉爷怎么了？不知道被谁砍了一刀。什么？被砍的？奇怪了，辉爷从不去村子里，就是跟我们一块儿也不会去的。而且辉爷跑那么快呢，怎么会被人砍伤呢？不知道呢。你不是要方便吗？快去吧。哦，等云泽回来，林寒舟以为辉爷包扎好了，他悄然看了林寒舟一眼，便回屋去了。林寒舟，你说会是谁伤的辉爷？是故意的吗？明日问问辉爷就知道了。问？就算他听得懂我的话，我也听不懂他说的呀。我听懂就行了。啊？你听得懂猴说话？这么神奇啊？怎么做到的？你让我胡作非为，我就告诉你。浮云的脸一瞬间就红了。糟糕，又做噩梦了。跟噩梦差不多。林寒舟，你给我弄避子汤。什么？避子汤啊！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现在不想要孩子。好。寒舟啊，这猴你养的？这是伤着了。寒舟啊，有件事儿不知该讲不该讲，就是前几日我上山砍柴时，无意间看着老周氏抓着一只野猴子打啊，这最后啊还动了刀子，不会就是你家这猴吧？老周氏，大哥，你是何时看见的？就几天前呢，恰好是刚下雨那天，在李铁头家地里，也不知老周氏是如何捉到的，拿着架豆子那个长棍就打呀，又拿那镰刀。后面的话没必要再听了，林寒舟心里明了。老大，我不想卖果子了，打算做蚊香。上回一共做了500盘蚊香，全卖完了。这2天我去镇上，还有人问我有没有。不错嘛，既然卖出去了，卖的什么价？1文钱2盘。弄这么多天就赚200多文钱，还不如卖几斤果子。你可是打算把蚊香生意做大？知道瞒不过你，果子虽能挣钱，可都采的差不多了。就算还有，
只怕福月小师也吃不下那么多。做蚊香不一样，这玩意儿我试过了，驱蚊效果的确不错，可需要每天都点，这可是个长久生意啊，能卖到秋后呢。虽说平镇卖不掉多少，可咱们能拉到县里或者府城去卖，以我长远的目光来看，绝对可行。浮云点点头，这能将蚊香卖出去，就证明了他确实有生意头脑，是个靠谱的合作伙伴。老大，你上回说的加大生产，怎么加大呀？建厂房。什么叫厂房啊？就是搞生产的房子。浮云简单跟他说了一下，可以搞块地方，建个大的房子，大批量生产。比你家前后院加起来还要大10倍的房子。老大，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一点也不好笑。我说认真的，既然有市场，你也有决心想做大，那么不妨就放手一搏。当然，厂房不是只做蚊香用的，还有别的东西，我在慢慢的研究，总归都是能卖出去的。我也是看你思想觉悟不错，才跟你说这么多的。你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干？说是你愿意，自是不会亏待你的。老大，你说真的？真要建那么大？自然是真的。你若是不愿，我就找别人做，不强求。行，老大，我相信你，我跟你一起干。只是这房子得花多少钱啊？房子的钱你不用管，我来出。那我做什么？用得着你的地方，这个哪天有空再说。我会拟一份咱俩的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任务分配、投资分配以及分红比例，到时候都会跟你说清楚。今儿是没那个时间了，孩子放学了，他得做饭去。夕阳西下，天色渐晚，焖好了饭，还不见孩子们回来。学堂里孩子们早已走光了，依旧不见几个小家伙。11、19，你们在吗？浮云顾不得会不会被人发现了，在学堂喊了起来，可过了好半晌，依旧没得到回应。学堂里四处没有打斗的痕迹，他拔腿往李红艳家走过去。李红艳说，放学的时候3个孩子一起回家了，走了好一会儿了。我跟你一起去找。不用了，我再去别处问问。浮云在村里找了一圈，又往周边田地走过去，都不见踪影。心灰意冷之际，忽然听到远处传过来咒骂的声音。他循声找过去，就看到3小只坐在一处地埂上，摆着一样的动作盯向前方，而前方是摔得一身泥的老周氏。他刚从地上爬起来，骂骂咧咧、张牙舞爪的朝3小只扑过来。可忽然的一颗石子不知从何处飞出来，重重打在老周氏膝盖上。他又扑到地里去，啃了一嘴泥巴。而3小只见状，哈哈大笑起来，幸灾乐祸看向老周氏。忽然眼前一暗，一个高大的身影遮住他们的视线。3个人立马收起笑脸。李翠花，你纵子行凶，不得好死！你们打他了？没有，云姨，我们只是坐这儿，什么都没做，什么也没说，他就跑过来骂我们，自己摔倒了吧，还爬起来想打我们呢。也没骂他。林景、林雪摇头表示，云泽说的是真的。给我滚回家去！3个孩子不敢反驳，转身拔腿就跑了。小野种，给我站住！老妖婆，你当真没有半点自知之明？他们来偷老娘的黄瓜，老娘还要和颜悦色啊！哼，几根破黄瓜，你自己留着用吧。李翠花，你砍我家猴的事，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你这是专程提醒我来报仇？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什么砍你家猴了？别什么事情都往别人身上扣帽子。是不是扣帽子？你自己明白。哼，你说是我砍的，你拿出证据来呀！奶奶喜欢讲证据是吧？你没有证据就别瞎说。浮云不会再惯着他，直接一把抓住周氏的手，往上一撇，再往下一折，只听咔嗒一声，手腕当时脱臼。我的手呀！来人呐！李翠花杀人了！奶奶，你说我杀人，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啊！我可没有碰过你的一根手指头。周氏捏着疼痛的手腕，大口大口喘着气，不可置信地望向眼前这个女人。浮云不管周氏如何想的，他也算给辉夜报仇了，解了气，随即大步扬长而去。回到家，3小只齐刷刷站在院子里，眼睛一直盯着浮云身影移动着。洗洗睡吧。啊，娘，还未吃晚饭。今晚没有晚饭，自己回屋面壁思过。 3个人一起钻进房间去。阿慈哥哥，你拉我干什么？你没看雨衣生气了吗？还往跟前凑，小心他打你。
娘才不会打人。哎呀，阿景，咱们好像真的没有晚饭吃了。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做，娘为何生气？哎，走吧，去问问呗，大不了认个错。哎，女人嘛，哄哄就好了。嗯，怎么了这是？睡不着吗？睡不着就去扎半个时辰的马步。娘，你为何生气啊？生气？我没有生气啊。你就是生气了。没有，别瞎想。云姨，我们错了。饿了就挨着，一晚上很快就过去了。不是饿了，我是说我们错了。哦，不饿呀，不饿就去睡觉。娘，我们错了，你别生气了好不好？错哪儿了？错在不该这么晚回家。还有呢？还有就是不该招惹老妖婆。知道不该招惹，那你们为何还要去？那种人是你们能对付的？说说吧，你们是如何招惹他的？阿泽，你来说。云泽就知道瞒不过大人的眼睛，只好把事情来龙去脉交代一遍。云姨，我们实际上没惹他，我们就坐他家那个菜地旁边上了，什么话都没说。可偷了他家的黄瓜？真没偷，我们甚至一句话都没说呢。那你们为何跑去他家地那边？因为我们想给辉爷报仇。云姨，我们想给辉爷报仇，所以我不觉得有错。好，你们去坐着，没偷瓜也没说话，如何报仇？展开说说。因为我知道啊，我们只要往那儿一坐，老伯肯定误会我们偷他们家东西，想来打我们。然后我让11在暗处拿石子绊他，给他摔个狗吃屎。嘿嘿，你就不怕他打你们？因为我们会跑啊。可他追不到你们，会来找我的麻烦。你们可有为我考虑过？嘿，云姨呀，我们又没骂他，也没打他，更没偷东西呀，他找你什么麻烦呢？而且他为老不尊的，他辱骂我们，回头我告村长那边去，村长爷爷肯定向着我们，你也不用瞎操心了。浮云不禁无语，合着为找他们把自个儿急死了，他是在瞎操心吗？可关键是吧，他竟觉得有一定道理。你小子这么多坏心眼是哪里学来的？我才不是坏心眼呢，这叫谋略。反正我们什么都没做，老妖婆自己摔倒的，跟我们没关系。哎呀，小小年纪就有这般谋划，真不知该褒奖他呢，还是该心疼了。不过计谋是好的，可还是考虑不周到。阿泽，今后做什么事之前再多考虑一下，比方说今日之事，因为你们是孩子，就算你们真的什么都没做，说出去也不一定有人信。那个老周氏是什么人，你们也知道。若真的争执起来，吃亏的也是你们。两个小家伙懵懵懂懂点头。娘，对不起，我气不过他拿刀砍辉爷，才会叫阿泽帮忙出主意。好了，知错就好，以后改正就是了。今日这事就算是你们蒙混过了，今后若有什么不满意的，就跟我说，咱们一起商量，想办法解决，好吗？另外，以后放学了就赶紧回来，不然天黑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会害怕，你知道吗？知道了，娘，以后放了学我们就回来保护你。云泽不禁吐吐舌头，想吐槽这个女人不要脸，又怕她不让自己吃晚饭。知道就好，以后可不准瞎跑了，找不到你们我会哭的。娘，你给爹爹留饭了吗？爹爹说今日回来呢。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吃完了饭，少帅给孩子们洗澡，哄林雪睡觉，林寒舟还是没有回来。说好的3天呢，这都第3天了还不回来，该不会出意外了吧？一生出这个想法来，便不免多了很多担忧。浮云有些失眠，努力了好久让自己睡着，而迷迷糊糊中，浮云感觉床的一边塌了下去，而紧接着一股熟悉的味道把他全身包裹起来，隔着衣服都能感受到对方滚烫的温度。他微微睁开眼睛。你怎么半夜才回来？怕你担心，就连夜赶回来了。傻子，怎么出了这么多冷汗啊？可是又做噩梦了。林寒舟，我发现个问题。什么？你搬过来后，我就没有做过噩梦了。可你才离开3天，就连着2晚都做噩梦，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以后我不外出了。你不是说
得一直打猎吗？你不是说你养我吗？皎洁的月光羞得藏进云朵中，而黑暗中，林家院子外冒出2个黑影。林寒舟轻手轻脚翻身下床，真的有人找过来了。紧接着，外头传过来兵器碰撞的声音，有人打起来了。看穿着是千里阁的，而另一个是11。糟了！后院门被撬开，一个黑衣人闪身进来。浮云随后看到林寒舟不知何时藏在门后，见到黑衣人，对对方脑袋直接一掌拍下，随后那人就倒了下去。死了？林寒舟淡淡嗯了一声。怎么拍一下就死了？心痹症犯了吧？前院的打斗声渐渐远去，而后院好半晌没传过来别的声音。林寒舟这才起身，将那个黑衣人拖了出去。没一会儿再次回来，将门锁好，又去看了看孩子，确定无事以后才回到房间来。你把人丢哪去了？林中。这么近会吓到人的，扔远一点啊！不知还有没有人，我不放心，天亮再去。这一夜2个人都没睡，也没再说话，一直听外头动静，似乎只来了2个人。天色微亮，林寒舟便起床了。娘子，我去就来，你在家小心点。林寒舟走了以后，他才细想昨晚的一幕。当时虽是很黑，可他眼睛早已经适应黑暗了，加上有月光，他的确是看到林寒舟朝那人脑袋拍了一掌，那人就倒下了。难不成是传说中的能震碎人脑人的内力吗？林公子，你都知道了？昨晚你追的那人如何？跑了？也就是说还会再来。若千里阁真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话，这样下去绝非长久之计呀，得想个办法从根源解决才是。最近得劳烦你们多上心。林公子，这话该我来说才是啊。有11在，林寒舟放心了不少，回到房间想补个觉。林寒舟，你跟我说说，昨晚那人是到底如何死的？突发疾病。哼，林寒舟，我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你这么不老实呢？你说说你，都25岁了，为何还满口胡话？你儿子也学会撒谎了，是不是你教的？林寒舟，你说话呀，那人是怎么死的？你猜猜。你该不会是能隔山打牛，有着非常非常深厚内力的绝世高人吧？为何这么觉得？我昨晚分明看到，你就那么拍了一下他的脑袋，他就倒下了。你是不是内力将他的脑浆震碎了？笑你大爷！如果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还打什么猎呀？我不过是在他头顶正中刺了根银针罢了。或许是因为对方觉得只是潜入普通农户家，戒备低，便轻易得手了。娘子，我好困，再睡会儿。连续3日，家中没再出现可疑人物，有林寒舟在家，浮云可放心去干自己的事儿。吃过早餐，背上之前做好的提鲜粉，到了福月小食。3两银子1罐。3两？一共就20罐，以后想要也没有了。什么意思？以后我不做这个了，太累太麻烦了。高了，可这是最后一批，这个价格值得。还行，勉强能接受吧。那我先叫丫鬟带回去，这钱我先垫给你啊。不用，卖了再给我就是。你不是说只有12人定吗？多出去卖不掉的还得还回来，到时候不好算账。哎，放心，卖不掉的都给我娘就是，20罐就是60两银子，我先给你。他在房间小金库直接翻找起来，还真是毫不犹豫的给浮云几个大银锭子。这是浮云有史以来挣的最高的一次，真觉得黑心钱拿着有些于心不忍呐，便假意和宋云东推辞一番。拿着吧，我给我小徒弟买点好吃的。办完了事儿，浮云没再过多停留。这提鲜粉就这么点儿，他说了5两银子1罐，一共20罐，恰好就是100两，你直接把钱给我，回头我给的就是。100两，公子，这会不会太贵了点儿？贵吗？这可是独一份儿，你回去该知道怎么说吧。小丫鬟微微蹙眉，忍痛掏出100两银票递给宋云东。宋云东把小丫鬟送出门去，再回来时是满面春风的。嘿嘿嘿嘿嘿，小爷我就知道我娘定会备很多钱，转手入账40两，这买卖真好做呀。公子，连夫人的钱你都要赚啊？你以为我娘会免费送给她那些好姐妹啊？但是你这不是薅浮云姐姐的羊毛吗？若叫她知道不跟咱们合作了，岂不亏大了？她要薅我羊毛，我为何不能薅她的呢？再说了，你怎么就知道她卖3两银子是不是黑心价？可你薅的也太多了吧？
40两啊，他一年都没这么多工钱。多吗？宋云东也觉得自己太坑了，有些不安心，但转念一想，再过几个月他要买土豆了，这钱不得被那女人薅回去吗？所以这40两啊，全当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了。事实正像宋云东所料那般，宋母拿到提鲜粉之后，立马派人将预定好的那些姐妹们挨个叫来，添油加醋的说是世上独一份儿。他催了2个月才催出这么点儿来，而且呢，做提鲜粉的小娘子说了，这东西不好做呀，找不齐材料，所以很珍贵耶，要了8两银子一罐，卖出18罐，一罐赚3两，一下赚了54两银子呀。宋母开心的合不拢嘴，浮云做梦都想不到啊，一共不到6两成本的东西，产生的 GDP 竟翻了几10倍。娘子，你怎么了？没怎么。你撒谎。我在想建厂房的事。他把前日跟光头李说的话和林寒洲讲了一下，除了做蚊香，他还想做军油。不管是蚊香还是军油，都是季节性的东西，冬天就没了。要建那么大的厂房，想必你还有别的能做的东西。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娘子，光头李那种人靠谱吗？我考察过了，他脑子很好用，整个李家村没有比他更适合做生意的。可那人品行不端。品行是他自己的事，我只要他做生意的头脑。相公，人无完人，咱们只要放大一个人的闪光点，就能发现对方有很多的可取之处。比方说隔壁下头村那个二赖子，他比光头李差多了，可他也有可取之处，还有很多人脉能用。还有村长，我想拉他一起合伙。你猜猜，那么一个爱唠叨的老头，咱们能从他身上得到什么？若生意做不成就罢了，若真赚了钱，难免会有人眼红，想找茬。若是把村长拉来一起，后续可能会少很多麻烦。聪明。除此之外，还有地的事，咱家名下不能有地，若落在光头李名下，我不放心。所以拉村长合伙，以他的名义去建厂房，一来能省下不少买地的钱，二来厂房是村长的，以后不管是谁眼红，都找不到咱们头上。李浮云啊，李浮云，你可真是好算计。这怎么能叫算计呢？我分明是帮村长带动李家村致富，好吧？是。其实拉村长合伙还不止这些好处。哦，还有别的算计啊？说来听听。是计划，不是算计。我看卢会长是不错，先前试验插杆的那些也都生根发芽了。后期我想做芦荟胶，打造独有的品牌，那就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光是李家村这么点地是不够种的。这跟村长有何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年底不是有各村风评评比会吗？若是让村长尝到了甜头，到时候他定会好好炫耀一番，扬眉吐气，然后顺便将芦荟炫耀出去，叫别的村也来种，咱们的原材料就能增长上去了。若就这么去找人种，肯定不会有人愿意的。但有了李家村做先例，效果就不同了。毕竟风评会上都是各个村长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参加，谁不想带着全村人一起赚钱呢？娘子能有如此长远的打算，为夫甚是欣慰。那今后为夫便在家相妻教子，你只管放手去做，钱不够就跟我说。话说，我还不知道你有多少私房钱呢。目前并不多。有多少？10几两。10几两能做什么？身上只有10几两，但医馆里有多少就不知道了。医馆？陈氏医馆，是咱家的。林寒洲，你可从未跟我说过这个。没说过吗？你没说，你只说了陈伯跟爹有交情，你们常常去陈氏医馆给人看病，别的什么都没说。林寒洲，你是不是怕我看上的是你的钱啊？娘子莫气，我可从来没有那样的想法。哼，狗男人！娘子，听你说来，似乎已经有了周密的计划，像是能长久发展下去了。10拿8稳。不是10拿9稳吗？还差你1稳。娘子，这么点不够。够了，你起开。为夫还要等着你养，所以建厂房的事儿必须再稳一些，10拿100稳如何？不用了，我谢谢你啊。要的总得再稳妥些才能放心，不然只怕家底又要被你败光了。请收回你那个幼字。说话间，那人解开浮云的腰带，手渐渐的往上，随后
低眉信手续续弹，青龙慢捻抹复挑，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村长，有个赚大钱的事，你干不干？甭想再坑我！切，上回你说地担子挣钱啊，结果我差点把命搭进去。你的事儿做不成，做不成。你说什么？3亩地，李翠花，我看你怕是疯了。3亩地呀，你若是拿来种点东西还说得过去，你他妈拿来建房子，你知道3亩地多大吗？才3亩地，不多的。不多，听起来不多，可是你那这建房子，光是围一圈得费多少砖，你知不知道？你们年轻人呢，总是想一出是一出，你瞎折腾。村长，你的意思是3亩地真的太多了？哎，多的不能再多了。那依你看，多少地比较合适？就一多少都不合适，整不成。浮云是好说歹说了半晌，老头就是不松口，气得浮云叉腰骂道：“老头，你简直不识好歹！我问你，年底的大会上，你想不想扬眉吐气一回？”这还用说啊？那就行了。5天之内，你帮我拿块地，3亩。拿到地后，我来找你签合作合约。建房子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我来出钱。当然，分红我得占大头，就这么定了啊！你也别说了，亏不了你的。李大德愣了，他惊愕了好一会儿，才喃喃地说道：“不用我出钱。”你出买地的钱，别的我来出。别的不用我出就能分成啊？是啊。可这3亩地真太多了。你说个数。1亩半如何？成，就这么说好了。浮云生怕村长反悔似的，不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一溜烟跑了。爹，你真答应他了？哼，1亩半的地才几个钱啊，出这么点钱就能分红，这种好事不干白不干。那你方才为何墨迹？不是，您为何还要说整不成的话？我那是诈他，看他是脑子发热还是真正深思熟虑过的。看他那自信满满的样子，十有八九啊，真有门道。我是早看出来了，这李翠花啊，大不像从前，或许还真行。回头你多去林家活络，若他真能把这厂房建成，你跟明成呢也好去寻个轻松的差事，以后呢也不用再外出做工了，就在家门口挣钱，舒心呢。回到家，浮云便开始着手拟合同。娘子，这是合作什么？你这是嘲笑我？没有，我读书不多，你是知道的。你帮我写。你不会写字，那光头里的卖身契是谁写的？瞎写呗，他又认不得几个字，我瞎写他也不知道。写什么？合作协议书。林寒州，老周是说李翠花把他的手掰断了，去请村长评理来了。他可是真的把老周氏的手掰断了。若真这样，那可不得了了呀，得出去躲躲。不跑有什么好跑的？自己摔断手却来找我，我若是跑了，下回他摔断腿还来找我，我可就真的要委屈死了。没过一会儿，老周氏果然拉村长过来了。村长，你看他拽得跟258万似的。怎么了这是？奶奶怎么会突然想起来看我呀？我呸，谁稀罕看你呀？不是看我，难不成是来偷东西？哎呀，奶奶，你的手是怎么了？村长，我这手就是他掰折的，他就这样一抓，这样一甩，然后咔嚓一声。李翠花，这事儿可是真的？你们信吗？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如何能掰得断一个人的手啊？尤其是还是这样一抓，这样一甩，然后咔嚓。哎呀，真是离了大谱了，才能说出来这样的话。哎，就是周奶奶，摔折的就说是摔折的，不丢人。人家李翠花那么温柔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力气呀？就是，人家李翠花挑水都挑不动，哪里能折你的手？他李翠花温柔，手无缚鸡之力，你们一个个都是瞎了吗？周氏，你若说你把他手折了，我们还能信一信。周氏气了个半死啊！李翠花，你敢做不敢当，你闹不闹啊？奶奶的意思就是认定是我折的你的手，谁看见了？你拿出证据来啊！周氏一时语塞，证据他是没有的，可他手变成这副样子，的确是拜李翠花所赐啊。可偏偏对方却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他那个气呀，便一股脑的把那天之事说了出来。你说我家孩子偷你家黄瓜，证据呢？周氏再次无语了，
他若能拿出证据来，早就闹翻天了。恰好三小只放学回来，便听到老周氏大声讲起那天的事情。村长爷爷，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可以吗？你问吧。村长爷爷，李家村的族规里可有不能坐别人家地埂上的规矩？嘿嘿，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规定呢？村长爷爷，我们那日只是随便找了个地埂坐着玩耍，老妖婆，李二牛的奶奶便跑了过来，拿泥巴丢我们，还骂我们是野种。对，他还自己跑摔跤了。他离我们好远，自己摔跤了，却骂是我们害的，我们都可以作证。村长爷爷，小孩是不会撒谎的。村长爷爷，您评评理，年纪小是不是就活该被人欺负？那你们为何去他家地边玩啊？我们不知那是他家地呀，平时我们都在地里玩的，怎么别人就不骂我们，他就过来骂我们呢？村长爷爷，我怀疑呀，他手早就折了，是故意找我们茬的，好赖上我云姨，想骗我们家钱。唉，浮云忍不住啧舌呀，这小子不光表达清楚，逻辑在线，还会倒打一耙，真不知该不该夸他。李大德闻言也觉十分在理，反过来质问起周氏：这些孩子平日啊都是在大家的地边玩，你为何要骂他们？奶奶，你若是缺钱想讹我就直接讹，为何还要拐弯抹角的去欺负几个小孩子啊？奶奶可是觉得孩子不懂事，比较容易讹上。浮云这么一反问，顿时激起大伙的共鸣，一个个生怕自家被讹一般，对老周氏指指点点的。老周氏，我求你消停点吧，你不想好好过日子，别人想啊！村长，我没打这几个小崽子。可你骂了。老周氏的确是骂了，姐糊弄不过去了，便盯着自己手开始讲，说李翠花折断他的手了，别的他不计较了，但这医药费必须赔偿。一个小姑娘如何有那么大力气能折你的手啊？不是我说你，人老了，眼花腿麻是正常的，走路摔跤摔断手也是正常的，大大方方承认你不丢人。村长，我说的都是真的。谁能证明？你若执意赖在人家身上，为了公平起见，我只好以族长的身份罚你跪祠堂了。直接点2个妇人把老周氏拖走了。5天后的一个午后，李大德兴冲冲地拿过一张地契过来。嘿嘿，搞定了，1亩半，花了2两银子。2两？村长，你未免也太坑了！我家后院那屁大点地都花了1两银子，你这拿1亩半却只要2两，你是不是坑我钱了？村长，我的合作协议也写好了，你稍坐一下，我去找光头李来一起谈。去吧去吧。光头李看到村长也在林家，愣了好一会儿。村长，我先澄清一下，我最近老实得很，没犯错，你可别念叨我。念你我都嫌浪费口水。浮云把提前写好的合同分发给2个人，开始说起他的计划来。地已经拿到了，最大的花费便是建厂房，这钱由他来出。当然了，村长和光头李呢也能出一些，这出的多，占股就越多。老大，你家2人，我们都是1人，占的份不就更少了？林寒州不参与，后期他若帮忙做什么，就是咱们聘请，跟旁人一样拿工钱。自家人也要工钱啊？你自己干活不也得记工钱？我就是随口问问，你这么当真干什么呀？你问得很好，有什么疑惑都可以直接提出来，咱们在明面上讲清楚，就算后期对分工分红等有意见的，也可以提出来一起商讨，不允许谁在背后耍心眼子。紧接着浮云把规矩一条条说明了，在分红那处留了白，便是想问另外2人投资多少，若能投钱的话，占比就多一些。光头李直接跑回家拿出10两银子来，而村长呢跟家里人商量一番，大家掏箱底儿凑了10两银子，也顺便将合约签了，1人1份。浮云给他们俩每人20股，自己占60。这实际上啊，按照出钱的比例，他应该占更多才是。可既是大伙一起来做，自然需要齐心合力。若得太少了，旁人必不会将事情当作自家事拼命去干的。签订合约的第2日，众人便开始行动了。由村长出面去请人挖地基、砌墙等等，林寒洲去砖瓦窑订砖，而光头李呢没他的事儿，便继续收割艾草去，带着那几个孩子在家中做蚊香。浮云要建大厂房的事儿，在签约第2日
便传遍李家村大大小小各个角落，一时间是话题大盛。大家逢人就问起这事儿，还是有很多人跑过来问他建厂房是干嘛用的。蚊香、菌油、胰子、洗发水、美容膏。什么？浮云姐姐在李家村建大厂房？你听谁说的？昨日那个光头来说他不摘果子了，现在改做蚊香，跟浮云姐姐一块建大厂房，做大生意。做大生意？这么大的事儿，他竟然不跟我说一声，难怪这个月都不来了。藏佛，你说是不是我分给他的钱太少啊？他放弃拯救我了。可上个月2个点的20两，我一文也没少，甚至多给他了，那不应该啊！公子，会不会是你上回坑他的事被知道了，所以他不想跟咱们合伙了？那提鲜粉是他自己要的3两银子一罐，我又没少他银子，怎么可能因为这个跟我置气？可若不是置气，上回来拜师为何板着脸？哎，不对，拜师是在卖提鲜粉之前。公子，我来是想问你，今日浮云姐姐的厂房开工，这么大的事儿，咱们要不要去祝贺一下？不想去，那女人现实的要死。一开始没钱的时候经常来跟我说什么3年内把这个店开满这个冻旭果，再后来就不提这茬了。现在赚着钱了，1个月都不回来一回，小爷才不耐烦去看呢。公子，好歹都是朋友，于情于理，咱是该去看看的，不然回头人说咱不懂礼节。礼节能他妈吃啊？宋云东一翻白眼儿，大步走出福月小食。公子，你这是要去李家村？有问题？你刚才不是说不耐烦去吗？小爷是不耐烦去看那女人，但小爷想小徒弟的不行啊。对呀，差点忘了，公子收了位很可爱的小徒弟呢。宋哥哥，你这是要出门？去李家村。去找李翠花吗？哎，快走快走，跟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我也想去找李翠花，搭个车你们不介意吧？介意。嘿，别那么小气嘛。大小姐，我求您离我远一点啊！行吧，那我不进去，就在外面。肖盼坐在车辕上，一边晃着腿儿，一边哼着小曲儿，似乎心情很好的样子。他心情是好了，可马车里宋云东郁闷死了。宋哥哥，你去找李翠花干什么呀？人家可是成过亲的，不适合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小爷把你踹下去。不说就不说嘛，小气鬼。爹，人家宋公子都说了，胖儿是在回来的路上晕倒的，你别不分青红皂白就怪别人。你就知道帮那疯女人说话。胖儿是去了李家村，可就一定是去找李翠花了吗？凡事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什么都怪在别人头上。你这意思是你妹妹的问题？爹，你自己想，胖儿昨日是与谁在一起的？晕倒之后又是如何上的马车？大庭广众之下是从谁的马车上下来的？经他这么一提醒，萧山似乎才认识到事情严重性。昨日萧盼一整天不见人影，貌似是跟男人厮混在一起吗？这时丫鬟来报说小姐醒了。你可知你昨日做了什么？啊，昨日？翠玲，看好小姐，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出门。爹，不许她出门，还不如直接杀了她。翠玲，你快去找我二哥来救我。小姐，你先好好养病，等你好了，老爷自然就会放你出去。萧盼一想，此话有理呀，实在不行还有二哥呢。小姐，老爷去了福月小食。去福瑞小食？他干什么去啊？不知，奴婢只听说他去时很是愤怒。他不会是想找宋哥哥麻烦吧？小姐，老爷不让你出门。管他呢，大不了就打死我。谁是宋云东？宋云东不在，这位大叔有何贵干？不在，不在，那就找你。昨日宋云东拐走我女儿的事，你可知道？嘿，你可别瞎说啊！小爷，他，宋云东何时拐你女儿了？这么说，你不知道？不知，不是，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啊！算了，宋云东，你出来呀！我知道你在家。公子，人来找你，你为何不应啊？我以为你不在呢。你小子眼睛被眼屎糊了是吧？你看不出人家是来找茬的？小爷真想现在挑起来给你一批坨子。小子，你耍我！那如果我说我不是宋云东，你信吗？完蛋了，貌似闯祸了。现在提桶跑路还来得及吗？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拐你女儿。那他为何在你的马车上？当然他自己跑上去的，难不成小爷我拽上去的？不管是自己跑上去，还是被拽上去的，我女儿的名声都算是被你给毁了。宋云东，女子的名节有多重要，你不会不知道。
胡说八道！你女儿天天来骚扰我，我还想说她毁了我的名声呢。哦，你的意思是，我家盼儿毁了你的名声，所以得为你负责？为你负责是吧？那你是娶她还是上门？小爷今儿算是知道了萧盼的脸皮为何那么厚了。不对，不是脸皮厚，那他妈是不要脸。你拐走小女，害她昏倒，又抱她上马车，现在就是不娶她也不行。萧老爷，你的意思是抱了你女儿啊，就该娶她？正是。啊，的确是该如此。那毕竟姑娘家的名节要紧，萧老爷，但这事儿有点难办呢。这有何难？你娶她，或者你上门都可。难倒是不难，可关键就是萧老爷，你当真认为抱了你女儿就得娶她？你抱了她，害她失了名节，你不娶她谁娶她？哎，萧老爷，这婚事儿我说了不算。你爹娘那边我亲自去说。我爹娘那边倒是没问题，关键就是怕别的人不同意。什么别的人？丧福，你过来。公子，你可听见了？萧老爷说，谁抱的萧大小姐，就把她嫁给谁。公子，不关我的事啊。你紧张什么呀？小爷只是叫你做个证，昨日萧小姐是如何晕倒的，又是如何上的马车。宋小福这脑子向来转弯比较慢，老实交代昨日经过。这萧大小姐在树林中看热闹晕倒了，后来呢被一个路过男子抱上马车，他们不过帮忙送回来而已。昨日小树林里发现尸体的事在镇上早已传开，萧老爷若是不信，大可以去问一问。我家小福子说的可都是真话。萧山慌了，是陌生男子抱他女儿的吗？这可如何收场啊？萧老爷，生意人讲究的是诚信，你自己说过的话可要做到。昨日那个年轻人呢，我虽然不熟，但我能介绍与他相熟的中间人给你们牵线。牵个屁的线！萧山算看出来了，这小子对萧盼呐是没一点想法。萧老爷，你咋不说话？可是想反悔？宋格格，你就那么讨厌我，不愿意娶我吗？对，打死都不可能娶你。散了啊，没什么好看的。后厨的，赶紧回去干活去，一会儿还得继续做生意。姐姐，你怎么来了？浮云今日和林寒舟一块儿过来的，林寒舟去订购东西，他便到了福月小食这边。好端端的，怎么关门了？进来说。浮云刚一进来，就看到萧盼哭得像泪人似的。打住，我可没欺负他啊，是他一家在欺负我。浮云这才注意到屋里还有几人在呢。你既有事就先处理，我晚点再来。你不能走，你给我作证。昨日萧盼只是搭了我的车去李家村，后来我们并未在一起。李翠花，你还真是无孔不入啊。此话怎讲？哼，你自己知道。抱歉，还真不知道。萧山眸里闪过一丝算计来。李翠花算是镇上的名人了，若将她推出来，制造出新的话题，热度定能盖住女儿被当众拒绝的话题。为了嫁进我萧家，你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宋云东见老板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了，顿时暗喜，趴在柜台处嗑起瓜子来。萧老板，能否说得更直白一点？每每见着我家萧然，你总要凑上来。跟你说过几百遍，你是不可能进我萧家门的。盼儿，我们走。等等，萧老板，你先别管我是冲着谁来的，咱就是说，你刚才那话何时兑现呢？怎么，萧老板当众放话却不敢兑现，就这么想逃之夭夭了？宋小福，把门打开，别拦着萧老板跑路。盼儿，回家。李翠花，你什么意思啊？你该问你爹是什么意思。你跟我回家。宋哥哥，你当真就那么讨厌我吗？别问了。萧然不顾他反抗，硬生生把人拉走了。萧老板都这么说了，那你就娶呗。我看下月中秋日子不错，要不就定在中秋吧。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男人就该有担当，既然萧老板都这么说了，咱还是得拿出点男人的样子，别让人瞧不起。我又不喜欢他。喜不喜欢有那么重要吗？先娶进门，平了悠悠众口再说呗。以后遇到喜欢的再接着娶，反正你有钱，10个8个也养得起。他真的很想掐死这个不靠谱的女人，一天就知道瞎说。行了，别不知好歹，人家萧老板肯把女儿嫁给你是瞧得起你。若是换了别人，只怕打断萧盼的腿，都不可能拉下脸皮上门与人商谈婚事。拉下脸皮？若昨日你不在马车上，你以为萧老板会来找宋小福要说法，会把女儿嫁给他吗？李翠花，
你休要满口胡言！你凶我做什么？我这不是在劝你未来女婿吗？弟弟，你听姐的，不管昨日报销判的是不是你，咱都得拿出态度，别叫人瞧不起。行吧，我听你的。不过回头你可得给我介绍10个8个的小娘子啊！放心，少不了你的。还未成亲便想纳妾了，这种男人他萧山瞧不上。弟弟，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跟萧大小姐成亲的时候通知我一声。宋云东，老子就当这件事情没发生过。今后若叫老子看到你勾搭小女，小心你的狗命！你先管好你女儿。撵走萧家人，宋云东狠狠松了口气，对浮云道：姐姐，我都要吓死了，生怕他点头非要把女儿嫁给我呀。怕什么？若真是那样，你就娶呗。人萧盼长得不差。长得如何咱先不说，关键他是个疯子。得了，这不就解决了？姐姐，我有个疑惑，刚才萧盼他爹那么说你，你不解释，难道就不生气？你莫不是真冲那萧儿来的？你管我冲着谁来的？你这什么态度啊你？只是想告诉你，有时候真相并没有那么重要。以后再被冤枉，别急着自证，没有多少人会关心你的感受。一旦你开始陷入自证，就输了。所以你这刚才才不解释了？我解释什么？人家是冲着你来的，我还能给他当枪使不成？所以你不是冲着萧儿来的，是冲我来的。哎呦，姐姐，你男人若是知道这个了，他不得打死你啊？会先打死你。姐，咱就是开个玩笑啊。你回去别乱说啊。滚犊子！你昨日是不是有话跟我说？姐姐，我还以为你把我胖了。最近店里情况怎么样？一切已经步入正轨，菜品很受欢迎。之前你提过的炸芭蕉，我自个儿试了一下，还不错。我现在在考虑2件事，第一是开个店专门卖龙虾，第二个就是你之前说的3年计划。按照目前的流程来看，你说那什么富士粘贴应该没问题。龙虾季节快过了，还能卖1个多月，店暂时别考虑了，摆个摊在门口卖就行了。二哥，我好委屈。怎么了？爹今日被爷爷骂了，转头就来骂我。当初那话是他自己说出去的，他怎么能全怪在我身上？爷爷说，爹都把话放出去了，为了咱家的生意，必须信守承诺。二哥，我就喜欢宋云东，不想嫁给别人，更何况那还是个脾气极差、小气巴拉的男人。二哥，我该怎么办呀？孩儿，听哥一句劝，宋云东他不适合你。可是我就是喜欢他嘛。孩儿，你可是认识当初抱你上马车的那个人？我不认识。若人品可以的话，倒也不是不能考虑。成亲以后啊，是要踏实过日子。就像宋云东那光有一副皮相的，不合适。二哥，你这意思，长得好看的都不适合过日子了？算是吧。你看我像适合过日子的人吗？说起这个，萧盼心中也有些酸涩。二哥不喜欢二嫂，也不喜欢那个贾莹莹。虽说成亲多年了，如今才刚刚怀上孩子，可在二哥的脸上，他看不到笑容。谁跟你说的长得好看的不会过日子了？人家李翠花长得也挺好看的，现在在李家村可是混得风生水起的。我前几日去李家村，遇到他们村长，还有好多人都在夸李翠花，说她能干。二哥，你还不知道吧？李翠花在李家村建了一个很大的厂房，说要做生意，卖蚊香姨子什么的。做生意？萧盼跟哥哥吐槽好多，心里才渐渐畅快起来，最后忍不住的叹了一句：可惜。娘子，昨晚又有人来了。昨晚？何时的事？你睡着后。啊，我没听到动静啊。被十一暗中解决了。浮云早想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可是敌暗我明的，有些被动。你可是想到了什么好办法？既然千里阁不达目的不罢休，那咱们只要让他们达成目的，他们就会离开平安镇。什么意思？交出阿泽？假死，瞒天过海。假死？瞒得过千里阁，能瞒得过东西两场的人？这也是我一直犹豫的地方。再看看情况吧，想个万全之策。我记得你说东厂和西厂并不是一伙的。啊，虽说一同办事，但私底下并不对付。不是一伙的，那咱们就给他搞成一伙的。回头你找个机会装作西厂的人，
去会一会千里哥。听完浮云的计划，十一嘴角一抽：“夫人，这会不会太奸诈了？”浮云一个冷眼扫了过去，他悻悻缩了缩脖子：“等十九来了我就去。”肖老板，那日的确是我将你女儿抱上了马车，但那是为了救人。倘若被谁救了，就要以身相许。那今后你女儿要是再遇到危险，被别人所救，你可是依旧要让她以身相许啊。红艳说的对，若下回她女儿被别人救了，岂不是要嫁2次？一女12夫。你这意思是不愿意娶我女儿？不愿。萧山如此，萧家人品性定是不怎么样的，加上那个大小姐嚣张跋扈，完全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啊。很好，这话是你说的，大家都听见了。不是我萧山说话不作数，而是人家根本不愿娶。哎呀，那可是萧家呀，多少人想娶都娶不了，人家都上门了，他却不愿意，是不是傻呀？你没听萧老板说要50两聘礼吗？谁他妈能拿出50两这么多？可萧家大门大户的，到时候嫁妆肯定会翻好几倍，怎么算都是鸿雁赚呢。李鸿雁一脸淡漠，仿佛没听见大伙讨论一般。萧山冷笑2声，带着人便走了。老爷子的任务他完成了，是人家不愿意娶，怪不得他，回头还是要给女儿寻个门当户对的，他巴不得这样想呢。你个没用的东西，人家不愿娶盼儿，你还很得意是吧？宋云东不娶就算了，一个乡下穷书生也不愿娶，你个个儿的女儿，如此遭人嫌弃，你还很骄傲是不是？便看到老爹捂着胸口，憋着一口气儿上不来，昏倒在椅子上。来人，来人，快去请大夫！爷爷，您找我，因为盼儿的事儿。你爹他真是愚蠢。爷爷，事情我都知道了，人家不愿意娶盼儿，就算了吧。定是你爹说话太冲了，把人得罪。这个蠢货，盼儿都嫁不出去了，他还得意洋洋的，真他妈气死我了！老爷子，您情绪最好别激动，不然刚才的罪都白受。爷爷，您别生气，回头我带些礼，亲自去李家赔罪。他若真不愿意娶盼儿，咱就算了行。至少我爹的承诺也算兑现了。你去跟人家好好说说，盼儿脾气虽大了些，可本性善良，配他们家足够了。家里穷不打紧，只要人上进，日子总能过好。爷爷，我知道的，您放心吧，此事我会处理好的。好，你办事我放心。多谢大夫出手相救。大夫，我想问一下，我爷爷的情况如何？若是好好调养，今后可会再犯？听医嘱，好好吃药，只要别受刺激，轻易不会犯。好，那太好了。哎，翠花，你听说了吗？鸿雁家又来人了。又来人了？萧家的？对，今早来的萧家2公子亲自来，还带了许多东西，没谈婚事，只是给鸿雁家赔礼道歉，但鸿雁将东西都给还回去了。这小子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早就过了成妻的年纪，难得有人肯嫁，怎么就这么轴呢？关键是人家并不是真的想嫁呀。那可不见得。哎呀，萧家2公子说萧家没有瞧不起人的意思，他爹代表不了萧家，若是鸿雁愿意，2家今后可常往来。哎，这是原话啊。哎，翠花，你说鸿雁跟萧家小姐这事儿能成吗？这不好说。爷爷，那个年轻人我瞧过了，挺上进的，在李家村办了个学堂，村里谈起他满眼都是赞赏之色，但是人家呢不愿意娶盼儿，咱们该如何是好？哎，不愿就不愿吧，叫你娘啊多去别人家走动走动，问问看谁愿意娶就把她嫁了得了。爷爷，我不嫁。你莫不是还惦记着人家宋云东啊？萧盼撇撇嘴，那日宋云东当众那么驳他面子，他就没再找过他，渐渐的就不那么喜欢了。反正我就是不想随便嫁。你瞅瞅你这副尊容，就是你愿意嫁，还怕人家不愿意娶呢？不娶就不娶，大不了上山当姑子去。这话差点将老爷子心脏病给气翻了。二哥，你去李家村了？可有见着我跟你说的那个大厂房？见着了。那生意可好？你问这个做什么？学学啊。去绣你的帕子去吧。姑娘家学这个干什么？姑娘家就只能绣帕子吗？人家李翠花做生意不也做得挺好的吗？哼，你不说我就自己去看。随便你。这是我们李夫子专用的账房，他不准任何人进去。李夫子？
啊，就是李红艳。我们李家村唯一的秀才，是李家村的教书先生，也是厂房的账房先生，你们之前见过的。实际上他好想说一句，就是你爹让你嫁的那个人呢。学堂才开了3个月，现在村里啊，孩子个个会作诗了。不只有你说的那么好，为何没有考上进士？这不是没到时间吗？以后若他再去考，定能考上。红艳生得好，孝顺体贴，想嫁他的姑娘多了去了。那他为何还未娶亲？瞧不上。哼，倒是心高气傲，所以当众拒绝他，也是瞧不上他了。他萧盼有那么差吗？怎么一个个都瞧不上他呢？他现在在哪儿呢？哎，对了，萧小姐，你今日为何想起来，来我们李家村啊？可是来找李翠花的？本来是找李翠花，不过现在我不想找她了，找李红艳。他倒想问问他萧盼到底哪里差了？一个穷酸秀才，竟也瞧不上他，真是气死！嘿，我认得你，你来找我们夫子的吗？萧盼从未遇到过这种被孩子们包围的场面，被问的脸都红了，转头仓皇的跑了。村长急忙扯过呆呆的李红艳，让他去追。他跑不跑与我何干？人家是专程来找你的。夫子，他是不是要嫁你那个大小姐？夫子，你快追呀，不然还得继续打光棍呢。追呀！就你最调皮。哎，行了，别瞎胡闹，都回教室坐着去。人家真是来找你的，说有重要的话跟你说，你就去问问看，有什么话当面说清楚了。你别总吊着人家。我哪里吊着谁了？哎，既然没有，你这是说清楚去。他说什么说清楚啊？他跟那姑娘说不到一块儿去，但还是被村长赶鸭子上架推走了。嘿，夫子，加油！萧小姐，听说你有事找我？没有，我就是闲着没事随便走走。李红艳不禁皱眉，她被那不靠谱老头骗了吗？红艳呐，我叫孩子提前下课了啊。那什么，萧小姐想散心，你就陪她去河边走走，看看咱李家村的风景。那个村里没什么好逛的，河边的风景倒是不错，可要去看看。他只是客气一下，可千万别答应啊！河边都是水和草的，没什么可看的。萧盼抬眼望向身旁的男子，上回见的时候没发现他还挺斯文儒雅的。他本来是想打道回府的，却鬼使神差的点点头。李红艳见姑娘脸红的似血，娇娇柔柔的，完全不像先前那般嚣张跋扈，一时间有些奇怪了，还是带着萧盼在村子里转了起来。没有针锋相对，聊天轻松多了。没过一会儿，两人便自在许多，一边逛一边说着笑。李红艳带着一漂亮姑娘约会的消息啊，很快便传遍李家村的每一个角落。只不过这天以后啊，萧盼到李家村次数越发的多起来，而且每次呢都打着找李翠花旗号来的。今儿带点蚊香回去，明儿报罐军油回去，一来二去的便跟厂房工作的妇人们熟识了，性子大方，说话爽直，没有千金大小姐架子，让好几个妇人对之称赞不绝。作为同事的李红艳时常听大伙提到萧盼，这渐渐的对那姑娘的厌恶也逐渐消失了。厂房建成1个月，村里大部分人呐多少挣到些钱，日子便没那么紧巴了。光头李，快去，快，你娘不行了！你说什么？说这怎么回事啊？嗨，谁知道他大晚上跑出来干什么？摔到沟里，被很粗的一根大树枝从后边啊，他穿到了前边。被发现的时候血都流干了，还有一口气儿，要见就见最后一面吧。大娘，你想说什么？李四，有人去叫他了，他马上就来。你是好孩子，帮我看着他，别让他走歪了。好，大娘，我会看好他的。娘，你干什么呀？我不是叫你好好睡觉吗？你这是干什么呀？他刚才说放心不下地里，就来看看。谁叫你来看这些的？娘，你怎么就不肯信我？我都跟你说了几百遍了，我会挣到钱的，你为何就不信我呀？行了，先把你娘抬回家去，再请个大夫来瞧瞧，没准儿。村长，先等一等。不能等啊，等不了了。让一让，
林寒舟在光头李娘胸前施了几针以后，又给她喂了一颗药丸，才叫人把人搬到木板上送回家去。林寒舟，你爹会治病，你肯定也会，救救你，救救我娘，求求你啊！还有的救吗？伤了肺腑，失血过多，十分严重，只能暂时护住心脉，提一口气，让他能多说几句话。林寒舟再次拿出银针，在光头李娘心口处扎了几针，光头娘悠悠醒了过来。光头李，有什么话你抓紧说。什么意思？林寒舟没有说话，只是撇过脸去，叫走其他人。娘，你听得到我说话吗？听见了，三儿，厂房没事吧？没事儿。娘，对不起，我不该去厂房，不该让您担忧，对不起。该去，你所有的精力都在那儿，定不能出差池。以后好好干，活出个人样。娘去不了京城，你就替娘好好看看。林寒舟说的半个时辰，就真的只有半个时辰。节哀。村长，这些事我也不懂，劳烦你帮忙张罗。我想让我娘走得风光些。云姨、姨夫、云姨，你们在家吗？云泽快速跑回家去，在屋里喊了好一会儿，没人答应他。他反手将门从里面拴上。云泽翻了好一会儿，都没看到林寒舟上午拿的那个青色布包。他亲眼看到他从里面取出银针来，而那布包是从这衣柜里拿出来的。云泽打算放弃的时候，忽看到底座有一块很薄的木插销，取下一抬，便掀起底层的木板，底下是个暗格，里面东西有些凌乱，一个青色布包，一个黑色木盒子里有几颗药丸，好像上午那会儿姨父给人吃的就是这个药丸。而最底下有一块老旧木牌子，只见木牌上头龙飞凤舞写了一个高字。高吗？林家为何会有这个东西呢？而且为何藏得如此隐蔽呢？云泽的心砰砰直跳，又想起当初太师所说的关于高神一家连夜逃离京城的往事。那时高神一家有2个小孩，5岁，是20年前，姨父今年是25岁。他匆忙将东西放回原处，关好衣柜。11、19，你们在吗？小主子，怎么了？我怀疑姨父有别的身份，他若再出门的话，你偷偷跟过去，看到底去哪。借刀杀人很快会被识破，若被发现，到时候两方同时出动，会很危险。你是什么人？不是敌人，我可以帮你引开东厂和西厂的人。为何帮我？奉命行事，帮九皇子。话虽这么说，可浮云不敢轻易相信他。叫九皇子的2个废物手下保护好他，东西厂的人交给我。说完就走。浮云茫然看向女子的背影，这姑娘是友军呐。姑娘，有事？林公子，有人托我给你看个东西。说着，从腰间抽出半块碧玉的玉佩，递到林寒舟跟前。林寒舟眼瞳蓦地一震，但很快镇定下来。抱歉，你可能认错人了。说你认识凌二渊，请帮忙传个话吧。听到这个名字，林寒舟脚下一顿。我家主子叫我给凌二渊带句话，无论如何不能答应那小孩的请求，不能救他说的那个人，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林寒舟微微攥紧拳头，又缓缓松开，并未回答，而是大步朝浮云摆摊的方向走了过去。如何？是他吗？应该是的。应该？我说你能靠谱点吗？走在另一条街上的林寒舟忽然就放慢了速度，好不容易放下的仇恨突然就止不住的心底疯长起来。这世上知道凌二渊的只有2个人，一个是已逝的哥哥，而另一个是当年与他要好的三皇子。而那块残缺的玉是林寒舟摔碎的，另一半三皇子送给了他，可早在逃亡的路上弄丢了。凌二渊并非是他的名字，他有一双胞胎的哥哥名叫凌渊，当年三皇子见到林寒舟以后，便把他认作凌渊了。后来为区分2个人，便主动为他起个名字叫凌二渊，意为第2个凌渊。不过这名字只有私下称呼的，所以只有他们俩和凌渊知道。所以方才那个女子是三皇子的人吗？
专程过来告诉他不能上京，不能救云泽口中说的那个病重的爹。他消息若是没错的话，当今的圣上便是当年那个陷害林家的妃子林婉柔之子啊。林婉柔当初谋害皇后，便是想自己登上后位，扶自己儿子当太子，将来好登皇位。这仇人之子啊，他怎么可能会救呢？甚至巴不得他早点死。林寒舟不禁苦笑，三皇子不对，如今应该是王爷了。他担心多余了，自己压根就没打算入京，也没打算帮云泽。臭小子，老娘在贵妇圈的信誉都被你败光了，你丫的买点东西都能被坑。那军油人家摆摊都只卖500文，为何你买的就要1两银子？你瞧瞧你交的都是什么朋友，被坑了都不知道。那姑娘我瞧着就觉得不老实。娘，你别说了，回头给你解释啊。别回头，你现在就给我解释清楚，为何那军油要1两银子那么贵？人家都只卖500文，现在老娘的那些姐妹背地里说老娘坑，都不找老娘买东西了。宋大公子，我也想知道为何那军油卖的那么贵。浮云妹妹，你也在呀？娘，坦白从宽吗？你坦白。我500文买来，1两银子卖给你。宋云东，你个小兔崽子，坑人坑到老娘头上，简直是活腻歪了。娘，你听我解释。这有何好解释的？一盏茶的功夫以后，宋大公子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钻进厨房去，亲自为娘做了许多好吃的，还返还之前坑的那些银子啊，才将怒火平息了。你们可是有人去府城卖东西？偶尔会去。这样下回有好货，你就叫人直接送去给我。若我有用得着的，直接找你拿货，别找那小子带了。咱姐妹俩的生意，你能不能给我算便宜点？自然没有问题。行，那咱就说好了，不许找这臭小子带货。下回若有新东西，你直接叫人去府城知府找我。娘，知府？对呀，我家就住在府衙旁边。所以宋云东是官二代？他爹是知府啊？你不知道？知府相当于是省长了吧？浮云还真是没想到自己竟无意间傍了个粗壮的大腿，不错。转头，浮云送宋母2串蚊香。夫人，这个点燃放屋里，能熏蚊子，您拿回去看能不能用得到。这么多不便宜吧？我给你多少钱？不用，过秋后蚊子会越来越少，这些我也卖不掉，家里也用不完。瞧瞧，这才叫做会做生意，学着点儿。也难怪你干了1年店铺还不死不活的。娘，拉踩可耻。夫人，我还有事，就先走了。瞧你那不值钱的样儿，一点小东西就把你打发了。说你蠢，叫你多读书，你偏不听。你真当老娘看重这些东西？你看不中，要不都给我呗。滚！老娘的意思是，你跟人家多学学。巴结人有什么好学？棒槌，这叫巴结？我问你，他可是不知道你的身份？不知。许多人一知道我的身份，为了求我办事，可劲儿的巴结我，而他并未惊讶，只是多送了我2串蚊香。他抠门的很。不见得。总之，宋母觉得他送这份小礼物呢，恰到好处，可谓是进退有度。姨父，你会治病对不对？你想说什么？姨父，陈氏医馆里面那个很厉害的大夫是你吗？不是。不对，你在撒谎。我去医馆都看见了，那个面具大夫跟你一样高，除了追我那个大块头，整个镇上没人像你这么高了。还有光头叔叔娘都那副样子了，你还能把人救醒。姨父，你是大夫对不对？实际上云泽已经确定了，只不过不能直接说出来自己派人跟踪他，只能假装说是自己推断出来的。林寒舟没想到他一个小孩竟会有这般清晰的思维，他淡淡点头。是。林寒舟压根儿就没想到眼前这个小子不光猜出自己是个大夫，还猜出他的隐藏身份。姨父，你是高神医的孩子对不对？林寒舟愣了一下，这种问题肯定是会否决的。你骗人，我从京城一路问过很多人，他们都不认得高神医，就只有你认得。而且你医术那么好，你一定是高神医的孩子。我不是。姨父，我求求你帮帮我，
救救我爹爹吧！我不是高神医，也救不了你爹。姨父，姨父，我求求你了，若是我安然长大，我会报答你们的。求求你救救我爹爹吧！救你，并不是图你的报答。若你还想在我家住下去，今后就别再说这样的话。我是不可能救你爹的。姨父，云泽还想求求他，可见林寒舟已经大步离开。姨父，你救救我爹爹吧！姨父，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好不好？救救我爹！这些日子，千里阁与东西厂纠缠，很少出现在李家村。这打来打去，时间久了，大伙都颇为不耐烦。东厂的人是抓云泽，而千里阁任务是杀他，两方一直在暗中较劲儿，恩怨早就有了。千里阁似乎发觉不对劲儿，忽然就放弃报仇，将目光转移到追杀上去了。于是这天晚上，千里阁增派许多高手前往李家村，势必要一举将这目标人物给击杀了。阿泽，他怎么样了？没气了。什么？云泽被一剑刺进心口，没气了。什么？不过是个孩子，你们就出动这么多人？撤！别跑！别追了，你们打不过的。可小主子他……人死不能复生，莫要徒增伤亡。那帮人撤走之后，周围突然就静悄悄的。李寒舟，你快救救他！娘子，你快救救他！我答应过会保护他的，可是我没有做到。李浮云，你清醒一点，他没了，没了。为什么？明明很快就能摆脱他们的，明明很快就可以自由的。主子，是我对不起你，我没保护好你啊！哭声响彻整个林家，天渐渐亮了。第一缕晨曦从窗户透进来，打在云泽苍白如纸的小脸上，看起来更加凄凉了。他躺在床上，是那么的安静。林寒舟推开窗户，朝外头扫视一圈。如果他没猜错的话，昨晚埋伏在屋外的人都撤走了。11、19，劳烦你们处理一下外面的那些人，别叫人发现。两个人走了之后，林寒舟长腿一抬，顺势将门梯关上，拉上窗户，闪身到床边来，一把撕开云泽的上衣。小家伙胸前早已被鲜血染红了，伤口处的血已经开始凝固。林寒舟不知从哪儿掏出一个小瓷瓶来，将里面的药粉往云泽伤口处倒。林寒舟，林寒舟，阿泽他没事。林寒舟撒过药粉，又喂云泽吃了一颗小药丸。你大爷的！你真的是吓死我了！天色大亮，分散各地的东厂西厂的人突然就撤离了平镇。主子办事效率也太高了，这么快就传出消息，咱现在回去吗？皇上病危，若出意外，太子继位，太后一定会坐不住，到时候两方相争，没得会伤了无辜的人。这种时候，咱们自然得陪在主子身边。这是假消息，你说他们发现被骗还会回来吗？九皇子都死了，他们不会再回来了。反正这鬼地方我是待够了。真死了？你昨晚没听见吗？一剑刺中胸口，当场毙命。啊？那咱们任务是不是失败了？棒槌！高神医能够活死人肉排骨，那孩子不过中了一箭，伤势再重也比不上当初他的伤重啊！连他都被救回来了，何况一个孩子？昨晚千里阁的人并未完全离开，而在暗处盯了许久，确定九皇子已死，他们才真正撤离。东西厂的人都离开了。啊，这么快？可是因为阿泽的死？不全是，京中传来消息，皇上病危，或许小主子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那就好，你们可要回去？我们倒是希望他能够像普通人家小孩一般，就像现在这般，小主子每天欢乐不断，也是先皇后的遗志啊。若不回去，可以暂时留在这儿。那你们俩作何打算？我们奉命保护小主子，自然是跟在他身边。那不妨来厂房工作，恰好我现在还差2个安保人员。安保？就是专门负责秩序维护和人身财产安全保障，俗称保安。听到这么长且有一半词语听不懂的职位名称，11就感觉高大上啊，毫不犹豫点头了。1个月1两银子，管吃管住。听到有钱拿还管吃管住，
19便忍不住老泪纵横。他不想再蹲树上，也不想住什么山洞，不想打猎，也不想再吃烤肉了。他要进厂，他要打工，他想要包吃包住。云泽的处境总算是安全了，可并没人告诉他他爹病危的消息，只说假死瞒过了所有人，所以他安全了。这几日他都在家里养伤，情绪和以往一样，似乎那晚的追杀对他没什么太大影响。村长，地蛋可以收了吗？哎呦，你不说我都忘了。前几日我瞧过，比起上个月又大了许多，可以收了。那麻烦你通知大家，先别去卖香皂了，把土豆都给卖了再说。那价格？3文钱1斤，当初拿的种子不翻倍了，直接返还种子数量即可。啥？咱不是说好了种子不要钱，双倍返还吗？不必了，我跟宋公子说了，他同意了，就这么收吧。翠花啊，别怪老头我多嘴，你叫大家种地蛋，不就是要挣钱吗？怎的最后关头又说这样的话？要知道这些地蛋可比豆子值钱多了，若不是你坚持要种地蛋，大家又怎么能挣到这份钱？依我看呢，你该挣的还是得挣点，别什么都傻傻的让着去，吃亏呀。浮云自然知道这些，但从那晚暴雨过后，他就突然不想挣这份钱了。让你多赚钱，你还不乐意了？要不你家的就照原来说好的收？聊不下去了，简直聊不下去呀！罢了，说不动了，你爱咋地咋地吧，反正亏的又不是我。收购地蛋的消息一传开，第2日，村里人又开始忙碌起来。原本定的是2文钱1斤，返还2倍种子，如今是3文钱1斤收，且种子不需要双倍返还。这种的乡亲们是笑逐颜开的，没种那些人呢，肠子都悔青了。李翠花，今儿我可算是见着你了。你找我？也不算是，就是跟你说说话不行啊？我跟你有何可说的？自然有。找我何事？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之前你说过，若你是我，不会那么追男人。我就是想问问你有何高招，教教我。就是在福月小时时你说过的，我先前来找你就是想向你讨教这个问题，只是上回被人打断没问成，再往后每回来就没有见着你，所以你想追谁？李红艳啊。不爱你的宋哥哥了？不爱了，那就是个不识好歹的男人。前阵子因为那件事，我爷爷非得让我嫁给李红艳，若不然就随便给我找个人嫁了。随便找个人那还不如李红艳，她不仅长得好看，还温柔有学识。可惜她不喜欢我，每回对我都是淡淡的态度。顺其自然就好。可顺其自然她也不喜欢我怎么办啊？你怎么确定她不喜欢你？每回我去找她，她都叫我别来了，这不是不喜欢是什么？那你就别来了呗。我是来求你帮我支招的，你怎么反而赶我走？李翠花，有你这么对待顾客的吗？以后我叫我二哥别买你家的东西了。啥？你不知道吧？我二哥常常叫他朋友去买你们的东西，福月小时门口卖的香皂和洗发水，有一半是我二哥帮忙卖的。这事儿他真是没想到啊。行了，嚣张什么？就你这态度，李红艳能喜欢你才怪呢。那你说要怎么他才会喜欢我啊？这个嘛，李红艳是个有些纠结、有些委婉的人，这很多时候啊，心里就算是有想法也不会直接说出来，多半藏在心里的。你可有跟他说过你的心意？没有。你直接告诉他吧，若他不接受，你再重新找个追求的目标。你追男人也是这样的？这是个不能提起的过往。当初浮云的确这么想的，天下好汉男人那么多呢，为何非吊死在一棵树上呢？可最后尴尬的是，看上的另一个男人也是凌寒舟。你直接告诉他你的想法，问问他是怎么想的。这会不会太直接了？你萧家大小姐还怕直接？你就直直的盯着他的眼睛，说你喜欢他，问他喜不喜欢你。若是他对你有那么一点意思，就会脸红，会很不自然，双手无处安放，甚至不敢看你的眼睛。若没有这些征兆，人家就是真的不喜欢你，那我只能劝你放弃，别死缠烂打。不死缠烂打的话，
还能怎么办？死缠烂打会惹人生厌，就像你的宋哥哥。别跟我提他，过去了。好吧，你自己琢磨。我有话想跟你说。什么？就是我喜欢你，想问问你喜不喜欢我。这般直接的问话让李红艳心头一滞，她撇过脸去，她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呆愣好一会儿，小盼忽然就笑了。李红艳这反应全被李翠花说中了，也就是说她是喜欢自己的。李红艳，你也喜欢我的对不对？对于这个萧大小姐，她是有好感的，但也不会说出来，两家差距太大了，她有好几个弟妹要养的。萧小姐，今后还是别说这样的话了。那你喜不喜欢我吗？她跟萧盼是不可能的，萧家不会把萧盼嫁给一穷小子，她也不希望喜欢的姑娘跟她一起受苦受累呀。过了好一会儿，她摇了摇头。我知道了，我以后不会再来烦你了。说完毫不留情转头便走了。小盼，你放心，我萧盼说到做到。萧盼直接出李家村，乘上马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李夫子，那个跟大小姐的事儿何时定下？你们别瞎说，我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若没点关系，人家为何只来找你不找我？咱又不是外人，快跟四哥说说，何时成亲啊？成什么亲啊？你们能不能别听风就是雨的？这是吃瘪了。村长，我说了，我跟萧盼没有关系，您老人家能不能别瞎打听了？人家萧小姐对你的心意都写在脸上了，你当真瞧不出来呀？李红艳并未回答，她瞧出来了，可她能怎么办呢？她不过是个穷教书的先生。听到李红艳说起是她自己不想成亲的，李大德顿时气得七窍生烟。为何不想成亲？过了年你就19了，也就是这2年国家还算安定。若换了以往，你这个年纪不成亲要被人处罚的。你是读书人，应当听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村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意思是，不孝的表现有很多，其中以不尽后辈的本分为最大，并不是指没有后代就是最大的不孝。哎呀，反正你到了年纪，你就该成亲。萧盼那姑娘脸皮虽然厚了点儿，可人家到底是个好姑娘，善良有孝心，还会算能写的，足够配你了。村长，我知道，是他配不上人家呀。2个人呐，若能互相看对眼儿，就谈婚论嫁，你到底在犹豫什么呀？没什么。以往萧盼每隔3、4天就会来一回，这次连续10几天没有出现过了。红艳，跟哥说说，你为何突然跟那大小姐掰了呀？你在狗叫什么？红艳，你就跟哥说说，你心里是咋想的？我求你别问了行吗？大小姐好些日子没来了，你就没去找过她？大小姐为何不来找你啊？你们当真掰了？你为何不喜欢她呀？难不成你有了新欢？天哪，你怎么可以呀？你说话呀，渣男！李红艳没说话。你能骗得过村长，但你却骗不了我。说说吧，为何故意说狠话把人家姑娘气跑？哎，你别瞎说。行了行了，年轻人别在我面前装了，你都把心事写在脸上了。你不信？想当年你四哥行走江湖给人算命，靠的就是这双眼睛。哎，别怪四哥没提醒你啊！你再这么犹豫下去，回头人家大小姐就要定亲嫁给别人了。或许你觉得自己没本事，人家姑娘嫁给你过不上好日子，但你觉得她若嫁给不喜欢的人，以后能过上好日子吗？他的这番话好像却有些道理。万一他爹把她嫁给老头，或是给别人当妾，简直不敢想。反正都过不上好日子，那还不如嫁给你。你就这么笃定跟着我过不上好日子？这不是你自己笃定的吗？不然你为何会将人气跑？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家现在的情况还不如你。你的意思叫我娶萧大小姐？滚！虽说你长得不如我好看，见识不如我多，身材也不如我好，滚！你唯一比我好的也就是读书多，以后还能继续考试，没准还能当上官老爷，不可能一直都过不上好日子。人萧家那么有钱，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过苦日子呀？所以娶萧盼不是让他跟着你过苦日子，而是你跟着他过好日子呢。可萧盼他爹，你又不跟他爹过，管那么多干啥呀？再说了，人家萧然都说了，萧家是萧老爷子做主，老爷子同意这门亲事，你还犹豫什么？
李红艳突然就发觉了，她自己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口才却不如一个二混子，惭愧呀。算了，我也不劝你了，咱们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将来你肯定是要继续考试的。若当了大官老爷，什么样的女人娶不到呀？区区一个萧家，咱还不放在眼里？这话说的，把他当什么人了？我呢，没你那么好命，这辈子呀，注定是能做个满身铜臭味的生意人。人各有命吧，有时候呀，我还挺羡慕你的。你自己讲清楚，不后悔就行。至于我们的赌约，作废就作废吧。赌约？赌你跟萧盼年前成亲还是年后成亲？大部分压的年前。算了，都说无益，你自己想吧。光头李说完就走了。听了光头李的话，他的内心开始摇摆不定。李红艳完全被光头李带偏了，连续2天，他满脑子都是萧盼嫁给老头做妾的设定，根本停不下来。转眼到了赶集这一天，他坐不住了，以给学生代买纸笔为由，放了天假。赶集那日人多，光头李需要亲自守摊卖香皂，他便跟光头李搭车去往镇上。在街上逛了一圈，便不由自主地往萧家方向走了过去。远远看到萧家张灯结彩的，还铺了红地毯，特别扎眼。门口往来宾客络绎不绝，还都带了礼，望着好像是办喜事儿。这么快的吗？萧盼要成亲了吗？这么短时间定亲，嫁的定不是中意的人。果真如光头李所说的，萧家随便找个人把女儿嫁了吗？李红艳只觉胸口闷闷的，像压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你在这傻站着干什么？他在这儿没着红衣裳，那喜事便不是为他办的。李红艳倏然扬起嘴角来。哑巴啦，我问你话呢。话未说完，忽然被一双冰凉的手臂圈住，用力一带，他扑进男人的怀里。你干什么？放开我！你放开我！抱了我你又不负责任，还想让我的名声扫地吗？对不起，我会对你负责任。你说什么？我想问你，过了这么久你还喜欢我吗？你说什么？上回你问我喜不喜欢你，我并未回答。那你喜不喜欢我？其实我早就想说，不是你影响我，是我自己内心不静。每回你在学堂外，我就无法心静。你跟我来。哎，小盼，我该不是要见家长了吧？他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别说话，跟我来就是。你在这等我一下啊，我去就来。你这个疯丫头，有何要紧事不能过了今日再说呀？萧然长子满月，今日办满月酒，正招待客人呢。就要今天说。晚辈李红艳见过老爷子，你就是李红艳？对，他就是李红艳。爷爷，我跟我爹的打赌，我赢了，接下来到你的信守承诺了。知道了，你先下去。我不去。你下去，我跟他说几句话。什么话我不能听？等我说完你再进来行不行？走就走嘛，凶什么凶啊？你坐，晚辈站着就好。前阵子盼儿总是去找你，讲不听，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前几日他却哭着回来，他爹托人给他介绍了几桩婚事，他都不同意。最后他与他爹打赌，说你一定会来找他，若1个月内你不来，他就接受他爹的安排嫁人。这丫头性子率真，敢恨敢爱，颇有老头我当年的影子，实在拿他没办法。年轻人，最后问你一次，你可愿意娶盼儿？爷爷，不瞒您说，晚辈先前有过犹豫吧。萧盼是好姑娘，可我家的情况想必您也知道，我怕她跟着我会吃苦。那你为何找来？这段时间晚辈想了很多，人一辈子不止于此，现在失意不代表今后也会止步不前。今日寻来便是想求一求爷爷，将盼儿下嫁于我，今后我定然会竭尽所能，让盼儿过上好日子。李红艳当场跪地，一脸诚恳。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今后若让我孙女儿受了委屈，我萧家定不会放过你。爷爷，你别吓她。这还未嫁，胳膊肘就往外拐了。爷爷，我错了。那个，我爹那边……这事儿我说了算。你爹若有意见，叫他过来找我说。多谢爷爷，爷爷你最好了。这李红艳东拼西凑的，凑得10两银子。李大德亲自陪同李红艳的爹爹李老二去萧家提亲了。10两银子聘礼，村长还亲自过来，完全超乎萧老爷子的预期。1个上午便把亲事定下。
当天呢，便拿来女方的生辰八字去请人看日子。你俩的命格都不好，但二人结合可谓是天作之合，恰到好处。今后若好好相帮相扶，前途无量啊！哎呀，师傅，红鬼的话就别说了，你快说，哪日适合成亲啊？大师，如何？李四，这个日子还真不是你说了算了。年前12月12便是适合他们二人成亲的日子。什么？不对，你再好好看看，肯定是你算错了。不可能会错，就12月12是最好的日子，错过这日得再等2年。唉，造孽啊！你三婶的钱可能是李石喜偷的。前日我在医馆无意间瞧见李石喜去买药，手上拿的钱包是带花的，一看就是女人的东西。他买什么药？强身健体的。强身健体？你说的是增强那方面？你说的是哪方面？那方面啊。不懂。浮云白他一眼，他不信。不过能肯定的是，李石喜这人基本是废了。相公，你说李石喜再不是人，应该也不能看孩子饿死吧？不好说。会不会是你看错了？那钱袋花花绿绿的，不可能是李石喜的，里头大概有200-300文的样子。哎，对了，突然想起来，二牛说他娘前日从镇上回来碰到李石喜了。那就没错。哎，不纠结了，这都是别人家的事儿。市场就那么大，木子牌后来居上，占领大部分市场以后，那么其他牌子销量自然就下滑了。原本不把木子牌那个小打小闹放在眼中的金盛啊，看到自家铺子里堆积卖不出去的姨子，他也慌了。他们可是拿了木子牌的货？不曾，大家都是手上积压的卖不出去。无人拿过木子牌的货？没有，公子，小的派人私底下问过，许多合作商都想拿木子牌的货。哦，都想拿，为何又说无人拿过？拿不到，木子牌在一个镇上只有1家能卖，而县里最多只有3家，并不是谁都能拿到的，就是一次买很多也便宜不了几个钱。对方店那么少，又为何能抢金市那么多生意呢？这个木子牌到底是何来头啊？大公子，有个人自称是您兄弟，在外求见。金盛皱起眉来。金家发家以后，老爷子便举家搬到京城去做更大的生意，唯独留下他负责正阳县和整个府城的生意。他还有什么兄弟？大公子，你是何人？大公子，我叫金全满，是金九爷一脉的。金九爷一脉，那还真是兄弟。只不过是关系远了，基本不走动了。大公子，我是来帮你的。帮我？金全满知道自己突然上门定不会被信任，于是便将目的说了出来。他已经知道金氏生意被抢，而对方是木子牌，是李家村的一个女人开的厂房。这个我早就知道了。大公子，您先听我说完。那女人最喜欢用见不得人的手段，先前便是在平镇暗中使坏，抢了我酒楼的生意。后来那女人差点被抓进大牢，也不知是如何勾搭上府衙上的人，就被放了出来。我不与她计较谁知后来她还险些搞垮萧家酒楼，这些就算了，她却变本加厉，抢生意竟然还抢到咱们金家大爷头上来。我思来想去，觉着还是来一趟。你的意思是，你跟那女人有过节，所以想利用此事拿我当枪使，让我针对她？真不愧是把生意能做到京城的人家，果然不好忽悠啊。大公子，不瞒您说，我的确有这样的想法，不过您可以先听我说完。若我的点子对您有帮助，您可以考虑考虑；若您觉得无用就当我没来过，以后我也绝对不会再提起此事。你觉得如何？金盛刚好为生意的事情烦恼，点头示意他说下去。背后耍阴招并非君子所为，他很想立马回绝。大公子，若您觉得可以，我这儿有个合适的人选，叫他去干，完全能撇开咱们金家。你说的那人在何处？金全满扬起嘴角，眸中闪过一丝金光来。自从毒地弹事件以后，他的香满楼生意一落千丈，都半年了还要死不活的，拼搏了10几年，就做这么一个生意，他自然是不肯放弃的。这一切金全满全都归在了福月小食上头，而福月小食也卖着香皂，他就觉得定是宋云东和那个女人一起合伙的，若能够借此搞垮他们，也算是报仇了。你说的那人可靠？可靠的很，只要给钱他就能办。还要给钱？也不一定要给钱，那人是平镇上有名的赌鬼，在平镇赌完又上县里边赌，所以咱们不一定要出钱呢。这位公子，我家主子想请您喝茶。翠花，你就是我们娘几个的救命恩人。三婶说的什么话？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用劳动换来的，应得的。行，我不说。翠花，你对我们的好，我们娘几个都记在心里。行了，别矫情了。今后大家一起好好努力，可别让我的厂房倒闭啊！若是倒闭了，全都得喝西北风去。李铁头，你是不是偷老娘的钱了？我放在墙洞里的20文钱为何不见了？你说话呀，哑巴了！那钱是你挣的吗？你有脸吗？你挣的早就吃进肚里变成屎了，那钱是我自己攒的，你还回来！爹，咋还不睡啊？爹，这个给你。给你就拿着。发工钱了，我现在有钱。孩子读书也要开销。够。哎，爹没本事，帮不了你们。孩子，是我李家亏待你了。没有的事儿。实习他，若他回来，我替你教训他。忙碌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进入腊月，由于天气太冷了，外加上李红艳这个月成亲，还有她自己也需要时间去读书，便放了假，关了学堂，等开春再继续。你们为何不自己去玩？不好玩，以前不都是自己玩的吗？哎，云姨，天天看着阿景，我都看腻了。我也是，阿泽像有癫症一样，疯疯癫癫的，我不想跟他玩。哎，那你们也回家围在火盆边读书写字啊。阿泽，你不是想考状元吗？阿景，你不是想当神医吗？还有小雪。如此看来，得为他们找点事儿做呀。于是当晚，浮云便将几人的去向安排好了。林景交给林寒舟带去医馆学习，医馆无事可以上山去。至于云泽嘛，可以给他买堆书回来看，争取早日考上状元。至于这凌雪嘛，小雪，我送你去你师傅那里，跟着他学习好不好？凌雪开心的手舞足蹈的。云姨，我不想让小雪去。为何？那小雪去了就没人陪我玩嘛，我一个人不无聊死了。放心，不会无聊的。云姨，那小雪去几天啊？待到过年。好耶，我可以去找师傅学做菜啦。去那么久啊？总算能甩掉跟屁虫了。蠢婆娘，好端端的你打我做甚？你回来做什么？这是老子的家，老子回来怎么了？这屋里是你翻的。老子饿了，找粮食煮饭，粮食你都藏在柜子里边，我这不是找不到钥匙才乱翻的吗？哪里还有粮食？我们娘几个都要饿死了。要饿死了？我瞅瞅你后头这几个孩子，哪个不是长肉的，还穿那么好的衣裳？兰香，你在厂房里干活挣了不少钱吧？混口饭吃，哪里有钱？混口饭吃？我可听说里头干活的一个月最少要750文，若不休息的话，还能多拿几十文。除了这个，还有什么鸡啊，什么奖金的，一个月怎么也能拿一两多钱吧？哪里有那么多？不过是勉强糊口罢了。家里的地也荒废了，过年还不知道吃什么。娘子，快点拿点粮食出来，我去做饭去。他去做饭，这吴氏献殷勤，非奸即盗啊！这回不知是不是又惦记他钱呢？这几日，李石喜都老是在家待着，早上还会扛锄头去地里除草，说来年好种地蛋。从地里回来，还把家中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还会上山砍柴呢。总之跟变了个人似的。县城金家，一大清早，金全满便上门找上金胜。他得到消息说金胜并未按他说的话做，还以为金胜中途放弃了。大公子，既然让那李世喜欠了赌债，你为何没顺势叫他为咱们做事啊？不道德的手段还是算了，生意场上各凭本事就好。金全满一脸懵逼，之前可是说好的，他负责暗中操作，让那个李石喜赢点钱，尝到甜头，然后再叫人拉他去赌，再把钱赢回来，让他欠上一屁股赌债，利用这赌债胁迫李石喜去木字牌厂房里下毒。如此一来，金家不用出钱，便能收获一条走狗，岂不美哉？算盘都打好了，而金胜如今却告诉他不结账了。你的点子很好，可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别那么做了，就帮他还了赌债，给他送了2身衣服，将其打发走了。对不住，此事劳你费心了。虽说事未成，可我心中对你十分感激。为了表达歉意，你去我的铺子里转一圈，瞧中什么随便拿。大公子，当真全都能拿？随便拿，多少都行。公子，为何您不跟他说实话呀？实话？我说的本来就是实话。真高啊！村长，
你怎能让无关人员在这里面瞎转悠呢？啊，翠花，我就是来看看，我不打扰你们干活。这不是打扰不打扰的问题，工作重地，闲人勿近。哎呀，翠花，别这么小气嘛，三叔就看看，又不会少你一块肉的。村长，劳烦你今后看好一点，别让无关的人进来，否则造成的损失由你承担。嘿，李翠花，我不闲逛，来帮帮忙总行吧？不需要。村长，对不住，方才我语气不好，并不是针对你，你别往心里去。我懂的，你不喜欢你三叔，我见他也烦。不光是个人情绪的问题，李石喜突然回来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一直不管女人孩子，一回来就破天荒的来看人家做活的环境，你不觉得可疑吗？村长，人的确是会变的，可这需要一个过程。你看光头李他们，哪个不是经历了许多事才顿悟成长的？李石喜烂得不能再烂，我不相信他会悔改。你不是突然变的吗？浮云竟无话反驳。也就是他吧，若换作是真的李翠花，到现在肯定还是老样子。总之李石喜他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变好的。这么短呢？可他2-3个月没回来了，为何就没可能在这个时间像你说的顿悟成长啊？之前我三婶丢的钱是他偷的，你可别跟别人说这个。总之李石喜不可能突然变好，今后还是防备着些，别让他接近厂房，我怕他偷东西。想偷他东西门儿都没有，他除了自己盯，还叫上李明成和赵氏帮忙盯着，不许外人接近厂房。师喜，地里的草你除完了吗？差不多得了，再去除几天就搞完了。那行，等开春咱们也种地蛋，咱家那么多地，种出来也能卖几两银子。安娜，娘子，你给我说实话，为何旁人工钱都是25文一天，你20文？这不公平啊！都跟你说了，活轻松。一天虽然只差5文钱，可一个月下来差的特多了。娘子，这事儿不划算。划不划算我能有何办法？不去做活，你要我们母子几人饿死呀？娘子，一个月才那么点钱，的确不划算做。我这块活若能干成，今后便有享不尽的富贵。是什么样的活？你答应我不准吵闹，先听我说完啊。好，我不吵。什么？你竟然叫我去？娘子，咱们这么做也是为了自己，为了孩子能过上好日子。再说是他李翠花不厚道在先呢。你根本就不知道，翠花帮了我很多。娘子，除了你我还有孩子，别人终究是外人。兄弟有自己的家，爹娘也活不了多少年，今后能陪你的人是我。他好歹受过浮云的恩惠，不愿意做伤害浮云的事情，知晓自家男人藏这么大一坏心思，杨兰香吓得瑟瑟发抖。师喜，你听我说，咱们不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咱们脚踏实地也能将日子过好，吃穿是少不了的。吃穿？你说的就是黑面饼子，好的时候吃点糙米，过年的时候买点肉，穿的都是些粗布填充芦花的衣服。兰香，你说的这些根本就不是什么好日子。你听我的，事成之后咱就远走高飞，去过真正的好日子去。他不知道为何自家男人好端端的会越走越偏呢。师喜，你跟我说实话，可是有人指使你这么做的。你这婆娘哭个球啊！无人指使我，你照我说的做就是了。他本想自己动手的，比较安心，可他进不去厂房啊，只能叫杨兰香去。见媳妇儿摇头，李石喜顿时怒火中烧，一把扯过女人的头发抵在墙上。李翠花到底给你什么好处？你这胳膊肘总往外拐啊！杨兰香，你变了，你知不知道？师喜，若是欠了别人的钱，咱们还了就是，别干这样的事儿。兰香，你听我说，你只要把这个放在做姨子的水里边，后边的事儿都不用管了，也无人知道是咱们干的啊。总之事成之后，咱们便能得到一笔钱，到时候就不用这么辛苦的干活了。你也不想一辈子这么帮人做工吧，对吧？杨兰香只觉脑瓜子嗡嗡的，她抬眼看了看眼前这个男人，看着对方一张一合的嘴，至于后面说了什么，她一句也没听进去。过了良久，她缓缓点头。李石喜顿时一喜，抱着媳妇儿狂吻了好几下，又把手中药粉塞给他。你放好啊，找个机会动手。这么多天了，为何还不动手啊？没寻找机会。杨兰香，你是不是忽悠我啊？你是不是想找那个贱人告密？你想多了，我不过是想找个万无一失的机会，只要得手就能有好日子过，谁能拒绝？真的？骗你做什么？厂房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那点钱，我早就不想干了。娘子，是我错怪你了。那你打算何时动手？只能等机会，
后日鸿雁成亲，到时候肯定很多人去帮忙，厂房里人少，好下手。行，那我等你好消息。转眼到了李红艳成亲的日子，厂房少了一半的人，多数去往李红艳家。冬日的天黑得很快，到了令人激动的洞房花烛夜。你的脚好凉啊，今日累坏了吧？泡一泡。胖儿，跟着我让你受苦了。哼，你想得美，我才不会让自己受委屈呢。你看，除了这些，爷爷和二哥还给了我好多的银子。等过了年，我要盖个大房子。啊，这……哎，你说盖2进的还是3进的？胖儿，这事儿能不能以后再说？为何？就是不太合适。咱们现在有钱了，修个房子怎么了？总之你听我的就是了。我自己花嫁妆，又不花你家的钱，为何要听你的？胖儿，你的嫁妆你自己收好就是，家里的事无需你操心。可是咱们明明有钱，为何就不能起个好点的房子呢？房子要起，但不是现在。我好好努力，尽量在咱们孩子出生之前起个大房子。说到孩子，小柏又脸红了。洗漱完毕，李红艳为他宽了衣，吹了灯，两个人相拥而眠。李红艳，啊，就这么睡？你还想横着睡？不是，洞房花烛夜，不干点别的？你还小，再等等。我快16了，早过了成婚的年纪了。那等到了16再说。为了成个亲，这几天以来两个人没怎么睡好，不是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便是激动的难以入眠，很快便进入了梦乡。你个没良心的黑心肝，卖的狗屁的香皂，你自己瞅瞅，给我脸洗成啥样了？大婶儿，你自个儿长得丑，怎么能嫌我们的香皂不好啊？谁他娘的是你大婶儿？老娘才20多岁。姐，咱就是说，你自个儿长得丑也不能赖香皂吧？咱这香皂能把脸洗干净，不开皴，让皮肤啊变得光滑，但是它不能让丑变成美。休要胡说八道！老娘这脸就是用了你们的香皂才这样的，你们卖毒香皂还有理了？你才胡说呢！这香皂小爷自己也在用，怎么我不长骚丁丁就你长？你他娘的骂谁呢？我们这么多人都是用了木子牌的香皂，脸上都长了脓包，还能合起伙来骗你不成？不光是脸上，我拿着皂沐浴，这2日浑身痒的难受。我呸！缺德木子牌卖毒香皂，真是要被天打雷劈呀！岂止是香皂啊！半年前福业小食还卖毒地蛋嘞，他们家就喜欢搞下作手段。大家以后啊都别买木子牌的了。对，别买木子牌，大家家里的香皂也别用了，咱今儿就叫卖香皂的赔钱。宋老板，赔钱！赔钱！大家稍安勿躁，先听我说一句，安静啊！那个，我不是木子牌的老板，所以呢，你们找茬也别来我这儿找。你卖毒地蛋，你好不到哪儿去？别管他是毒香皂还是毒地蛋，总之你福业小食在卖，这事儿啊就跟你脱不了干系。对，掀了木子牌的摊位，别让他们再祸害人。宋老板，既然你不是木子牌的老板，就让开。众人嚷嚷着冲了过来，将福月小食门口的摊位给掀了。掀了摊子，那帮人还不死心，相约着去往县衙告状。你们这边是谁主事？我主事。夫人，我等是奉孙大人之命前来查案的，不知你可有听说木子牌的姨子洗坏了人的事？听说了，但知道的并不多，烦请尹捕头详细告知到底是何情况。昨日衙门接到报案，有几十人告你们做的姨子有毒，洗坏了身子和脸。孙大人与那些人沟通了，大过年的谁也不想多事，若能给赔偿，他们便不再追究了。不是我们的问题，坚决不赔偿。尹峰嘴角一抽，这女人倒是自信呐，扬手叫同伴拿出证据来。那告状人呈递出的问题香皂，大部分是黑色的，少部分是彩色的，是混着用的，摸不清到底是哪个出问题的。黑色香皂一拿出来，周围顿时炸开锅了。这真是咱们的东西啊！这个颜色好像是翠花弄的。怎么可能啊？咱的香皂卖了那么久都没事儿。什么？李翠花弄的？该不会是她故意的吧？不然好端端的，为何要搞这黑漆漆的香皂？是啊，而且我瞧着吧，这黑香皂没卖几天呢，一定有问题。胡说什么？翠花怎可能做这种事？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家给你点好处，你就给人当走狗了，完全忘了被气到吐血的那回了。
大家的确是用了这些之后才起的疹子，若几个人说的也就罢了，可几十上百人都这么说，不会有错。夫人，你作何解释？官爷，会不会有人嫉妒我们生意，故意跟我们做一样的香皂来诬陷我们呢？这个可能性不大。昨日去衙门告你们的有好几拨人，大家都说是在一个光头那里买的。这批问题椅子就是你们自己人卖的，你们怀疑谁也不能怀疑我呀！我全部身家都在这里面，况且那批香皂是浮云老大跟我一起去。不用怀疑我，我不可能往里面下毒。老大，我怎么可能会怀疑你啊？别掩饰了，你从头到尾都透着怀疑。光头李，你说不是你，那就是李翠花干的喽。我可没说这个。我想大家猜的很有道理，既然不是外人干的，那就说明咱们村有内鬼。村长，劳烦把这个月来过厂房干活的人都叫来，咱们当着尹捕头的面审问。这百姓怕见官啊，一个个生怕责任落自己头上来，都老老实实的把知道的不知道的全都交代个底儿朝天，最后的结果自然是谁都不可疑呀。别问了，最可疑的就是李翠花。你们不都说了，这黑色香皂是她教做的吗？好端端的做黑漆漆的皂，这还不够可疑吗？夫人，您如何解释？我看呢，她最可疑。李红艳成亲的那日，就只有她在厂房，她最有机会下毒了。你怎么知道我那日在厂房呢？莫不是你看见了？既然你看见了，证明那日你也在附近。老实说，你鬼鬼祟祟的来厂房附近做什么？我没看到啊，是李石喜说的。对了，村长，这个月来过厂房的人，你还漏了一个。对了，月初时李石喜破天荒来这个厂房转悠来着。哎呀，是啊，我怎么给忘了？李石喜来时还到处转悠，四处瞅呢。他从来都没来过厂房，忽然来关心别人干活累不累，的确可疑。三叔，你为何要在香皂里下毒？你别血口喷人，我就来过一回，怎么可能是我下的毒？因为你最可疑。那日你来厂房就是鬼鬼祟祟的，一看就是没安好心。你为何要害人？这香皂下毒对你有何好处啊？我看是受人指使吧。对，李石喜前些日子不是在外头赌钱吗？兴许是受人指使。三叔，你说你没有做过，我们也不信。不如这样，我们去你家搜查，若是找不到下毒的证据，我就相信此事与你无关。走，此事本就与我无关，谁怕谁啊？官爷，若在我们家搜不到东西，我可能告他们污蔑。又无人污蔑你，只是查找证据罢了。若找不到证据，只能证明此事不是你做的。到李石喜家的时候，李石喜信不过村里人，便叫了好几个衙差亲自去搜。可结果呢，在他穿过的臭鞋子里呀，寻到一个纸包，便辨出了是砒霜。李石喜脸一下子白了，他下意识看向人群后面的杨兰香，这瓜婆娘，她分明跟他说了要全部放完的，然后只得丢进火里毁尸灭迹呀，怎么还搞家里来了？莫非是想弄给他吃吗？若不是人太多了，不能露出马脚，他真想一巴掌扇过去。这不是我弄的，我家不可能有这种东西。这么多人都没进过你家，你这意思就是怀疑这玩意儿是我们放的？来人，李史熙私藏毒物，行径可疑，带回衙门审问。慢着，你们不问青红皂白就想抓我，这玩意儿不是我放的，就是青天大老爷亲自来都不能抓我。证据都搜出来了，你还不认账？这不是我的，我怎么知道是不是谁想在这儿陷害我啊？依我说，在场每个人都有嫌疑，若要抓我，把他们一并带走。我承认我是赌过钱，可我从未欠过赌债，亦无人胁迫我。李翠花是我侄女，我这个做叔叔的怎么可能会害她？那日去厂房也是闲来无事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本是好心，可你们这些人一个个跟那个猪油蒙了心似的，听风就是雨。你们扪心自问，我李世喜何时得罪过你们？我又为何要害我侄女？作为长辈，我比你们任何人都希望她过得好。还有，你们当中到底是谁陷害我啊？若你们看我不顺眼，大可以提出来，何必在背地里搞小动作？哼，牛逼！尹峰此刻也觉得李石喜说的不无道理。姐姐，有消息了！什么？有人说他看到下毒之人了？但是那人说要给钱买消息，他在南山脚下的破草棚里等着。那还等什么？咱们现在就去。姐姐，等等，
他还说不便出面，要晚上才能去，不然怕被那人认出来，对他不利。这么做也情有可原，那咱们晚上再去，我跟大家说一下。姐，不能说，那人说就怕坏人在人群里，若说出去，他可就不敢去草棚见面了。这可真是为难。行了，我知道了。姐姐，那我回厂房了啊，还得去看着东西。去吧。咋回事啊？石头说有什么消息了？哎，没事。阴捕头，眼下看来还的确不好定论。咱们也不确定是不是有人栽赃嫁祸我三叔，毕竟三叔是长辈，没有理由害我，我相信他。大过年的，麻烦几位大人，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样吧，明日我亲自去县城给客人赔礼道歉。他能这么想，尹峰自然双手赞成。原本尹峰来此的目的是想劝劝浮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赔点钱认个错就行了，他不想追究的，那大伙都轻松啊。而李世喜十分庆幸自己偷听到这个秘密，李翠华就是个狡猾的贱人，他故意这么说的，定想等晚上去见那个告密的人，拿到证据再去告官。若真被人指认出来是杨兰香下毒的话，那定会牵扯他呀。今晚清朗，天空挂着弯弯的月儿，倒也不算特别的黑。一抹黑影出现在南山脚下，熟门熟路的往那处破棚子去了。哎，来了，只有一人。一个人够了。你说的消息是谁啊？你是谁？我是叫那女人亲自来啊。她叫我来的。行吧，钱带了吗？2两银子买一个消息。2两？怎么不想给？那下毒之人你们也别想知道。哎，慢着，我问你，李世喜家里的砒霜可是你放的？我放的。你别想套我话，不给钱我是不会告诉你下毒之人的。你是想说下毒之人是杨兰香还是李世喜啊？你怎么知道？我又没跟谁说过。你到底是谁？你别管我是谁。不是那女人叫你来的。我只是想收买你。多少钱你才敢守住这个秘密啊？我大概知道你是谁了。若想叫我守住秘密，除非给5两银子，否则明日所有人都会知道想害李家村的人是谁。5两？且不说老子现在没钱，就是有钱也不会给你。你诓我！因为只有死人才能彻底守住秘密。只见李世喜话音刚落，手从胸膛拿出来，摸出一把尖刀，对着黑影就刺了过去。可下一秒他腹部一痛，身体不受控制地飞了起来，重重砸在破旧的泥巴墙上，疼得他是满地打滚。可还没等李世喜想明白，眼前突然出现一小缕的火光，等他清醒过来时，已经被人用绳子绑住了。好呀，李世喜，你在外头烂就算了，还烂到李家村来，想搞你爷爷，爷爷今儿打死你！住手！住手！李四，住手！莫要将人打死，我们不好交差。你个烂人，为何要在我们香皂里下毒？贱人，你算计我！才发现，说话！老子哪里招惹到你了？你要在老子们的香皂里下毒？我没有。你没有？那你为何大晚上跑过来，还想杀人灭口？都到了这个地步了，还不承认？李四，别说了，让尹捕头带他去衙门审问就是。毒不是我下的，你们不能抓我。说吧，为何要在香皂里下毒？是谁指使你的？我没有，毒不是我下的。还嘴硬！来人，带走！我倒要看看，是他的嘴硬，还是衙门的板子硬。慢着，真不是我下的毒，天王老子来了也不是我下的毒。不是你是谁啊？说！三叔，你若是不说是谁指使你下的毒，就只能被拉去衙门打板子了。我去过衙门，衙门的板子都是带钉子的，一板子下去能要狗命。上回我在衙门被打过20大板，1个月都没办法做。当时我还瞧见，除了板子，还有好多可怕的刑具，有夹棍夹你的手指、脚趾，还有烧红的烙铁放在你胸口上，死啦！哎呦！衙门哪有那么多屈打成招啊？好多刑具都拿过来装装样子吓唬人罢了，1年也派不上几回用场。三叔，你若不说实话，上头的那些可得挨个体验一遍了。唉，三叔，我知道你不是真的想害李家村这么多人喝西北风，我也相信此事不是出于你的本意。可我们都想知道，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对方许了你何好处？
为何要针对我们木子派？倘若你说实话，此事我便不与你计较。不管如何威逼利诱，李世喜就是不肯说实话。娘子，他不说就算了，还有那么多的被害者等着泄愤，到时候县衙打完，再让被害者打一顿，大家泄了愤，咱们兴许就不用赔钱了。你说的对，那尹捕头就麻烦你们了。看着真的要走，他冷汗一下子冒出来了。翠花，翠花，你刚才说的可是真的？真的，衙门打了，被害者接着打。不是上面那句，我说实话你就不跟我计较？你说。我说，快说。不说就带走。是杨兰香下的毒。可杨兰香天黑就睡了，并未过来看热闹，于是村长就差人去请。杨兰香，你也太不厚道了！任翠花是如何对你的，你为何要这么做？大家见你独自养了3个娃可怜，处处让着你，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种下毒的事儿啊！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的，杨兰香大抵明白了些什么。官爷，我真的没下毒，是他下的。哼！杨兰香冷笑着走了上去，揪着李石喜的衣领，啪啪对着他的脸狂扇了10几下。这一整天，他都躲在后面没吱声，就是怕李石喜知道以后报复他。所以一开始他就跟浮云说好了，他不作证，也不准供他出来。浮云答应了，并且遵守了。今晚睡觉，他一点也不安心。他2句话便能搞清楚的真相，却让大伙费尽心思去查。他总感觉自己对不起所有人。李石喜，你的脸呢？你个贱蹄子，打我儿子干什么？你先问问他干了什么。他说了，毒是你下的，你莫不是想害他不成？我害他？李石喜，你说我害你？贱人，你够了！官爷，民妇要揭发李石喜。月初，李石喜从外头回来，给了民妇一包东西，叫民妇将其投入做香皂的水中，并威胁殴打民妇，说只要能搞垮木子牌厂房，就有荣华富贵。李石喜，是谁指使你的？官爷，不是我，是他。李翠花给别人25文一天的工钱，只给他20文一天，他怀恨在心，都是他的主意。官爷，我说的都是真的，他是主谋。我今晚来山脚也是为了他，我怕有人供出他来。叶枫懒得听他狡辩，命人把他放下，几大脚直接给李世喜踢出血了。李世喜趴在地上，有气无力地开始交代了。是金家大公子金胜叫我这么做的，官爷，你说的坦白从宽。带走。是。村长、林夫人，此事事关重大，不知你们作何打算？殷捕头，劳烦你了。明日我想去县衙，亲自与金家大公子对质。明白。首先，你们可以放心，咱们的香皂没有任何问题。鸿雁成亲那日，我三婶偷偷跟我说了李石喜想害厂房的事情，他自然也没有下毒。没下毒？那毒香皂是怎么回事啊？你听我慢慢说。那日杨兰香跟浮云说了那事儿以后，不知道那批药如何处理，就拿给他了。浮云找林寒舟鉴定过之后，叫他依照砒霜刺激皮肤的性质，找了些差不多的中药材。而黑色呢，只是未能准确区分。实际上啊，浮云偷偷往里面加了些别的药粉。那些药是配的，有一定的刺激性。初用的时候皮肤会泛红，甚至会起些白点儿，但使用过3天之后，那些白点会渐渐消失，皮肤会变得容光焕发，而全部消散的时间前后不会超过7天。我去，竟然这么厉害！云哥哥，这么好的东西，你咋不早点拿出来啊？若我也用这黑香皂洗脸，过完年岂不会帅过你了？只能改变皮肤，改不了样貌，所以你呀，还是别想了。哼，男人就是容易嫉妒，爷爷我看透了。好了，言归正传，关于今晚说的事，不许告诉任何人。至于县城那边，明日光头李和二赖子跟我走一趟，石头和馒头也去，我有新的东西交给你们。等过了这一关，明年就等着挣大钱吧。翠花，那我呢？我干啥呀？我昨日买了礼品，你叫豆豆他们帮忙分装，发给工人的福利，1人1份，连二牛也给1份。发完了东西，把厂房打扫一下，就关门休息。初6再开门。明日才27，离过年还有2日，不多干2天。啊，放假还不开心吗？不过大概是为自己办事和替别人打工的心态不一样吧。越是临近过年，大伙就越想多挣点钱吧。好好休息，过了年就要开始真正的大干一场了。李石喜，
关于在木子牌香皂里下毒一事，你说你是冤枉的，还请你从头招来。李石喜抬头瞥了金圣一眼，看到金圣从头到尾都没看他一下，心中的期冀也被浇灭了。大人，木子牌香皂里的毒不是草民下的，草民是被逼的。谁人逼你？是金公子，他从草民说，木子牌的香皂威胁到他的生意，叫草民想办法。所以你就往人家的皂里下毒？大人，毒不是草民下的，是别人下的，草民顶多算是从犯。金公子怎么可能会做这种小人行径呢？对，我也觉得不可能。金家在正阳县都做了10几年生意，不可能会坏了自己声誉的。大人，在下也想告一状，这李石喜分明就是污蔑我金圣，向来行得端坐得正。况且金家那么大的生意，还不至于盯着一个姨子不放。大家都知道，这姨子卖不卖，对金家来说无关痛痒。更何况我金家的姨子生意未曾受多大的影响。你撒谎，是你自己亲口说的，木子牌抢了金家的生意。我的确说过这话，然后呢？你想说什么？哼，李公子，如果你忘了，我不介意替你回忆。11月下旬，你赌输了钱财，窝在一处暗娼馆里，被人赶了出来。我见你长得像我一个去世的弟弟，觉得亲切，便给了你5两银子，叫你回家。后来你并未听我的劝告，反而拿了那钱去赌。那段时间你运气不错，赢了一些银子，也忘了自己是谁，频繁出入高档酒楼，去青楼，还买了狐皮大衣，可谓是恣意潇洒。后来你又去了赌馆，赌光了钱财不说，就连身上的衣服也赌光了，被人打了一顿丢出来。恰好我在路边看见你，又想起我那个死去的弟弟，于心不忍，便将你带回了家，给你衣服，给你饭吃，还劝你收手，今后别赌。当时喝了些酒，便真的把你当成了我弟弟，给你吐了我心中许多酸水。现在想想，确实多有不该。诚然，木子牌的姨子不错，木子牌一出，我们金氏姨子销量也的确是下滑了。可做生意，亏本都是常有的事，我金圣还不至于看不清局面。再者，金家姨子只是销量稍有下滑，并不是倒闭，我为何要去针对一个小辈啊？你撒谎，你分明是想对付木子牌。我当初心情不好，的确有一瞬的萌生过这个想法。我也承认，木子牌多多少少威胁到了金家，但并不多。当时你说木子牌是你侄女李翠花办的厂房，李公子，我没记错的话，当初我跟你说的原话是，既然是你侄女的，那就是一家人，还是算了。我既然作为前辈，自然希望年轻人能过得红火。可你说木子牌是见别人的姨子卖得好，就学着别人做姨子，还用见不得人的手段抢生意，你可不会认这个侄女。不仅不认，你还拍着胸脯说能让木子牌的姨子卖不出去。当时我就劝你不能干这样的事儿，谁知你竟然不听劝告，事发后还想恩将仇报，将罪推到我身上，都怪我识人不清啊。不是这样的，是你要对付木子牌，我是受你指使的。李公子啊，既然你咬定是我，倒是仔细说说，我是如何指使你的？李石喜当然说不出来，当初金圣也确实没说过要对付木子牌的话，他只是适当引导，模棱两可的让李石喜自个儿去脑补罢了。金圣面上闪过一丝笑意来，李石喜不承认也没关系，他有人证。不一会儿，衙门的人便去往金家，带来证人，2个丫鬟，2个小厮，还有金圣的贴身小厮，一共5个人，分开审问。得出的供词呢，和金圣说的是别无两样。等待的时间里，李石喜方才后知后觉，是自己异想天开了。今日如果拉不下金家，那他就成主谋了。金圣，你故意的！李公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定是你故意给我下套！我可没你那么闲。再者，我奉劝过你，切莫做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你自己不听，却要怪在我头上，我可是真的冤呢。李石喜还在苍白地控诉着，可他完全拿不出证据来，只能干巴巴地重复地讲金圣刚才说那番话。浮云无奈摇了摇头，这蠢货还真是死到临头了，莫不是真的以为自己能撼动那么大的金家？孙思年自然不会相信李石喜的话，不管李石喜出于什么苦衷，这下毒都是他自作主张干的。他懒得听他解释，当即叫人拖出去打50大板。金圣并未多待，洗清自己嫌疑之后，便带上自己府中的下人扬长而去。李翠花，
现在真相大白，毒姨子与金家并无关系，贼人也得了惩罚，但受害者那边还是得给个说法。大人，能否请您派人把受害者聚集起来，晌午过后去福月小食，我一同给大家拿个说法。这种要求，孙思年自然答应了。感谢大家于百忙之中抽空过来。今日叫大家齐聚于此，是关于我们木子牌的黑色香皂使用过后皮肤变红发痒，甚至起疹子的情况。我是木子牌主要负责人李浮云，我身边这几位呢是我们的市场负责人。今日我们全都来了，就是想当面给大家一个交代。我们木子牌虽说才起步不久，可一直诚信经营，买过木子牌香皂的都知道，我们都是老老实实卖自己的东西，也从未说过诋毁别人的话。对，我买过木子牌的好几次了，都没听过他们说别人家坏话呀。说起来，我好像听金市这脂粉铺子说过，木子牌不过是不知名的东西，上不得台面，也见不得有多好之类的。我也听过，前日那事之后，我跟姐妹还去了金氏脂粉铺重新买姨子，也听他们说木子牌都不知道放了多少毒，不能买。诸位，不管旁人如何说，我李浮云都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的香皂绝对没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是用上好的油脂炼制，顺滑好用，长期使用对皮肤好。瞧我们几个都是用的我们自家的香皂，这么冷的天，脸上一点也不泛红。我想大家想问，为何你们用过后会出现皮肤泛红、脸上长痘的情况？对呀，你快说呀，等好半天了。就是，你瞧瞧我这脸还有痘呢，过年都不好意思走亲戚。大家若信我，可以把这香皂拿回去再试用几天，超过7天后，皮肤不仅会恢复正常，变得又滑又嫩。若不信我，可以上前报备，我现在就将钱双倍的退还给大家。拿回去继续使用的朋友，7日后若是红肿和痘痘不消散，可以拿着咱们的香皂来福月小食，3倍退还。姑娘，你这脸当真是用这姨子洗的？是，除了这个姨子，我还用了我们木子牌自己产的护肤膏。什么护肤膏？怎么没见卖？现在还在试用期，我们得自己用过，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配方，确定好用了才会拿出来卖。总之，大家可以相信我们木子牌。一旁的光头李呀，有些心虚的看了看他，老大可真是吹牛不带脸红的。你这脸当真是用那黑色姨子洗出来的？不敢信是不是？你可以来摸摸。哎呀，真滑，我做梦都想有你这样的脸蛋儿。你的皮肤底子也不差的，后期好好清洗，再注意防晒，会越来越美的。没想到木子牌背后的大老板如此平易近人。李姑娘，这黑色香皂若真有你说的这么好，你再卖我几块，我想拿去送人。没了，黑色的只有这一批，以后都不卖了。别呀，你卖呀，先前是我们不了解，才会造成误会。这药皂的药十分珍贵且难配，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这批黑色的香皂我们是亏着本卖的，全当木子牌给大家发的年关福利，买到的朋友都是十分幸运的。之前收上那些货呀，都被大伙领了回去，竟无一人退货了。诸位先安静一下，没有抢到药皂的朋友也别灰心，我这里还给大家准备了礼品。趁着发放礼品的时候，浮云开始介绍起李家村的木子牌以及来年会推出的护肤膏、口脂等等。说完木子牌，又介绍了福月小食的美食，以及来年香到令人欲罢不能的火爆龙虾。总之这半日啊，这广告打够了，木子牌是赚足了眼球啊。娘，有人在咱家门口。相公，你家亲戚？我家哪有亲戚啊？你是翠花？浮云不禁皱眉，一边打量这个女人，一边在脑海里搜索着。女人约莫40左右，衣着普通，看着有些眼熟，可脑海里却没有关于她的记忆。这位是姑爷吧？娘子，我怎么觉着她跟你有点像啊？浮云这才恍然想起来，哦，这女儿是李翠花那个和有钱人跑掉的娘啊。你们是谁啊？为何来我家？翠花，外头太冷，要不进去说？若有事，您就说是，我们忙着呢。说来话长，那就长话短说。阿简、阿泽，开门。不一会儿，两个小家伙争先恐后的从屋里跑出来。小雪，你回来了！
哥哥，我好想你啊！小雪，你终于回来了，我都想死你了。爹爹娘，你们快进来！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我都说了，我们只有爷爷奶奶，没有什么外公外婆。你快回自己家吧。浮云有些犹豫了，都到家门口了，若是不让人进屋来，会不会被人误以为他是很在意，所以心中有怨气呢？不妨看看他想干什么。他也想知道20年未出现过的人为何突然间造访。翠花，这个时候来套上，娘挺不好意思的。娘？浮云只觉得好笑。这个娘啊，大概是李翠花3岁的时候就走的。她走了以后，李翠花那个爹就出远门做生意去了，几年回来一次。那些年呐，李翠花在家里过得很难，都不见这个娘在哪儿。如今却突然上门，真的很令人反感呐。你从哪儿打听的我的消息的？村里一问就知道。来找我何事？直说吧。没事儿，就是专程来看看你。对了，这个是你弟弟，旭儿，叫大姐。那孩子冷哼一声，撇过头去，那叫一个傲慢无礼呀，叫人生不出一丝好感来。我弟弟？你找到我爹，并且跟他生了孩子？翠花，我知道你心里埋怨我，当年抛下你离开，我也是被逼的。你奶奶那人你也知道，自从我嫁到李家村，他就3天2头打骂我，说给他儿子镇夫纲，他自己在外头受了别人的气，回家来就拿我来撒气。你那爹又是个没主见的，只会听你奶奶胡咧咧，他也总无缘无故打我。这种日子我实在是过不下去，才会。所以你就跟有钱人跑了？不是这样的，他们一定跟你说我是嫌弃李家穷，所以跟有钱人跑了。不是这样的，我是实在受不了他们的打。嫁过人的女人，娘家也不要，我只好出去找活干，干了小半年，被县城一个姓钱的老爷看上，便去给人做了妾。虽说是妾，可在有钱人家，到底还是比李家好很多，至少不会挨打挨骂，还能吃穿不愁。稳定后，我便回来想接你走，钱家老爷人好，也答应了。可我才回来就被你奶奶暴打，你爹还把我所有的钱搜了去，他们不让我见你。翠花，这些年都是娘的错，是娘无用。若真是这样，他倒是没资格替李翠花怨恨什么。若是他与王秀珍处于同样的环境，只怕比他跑得更凶。你们先坐，我去做饭。你哑巴了？来时我如何跟你说的？见着姐姐姐夫嘴放甜一点。去，这地方又穷又冷，我要回家。家？你现在哪还有家？娘子，我看他们好像是遇到了难处，你打算怎么办？先看看吧，我对他也不了解。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小雪，叫做舅舅。舅舅？娘是跟二牛一样的舅舅吗？这个差不多。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方才听你娘这么叫的。那舅舅叫什么名字？叫王旭。那你叫什么名字？小雪，快吃饭，吃了再说。一旁的王旭拿着筷子扒拉着碗，脸上难掩嫌弃。见无人注意他，就拿筷子敲碗，敲得梆梆直响。不能敲碗，爹爹说了，敲碗吵着别人是不礼貌的。要你管！王旭，我不姓王，我姓钱。娘，我要回家。娘跟你说了几遍，你为何不听？你爹死了，我们被大夫人赶出来，无处可去，你还回什么家？从你爹死的那天起，你就姓王，不姓钱了。为何你不是大夫人？为何你要给人做妾？为何要我跟你一起被赶出来？翠花，姑爷，对不住，让你们看笑话了。半月前，雪儿她爹走了，我们就被钱家赶出来了。他们赶的是你，我是被连累的。王秀珍似乎也感觉对不起儿子，就任由着儿子打。王旭是吧？我问你，你还吃不吃？不吃，这么难吃的东西我才不吃。娘，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这小子啊，应该不下10岁了，竟还不如5岁的林雪懂事呢，真想把他丢出去。先前我在县里就听说李家村有个木子牌，可昨日出了事，好奇之下便去凑了凑热闹，看到你的第一眼
便觉得亲切。只是当时你说你叫李浮云，我便不敢相认，只好兜兜转转找到这里。没想到还真的是你，翠花，你出息了。你们离开钱家，将来作何打算？虽说钱家老爷过世，大夫人将我们赶了出来，可到底也不算亏待我们，给了我们点钱。这几日都是住客栈，我打算年后去县里寻个铺子，做点小生意。那挺好。我也没什么本事，只会做些面食和点心。虽说在钱家见过旁人打理生意，可自己也没做过，还不知做不做得成呢。皇天不负有心人，只要敢想，没什么是做不成的。说的也是，唉，这些年呢，我心里总会觉得不安。如今看到你成了家，过上了好日子，我也就放心了。姑爷对你可好？挺好的。那就好。说着，王秀珍从自己包袱里面翻出一只金镯子。翠花，我也没什么好东西给你，这个送给你，就当是我这个做娘的一点心意。不必了，你要开铺子的话，用钱的地方还多，自己留着吧。我这有钱，不用担心。我这一趟就是单纯的来看看你们，收下吧，就当娘求你一件事。这大过年的，我们也无处去，你能否收留我们住几日？待过了年，我们就走去找铺子。此事我做不了主，我得跟相公和孩子商量一下。也不管王秀珍作何反应，他起身往后院走过去了。可他身上有那么多钱，应该不至于赖在咱们家不走吧？那客栈不能住吗？为啥要跑来咱们家住？这个……我不喜欢那个坏家伙。另外两个也说不喜欢，不想让他们住在家里。知道了。再回堂屋的时候，桌上除了那个金镯子，还多了一锭银子。翠花，我知道你也不容易，我们付钱不白吃白住。浮云舌尖顶顶后槽牙，一脸为难。这么多钱呢，住客栈怕能住小半年了吧？其实做人还是别那么多疑了，这个娘没准是看他穷过来送钱的。行吧。浮云难为情地收了银子，还是把那个镯子给还了回去。你为何要给他这么多钱啊？对了，这份是你娘的伙食费和住宿费，你的另算。你别说话，我倒是要看看这小子能硬气到几时。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啊，就是看你不顺眼。翠花，这……你若是心疼想帮他说话，那你们就走啊。娘，我们走，我们就是住客栈，也不要住在这儿。希儿，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你认为他是为何不懂事？娘，我肚子饿了。哟，饿了？不过我们不吃晚饭了，想吃饭等明早。坏人，你是坏人！你才是坏人！你自己不吃饭还打你娘，真不要脸！没错，你还打娘亲呢！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阿泽，别这样，他会哭的。这么大个人还哭，不要脸！这么大个人还哭呢，不要脸，不要脸！小舅舅，你别搭理他们，咱们本来就不要脸，不怕人说。阿景，你安慰的真好，再多说两句。村长，这是作何呀？有人瞧见李世喜回来了，大家是来找他的。李世喜，滚出来！李世喜，是男人就给老子们滚出来！大过年的，你们都闲着没事干了是吧？闭嘴，回厨房干你的活去。老铁头，你冲我凶个啥呀？这么多人欺负上门，你有本事凶他们呢？再多嘴，就滚回你娘家去！李世喜，你往香皂里下毒，就是跟我们李家村过不去，你居然还有脸回来？心肠如此歹毒，这是想害死大家呀！断人财路犹如弑人父母，你既回来就受打吧你！从今日起，李世喜不再是李家村人，大家给我把他丢出去！若敢接近李家村，就赶出去！他当村长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这么容不下一个人呐。大伙心里都清楚，若不赶走这个李世喜，只怕这厮会怀恨在心，还会卷土重来的。翠花，不管你原不原谅娘，娘心里都十分宽慰。以后有时间我再来看你们。你要去哪里呀？去县里做点小买卖。卖什么东西？糕点。是昨天那个糕点吗？是的，小姐以后想吃糕点，就叫娘带你去县里找我，想吃什么口味都可以。
娘，可以去找外婆吗？这一声外婆令王秀珍心头一颤，下意识也看向浮云。她期待浮云点头啊，可浮云并未回答。你会做很多口味的糕点吗？会做好几种，红豆、绿豆、桂花什么的。哇，这么多，我还想吃。你还能再给我做一些吗？我想拿去分给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吃。我已经很久没有请我的好朋友吃东西了。娘不会做糕点，每回都是买的，要花好多好多钱。外婆，你可以再给我多做一些吗？我喜欢吃糕点。外婆，我们也想吃。外婆，你就在我们家多住几天嘛。孩子都这么说了，要不就多留几天。好吧。小雪喜欢吃什么口味？外婆一会儿再给你做。我想吃好多好多。好，那就给你做很多很多口味，好不好？谢谢外婆。大年30那天，李石喜被李家村的人丢出去，直接昏倒在路边，今日才醒过来。李石喜本以为自己会这样死掉，却是没有想到竟还活着。如今唯一的去处是那个生活了将近30年的家。杨兰香并不在家，早晨便带上李二牛兄妹几人去往地里堆肥了。李铁头、李石平一家人去往地里，家中只有老周氏一人在。石喜，你是石喜啊？娘，我悔啊！他的今天都怪杨兰香那个贱女人，都怪那个心狠的娘们儿啊！儿子，娘先扶你进屋去啊。伤药家里是没有的，不过吃饱穿暖之后，李石喜状态恢复了很多。儿子，你爹他们快回来了，你先出去躲躲，明日他们下地了再来，娘再给你做好吃的。娘，这大冷天的，你要我躲哪去？你知不知道现在出去就是死路一条啊？可你在家也危险呐。娘，你看我这样子，我能跑哪儿去？你先出去躲躲，等风波过了再回来啊。娘，你只是想让儿子死在外边，我死了不要紧，可以后谁给你养老送终啊？你别指望我二哥会养你，之前你逼迫咒骂如烟，害得他寻死，我二哥二嫂心里怨恨着呢。等你老了，他们指定不会管你。娘，你救救儿子吧，儿子走投无路了。我钱都给你了，你还要我咋办吗？这点钱哪够啊？要么给我5两银子，要么让我留在家里。我哪还有银子呀？家里的钱都是你爹保管的。那就让我留在家里。娘，我来时无人看见，这些日子就在屋里养伤，也不出去。只要咱一家人都不说，谁知道我在屋里啊？周氏思忖一会儿，感觉此话有道理，也不说让他离开的话了。娘，我爹那边就由你劝说了。行吧。嘿，小贱人，你心咋就那么狠呢？我是你男人，你竟眼睁睁瞧着别人把我打死，一句话也不帮我说。那毒分明是你下的，为何他们就不怨你，反而怪在我身上？贱人，你都跟人说了什么？可是你叫村长叫我逐出李家村的啊？你是不是跟他睡了，他才会这么听你的话？不是我什么都没说。你没说，那毒可是你下的，你就不能站出来承认？不是我。你这个毒妇，老子今儿非打死你不可！那逆子何时回来的？你别管，都分家了，那是别家的事儿。老铁头，你今儿入馆这事儿，老娘跟你没完！放手，不然老子先打死你！打吧，你打死我，往这儿打！你个歹妇，是你引来那畜生！滚，小畜生，老子没你们这样的儿子！你心里有冤冲我来，别打我的孩子！给老子滚！李铁头拎上棍子冲进屋，就看见李石喜怒目圆瞪的，凶神恶煞气杨兰香的身上，死死掐着对方的脖子。杨兰香整张脸因上不来气儿，变得是通红发紫。逆子，畜生，老子就该叫人打死你，把你扔进深山喂野狼！李石喜本就一身的伤，棍棒一下来，立马疼的是嗷嗷直叫。杨兰香趁机扯过几个孩子跑出屋去。阿牛，去找村长爷爷！来人呐！救命啊！李石喜要打死人了！来人呐！村里人听到李石喜回来了，还打人，直接在路上捡了根棍子，往李铁头家赶了过去。兰香妹子，那畜生在哪儿呢？杨兰香指向自家的屋子，李大勇当即就冲了过去，就看到李铁头躺在地上，屋子里乱糟糟的，没看到李石喜的身影。大勇，他人呢？没瞧见。你们找屋里，
看他们可是躲着了。众人抄起棍棒，就在屋里翻找起来，一个角落都没有放过，连茅房都着了。李石喜早跑得不知踪影了。大爷，大爷！李大勇摇了摇李铁头，没有反应，又去掐人中。大勇，等等！一个男人冲了过来，手指横在老头的鼻子下面。没气了。娘的李石喜，老子今儿非宰了他不可！李石喜不在屋里，他是何时来的？刚才不久，还在。那就跑不远，大家随我一起去送。村长很快也到了。有气还有气，快！谁跑得快，把韩令正找来，让他瞧瞧。快去！周氏呆愣地站在院子里，脑袋轰的一片空白。他们在说什么？李铁头没气儿了？怎么会没气儿呢？刚才不是气势汹汹的要打死自己儿子吗？怎么会没气儿呢？若是李铁头没了，他该怎么办呢？儿子成了杀人犯，他又该怎么办呢？周氏拔腿冲了进去，他扑到床上开始嚎啕大哭着，惹人心烦不已。娘，这是咋了？你爹心病症犯了，突然就没了。怎么会啊？不对，我爹何时有的心病症啊？你个不孝子，你爹一直有心病症，你居然不知道！老铁头，这好狠的心啊！韩州啊，出事了！村长叫你回去。何事？李铁头快不行了。什么？你先去，我马上来。等他们赶到的时候，李铁头已经没呼吸了，经过急救也无用。在众人期待目光之下，林寒舟缓缓摇了摇头。林寒舟，是你把他给扎死的。士兵，把这疯婆子拖出去。村长，是谁说的李铁头是死于心痹症？周氏那个疯女人说老铁头一直有心痹症，今日是受了刺激，心痹症犯了才会没的。死因是头部受了重击，血气逆流，堵塞经络，造成的窒息而亡，并非是心痹。李铁头并没有心痹症。没有心痹症，那就是被打死的。周氏在撒谎。好呀，你个歹妇，这是故意想包庇李石喜那个人渣呀！杀人偿命，帮凶连坐。村长，此事必须报官。对，报官。小主子如何说？想来想去，我觉着还是别告诉他了吧。可是以后让他知道，只怕会埋怨我们。要不你去跟他说。消息是你带回来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以后若主子埋怨起来，就埋怨你吧。当真不说？要不问问林夫人？成。夫人，十一有问题想请教一下。你说。事关小主子，我们实在是不知道该不该开口啊。昨日我去府城，听到一个小道消息，太子逼宫，京城暴乱，死了很多人，包括皇上。都是太子了，皇上一死，皇位就是他的，为何逼宫？听说年前三王爷在殿前参了太子一本，说他买通千里阁杀手追杀小主子，证据确凿。皇上勃然大怒，废了太子。废太子还能掀起波浪？据说是得了高人相助，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当初追杀小主子的那些人背后的势力。千里阁是替太子卖命，因为小主子是嫡出，东续国的律法，皇位传嫡不传长，小子忌惮小主子的嫡出身份。传嫡不传长，那为何他是太子？先皇后死后重新立了皇后，后来前朝逼迫下才立了太子。东厂是为太后卖命，太后派东厂的人来是为了抓小主子回去，想以保护的名义将他控制起来。太后控制嫡皇子，无非是想争夺皇位，到时候就以皇上还小尚不能理政为由，垂帘听政，掌握大权。夫人，小主子离京是为寻找神医救皇上，现在皇上驾崩，此事我们实在不知如何跟小主子说呀。加上太子继位，也不知会不会继续派人追杀他，现在的处境不知该怎么办。话讲这么多，简话就是啊，云泽爹死了，他不知该不该让云泽奔丧啊。暂时别说，一来这里距离京城十分遥远，奔丧是赶不及的；二来他死的消息必然传到了京城，追杀应该不会。咱们不如就顺其自然吧。那就只能如此了。皇上死了，算不算林家大仇得报？真正害死林家的是先皇，是当年的柔贵妃，如今的太后。总之皇家人都掺和了一脚。唉，人都会死，报不报仇也没那么重要。他现在只想好好的，像如今这般舒心的过上一辈子。你说的对，恶人自有天收。阿景，去拿碗筷，别什么都指望着娘做。
娘要挣钱养家，很辛苦的。爹爹，那你为何不挣钱养家，由娘来养？爹爹也挣钱养家了呀。咱们现在吃的穿的都是爹爹挣钱买来的，还有住的房子也是爹爹和爷爷一砖一瓦挣来的。爹爹挣钱很辛苦，所以娘是在帮爹爹养家吗？爹爹和娘一块养啊。可是我不想你们这么辛苦，这几天你们都忙得没跟我说话。宝贝，若你真的不想让我们这么辛苦，你就好好的学习，长大了挣大钱，让我们做富一代的爹娘。什么是富一代？就是靠着自己挣钱当上富婆呀。阿景，你快去叫阿泽来吃饭了。叫过了，他说不吃。不吃？我去看看。小东西，你不吃饭肚子不饿吗？你可是不开心，可是被人欺负了，跟云姨说说，云姨帮你揍他。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小东西？我不是小东西。好，我知道了，小东西。我不是，你不能碰我。看来不是有人欺负你，你是对我有意见。你在讨厌我，对吗？我没有。你别解释了，我看得出来你就是讨厌我。阿泽，你这样说我真的好伤心啊。我什么都没说。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家长，可是自从那件事以后我就改了。你读了那么多书，学了那么多的知识，就不能包容我一下吗？哪件事儿啊？你别管是哪件事，我就问你，自己捉虫养大的鸡，你想不想吃？想吃。那就先去吃饭吧，再不去，他们吃完我们就吃不上了。云泽看着浮云，半晌没动弹。你还在生我的气？阿泽，看到你不高兴，我也会很伤心，会吃不下睡不着的。阿泽小朋友，你自己下床，咱们去吃饭。夫人，在下是奉知府大人的之命来给你送个人。何人？在下也不知，不过知府大人有话说，交由你处置。是他。夫人，你去府衙报案了？可能是别人报的。那个别人自然是指宋云东。夫人，可要杀了他？那太便宜他了。我记得咱们后山有个山洞。是。翠花，我是你三叔啊！三叔啊，你跟我说句实话，我到底是哪里惹到你了？翠花，你怎么会如此问？我有什么也没做呀！你当真什么都没做？夫人，别听他瞎说。翠花，三叔就再也不是人，今后也不敢做丧尽天良的事了。很好，我给过你机会，是你不说，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11，打断他的双腿，送到后山那个山洞，为了防止他再逃跑，就这么绑着。翠花，府衙的人给你送什么人来呀？没什么，就是一个想来谈合作的商人。商人？那为何要说交给你处置？这个商人他品行不端，想借着合作的由头盗取咱们的香皂配方，所以知府大人说交给我处置。李世熙死了，下午被发现的，肚子上腿上的肉都被割了，听说可能是他太饿烤来吃的，然后就这么把自己给弄死了。啊，竟然这么凶残！是啊。林寒洲的眸中闪过一丝笑意来。你乐什么？杀害咱家龙虾的凶手死了，还不让我开心一下？哎，你们爹爹呢？阿泽跑了，爹爹去找他了。跑了？跑哪儿去了？不知道，今日下午他就没去学堂，我还以为他又拉屎去了。可放学了都还不见他。爹爹问了村里人，有人说看到他出了村子。出了村子？跟谁啊？不知道。你跟妹妹在家，我出去看看。娘，你几时回来？很快就回来，在家锁好门啊，不许出去，知道吗？浮云到厂房来，果然不见11和19。询问之下，得知二人也是下午不见的，想是和云泽在一起。只要几人是在一起的，他就不用担心了。娘，找到阿泽哥哥了吗？没有，他可能有事走了。11叔叔他们一块儿去的，别担心。阿泽哥哥回京城的家了吗？可能吧。
娘，那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阿泽哥哥了？不会的，有缘会再见的。肚子饿了吧？娘给你们做饭吃啊。娘，若是阿泽哥哥是回家了，那爹爹为何也不回来？爹爹会回来的。阿景，锻炼的时间到了，你带着妹妹在屋里扎马步，娘洗了碗烧水给你们洗澡。给2个孩子洗了澡，夜已经深了。你怎么才回来？阿泽不见了，我去找他，一路问到正阳县，失了线索，便回来了。11和19也不见了，想必他们是一块离开的，就别管了吧。他跟咱们始终不是一路人。连续3日都没有云泽的消息，浮云一直忙于工作，出了新品还得负责策划销售方案，根本无暇顾及那么多。徐青是安南州最优质的顾客了，这徐家是做粮油生意的，在安南州的地位等同于金家在正阳县的地位，只是徐家的要求高，门不好进。我们来过几回，都是跟底下的人打交道，并未见着徐青。我家公子不在家，你改日再来。这位小哥，我想问问你家公子人在何处，我们可以过去找他。夫人，不是小的不说，而是我家公子平日繁忙，行踪不定，小的也不知道他现在会在哪儿啊。那找你家夫人也行。夫人，我们老夫人不管事儿，找他也没用。老大，算了吧，咱们去别家看看。夫人，咱们到了。翠娘，去问问。是。2位不知你们为何来此？回姐姐，我们2人是想找徐青、徐公子谈事，得知他不在，正准备离开。那小子定还在家睡懒觉，他平日就不是爱出门的性子。见浮云不信，徐老夫人问道：“你不信？没什么信不信的。徐公子不想见外客，自然有他的理由。”你这个小娘子倒是十分实诚，不知你们找徐青有何贵干呢？我想找他谈一笔大生意。大生意？来找徐青的都说是做大生意的，基本每天都有人说要见他，所以他烦，不愿见客。如此，那就真是太遗憾了。小娘子，你也别往心里去，人活一世，本就是在各种遗憾中度过。不，老夫人，您误会了，我只是觉得合作不成，对徐府来说是天大的遗憾。你这小娘子口气真大，你可知我徐家是做什么的？正是因为了解，才会厚着脸前来碰碰运气。若能与徐家谈成生意，双方互利，自然是最好的。请进去说，老太婆我倒是想看看你是哪里来的底气。你们是做何生意的？回夫人，我们是做美妆美肤的。美妆美肤？那是何物？能让人变美。能让人变美的又是何物？人的脸就跟身体一样，是需要养的，从最基本的清洁面部开始，到后期的养护，都是需要下功夫的。这么说来，你们卖的是贵妇膏、胭脂水粉了？是也不是？说来听听。浮云就着护肤的话题和徐老夫人聊起来，还提了些药膳调养身体、延缓衰老什么的。2个人是越聊越投缘了。你叫人把徐青请来，就说我有事找他。祖母，你找我？你这是什么打扮？快回去换身衣服。祖母，您有事说事儿，我困着呢。你就以这副模样见客？徐某不知有贵客，失礼了。2位稍坐片刻，徐某继续就来。装什么装？赶紧滚！祖母勿怒，发怒容易生病，孙儿这就回去打扮。1刻钟后，一个头戴华冠、身着绸缎、浑身透着贵气的公子哥跃于眼前。祖母，孙儿来迟，向祖母责罚。坐。谢祖母。祖母，这位姑娘可是你专程来为孙儿相看的？徐老夫人很是无语啊！你整天不是睡觉就是问她何时相看姑娘，你说你问就算了吧，相一个她贬一个，相一个她贬一个，不知戏跑多少好姑娘了，还好意思问呢？他真想一巴掌拍死她。算是吧，只是徐公子的一面实在难见。徐老夫人自然知道这浮云今日上门呐，是找徐青谈合作的，便没拆穿她。她倒是要看看这女人打算如何对付她这个口味刁钻的孙子。不难不难，
今后姑娘若有时间，咱可常约。若徐公子瞧得上我，自然可常约。姑娘说话如此豪爽，倒是叫在下惭愧了。我说的是真的。当真可约？那就要看你能不能瞧得上了。徐公子可是被我吓到了。我还是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也好互相了解。我叫李浮云，是正阳县平镇李家村人，家里经营了一个厂房，专做生活用品方面，有几款很能打的产品。此次来访，便是想同徐公子聊一聊合作方案。听到谈合作来的，徐青笑脸立马收起来，他想拒绝，可方才聊这么多句呢，不好突然下人面子，于是便问道：做生活用品？什么生活用品？有山货特产、清洁用品、美妆美肤的。姑娘，那你还是请回吧，我家的生意与你的生意不相通。自是生意不相通，我才会来。若做的是相同生意，那就是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了。此话倒是有理。你倒是说说你的清洁用品如何跟我的米面一块卖？自然不放在一块卖，我只是想借贵地一间库房，放一放货而已。什么？借库房？李姑娘，你说的借仓库是何意？若只是需要囤货，随便另一间空屋子就行。可你却与我们说这么多，想必不是借仓库这么简单啊。他当即和徐青说起合作的销售模式来。徐家是安南州米面粮油的大户，浮云要的便是这客源了，由徐青出面寻找合适的人选来开专卖店，而大家呢依旧从他这边拿货。他还是那个坐在家中赚差价的中间商啊。这说起来呀，还真的只需要一个仓库囤货就行了。徐公子，这个生意对你来说只赚不赔，何不试一试呢？虽说徐家不差钱，可谁又会嫌钱多呢？祖母，您意下如何？你自己看着办，可就试试，不可就拒了，好让人家去找别人合作。徐青也有些心动了，可他并未一来就答应，而是说道：你也知道，你说的这些并非我徐家的领域啊，我得考虑考虑。我非常理解你的想法，做安南州的总代理并非小事，考虑是应该的。徐公子，要不这样，我还会在安南州逗留2日，若您做好决定，成不成都可以派人与我说一声。祖母，我昨晚想了一晚，觉得那个李姑娘做生意挺有头脑的，或许咱们可以试试与她合作。若真能找到10几个人来分销，咱们就坐着收钱呗。若达不到那样的效果，这一批货咱也卖得完，左右不会亏。再者，昨晚虽然试用了她的东西，真心觉得不错。你决定就好。祖母，您这话可太违心了。哦，哪里违心了？你嘴上说我决定就好，可您却乐得合不拢嘴了，想来也是看好木字牌的。的确看好，也希望你能与之合作，跟挣多少钱无关。孙儿晓得，那姑娘心思细腻，察人入微，最主要的是深谙经商之道。若是能娶了她，放出，人家是有家室的人，你想如何娶？啥？她虽未梳妇人妆，可我昨日打探过了，她已是2个孩子的娘。啊？那您为何说希望我与她合作？咱家可不差她那点小钱儿。你呀，放下不该有的念想，好好跟她学一学经商之道。经商之道我都跟您学了许多，还要学什么？3人行必有我师。祖母只是觉得那姑娘的想法新颖独特，值得学习。总之，你觉得有用就留意，无用忽略就是。知道了。大夫，劳烦你一定要想办法给他治好。谁能想到就跑个业务会遇到这么诡异的事情？也或许啊，是他和云泽命中注定的缘分吧。不管他走到哪儿，始终都会遇上。姑娘，抱歉啊，在下能力有限。这么多人，中毒的程度都差不多，但这个孩子却是加倍的量，毒已侵入肺腑，需要放血。在下才疏学浅，不敢行险招。不过在安南州，或许有一个人能救他。快说！医界有一个神医姓高，传说能活死人肉白骨，他门下有许多弟子，其中一支就住在咱们安南州。说重点。灵氏医馆的当家人林祥安或许能救他。灵氏医馆高神医的弟子4家人，刘捕头亲自派人去请那位神医，浮云怕请不来，便叫光头领一块跟着去，就是敲晕了也要把大夫扛过来。小东西，
你又欠我一命。林祥安是个六旬老头，来时就板着个脸，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无关人等出去。浮云自是不肯走的，不起眼见到云泽醒过来，他不安心呐。林祥安在云泽身上扎满了银针，又拿了个木质东西压在云泽身上，经络游走着，直到指尖，再用匕首将指尖逐一割破，立马留下暗黑的血，放了足足2大碗呢。多谢大夫救命之恩。这孩子为何会中如此深的迷药？浮云简单说了一下孩子发现的经过。林祥安突然猛地一怔：你是说多大的孩子？最大不过8岁，除了我侄儿，其余都是女孩。默默，这些孩子里头可有叫林默默的？不知。林祥安老泪纵横，哭了一会儿，抹了眼泪，哑着声音说道：见笑了。前日我孙女儿走丢了，一直没有消息，想必也是……他没再说下去，背着药箱就走了。他得去问问这几个女孩当中有没有他的默默呀。那个在床上抱着膝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孩子，是他失踪2天的孙女啊。默默，据他的描述，大伙隐约猜到是偷娃的人贩子干的。从林默默口中，县太爷依旧没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看看有没有暗格，没准儿是从别处送来的。最后刘捕头果然在楼板上发现了蛛丝马迹。这客栈隔壁是一家脂粉铺子，2家铺子是一栋楼。刘捕头立马带人去隔壁的脂粉铺子包围起来。云泽是晚上醒过来的，见到浮云愣了足足3分钟。怎么不记得我了？云姨，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他一直认为云泽是不辞而别的，浮云甚至没想过找他。现在想想，若云泽出什么事情，他不得愧疚死啊。你为何会被坏人抓？前天傍晚我去买烧饼，路过一条无人的街道时，就看到一个黑衣人扛着一个小姑娘跑了，我便叫十一去追救那姑娘，可十一方才离开，我就被人套了麻袋。那你为何又穿上了女孩的衣服？他们说我是女娃娃，给我套的女孩衣服。别怕，现在没事了。有事，云姨。云姨，我被抓去一个很漂亮的房间里，房间中有漂亮的果子和糕点，还有几个女孩。我看她们吃了果子以后就昏迷不醒了，便感觉蹊跷，然后我就装睡，听到那帮人的对话了。他们专门拐卖女孩的，长得好看的便卖去青楼楚馆，长得不好看的就卖去大山里给傻子做媳妇儿，还有不听话的会被他们轮番侮辱致死，直接抛尸了。那些死不了的就打残毒哑，就去别的地方乞讨了。还听到了什么？还有10几个女孩子被关在地下密室里，3日后就会送走了。你可听到是如何送？没有明说，只说是会有番帮人来进很大的一批货。你可知是什么货？他们在哪里？我被套了麻袋，虽不知被关在哪儿，可我从麻袋的洞孔中看到路了，并记下了。你做得很棒。不，于姨，我没能救出大家来。原本我想趁他们不注意放走大家的，可有个胆小鬼一直在哭，引来了坏人，给我灌了很多很多药，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虽然你没有救出大家，可你已经很棒了。若是我，只怕连路都不会记得。以前我也不会的，可离开京城之后就学会了。据他的描述，他被抓2天了，救出以后昏迷了1天，也就是说呢，那帮人所说的3日之期就是今天呢。这现在天已经晚了，还不知能否寻到线索。浮云叫光头李看着云泽，他则亲自去往县衙，并将云泽的话转述给衙门的人。老大，听说昨早那脂粉铺来了一批番帮人来进货，那些人才进铺子，衙门的人就突然来了，二话不说就将那些人抓了起来。县太爷说是脂粉铺的东家勾结番帮人拐卖女童。昨日抓了那些人后，县太爷又顺藤摸瓜，倒了人贩子好几处窝点，救出了好多小女孩，大多数是从村子里掳来的。那脂粉铺子地下室那帮女孩们呢？也救出来了。我说阿泽，人家都是抓女孩，为何你一个男娃娃也会被抓呀？云泽的脸呢，肉眼可见的黑了。哎呀，因为长得好看，总被人当作是女孩子，他压力也很大呀。怀揣着激动的心回到家，
院门却是上了锁的，钥匙都丢在墙角的草丛里了。林雪扒开草丛，寻到钥匙之后打开了门。家里冷锅冷灶的，连个剩饭都没有，辉爷也不见踪影。离开半个月，这个家就变得冷清了。浮云把自己行李拿回房间，发现梳妆台上的花瓶底下压了一张纸，是林寒舟的字迹，说带林景出门去了，可能要过段时间才能回来。哥哥，我回来了。娘，哥哥怎么不在家？爹爹说他带着哥哥出门了，一段时间就回来。哦，爹爹是去打猎了吗？以前爹爹打猎也是一段时间才会回来的。可能是吧。你们饿了吧？我去给你们做饭。我来帮你。阿泽哥哥，快来帮我一起做饭。算了，你不会做饭，你帮我烧火吧，我跟娘一块做饭。好。还得是翠花，光头李和二赖子跑了2个月都没有搞来一个订单，你一出马直接拿下咱们以往的总和。什么叫我们俩2个月都搞不来一单啊？没有我们这2个月的辛苦，老大又怎能找到徐家去啊？哎呀，光头你就别吹了，你们是找到了徐家，可你们拿不下呀，最后还不得靠着人翠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以为这生意是好谈的？要不下回你去。人不行就直接承认呗，咱也不会笑话你。不行，你要不要试试啊？行了，都少说2句。李四说的没错，没有他们2个月的辛苦，我也拿不了这个单子。别看他们不用在厂房干活就觉得轻松，实际外出跑市场是最累的，除了身体劳累，心理抗压能力还得强。一天的时间会被拒绝几十上百次，这个活换了你们还真不一定能干。比方说大勇哥，脾气有点暴，要是人家语气重点，只怕恨不得跟人拼命。狗蛋娘你也是，跑不了2家，指定要跟人骂起来。挣钱的事儿就没有谁是容易的，以后还是少攀比，少说打击人的话。老大说的是，我们在外头真的不容易。今日有你这话，我李四今后就是赴汤蹈火，也要跟着你一条道走到黑。或许大家会觉得老大不用每天过得很悠闲，可实际上我们都睡了，他还在那儿点灯做计划，思考如何拿下大订单，如何带领大家一起挣钱。光是谈订单都磨破了嘴皮子，谁又容易了？就是，最辛苦的还是老大，没有他，我们哪有这么充实的好日子过呀？大家都不容易，就别说那些话了。李四，你去通知一下学堂放学后开个会，今日叫大家齐聚于此，主要是有几个事情通知。第一件事是此次外出我们拿下了一个大单，第一批货要16万件，1个月交货。16万？我没听错吧？16万得有多少呀？哎呀，只怕咱们厂房装不下那么多吧。这倒不至于。先前宋夫人拿过3万件，16万就是那个数量翻上几番，堆个4、5个房间吧。1个月就要交货，如何才能做得出这么多呀？照目前的产量和速度，的确有些紧张。所以，我要说的第2件事是关乎咱们大家的利益，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听着。这16万的订单，照安南的徐公子的意思，3个月内消耗完，若情况可观，下一笔订单将会更大。所以，这批货必须要给我保质保量。翠花，你放心吧，我一直盯着呢。村长办事，我自然放心。不过，接下来我要说第3件事，就是扩大厂房，增加生产，还要再招人。在座的大家都做熟了，自然不会出差池。可招了新人进来，新人流程不熟悉，还是需要村长你多多监督。另外，大家可以踊跃推荐身边靠谱的人来，一定要德行好、勤快的。若成功录用，介绍者奖励30文介绍费。随着单量增加，设备肯定是要增加的。这个时代做不了机械化，便只能靠多招人。做好了，咱们将会有源源不断的大单，收益上来，绩效高了，大家的收入也能提高。订单关乎咱们自己的利益，我希望咱们大家都能齐心协力，一起好好干。云姨，姨夫是打猎去了吗？这家里如今吃穿不愁的，他为何还去打猎呢？你怎知是去打猎？小雪说的呀。不知道呢，他是大人，能照顾好自己的。
你就别瞎操心了。啊，云姨，你就不想姨父吗？这有什么好想的？我爹那些女人成天变着法的想见我爹，姨父要离开那么长时间呢，你就不想他？云姨，男人有钱就变坏，你不怕姨父在外找女人吗？该担心的不应该是他吗？啊？什么意思啊？小孩子别瞎打听，有些事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哎，又是等长大。云姨，这话我都听腻了。浮云没再回答了，不过他确实特别想知道林寒舟出门干嘛去了。忙碌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转眼便到了7月份，林寒舟和林景还是没有回来，村里也无人知道他究竟去哪儿了。长时间没有消息，浮云开始不安起来。夫人，你怎么来了？可有林寒舟的消息？啊？什么消息？林寒舟最近可有来这儿？他不是出门了吗？所以我问你知不知道他是去了哪里？他去了江陵州。江陵州？记忆中林寒舟从未去过那么远的地方，也从未离家超过半个月以上，怎么会突然想去那么远的地方呢？还带着林景一起。他去江陵州做什么？哎，他没跟你说呀？少废话，快说。5月下旬吧，大概江陵州那边爆出洪灾，7、8个县的百姓受困，死伤无数。6月初洪水退去，天气骤然变得炎热，爆发了瘟疫。江陵州的大夫不够，便向周边的县州寻求帮助。公子听说，便带着小公子和医馆的另外2个大夫去了。从这儿到江陵州快马加鞭也得半个月，他们应该到江陵州半个月了。夫人，你别担心，公子医术好着呢。夫人啊，公子虽未出过远门，可他读过书，不会走丢的，你放心了。他是自己决定去的，还是受人邀请？自己去的。你知道他的身份，对吗？夫人，你都知道了。哎呀，夫人，你或许无法体会身为医者身上肩负的责任。或许吧。他只知道瘟疫的地方很危险，会要人命的。他只想知道那个男人走之前有想过他吗？夫人，你是在担心公子吗？浮云并未回答。总之浮云心里很烦躁，说不出道不明的烦躁。走了。哎呀，大夫，你给我个痛快吧，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可有想过你的家人？我也有家人，无论我身在何方，处境怎样，他们都在支撑着我拼尽全力活下去。为了家人，忍一忍吧。爹爹，药煎好了。接下来这里就交给你了，爹爹去下一个帐篷。爹爹，离家已经1个多月了，他很想回家，可看到这些哀嚎隐忍的人，想说的话又给咽了回去。大夫，你怎么舍得叫这么小孩子来这种危险的地方啊？别看我才7岁，我学医已有6年。那你也是孩子，你还是快走吧，这里不是小孩能待的地方，会死人的。有爹爹在，我不怕的。你们快别说话了，喝了药好好休息，会好的。爹爹，瘟疫何时能结束？快了。爹爹，我想娘了，我想回家。好，等治好这个镇子的病人，咱们就回家。真的？真的。不过你也得做好准备，这个镇子的情况比我们到过的别的地方都严重。这里是江陵州重要的粮食产地，官府很重视，若处理不好，或许会殃及到无辜的人。爹爹，可是我真的好累。那就躺一会儿，一切有我。爹爹，这里大夫那么多，咱们为何要大老远的从李家村过来？江陵州属于三王爷的地盘，而我欠他人情。三王爷？小人见过三王爷。听说这里来了一个医术精湛的大夫，还带个孩子。是。那俩人来了10日，就把令他们头疼1个多月的瘟疫给搞定了。王爷，那位林大夫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医术，真乃神医呀！林大夫啊，有这样的人才，是我东徐国的福气。来人，带路，本王想见一见这位神医。到帐篷处却不见人影儿，找遍了整个安置区都寻不到人。那位林大夫叫什么名字？家处何方啊？回王爷，小人不清楚，他只说他是游医，四海为家，姓林。我听他叫那个孩子阿景，据说在这之前他到过10来个有瘟疫的镇子。阿景，林景，他听骆雨提起过。哎呀，如今国号都改了，他依旧不肯现身，是仍对当年之事心怀芥蒂吗？
把粮食发下去，统计死亡人数。疫情已经大面积控制住了，朝廷定会论功行赏，而他们却悄无声息地回到平镇。经过半个月的辗转，恰好赶在8月15这天晌午到家，可家里没人，他随便煮点面，就拿出在镇上买的肉，开始做起饭来。啊，好香啊！阿泽哥哥，娘回来了，娘，娘，我回来了。啊，爹爹，哥哥，你们回来了，我好想你们。爹爹，你们何时回来的？才回来。你娘呢？娘死了。什么？你说什么？娘天天都在说她要死了。天天说？小雪，好好说，你娘怎么了？娘，小雪，你快说，娘怎么会？哎呀，小雪是说云姨忙死啦。阿泽，真的是你？还好啊，是忙死了，而不是真的死了。哎呀，他刚才差点魂儿被吓飞了呀！全部做好上桌，仅有3道菜。父子几人坐于餐桌旁，大眼瞪小眼的。你娘知道路，忙完她会回来。可是她再不来，饭菜都要冷了。再热就是。好吧。林雪撇撇嘴，嘀咕着，还是想去找娘亲，告诉她爹爹哥哥回来了。小雪，你别闹了，姨父是想给云姨一个惊喜，你要是去了就没有惊喜了。哦，原来是这样，爹爹是想给娘亲惊喜，我也想给娘亲惊喜。既然都知道了，就别说出来呗，真的很令人尴尬，好吧？爹爹是要给娘亲惊喜，对吧？是谁要给我惊喜啊？娘回来了，娘，是爹爹要给你惊喜。冷清了2个月的家呀，突然变得温馨起来。吃饭时，浮云一直觉得有道温柔的视线看向自己，可抬头看向凌寒舟的时候，他却十分认真地在吃饭。垂下头，浮云就看到他原本刚毅的面颊变得有些消瘦了，眼窝深陷着，眼下一片漆黑。想到凌寒舟不等自己商量便去往那么远的地方，浮云便觉得眼前这个臭男人呢，怎么看都不如以前好看。饭桌上安安静静的，浮云大口吃着饭，撂下碗，最后留下一句吃饱了就回房间去了。凌寒舟进屋的时候，关门时故意弄出声响来，可浮云却并未回头，他只好硬头皮上去，从背后抱住他。娘子，我好想你啊。浮云一脸淡漠地把他的手从自己肩头上拿下来，凌寒舟再次攀了上去。娘子，你生气了？娘子可是想为夫想的茶不思饭不详，也是，没有为夫这样的全能型人才在家，你肯定过不好日子。行了，没脸没皮的。我问你，你一声不吭，留个信也不说去处，可有想过我的感受？我去江陵州了，当时是想与你说的，可你不在，便只能留信了。我请了人来帮忙打理家里，怕被别人看到信，便不敢在上面多说。江陵州涝灾，受灾群众数10万人，后来又爆发了瘟疫，大夫不够，我便带了2个人前去。挣到钱了？没有。那你与我说这些干什么？咱俩是夫妻，有事自然要与你商量，这不先斩后奏，惹娘子生气了，得好好哄吗？凌寒舟，你挺会的呀。老实交代，这些花言巧语是跟谁学的？疼。说实话，不然我拧了你的耳朵。娘子，为夫说的都是肺腑之言。疼！你别管我是跟谁学的，你就说你爱不爱听吧。若不爱，我以后都不说就是了。他不悦撒开了手，扭头哼了一声。小雪一来就说你死了，当时吓死我了，我觉得自己可能要随你去了。你才死了！娘子先别气，我还没说完嘛。后来才知道，他的意思是你忙死了，我的心情又从谷底飞上了悬崖。这个形容挺到位的，没什么华丽的辞藻，但浮云却感受到了来自这个男人的爱意。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丑死了？丑？那可不行，你爱的是我这副皮囊，若我变丑了，你不爱我了怎么办啊？够了，凌寒舟，你这是鬼上身了吧？我跟你说过，以前的3皇子，现在的3王爷，以前救过我。江陵州是3王爷的封地，这回的涝灾和瘟疫对江陵州的影响太大，这是天灾，难以预料。可若后续治理不当，当地的重要官员或许会被降罪。3王爷救过我，我虽做不了什么，但救下几个人还是不在话下，就当是还他一个人情。再者，这次出行，
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带着阿景历练，光学不练，难以成才。就是历练，也不用去瘟疫那种危险的地方啊。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别人想要都没有。不到2个月，儿子的进步很大，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号脉。阿景是整个江陵州赈灾中最小的大夫，许多患者心疼他，叫他离开。他说，医者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病人。这话我并未教过他，他是看到很多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才说出那番话的。娘子，你可知当时我有多自豪？还有很多人都休息了，阿景却不休息，说什么都要陪着我，想尽快将大家治好，这份心难得呀。每到一处都有很多人夸他懂事，将来定能飞黄腾达，扬名立万。飞黄腾达倒是没多大必要，我只希望他日后能保持现在的初心就够了。林寒舟跟浮云说起林景半个月的成长，浮云听了以后心里也很开心，看到浮云嘴角的笑意，林寒舟也微笑着。娘子，现在不生气了吧？哼，今晚你自己睡吧。今晚我们一起睡。村长爷爷，他是谁啊？他是来找你娘的。小雪，你娘可在家呀？找娘的？是村长爷爷和谁来了？娘，是一个坏叔叔，我不想让他来找你。坏叔叔？对啊，以前村里人说你去找坏叔叔就不要我们了，所以我不想让你看到坏叔叔。是什么样的坏叔叔？长得很坏很坏的。小雪，你的脑子不好，走，我去找点药来给你吃吃。哥哥，你放开我！走走走，别打扰娘了，哥带你治脑子去。你才要治脑子，你放开我！不一会儿就被林景带去后院了。小雪，你不可以跟娘说那种话。什么话？什么去找坏叔叔的话，爹爹听到了会不高兴。娘已经忘记了以前的那些事，你再跟他提起，就不怕他又想起来，又变成以前那样吗？我怕。那就别说，听哥哥的。翠花啊，我先介绍一下，这位是陆老板，从京城来的，家里做的大生意，听说咱木字牌的东西新奇好用，专程大老远来参观。哎，陆老板，这位就是李翠花，咱李家村的能人，木字牌就是他创立的。陆老板是从京城来的，那岂不是年前就来了？不错，前2日才到平镇，听说木字牌厂房今日开门，一大早便来了，不知可有打扰？开门做生意，哪有害怕被打扰的？巴不得天天都有人上门打扰呢。冒昧的问一下，陆老板是从哪里得知木字牌的？从一位友人的口中得知，那位友人跟我夸夸其谈，还说不来看看是我的损失。冲着这句话，我就来了。不知陆老板口中的友人是谁？你认识，不过他不让我说。那我换个问题，你的这位友人叫你过来，是想对我不利吗？啊，李姑娘，不对，应该叫你凌夫人。你可真是有趣啊！若想对你不利，又何须如此大费周章？小心一点并没有错，这个我不觉得好笑。好吧，凌夫人，我看你也是直爽人，我就不多说了。我来是想谈生意，在此之前，我用过你们木字牌的东西，这里离京城10万8千里，本来我是不愿到这么远的地方拿货的，可听说你人还不错，值得合作，好奇之下便来了。听说？那我倒是要好好的谢谢你这位友人，竟然如此看得起我。给他介绍生意，又不让透露姓名，想学雷锋做好事吗？浮云把认识人全都在脑海里过了一遍，都找不出是谁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凌夫人，来了这么久，怎的不见他？看样子你不是对我的产品感兴趣，而是对我的相公感兴趣。是我唐突了，我只是好奇，什么样的男人才能收服你这种桀骜的女人？桀骜？或许你对我有什么误解。他总感觉面前这个男人吧，与其说谈生意来的，倒不如说是来探他隐私的。好在陆离懂得察言观色，很快收起打探的目光，主动询问起木字牌这个产品来。了解完大概产品之后，陆离又问起合作方式来。浮云说完之后，陆离直接拍板定下：行，就你们家了。恰好我手里有很多你说的资源，就拿个京城片区代理吧。啊！他完全没想到谈一大客户竟会这般容易。不过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京城路途遥远，所以我会一次订很多量的货，如此大的单子，你们总得送些东西吧？能送。
浮云却淡然看向陆离，才认识不到2个时辰，他也没好好考察一番木子牌的能力，就果断拿下京城代理，就不担心他这个小厂子供不出他要的货吗？一般做生意的人呐，都不会这般鲁莽的。陆老板不妨直说，你想要我送你什么呢？你很聪明，也难怪能在短短1年多的时间，将木子牌的生意做得这么好。浮云只是笑了笑，并未回答。听说凌夫人做饭很好吃，这都50了，不打算请我吃个饭？浮云很是无语，他很不喜欢被当作煮饭婆，可陆离说了一句令他无法拒绝的话：填饱肚子，我才能签合约呢。凌夫人莫不是不相信我？你等着。陆老板，你以前认识翠花啊？不认识。那你陆老板，你说的那位友人是谁呀？村长，是我不能说，我答应过他的。那人我可认识。你应当认识。这样啊，那可能是徐公子。小阿景，你可是有话要说？娘，那个叔叔为何来咱家？他是来买东西的。买东西？他是通过别人介绍来的，如果能谈成，咱们厂房的生意将会更上一层楼。娘，什么叫做更上一层楼？厂房会怕楼吗？笨蛋！陆老板，既然是朋友介绍来的，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你看看这合约，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先把它签了。后日厂房整顿好，我再派人去接你来参观。他拿起合约大致看了看，顿时有些惊讶了。他第一次看到这般详尽的合约，完全把双方利益考虑进去了。这是我们目前有的所有产品的卖点与特质。周边州府的合作商，我们有时会去给他们培训如何卖好产品，但京城太远，只能靠你们自己。我知道陆老板生意做得这么大，定不会简单，或许用不上这个东西，但拿着也没有坏处。做了10几年生意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么用心的合作伙伴。很快2人签下合约，陆离当场掏出10张银票来，面值总共是1000两银子。这是我的诚意金，至于货，过几日再来挑选。陆老板，合作愉快。太好了，太好了！村长，怎么了？好啊！光头，我们要发财喽！什么？发财？你眼光还不错，只可惜……没什么好可惜的。你真的不觉得遗憾？都是当爹的人了，别那么幼稚。二赖子，看来今年咱们不用东奔西走了。四哥我都给你规划好了，今年你就起个大房子，年底娶个美娇娘，明年生个大胖小子，然后让胖小子管我叫爹。房子、妻子、孩子，二赖子也觉得人生不过如此啊，他满足了。你啥意思啊？什么叫管你叫爹？是干爹，干爹啊！这还差不多。记着，等我儿子出事啊，你要包个大红包。想必大家都知道了，我跟村长合力搞定了一个客户，是个大单。今日交了1000两定金，过2日再来订货。那人是京城人士，听说咱们木子牌的名气，专程来的。木子牌的名气能传到京城，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原本今日有很多事要跟大家说，但顾客前来，耽搁了不少的时间。我临时决定，会议明日再开，今晚我们办个庆功宴，开门红，证明咱们今年气运不错，也相信咱们的厂房会越做越大，大家手里挣的也会越来越多。今日有个人找来，签了一份合作合约，过2日就来挑货。我有预感，这会是一个大客户，或许比徐青还要豪横。比徐青豪横？那岂不是又要扩建厂房了？或许今年要增加芦荟胶的生产，地点不够。若是这个陆离能长期合作的话，扩建是必然的。娘子，我觉得我快跟不上你了，医馆1年的收益还比不上你1单的收益。小林子，只要你好好伺候姐，姐会包养你的。这老道的调戏给男人惹得直翻白眼儿。我方才去厂房了，听说这回的顾客是熟人介绍。说是朋友介绍的，可不知是哪个朋友，想感谢都没有机会。林汉洲说出几个他认识的木子牌大客户，浮云都摇头了。若是宋母介绍，只怕他巴不得赶紧告诉我，好讨要好处。至于徐青嘛，那个人接触不多，捉摸不透。夫人，我们俩今后做什么？你们继续安保工作呀。那升职加薪，
升职嘛。浮云越过19，看向院子里假装若无其事的11，随即问道：“他叫你来的？”19刚想点头，忽然想到什么，又摇起头来：“没有。你想要升职加薪？对啊，1个月1两银子，存不够娶媳妇的钱。”说的也是。那从今天起，你就是保安队的队长，每个月多2吊钱，跟我来。19蓦地瞪大眼睛，转头冲11挑眉，还比了个耶。浮云带19去往账房，找李红艳报备一下给19加工钱的事情。19一直盯着李红艳在工资条上改了1两2钱，才满意的离开。成了。咋样？咱俩当什么官？安保队长。队长，一点也没有主管好听，不过也还将就吧。那工钱呢？加了多少？加了2两。那咱今后不是1个月有3两银子了？不，是2钱。2钱也行吧，总比没有好。啊，不过好像只给我加了，没有你的。什么意思？方才这账房报备，夫人只叫李夫子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那我呢？你是不是没提我的名字呀？哎，你不是说别说是你提议的吗？我蠢货，我掐死你！姐姐，你不管吗？没事，打坏了照价赔偿。浮云的声音不大，可打架那俩人呢，忽然停止动作。姐姐，我明儿不来了，请个假。起房子的事，地基打好了吗？不是起房子，胖儿说他有个大哥哥从京城远道而来，现在住在萧家，想去看看他。大哥哥，京城来的。陆哥哥，你是胖儿？是啊，认不出我啦？你长高了，也胖了许多。那是，你走的那年我才9岁。真是女大18变。陆哥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的相公，以前是秀才，现在是7、80个孩子的老师了。李公子，久仰。陆公子有礼。陆哥哥是我2哥的同窗，以前在正阳书院读书结识的，他们俩感情特别好。陆哥哥人也很好，经常给我带吃的。只是后来我2哥没有再继续考试，两人才分道扬镳。我本以为陆哥哥会高中，可没有想到他家举家迁去京城后，陆哥哥便接手了家中的生意，也没再读书了。胖儿，陆公子家中是做生意的。听2哥说他家还是皇商，皇商你知道的，有水多，多少生意人挤破脑袋都挤不进去。这么厉害。李红艳莫名的想起开工那天浮云姐所签的那份合同，她当时可说了是专门从京城来的客户呢，合同由她保管的。她当时看到上方名字好像叫什么陆离，陆哥哥，陆离。胖儿，陆公子叫什么名字？我还没有跟你说过呢，他叫陆离。陆离？怎么了？我听说你们这芦荟胶年前被客人抢疯了。年前确实有点缺货，不过今年就能大量生产上市喽。大概能生产多久？是每年都有的吗？只能说先到先得。这芦荟胶何时能出货？预计要过了5月份。行，我先预定一批，就定个2万，不，5万件。5万？木字牌产品呢有香皂、洗发水、洗洁精、口脂、眉笔、胭脂、香粉几种长期有货的，还有季节性的蚊香、菌油，一共是10种。这些东西呢，除了洗洁精、蚊香、芦荟胶几种比较新奇以外，至于其他的京城都有。浮云叫陆离去挑货，他直接大手一挥：“不用挑了，但凡有的，一样先来5万件。”5万件？你确定每样5万件？虽说5万件是少了点儿，但请恕我是第一次合作，不敢积压太多货物，先拿一点去卖卖看，若是可以，再来订单。第一次不敢积压，还只拿1点儿。哎呀，若非当着客人的面，李大德真想狠狠掐人中几下，让自己清醒一点儿。一样5万件啊，一共就是50万件。木字牌开业到现在呀，林林总总加在一起，应该没卖这么多货吧？而这个数量放在陆离这里，只是1点儿。陆公子，你很直爽，我也喜欢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只不过我得提前说明情况啊，你一下子要这么多货，我这边一时半会儿交不出来啊。那就缓缓。最迟能缓到什么时候？等我回去，大概就4月了。再装铺子就是5月。如果5月要卖，
你这边就得3月出货，3月出货是不是有些困难？啊，困难，毕竟我们还有别的顾客，他们要的量也不少。那我再多玩2个月，7月开始卖，这边5月能出货吗？如今才1月20，到5月份满打满算还有3个多月。我不敢完全肯定，但我尽量。若实在赶不出来，只能有多少先出多少，余下的后面补上。陆老板，你看这样行吗？陆离自然接受这样的安排，反正一下子那么多货呢，他未必能一下子分出去，就当是省仓库吧。菌油是驯做的，这种完全野生的东西不好找，我这边每年产的基本只够周边的州府销量，所以菌油给不了你。另外还有蚊香，我想在京城的话市场不会很大，加上这东西廉价，利润不高，所以我建议不要蚊香。另外芦荟胶今年是第1年做，种的种量并不多，5万件我也不敢保证，只能说有多少给多少。这也给不了，我最想要的就是这个。没办法，只能说尽量以你为先。陆离有些受伤了，为何会有种不受重视的感觉呢？京城的市场配的高端货数量比较多，总的加起来呢，货款预算大概是在11000两左右。陆离早已经备好银票，直接支付80%的定金，至于余下20%呢，货交完再付。也是朋友介绍，我才敢付这么多定金。我懂。接连几日，这些合作客户们呢，都派人送来订货单，厂房就开始日以继日的忙碌起来。胖儿，你先回去休息，我忙完就回来。相公，我不想你这么辛苦，要不咱们不干了？不干？福音姐姐对我这么好，我岂能随意就撒手走人？再说了，他手上持有股份呢，每月可以分到很多的钱，这可是很多人做梦都得不到的东西呀，他怎么可能轻易放开呢？可是想到你和咱们的孩子，我就不觉得累。要不跟翠花说说，叫她多请一个人来帮忙。你若不好与她说，我去跟她说，这么多活你一个人哪里做得完啊？没事儿，等厂房建好就会少很多活。可学堂呢？今年多出那么多的学生，你要如何教？这李红艳还没想好，眼下看来呀，这做账和教书不管哪一个都只会越来越忙的，或许今后只能选择一个了。周公子，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李红艳李夫子。红艳，这位是周公子，是我从县里请来帮忙的，回头你带着他，忙不完的就可以交给他了。周公子肯来帮忙，倒是让我轻松不少。能跟李夫子学习是我的荣幸。红艳，这2年看来学堂开办的还算是成功，保不齐以后学生会越来越多，我觉得单靠你一个人想要教好那么多的孩子，只怕是忙不过来。那个周怀庄是宋云东朋友的朋友，学识还不错，他也表示愿意带学生，他还会继续读书考试，来此是为了挣钱生活。你若是愿意，可以跟他聊聊，给点钱就成，有个人分担也能让自己轻松点。胖儿跟我提了一下，如此安排自然最好不过。等教出好学生，咱们李家村的学堂名气会越来越大，没准啊以后还会增加学生呢。你一个人肯定是忙不过来的，若真是到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完全可以再找别人来教，你给别人开工钱，这样你自己就能腾出时间来。说白了，就跟镇上书院的院长差不多。李红艳一听，顿时瞪大眼睛，眼神惊异，有些恍惚，似乎从没想过当院长这样的事情。我说的只是我自己的想法，你若是觉得有用就听，若是觉得无用就别放在心上。人这一生归根结底只为活着，不管心中有多大的抱负，最后也是为了让自己让家人过得更好。我这么说或许你会觉得我目光短浅，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自己，这并没有问题。同样是工作，自然得选择报酬高的，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付出，你说是吗？对得起自己的付出，这2件事情，一个是梦想，一个是生活，不管丢弃哪一个，他都会难过的。今日听了浮云这番话，他脑海中多出一些东西来。谁说鱼跟熊掌不能兼得了？教书育人与打工挣钱并不冲突啊。福音姐姐，多谢你替我解了心中的疑惑，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这年轻人何时这般开窍了？他只是感觉他能力出众，这读书人都心高气傲的，怕是如今手里有钱了，就得去追逐梦想去。他会说这么多呀，无非是舍不得李红艳离开，想让他长期留在厂房罢了。李
翠花，你也在这儿啊？好久没有见到你了。哎呀，我最近可烦死了，你陪我聊聊吧。哎，我二哥被我爹赶出萧家，一家子四分五裂，看得我难受死了。赶走一个人罢了，家里还有那么多的人，怎么就四分五裂了？哎，我二哥休了贾莹莹，惹怒了贾家，贾家与我家有恩。贾莹莹被休以后，贾家就以萧家忘恩负义为由抹黑我们萧家。我爹一怒之下打了我哥50大板，赶出了家门。贾莹莹回了娘家，孩子在我二嫂屋里。现在贾家还想来抢孩子，我爷爷因为这事儿气急攻心，差点没了。这不是四分五裂是什么？哎，你知道我二哥为何会休了贾莹莹吗？为何？因为贾莹莹骂你。哎，跟你说这些并不是责怪你，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心里话。相信你也听说了，卢慧被金家收去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平镇，许多人都在说李家村不厚道，5文钱1斤的卢慧却只出1文钱来买，说这2年的木子牌越发的不将大家看在眼里。甚至还有人说，若不是他们收集的原材料，哪里会有什么木子牌？哎，你说可笑不可笑？若不是木子牌出钱买他们的东西，只怕他们连肉是什么味道都不知道。分明是木子牌帮了大家，在木子牌出事后，大家却反过来骂木子牌不厚道。哎呀，我都看不下去了。李翠花，这2年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你是怎么抵住压力的？你家就是做生意的，这些非议你应该清楚。哎，萧家几代人都是商人，有祖上积攒下来的信誉，所以这些我也不是很懂。不过我二哥大概是懂的，那段时间他一回家，贾莹莹就总会跟他说李家村的事，还问他是不是念着你。我二哥因此气得不回家，他就追去酒楼问，是个蠢人。不，他不算蠢，我二哥的确心里有你。这话若是李翠花听到的话，或许会很开心吧。可浮云并不是李翠花，我二哥不喜欢贾莹莹，娶她都是因为长辈逼迫。我二哥对贾莹莹和二嫂都没有什么感情。前些年你上我家去闹时，他都避而不见，只是为了让你死心。有几次他不得不狠心出面将你打发走，但是你知道吗？每次把你赶走后，他都会躲进屋里偷偷抹眼泪的。小盼，过去的事就别提了，若叫人听去，没准儿又要编排我如何如何。编排我不要紧，可这会给我相公和孩子带来困扰，还望你今后别再提这些事。我只是……萧家再怎样跟你的关系也不大，嫁了人就该以夫家为主。萧小姐，若无要紧事，我先走了。李翠花，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求你一件事。我想求你帮我劝劝我二哥行吗？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清醒过了。自从被赶出家门后，我二哥就郁郁寡欢，整日泡在酒坛子里，也不肯接受大夫看伤。这样下去他会死的。李翠花，我求你帮我劝劝他吧。拜托大小姐，你萧家那么多骨肉至亲的人都劝不住，凭什么觉得我能劝啊？我去看过他，他醉得不省人事时念了你的名字，我问了半日，他才勉强跟我透露这些年来的心里话。他一直亏欠于你，心生郁结。哎，打住！我记得你有个二嫂，性格温顺，脾气不错，你应该去找她开解，而不是我一个外人。哼，我二嫂跟人跑了，过年说去走亲戚，结果就跟那个亲戚跑了。抱歉呐，你们萧家瓜太多了，他有些吃不过来了。我二哥被迫娶贾莹莹，不光是因为贾家对萧家有恩，还有个关键的原因，是我二嫂不能生。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不能生只是个借口罢了。当年我二哥二嫂是被逼着成亲的，双方对彼此都无意，二嫂不让二哥碰，二哥也不愿意碰她，所以才会多年无子。至于贾莹莹，过门后也是一样的，我二哥连看她都懒得看一眼。可是贾莹莹胆子太大，竟然给我二哥下药。我二哥一直克己复礼，一直守身如玉，偏偏就那一次让贾莹莹怀了孩子，嚣张无比。哎呀，这些还是过年时陆哥哥来，我二哥喝得酩酊大醉跟他说起来的。
我无意间听到的。李翠花，我二哥真的很可怜，你能不能帮忙劝劝他啊？李翠花，我求求你，就劝劝他，让他别再喝酒了，或者让他接受大夫诊治也行。若是拖下去，他真的会死的。我知道你不太喜欢我，以前我对你说了很多重话，可那都是我二哥示意的，他怕你太执着伤了自己，才会叫我赶你走。若我知道你是这样直爽利落的人，又怎能狠得下心赶你呢？我很羡慕你们兄妹感情这么好，有人帮扶，有人心疼，不论何时都有人为你们着想。我跟二哥的感情确实不错，但是我是有家室的人，你却叫我去规劝别的男人，潇潇姐，你觉得合适吗？你有父母哥哥的疼爱，但我什么都没有。同样的，我相公除了我和孩子也什么都没有，我又怎能不顾他的感受，答应你与别的男人私会呢？不是私会，只是帮帮忙而已。抱歉，你哥哥怎样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是死是活也与我无关，我真的帮不了你。对不起。从前温文尔雅的萧二公子，怎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受邀来给你瞧病。那你可以走了。抱歉，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还不能走。曾经风光霁月的二公子，如今成了旁人眼中敬而远之的恶鬼，邋里邋遢，面容憔悴，一身酒味，狼狈如丧家之犬。身为男人，10年前护不住喜欢的姑娘，10年后护不住自己的小家。或许你会说你有苦衷，但事实便如此，无人会理解你的苦衷。或许你认为你一人也能过得很好，可实际上就像条疯狗一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不敢出门。你在害怕，怕有人对你指指点点，说你萧然被发妻抛弃，甚至连妾室也压你一头。你怕护不住你攒了多年的脸面，怕曾经的萧二公子就这么离你远去，所以你就躲在这里，万事不问，借酒消愁麻痹自己。但有用吗？哼，萧然，这样的你跟你父亲有何区别？你抗拒大夫，不进食，不出门，一心求死，不就是没有勇气面对流言蜚语吗？但你可知道，10年前有人为了你公然与所有人为敌，你可有想过那时的他有多绝望？你是来替他讨回公道的？并不是，我是来嘲笑你的。看样子你猜到了我是谁。之前他对萧然这个惦记他女人的男人呐，没有一丝好感，可接触过几次，发现他并非传言说那般，后来便有了些同情，所以才会和他讲这么多。林寒舟也不装了，取下脸上的面具。果然是你是大夫？略懂罢了。你为何总戴着面具啊？反正你要死了，跟你说说也无妨。你知道的，李家村的人很穷，若知道村里有大夫，指定会上门求医，不给钱的那种。这样对我来说不太友好，毕竟大夫也要生活，戴面具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占我便宜罢了。你可真有意思，难怪他会对你死心塌地。真不知该不该谢你啊。想当年他爹把他软禁起来，把李翠花送回李家村，等他被放出来以后，他便听说了李翠花被嫁给一个猎户。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不然他该着急了。对了，你若真想寻死，可以选择上吊、跳井、喝药什么的。喝酒又难受又难死，不是很适合你。你不是大夫吗？正因为是大夫，所以清楚喝酒不死人，酒后身亡的人大多是走不稳摔阴沟而死，并非直接因为酒。萧公子，身为读书人，还是别信谣不传谣。别这么看我，我不会拿砒霜给你。不过有一点需要告诉你的是，你死后你女儿肯定会被贾家要去，一旦贾莹莹二嫁，那孩子就成了无父无母的可怜虫。运气好的话能平安长大，若运气不好，被卖进烟花巷柳，一辈子就毁了。我今日去焦府瞧见你女儿了，很可爱，也很可怜，摊上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唉，若是我女儿，恨不得将其捧在手心上，哪里会舍得让人欺负呀？真不与你说了，回家晚了，我娘子真的会担心的。
萧然趴在床上回想他的一番话，愣了很久很久。我以为你讨厌我，不愿进屋呢。你未惹过我，我为何讨厌你啊？小家伙有几斤啊？6斤6两，乳名叫小六，如何？挺顺口的。哎，我能抱抱他吗？当然啊。浮云伸出了手，不知该如何是好。他第一次抱这么小的孩子。你要抱紧啊，别掉了。哦。李翠花，你好笨啊！都是当娘的人了，竟然不会抱孩子。你好生休息，我先走了，满月再过来看你。等等，那个我二哥的事儿对不住了。没什么，多谢你帮忙开解。我二哥如今已经完全康复，又成了以往的样子，不，比以往更好了。你误会了，不是我。所以最后你没给他求生？没有。相公，你当真不是去炫耀的？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啊？虽然我的确是去炫耀，但这话真不该由你问出来。相公，你这是不是叫落井下石啊？怎么能叫落井下石呢？我分明是不计前嫌给他治病啊。林寒舟没过多解释，反正说他也不懂。萧然的堕落是心病，炫耀一番之后呢，他心里爽了，萧然也支棱起来，一举多得嘛。林寒舟，我若不问你，这事儿你可是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我？娘子，我可没打算瞒着你啊。那日我回来不是主动跟你说了吗？那你后来也不知道补充一下？事情过了呀。娘子，你这么关心别人，我会吃醋的。萧然恢复的事情啊，对浮云没多大影响。林寒舟忽然转移了话题。娘子，你刚才可抱孩子了？问这个干嘛？你就说抱没抱啊？我听人说，抱了出生的孩子能接好运。抱了。话音才落，忽然被男人抱起来。林寒舟，你有毛病啊！放我下来。我高兴。啥玩意就高兴？奔三的人能不能成熟一点啊？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林寒舟，你怎么说话只说一半？到底是什么天大的好消息？你快说呀，不要给我急出高血压了。娘子，我们有孩子了。这也太封建迷信了，才刚抱一个出生的婴儿就断言会有孩子。林寒舟，你是想孩子想疯了吧？若叫阿景和小雪听到这话，该多伤心啊！我的意思是，你怀孕了。没影的事你什么？李浮云，我是说你怀孕了。打算从李红艳家回来时啊，他拉起浮云的手，恰好捏住手腕，然后就发现脉象有些奇特。我怎么样，开不开心？方才在李红艳家，我心里一直烦躁难安，没想到是因为要当爹了。我今日也一直心绪不宁的。想吃什么？只要你开金口，我都给你做。想吃鱼。等着，现在就去给你捞。阿景和阿泽还没有回来？天快黑了呀，菜还没好，他俩也没见回来。我去找找吧。我去找吧。你还要做饭呢。饭蒸好了，汤也做好了，等我回来把鱼片完，下鱼下菜就行。两口子转遍了李家村，都没找到林景和云泽。别着急，他们俩都懂事了，不会瞎跑，没准只是在那玩着睡着了。一夜时间过去，一点消息都没有。别担心，我叫人去报官，很快就有消息的。辉爷还在找着。夫人，夫人，不用找了。十一，可是有消息。夫人，连公子，你们看这个。十一从怀里摸出一张纸，递到两个人跟前儿。想要孩子，初5 50，福来客栈见。这是哪来的？我们刚好回到平镇，遇到李柱子，听说家里出事，便急忙赶回来，在路上遇袭，与对方打斗了一会儿，他就逃了，然后用飞镖射出了这张纸，专门冲你们来的。看行动，似乎更像是冲李家村来的。绑票，一定是绑票，冲着钱来的。这种事我见多了。林寒舟，备钱捞人。那老妖婆可真会折磨人啊！落月，你说可要透些消息？忘了主子的吩咐，此事与我们无关。我们的任务是护2个孩子周全。为何派给咱俩的都是这种无聊的活儿啊？从李家村到正阳县，再到现在的凉州，下一站是江陵州。
凉州就罢了，这边有生意，所以有仇人也能理解。可江陵州木字牌可从未涉足，对方为何会选在江陵州？相公，你带阿景去过江陵州，可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比方说被猜忌身份？没有。那或许是冲着阿泽来的。会不会是小主子假死被千里阁发现又杀回来了？不会，若是千里阁会直接杀人。说的也是，那会不会是东厂的人？东厂就不清楚了。东续国易主，云泽作为嫡子，年纪尚小，没什么威胁，但宫里那位会不会忌惮，那就说不清楚了。这说来说去终是没个定论。去了江陵州就知道了，至少目前看来他们不会对孩子下手。咱们先好好休息，养好精力再赶路。娘子，我有个猜测，那些人或许是冲着我来的。你？阿泽假死，2年前无人发现，而京城距离李家村108000里，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小。再者，当初的太子已经坐上皇位，再无威胁，不可能会派人来寻找尸体。所以，你因为这个就断定是冲你来的？不是，这里是李家村，这是正阳县，这是凉州，这是江陵州，而这里是京城。这些点连起来是一条比较直的路线。若是冲着云泽来的，直接抓回京城就是，为何还要通知我们？我想他们是用孩子引我去京城。这是凌寒州的猜测，没有依据，但直觉就是这样，不然他做不出别的解释来。若是为钱绑票，大可不必跑这么远的。对方或许知道他此生不愿再踏足京城，之所以选各个州县落脚，大概是为了确定他们可有跟过来。凌寒州的心里十分沉重，知他身份的除了云泽、11和19以外，恐怕就只有昔日的好友江陵王3王爷了。希望此事和他无关吧，不然他真的不知该如何面对他。不管怎样，我都要将阿景带回来。至于云泽，看他自己的选择。8月初赶到江陵州，顺着信上的信息，2人去往江中酒楼。如凌寒州所料那般，那些人同样是不在，人是昨日离开的，只留下一封信约下一个地址。这就更加印证了凌寒州的猜想，对方正在暗处盯他的行动呢。值得安慰的是啊，除了对方留下的，还有一封信是11留的。信上说他们追到人了，这次抓人的是跟他们交过手的鬼青，2个孩子如今在鬼青手上，目前状态很好，很安全，不是那个江陵王绑的人。凌寒州的心也稍稍得了些许宽慰，人在鬼青手上，时一时就不敢松懈，一路紧跟着。眼看就要到京城，2人再是按捺不住了，准备去偷人，结果突然窜出10几个人来，将2个人包围了。小爷还以为救兵来了，没想到是2个棒槌，看到这么多人不知道跑吗？笨，连他们都打不过，咱们没救了。阿泽，现在要怎么办？没办法阿景，这一路上咱们想过多少办法呀，一点逃跑机会都没有。再者，怒鬼青那个家伙，只怕你我都得吃鞭子，还是算了吧。也不是皇子吗？皇上是你爹，你能没有办法？若不是被抓了，听到那帮人喊9皇子9皇子的，林景还不知道自己的好兄弟啊，竟然藏着那么大一秘密。一开始林景很生气，一句话都不想跟云泽说的，可好歹是难兄难弟嘛，没法真正的生对方的气，很快又和好了。说咱们再不逃走，那些人就要对付我爹娘了。阿静你放心吧，云姨跟姨父不是一般人，他们会救我们的。都怪你，你是皇子，那些人定是找你的。你个骗子，骗了我那么久。我没有，都是你害我离家那么远。你说的很对，我本就该死的，是云姨救了我。在我爹死后，皇兄登上皇位，我就更该死。是姨父把我从杀手手里救出来的，我差点害了你们一家，我是罪人。后来我私自离开，在安南州又阴差阳错被云姨救了，我欠你们家太多了。其实也不能全怪你。不，都怪我阿景，我生下来就是该死的。为了保护我，我娘留给我的部下全都死了，如今只剩下2个人。林景听了更不知该如何接话了，他无力地安慰着，爹娘定会来救他们的，到那时呢，连他一起救，一起回李家村去，在一起好好读书，好好习武。
阿景，你别安慰我了，一旦踏入京城，我可能就走不了了。为什么？只要你愿意，想去哪儿去哪儿。云泽转过身子，虽擦了眼泪，可眼眶还是湿湿的、红红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说着很容易，可若他死了呢？死人是走不了的。浮云和林寒舟踏进京城的时候，已是初冬。林寒舟脑子里不停闪过小时候逃亡的画面。相公，爹此前叫我发过誓，此生不准踏入京城半步。我懂。走吧，别想那么多，救出孩子要紧。没过多久，城门中走出一位熟人。贵卿，二位别紧张，在下是奉太后之命，在此等候二位。尽管他所得消息很少，却也知道这太子继位以后，太后升为皇太后，而这个皇太后便是20年前备受宠爱的柔贵妃，也就是林婉柔，便是那个当年害死皇后腹中子并嫁祸于林家头上的毒妇。在下只是奉命行事，还望二位息怒。带路，相公，咱们走吧。你们把我儿子抓到哪儿去了？回夫人，奴婢只是负责照顾夫人和公子的饮食起居，其余的事一概不知。何时能见皇太后？奴婢不知，奴婢只是负责照顾夫人。看来问不出什么了。先吃饭吧。我不想吃。娘子要注意肚子里的孩子，好着呢，别担心。我看你心思全扑在孩子身上了，眼里已经没有我了。就是心里眼里都是你，才会见不得你不好好吃饭。油嘴滑舌。很快吃饱喝足，沐浴了，饭吃了，现在能去见那个老婢池了吗？老婢池？浮云见翠柳一脸茫然，便也知道他真的只是照顾他们，于是便挥挥手叫翠柳下去了。屋内只剩2个人在了，气氛再次沉默起来。浮云坐立难安，出去转了一圈，就发现院子外有好些人把守着，不让他们出去。林寒舟，我们被软禁了。猜到了。原以为既是过来看病救人的，应该很快能见到幕后之人，谁知这一等便是3天。如今11和19不知所踪，他们被关在院子里，就等于是遮住耳目。3天过去，一点消息都没有。林寒舟，那老婢池是想给我下马威呢？娘子，我早就想问你，老婢池是什么意思啊？清澈碧绿的池水。想必这位就是高神医传人林公子。我儿子在哪儿？哼，乡野村妇竟然如此无礼，你可知我是谁？被困了3天，浮云早便一肚子火了。再见对方态度傲慢，他实在想揍人呢。可儿子在人家手里呢，他不得不再三忍耐。你，让我猜猜，你这身行头看起来价值不菲，尤其是手上这镯子，质地绝佳，想来不是普通人。既然不是普通人，那就只有一个身份了，皇太后身边的狗。看样子我猜对了，你们把我儿子抓到哪儿了？徐嬷嬷是皇后跟前的红人，在宫里多的是人巴结她，今日被浮云拐弯抹角的骂了，差点没给气吐血了。想知道就随我来，林公子随我来即可，无关的人还是在这儿好好等着。娘子，宫中危险，你就在这儿等我回来。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你一起去我也不放心。一切小心，若天黑前你不回来，我就去找你。我会想办法给你送信，若我没回来，也无信传来，你就去江陵王府找江陵王，就是我跟你说过的3王爷。那些人许是没把一介村妇放在眼里，所以林寒舟走了以后，便无人再看管院子了。浮云终于能够出门去了。见了皇太后还不快行礼？林寒舟只是淡然地扫向上方那个女人，身着华服，却披头散发，面容憔悴，完全撑不起华贵的气场。来之前，林寒舟还在心里猜测是什么人生了病，要大老远请他过来，却没有想到患病的就是眼前这位。报应啊！无妨，你就是高神医传人。20年的时间里，拼命为国家社稷着想的大臣们都未必能够晋升，而眼前这个女人却从一个宠妃做到如今皇太后这个位置上，定然不简单呐。我儿子在哪儿？你儿子陪九皇子在哀家的宫中玩耍，安全得很，大可放心。
哀家记得凌霄有2个儿子，长得一模一样。如今20多年过去了，都变样了，哀家也认不出了。你是凌大还是凌二？凌寒舟怕自己克制不住仇恨，始终垂着眼眸。闻言，心中恨意更深了。这老娘们在试探自己呢。想当初，她让自己进宫跟皇子玩，借口软禁自己。她不小心听到他的一番谋划。后来，她被三皇子救下。她一直都未找出当年那个背后偷听之人，想来应该有阵子睡不着觉了，到现在还在试探。草民是哥哥凌、夷、渊，不知皇太后召草民前来，所谓何事？聊聊天，唠唠家常罢了。当年凌家开错药，害皇后小产，相当于间接害了皇后。那时你祖父没了，哀家就想，凌家如此高明的医术，定然不能后继无人。后来便与你父亲商量，先离开京城要紧，不然等皇上皇后缓过来，可能会牵连全家。哪知还是晚了一步，皇上还是连夜派人追去了。哀家一直以为你们都没能逃走，每回一想起那些事，哀家就痛心疾首。如今看到凌家后继有人，就宽心了。对了，哀家记得你那个弟弟天赋并不如你，不知他可还尚在人间？字字句句犹如利刃一般割在凌寒舟的心头。他终于明白当初父亲为他的妥协，他如今站在父亲的角度，再怎么恨都要为阿景妥协一番。不在了。哀家一直以为你们全被先皇。罢了，不说了，只是没想到时隔20年，竟然又听到了高神医的名号。还得亏了去年江陵州的那场暴雨和瘟疫，不然只怕咱们东旭国再无高神医这样的传奇人物。他这话的意思，他是在江陵州那场瘟疫中暴露出来的，这不应该呀。不过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不值得提。皇太后还是说说眼下，怎样才肯放了我儿子？医院，瞧你说的，好像哀家会吃了你儿子似的。他跟泽儿一块儿，难不成你是觉得哀家会害自己的孙子？你过来，给哀家把脉，顺便帮哀家调理一下身子。哀家也正好看看你学到了你父亲和祖父的几分本事。分明是求人看病，却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令人作呕。是哀家的话不管用，还是你们不想见儿子了？娘娘身份尊贵，草民不敢僭越，还请娘娘让人找几根丝线来。林婉柔诧异了一瞬，挥了挥手，便派人下去准备了。不知什么风，把凌夫人你给吹来了？怎么了？生意不顺畅？倒也不是，陆公子，之前芦荟胶耽搁了2个月的事，很抱歉，我那边出了点棘手的情况，食言了，对不住。今日我便以茶代酒，敬你一杯，以表歉意。一杯茶你就想把小爷打发了？一杯不够的话，那我再倒一杯。他的玩笑话引得陆离是哈哈大笑，喝了手中的茶，就把之前的不快就此接过。陆离再次问起浮云到京城的目的。家里出了点事，陆公子，我想找你打听一些事。你想知道什么？跟陆离聊了许久，也将京城的一些情况摸了个大概。我曾与江陵王有过生意上的往来，这位王爷能力不详，总满嘴胡话不真诚，但为人非常仗义。在知道自己治下发大水之后，第一时间带了全城大夫和药材前去救灾。带了全城大夫？对，那阵子在京中很难看到大夫。对这位王爷，浮云并不熟悉，但能在第一时间号令所有大夫的人，想必品行差不到哪儿去。你们几个先下去。王爷，奴家还要伺候你呢。爷呢，今儿瞧上别的姑娘了，你们先下去。王爷，听不懂本王的话？几位姑娘急忙放下手里东西，离开了院子。浮云满脸戒备看向眼前这个男人，总感觉对方看着不那么简单。你如何有胆量跟本王进屋？
有事求王爷，自然不好甩脸色。有趣，难怪能将东厂的人耍得团团转。王爷过奖了。想必这人已经知晓他的身份了，只是不知愿不愿意帮他。二渊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你安心回去。你放心，二渊帮过本王一个大忙，本王会保他无事，还有你儿子。有王爷这句话就够了。话已至此，浮云无需多待，起身告辞了。才从江陵王府出来，浮云就发现被人跟踪了。一个黑影姑娘快速朝浮云走过来。是你？抱歉夫人，王府被盯上了，我家王爷最近行动不便。我懂。落月跟着浮云回到暂住那个地方，浮云知道江陵王派他保护自己。凌寒舟是天亮才回来的，同行的还有鬼青。鬼青见屋里多了个人，怀疑地审视着浮云。怎么，你们安排的丫鬟不好使，还不准我自己去买丫鬟？夫人，别把我送回去，他们会打死我的。昨晚回来时，两人便是如此应付那个翠柳的。你是哪里的人？奴婢是京城外清风镇人，爹娘病死，被叔婶卖给人牙子。去查一查。待那帮人走了以后，林寒舟才问道：这位是？林公子，奴婢是三王爷身边的人，现在的名字叫二丫。鬼青并不好糊弄。二位放心，我家王爷早有安排，他们查不出来的。听他这么一说，林寒舟跟浮云才放下心来。怎么就你一人回来？阿景呢？林寒舟一脸落寞，将林婉柔诊治一事说出来。肝肾衰竭已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林寒舟诊治的过程也花费了很多时间，因病症奇特少见，逐一排查，最后得出结果是中毒，一种极为罕见的毒，叫做蓖麻，致命，但因为用量极少，所以成了慢性毒，一点点侵蚀肺腑，痕迹很浅。蓖麻，林公子，你同皇太后说了？没有，我只说可以试一试。那就好，就是因太医黔驴技穷，才会将你们请来。请？哼，这算哪门子的请？后来呢？你给他治了吗？不治还能怎么办？你看到阿景了吗？他怎么样？有没有被吓到？林寒舟落寞地摇了摇头。他提出要见孩子，可林婉柔却说他还病着，想把两个孩子留在宫中陪伴。这意思就是啊，若林寒舟治不好他，就别想再见两个孩子。所以你就妥协了？林寒舟，你笨死了！他同你讲条件，你不会也同他讲条件？我？你不会？浮云激动地开口了，却在说了几个字以后戛然而止了。屋里的三个人对视一眼，默契地开始转移话题。既然皇太后需要咱们，那咱不论如何也要将其治好。公子，奴婢还在牙行时，就听说皇太后宅心仁厚，若不是她乐善好施，城外不知道要多少乞讨的。医者治病救人天经地义，我会的。说着又聊起落月可怜的身世，直到屋顶传来非常细微的声音，屋顶偷听的人离开以后，无关的话题才戛然而止。那老婢是威胁你，你就不会威胁他？他肯定是病入膏肓，尝试了所有办法，走投无路才会用手段引咱们来的，足以证明你的重要性。你的意思是，我该提条件，他不放了儿子，我就不给他看病？有何不可？可林寒舟并不这么想，那太冒险了。他最爱的人在别人手里呢，他如何敢谈条件呢？赌赢了，占据主动。那赌输了呢？这一场不会输，下次我跟你一起进宫。活了两世，见过许多的人，一些对人性的判断他还是懂的。林婉柔那样的人呐，绝不可能拿自己命去赌的。若杀掉林景，那林寒舟绝不会治疗他，用一个孩子的命换自己这个皇太后的命，浮云笃定他不会这么做的。你是医院的妻子？回娘娘，民妇正是。林婉柔只淡淡说了一句不错。浮云是长得好看，可在美人众多的宫廷里呀，并没那么惹眼。开始吧。娘娘莫急。有何问题？民妇听闻娘娘是心善之人，不知此话可真？你想说什么？我们夫妻与孩子分别太久，十分想念孩子，想见一见，确保他安然无恙。放肆！你的意思是不放心哀家？娘娘不也不放心民妇的相公？你可知
上一个胡乱猜忌哀家的人，坟头草长了多高？抱歉，娘娘，这个问题并不在民妇关心的范围内，所以无法回答。哀家倒是小瞧了你，伶牙俐齿。谢谢娘娘夸赞。皇太后，贱内不过是个乡野村妇，没见过世面，还望娘娘深明大义，莫要与个村妇计较。这倒不至于计较。民妇就知道娘娘如民间说的那般宅心仁厚。行了，不会说话就别说了。娘娘有所不知，阿景是我们夫妻的心头肉，这都3个多月没有见了，我们实在是想念得紧。若不看看孩子，解一解相思之苦，只怕相公无法安心替娘娘诊治。你这是威胁哀家？他多少年没受人威胁了，他敢威胁他？娘娘误会了，民妇只是实话实说。皇太后，若不亲眼看到孩子安然无恙，草民只怕无法尽心尽力。罢了，你娶了个好娘子。既然如此，徐嬷嬷，你去把那2个孩子带上来。慢着，宫娘娘还是把那2个孩子留在宫中为好。这有必要吗？他们都不相信娘娘，娘娘又如何信得过他们？若将孩子还回去了，回头凌神医不肯尽心为您诊治，又该如何？娘娘，为了您好，奴才建议还是将孩子留在身边，一来有个保障，二来逗逗孩子解解闷儿，也使得……此人是谁呢？为何这般大胆？而且那个老女人似乎并未生气。本来林婉柔打算放过2个孩子的，但最后却在那个小太监游说之下改了主意，只让他们见面。浮云恨不能打死那个小太监，多管闲事。在慈宁宫另一处寝宫里，浮云见到林景和云泽了。小家伙们还好吗？娘，云姨，我们的男子汉们这是哭了吗？没有。小爷怎么可能会哭呢？娘，你一个人来的吗？爹爹呢？爹爹没事，我们一起来的。这一路上你们可有被吓到？云姨我还好，习惯了，倒是阿景吓得不轻。云姨，小雪妹妹呢？她是不是也来了？小雪没有来，我们不知多久能回去，没有带她。11和19可有来找你们？那2个棒槌笨死了，云姨你都不知道，他们被抓了，你不知如今怎么样了。云姨，他们是我娘留给我的人，就剩他们2个了，若他们也死了，我该怎么办呢？云姨，娘，你是来接我们回去的吗？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奶奶，她看起来很凶。我也不喜欢她，不过现在还不能接你们回去，你们先在这住着。我们都不喜欢这里。我知道，爹爹现在在外面打怪兽，等解决了怪兽就能接你们回家了。怪兽？云姨，这话在外面不能乱说的。只用你说，小鬼，管好你自己吧。林夫人，时间到了。云姨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阿景的，也保护好自己。皇太后，今日诊治已结束，下回又是后日。是。好。皇太后，草民有一事相求。何事？想问皇太后要2个人，他们前些日子被东厂的人抓了。哦，得罪了东厂，那可不好要啊。林婉柔叫人请鬼青过来，问了一嘴，得知就是2个无关紧要的侍卫，并没有放人的意思。那2人欠草民银子，若不找他们要回银钱，草民难以心安，心情不好会影响治疗效果。林婉柔咬了咬后槽牙，最后还是强颜欢笑，叫鬼青把人送回去了。他赌对了，比起无关紧要的人命，林婉柔更在乎的是他自己呀。王爷，人带来了。好，你出去守着。是。江陵王的视线在林寒舟身上打量许久，缓缓出声：林二渊。时隔多年，他早已记不清江陵王长什么样子，但林二渊3个字足以令他记起很多东西。很抱歉用这种方式请你入京。什么？坐。其实请你们来不是宫里那位，而是我。事情得从2年前说起，那时皇上身子骨不好，
云泽才会离京去找神医。后来，也就是鬼青等人找到云泽那段时间，皇上忽然间病倒了，朝堂发生了变故，分散各地的势力纷纷涌入京城。那阵子呀，鬼青等人突然离开平镇，也正是因为这事儿，皇上才病倒，林婉柔就伪造证书扶持新帝登基，同时暗中给皇上用了些药，让他早早归西。皇上不是林婉柔的亲儿子吗？那又如何？在绝对的权势面前，亲情根本不值一提。虽说新帝登基，可这2年林婉柔一直垂帘听政，把持朝政，新帝不甘做傀儡，这2年是明争暗斗，搞得朝堂乌烟瘴气。林寒州并不关心朝堂的事情，他只想知道为何用这样厌恶的办法引他来京城呢？我想请你帮我救一个人。既如此，为何不直接与我说，而是用这种方式？要救之人不能露面，为了安全起见，只能用这样的方法。若直接请你来，定会惹人生疑，得不偿失。为了今日的见面，他做了很多事情。先是给李婉柔送了掺杂蓖麻的香，待李婉柔身体日渐虚弱，太医实在没办法，他在不经意间透露说，江陵州的瘟疫之所以能够快速解决，是因为消失已久的高神医现身了，还不经意打听到了高神医如今的住所。林婉柔并不知道昔日神医是否在世，为了以防万一，便想到绑架这样的万全之策，引神医入京。所以需要林寒州的人是你，借林婉柔之手将我们引来，再让落月将我们带到莫府，都是计划好的。不错，如此不会惹人怀疑，办事也能方便些。浮云到底还是小瞧这位闲散王爷了，为了请林寒州看个病，竟能布这么大一局吗？你要救的人是谁？你们跟我来。床上躺着一个中年男人，脸色呈青色，看着和死人无异，但胸膛一点点细微的起伏，昭示着他还没有死。德宣帝，也就是阿泽的亲爹，当时还没彻底死透就被太子埋了，我偷偷将其挖出，一直藏在里边，用丹药吊着命。都这副模样了，为何还要救？我刚才说了，新皇登基后，林婉柔就把持朝政，若新皇就这么当傀儡也就罢了，只要是为了社稷着想，那些事儿谁来做都一样。可新皇不甘愿当傀儡。可这些跟我们有何关系？既是求人，就该有求人的样子，为什么要伤害2个无辜的孩子呢？我也没料到那女人会抓孩子，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派了暗卫一路跟着，就是为了护你们周全。诚然，2人相斗，看似与大家都无关，可朝堂上分党结派，许多官员不作为，最终苦的却是百姓啊。凉州离京城尚远，或许还未受影响，但别的地方已经有百姓叫苦了。二渊，我希望你能帮我救活他。林寒州紧皱着眉，或许会殃及百姓，可眼前之人是他仇人之子啊，他怎么能救呢？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当年林家的事儿我也知道一些，现在正是报仇的时机。至于该如何报仇，眼前躺的这个人是关键的，若能将其救活，他必定会杀回朝堂，那么那2个加害过他的人呢，必不会有好下场。若救不活的话，让他恢复一些知觉也好，只要他亲手写下一封让位诏书，同样可以把2个人拉下来。浮云冲林寒州摇了摇头，他不想卷进别人的纷争里，他想法很简单，他只想把儿子救出来，带儿子回李家村去，挣他的银子，过他的逍遥日子。但林家70-80条人命，林寒州应该放不下的吧？相公，你决定吧。这些年，你总在背后支持我想做的一切，现在换我支持你了。林寒州拿不定主意，作为林家人，他该与江陵王站在一起的，可作为父亲，作为丈夫，他理应保护好妻子和孩子。王爷，你的意思是你要谋权篡位？不，我对那个位置没有兴趣。每日鸡叫第1遍才睡，鸡叫第3遍就得起，这么点时间还得换着法儿伺候各种女人，嫌命长啊。浮云竟然无言以对，从未见过这般清新脱俗的王爷。我不可一日无君，若搞垮了新皇，那谁来做这个皇帝呢？自然是他，救得活他来，若救不活，我想扶持9皇子，他是嫡子，名正言顺。可阿泽还是个孩子，有我在，这个自然不必担心。我看你是嫌阿泽命长。跟王爷说话客气点儿啊！不了解人家的性子，还是小心为妙。毕竟人家是王爷，能随意掌控人的生死。
无妨，我就是欣赏这样敢言的人。你当真是为了百姓着想？说实话，不全是，只有一个原因：新帝上位之后，一边跟着林婉柔内斗，一边还怀疑我有二心，暗中派人盯着我，这谁受得了啊？所以，你就因为这个想反？怎么能说是反呢？我只是想救皇上，救自己的兄弟而已。林寒州最终还是同意了江陵王的请求，为了朝廷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也为了报仇，他愿意试一试。他只有一个要求，让江陵王获得妻儿平安。这个不用你说。林寒州仔细看了看石床上的人，摇了摇头。这与死人没什么两样，可不好治啊。很庆幸你说的是不好，而不是不能。看来呀，他做的一切都不算白费力气。对林寒州的选择，福音并没说些什么，只不过心里有一个自私的想法，不能让那个活死人完全恢复，至少在云泽有自保能力之前不行，不然谁也说不准，他若是复活的话，云泽是否会像以前那般在宫里遭受排挤。后面的日子，林寒州白日进宫替林婉柔诊治，晚上加班加点给密室那位活死人针灸，忙的是不可开交的。陆公子，你怎么来了？你这女人果然没有良心。当初你有事找我，我二话不说就来了，可你打听完事，似乎就把我给忘了。我问你，之前与你提议的那事考虑的如何？陆离说那事儿啊，是跟浮云合伙开作坊，生产木子牌那些东西。这样一来的话，他也不用那么远进货去了，也不算什么违约生产，可以心安理得的捞钱。浮云上回就拒绝了，因为浮云觉得要不了多久就会回家去了，他不想添麻烦。如今暂时走不成了，还需要找些事打发时间，顺便挣点钱。陆公子是认真的？自然。不瞒你说，上京的一路我们花了不少的盘缠，现在没钱合伙。钱不是问题，地方也有，你只需要盯生产，挣了钱咱们2-8分，如何？我8你2啊。你在想屁吃啊？我出大头，你出小头，自然是我8你2。我也是看在你是萧然的朋友的份上才来找你，机不可失啊。希望陆老板明白，2成利指使不动我。跟福月小时的合作，宋云东可是给他4成利呢，而且啊，他什么都不用干。你知道一旦生意做起来，整个京城的人都抢着买，2成利有多少吗？一旦做不起来呢？不可能。陆老板既然这么没有诚意，那还是别耽搁大家的时间了。看到浮云弯弯的眉眼，陆离就知道这女人不好糊弄，只好忍痛妥协。给你3成，行了吧？每月做账，按月分。按季度。还是请回吧。陆离再次无语了，要不要这么果断呢？还能再商量的好吧？我的要求3成利，管理听我的，每月分红。我能给你的除了作坊，还有一个全新的赛道。什么赛道啊？浮云没过多解释，只问他敢不敢。你先说说你的想法。挣钱的事儿可不能随便给外人说啊。好吧，陆离按着自己脑袋，逼迫自己点下头。浮云叫骆月寻来执笔，让他写了份合作协议，才开始说起自己想法。口脂、胰子、洗发膏什么的，在京城也有，且五花八门。虽说我们的品质能打，但是在商品琳琅满目的京城，始终算不得有多突出。然后呢？我们换一种方式去卖。这京城贵人多，钱最是好挣。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便想到一个绝妙的法子：做美容，赚女人的钱。经过了几分钟的考虑，暂时定下几个服务，包括按摩、美容、护肤，再捎带卖些胭脂、首饰、内衣。后期如果反馈好的话，可以再增加成衣。主打的便是一个大变活人。这听起来是个大摊子。据他所知啊，京城没人干过这样的事儿，的确是个全新的赛道。但是一旦做这个，或许就有人跟着效仿，想挣钱似乎没那么容易。不难。行，成，这项目他投了。林婉柔那边情况如何？毒素差不多清完了，之后就是药膳调补身子。我近日去看了那2个小子，他们在宫里除了不自由，别的都还好。看到你儿子，我就会想到曾经的你，真的太像了。对了，今日林婉柔说叫我去太医院入职，这事王爷怎么看？去，那女人生性多疑，若能常常在她眼皮子底下晃悠，这边呢会少一些注意。林寒洲点点头，和他想的差不多。
才进太医院没几天，林婉柔便将云泽和林景放了，这是林寒舟万万没有想到的。谁是李翠花？给我出来！啊，这位夫人，有什么我可以帮您的吗？年轻女子怒气冲天看向浮云，眼中从疑惑渐渐染上了嫉妒之色。怎么会有这般好看的女子呢？李翠花在哪儿？叫她出来！我就是。贱人，就是你勾引我相公。我猜你跟你的相公的感情出现问题了，对吗？都怪你这狐狸精！你想不想做狐狸精？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不要脸？哦，谁跟你说我不要脸的？姐妹，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消息，但能肯定的是你被人忽悠了。走，咱们到里面说。这女子名叫张小云，是陆离的妻子，两人成亲2年无子。陆离整天在外忙着，虽家里也会顾及一些，但张小云一直没有安全感。因为陆公子人缘好，整天追在后面的姑娘那是多得很呐。时间久了，张小云就开始陷入疯狂的自疑当中。这疑着吧，神经有些颠颠的，总质问陆离一些有的没的，找得陆离是不愿意常回家了。这回呀，忙着美容馆和作坊的事情，更是1个月没回几回家。张小云派丫鬟去打听，也不知丫鬟是添油加醋还是自个儿脑补出来的，就莫名脑补出一个叫做李翠花的漂亮女人和陆公子不清不楚的，甚至连孩子都有了什么什么的。听着张小云的话，浮云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你笑什么？张小姐，这可是天大的误会，我早就成亲了，肚子里的孩子自然是我相公的。至于陆公子，我们只是合作关系。美容馆开起来之后，陆公子就没有来过这边。不信，你随便找个人问。你少唬我，说不是有点什么，又怎会有人说？那你告诉我，这些话到底是谁告诉你的？你听到的原话是什么？我就是听说我相公被狐狸精勾了去了，哪里还想那么多？张小姐，办个卡吧。啊？办卡？对啊，办个卡。其实你很漂亮，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对自己什么地方不满意，所以显得有些不自信，才会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你常常如此，我敢肯定，你相公应该有表现过烦躁。张小云不再说话了，确实因为陆离对她表现的烦躁，她才会如此患得患失的。一开始带着怒气来找浮云的，如今聊这么久，知道浮云腹中的孩子和自家相公没什么关系，心里也不气了。唉，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他了，他那么好看，还那么聪明，可他不喜欢我。直到2年前陆家生意出了点状况，我求我爹帮忙，条件就是让他娶我。陆离今年应该也有30了吧？而眼前这个姑娘看着不到20的样子，莫非又是个妾室？她30了，她20岁时娶过亲，但后来病逝了，就一直没娶。我好不容易才能嫁给他，所以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哎，知道了，看得出来你很爱你相公，相信你的梦想一定能实现的。真的，所以办个卡吧。办卡又是办卡，我是来找你麻烦的呀。哎，我知道，这跟办卡不冲突。半个时辰以后，浮云成功卖出1张卡，还是一次性购买2年的大主顾。关键是啊，这美容馆还是他们家开的。登记好客户信息以后，张小云激动道：快给我安排变美。哎，今日满员了，我给你预约到明日。李翠花，你是不是骗我钱？哎，好妹妹，记住我这话啊，要变美第一件事就是控制自己的暴脾气，气不顺，内分泌容易失调，然后紧接着就是脸上冒油冒痘痘。好，我明日再来。这你都能搞定，简直了。他徐来本就是场误会啊，耐心将误会解除，就能多个朋友，何乐而不为啊？你可真大度，也就是你说换了是我。是不是要跟他打一架？可不是，他疯得很，从前没少去别的铺子闹，但一来他也算是铺子的主人，二来他爹是户部的，无人敢得罪，也就随他闹。官二代吗？很不错。疯是疯了点，但单纯好骗呢。若他知道你这么说他，会不会再发疯？不会，他会感激我。真佩服你，难怪能做出那么好的木子牌。只是解决了客人的矛盾罢了，以后这样的事定还会发生。若再遇到类似的事，别硬碰硬，多倾听。
大家都是女人，多些理解，别为难女人。他们都回来了，是林婉柔的病全治好了？情况倒是比之前好很多，还需要喝药调理。或许是见我在太医院老实，才会放了孩子吧。不管什么原因，总归孩子回到身边了，就让人感觉很是圆满了。娘，你是说辉爷？辉爷是跟你们一起来的吗？不是，今日才见到。辉爷身上很脏，还有很多伤。我一开始没有认出来，让十一将他丢出去，他就生气不理我了。一家人都聚齐了，就差辉爷了。别担心，他既找来了，会再回来的。还差小雪呢。林雪托付给宋云东照看，浮云还是很放心的，所以算起来啊，一家人算聚齐了。于姨，我不喜欢京城了，我想跟你回家。之前你嚷着要回家，现在回到你家了，你又想去哪里？云泽沉闷着不说话了。是啊，这里就是他的家呀，他能去哪儿呢？孩子回来了，浮云就没再常去美容馆了。陆离和玉娘有问题的话，才会派人找上门来。小雪，你娘来信了。啊，师父，你说什么？你娘的信，快过来，我们一起看。你娘呢，叫我好好照看你。他们如今被困在京城，暂时回不来，两个哥哥都很安全，叫你不要担心。还有爹爹呢？你爹自然是一起的，放心吧，他们在京城很好。你娘叫你好好跟师傅学本事，等他们回来，你就是名震一方的小厨子了。我会好好跟师傅学本事的。师傅，娘还说了什么？你快念。宋云东看完了信，收起自己那封信，还有一封信是给李家村大伙的。老大在京城扎稳脚了，叫咱们好好努力呢。瞧着吧，爷爷我一定要将咱们木字牌发扬光大，以后将这生意做到京城去，跟老大一起再创辉煌。再创什么辉煌？咱都1年没出新品了，就靠这些老款式。老大不在，新品咱们同样能出，回头就叫村长找人，我亲自去学。我就不信老大能学会的，我学不会。光头里有这个信心，并且呢，也付出了成倍的努力。不过最后评价是啊，的确是很难。这种事情啊，还是适合老大的。按摩、美容、护肤，有意思。抱歉，打烊了。这老婶子美容馆是你弄出来的？是你。浮云这才看清楚，眼前的男子是在林婉柔寝宫见到过那个一直打盹的小太监，好像叫什么小林子。抱歉，这里不接待男人。无妨，我也不是男人。我很好奇，你是如何想到按摩美容这样陌生的词？与你无关。是有人跟你说过的，还是你自己想的？浮云厌恶地皱起眉，看向眼前这个长相阴柔的男子，或者说太监，总之给人的感觉不是很好的样子。浮云想起身离开。我只是好奇罢了，你别往心里去。你是叫李翠花？请你放尊重点。浮云想绕过林燕离开，却看到林燕胸前衣服动了一下，随后一条拇指大小翠绿的蛇从他怀里钻了出来。你很怕蛇？这玩意没几个人不怕的。说的也是。别过来！林燕停下，眉头紧皱，一直盯着浮云的脸，似乎带起什么回忆。你想干什么？我们已经打烊了，请你出去。林燕若有所思看了浮云一眼，甩手就走了。翠花，你没事吧？我没事。回来了。今日又出去了。受到惊吓了。浮云咬着唇，下意识刚想反驳，不想让他担心的，可看到那双眼睛透出早已看透他的精光，浮云就怂了。将在美容馆遇到变态一事老实交代，包括那个变态的怀里冒出那条蛇。别怕，现在没事了，家里安全得很，没有蛇。我知道。我之前给你的香囊放在家里了是吗？在家里没有带出来。回头我再做一个，你随身带着，保证蛇虫鼠蚁不敢沾边。督主这是在强抢民女。本督劝你别多管闲事儿。我是不想多管闲事，只是想问，督主这是在强抢民女吗？说笑了，本督只是见凌夫人落单，好心想送她回去罢了。不是强抢民女就好。督主带了这么多人，瞧把人家小姑娘吓成什么样了。我看送她回家这种小事儿，还是不劳烦督主了，手下代劳就是。不劳你费心。为何？难道督主还想强抢民女？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林燕，此事与你无关，你最好滚远一点。
哦，看这架势，督主不光是想强抢民女，还打算杀人灭口。这女人划伤了本都的脸，你知道，本都最在意的就是这张脸，不让她付出一点代价，我怒气难消。不过就是多条疤罢了，看着也多了些男子气概。督主别这么小气。你腹部的疼痛令浮云渐渐开始神志不清，双眼逐渐模糊，后背冷汗不断。他紧咬着舌尖，强迫自己保持冷静清醒，绝不能倒下去。总之浮云听不清两人说的话，只看到狗太监脸色由红变青，最后一甩袖袍，带着手下人走了。翠花，又见面了。林燕，浮云没想到是他救了自己。你的状态看起来不好，我送你回家。脑海中回想起另一个声音来，他说：你怎么一个人？跟我回家吧。不用了，谢谢你。你很怕我，我送你。不用。这位公子，他不愿意就别强迫他了，我觉得很不舒服，应该赶紧去看大夫。浮云的肚子依旧痛着，意识模糊，根本没心思去想有没有人救他。此刻他只想远离眼前这个男人。浮云转头便看到落月和11挤了进来，真好啊，他命不该绝。劫后余生的感觉令浮云忍不住扬起笑脸来。东厂的人是鬼青吗？是邓有福。废物，府上这么多人，却让云逸被掳了去，你们干什么吃的？九皇子，这事都怪我，是我疏忽了。都怪，不能怨你们。云姨说过，凡事不能只看表面，要怪也是怪邓有福那个娘娘腔。11，明儿一早你陪我进宫去，我要让那个变态付出代价。他小小年纪，眼神却透着一股狠厉。林寒舟给浮云施了针，又喂了药，床上的人还未醒。爹爹，娘为何还不醒？会醒的，别担心。担心啊！19说娘回来时状态十分不好。爹爹，娘和妹妹都没事了吗？没事。爹爹，你跟我说实话，娘刚才的情况是不是非常危险？很危险，孩子差点保不住了。娘子，跟着我，让你受苦了。爹爹，娘曾经跟我说，她很开心能跟我们成为一家人。她说她不苦。阿景，你去睡吧。我要看着娘醒来。不用，这里有我。不，我不放心。相信爹爹，不会让你娘有事的。爹爹，我想陪着娘，我怕她害怕。我没保护好娘，我心里很难受。听话，保护她是我的事儿，你以后会遇到需要你保护的人的。现在只需要好好做你的事儿，爹娘就放心了。保护娘也是我的事。看他一脸坚定的样子，林寒舟没再坚持。李浮云，你再不醒来，我的面子就挂不住了。娘，你听到阿景跟你说话没有？听到的话你就睁开眼睛，阿景保证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爹爹说保证会让你醒来的，你再不睁眼就是害爹爹食言，以后再也不敢称我们是高神医的传人了。小九，你怎么来了？皇上，臣弟擅闯朝堂，还请皇上恕罪。九皇子贸然前来，想必是有事要说。皇上是讲理的人，定不会怪罪于你。小九有话但说无妨。皇上英明。皇上，臣弟此番来是告状的，东厂都督邓有福当街抢人，险些害了那妇人腹中无辜的孩子，此等恶劣行为不配统领东厂。云泽攥着拳头，眸中喷发着怒火，似要将邓有福五马分尸一般。江陵王不禁皱眉，似乎很不想承认这个小莽夫是自己看中的人。邓有福那件事情他听说了，可这般公然在朝堂上说出来很不合时宜。更何况东厂并不听齐云晨的，而是直接听命于后宫那位的。这种小事儿容后再说。小事？皇上，身居高位滥用职权，这不是小事。倘若此事放任不管，今后所有人都会滥用职权，京城岂不乱套了吗？都说了容后再说，朝堂上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商议。皇上，小九，莫要因个无关紧要的人耽误了国家大事。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还要千万人困于水火中。江陵王的本意是让云泽住嘴，别乱说话，却实在没料到云泽竟会举一反三。在看得见的地方都管不了寿麒麟的一个人，又如何能管得了那么多看不见的人呢？放肆！来人，将九皇子轰出去！无知小儿就知道胡言乱语。立即有2个带刀侍卫冲进来，把云泽架了出去。能站在这儿的都是人精啊！只一会儿功夫，心里已经百转千回了。江陵王只觉得这小子智商着实堪忧啊，实在是没眼看，打算今后加大教育力度。小主子，要不算了吧？不行，我要为云姨讨回公道。可是我们斗不过呀。斗不过？云泽当然清楚他斗不过的，但他也气不过。走，去找黄奶奶。小九，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哀家了？对这个黄奶奶，云泽没什么好感，但有事求人，他不得不和颜悦色。黄奶奶，苏儿有一事相求。哀家晓得了，你是为那个村妇而来。邓有福的确是过分了些，那孩子可有什么好歹？苏儿来得早，还不知。倘若那孩子出了事，你打算怎么办？黄奶奶，苏儿并非为个人来的，而是那个邓有福，他实在是放肆。所以我才问你，你想如何处置他？我想要他死。死？真不愧是皇家男儿，有性子。那便如你所说，让他死吧。啊？云泽有一瞬间蒙圈了，这会不会答应的太快了些呀？这么爽快？又聊些家常，林婉柔便将云泽打发走了。黄奶奶说帮我，十一，你说他会不会骗我呀？这个，小主子，你说的帮是怎么个帮法呀？让他死。这不可能。为什么？嘘，邓有福是他的左膀右臂，杀他无异于自断臂膀，他不会这么做的。你说什么？邓有福是黄奶奶的？慎言。可东厂不是父皇的吗？小主子，你仔细想想，那个太皇太后对你会不会太好了点？云泽皱眉想了想，又道：黄奶奶以前待我还行啊。听到这话，十一就知道很多事情林寒州浮云并未跟小主子说，他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和小主子长话短说，讲了最近的情况。不可能，不可能的，黄奶奶不会害我的。这就是事实，你忘了你是怎么回到京城的？十一，我可能闯祸了。我怎么就听了你的话跟你进了宫了呢？邓有福是他的人，怎么能去找他告状啊？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黄奶奶说是帮我，大抵是哄我玩吧。若处置不了邓有福的话，他会再盯上我跟云姨的。我这脑子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要不还是去问问夫人吧。都不知云姨现在怎么样了，不能让她担心啊。找凌大夫，他一定会有办法的。浮云在早晨就醒过来了，这会儿林寒舟已经服侍浮云喝了粥，吃了药，又哄她睡下了。姨父，云姨她怎么样了？妹妹有没有事啊？妹妹受了不少惊吓，不过保住了，之后好好静养，会好的，别担心。哦，姨父，我可能闯祸了。闯祸？现在可是关键时刻，这小子最好别做任何事情，别吸引任何人的注意。在十一三言两语的解释当中，林寒舟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也觉得林婉柔不会断了自己臂膀的，那么邓有福被告状，或许会在背后针对他们的。这的确不是个聪明的做法，这是我家的事儿，我自会处理，还望九皇子莫要再插手。云泽料想姨父定是生气了，竟很不争气地滴落2滴委屈的泪。浮云静养了3日，才勉强能下地行走。这几日宫里没什么消息传出来，邓有福也没再露面，就像当街抢人和云泽告状的事情没发生过一般。云泽焦虑2天，在浮云一番开解之下，放下心结，开始上学去了。11陪2个孩子去私塾，19常常要帮忙去陆离日化厂和美容馆跑腿儿。林寒舟担心邓有福会暗中使坏，便找江宁王要2个暗卫去保护他娘子。小楼宇有何事吩咐？哼，你倒是清闲了，我可惨了，晚上还得替你值班。
月姐，你瞧我这几天是不是都瘦了？有话直说，别扯那些没用的。你这搭档可一点意思都没有。今儿一早有人呈了一大摞子邓有福的犯罪证据，然后邓有福就被打入天牢了。什么？是谁谈合的？才入朝的新人，前日见过太皇太后身边的嬷嬷。那就是那女人做的，可她为何要这么做呢？这不是九皇子的功劳吗？事情并没那么简单。反正以咱们的脑子也猜不透那些人的想法，我来就是专程跟你说这事儿的。走了。啊，真给处置了，这也太顺利了些。可是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邓有福不是他的人吗？还是说这件事与林婉柔没有关系，他们只是正常处置一个滥用职权的下属？我去打听打听。暮色四合，落月打探消息回来，告诉浮云，东厂要换主。换主？打算换谁？林燕。什么？来人，放本都出去！你们竟然敢关本都，就不怕本都杀了你们？来人，本都要见太皇太后！别叫了，没人会听你的，在这里是我的地盘。林燕，你什么意思？字面上的意思，东厂今后归我管。那些罪证是你干的？是我干的，但你有今天也不能全怪我。谁叫你收不住你的色心？哼，公狗似的，看这个美人就想动手。哦，不对，说你是公狗，都是侮辱公狗。自己留了把柄给别人抓，你并不冤枉。那个村妇，林燕，真有你的！是你假传的太皇太后懿旨，让本都去给一个村妇宣旨。村妇？他可不是什么村妇，他是九皇子的恩人。九皇子是太皇太后疼爱的孙子，再者他相公还是太皇太后的恩人，动他跟动太皇太后有何区别？你一个东厂总督，总不至于连这个都不知道吧？我知道你爱美人，一旦见到像李翠花那样姿色的女人，定会起歪心思。而李翠花又是九皇子的救命恩人，九皇子定不会坐视不理。我暗中指引他去殿前大闹一番，将此事闹得人尽皆知。你邓有福滥用职权不作为，早就有人看你不顺眼了，做掉你是迟早的事儿。不可能，本都是太皇太后的人，他不敢动本都。你说是齐云晨？他的确不敢动你。对，除了太皇太后，无人敢动本都。小杂碎，本都命令你把门打开，否则的话，本都对你不客气。你想如何对我不客气？整个东厂都是本都的人。行了，真不知道你这脑子是如何当上都主之位的，还都是你的人。哼！哎呀，你猜猜是谁把你关在这儿的？邓有福愣了，关他的恰好是东厂的人，而今日他喊破了喉咙，都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开门。你的人早被我做了。本都是太皇太后的人，敢动本都，太皇太后饶不了你。邓有福啊，邓有福，你的确是没脑子。我刚才都说了，皇上的确不敢动你，你就没想想，会是谁下旨将你打入天牢的？你是说，是？我想说，要总督的位置，那老女人当真就给我了。老女人？你竟然敢叫太皇太后老女人？有何问题？说起林婉柔，林燕就一脸嫌恶。若不是要用到她，他甚至懒得看她一眼，倒胃口。你竟然问本都有何问题？对太皇太后不敬，当心你的九族。等本都出去，定要参上你一板，让你这个王八羔子不得好死。别说九族，就是灭了全国百姓，又与我何干？在这个世界里，他不在乎别人的生死，他要的只有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怎么不进来？怕看到娘娘的香躯，把持不住。你这小嘴儿可真是能说能用，快过来。林燕缓缓上前，拨开床幔，床上的香味比香炉更深。林燕面上笑着，心中却是冷哼：媚药。东厂总督之位给你了，今后你就是哀家的人了。我一直都是娘娘的人。识趣。林燕的眼中闪过一抹厌恶，这个老女人
不会真的以为自己很有魅力吧？怎么了？林公公今日可是不行了？林公公，林燕想起3年前那些不愉快的经历，一睁开眼，看到有人握着自己的小弟弟要嘎，这体验谁他妈懂啊？幸好林燕醒得早，急中生智买通了主刀太监，不然还真成林公公了。只不过这件事是个天大的秘密，在林燕成功混进宫以后，便杀了唯一知晓真相的太监。不到2年，林燕坐上副都督的位置上，在皇宫和东厂混的是如鱼得水。林公公这是当上了东厂总督，便忘了本了？不该。阿家能让你坐上那个位置，自然也能叫你下来。娘娘误会了，我只是在想，今日用什么花样才能让娘娘更快乐？当真？你抓着我的把柄，时刻能要我的命，我哪敢说假话呀？邓有福死了，没能等到规定的处斩时间，就死在牢房里了。据说是撞墙死的，事儿就这么简单的接过去了。从始至终，无人来找云泽和浮云的麻烦。浮云也更加坚定自己猜想，不管是那个林婉柔还是林燕，都没想针对他们做些什么，他们不过是对方的一枚小棋子罢了。他们为争位而斗，却让他付出代价，承受痛苦，他的孩子差点就没了呀。凭什么？凭什么要他做他们的牺牲品呢？浮云将这份仇恨记在心里，他迟早要手刃那个老碧池。真不愧是高神医传人。病人太虚弱了，需要慢慢将养，想要起来还需要很长时间。不管多久，这事儿就拜托你了，韩州。阿泽那边我自会管教他。今日很关键，一时半会儿好不了，若天晚了，你自己先吃饭，好好休息。有我看着，放心去吧。林寒舟才进密室不久，玉兰就在外面敲响了门。何事？夫人，有人要见您。谁啊？是皇宫里的人。是什么人？他说他叫林燕。就说我不在家。夫人，他说他就在外面一直等着。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身子不适，怠慢了林督主，还望恕罪。这孩子，日子快到头了吧？督主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口误。我的意思是说，这孩子快出生了是吗？不知督主找我有何贵干？林夫人，这几日我都在等你呢。等我？是啊，怎么说我也算是你的救命恩人，这都好几天了，也不见得你请我吃个饭感谢一下，便只能上门来问了。所以你是来蹭饭来了？蹭饭，这是个不错的主意。林燕往后一靠，有种不吃到饭不打算离开的意思。浮云翻了个白眼儿。这就是你对救命恩人的态度？你清楚，若不是我及时赶到，你早就被邓有福给糟蹋了。他很不想承认，可无奈人家说的是事实啊。是要谢，可一顿饭就将督主打发了的话，未免有些敷衍。说的也是，那你打算如何谢我？改天。也不用改天，我给你个上门答谢的机会。后天去我的新府邸，升迁宴，你懂的。所以林督主今日是专门来送帖子的？一张帖子还不配本督亲自来送。直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蹭饭。蹭你大爷！嘴里没半句实话的讨厌的家伙。看样子是蹭不到了。本督仿佛救了一只白眼狼呢，一顿饭都舍不得招待本督。一顿饭自然不会舍不得，既然督主想吃我家的饭，那还得劳烦你等上一等。没问题，本督也想知道林夫人打算如何招待本督。都是些简单的家常菜，还望督主别嫌弃。不错，看着都是用了心的。那督主请慢用，我就先去忙了。林夫人似乎有很多事要忙的。为了糊口，不如督主这么清闲。糊口啊？你不说本督还以为在忙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的意思是半天不见你人影，不由得多想了一些。督主可能不知，养胎的确很忙。最好是养胎。浮云袖中的手暗自攥紧，不由在心中揣测起了林燕此行真正的目的。他们俩本无交情，却来自家赖着不走了，还说些莫名其妙的话，独自一待就是半日。莫非是在故意查些什么吗？上回进宫，林婉柔故意敲打自己一番，会不会是林燕在中间说了些什么呢？若真是如此，那就真的不好办了。看来林夫人的确很忙，本督也不好再叨扰，吃了饭就走。
抱歉，怠慢了。无妨，还请林夫人后日一定要赏脸，带上礼物去别人府上喝杯升迁酒。浮云本想直接离开，可这会儿子他实在拿不准林燕是否知道些什么，便留了下来。林都督，现在就你我2个人，我也不藏着掖着了，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个问题我回答过了。饭在哪里不能吃？在别处却是吃不到这样的家常菜。林燕垂下眸子，认真地吃着每一道菜。林督主，感谢你的救命之恩。现在才想起来感谢，早干嘛去了？不知我哪里得罪过督主？谈不上得罪吧。那督主为何一而再再而三的？无聊。浮云一怔，好吧，却忍为变态。浮云不想和林燕多说什么，随意吃几口菜便放下筷子。林燕倒吃了个大饱，优雅擦擦嘴，洗净手就离开了。临走前还不忘叮嘱后日之约，若你不来，我可保不准会说出你们的秘密。果然蹭饭是假，打探是真的。浮云心中大骇，不过面上如林燕一般，表现的是风轻云淡的。送走林燕就跟送走瘟神似的，令他感觉轻松不少。但想到他刚才刻意说的那些话，心里不免开始发起毛来。他们只有一个秘密，就是地下密室里藏着一个人，且那个人已经睁眼醒了过来。韩舟，你看到没？刚才他眼睛是不是动了？林寒舟看向石床上的人，并未发觉有什么变化。他眨了眼睛，你快看看，是不是有所好转呢？脉象没有任何变化。不对，我真看着了。他的五感应该在渐渐恢复，所以能听得到我们说话。皇兄啊，你能听到我的动静吗？听到的话，你再眨眨眼啊。两人期待地望向瘦得不成样子的脸，除了微弱的呼吸以外，没有任何动作。奇怪了，你到底听不听得见呢？可能是我眼花看错了。别急，恢复意识是迟早的事。江陵王不再纠结，将话题转移到云泽身上。小九这孩子以前十分任性妄为，还倔，我的话他不听，这短短2-3年就变了个样，懂事多了。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多亏了你们把小九养得很好。这回林寒舟也清楚看到了，石床之上，宣德帝眼睛眨了一下。王爷，刚才你说了什么？我说我们把小九养得很好。他的眼睛又眨了一下。你继续说。说什么？说小九齐云泽。小九这孩子以前就任性。一说到阿泽时，麦就起了反应。有反应就好，继续说小九啊。不，叫他来，亲自跟他爹说话。好，既然他要担大事儿，有些话该告诉他了。当天晚上，云泽茫然地跟着林寒舟到密室来。姨父，我从不知外公家里会有这样的地方，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见一个人。见一个人？当看到躺在石床上的德宣帝的时候，云泽不敢认。姨父，他是我爹。死的？没死。不可能，爹爹不是已死了1年多了吗？就是死了，所以太子哥哥才会当上皇帝的呀。三皇叔，你们都在啊？你们认识吗？认识。三皇叔，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父皇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啊？小九啊，我问你，你可想救你父皇？想，母后说过，只有得到父皇的重视，我才可以平安长大。不，你错了，你娘也错了，错在轻易相信男人。三皇叔，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呢？你是不是觉得你父皇任由别人欺负你，不重视也不疼爱你，所以你想找神医来给他治病，好立功，让他能够改变对你的看法，如此你方能得到庇护。实则不然，你也知道咱们东旭国向来以嫡为尊，你是嫡子，身份特殊，你还尚小，就因嫡子的身份被人嫉妒，被人欺辱。倘若你父皇再看重你，你就会因此成为有心人的眼中钉，那么多的是人想除掉你。你父皇其实很爱你的，只是为了你能长大，他不能表现出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信，我被人打，被冤枉偷东西的时候，他从不肯听我解释，劈头盖脸就骂我一顿。他这是爱我吗？有的时候只怕他恨不得我从未出生过。傻孩子，他这就是在保护你啊。我刚才说了，有人忌惮你嫡子的身份，若他再对你好，这会更加惹人记恨。毕竟你年岁尚小，尚无自保之力，他也不能时刻陪伴在身边照看。
云泽依旧是不相信，江陵王便举些例子一一说明，把云泽说的是哑口无言的。三皇叔，你说的那个人是太子哥哥吗？阿泽，你现在也不小了，我不想瞒你，你应该知道，之前追杀你的千里阁就是齐云晨出高价买你的命。云泽之前就知道想要他命的人是他的哥哥，只是云泽并不知道他的祖母竟也参与进来。为什么？他都是太子了，我又不跟他抢皇位，他为何针对我呢？因为你的身份。可是我又不跟他抢，祖母见不得我，太子哥哥容不得我，就连父皇也待我不好，更别提宫里那些妃嫔了。三皇叔，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让大家这么讨厌我？孩子，你没有做错，你只是不该生在帝王家，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也有人在默默疼爱你。三皇叔，你们找我过来，想必是不单说这些事情吧？不错，不愧是我齐木川看中的小子。说吧，我能做些什么？你……江陵王深吸一口气，将这个音节拖得很长，好像是有说不完的话，却不知该如何开口。其实是我设计，让人绑架你和灵景，就是为了引凌寒州来京城跟你父皇治病。我们熬了4个多月，你父皇可算是有点反应了，但也不算是全有反应，只有听到你的名字时才会出现情绪波动。为了唤醒他，不得已叫你来多陪他说说话，没准你跟他说说话，他就能醒过来。是真的吗？他一直惦记我吗？当初你离京他是知道的，也知道林婉柔派了东厂的人去抓你，所以他转头吩咐西厂的人一同跟去，就是为了盯着东厂的动作，必要时他们会护你周全。不，我不信。云泽实在是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去接受他爹爱他这个事实。除此之外，他还叫我暗中派人保护你。你骗我！你们大人最擅长的就是撒谎了。倘若真有西厂的人和你的人暗中保护我，为何我差点死在外面呢？还有我娘留给我那么多人，他们都死了。你们都是骗子！我不信，我不信！小九，你已经10岁了，不是小孩子了，你需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能动不动就哭，更不能将自己的心里真正想法说出来。为什么不能说？原因以后你自然会懂的。虽然有人暗中保护你，但齐云晨请的是千里阁，千里阁是江湖上最有名的杀手组织，不光是你娘留给你的人，就连我的人也死了不少。云泽终究还是被江陵王说服了，这一聊一直聊到深夜。云泽也知道很多以往不知道的事情。父皇，皇叔是骗我的，对不对？你分明就是不喜欢我，可是为何我又觉得三皇叔的话很有道理呢？我说过我会找到高神医来给您治病的，虽没有及时赶回来，高神医也不是我请来的，可到底是我先找到的。父皇，阿泽没有食言，阿泽做到了，你快醒来好不好？你醒来夸夸我好不好？你若再不夸夸我，我都要长大了。父皇，你知道吗？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好人，他收留了我，在他们家里，我才能感觉到我自己是个孩子，而不是所谓的皇子。他们知道我身份以后，也没把我当皇子对待，还是跟以前一样，该骂就骂我，该让我干活就叫我干活。他们好像不知道虐待皇子是犯了杀头之罪的，只是把我当作普通的孩子看待。不过父皇，这2年我过得很开心，只是回到京城之后，这份开心就不多了。父皇，你知道吗？我还认识一个女孩子，她有些傻傻的，还喜欢哭，爱告状，可她很善良，明明那么矮，却总会护着我。父皇，儿臣很喜欢她呢。韩州可在？他去太医院了。王爷，可是出事了。大事。昨夜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京城东边的九龙山上发生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德宣帝的陵墓被雷劈了。哼，死了都要被雷劈，这德宣帝生前干了多少恶事啊？恰恰相反，他是个称职的皇上。那或许是祖上作恶招来的报应。
江陵王知道浮云的意思，并未回答，继续往下说。凌晨，齐云晨派人去修陵墓了。发现了？发现了。这就奇怪了。皇陵通常有密室，并不像普通坟墓那般直接入土下葬，所以就算皇陵被雷劈了，也劈不到棺材。司天监说，此地被雷劈过以后变得不响，不能再将先皇葬在那里，得挪地方。然后就发现了棺材是空的。并不是空的，当初转移出来时我做了准备，棺材里的确有人，已经化为枯骨。既是白骨，又是如何发现的？帝王棺是用特制的玉石打造，能保尸身10年不腐。既然能让尸身不腐，里面的人为何会成白骨？那是从乱葬岗里找来的已死之人，死了有几日。啊，我懂了。德宣帝死亡的时候是夏季，死了几日的人身上定附着大量的细菌微生物，就算是在温度相对较低的石棺当中，依旧会继续腐烂的。若里面躺的是德宣帝本人，不可能在2年的时间之内化作枯骨的，因此被推理到德宣帝的尸体被人偷偷换过，一道惊雷引发的血案呢。陵墓受损，但凡正常人看来只需要做修补即可，司天监却说风水受损，要挪地方。挪地方怎么着也要修好新的陵墓再去挪棺，可却在事发的第一时间去挪棺，这里头人为的成分很大。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陵墓的确是被雷劈的，雷劈的痕迹根本仿不出来，而雷电也不是人能控制的，相信要不了多久，满朝文武都会知道，这是一场纯粹的意外。人控制不了雷电，可却能引导雷电。江陵王没有表态，实际上他心里早有答案了。若雷劈陵墓是个意外，那换陵墓开棺这些事情定是有人刻意引导的，也就是说德宣帝不在陵墓中的消息已经走漏了。我来便是想同你们说这件事，先帝的尸体不翼而飞，对皇家乃至整个东徐国来说是头等大事。现在全京城加强了戒备搜寻，想必接下来会挨家挨户的查，我会被别的事拖着手脚，不能时刻盯着这边，你们小心些，切莫要让人查到里面。那就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你能叫来可靠的人不？周边有几个暗卫，叫他们去密室，若情况不对，立刻将人转移到王府。搜查结束了吗？东厂的人还在西边，盯着些，别出任何差错。我会的。搜查1天1夜，整个京城是人心惶惶的，浮云更是在忐忑中度过的。夫人来了，林燕带着许多人来了，王爷怀疑他居心不良，我现在叫人转移皇上，你帮忙拦一下。撂下这么一句话，陆月就跑了。大人，请容小的进去通禀一声，滚开，别耽误督主办差。大春，发生了何事啊？东厂奉皇上之命前来办差，还望夫人行个方便，给我搜。你们不能进去！妨碍公务，你可知该当何罪？不能进去，我家夫人正在沐浴。你们先退下，林夫人，打搅了。还请督主稍等一下。大春，帮我拿一下衣服。是。林夫人还请快些，耽搁了朝廷要事，只怕你我都不好交代。我倒不知，我这寒酸小院里还有朝廷要事。有没有？相信你我都清楚。浮云穿好衣服，披头散发的从屏风后面走出来。搜吧。你们再去搜索别处，这里交给本督。还请林督主自便。穿这么点儿，不怕着凉啊？这屋里能藏人的地方，无非是在床下、柜子里、屏风后面，一圈便能找完。可林燕的脚步却停在书房。林督主，可有发现什么了？你听起来有些紧张。是你多心了。找到了。书房传来摩擦的声音，密室机关被人发现了。浮云基本能够确定了，德宣帝遗体不翼而飞的事情和林燕有关系。林夫人，你到底在怕什么？他朝书房款步走了过去，看到书柜被挪开，原本书柜的位置上多出一个通道。这是……你的演技不错，可在我看来有些拙劣了。说着便往密室走了进去。浮云有些泄气了，他斗不过这个林燕，不知为什么竟突然生出这样的想法来。有意思。林夫人，你不解释一下？我也是今日才知，这底下别有洞天。今日才知？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不知道督主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不知？
我虽住这儿，可从不知这底下还有密室。倒是你，一来就打开了。我怀疑你在暗度陈仓。蠢货！我是不如督主你聪明，可督主也不该因此就对别人人身攻击。我说李浮云，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犯什么蠢啊？到京城之后，他就只有一个名字，李翠花。李浮云这3个字，就只有林寒舟偶尔会喊他。林燕如何知晓的？你调查过我？东厂什么不知道？林燕步步逼近，直到浮云推到墙边去，无处可退。你想干什么？李浮云，我能救你1次2次，救不了你3次4次。与自己无关的事，我劝你少管。我听不懂督主在说什么。听不懂你还闻不到吗？这满屋子的药味儿。转身朝出口走出去。林燕，里边什么都没有，走吧。凌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浮云浑身的力气仿佛在瞬间被抽干了，软软跌坐在地上，冷汗浸透了后背。林燕到底什么意思呢？他分明知道了，却又说里面什么都没有，是故意说这话呢，让他再次放松警惕吗？还是真的在帮他呢？林燕究竟是敌是友呢？你来干什么？臣自然是来为皇上分忧解难的。想必皇上已经知道民间对先帝陵墓一事的谣言，更有甚者，将其与国家兴亡挂钩，故意给百姓引导不正确的价值观念，导致现在谣言不断。不知皇上是否有了好对策？臣斗胆来献上一计。是太皇太后让你来的？不是，臣只是想替皇上分忧。分忧？太监禁止谈论国事，你身为东厂总督，不知道？臣谈的不是国事，是皇上的事。朕无事，你回去告诉太皇太后，朕自会处理妥当。皇上多虑了，臣只是不想看到皇上为民间小事忧虑，这才独自冒昧前来。你倒是说说，你有何对策？臣看皇上的表情似乎并不相信臣所说的话，既然如此，那臣又何苦多言不讨好？你是太皇太后身边的人，却越过太皇太后来给朕献计，朕难道不该怀疑你别有用心？皇上，臣并非是谁身边的人，臣是东续国的人，一心只盼东续国好。皇上也别管臣以往为谁做事，臣只知若是找不到先帝遗体，只怕会有人利用此事威胁皇上地位。毕竟若无利可图，谁会做盗窃遗体这种事儿？是啊，谁会闲着没事干去偷一个死人？除非那个死人身上藏有秘密。当年先帝病重卧床，本还可以苟延残喘一阵子，可林婉柔却说他太子之位是偷来的，万一云泽那个小子回来，先帝把让位诏书给了云泽，那么多年的筹划将成一场空。所以作为太子的他，为表孝心，连续1个月接受在先帝榻前。而那个月，先帝身子越发的虚弱，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里，他拿到让位诏书，而当天晚上先帝就断气儿了。初登基时根基不稳，是林婉柔为他扫平前方的路，他却以此为要挟，要控制他的皇权。分明是林婉柔让自己伪造的让位诏书，可转头他就不承认了，还反过来给他扣个帽子，说他为了皇位蓄意谋害先帝。若是不听他的，他便将那件事情公之于众。齐云辰自此陷入被动，有皇上的名头，却没有皇上的权力。朕不管有没有秘密，朕只要找到先帝遗体，重新安置，让他九泉之下能够安息。臣懂皇上的孝心。那你倒是说说，你有何好的想法？翻遍全城都找不到先帝遗体，那么只有2个可能：一是遗体早已移植到京城之外，漫无目的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其二，便是有人刻意在搜查时将其转移，亦或者是藏在了意想不到的地方。咱们不知道对方是谁，要找就得再耗费大量人力，倘若依旧找不到，只怕底下的人会质疑皇上的能力。说重点。咱们不如将计就计，就说找到了，再高调将其安葬，先将浮躁的民心安抚下来，止住流言。你的意思是要朕造假？善意的谎言有时并不是谎言，而是救赎。救赎？以假乱真，的确能解决眼下。可如你说的，若偷盗遗体的人别有用心，岂不是给对方松懈的机会？让对方放松警惕，咱们方才有机可乘啊。王爷可有带来什么消息？消息倒是有一个。怎么不认识我了？林燕，
林寒舟未归，落月未回，就连11也没有回来，周边的暗卫还没有踪影。林督主大晚上前来，想必不是来认亲的。说吧，你想干什么？我倒想问问你们想干什么。江陵王中了剧毒，你那个没用的男人在回来的路上被王府的人请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林督主大晚上上门，有何贵干？想告诉你，你们都是我案板上的肉，若不听我的，就只有死路一条。你到底想要什么？我想要你。什么？你跟我走，我就假装什么也不知道，你那没用的男人和孩子便能活下去。李夫人，这个交易如何？如果我说不呢？我不喜欢强迫别人，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世上并无正确的选择，对你而言，正确就够了。如果我不呢？那意图谋反的秘密就守不住了。果然呐，他什么都知道。我不明白，我一个乡下女子有何利用价值，以至于让督主舍弃功劳，大半夜找来。夜生活才刚刚开始，算什么大半夜啊？夜生活这个词既陌生又熟悉。我的目的很简单，一直都是你的命和那么多人的命如何选，你可要想清楚。浮云脑海中瞬间浮上很多令他窒息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他恨在骨子里，恨不能剁成肉块的家伙。你的命和他们两个的命你要想清楚了，你若想死，我就杀了他们两个，还有你的未曾谋面的父母弟弟，不如我现在就杀了他们怎么样？既然知道不怎么样，那你还不赶紧跟我走？杀了他们还不跟我走？李浮云，李浮云，我的时间不多了，倘若你还不做决定，我就为你做决定。我的耐心有限，劝你聪明一点。带走。别碰我，我跟你走。但是林燕，你答应过的事，最好是能做到。放心吧，绝不食言。阿泽，你说爹爹回来了没有？会回来的。云泽半梦半醒地回答着，翻了个身，转眼又进入梦乡了。他也知爹爹会回来，可心里就是这般惴惴不安的。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趴起身子，踏上鞋子跑了出去。娘！林景找遍了屋子，都没看到浮云的身影。这里是哪里？曾经只是个房子，可今后会成为你的住所。前世浮云在那个人的威胁之下，跟他一起到一处别墅里。那个人满脸温柔地看向他，只说道：这里今后就是你的住所，乖乖听话，我便能保你无事。眼中透着一股熟悉的温柔。浮云的心头骇然大惊，不，这绝不可能。人海茫茫，还是在另外一个时空里，不可能会遇到的。再者说，他完全变了个样子，就是最亲近的人也不可能会认出来的。林燕不可能是那个人。饿不饿？我不过是个乡下女子，有相公，还生过孩子，自觉配不得督主关心。督主这样身份尊贵的人，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何必跟我一个乡下人过不去？哦，你这个榆木脑袋终于看出来了。我不管你曾经怎么样，我想要的至始至终只有你，李浮云。林燕，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偏偏针对我？针对？你觉得这是针对？李浮云，你别天真了好吗？皇权并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倘若失败，命就没了。我都是为了你好。我还是不懂，我们并无交集，我也不是你的谁，就算我的命没了，也跟你没有关系。谁说没有关系？我说过你逃不掉，还是乖乖听话。不管在哪儿，只有我能护你周全。顿时，浮云如遭雷劈一般，愣在原地。林燕，你如果可以，我还是希望你以这个时代的规矩尊称我一声师父。果然是他。浮云本还剩下的半分期待瞬间化作泡影。此刻的浮云仿佛变成一具流干了血变得冰凉的尸体。不可能，韩林峰，不可能。公子，夫人不见了。你说什么？什么叫不见了？他一把将人扔开，朝主院去了。爹爹，娘去哪里了？告诉我，你娘何时不见的？
昨晚我们跟娘一块等你，可是你一直没回来。姨父，阿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就跑出来看看，然后发现于姨的房间是开着的，里面点着蜡烛，可到处找不到人。姨父，我们在地上捡到这个。我知道了，我出去找找。我们也去。不用，你们在家看着。不，爹爹，我也要去，我不放心。若你娘回来，一个人都看不到，她会害怕的，所以你们2个就在家等她，好吗？2个小家伙犹豫一下，乖巧点头。他们在家等着。林汉洲在府上转了一圈，当真是除门房以外，府里一个人都没有的。他想问话，也只能去问门房的，可门房一问3不知。你再仔细想想，公子，小的倒是真的想到一个奇怪之处。昨晚11寿夫人之命外出寻你之后，这门就再没打开过，直到天蒙蒙亮，大春和19才组织府上的人外出寻人。怪就怪在，所有人，包括玉兰和玉叔2个孩子都在，唯独不见了二丫。这二丫就是负责采买，可在府上却时常看不到她人影。小人觉得她有点可疑。公子，你说夫人和二丫一块不见，会不会是二丫？我知道了，2个孩子还在里面，你看好了。是。在屋顶的各处寻到3个暗卫，不过已经是断气了，都是一刀致命的伤，周围没任何打斗的痕迹。林汉洲再次检查一遍，发现没有中迷药的迹象，暗卫都是武功高强、警惕性极强的人，若是有人靠近，定会反抗的，不可能这般安静被人杀死，除非对方是比他们更为厉害的顶尖高手啊。昨夜发生的种种疑点太多了，林汉洲独自一人根本就无从查起，只好动身去往江陵王府上。江陵王这边情况没好到哪儿去，审讯完所有的人，竟无一人能看得出来那帮人的招数属于哪股势力的。被刺杀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对方是谁。若是熟人作案，是很熟的人，熟到了解王府一草一木，知道你府上侍卫和暗卫的实力，所以派来的都是高手，为的就是一击得手。在莫府的3个暗卫都死了，都是一刀毙命，且没有反抗痕迹。王爷，你好好想想，在京城谁有这样的能力？什么？都死了？我亲自确认的。一刀毙命还没有反抗的痕迹？我的人实力我清楚，能悄无声息一刀毙命的京城没有这样的高手，就是千里阁也做不到。这就奇怪了，我怀疑潜入莫府的人跟王府的是一伙的，我妻子可能是被他们抓了。什么？弟妹她？江陵王的神色严肃起来，细思了昨晚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林汉洲被困宫里，他被暗杀，浮云被抓。若有关联的话，是他。从他的眼中，林汉洲看到了答案。留他在宫里的是皇上。原本还想留他狗命，没想到他竟然先对我这个亲叔叔下手。那事儿就拜托你了，务必尽快让他恢复。我这就让人进宫打探，帮你找弟妹。爹爹，没找到是吗？我怀疑你娘是被人抓了，我已经请王爷帮忙派人去找了。被抓？爹爹，都怪我。昨晚我就心绪不宁，就觉得会发生什么，可我没放在心上。我应该陪着娘的，有我在，就不会有坏人敢抓她了。别担心，你娘那么聪明，不管在哪里，她会保护好自己的。娘是女人，女人容易吃亏。你别瞎说，云姨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女子了，她不会有事的。阿姐，你忘了吗？我是当朝9皇子，就算再不受宠，手下也是有人的。你相信我，我都派人出去找云姨去，你放心吧。虽然这个好兄弟是个皇子，可林景觉得这个皇子混得还不如他呢。他有几斤几两，林景清楚得很。见林景不信，云泽哼了一声，转头就要走了。他叫上11和19，也不知去哪儿了。阿景，爹爹跟你商量一件事。爹爹，你说。我想找人送你回家。为什么？在京城会有危险。所以爹爹叫我一人回家，你们在京城面对危险，是这个意思吗？林汉洲垂下眼眸，默认了。爹爹，阿景哪儿也不去，有爹娘在的地方才是家。阿景，听话。娘现在生死未卜，我又怎能离开？你娘会没事的，咱就是换个地方等消息，爹爹会给你写信的。不要！
爹爹，你不要赶我走，我想等娘回来。等你们忙完，我们一家人再一块回家。说我先走，只怕是还没等到你的信，就先一语而终了。看到孩子这个样子，林寒舟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后悔了。若能再重来，他定不会选择和江陵王站在一起。皇室相斗又如何？殃及天下百姓又如何？他连自己小家都守不住了，管那么多人干什么？阿景，你听着，爹爹做错了一件事，一不小心可能会没命，还会连累你，所以你听话，回家去。咱家衣柜底下有高神医令牌，还有祖上留下的孤本，你要好好学习，不能让凌家医术毁在咱们手里。他不愿林景跟着涉险，林景也不愿独自离开，父子俩大眼瞪小眼，僵持不下。阿景，你这样很伤为父的心。爹爹，你不也很伤儿子的心吗？罢了，倘若真的失败了，或许会牵连九族，跑去哪儿都赦免不了的。阿景，就算会有生命危险，你也不怕吗？不怕，说我们都死了，还有小雪，让她来继承林家医术也不是不行。行啊，臭小子，不愧是亲儿子，有你爹的风范。我们一起努力，把娘救回来。我不能在这待太久，说完就走。今日早朝我没去，消息收得晚了些。齐云辰当着所有大臣的面说找到了德宣帝的遗体，我还以为这里被发现了，一整天都在担惊受怕。找到了？对，已经放进陵墓了。这几天新陵墓正在修建，3日之后重新下葬。这么说，无人注意到这边？据我观察，无人注意。不过那个林燕很可疑，他查到密室却无所作为，这几日就像无事人一样，以前做什么，现在依旧做什么。此人在宫里从不站队，藏得很深，不知道他会不会背地里憋坏，当心呢。说起林燕，林寒舟倒想起些事情。在京城，福音跟他闲聊的时候提到过几个人，一是合伙人陆离，二是陆离妻子张小云，而这第3个人就是林燕，行为极其怪异。他分明是发现莫府密室的秘密，这么大一功劳却不上报，究竟为什么呢？如果说掳走浮云的是熟人，那么在林寒舟看来，林燕有些可疑，毕竟别的熟人没这样动机呀。王爷，皇上今日有反应了，若恢复得好，2个月内能开口说话。那就太好了，我会再派几个人来，这边你注意一点，这些日子我得处理朝堂上的事，确保万无一失。你今日进宫可打探到什么？齐云辰听到我府上遇刺之后，表现得十分震惊，还说他会好好查一查是谁干的，以为了防止意外发生，送了我2个大内高手贴身保护来着。不确定派来的是不是眼线，我得赶紧回去，别叫人怀疑了。我想请你帮个忙。姨父，有什么我能做的，你尽管开口。我问你，西厂的人听你的吗？是，听说他们今日就帮忙找人了。好，你明日再去一趟西厂。胃口可还好啊？托你的福，饿不死。活着固然是好的，我吃饱了，督主请慢用。哦，可我怎么觉着这些饭菜都没动过呀？今晚是谁做的饭？我吃。别害怕，我的意思是今晚的饭菜还不错。你们下去吧，我不喜欢有人看着我吃饭。2人如获大赦一般退下了，屋内只剩下林燕和浮云2个人。德宣帝的遗体找到了，别这么看我，我什么都没说，什么也没做，甚至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新陵墓修好了，昨日请了许多和尚去做法事，明日重新下葬，会很壮阔。这可是1代帝王的葬礼，倘若可以，真想带你去开开眼界。谢了，没兴趣。我也不想在这种事上浪费时间，不过身不由己，等我回来跟你说说帝王下葬的场面。我记得你以前话很少。哦，你是嫌我话多了？那我少说2句就是了。林寒舟怎么样了？说他们有什么好歹，我跟你没完。他们有事是他们自找的，关我何事？为何要赖在我身上？我说过我什么都没做，什么也不知道。外头有人来搜查，暂时别出去。搜查什么？照例搜查而已，怕他们过于粗鲁吓到夫人，特来打个招呼。我知道了，你们去忙吧。鬼青却没动，浮云就越发觉得此事或许和自己有关系。还不下去？夫人，不好意思，得罪了。你们想干什么？只是想让夫人好好休息。夫人，对不住了，我也不想这么做。本督好歹是西厂总督，奉命捉拿女贼，一力办事，你们为何要阻拦？且不说奉谁的命，
就问方督主，什么样的女贼敢闯进东厂来？自是有人瞧见可疑之人在东厂附近出没，没准就躲在里头，连你们也不知晓。卫青，快让开！别处都让方督主搜过了，但这里是我们督主的宅院，我们督主有洁癖，不喜欢外人进入他的住所，还望方督主莫要为难小的。哼，谁知道是洁癖还是藏了人呢？既然方督主坚持认为藏了女贼，小的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怕您不亲自去看看是不肯走的。不过小的恳请方督主莫要动屋里的物件，省得我们督主回来发现责怪我等。给我搜！浮云能够清楚听见破门而入的声音，奇怪了，不是把他放到床上去了吗？房间就这么大呀，怎么会无人找到他呢？他能很清楚地听到屋里有很多脚步声，没过多久，脚步声渐渐远去。别走，救救我！方督主，可瞧见了女贼？打扰了。姨父，西厂回话了，今日他们将东厂林府都翻了个遍，没发现可疑的人。知道了，慢慢找吧。不过姨父，我让他们继续找了，你放心吧。多谢。姨父，你不用谢我的，你们对我那么好，我却什么忙都帮不上你们。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有个令人愉悦的好消息，关于你相公，你也没兴趣。你不是很想知道他可还活着吗？求我。你不想知道了？不想。那我还就偏告诉你了。半个月了，那个男人也就在你不在那天着急了一下，之后每天都去太医院。李福云，你瞧瞧你看着的是什么人，竟然一点也不关心你，找都不找一下，似乎很巴不得你死呢。不管是老的小的，都没人来寻你，在他们眼里大概只有那个九皇子才是最重要的。你儿子是他的陪读，是绿草，而你那个无用的男人只怕眼里只有权势，天天进宫服务好上层的人，以他的医术出人头地不是问题，谁又肯为找一个你来浪费时间呢？李福云，你可真可悲呀！小姑娘活了20多年，你该知道人性是多变的，这世上只有我对你初心不改。不需要，谢谢。总有一天你会需要的。一个丢了女人都不愿意找，不顾其儿安危，一心只想谋反的蠢货，跟一个能审时度势进退自如，请你走到天涯海角都能找到你的男人，你该懂得如何选择。哼，已经选过，你也看到了。罢了，你脑子不好使，我就不跟你掰扯这些了。等他们失败被杀头的时候，我再领你去看。小可怜啊，你惦记的人不惦记你，听起来就可悲。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你不也很可悲？哼，你气人的本事倒是日益见长。多亏了师傅，你教得好。真拿你没办法。我认输，从前是我能力不够，没能保护好你，这一世不会了。没保护好我。浮云，你别说了，我不是傻子，能看得出来你并不爱我。你若是真心爱我，就不会舍得让我坐牢受苦，更不会限制我的自由。李艳，你给我的并不是爱，而是你变态的控制欲。我并不是控制你，我也不会一直让你待在这儿。等外边风平浪静之后，我会陪你一起出去。前世如此，今世亦是如此。前世？李艳，你真是太可笑了。对他下不去手，便找别人代劳吗？他回想起前世躺在地板上，眼睁睁看着血液流干的画面，浮云浑身升起凉意来，看向林燕的眼睛也没有一丝温度了。你是怎么死的？哼，你有脸问？我想知道。想知道？你问你自己啊！浮云愤怒地掀翻了桌上茶盘。你现在很不冷静，我觉得我们今日的谈话结束了。滚！我不想再见到你，你给我滚！对不起，是我的错。夫人，您可有哪里不适？别管我。夫人，您脸色十分不好。没事，就是气得肚子疼。奴婢去请大夫来给您瞧瞧。夫人，您别怪奴婢多嘴，奴婢也是见你人好，才壮着胆子与您说些心里话。其实督主人挺不错的，奴婢出去总能听到有人在说他的好，况且对你也是一片真心，你又何苦与他过不去？虽说他那个身体有些残缺，可过日子也不能总盯着那种事不是？
长得好看，对你又好，况且还有权有势。林妈，你若是来给他当说客的，还是闭嘴吧。夫人，你这又是何苦？咱们普通人呐，活着不易，无法反抗的事儿多了去了。既然都反抗不了，那不如放宽了心，好好享受。我有相公。夫人，气大伤身，动作太剧烈会影响到胎儿，还望这几日多注意啊。浮云点点头，今日是自己没控制住，如今想来有些后怕了。大夫，我这还有多久生啊？最多不超过10日，不过得顺着气。若再像今日这样，保不准会提前，不到日子就出来。到时候你得多吃些苦头，这几日可别光坐着，多走动走动，保持心情愉悦，生的时候能少吃些苦。他也想多走动啊，保持心情愉悦，可他做不到啊。天天被林燕跑过来跟前气他，没早产他都算坚强了。林汉州，孩子还有10天就要出生了，真想你能陪在我的身边啊。我听说请大夫了，可是哪里不舒服？哼，我怎样用不着你关心，督主还是管好你自己吧。好，你不愿意说我就不问，看到你无事我就放心了。哼，又演上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做，你才肯相信我永远不会害你。让我走，我就信你。你知道的，这不可能。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好，你不想说那我来说，你来听。李浮云，我跟你说过，一旦他们失败了，你们面临的将会是杀头或者五马分尸，甚至还会株连9族，反正逃不过一个死字。难得重活一世，你甘愿就这么死吗？既然选择了，结局怎样都不后悔。可我会后悔，孤独3年总算遇到了同伴，我又怎能看着你去做傻事？这些事与你无关了。我将你困在这儿，也不过在等结局。倘若他们真的失败了，至少以我的能力能保住你，还有你的孩子。不管你信不信，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你。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你是为了留住我。我知道你一定会这么想我，以前是我对不住你，可是我也是有苦衷的。林燕眉心泛起醋意，正犹豫要不要将前世种种告诉浮云，就被人打断了。督主，有人来了。让他等着，本督有要事。督主，等不得啊，今后再跟你解释。我不想听，你让我说几遍？我不出去，你就不能让我独自安静一下吗？你就没有别的事可做吗？你们2个好生照看夫人，有任何情况及时跟本督汇报。小林子，你近日可真是繁忙。差不多也忙过了，正打算明后天去看看您呢。哼，看哀家，你怕是早就把哀家忘了。浮云在屋里听不清楚，只能分辨出林婉柔和林燕的声音来。哀家来瞧瞧，你可是在屋里藏了别的美人儿，所以无心正事。您要瞧美人，也该去我屋里瞧，这不过是下人住的屋子。林燕的声音酥酥的，带着魅惑。浮云从未听过她这般勾人的声音，不由得有些好奇。这2人的关系似乎有些不正常，也不知林燕做了些什么，只听到女人娇羞地颤了一下，随后2人就离开了。便听到墙的另一边传来说话的声音。娘娘，您可要看清楚了，我这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倒是有一只勾人的妖精。讨厌！娘娘这个点来，想必还未吃饭，我叫人给你做些吃食。这不有你在吗？这个老碧池还真的是饿了，又或者说林燕真的很有手段吧。院子里的人都清完了没有？我办事你放心，不过还是要告诉你，说不定有几双眼睛在暗处盯着，紧不紧张？啊！瞧你这胆子，也敢来找我？你吓唬哀家？不敢。你瞧瞧那边，昨天才发现了老鼠洞，也不知道里头可有眼睛。不过有眼睛盯着更刺激，不是吗？浮云本想偷听一下2人会谈些什么，能否有些有用的秘密，比方说朝堂进来有何动作，却听到令人脸红心跳的声音。浮云怔住了，就在隔壁，林燕、太监和太皇太后东续国最高的女人滚在了一起。浮云是3观尽毁呀。林公公，你今儿表现不错，想要什么赏赐？碗大的夜明珠
娘娘舍得给吗？就怕你不找哀家要，正好哀家那有2个，回头都送给你。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记得常常去慈宁宫看哀家就是。哦，是去看娘娘，还是去娘娘啊？讨厌，哼！再如此没正形，当心哀家将你不是太监的秘密说出去。那娘娘今后就没福气了。若是别人听到哀家那话，只怕早就跪地求饶，给哀家舔脚趾头了。偏偏你还有胆量反过来威胁哀家。这是半个月以来他听到最为炸裂、对自己最为有用的消息了。林燕是个假太监，这一条已经触犯东续国律法，有理由处斩了。而林婉柔呢，身为后宫之主，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长期和一个假太监保持不正当关系，根本不愧为后宫之主啊！这是扳倒2人最为有力的证据了。林妈，奴婢在，夫人可是要起夜？不，可能要生了。的确有些迹象，快叫人准备热水和吃食。不一会儿，林燕收到消息来了。你来干什么？陪你。不需要，你出去。你出去。倘若他有什么好歹，本都要你们陪葬。奴婢定当竭尽所能。林燕走了，屋里只剩下浮云、翠莲和林妈。浮云这才知道，林妈以前就是个接生婆，林燕可真会打算呐。夫人，您别紧张。我不紧张，倒是你看起来很紧张。许是进来以后运动不够，吃太好了，孩子有些大不好生。林燕一直没有离开。督主，女人生孩子一时半会儿好不了的，您还是先去休息吧。你不懂。他的确是不懂，不过他知道太监最大的痛啊就是无后。督主把一个大肚婆留在这里，兴许就是为了女人腹中的孩子吧。终于在第一抹阳光洒下的时候，屋内传出了孩子啼哭的声音。给我。林燕接过孩子，转身便出了房间。照看好夫人。林燕，孩子还我。林燕，我求求你。夫人，您别担心，兴许督主找了奶娘。兴许，你信吗？夫人，您吃点粥吧。现在是什么时辰？5时。孩子是几时出来的？辰时。今日是3月27，孩子辰时出来的。好，夫人，吃点东西吧。夫人，您听奴婢句劝，跟督主服个软吧。他带走孩子，无非就是想让您跟他服软，为了孩子，也为您自个儿，看开一点，至少月子期间得看开一些，别哭了。月子期间哭多了，以后眼睛会看不见。昨晚督主担心您和孩子，一直寸步不离地守在门外。他对您的心意，我们都看在眼里。夫人，您不如就……林妈，你也累了，去歇着吧。哎，行，您不爱听，奴婢也不说了。夫人，奴婢不管你怎么想，但只有养好身子，才会有希望。不吃不喝不要紧，你死了，奴婢跟翠莲陪个葬就完事儿。可你心里惦记的人，若知道你死了，会如何想？只有活下去，养好身子，才有希望。奴婢也不劝你了，你自个儿好好想想吧。4月才来的春意才开始消散，太阳逐渐火辣起来，浮云已经可以下床活动了。而这一天，他终于看到林燕了。给你准备的能快速恢复、减轻痛苦的药。给我下毒？你这小脑袋瓜一天天不知道在想什么，我哄你都来不及，又怎么会毒你？那为什么叫减轻痛苦的药？回奶。你的意思是不会把孩子还给我了？会，但不是现在。你放心，孩子很好，你乖乖把这个喝了，别的事以后再说。以后听话。听话。林燕，
你想要的是一个没有感情、没有思想、只会听任你摆布的机器吗？林燕的眼神逐渐变得阴沉起来。浮云知道自己是无法反抗的，随后一咬牙接过那碗汤，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现在你满意了？阿云，我也是为了你好。别这么叫我。浮云痛苦地紧锁眉头，这个称呼是他小的时候韩林峰对他的称呼。口口声声为我好，可是你做的哪件事是为我好？林燕，你杀了我，还想让我对你感恩戴德，可笑。我没有。别解释了，我不想看到你，你给我出去。阿云，我出去！浮云崩溃地咆哮着。娘娘又耐不住寂寞了。我前几日不是才去伺候过你吗？胡说八道什么？哀家就是来看看东厂最近在忙什么。怎的林督主好几日不回你的府邸？哀家派人去林府找你，管家说你几日都不曾回去，最近可是很忙。这些日子忙着正京城的歪风邪气，抓了不少人，整日都忙着在审讯，看看能不能抓到别的同党。那些事儿交给旁人去做就是，何须你亲自过问？娘娘知道的，我才接手东厂，一些事务还不是很熟悉，不亲自把关做得好一点，难免会落人话柄啊。你呀，哀家真没看错你。气氛一下子沉默起来，而渐渐的有些暧昧了。林婉柔看了林燕好几回，见对方没有主动，不由得有些不悦了。你都不看哀家，莫非是瞧上了别的小妖精了？哪儿有？你休想糊弄哀家，女人的感知一向很准。娘娘果然慧眼，什么都瞒不过你。我在想，江陵王最近有些反常，会不会是想做些什么？反常？是啊，我底下的人不止一次见过他出入青楼，夜夜笙歌，甚至还去太医院求壮阳药，只怕把身体玩坏了。娘娘，好歹是皇亲国戚，就任由他这么胡混下去，不会丢皇家的脸吗？夜夜笙歌，还去求什么壮阳药，确实很丢皇家的脸呐。不过不务正业正好，对他少些威胁。东旭国不需要什么能人，一群窝囊废足够了。他们以为他只是想垂帘听政，掌握政权，实际上啊，他想要的比这个大。老实交代，你可有同他那般夜夜笙歌了？有。林燕，你恨不得跟娘娘夜夜笙歌。哀家算是栽在你的手里了。栽在手里算什么？栽进怀里才好。为不让这个女人多心，隔三差五跑过来打扰她，她直接一次大战个3、4个回合。林婉柔主动求饶，说再不来找她了，她才得意起身。要说面对一个厌恶的人呐，她怎么能行呢？其实一开始啊，林燕是无所谓的，睡谁不是睡呢？只不过近些日子，她越发讨厌这个女人的纠缠了，所以在那方面呢，也不是那么行了。她只有把身下这个女人幻想成另一张脸。怎么样？不错，很漂亮。比你还差一点，你今天很漂亮。是吗？只是随便打扮一下，也算不负春意。怎么突然想起插花了？不负春意。看到浮云语气轻快的样子，林燕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阿云，你可有什么想要的？想要的？我想要孩子，但是你不会给我的，对吗？孩子很好，我会给你，但不是现在。好，我知道了，我相信你会帮我照顾好他的。会的，除了这事儿，别的要求我都能答应你。别的要求，以后你要对我好，这个算吗？其实浮云的演技并不算太好，或许是林燕期望太高了，没发现浮云眼底那一丝细微的表情变化。你说什么？你说的对。唉，不管怎么努力，我们与这世界上的人总会有些格格不入，不管是生活习惯还是说话的习惯，有时候总会不知不觉说出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然后受到猜疑，还得费心解释，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太不自由了。所以呢？我会试着接受，了解你。真的？你想好了？
1个月的时间还不够想清楚吗？虽然我很期待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可始终觉得你是在哄我开心。尽管知道抱走孩子他一定会妥协的，可看到浮云对自己服软，他又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人呐，真的是犯贱呐。我能想到哄你开心，这还不够吗？昨日是我情绪不稳定，还以为你会生气不肯来见我。只要你想见我，我都会来。谢谢你。对了，你吃饭了吗？午饭是没吃的，今早一直忙着，没有空闲。那你快去吃吧，再忙也要记得吃饭。林燕刚一走，浮云的笑容立马消失了。这种曲意逢迎令他实在是难受，可他不得不这么做呀。他在等合适的时机。夫人想通了就好，日子过得舒心比什么都好。林妈，你说的对，人不能跟自己过不去，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为何不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呢？虽还在月子里，可吃得好睡得好，也不用熬夜喂奶，浮云就觉得呀自己恢复差不多了。这下一步便是走出房门，再下一步就是要去见孩子了。至少得搞清楚孩子具体位置在哪儿，他方能想办法偷走他。走出房门并不难，可想做到在东厂里随意走动，并非那么容易呀。林燕不是个傻子，不可能会完全相信他会突然间改变过来。除想办法走出去，他还得做2手准备，至少要跟外界取得联系。心中已经有了个计划，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来了。这些都是你摆弄出来的？好看吧？好看。我还没有见到京城的春天，只能用这种办法把春天搬进来，也算是望梅止渴吧。你想出去吗？我可以吗？林燕沉默了，她的反应在浮云意料之中。不可以就算了，就这样也挺好的。你现在不能吹风，所以……我知道，只是有点遗憾罢了。我没关系的。这日，浮云在窗边发着呆，忽听到外头传过来吵闹声，似乎在抓捕什么东西。翠莲打探回来，说闯进一只野猴子，护卫正在驱赶他。我去看看。夫人，不可以的。我不出去，就在门边看。快抓住他！谁会轻功啊？都不会。快去找会轻功的人来。先架梯子，将这畜生赶出去。外头一阵喧闹，浮云的心立马提到嗓子眼儿了。他生怕辉爷被这帮人斩杀了。眼见有人搬来梯子，就要爬上屋顶了。住手！而屋顶上的辉爷也循声看了过来，立马龇牙咧嘴蹦了起来。他后腿一蹬，朝浮云就飞奔过来。保护夫人！门边的守卫急忙让浮云进屋去，迅速把门关上了。开门！他心急如焚地在屋里走来走去，直到外面没了声音。夫人，您为何？那可是猴子，多好玩啊！在这屋里一点娱乐都没有，好不容易能看到个新鲜的东西，他们都不让我看，好气啊！您喜欢这些小玩意儿，跟督主说一声就是，他定会为您弄来。不想麻烦他。浮云没跟他过多解释，只说道：你去看看外面怎么样了，可有抓到猴子？猴子跑了没捉住，有人去追了，想必也跑不远。为何？奴婢见着那猴受伤了。受伤？那只猴子抓到了吗？回督主，没抓到。没抓到的意思是好了。本督不是怪你的意思，只是想问你，那只猴子往哪儿跑的？可是谁家养的？往城外山上跑的，像是野猴子。野猴子？去查一查。这只野猴子专程只来了东厂，还是四处乱窜的。啊？野猴子生性顽劣，若伤了百姓就不好。是。侍卫当即差手底下的人去打听，第二天一早便有了结果。督主，那猴子的确是从山里来的，这些日子总胡乱闯进百姓家里。找些人将那些危害百姓安全的野猴子全抓了，动作无需太大，但要让别人知道，抓到野猴子先关起来，别弄死。是。自辉爷出现那天开始，浮云话多了起来，多次问林燕关于猴子的事情。你总是打听猴子，你很喜欢猴子？只是觉得猴子可爱而已。可我怎么听说你养了一只猴子？养过，3天2头瞎跑，饿了才回来抢吃的。
本来是想当宠物，可根本养不熟，后来就没再管了。你倒是挺关注我，连这个都知道。职责所在，在你们还未进京时，后宫那位就将你们的底细全打探了个清楚。浮云知道被调查是免不了的，不过有另外一件事情他是更为好奇的。浮云不禁问道：林燕，你是何时认出我的？说起来第一次见面就注意到你了，那时只是觉得有点熟悉，并未多想。真正认出是元宵节。啊，元宵节？你放了一盏灯。就因为一盏灯？是啊，一盏灯。我恰好在高楼的望台看到了平安喜乐。当时他忽然就忘记了这繁体乐字怎么写，便写出简化的。也不单是这个吧，在这之前我听说了娇起花楼的香皂口纸。就算他不放孔明灯，迟早会被林燕认出来的。林燕，我真的好想去看看孩子。我说过他很好，长得白白胖胖，可是我想象不出来他的样子。白日能见到几个人倒还好，一到晚上我就睡不着觉，仿佛心脏被挖去了一块。我想他，林燕，你能懂这种感觉吗？林燕挪开了眼睛，不敢去看，生怕自己会心软。再说吧，你好好休息，我先去忙。哼，林燕，你以为你足够了解我，却忘了我也很了解你。3天之内，你一定会让我见到我女儿。林妈，夫人说她肚子疼。翠莲，快叫人去请张大夫。夫人，您脸色很差，还是请大夫来瞧一瞧才行。好端端的怎么会肚子疼？可是吃错东西拉肚子了？没有，奴婢帮您揉一揉。林妈一掀开被子，顿时怔住，嘴角微微颤抖着，撑起身子一看，床上红了一大片。夫人，您别急啊，大夫很快就来了。浮云眸光微闪，他料到身体会有些问题，只是没料到会看着这般严重。他倒是很淡定地安慰林妈，不要害怕。夫人，奴婢家里还有年迈的父母和病重的孙子，奴婢求你在督主跟前帮奴婢说说话，奴婢真的不知道为何会这样。你起来吧，奴婢求夫人开恩。好，我尽量。不一会儿，张大夫匆匆赶过来，张大夫颤抖着手给他号脉，脸上表情越发严重起来。你们2个去门口守着，别让任何人进来。大夫，我的情况可是很棘手。张大夫咽了咽口水，何止棘手啊，简直要自己老命啊！他不说话，浮云只能猜测了。你对妇科方面不是很擅长？张大夫眼珠微微转了转，浮云就知道自己猜对了。东厂还有别的擅长妇科的大夫没有？张大夫似回神了一般，摇了摇头。东厂都是男人和太监，哪需要什么妇科圣手啊？大夫，我感觉现在血流不止，我可能要死了。不知我死了，林燕可会怪罪你们几个？张大夫没说话，但浮云从对方的眼中得到答案了。你也不想被怪罪，对不对？夫人切莫担忧，小的一定会治好夫人。你的医术能治好我？小的定当竭尽所能。你信不信我能让你治不好我？若是治不好我，以林燕的性子，定会迁怒你们几个。现在只有我能救你。夫人，不该有的想法，您还是收回去为好。哼，这世上哪有什么应不应该？哼，我能感觉到我要死了，也觉得你治不好我，所以我想为我自己的命争取一下。张大夫有些迟疑，不知这个争取是不是他想的那个意思。我听说城西有一家平安医馆，里头有个白老大夫，特别擅长这方面。倘若连他都治不好我，那我的死便与你没有半分关系。夫人，夫人说的十分隐晦，可他还是听懂了。说实话，他不敢那么做。连命都不顾惜吗？小的先给夫人行针止血。他说的是止血，而不是治疗，证明还是心动了。有劳了。行针进行到一半，林燕匆匆赶回来了。无论如何都要治好的。
林燕，你别这么凶嘛！张大夫刚才跟我说了，我是身子不好，生了孩子后落下了病，这病不明显，所以先前并不知道。林燕，我觉得我要死了。别说傻话，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不会让你死的。督主，小的不是特别擅长这方面，不敢胡乱诊治啊。林燕，我听说张大夫最擅长治外伤，对于妇科方面涉猎不广，我不敢让他给我治，你去给我找最好的妇科大夫好不好？我还年轻，不想死。好，我这就让人去找。浮云暗中给张大夫使了个眼色。督主，小的知道，城西的平安医馆里有个十分擅长这方面的白老大夫，或许他能保夫人平安。看到心爱姑娘如此受罪，林燕早已经方寸大乱了，丝毫没注意到张大夫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有些闪躲。去城西医馆找白老大夫，就是绑，也要将本族把人绑回来。林燕，若我活不下来，你帮我照顾好女儿，告诉她娘亲很爱她。你安心歇着，不会让你有事的。鬼青行动力很强，2刻钟的时间就带来一位发须斑白的老者。这位夫人命大呀，大夫，劳烦你一定要将她治好。老夫尽力。这位不知如何称呼，还请你叫所有人退下。看病还要所有人退下，给女人瞧病自是需要回避的啊，当然这也是老夫的规矩。林燕犹豫点头，说翠莲留在屋里看着。老夫的规矩所有人都要回避，老夫不喜有人偷窥老夫的医术。众人默然了，只能退出去。不过林燕还是不放心，留下翠莲在屋外听候吩咐。白老有老，夫人才生产，怎能不见孩子？有些意外。意外？孩子没了？不是。老夫看夫人郁结于心，可是有心事。想孩子，所以他想说他还不能离开，可是隔墙有耳啊，那句话还是憋了回去。老头心下了然，你放心，有老夫在，你的身体自会康复。有劳白老，倘若我的康复，日后定亲自上门道谢。谢倒是不必，老夫走一趟也是要收钱的。吩咐你的事可有办妥？父亲，都办妥了，月儿亲手将东西交给那个孩子了。好，此事烂在心里，当作没有发生过。是。老实交代，这个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姨父，是阿景的，一个小姑娘给的情书。小姑娘给的？多大的小姑娘？应该有8岁了。姨父，你别怪阿景，阿景平时读书很刻苦的，而且那个女孩也挺温婉可爱的，是个好人家的姑娘。你们确定这是小姑娘写的？就是个小姑娘，叫白韵，也是此书里的学生。白韵。安河一踏上，好景无穷相，勿负头上金，念此可生尘，云烟入画图。安好勿念云。白韵，你可知道一个叫白韵的小姑娘？白韵好像是平安医馆白大夫的孙女。白大夫，我知道了，你去忙吧。林寒洲打死也想不到浮云会为了传递消息而伤害自己身体。从平安医馆出来时啊，他只觉浑身冰凉。白老头说了，他见到浮云了，情况很糟糕，但他说了时机不到别找他。老夫还知道他没性命之忧，因为老夫故意开价50两银子一张药方，那人立马点头，可见那人是不会让他出事的，一切安心。说安心呢，可他如何能安心呢？找了这么久，却是没想到就在眼皮子底下。林寒洲方才离开，便有一把明晃晃的刀横在白老头脖子上。刚才那人来此做什么？来老夫的医馆，除了看病或者买药，还能做什么？一个医术在你之上的男人来找你妇科圣手看病，医术在老夫之上。嘿，你这年轻人，你这眼神不好。再者，会医术也不买药了，你这他妈拉屎你不用吃饭了你啊！我说你们这些人又要大夫救命，又他妈不想要大夫活，你到底想干什么？打探消息而已。说完，鬼青很快没入黑夜当中，就跟没来过似的。白老头双腿一软，跌坐在椅子上。那个臭丫头啊，把自己拉下水，等他活着回来的，定好好骂他几句。为了见他，竟想出这般不要命的法子，他该骂。那大夫的确不错，
我看你这2天气色好很多了，晚上睡得也安稳许多。晚上，你来过？来过，你睡得很沉，当真是改行了，警觉性都变差。浮云撇撇嘴，不想说这个话题。你好好歇着，我走了。林燕，我想见孩子。师父，一句轻声呢喃，仿佛回到小的时候。他把那个小丫头带进组织，照规矩进行残忍的选拔，一行20几个人，最后没几个活下来。好，你先乖乖睡觉，乖乖睡觉，明日就能见到。林燕，你来了。想我了？是啊。笑容很虚伪，回答也差点感觉。丑话说在前头啊，孩子能给你看，但你现在的任务是养好身子，不是照顾孩子，懂吗？小孩不需要坐月子，你需要，我只会以你为重。他想象过很多次抱孩子的情景，可如今孩子在眼前了，他却只觉手足无措。顷刻间，他泪如泉涌。你若再哭，下回不给你看了。浮云急忙擦干眼泪，擦亮眼睛去看孩子。小姑娘睡着了，小小的一团，很是可爱，如林燕所说的，长得白白胖胖的，眉宇间有点凌寒洲的影子，鼻子像浮云，秀挺的。林燕，谢谢你，我很开心。过来，小东西一醒来就要吃的。随后朝外头喊了一声，奶娘便进屋把孩子抱走了。浮云很是依依不舍地望向两人从眼前消失了。在那一刻，他很想冲过去把孩子抢过来，然后逃走，可他很清楚他打不过林燕，更别提周围那么多人在呢。别看了，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你别要死要活的。以后我每天带他过来陪你玩还不行吗？真的？假的。林燕丢给他一个白眼儿，转身就走了。话虽这么说，可是第2天还是带孩子过来了。自从新皇继位以后，又是洪灾又是瘟疫，而今年更是一桩桩一件件出现2起无法解释的现象。前有皇陵被雷劈，先皇的尸首消失了，后有野猴闯入京城抓伤百姓，国君无能啊，东续国要亡啊，甚至有人开始敛财囤粮，打算应对即将到来的灾害。一时间，京城各大商铺遭到哄抢，物价高抬，导致很多的百姓叫苦连天的。而这苦难很快到了朝堂之上。此事，众爱卿如何看？数百名大臣交头接耳，絮叨了好一阵子，却无一人敢站出来发言。皇上，臣斗胆一言。说。民间的那些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但流言这种东西一旦产生，比瘟疫蔓延得快，却比瘟疫更难消除。想要止住流言，就要让众人对朝廷有信心，对咱们东续国的实力有信心。齐云辰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儿，他自然知道，关键是如何让百姓相信朝廷，相信他。这谣言一起就一发不可收拾，百姓都在谈论，抓是抓不完的，想找出最初散布这些谣言的人，更是堪比登天。江陵王，你别绕关子了，直接说重点吧。大家也知道，百姓不是不信朝廷，而是被那些无法解释的怪状影响了判断力。没人希望国家不好，在百姓心中不过是想要一份安稳。那咱们想办法让大家觉得安稳。说的简单，关键是如何才能让百姓安稳啊？这个，本王暂时没想好。三皇叔请坐。臣惶恐。不知三皇叔是否也同百姓那般认为，朕命中带煞，不适合当这个皇上？皇上仁德难抵，万民敬仰，切莫听信外头那些胡话。三皇叔，方才可是想到了化解之法，是有何顾虑，所以没当众说。这，起来，但说无妨。臣的确想到了一法子，只是臣不敢说。只管说，朕赦你无罪。这几十年来，护国寺一直名声在外，护国寺的老方丈也一直受万民敬仰。不如请他来做场法事，驱散妖魔，再说些吉利话，想必便能平息百姓心中猜疑。护国寺，护国寺的方丈受万民敬仰，找他来说，百姓就信。而朕这个皇上的存在，却处处惹人猜忌，朕竟连个和尚都不如。皇上息怒，是臣未曾考虑妥当，还请皇上恕罪。朕还以为你当真有什么高见。下去吧。是。江陵王惶恐地退出来，抬头看了看蓝天，他勾勾唇角，时机差不多了。齐云辰盯着桌上折子愣了许久。其实仔细想来，江陵王的说法也并非不可行。
想通以后，齐云晨眼前顿时明媚起来，吩咐人去办此事了。而这个时候，林婉柔来了，她问起朝堂的事情，什么都要过问一下。齐云晨很不愿跟她说话，可形势不允许自己任性，还是交代一番想请护国寺诵经祈福一事。林婉柔听完之后沉吟一会儿，如此也好。数百上千的猴闯入京城，实在匪夷所思。就算我不点火，也会有旁人点火。现在该给这把火添点柴了。如何添啊？江陵王把自己计划讲出来，他料想着齐云晨定会去请护国寺方丈，无论是做法还是驱散妖魔，还是诵经为国祈福，到了那日便是他死期了。木川，我在。别小瞧御林军和东厂。不管怎么样，这是最佳的机会。错过这次机会，不知要等到何时。我已经拉拢了朝中大半重臣，只能赌一把。墙头草靠不住，让方30带小九去难民安置点找囚吾。难民安置点？话到这份上，江陵王便猜到了，那什么难民安置点，大抵是德宣帝暗中养的一股势力吧，竟连他也瞒过了。发生什么事了吗？大事，今日京城很不太平。野侯虽然清完了，可话题是没完的。你也知道，这个时代的人信奉信仰，轻轻一点小事在他们眼里就能无限放大。什么意思？洪灾、瘟疫、皇陵被雷劈，京城进野侯，桩桩件件都能解释为大凶之兆。你是说朝堂上？不错，百姓都在说皇上无能，在他治下多灾多难，你说可不可笑？然后呢？为了消除百姓猜忌，5月初5这日将会举办一场盛大的活动。他们请护国寺老方丈带领一众和尚入京给东续国诵经祈福，遇事不去追究源头因果，只知拜佛求神，你说可不可笑？5月初5举办盛大活动，为国祈福、评谣言什么的，想必是专门演给百姓看的。那么场面应该会很大，御林军应该会出动一些人手，而除此以外，兵马司来管治安的。那么大的场面，自然少不了东厂的影子。林燕一定会去的，只是不知会带走多少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呀。是挺可笑的，不过宫里不是有司天监吗？就是专门占卜算卦的那个职位，适不适合当皇上，不是司天监一句话的事吗？这回闹得很凶，加上德宣帝的陵墓是司天监选址，却被雷劈了，所以司天监的话可信度不高，百姓根本不信。这种时候只能请德高望重的人来，护国寺的老方丈便是最合适的人选。这样啊。对这些事情他兴趣不大，他只想知道江陵王如何，凌寒州如何。请护国寺来祈福是江陵王的主意。江陵王一心为百姓，是个好王爷。哦，这可不见得，我还有事就没带孩子过来，不过提前跟奶娘说了，中午让他带过来。京城中央的大广场处，人山人海，中间摆了香炉祭坛，以护国寺方丈为首，200-300个和尚围绕祭坛盘坐着，诵经声如海浪一般层层叠叠，起伏跌宕，时而低沉如雷鸣，时而高亢如凤鸣，充满了力量和节奏感，场面是蔚为壮观。整个京城笼罩在一片祥和之中。怎么停下了？让福公公去问方丈，可是哪里不舒服呀，或是要方便什么的。只见老方丈摆了摆手，不知说些什么，便开始收拾起中间祭坛上的东西。皇上，方丈说结束了。结束？说好要1整天，这才50，怎就结束了？齐云晨见老方丈是真在收拾东西，顾不得其他，亲自上前去问道：智源方丈，您这是何意啊？阿弥陀佛，今日的祈福到此为止。怎么回事？什么叫到此为止啊？先前我听说祈福要1整天来着，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哼，装神弄鬼罢了。这些和尚只怕晒得受不了，想撤了，找借口而已。闭嘴！那可是佛法无边的智源大师，岂是你能猜忌的？佛祖饶命，信徒什么都没听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何？说好1整日的，出家人怎能言而无信？阿弥陀佛，不是老衲言而无信，而是这福齐不了。齐不了？什么叫齐不了啊？智源方丈的意思是东续国要完了吗？这不可能，
老和尚绝对是胡说八道。咱东旭国好好的，怎么可能要完呢？阿弥陀佛，皇上，有些话老衲并不方便说。齐云晨心有余悸，生怕方丈所说的话是跟自己命格有关系，不敢贸然询问他。但这个时候，老太师却站了出来，问道：还请方丈解惑，为何祈福进行到一半，突然说祈不了？天道不允许。江陵王微微勾了勾唇角，面色不改地望向广场中央，后宫所在的方位，林婉柔身旁。李艳清楚看到江陵王一闪而过的细微表情，眯了眯眼睛。原来如此，这一仗打得出人意料。这意思不就是东旭国要完吗？看样子传说是真的，那位命格真的不行。有他在，东旭国肯定好不了。听着纷乱嘈杂的人群，齐云晨再也无法淡定了，只觉那些叽叽喳喳全都是针对自己的。天道，朕是天子，还怕天道？老和尚，今日你若做的不能让朕满意，朕摘了你的脑袋。阿弥陀佛，若老衲的脑袋能让百姓安稳，皇上摘了也无妨。这是圣旨，朕不管你如何想，今日这场祈福必须要进行下去。阿弥陀佛，皇上为何非要执着于祈福啊？为我东旭国百姓祈福，还需要理由？心正，则万事正。这话是什么意思？老衲认为皇上心知肚明。朕看你是活腻了，老糊涂了。糊涂清醒不过是世人眼中的看法。你当着众人的面，齐云晨心中即便再怒，也不敢真拿方丈怎么样。他咬牙说道：继续，否则护国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东旭有蛀虫，就该捉蛀虫，而不是假装视而不见。在此唱些经文，就能将蛀虫消除。什么蛀虫啊？我怎么就听不懂呢？哎呀，你若能听懂，早就进朝堂了，还不至于再卖猪肉呢。方丈这话是什么意思？谁是蛀虫？这些蛀虫会害了东旭国吗？不知道，瞎操心什么？朝廷会想办法的。蛀虫？哼，朕看你更像蛀虫。皇上，非要老衲明说吗？继续祈福。祈不了。你管他祈不祈得了，念完你的经就是。寻常但凡皇帝吼上一句，谁敢不颤抖啊？可智源就跟耳聋眼瞎一般，丝毫不为所动。看来老衲不说出实情，皇上很难罢休啊。皇位得之不当，再如何祈福也无用。妖僧妖言惑众，来人，将这些妖僧拿下。齐云晨一甩龙袍，愤怒离去。放开方丈，他是东旭国的救星啊！放开方丈，不然我们跟你们拼了！放了方丈，东旭国多灾多难是上面的问题，跟护国寺有什么关系啊？对，我们要的是明主，是明君。齐云晨更怒了，坚持要拿下这一众妖僧。人群越发躁动起来，开始往百姓中间挤。谁敢闹事，杀无赦！见皇上动怒，站于前方的百姓想停却停不下来，后面太急了，不往前走很可能会被踩成肉泥的。人潮不退，齐云晨生出冷汗，目光凌厉地看向福公公。福公公一怔，硬着头皮替皇上发布号令，让御林军的人出手。场面极度混乱，百姓跟官兵打成一团，结果自然是百姓遭殃了。御林军不敢下死手，却也伤了不少人。原以为这般能够吓退众人，可不想更像点燃了导火索一般，令场面更加混乱了。人群里侧的人接二连三地摔倒在地，后面人看不见前头情况，继续往前挤着，场面彻底失控了。林燕，此事你如何看？娘娘，我的人都在外面，进不来。哀家是问你，可有解决之法？无论能否祈福，都不能伤了百姓，这于江山社稷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说得不错，连你都能看明白的事。林婉柔点点头，对身旁徐嬷嬷说道：去将皇上叫来。芊芊决定让智源和尚来祈福，
便是因他在百姓心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如今你要将他捉拿，必然会引得百姓不满。今日祈福不成，朕的处境会更差。先平息眼前的乱世，回头照智源和尚进宫就是。齐云晨顿时觉得昏暗的眼前云开见日，他怎就没想到这个呢？住手！都住手！御林军都退下！贵卿，你想要的我也能给你。夫人，还是老老实实回去吧，我或许还能当什么都没看见。回去？如何回得去呢？他跟林燕早成了不死不休的仇敌了，若不是女儿在那个贱人手上，他又怎会忍到今天呢？那就来战。夫人，你这又是何苦？若我晚来一会儿，是不是以后都见不到了？本就不该相见。林燕，你杀我负我，还想让我对你感恩戴德？我杀你？我恨不得把你囚禁在身边，又怎么会杀你？废话少说，要么我走，要么我死。这两个我都不会选，我要你跟我走。广场上情形那般的紧张，林燕相信和那个江陵王脱不了干系。既然已经开始了，定没有回头路，所以不管是上层还是百姓，都会乱上好一阵子。所以现在是逃离的最好时机呀，这也是林燕怀揣了很久的计划。我以为日夜的相处你会忘记那个男人，我们能回到曾经。就算知道你会哄骗我，我也会告诉自己那都是真的。阿玉，我真心待你，你却趁我不在不惜一切要逃出去，你可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来人，将夫人请回屋。才走出偏院，便听到前头传来凌乱的打斗声。回去，去看看。是。方胜，你这是何意？奉皇上之命来东厂办案。皇上？哼，我看你不像办案，更像找茬。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慧清，念在同门一场，我不想为难你，你帮我带一个人出来，我就撤。我有我的立场，恕难从命。为一点小事丢命，不值得。你不也将为一点小事丢命？两个人你来我往过了10几招，实力相当。慧清，来西厂吧，东厂不是好地方。林燕拉着浮云七拐八拐的到了后门处，没有预想中的快马，门内等待他的是好一群陌生的面孔，全都拿着刀严阵以待。林燕一眼就认出他们身上穿的是西厂的衣服，是西厂的人。西厂这是何意啊？找人。来人，西厂作乱，给本都拿下。两帮人顿时打在一起。以林燕的性子，她从不恋战，拉着浮云转头就走。男子汉大丈夫，背地里耍手段，算什么本事？让开，不然谁也别想好过。林燕，你这个人本事很大，不过太自负了。林燕皱皱眉，没明白过来浮云的意思。只见浮云抬手划过自己手臂，顿时一阵酥麻感传过来，手上顿时多了一道又细又长的伤口。浮云没有丝毫的犹豫，跑向林寒舟。林寒舟，别恋战，走。他知道林寒舟并未正式学过武，未必能够打得过林燕。阿玉，你要带走我的小青。脖子上阵阵酥麻，林寒舟这才看到一条翠绿的小蛇盘踞在浮云肩膀上。他听浮云说起过这条小蛇，大概就是经常从林燕怀中冒出那条蛇吧，而蛇却很有灵性一般，咻的一下钻进浮云的衣服里。孩子！浮云顾不得自己，手忙脚乱地把孩子从怀里扯下来，递给林寒舟。阿云，你的眼光不过如此。林寒舟看到浮云苍白的脸，很是心疼，情急之下顾不得其他，一手揽着孩子，一手直接伸进浮云的衣服里去捉蛇。林寒舟忽然轻呼了一声，浮云下意识朝林寒舟看了过去，只见林寒舟面色平静，从他衣服里伸出手，而手中正捏着蛇的7寸。你的东西我收了。说完手一个用力，硬生生把蛇给掐死，用脚狠狠踩了下去。看到自己宠物被无情丢在地上，碾成碎肉，方才那条蛇突然就狂暴起来，他生怕浮云被咬，一时心急，一把抓过去。那蛇身一扭动，一口咬在林寒舟右手大拇指指根上。这蛇可真毒啊，他整个手掌开始麻木起来，不赶紧解毒，只怕情况会不妙啊。林寒舟不是个冲动之人，不会为了泄心中之愤拿自个儿性命开玩笑。
他拉着浮云转身就要走。来都来了，不吃个饭再走？林寒舟顿住，男人的直觉告诉他，不处置林燕，他根本走不掉。娘子，你等我一会儿。林寒舟，别！话音未落，就见林寒舟、林燕同时动了，像两头谁也不服谁的猎豹碰撞在一起。浮云几乎没见过林寒舟动手，但对林燕的实力他清楚得很。林寒舟虽未正式学过武功，可从小复仇的欲望令他比旁人付出的多得多，体力上比林燕强出不少。此时面对格斗高手林燕，也丝毫不显劣势。御林军暂时控制住局面，齐云晨开始叫人安排回宫。皇上，你瞧，那位今日好像有些过于低调了。皇叔，会是你吗？皇祖母，走吧。这时一道浑厚有力的声音传了过来：皇上有令，任何人不得离开。一个孩子推着一个轮椅走出来。御林军听令，拿下反贼齐云晨。御林军直属皇上，而有人喊他们捉拿皇上，谁敢动手啊？有刺客，拿下！怎么可能？齐云晨一时间没认出轮椅上那个男人，听到林婉柔的声音，他下意识看了过去。轮椅上那个男人眼窝深深凹陷下去，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齐云晨蓦地瞪大双眼。我是齐慕瑶。顿时一片哗然。慕瑶，真的是你，真的是你。齐云晨，你可有何要解释的？怎么可能？父皇已经死了，这个是假的。御林军，快将他们都拿下，他们要造反。林燕，今日不取你性命，我余生难安。你真要为一个男人与我为敌？不止如此，你叫人杀我的仇，我也一并要报。杀你？林燕手上动作突然一顿，下一秒浮云的匕首刺进林燕的胸膛。我并未叫人杀你。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狡辩的？浮云的匕首往前刺进了一分，林燕没躲。我没有。少废话，把蛇的解药拿出来。浮云根本听不进去林燕任何解释，手上一个用力，匕首在林燕的肉里旋了个角度。哼，痛吗？这点痛完全比不上我承受的1/1000。然而所有的一切都是拜你所赐。阿玉，你知道的，我从来都没什么解药，更何况是这样的世道。林燕没有半点反抗的意思，只一脸痴痴地看着眼前这个充满戾气的姑娘。我没害过你，你若恨我，想要我的命，我随时能给你。可你若因我伤了他，才想要我的命，那我就是死也不会瞑目。哼，我早就想要你的命了。好，那我给你。这2个月是我最开心的时光，以后的日子没有你，我也不想再苟活。但我还想跟你说，我韩林峰喜欢你10几年，从未做过伤害你的事。说罢，林燕一把握住浮云的手，一个用力，匕首毫不留情地刺进他的心脏。很好。林燕无力地松开手，重重倒了下去。